蓝星7月盛夏，江城花园小区一间居民房内，空气中漂浮着令人作呕的酒味。顾星逸揉着不停跳动的太阳穴，挣扎地坐起身。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破旧的房间，房间内一片狼藉，泛黄的餐桌上菜汁洒落，数十个空酒瓶散落在桌子下方。这是哪里？顾星逸一脸茫然，一脸懵逼。自己不是刚参加完公司的庆功宴回家睡觉吗？怎么一觉醒来跑到这里来了？妈妈，奈奈这时一道稚嫩的童音忽然在这昏暗的房间内响起，随后顾星逸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窸窣声，他不由更加的懵逼，机械似的转过身体，只见不远处的沙发上，一个扎着2条羊角辫的小女孩正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害怕地盯着转过身的自己。她的小手紧紧抓着一名女子的衣襟，小小的身子似乎也因为自己的转身开始颤抖。与她一样颤抖的是被她抓住衣服的女子，两人的身子已经在沙发上缩成了一团。昏暗的房间内，顾星逸努力地眯了眯眼睛，才看清两人的具体模样。看清两人模样的刹那间，一股陌生的记忆涌入脑海，顾星逸不得不又闭上眼睛来接收这段陌生的记忆。房间内再次变得寂静下来。等顾星逸再次睁开眼睛，他的眼神中已经充满了难以置信。自己这是穿越了，穿越到了这个同为蓝星的平行世界，而且这个身体的主人也叫顾星逸，属于平行世界的自己。顾星逸02号，就连两人的身世都差不多，只是两个人在大学毕业后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原世界的自己在毕业后成了一名作词作曲家，虽然不是很出名，但也创作过不少小众歌曲，活得也算是有滋有味。而这个世界的顾星逸则在毕业后参加了一档男团选秀节目，凭借着公司的包装成功出道。但之后他却与当时的当红小花夏曦瑶谈起了恋爱。这种没有实力只靠外表被公司包装出来刚刚出道的偶像练习生，只要恋情曝光，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双双退圈，草草收场。之后两人其实也有过一段时间的甜蜜期，在那时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取二人名字中的各一字，名顾星瑶，小名顾奈奈。两人有了孩子之后，也就顺理成章的奉子成婚。可热恋期结束，结婚后的琐事接踵而至，顾星逸开始自暴自弃，开始酗酒，开始变得不可理喻，甚至于开始家暴。他开始埋怨夏曦瑶，觉得都是因为他才让自己丢了事业。他开始将自己的无能狂怒转移到这对母女身上，一直到自己穿越过来之前，他才刚刚家暴结束，然后喝到不省人事。畜生！顾星逸接收完记忆，他暗骂了一句，慢慢深呼吸，好不容易才将胸口的怒气平息。这个世界的顾星逸只能用畜生2字来形容，自己本身是个渣仔，却将罪责全都推给了别人。当初夏曦瑶是个实力派歌手，而他却只是个刚出道靠脸吃饭的练习生。若说拖累，也是自己拖累了他。他没有埋怨他的无能，他却率先埋怨起了别人。顾星逸面带复杂的抬起头，看向对面沙发上蜷缩成一团的母女。原是自己连恋爱都没谈过，现在穿越过来竟然都喜当爹了，这可咋整？一个恋爱小白直接跨越了2个阶层。顾星逸皱着眉头，思索着该如何是好。抱着孩子的夏曦瑶在看到顾星逸一直盯着自己时，她浑身紧绷，身体更是禁不住的发抖。她下意识地将小奈奈又往怀里抱了抱，眼泪浸满了眼眶。她死死盯着眼前的这个恶魔，咬着牙没让眼泪掉落下来。她不是没有想过带着小奈奈走，可是她自己本身就是个孤儿，无依无靠，身无分文，家里的钱全部都被这个恶魔把控着。她也不是没有想过一死了之，可她舍不得孩子，她死了才3岁的奈奈怎么办？所以每次挨打她只能忍着，连哭都不敢大声，她怕吓到孩子。唉，过了好久，顾星逸深深叹息一声，既来之则安之，就当自己穿越过来就是为了从这个畜生手里拯救这对母女的吧。顾星逸摸了摸鼻子，只觉得自己貌似一直骂的都是自己，莫名背上一口黑锅。扶着餐桌，顾星逸缓缓站起身，一阵虚弱感袭来，让他更是无语。这具身体都被原主霍霍得不成样子了，开局便是地狱难度。若是可以的话，顾星逸现在只想仰天长啸一声，作孽啊！他打开灯，温馨的橘色灯光亮起，将整个房间照亮。破旧的家具，破旧的沙发，空气中浓烈的酒气更是令人上头。看着眼前杂乱的一切，顾星逸无语的挠挠头。他先是打开窗户透气，然后顺着记忆找到了一个大的编织袋，默默地收拾着屋内的空酒瓶。夏曦瑶依然抱着小奈奈缩在沙发上没动，只是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诧异。要知道这个恶魔从来不会收拾家里，每次喝完就睡，现在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费了好一番功夫，顾星逸才将空酒瓶全部收拾好放到一边。他没有贸然去打扰这对母女俩，而是又从厨房拿起毛巾收拾起桌子，直至将屋内收拾得一尘不染。顾星逸早已大汗淋漓，闻着屋内还有酒气，他又将窗户开得大了一些，
这才将收拾好的垃圾一趟一趟的往楼下垃圾站运送着。扔完垃圾，顾欣逸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哪里都疼。他看了眼时间，晚上8点，又看了看脏乱的厨房，无奈的又叹了口气。好吧，慢慢来吧。想罢，顾欣逸抹了一把汗，从卧室中拿出干净的衣服，走进浴室。夏西瑶看着紧闭着的浴室房门，听着里面的水声，提着的那口气松了一些，原本紧绷的身体也缓缓放松。他看着眼前被他打扫干净的房间，眼里流露着浓烈的不可置信。他竟然连剩下的酒都扔掉了，这是为什么？他魔怔了吗？要说他变好了，他是不相信的。恶魔就是恶魔，又怎么会突然善良了呢？妈妈，3岁的小奈奈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吵闹，个子也比其他3岁孩子要矮上一些。即便现在他的小肚子都瘪瘪的，他也只是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妈妈。奈奈乖，等下妈妈就给奈奈做饭。夏西瑶摸了摸小奈奈的头发，轻声说道。他只能等这个恶魔去睡觉了，他才能去做饭给自己和孩子吃。小奈奈懂事的点点头，他又转过脑袋，和妈妈一起盯着浴室门。小小的他也知道，只有爸爸睡觉了，自己才有饭吃。第2章，恶魔变好了。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顾欣逸身体更疲惫了。他换上干净的衣服，从满是酒气的旧衣服中拿出手机，再将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走到镜子前，看向镜子中的自己。头发长的遮住了眼帘，脸色苍白，胡须密布，不知多少天没刮，妥妥的一个废宅形象。顾欣逸只能用手将头发上捋，才看清自己的全貌。可以看出，收拾一下，这个顾欣逸还是挺帅的，毕竟之前是能靠脸吃饭的小鲜肉。浴室门打开，顾欣逸推门而出。他清楚地看到坐在破旧小沙发的母女俩同时向里缩了一下。顾欣逸摇了摇头，没有理会2人，推开家门走了出去。夏西瑶呆住，眼中有些绝望。他是又出去买酒了吗？今晚还没喝够，自己和小奈奈又要饿上一晚了。夏西瑶咬着嘴唇，脸色泛白，她低头看向瘦小的女儿，眼泪止不住的掉落。妈妈不哭，奈奈不饿了。小奈奈以为是自己饿肚子的原因才让妈妈哭泣，她忙伸出白嫩的小手，笨拙地擦拭着夏西瑶的脸庞。夏西瑶咬着嘴唇，眼泪落得更厉害了。半晌后，她才用颤抖的声音柔声说道：奈奈乖，妈妈哄你睡觉吧，睡着之后就不饿了，明早妈妈早点给你起来做好吃的好吗？好，妈妈不哭。夏西瑶抱着奈奈轻轻起身，后背上的伤因为她的动作隐隐发疼，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她眼前恍惚了一下。不过她还是挣扎地站了起来，抱着女儿一步一步走进了卧室。躺到床上，夏西瑶才感觉身体好受了一些。她轻轻哼着摇篮曲，哄着小奈奈睡觉。看着小奈奈慢慢闭上眼睛，夏西瑶想着结婚之后这2年的遭遇，心里万般心酸。她终于决定了，明天就走，离开这个地狱。即使死在外面，也比被这个恶魔折磨死要好。咔嚓，外面门锁声响起，还在想着心事的夏西瑶止不住又颤抖了一下。她下意识地捂住奈奈的耳朵，悄悄听着外面的动静。这个恶魔是又买了酒回来了。顾欣逸推开家门，下意识地看向沙发上，神情不由一愣。他们2人是回卧室去了，可是他们好像还没吃饭。顾欣逸看着手中的饭菜发愣，想了片刻后，他将饭菜摆在桌上，向着卧室走去。夏西瑶一直紧绷着身体，他听到他的脚步声慢慢靠近卧室，他赶紧闭上眼睛装睡，心里祈祷着他不要进来，快去喝酒，喝醉了之后直接在外面沙发上睡着才好。只是下一刻，敲门声猛然响起，咚咚咚。可可，我给你们买了饭菜，要是饿的话出来吃饭吧，我今晚去侧卧睡了。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夏西瑶猛然睁开眼睛，然后他又听到他的脚步声渐渐走远，旁边的侧卧开门声响起，然后关门声再响起。房间内顿时又安静下来，只有夏西瑶紧张的呼吸声回荡在卧室中。小奈奈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她明显听到了顾欣逸的声音，正好奇地盯着紧闭的房门。今天那个难闻的爸爸竟然没回房间睡觉，而且好像还说给自己买了饭菜。想到饭菜，她又饿了，她吞咽了一下口水，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妈妈。事情太过离谱，让夏西瑶有些不知所措。她不敢相信他，可事实好像真的如她所说。夏西瑶低下头，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还是鼓起勇气，踮着脚悄悄地走到卧室门前，打开门。客厅橘黄色的灯光顺着门缝照射进来，餐桌上饭菜的香气也扑鼻而来。夏西瑶偷偷看向远处的餐桌，桌子上赫然摆放着2碗冒着热气、香喷喷的白米饭，还有2荤2素4个小菜摆在盘中。夏西瑶眼睛一下湿润了，远处的饭菜也变得朦胧起来。他竟然真的给自己母女买了饭菜。面对这恶魔突如其来的好，夏西瑶感到的不是高兴，而是发自内心的恐惧。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还想从自己手里得到什么？噔噔噔，许是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小奈奈光着脚迈着小短腿也跑了过来，
扒着门缝看向外面，随后他的眼睛陡然一亮，口水更是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但是他也没有擅自行动，而是抬起头，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向自己的妈妈。看着外面桌子上的饭菜，又看了看女儿期待的眼神，夏西瑶无助地闭上双眼，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嘴角扯出一抹微笑，将小奈奈抱起。嘘，奈奈乖，我们小点声吃饭。小奈奈的眼睛更亮了，慌忙地点了点小脑袋。夏西瑶摸了摸她的头发，将她抱起，小心翼翼地走到了餐桌前坐下。桌上饭菜的香味让她的肚子也止不住咕咕叫了起来。小奈奈更是飞速地拿起筷子扒了一口米饭，另一只小手则拿起一根鸡腿大口咬了一口，显然她早已饿得不轻。夏西瑶眼中泛起心疼之色，她轻轻地顺着小奈奈的后背，嘴里说着慢点，而她却依然没有动筷子。小奈奈抬起脑袋，大眼睛弯成了月牙，她拿起手中的鸡腿，含糊不清：“妈妈吃。”“妈妈也吃，盘子里还有呢。”看着乖巧懂事的女儿，夏西瑶眼睛早已湿润，她重重地点了点头，咬了一口女儿递过来的美味的鸡腿。多久了？这种场景她已经忘记多久没见过了。夏西瑶不知想到了什么，转过头看向了紧闭着的侧卧房门。房间里的顾心意当然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她又深深叹了口气。从穿越到现在，她叹的气比袁氏30年的都多，实在是这个原主太气人了，导致现在自己一肚子气，只能用叹气来缓解了。叹完气后，顾心意又思索了起来。刚刚出门剪完头发，买了饭菜之后，她才发现这个家里现在竟然只剩下1800多的存款了。若自己穿越再晚一点，估计这个家就揭不开锅了，得搞钱了呀。顾心意双手交织在脑袋后面，倚在床背上，静静地看着雪白的房顶，思索着。片刻后，她突然坐直身子，眼睛发亮。对了，自己怎么一时没转过弯来呢？这里可是平行世界啊！第3章，爸爸第一次给奈奈做饭。顾心意心情激动，伸手拿起手机，不断翻阅着。过了一会儿，她脸上扬起笑容。这个世界果然如记忆中一样，文化传承与娱乐圈和自己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特别这个世界的娱乐水平相当贫瘠，一些让顾心意皱眉的口水歌都能占据上热歌榜单。原世界那些成名的歌曲，随便一首拿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王炸。顾心意紧握着手机，脑海里快速思索着，原是一首首经典歌曲慢慢在他的脑海里浮现。想着想着，顾心意渐渐支撑不住，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慢慢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6点整，顾心意固定的生物钟让他准时醒来。他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好半天才想起自己这是穿越了。夏天的天总是亮得这么早，初阳的光辉透过窗帘洒在顾心意身上。他翻身起床，打开窗户，看着外面陌生的城市，深深吸了一口清晨的新鲜空气。既然穿越已是事实，那就好好生活吧。顾心意伸了个懒腰，转过身，轻轻地打开房门，走出卧室。破旧的沙发依然横在客厅，餐桌上和厨房里已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应该是夏西瑶昨晚吃过饭之后收拾好的。往常家里的一切都是夏西瑶打扫的，现在她一如既往地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经过一夜的通风，房间里的酒味降下去了不少。顾心意站在原地想了一下，便踮着脚悄悄地走进了卫生间洗漱去了。顾心意知道夏西瑶一般早上8点钟才会起来做饭，因为原先的顾心意每次都要睡到10点多才会起床，只有她起来喝完酒之后，他们娘俩才能吃她吃过的剩饭。唉，顾心意下意识地又叹了口气，然后飞快地洗漱着。房间里的夏西瑶其实已经醒了，她隐约听到了外面卫生间传来的动静，她不敢出去。她不知道这个恶魔今天怎么突然起得这么早，好像自从昨天她喝醉醒来就变得不正常了。夏西瑶也想不通她到底想做什么。外面的洗漱动静消失，房门响起又关上。夏西瑶抿着嘴，眼睛盯着卧室的房门，有些好奇，她又出门干嘛去了？等了半天，外面还是没有动静。夏西瑶看了眼身边还在熟睡的小奈奈，想了想，还是鼓起勇气悄悄下了床，打开卧室门走了出去。房间里酒味已经变得很稀薄，新鲜的空气顺着窗户吹进来，伴随着卫生间内飘出的洗手液的味道，很好闻。这种情况让夏西瑶有种不真实感，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种清新的味道了。原来家里还能再次出现这种舒服的感觉吗？夏西瑶来到窗户边，看向外面的世界，不知不觉有些呆住了。直到这一刻，她才突然想起自己才24岁。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声再次响起，夏西瑶整个人被惊醒，然后下意识的全身紧绷，机械式的转过身体。顾心意也尴尬的愣在了原地，他没想到夏西瑶竟然已经醒了。他洗漱过后就发现家里没菜了，所以他刚买了些肉、蔬菜还有大米回来。两人都愣住，顾心意这才彻底看清面前自己妻子的模样，很漂亮，比原世界那些网红明星都漂亮许多，特别是那一双杏仁眸子，仿佛会说话一般。只是现在这双杏仁眸子中满是惊恐与不安，而且她太瘦了，
脸上更是苍白的过分，应该是许久未见过阳光与营养不良的原因。看到这，顾心义心里是又痛又恨又尴尬，太畜生了！这么好看一媳妇，竟然这么虐待，原主真是该死。可可，那个，早啊，我先做饭去了。顾心义率先打破了这份尴尬，他低下头不敢继续再看，拎着菜快速地走进了厨房。夏西瑶还在发呆，下一刻，他的目光随着顾心义的身影移到了厨房，看到他熟练的洗菜淘米，夏西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他竟然向自己问好了，而且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做饭？还有，他竟然理了头发，剃了胡须，整个人好像新生了一般，特别是他的眼睛里面的干净、羞愧，还有那么一些爱惜，是他眼睛里应该拥有的。夏西瑶默默地看着厨房里正在忙碌的背影，一种极大的委屈感袭上心头。他死死咬着嘴唇，眼眶渐渐湿润。这算什么？可怜自己，良心发现？呵，好笑不？恶魔竟然还有良心，你信吗？妈妈，小奈奈这时睡醒了，许是找不到妈妈，她的脸上挂着焦急神色，光着脚丫子就跑了出来。在看到客厅里夏西瑶身影的时候，小奈奈噔噔噔地跑了过来，抱住了夏西瑶的腿，然后她的小鼻子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吸了吸鼻子，转头瞪着大眼睛看向厨房。厨房里的顾心义自然也看到了这个小家伙，他咧开嘴冲着小家伙笑了笑，却不想小奈奈害怕地往夏西瑶身后缩了缩。顾心义无奈地摸了摸鼻子，顿时感觉胸口憋闷得慌，好像氧气不足一般，很难受。好吧，他一个恋爱小白，上来就是地狱难度，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哄小孩子开心。不一会儿，饭菜就已做好，顾心义摘掉围裙，洗了洗手，看向还拘谨地站在远处的两人，闷声说道：“洗漱一下过来吃饭了。”小奈奈明明已经在吞咽着口水了，但她还是没有动，只是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桌上香喷喷的饭菜。夏西瑶有些惊悚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不喝酒了，还让我们一起过去吃饭，他该怎么办？顾心义本来有些期待，但是看到两人这防备的模样，他心中的期待不由沉入了海底。他沉默了一下，又叹了口气：“你们先吃。”说完，他站了起来，走进了侧卧。夏西瑶没动，他看着侧卧的门被关上，又低头看了看女儿眼里的期望，心里也叹息一声：“小奈奈，洗手吃饭去吧。”餐桌上摆放着顾心义做的小米粥，金灿灿的很诱人，还有2个小菜以及1小碗炖蛋。看到炖蛋的那一瞬间，小奈奈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脸上也浮现出孩童天真的笑容。她拿着小勺子，转头看向夏西瑶：“妈妈，妈妈，这是爸爸给奈奈做的吗？”夏西瑶一时有些语塞，说不出话来。她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看到母亲的回应，小奈奈的眼睛顿时更亮了。她迫不及待地挖了1勺蛋羹放进嘴里，脸上的笑容更加明媚。这是爸爸第一次给她做饭吃，真好吃啊！夏西瑶只是默默地吃着饭，饭菜很香，她的心里很挣扎，也很茫然。她的目光不自觉地转移到了侧卧那扇紧闭的房门上。第4章，一生有你。顾心义坐在侧卧里的书桌前，他其实已经饿得不行，但他知道现在外面那娘俩还做不到和自己坐在同一个桌上吃饭。唉，造孽啊！顾心义摇摇头，将这些甩出脑袋。他拿出手机，点开了这个世界的抖音平台，注销了原先这个还剩几千粉丝的账号。昨天他看了一下，这个世界的抖音平台已经愈加完善，用户也越来越多，相当于原世界2016年左右的水准。顾心义重新注册了一个新号，他稍稍想了一下，最后决定起名新瑶，以女儿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他想给这娘俩的心声。顾心义自己没什么太大的追求，原世界他已经30岁，迈入中年行列，该经历的都差不多经历了。现在穿越过来，重新回到24岁的年纪，他看得很开。这一世将这对母女俩安顿好，给他们富足的生活，之后分开也好，离婚也罢，他想出去旅旅游，为自己而活，从此劈柴喂马，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想到这些，顾心义脸上终于扬起了一丝笑容，他习惯性地点开了抖音上面的热搜榜单，然后下一刻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这唱的是个什么垃圾？什么时候临时抱猪脚这种口水歌也能霸占热搜了？一直循环的临时抱猪脚仿佛魔音绕耳，让顾心义顿时无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自己拿出来的歌才能一鸣惊人。顾心义心里有了打算，他从书桌里找出几张已经尘封许久的曲稿纸，这些都是以前夏西瑶留下的。原主不会写歌，但他的声音很好听，出道的时候也翻唱过那么几首口水歌。顾心义将曲稿纸平铺在桌面上，口中轻轻哼着一个熟悉的调子，手中的笔飞快地在曲稿纸上写着6线谱。原世界的顾心义就是一个词曲家，现在只是时空搬运，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倒他，只是短短片刻时间，一首完整的曲谱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顾心义拿起曲谱，满意的点了点头，又重新铺开一张纸，
这首曲谱的歌词也跃然于纸上。大功告成！顾心义迫不及待地从一旁衣柜中翻出一个吉他，调了调音，然后抱着吉他端坐在书桌前酝酿了一下情绪。下一刻，顾心义闭上了眼睛，手指轻轻扫动琴弦，悠扬的吉他声在安静的房间内响起，顾心义温柔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歌声缓缓飘荡，顾心义沉浸其中。这首歌曲是他当初上学时最喜欢的一首歌，他非常喜欢歌词里面的爱情观。可惜的是，直到30岁，他都没能遇到这样的爱情。随着吉他声从房间内传出，正在默默吃着饭的夏西瑶突然愣住，他又转头看向那紧闭的房门，眼中带着惊讶。他还会吉他？怎么可能？那个吉他是自己的，夏西瑶很清楚，他不会弹吉他，至少以前不会，夏西瑶也很清楚。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伴随着吉他声，顾心义的歌声也缓缓传来，夏西瑶更加愣住，她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就连正在欢快吃着饭的小奈奈都被歌声吸引住了，停下了手中的勺子，看向侧卧紧闭的房门。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小奈奈歪着脑袋望着那里，小奈奈知道这是第一次给自己做饭的爸爸的声音，好温柔，她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温柔的爸爸。等到老去的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即使夏西瑶没听过这首歌，她也能感觉到这首歌的厉害之处，这么优美的旋律，这么动听的歌词，她很难想象这是从一个恶魔口中唱出来的。吉他声依旧温柔，顾心义的歌声依旧飘荡在耳边，只是坐在餐桌前的大小美女都已呆愣住。直到下一句歌声响起，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听到这里，夏西瑶再也忍受不住，她的肩膀开始轻轻颤抖，眼泪更是一颗一颗的往下掉落。2年了，整整2年了。这2年每天的担惊受怕，她已经2年没有听过音乐，2年没有出过家门，每天面对的都是柴米油盐与满屋狼藉，还有一个慢慢变成恶魔的她。现在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要逃走了，她唱这个是什么意思？她突然变了是什么意思？夏西瑶有些崩溃，她再一次迷茫了，对前路的害怕，以及对现在这人转变的害怕。她怕这是一场刹那的梦，梦一碎，一切又要回到了原点。歌声也在这一刻停止，小奈奈也发现了妈妈的哭泣，她有些惊慌地爬到夏西瑶的腿上，伸出小手，努力地擦拭着妈妈的眼泪。妈妈，不哭，不哭，奈奈给你呼呼。小奈奈以为妈妈的身上又疼了，她一边帮夏西瑶擦着眼泪，一边扬起小脸扒开夏西瑶的衣领吹着气。只见衣领下面，夏西瑶的后背上遍布着道道伤痕。顾心义自然不知道外面母女俩因为自己一首歌发生的事，他此刻正打开抖音，点击了录制视频。视频里他并没有露脸，而是只露出了鼻子以下的位置。他抱着吉他清了清嗓子，叮咚叮咚叮咚。这次顾心义明显正式了许多，他又将歌曲完整的弹唱了一遍，直到一曲结束。顾心义将录制保存，又将开头与结尾的闲杂时间剪去，最后顾心义将音频抽出，配上词曲，在网上提交了版权所属。待一切搞定，他这才编辑了一个标题：一生有你，本人作词作曲，原创的一首歌曲，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多多点赞支持。点击上传，叮，视频上传成功。呼，顾心义轻轻吐出一口浊气，终于完成了。接下来就静静等着群众的反响吧。这首歌在这个时代就是王炸啊！顾心义丝毫没有怀疑这首歌究竟能不能火，他对这首歌有信心。当年获得歌曲排行榜金曲奖的存在，不火的话天理难容。原唱水木年华当初可是因为这首歌获得了最佳新人奖，现在自己作为新人，不说最佳新人奖，崭露头角应该还是能做到的。他将吉他放回衣柜，然后摸了摸饿得瘪瘪的肚子，挠了挠头发，不知道这娘俩吃完没？唉，好饿啊，真是造孽。第5章，顾心义的改变。揉着肚子的顾心义终于等不下去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轻轻推开房门，露出了一道缝隙，如做贼一样向外看去，正巧看到夏西瑶正抱着小奈奈离开餐桌，他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一样。他明显也看到了自己，在原地愣了一下后，又抱着孩子快速的回到了主卧中。顾心义松了口气，推开房门走到了餐桌前，终于能吃上饭了。顾心义看着桌上明显给他留下的一些饭菜，有些开心，然后他端起小米粥大口大口的旋了起来。完美，不愧是自己的手艺，吃饱的感觉就很棒。将桌上的饭菜全部清盘，顾心义拍了拍鼓鼓的肚子，满意的打了个饱嗝。收拾好碗筷，无所事事的顾心义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这个家的布局。
这是个2室1厅的房子，只有70平米，是之前结婚时2人一起出钱买的，家里的东西也都是那时布置的。这2年时间，家里再也没有添置过新东西，这些东西已显得有些破旧了。房子本就不大，又安静，只有顾心意的脚步声不时响起，所以显得有些压抑。顾心意摇了摇头，回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下。真难想象夏西瑶带着孩子是怎么在这种氛围下生活2年不怎么出门的，这种感觉就好像坐牢一样。饶是刚穿越过来的顾心意都有些受不了，主要是氛围，这里哪有一点点家的氛围？顾心意也知道自己一时半会改变不了什么，他只能窝在小沙发上摆弄着手机。他在查询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家，怎么样去哄一个孩子开心，怎样做一个好爸爸。网上的答案五花八门，看得顾心意直挠头。不过顾心意还是坚持看了下去，毕竟第一次做爸爸，他很怕自己会做不好。这时主卧的门突然又被打开，顾心意顺着声音看去，就看到从那里探出一只小脑袋，脑袋上的2条羊角辫一晃一晃，是小奈奈。她歪着脑袋，瞪着和她妈妈一样的杏仁眼，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这双亮晶晶的眼睛里懵懂与清澈，让顾心意的心都要融化掉了。只是小奈奈的小脸太瘦了，和她妈妈一样，要是再圆润一点肯定会更好看。也是，之前这对母女俩一天只能吃剩饭，而且混了酒的菜小家伙还不能吃，原主又不给这娘俩钱，他们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顾心意看见小奈奈，脸上下意识的想要露出笑容，可是她的嘴角还没扯开，就看到小奈奈被吓得连忙又关上了门，窜了回去。房间内也响起夏西瑶清脆的声音，她在哄孩子，笑容僵在脸上。顾心意无辜的摸了摸鼻子，看来自己以后的日子还有的操心啊。时间悄悄过去，这一刷手机就是4个小时过去，这期间不时能听到夏西瑶哄孩子的声音。直到中午，顾心意的脑袋已经刷得又昏又胀，满脑子都是杂乱的育儿知识。她放下手机，揉了揉太阳穴，站起身来，该做午饭了。也就在这时，卧室门被打开，面无表情的夏西瑶抱着一堆衣物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她像是没看到站在沙发前的顾心意一般，径直走向卫生间。顾心意明显看到她出来时身体僵硬了一下，她这是要去洗衣服吗？顾心意突然想起昨天自己换洗下来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没拿出来呢。想到这，顾心意也快速地向着卫生间走去。夏西瑶心里很紧张，她没想到顾心意竟然还在家里，往常这个时候她早出去和她的狐朋狗友们喝酒去了。她听到顾心意的脚步声在往自己这里靠近，顿时她的心里更紧张了，心跳也开始加速，身体微微颤抖。那个，我衣服还在洗衣机里，能让我先拿出来晾一下吗？顾心意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正弯着腰打开洗衣机门的夏西瑶被吓了一跳，身体更是踉跄一下，向卫生间里面缩去。小心点！顾心意止不住又说了一句。夏西瑶这才反应过来，她这是在征求自己的意见。她眼神闪躲着，不敢看他，但还是说道：好，你先拿。谢谢。顾心意紧握着拳头，她的手也有些颤抖，眼神中更是难掩愤怒和心疼。他刚刚清楚地看到了夏西瑶的脖子下面那一道道泛着紫红的血痕，虽然有着这个畜生的记忆，但当真亲眼目睹时，他真的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如此禽兽的人。这让从未欺负过女性的他心里感到无比的愤怒与悲哀。顾心意收拾着洗衣机里的衣服，他没有继续看他，此刻他的脑海里思绪飞快地转动着。一会儿我做午饭，记得喊小奈奈出来吃饭。啊，小奈奈睡着了，等会我就喊她起床。夏西瑶又往里缩了一下，整个人显得异常慌乱，就连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顾心意知道自己在这只会给他压力，他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拿起洗衣机里的衣服，快速地来到了阳台上晾起，然后走进了厨房。卫生间内抱着衣服的夏西瑶还愣在原地，直到厨房里烟火升起，他才回过神来。他颤抖地将衣服放进洗衣机，目光却不自觉地往厨房飘去。他到底怎么了？又开始给自己和孩子做饭了？夏西瑶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然后突然又愣住。他什么时候有的这个习惯？夏西瑶就这样待在洗衣机前，听着滚筒的转动声，心里异常复杂。直到衣服全部洗好，他拿出衣服走到阳台开始晾起。那个男人都一直在厨房里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小奈奈没有等到夏西瑶叫他，他自己醒了，依旧是光着小脚丫子推开门，2只小手还在不停揉着睡眼朦胧的大眼睛。下一刻，他看到厨房里忙碌的顾心意时，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明显亮了一下，然后他便好奇地趴在厨房门框边看着顾心意的背影。夏西瑶晾好衣服，回过头来就看到了这一幕。小小的奈奈满脸期待，厨房里的顾心意忙忙碌碌。夏西瑶精神一下子有些崩溃，她飞速转身背靠着墙，双手捂住脸，慢慢蹲下身体，眼泪无声地掉落下来。这是她很久很久以前做梦才会出现的场景。第6章第一次互动。顾心意依旧没有与他们娘俩同桌吃饭，
他将饭菜端到桌上后，便匆匆地走出了家门。听到房门声响起，夏西瑶胡乱地抹干脸上的泪痕，咬了咬嘴唇，站起身来抱住小奈奈，来到了餐桌前。餐桌上依旧是2荤2素，还有已经盛好的2碗米饭和1碗蒸蛋。夏西瑶看着桌上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发呆了许久，才缓缓坐下。没人知道他现在的心情是何等复杂，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饭菜还是如早餐那般美味，小家伙早已美美吃上了蛋羹。可是娘俩的这顿平静的午饭很快就被开门声打破。他们下意识地抬起头，就看到顾心意拎着一大袋东西推开门走了进来。小奈奈身体往夏西瑶那凑了凑，手里挖着蒸蛋的小勺子还放在口中，静止住了。她的一双大眼睛跟着顾心意的动作而转动。顾心意眼皮低脸，没敢去看这一对受惊的母女，她只是走到沙发前，将手中的袋子放下，然后开口，声音有点闷闷的：“我给你买了点药膏，你记得用一下。还有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看别的小女娃都有，他也应该有。”夏西瑶没有回应。顾心意说完后沉默了一下，她2只手交织在一起，暗暗掐了一下自己的虎口。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以后我不会再喝酒了，也不会再打你们了。你和小奈奈平时在家里不用那么害怕，孩子还小，家里这种氛围对他不好。顾心意一口气说完，只觉得心中的抑郁之气舒坦了不少。他也没有等夏西瑶回应，默默走回了侧卧中。夏西瑶目送着他身影消失，看到那房门被紧闭，更加不知该说什么。短短1天，面对这个男人突如其来的转变，他始终难以放下心防。卧室中的顾心意此时心情更不好受，他的眼眶红红的，明显在外面的时候也哭过。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自己没有穿越过来，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可是现在已经这样了，穿越这种事情他做不了主，对于自己穿越到这个人渣身上，他也很难受，甚至有想自残的想法。特别是看到夏西瑶身上那一道道伤痕时，顾心意压抑的心更加沉重了。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只是在这个家待了短短1天时间，他的心就被压抑到快到崩溃。他实在难以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能对自己的亲人抱有这么大的恶意。夏西瑶吃过饭，依旧给顾心意留了一些。他将自己与小奈奈的碗筷洗刷好，看着桌上的袋子想了一下，最终还是牵着小奈奈往主卧走去。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好，他实在难以接受。谁知道会不会是他设下的陷阱，用来麻痹自己？而且对于身上的疼痛，他早已习惯，只是不知道自己这里还有什么东西是他费尽心机想要得到的。他害怕收了他的好处之后，他就会暴露出原本恐怖的面目。在经历过1天短暂的温柔后，他无比害怕之前的日子再次到来，甚至他心里还有那么一丝丝期待，会不会只要自己不接受他的好，他就会一直像今天这样。只希望他如今这样能够再多维持1天，再多1天。顾心意听到了旁边卧室的关门声，他知道是这对娘俩吃完饭了，这才起身走出房间。然后他看到茶几上的袋子依然没被拆开，静静地待在原位上。顾心意抿了抿嘴，叹气一声，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坐下闷头吃饭。这时主卧的门竟意外地再次被打开，小奈奈又探出了一颗小脑袋，正好奇地盯着吃饭的自己。顾心意再次尝试咧开嘴，冲着他笑了笑。这次终于如愿，小家伙没被吓跑，依然好奇地打量着正在吃饭的自己。顾心意心里微微放松，一颗压抑的心也被这软糯的小萌娃治愈了不少。他放下手中筷子，用自己毕生最温柔的声音对着小奈奈喊了一句：“小奈奈。”顾心意的忽然开口，将小家伙吓得身体轻轻颤抖了一下，不过他依旧没有缩回去，而是转头看向主卧里，然后像是受到了什么鼓励一般，再次看向顾心意。一个稚嫩又软糯的童声从他口中传来：“爸爸。”听到这个声音，顾心意浑身一震，眼睛瞬间湿润，脸上笑容也如菊花般灿烂。这是他穿越以来听到的最优美的旋律。小奈奈歪着小脑袋，疑惑地看着这个又哭又笑的爸爸，似乎在奇怪为什么有人还能笑着流眼泪呢。顾心意轻轻嗯了一声，回应着小家伙，然后他站起身，来到沙发前，从袋子中拿出刚刚买的洋娃娃，拿在手上对着小奈奈轻轻地晃了晃。小奈奈眨巴着大眼睛，似乎有些异动，她看了看顾心意手中的娃娃，又扭头往主卧里看了看，好半天才磨磨蹭蹭地往顾心意这里走来。此刻顾心意心跳如肋骨，她看着这个如同小天使一般的小女孩，光着小脚丫踩着小步子，一步一步地向自己靠近。她甚至连呼吸都要停止住了，生怕吓到这个好不容易向着自己迈步的小家伙。小奈奈只知道爸爸会给自己做好吃的了，现在手里又拿着自己喜欢的玩具，她好像不会再凶自己和妈妈了。她走到顾心意身边，抬起小脸，用力地吸了吸鼻子，然后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爸爸身上也不臭臭了，开心。小奈奈，看爸爸手里的娃娃好看吗？你看他的2条小辫子和奈奈的好像啊，还有他的小裙子，奈奈喜欢吗？看着这个小小的萌娃，
顾心逸脑海里疯狂地搜寻着自己从手机里看到的育儿知识，他极尽温柔又认真地对着小奈奈说着。小奈奈小手动了动，似乎想要从顾心逸手中将这个娃娃接过来，但她还是没有鼓起勇气伸出手，只是用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紧紧地看着顾心逸。顾心逸的目光一直在小奈奈身上，自然看到了她的这个动作，于是他缓缓蹲下身子，直到自己与小奈奈平齐，又将玩具轻轻放在小奈奈的手里，手指在碰触到小奈奈的小手时，顾心逸感觉整个人都酥了。萌娃的杀伤力可见一斑。第一次做爸爸的顾心逸对自己的表现挺满意的。第7章视频的扩散。小奈奈终于接过了自己喜欢的玩具，她的目光从顾心逸身上移到娃娃身上，小手指在娃娃轻柔的长裙上摸了摸，眼睛立即弯成了月牙。继爸爸给她做的第一顿饭之后，她得到了第一件礼物。顾心逸看着眼前小家伙握着玩具的欣喜模样，内心五味杂陈。特别是近距离看到小奈奈这一头干枯泛黄的头发，以及消瘦的小脸，还有她身上这件已经洗得泛白明显小了许多的衣服时，顾心逸的心一瞬间好像针扎般疼痛。她才3岁啊，本来是应该被捧在手心的年龄，现在却因为一件小小的玩具而开心到不行。顾心逸咬了咬牙，飞速地擦了一下眼睛，挤出笑容，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小奈奈在自己身边玩耍。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小奈奈的脸上，她额前细碎的刘海下2只圆圆的杏眼正泛着光，长长的睫毛如小扇子般扑闪扑闪，小翘鼻也因为嘴角的笑容时不时微微皱着。这一刻，顾心逸眼中再也没有其他。主卧内的夏西瑶此时更是紧张，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但他同意顾心逸之前说的话，孩子还小，他不应该在这种氛围下长大，让孩子去亲近顾心逸，是他现在能做到的最大程度了。外面的小奈奈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夏西瑶听到就忍不住的流泪，她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床上，默默地擦拭着眼泪。没过多久，小奈奈似乎是玩困了，她紧紧抱着娃娃，看了眼还在对着自己傻笑的爸爸，小脸上的神色纠结了一下，然后转身噔噔噔地跑回了卧室。顾心逸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小家伙的身影消失，摸了摸鼻子，无声地笑了一下。看来还得给这小家伙买双合适的拖鞋，老是光着脚丫子可不是好习惯。时间缓缓流过，晚饭还是顾心逸做的，3菜1汤，照例让这对母女俩先吃完饭，顾心逸才去进行光盘行动。今天的顾心逸睡得很早，他决定从明天开始晨跑，不然这具身体真的吃不消，下午出去买一趟东西就累得够呛。所以这才晚上8点钟，顾心逸就进入了梦乡。8点钟正是大部分人休闲的时间，江城某科技大学里，小明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抖音。没刷一会儿，小明就打了个哈欠，实在是抖音上给他推送的视频都不堪入耳。唉，无聊，来来回回一点新意都没有。他手指继续在手机上滑动着，决定再刷2个就去打游戏去。叮咚叮咚叮咚，突然一阵温柔的吉他声从手机里响起，小明不自觉地停下了滑动的手指，看向视频，只见视频里是一个没有露脸的消瘦男生，正抱着吉他扫着弦。这旋律不错呀。小明点了点头，继续听了下去。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意外的好听是什么鬼？小明翻坐起身，又将音量拉大。顾心逸干净且温柔的歌声回荡在他耳边，让小明的眼睛不由亮起。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哇，宝藏歌曲！这首歌叫什么？小明咽了口水，他确信自己以前从来没听过这首歌，于是他点开作者的个人主页，是个新人，名字叫星瑶。这首歌还是他的原创。一生有你，好一个一生有你。小明又飞快地返回视频界面，将整首歌又听了一遍，他再次沉浸在歌声中，好像身边那个女孩从青涩年华陪着自己慢慢变老，而他不管如何改变，自己都爱慕她。从年少到白头，从一而终。小明整个人都被歌曲感染了，他飞快地点了个赞，并写下一大堆评论，然后转发给了他喜欢的那个女孩。下一刻，他又好像想到了什么，又点击了转发，转发到了班级群内。这种好歌怎么能被埋没呢？小明不知道的是，重复他这种动作的还有许多人。王刚是一名公司白领，他此刻正窝在自己的车里刷着抖音，楼上就是他的家，可他不想回家。自从结婚生子之后，他的老婆就变得特别爱唠叨。他每次在外辛辛苦苦工作一天，回到家中还得不到一些清闲，总是能听到老婆一边做饭一边数落着自己，什么那家男人赚了多少多少钱，什么那家孩子多么多么听话，诸如此类。他早已厌烦了自己的老婆，每次看着他的脸都会感觉烦躁。真是应了那句话，女人变成黄脸婆之后，怎么看怎么够得慌。所以他每天下班都会窝在车里一会儿，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时光。
刷着抖音上的各种美女，他时常想着，如果自己老婆变成这样，那该有多好啊！王刚这样想着，手指又轻轻滑动，突然一个温柔的吉他声闯进他的耳朵。他看了一下视频，是一个男生抱着一个吉他在弹奏。他本想直接划过，可是下一刻，这个男生开口了：“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声音从王刚的耳朵里进入了他的心中。他愣了一下，手指不自觉地停住，直到一曲听完，王刚沉默了。吉他声再次响起，歌曲又重头唱了一遍。王刚的思绪却飘到了远方，那是他刚认识自己老婆的时候，那时老婆的容颜渐渐在他脑海里清晰。他也曾是被许多人追求的存在，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己。他想起了老婆的一颦一笑，想起了老婆的明媚如花，想起了当初结婚时自己的誓言。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美貌还是失色，无论顺利还是失意，从今以后，他都愿意爱她，安慰她，尊敬她，保护她，一生一世，至死不渝。他又想起了当初自己工作不如意时，老婆时常给自己准备小惊喜时那欢快的表情，那鼓励的眼神。那又是什么时候自己开始感到厌烦的呢？是从自己每天沉迷工作，没有在意过他时，还是从每次喝得醉醺醺回家被他说了两句时？想着想着，王刚突然泪流满面。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竟然忽略了这个自己曾经最爱的人了呢？歌声还在继续，王刚飞快地点了一个赞，然后关闭手机，启动车子离开了停车场。等他再回来时，便匆匆上了楼。开门，关门，看到厨房里那个熟悉的身影。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吗？饭菜都要凉了。听到这个熟悉的唠叨声，王刚笑了。他快步走进厨房，一只手揽过老婆的腰，将脸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讨厌，干嘛呢？孩子还在家呢。王刚看着老婆眼角的皱纹，看着她因为长时间做家务粗糙的手，忽然笑了。然后他从身后拿出一束火红的玫瑰花，这束玫瑰花一如当年娇艳的她。老婆，我爱你，有你真好。第8章，慢慢改变生活。仅仅一个晚上，一生有你这首歌就在抖音上杀疯了。顾欣逸温柔的嗓音配上吉他温柔的旋律，捕获了一个又一个的粉丝，点赞数与评论数也以火箭升空般的速度上升着。越来越多的人，或是因为接收到朋友的转发，或是因为身边人的推荐，当他们一个个怀着好奇的心点开视频后，他们便瞬间被这首歌给吸引住，转而自己也成了推荐大军中的一员。热度持续发酵，到后面不仅仅是抖音，就连微博都开始有人议论起来。当天晚上10点钟，这个视频便成功杀上了抖音热搜榜第5。此时的抖音总部，运营总监杨丞琳办公室的房门被敲响。刚刚结束一天工作的他皱着眉头看向来人，表情严肃。推门而入的技术人员小李拿着手中的平板，看着眼前这个平日里雷厉风行的老总，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杨总监，我有特殊情况汇报。刚刚平台上有一个视频，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登上了热搜榜，现在处于热搜第5。杨丞琳不以为意，他依旧皱着眉，挥手拿过小李递来的平板。慌什么？又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说吧，又是哪个大网红发新视频了？不是大网红，是一个今天刚注册的新号，而且这个视频没有经过我们的推流，视频内容仅仅是一首歌而已。小李小心翼翼地说着，同时观察着杨总监的脸色。他可是知道的，杨总监很讨厌别人在休息时间打扰他。他现在也是在赌这个视频的价值，因为他刚刚听过了这首歌。说实话，他也被这个视频给吸粉了。听到小李的话，杨丞琳脸色果然变得惊讶。新号，一首歌，未经过推流就能杀上热搜榜第5。说着话，他重新坐到了办公椅上，点开了抖音热搜，然后他眼中的惊讶神色更浓。热搜榜4了，我倒要看看这是首什么样的歌。一曲过后，杨丞琳沉默了。这是他在抖音工作这么久，第一次在这上面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杨丞琳点开创作者主页，看了下他的名字，星瑶，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小李，你做得很好，给我帮这个视频推流，让更多的人刷到，确保明天这个视频在热搜榜第1。还有，你负责持续关注一下这个账号，如果下次还有类似的歌曲，不用向我汇报了，直接推送出去。小李用力的点了点头，高兴的接过平板离开办公室。他知道自己赌对了。小李离开后，杨丞琳再一次完整的听了一遍这首歌，依旧是那么好听。杨丞琳手指轻轻在桌子上敲动几下，像是在思考着什么。片刻后，他拿起手机编辑私信发送。第二天早晨6点钟，这条视频在抖音的点赞数已经来到了恐怖的50万，评论数更是多达20多万。要知道，一些大的网红博主收到点赞几十万时，评论能有几万就已是很牛掰，所以这个评论转换率真的高到离谱。而顾欣逸的粉丝数更是一晚上破了100万，仅凭一首歌、一个视频，一夜成为100万博主，一夜爆火。
当然，这些粉丝大多数都是这个视频的粉丝。如果顾星逸后续没有拿出像这个视频一样质量的歌，他也会很快被大多数人所遗忘。顾星逸5点钟就起了床，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这首歌已经火出天际。他匆匆洗漱完毕后，便走出了家门，进行着今天的晨练。这具身体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刚跑了没一会儿，他就已累得气喘吁吁，以至于他只能每跑20分钟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就这样跑跑停停，历经1个小时，他终于跑了5公里。这是他给自己制定好的今天的计划。原地稍微休整了一下，又做了几组俯卧撑，顾星逸才慢慢的往家挪去。回到家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早晨7点40。顾星逸刚推开家门，就和从卫生间洗漱出来的夏西瑶对了个正着。夏西瑶额前的发丝沾着水珠，正用毛巾擦拭着。他在看到顾星逸时吓了一跳，神情有些惊慌。他看着大汗淋漓的顾星逸，有些无所适从，但还是有些惊慌道：我不知道你出去了，我现在就去做饭。顾星逸愣了一下，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尴尬，但还是快速的回答：小奈奈还在睡着。夏西瑶抿了抿嘴，低头了一声，心跳加快。运动过后，顾星逸身上的阳光气息让他很不适应。见惯了他颓废的模样、丑陋的模样，突然这样阳光的顾星逸让他心里很慌乱。他下意识地躲避着顾星逸，快步往厨房走去。你去看着小奈奈，等我洗过澡之后，我来做饭吧。你有什么想吃的菜吗？顾星逸略带讨好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夏西瑶脚步顿住，半晌后带着轻柔的颤音才从他口中响起：没有，你随便做吧，我去看孩子。说完后，夏西瑶脚步加快，逃跑一般钻进了卧室。顾星逸看着被关上的卧室房门，无奈的耸了耸肩，哼着歌，舒服的洗了个热水澡。今天早上体力消耗有点大，洗过澡后，顾星逸感觉自己饿到发慌，而且原身酒瘾还发作了。顾星逸很难受，口中一直分泌着唾液，他只能一边做着饭，一边疯狂喝着热水来缓解。小奈奈这时也起来了，夏西瑶给她洗漱一番后，她便扒在厨房门框上看着顾星逸做饭，怀里还抱着昨天顾星逸送她的洋娃娃。顾星逸转过身就看到了这个小家伙，他咧开嘴对着小奈奈露出了姨母般的笑容，柔声问道：小奈奈今天早上想吃什么呀？爸爸给你做。小奈奈头上2条辫子微微晃了晃，歪着小脑袋认真的想了半天，然后大眼睛弯起。蒸蛋，奈奈爱吃蒸蛋。好，那就蒸蛋。顾星逸宠溺的回答道。他伸出手想揉揉小奈奈的小脑壳，又悄悄的缩了回去。他趴下到眼前这个小天使，慢慢来吧，不急。顾星逸心中想到。小奈奈明显在慢慢接纳自己，这让顾星逸看到了希望，他心情不由大好。此刻就连酒瘾与饥饿似乎都远离了他。早餐依旧丰富，白粥、卷饼，1荤2素，当然还有小奈奈钦定的蒸蛋。顾星逸照例回到了自己的小卧室，让这对母女先吃。不过比以往要好的是，外面2人在吃饭时明显多了些笑语声。第9章购物。侧卧中，顾星逸躺在床上，拿起被自己设置成静音的手机，想看看视频的成效。刚将手机解锁，顾星逸就被震惊到了。卧槽，这是多少个通知？只见手机屏幕的通知栏里，视频点赞、转发与评论的通知信息已经全部到达了99家。顾星逸有些颤抖的将这些通知都划掉，他有预感自己的这首歌会火，但真心没想到会这么火，简直恐怖如斯。幸好昨晚开了静音，要不光这通知提示音就能让自己一宿睡不着觉。顾星逸咽了口水，点开抖音，打开自己的主页，页面上100多万的粉丝数差点亮瞎他的眼睛。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此刻都忍不住想要惊呼。要知道，这世界的抖音平台可不比原世界，就算原世界那已经发展成熟的抖音，一夜过100万的博主都没几个。怀着激动的心，顾星逸继续点开视频，200多万的点赞，接近100万的评论，也让顾星逸脸上止不住扬起笑容。一举成名，这个世界除了自己，好像还没有人达到过这个成就。而且顾星逸看了评论区清一色的好评，全都是赞美之声，更多人还在呼吁着自己多来2首这样的好歌。果然，好歌是不分时空的，原世界的好歌没有在这个世界埋没，绽放了属于它的光彩，成功杀上了抖音热搜榜1。顾星逸还看到，已经有不少大网红在翻唱着自己的这首歌了，甚至有几个翻唱视频也杀上了热搜榜。不过他们都注明了原创是自己，顾星逸也就没有再多理会。返回个人主页，顾星逸又看了看自己账号的私聊界面，基本全是来寻求合作的广告商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会招募。顾星逸没有理会他们，带货是不可能带货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他可是脑子里装着一个世界的男人，怎么可能为了赚钱而去带货？这样涸泽而渔的蠢事，他可做不出来。接下来就是见证收益的时刻。顾星逸点开抖音后台钱包，映入眼帘的收益让他咧开了嘴。在没有接任何广告，没有进行视频推流的情况下，仅仅1天，这个视频只靠流量产生的收益就达到了恐怖的32万。这还是已经交完税收后的收益，就很 nice。
呼，看到收益的顾心意松了口气，有钱了，日子终于不用过得那么紧巴巴了。之前握着全部家当1000多块钱的时候，他连买个菜都是小心翼翼的，他都不敢想象一个家庭只剩这么点钱，万一出点什么事该如何是好。现在有了这第一桶金，他心情自然轻松了许多。将收益转到银行卡后，顾心意等到外面两人吃完饭，房门声响起，才赶紧推门出去吃早饭。在晨练之后，他的胃口明显大了许多，将桌上的饭菜全部吃完，他都感觉没有怎么吃饱。不过幸好是早饭，也不宜吃得太饱。刷完碗筷后，顾心意便抄起手机，匆匆出了家门。他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位于江城的老城区内，这个小区如今已偏显老旧，之所以会买这里的房子，全因为这里便宜。他与夏西瑶两人当初并没工作多久就结婚了，两人手里也没有太多钱。他们结婚时还憧憬着日后能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可惜结婚后2年时间，原来的顾心意不仅没有再找工作，还败光了两人的积蓄，就连夏西瑶的手机都被他拿出去卖掉换了酒喝，家里的所有钱都被他把控着。从破旧的小区出来，汇入人流中，顾心意径直往记忆中的商场走去。商场离小区不远，只有2条街的距离，名字叫蓝天商场，很俗气，但里面的商品却是应有尽有。顾心意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刚一进门，他就看到一家名叫某维的国产大品牌手机专营店。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现在都在上班的原因，店里没有几个客人，一个年轻的女店员在柜台里正无聊地涂着指甲油。看到顾心意进来时，她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快步迎了上来。一大早能看到这么帅气的小哥光临，他连心情都愉悦了些。帅哥要买手机吗？顾心意点头应着，在柜台里巡视了一圈，然后选中了一款天青色的手机。女店员忙拿起顾心意选中的手机，脸上笑容更深。帅哥好眼光，您选中的这款是我们店里最新的产品，不仅外观漂亮，而且这款手机拥有着100倍变焦，还是全球首款支持卫星通话的手机哦。顾心意点点头，想了一下又说道，这里有手机卡卖吧？当然。帅哥是自己用吗？若是自己用，在这里办卡就好，我们这里现在办卡充值100，不仅有100块钱的话费，还免费送您6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100条免费短信，以及50G 的专属流量。女店员更加热情地介绍起来，直说的口干舌燥。她没想到这个帅哥不仅要买一部价值6000多的手机，还要在这里办卡，这样自己的提成又要增加了，就很开心。顾心意没忍心打断他的介绍，直到他说完才开口说道，不是我要办卡，是给我的妻子办卡。女店员怔了一下，又看了眼顾心意，心里莫名有些失望。这么年轻一小伙，怎么这么早就迈入了婚姻的坟墓呢？果然好男人都是别家的，几千块的手机眼都不眨一下就给妻子买了。女店员这么想着，口中却没含糊，继续说道，帅哥的老婆真是好福气，我想这款手机您老婆一定会喜欢的。不过要办手机卡的话，还是需要您老婆本人携带身份证件自己来亲自办理的。好吧，那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机装起来就行。顾心意挠了挠头，他没想到这个世界购买手机卡也需要实名认证，只能让店员先将手机给包了起来。不一会儿，手机包好，顾心意扫码付完款后，在女店员热情的欢送下，匆匆离开了手机店。他还有许多东西要买，在这已经浪费不少时间了，一直忙活到中午10点半，满载而归的顾心意才跟着商场里专门运送货物的大货车喜气洋洋地往家回去。果然，有钱人的日子就是买买买，这种感觉就很爽。第10章，焕然一新的小家。在顾心意离开家后，夏西瑶就带着小奈奈出了卧室。夏西瑶把家里上上下下收拾了一遍后，坐到了沙发上，看着窗外碧蓝的天空。经过2天的通风，家里早已没了酒气，新鲜的空气不时顺着窗户吹进来，让她感觉异常舒服。小奈奈趴在夏西瑶身边，正摆弄着她新得到的洋娃娃，一双大眼睛早已弯成了月牙。她这2天的笑容肉眼可见的变多了，人也开朗了不少。这放在以前是夏西瑶想都不敢想的。看着玩得欢快的小奈奈，夏西瑶的嘴角不自觉地翘起了一个小弧度。这种日子真好呢。紧接着夏西瑶就忽然愣住，她不敢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嘴角，然后便看到了还静静待在茶几上的药膏。自己这是在笑，原来自己还会笑呢。夏西瑶陷入了沉思，客厅里顿时只剩下小奈奈一个人玩耍的声音。咔嚓，忽然传来的门锁转动声将夏西瑶从沉思中惊醒，小奈奈也飞快地爬起来，抱着洋娃娃钻进夏西瑶的怀里。外面传来嘈杂声，顾心意熟悉的声音也随之响起。慢点慢点，别刮到了，要竖起来，往里面搬。夏西瑶有些慌乱，她快速地抱起小奈奈，想回到卧室中，目光却忍不住好奇地向门外看去。顾心意与一个陌生男人的身影率先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他们正搬着一个奶油色云朵风格的沙发往房间里面走来。
在看到夏西瑶时，顾心逸眼睛明显一亮，他的脸上带着欢快的喜色。那个，麻烦能帮我倒几杯热水吗？一会忙完，让师傅们歇歇脚。啊，哦，好，我这就去倒。长时间没有与外人接触过的夏西瑶有些不知所措，但他也很快反应了过来，抱着小奈奈快步走进厨房。顾心逸脸上的笑容更浓，虽然他现在已经满身大汗，但他还是干劲十足。他与师傅们将采购来的新沙发搬进屋内，又将原来老旧的沙发搬了出去，然后是电视、冰箱、绿植，一趟一趟，他仿佛不知疲倦一样，亲力亲为着，和师傅们一起搬运着。家里在这一件件新家具入场后，瞬间变了个样，原本老旧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重新散发出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夏西瑶更是如见鬼般立在厨房里，看着突如其来的这一切，眼里的神色从震惊到不可置信，再到茫然。他抱着小奈奈的双手不知不觉更加用力。小奈奈本来正滴溜着大眼睛，新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些家具，被夏西瑶越抱越紧后，她的大眼睛又转而看向自己的妈妈，脸上浮现委屈神色，小嘴也瘪了下来。妈妈坏，抱疼自己了。好在夏西瑶很快反应过来，重新换了个舒服的抱姿，并面带歉意地亲了亲小奈奈的脸蛋。然后他一边哄着小奈奈，一边看着客厅里刚忙活完的顾心逸，他正与师傅们讨价还价着，淘汰下来的旧家具最后被他以800块钱的价格全部卖了出去。夏西瑶有些肉疼，那些家具虽说老旧了一点，但都好好的，800实在是太亏了。不过他现在更好奇的是，顾心逸哪来的这么多钱？按照他心里的计算，家里现在应该快揭不开锅了才对。将师傅们送走，顾心逸拎着一个大袋子再次回到客厅，满意的打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奶油色的沙发，纯白色的茶几，75寸超高清的液晶电视， 1.8 米的立柜式空调，550L 十字对开门冰箱，阳台前的双盆绿植。原本不大的客厅里顿时充实起来，与以往只有一张沙发和茶几的简陋客厅对比起来，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天差地别。这才有家的味道吗？顾心逸拿起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将手中袋子放在新茶几上，一屁股坐到松软的沙发上。厨房里的娘俩还傻站在那边，此时小奈奈已经被夏西瑶放了下来，她抱着妈妈的大腿，像个好奇宝宝一样，左瞅瞅右看看的，明显在探究着家里的这些新鲜东西。看到小家伙这样，顾心逸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突然感觉很有成就感。他从茶几上大袋子中抱出一个大大的粉色玩具，放在茶几上，眼睛却一直看着小奈奈。果然，在看到玩具后，小奈奈的视线一下子被吸引过来，紧紧盯着玩具，再也移不开目光。她的一只小手还在紧紧抓着洋娃娃，另一只小手抓着夏西瑶的衣摆，头微微前伸，想要看清楚顾心逸手中的是个什么玩具。一副想要过来又不敢过来的小模样，让顾心逸鼻子不由一酸。别人家3岁的孩子，此时应该都欢天喜地扑到爸爸的怀里了吧？原本的成就感瞬间消失，顾心逸暗暗握紧自己的拳头，然后又松开。他伸出手向小奈奈招了招，宠溺地看着小奈奈道：小奈奈，快过来，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小奈奈并没有立即跑过来，她先是扬起小脸看了看妈妈，见夏西瑶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这才亦步亦趋地走了过去。顾心逸此时已经将玩具的包装拆开，露出了里面的真容。他看着小奈奈停在了茶几前不动，紧接着又说道：哇，是公主屋哎，怎么办？公主屋里好乱，小奈奈要和爸爸一起给小公主装饰她的家吗？小奈奈听到顾心逸的话，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眼睛里明显带着渴望，她的小身子又往沙发前凑了凑，一直凑到顾心逸的腿边，扶着松软的沙发，看向茶几上粉红色的公主屋。顾心逸这时温柔一笑，拿起公主屋内的小公主，在小奈奈的眼前晃了晃，娇声娇气的叹息道：小公主还没打扮呢，爸爸不会，小奈奈帮爸爸将小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呀？顾心逸一边说着，一边将小公主递到小奈奈面前。小奈奈眨巴了一下大眼睛，看了眼顾心逸，然后试探地把小手慢慢抬起，直到触碰到顾心逸手中的小公主。不远处的夏西瑶站在那里，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她的目光紧紧盯着小奈奈伸出的小手。顾心逸一直保持着微笑，他将小公主放进小奈奈的手里，尝试着用自己的大手握住小奈奈的小手，直到温软的小手被自己握在手心，顾心逸唇角轻微上扬，他这才再次拿起小公主的粉色长裙，一手握着小奈奈的小手，一手递过小裙子，口中温柔再次响起：给小公主穿衣服就拜托给小奈奈了，爸爸好笨，奈奈教教爸爸好吗？爸爸的手好暖，比妈妈的还要暖。小奈奈看了看眼前的小公主，又看了看委屈巴巴的顾心逸，突然笑了：哥，爸爸好笨，奈奈来教爸爸。小家伙笑得小白牙都露了出来，杏仁眼更是变成2道弯弯月牙。他倚靠在顾心逸的大腿上，接过顾心逸递来的小裙子，动作笨拙的往小公主身上套去。顾心逸也跟着笑起来，他虚心的接受着小家伙的教导，学习着怎样给小公主穿衣服。这一刻，
这个不大的房间突然明媚了起来。第11章，有温度的家。父女二人的欢声笑语声回荡在客厅，这是小奈奈3岁以来第一次缩在爸爸怀里玩闹，感受到爸爸独有的温度。这也是顾心意第一次带娃，享受到家有萌娃的乐趣。对于万年单身狗的她，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一边的夏西瑶倚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美好的一幕，眼眶湿润。她甚至都不敢大声喘气，怕打断了这如梦境般的场景。那本来坚定下来的心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动摇。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或许也挺好。父女二人没玩多久，小奈奈还在顾心意的引导下正装饰着公主屋。顾心意抬头便看到倚在厨房门框上发呆的夏西瑶。外面的阳光正好顺着窗帘的间隙洒在她消瘦的身上，她那洗得泛白的浅蓝色衬衫这一刻异常刺眼，让顾心意止不住眯起眼睛。母女俩真的很像，不仅是她们的眼睛，就连她们身上明显小1号的衣服都很相像，这好像是亲子装。顾心意恍惚间突然想起，这确实是亲子装，是小奈奈2岁生日时夏西瑶背着她偷偷买的，后来被原主发现了，夏西瑶就挨了打，手机也被原主卖掉了。原主也有一件，但早已被他当成抹布，不知扔在哪个垃圾堆里了。想起这一遭的顾心意沉默了，下一秒顾心意踉跄地站起身，捂住嘴奔到卫生间里开始疯狂呕吐。顾心意现在才知道，当一个有良知的人以第一视角回顾这种行为时，会产生一种怎样恶心愤怒感。未经他人苦，怎知他人痛。这突然的变故将外面的娘俩吓得不轻，夏西瑶更是吓得一个哆嗦，快步走到沙发前，一把将小奈奈抱进怀里。小奈奈使劲地往夏西瑶怀里钻着，生怕晚一步那个呕吐完的爸爸就会突然窜出来，像以前一样打骂自己和妈妈。以前爸爸每次发出这种动静之后，都会像只吃人的老虎一样，让人害怕。半晌后，顾心意狼狈地走出卫生间，她的双眼布满血丝，通红一片，看着受惊的夏西瑶和小奈奈，她的心里更加难受，胃里更是止不住的翻腾。但她还是强忍着不舒服，对着他们虚弱地开口道：“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有些不舒服。”她是不舒服，异常的不舒服。脑海里的记忆里，原主的所作所为让她止不住的犯恶心，特别一想到自己现在占据着她的身体，顾心意全身就犹如有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一般。看着夏西瑶与小奈奈依旧戒备地看着自己，顾心意重重叹口气，绕过抱着孩子的夏西瑶，默默走进了厨房。她拿起菜洗了起来。奈奈可能还没玩够，你带着她再玩一会儿吧，我来做午饭。水流声很小，顾心意很认真。夏西瑶仔细地看了一眼顾心意的侧脸，这张侧脸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的陌生。最终她点点头，抱着小奈奈坐到了之前她坐的地方。小奈奈偷偷从妈妈怀里探出小脑袋，在发现爸爸依旧是那个温柔的爸爸之后，她的小脸上终于又扬起笑容。父女俩的亲子活动意外结束，变成了母女俩的休闲时间。厨房内烟火四起，厨房外柔声细语，直到午饭做好，饭菜的香味飘荡在客厅内。夏西瑶看到她在将饭菜端上桌后，又默默地回到了侧卧中，她嘴角微微动了动，却没能说出一个字。吃着饭，小奈奈含着小勺子，突然转头看向自己的妈妈，小眉头皱起，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夏西瑶正小口嚼着一块小炒肉，这是她最爱吃的菜，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她都很少吃了，因为顾心意不能吃辣。听到女儿的问话，夏西瑶不自觉转头看向侧卧的方向，又转回头看着面带疑惑的女儿，她突然笑了一下，这一笑如春花绽放，美丽的不可方物。那是因为爸爸妈妈都还没准备好吧？小家伙没有听懂，小眉头更加皱起，他小小的脑袋根本不理解妈妈的话。卧室中的顾心意正发着呆，他知道自己突然呕吐是因为心理问题，但他改变不了什么。即使他在潜意识里不断安慰着自己，那不是自己的错，但依然改变不了，他就是他。无可奈何的顾心意只能拿出手机，翻动着抖音视频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自己的视频依然高居热搜榜，下面的评论很多都是催他再出新歌。但他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赚钱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视频现在还在慢慢产生收益，虽然这个收益会日渐减少，甚至不出几天应该就会彻底没有收益。不过现在的钱完全足够家里日常生活，他没必要为了钱再去发布新视频。这时外面洗碗的动静传来，顾心意放下手机，推开卧室门走了出去。餐桌上依然给他留着饭菜，夏西瑶在厨房里洗着碗筷，小奈奈则又跑到了沙发上摆弄着她的新玩具。之前顾心意送给她的洋娃娃也被她放进了公主屋内，和小公主并排躺在公主屋内的小沙发上。看到爸爸出来，小奈奈并没有之前那么害怕，她只是滴溜个大眼睛看着顾心意，眼神中的期待一目了然。小家伙这是想继续让爸爸陪着自己玩玩具呢。顾心意笑了一下，走上前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但他并没有陪小家伙一起玩耍，而是坐在沙发上转头看向了厨房方向。见爸爸没有和自己玩的意思，
小奈奈失望地撅起小嘴，她撑着沙发边缘，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靠在顾心逸的身边，自顾自地玩耍起来。夏西瑶刚从厨房出来，就看到顾心逸在盯着自己，她的心里不由一阵紧张，一双手也不知该往哪里放去，只能无助地捏着自己的衣角。看到夏西瑶如此低眉顺眼的模样，顾心逸不禁皱眉，心里更是默默叹气。就因为她这温柔内敛的性子，才会让以前那个恶魔那么有恃无恐地欺负她。想到这，顾心逸微皱的眉头松开，从茶几上拿出刚买的手机放在桌子上，依旧看着夏西瑶，语气轻柔：“我给你买了一部手机，你看看喜不喜欢？还有一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能坐过来吗？”夏西瑶本来正低着头，在听到顾心逸的话后，她才抬起头看向顾心逸。她首先对上的是顾心逸那双干净清澈的眼睛，然后又看到了桌上那崭新的手机盒。夏西瑶踌躇了一下，片刻后才轻声嗯了一声，慢慢走到沙发前坐下。有什么事要商量吗？第12章，走出家门。声音很轻，得要顾心逸支棱起耳朵才能听清。顾心逸没有回答，而是拿起桌上的手机盒，自顾自地拆开。天青色的新手机被他拿了出来，摘掉保护套，开机，悦耳的开机铃声响起。顾心逸简单设置了一下，递到夏西瑶的面前：“这手机给你，手机卡需要你自己去办理，我已经把我的号码存了进去，以后我要是不在家，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顾心逸一边说着，一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他面前：“这是我刚取的现金，下午没事带孩子出去转转吧，总是待在家里也不好，有什么想买的就买点，特别是衣服，我看你们两人的衣服都小了许多，还有办张银行卡吧，带着现金不安全也不方便。”顾心逸碎碎叨叨着，一口气将心里想的都说了出来。夏西瑶抬起头，紧紧盯着眼前的男人，听着他的碎碎念叨，眼眶慢慢泛红。顾心逸见夏西瑶迟迟没有拿过手机，他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是不喜欢这个手机吗？我看这颜色挺好，又是最新款才买的，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去再买个喜欢的。”夏西瑶摇摇头，又深深看了一眼顾心逸：“不，我挺喜欢的，谢谢你。”他的声音依然很轻，有些哽咽，带着轻微的颤音。两人眼神突然对视在一起，顾心逸不自然地瞥向别处，心里却是松了口气。“喜欢就好，不用谢。好了，我先吃饭去了。”说完，顾心逸站起身，快步走到餐桌前，大快朵颐起来。其实夏西瑶心里还疑惑着顾心逸哪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但顾心逸没说，他自然也不会主动去问。他拿起桌上的新手机看了一眼，天青色的手机外壳很有质感，而且手机盒里还配有专门的充电器，甚至顾心逸将耳机都买好了放在一边，是一个纯白色的入耳机。一边的小奈奈这时也放下了手中的玩具，小脑袋凑了过来，好奇地看着妈妈手里的新手机。夏西瑶顺势抬手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一大一小盯着手机开始研究起来。因为一上午出了许多汗，顾心逸吃过饭刷完碗后，他想洗个热水澡，但这娘俩今天竟一直待在客厅里，导致他很不好意思这时去洗澡，只能有些郁闷的又回到侧卧中。下午5点钟，外面的天终于不再那么炎热，夏西瑶坐在沙发上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将桌上的钱拿起，领着小奈奈走出了家门。小奈奈已经很久没有出门过了，她很喜欢出去外头玩，但之前妈妈从不带她出去，爸爸又不允许他们出去，所以这次出门她显得异常开心。小家伙一手拿着洋娃娃，一手牵着妈妈，一路蹦蹦跳跳，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更是到处张望着。外面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充满了新鲜感。只是夏西瑶有些拘谨，他行走的脚步不自觉得加快，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莫名有些自卑。特别是他与小奈奈身上这身不合身的衣服，让他总感觉别人的目光总会不经意多看自己2眼。商场不远，他依稀记得穿过2条街就到了。这里与他记忆里的商场变化有些大，仅仅2年，这里好像装修得更加精致了。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一个手机店，里面有办手机卡的柜台。夏西瑶犹豫了一下，就领着孩子走了进去。店里的人挺多，店员们都显得忙忙碌碌的，好久没有与人交流的夏西瑶有些茫然地站在原地。好在有一个女店员发现了他与小奈奈，主动走上前来，先摸了摸小奈奈的脑袋，然后脸上挂着笑容说道：“小家伙真乖，美女是要买手机吗？”听到有人夸小奈奈，夏西瑶脸上也扬起了笑容，她摇了摇头：“不是，我有手机，我想办张手机卡，现在能办吗？”女店员脸上依旧挂着微笑，一边说话一边将夏西瑶引导到柜台前：“可以的，这边请，我们这里有好几种套餐供您选择，不过能问下您是什么品牌的手机吗？如果是我们店品牌的手机，办理手机卡是有优惠的哦。”听到优惠，夏西瑶眼睛亮了一下，她迅速从口袋中拿出手机递到女店员面前，轻声询问：“这个可以吗？好像就是你们这个牌子的，而且是上午刚买的。”女店员神情一愣，她再次仔细地看了眼夏西瑶。今天卖出的最新款手机本就没2个，又是来办手机卡的，女店员自然想到了上午的顾心逸。原来这对母女就是上午那个帅哥的老婆孩子吗？
只是他俩怎么都那么瘦，而且穿着也明显不合身。那个帅哥看着不像是对妻女不好的人啊，而且这一对长得还那么漂亮，不应该啊。女店员有些想不通，但她没有多问，脸上依旧挂着微笑，惊呼道：哇，原来上午过来买手机的帅哥就是您的先生吗？您可真是太幸福了，这是我们这里最新款手机呢。有这个手机，您可以办理这个套餐，充值100送100，免费送6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依旧是热情的服务，只是这次的服务对象从顾心意变成了夏西瑶。夏西瑶被说的在晕晕乎乎中交了钱，成功办了卡，一直到走出手机店，他的脑子里还回荡着女店员热情的声音。太恐怖了！不过他竟然说顾心意是个好男人，夏西瑶真想告诉他，这样的好男人，要不你领回家去。买了手机卡后，夏西瑶又办了张银行卡，将手里的钱都存了进去，除去办手机卡的钱，还剩4900。顾心意这次给他的是整整5000。拿着手机和银行卡走出银行，夏西瑶看着四周的高楼大厦，突然感觉自己活了。现在的他可以带着孩子离开，可以凭借着手里的这个钱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甚至可以去重新追寻自己的梦想。突然而来的自由让夏西瑶站在原地怔了许久，直到一道稚嫩的童音在他耳边响起：妈妈，妈妈，奈奈可以吃一个冰激凌吗？他瞬间回过神，身边的小奈奈还拉着自己的手，圆溜溜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不远处的冰激凌店，口水都要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夏西瑶笑了，笑的是那么明媚与灿烂。可以，但只许吃一个哦，要不小肚肚会疼。好，奈奈最爱妈妈了。第13章，哄小家伙睡觉。这对娘俩终于出门了。顾心意美美的洗了个澡，她丝毫不知道外面的夏西瑶有可能不再回来。洗过澡后，顾心意开始准备起今天的晚饭。日常的2荤2素，主食她准备今晚做点汤面。可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顾心意怕面坨了不好吃，所以她并没有现在就做。将菜端上桌，面条切好放在案板上，顾心意便回到客厅，倒在沙发上，拿起手机刷起了育儿经。孩子不吃饭怎么办？打一顿就好。这可不得行，划掉划掉。小奈奈那么乖，怎么可能不吃饭呢？再说这么萌的小家伙，他可舍不得碰他一根手指头。直到顾心意刷的都有些困顿了，他打了个哈欠，看了看右上角的时间，都晚上7点钟了，这对娘俩怎么还没回来？顾心意突然坐直身体，不会吧？这娘俩不会出什么事了吧？顾心意有些紧张，忙站起身，穿上鞋子，准备出门去寻找他们娘俩。可他刚打开房门，却正巧碰到了从外面回来的他们。一阵香风从门口吹了进来，顾心意彻底愣住。此刻的夏西瑶嘴里正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步履轻松，嘴角翘起的幅度表明她现在的心情很不错。她的手里拿着几个手提袋，小奈奈一只手牵着她的衣角，另一只手里拿着的依旧是她送的那个洋娃娃。最让顾心意愣住的原因是，他们俩已经换上了合身的新衣服，一样印着小花的白衬衫下百褶长裙随风轻轻舞动。果然是人靠衣装马靠鞍，一大一小出去一趟，好像突然变了个模样，变得顾心意都有些不敢直视他们。虽然他本来就不怎么敢直视他，两双灵动可爱的杏仁眼在看到顾心意时，明显也愣了一下。下一刻，小奈奈就甜甜的靠了上来，叫了一声爸爸。明显今天出去玩了一圈，并换上新衣服的小奈奈心情极为愉快。这一声爸爸差点让顾心意的魂都飞了，她连声音都带着颤音的应了一声，然后蹲下身子揉着小奈奈的头发。萌娃真是太犯规了。关键此刻的小奈奈萌中带着可爱，可爱中又带着小孩子的古灵精怪，这让顾心意瞬间被打败，原本紧张的心情也瞬间放松。他一把抱过可爱的小家伙，率先走进了家门。爸爸今天给你做面条吃好吗？加2个鸡蛋那种。好，奈奈喜欢吃鸡蛋，奈奈最喜欢爸爸了。门外的夏西瑶在风中凌乱，小家伙刚刚还说最爱妈妈，转眼这就叛变了。小奈奈并没有等多久，带着鸡蛋的面条很快就做好了。顾心意将面条端到他的面前，刮了刮他的小鼻子，然后习惯性的转身往卧室走去。顾心意刚刚转过身，却不想突然被小家伙拽住了自己的衣角。爸爸，能陪奈奈一起吃饭吗？软糯的声音再次响起，顾心意回过头便对上小奈奈期待的目光，他有些犹豫，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夏西瑶。夏西瑶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他，好像没有听到小奈奈的话一般，自顾自地嗦着面前的面条。顾心意有些无语，面前这种情况实在难搞，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话啊！这样不说话是几个意思？万年单身狗的顾心意实在搞不懂面前这个女人的意思，她只能尝试性的试探道：那我就留下来陪小奈奈吃饭。爷，爸爸，坐奈奈身边。回答他的是小奈奈开心的拍着另一边的椅子。顾心意摸了摸鼻子，表情不自然的从厨房又端来一碗面条，坐在了小奈奈的身边。妈妈坐在左手边，爸爸坐在右手边，
中间的小奈奈第一次被爸妈簇拥着，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就连吃饭都格外卖力起来，直接将满满的一碗面条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还是夏西瑶怕小家伙吃撑了，不准他再吃，小家伙这才罢休。只是饭后，小奈奈想让爸爸妈妈一起陪自己玩公主屋的愿望却落空了，最后只有顾心意一个人陪着小奈奈玩耍。而夏西瑶吃过晚饭后，便独自回到了主卧。对此，顾心意也能理解，能让自己上桌一起吃饭，夏西瑶肯定已经做了极大的心理斗争。顾心意将自己带入到夏西瑶的立场想了想，如果是自己在遭受到以往的那种对待后，想让自己和仇人和睦相处，自己肯定做不到。不对，如果是自己，那原来的顾心意肯定现在连尸体都找不到，直接剁碎了喂狗那种。一直陪着小奈奈玩到晚上9点钟，小奈奈已经困到不时点着小脑袋，但她依然不愿意去睡觉。这期间，顾心意也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小奈奈如今已经3岁了，可是小家伙到现在都不会自己脱鞋子。要知道，正常3岁的孩子都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对此，顾心意也知道这是之前不健全的家庭环境导致，不能急于一时，但他还是感到无比揪心。夏西瑶就是在这时从卧室走了出来，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注视着沙发上的顾心意与小奈奈，眼神中的意思清晰明了。顾心意秒懂，他将小奈奈从沙发上抱起，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后，眼带笑意道：“小奈奈，该睡觉喽，明天爸爸再陪你玩好吗？”小奈奈原本快要眯起的眼睛微微睁开，她看了看顾心意的脸，又扭头看了看夏西瑶，然后小脑袋突然埋进爸爸的脖颈间。奈奈今晚想和爸爸睡。突如其来的话语让顾心意有些不知所措，也让夏西瑶脸色微微泛黑。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顾心意面带无辜的看向夏西瑶，这可是小家伙自己的想法，真不是他撺掇的。夏西瑶暗暗攥紧拳头，这小白眼狼枉费自己照顾他这么久，这才2天就被敌人的糖衣炮弹腐蚀了。最终还是小家伙得逞了，夏西瑶简单给他洗漱一番，小家伙美滋滋的钻进了爸爸的被窝。小奈奈像只树袋熊一样抱着顾心意的脖子不愿松手，顾心意也任由他这样抱着自己。这是顾心意第一次哄娃睡觉，他又想起网上的育儿经验，于是温柔的给小奈奈讲着睡前故事。今天爸爸讲的是冰雪女王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国度，国王有2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做艾莎。这也是小奈奈第一次在爸爸宽厚的怀中睡觉，爸爸第一次给她讲了睡前故事。从爸爸第一次给她做饭，第一次给她买礼物，现在又多了2个第一次。小奈奈心里无比的满足，沉沉的睡了过去。第14章，陶乐了。翌日清晨，小奈奈还在熟睡，顾心意依旧早早起了床。她轻手轻脚的推开卧室门，来到客厅，准备出去晨跑。下一刻，她像是不敢相信一样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客厅茶几上的药膏竟然不见了。顾心意眼睛逐渐发亮，脸上更是扯出一抹会心的笑容。今天她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出的家门。晨跑、洗澡加做饭，顾心意总共花费2个多小时。做完早饭之后，她今天还有一项任务，叫女儿起床。小奈奈被顾心意温柔的声音唤醒，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在看到顾心意的第一时间，可爱娇憨的笑容就逐渐在脸上绽放开来。小家伙伸出2只软嫩的双臂，一副要爸爸抱抱的姿态。顾心意立刻伸出手，轻轻的将他抱起，为他将昨天刚买的新衣服穿上，这才抱出门去洗漱。顾心意有在视频上学过怎么去照顾小孩子，可理论终归是理论，现在一实践起来，他才知道有多么的难。小家伙的身体太过娇嫩，他不敢用力，所以整个过程都显得笨手笨脚的，特别是给小家伙扎头发时，他更显得力不从心，忙活了半天，到最后只能扎成歪歪扭扭的。爸爸是大笨蛋。小奈奈看到镜子中自己歪斜的头发，嘟着小嘴嘲笑起顾心意。顾心意捏了捏他的小鼻子，惹得小奈奈不由咯咯咯的嬉笑，也伸出小手去捏他的鼻子。夏西瑶从卧室出来，就看到父女俩这温馨的一幕，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将早餐端出。或许连她自己都没发现，她的嘴角早已在不经意间微微翘起。一家3口简单的吃了一顿早饭后，顾心意并没有将小奈奈还给夏西瑶，而是继续带着小奈奈来到沙发前玩起了公主屋。只是这次顾心意在和小奈奈玩耍期间，不经意地给她小脑袋里灌输了一些很简单的数字，从1到10的数字。在发现小奈奈的问题之后，顾心意就暗暗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平时的玩闹中培养小家伙自主学习的计划。从简单的数字开始到一些生活常识，他会慢慢教导小奈奈。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但好在小奈奈非常聪明，之前只是没人教她这些，现在在顾心意不经意的引导下，她很快就记得了其中的一些知识。而且顾心意发现，自从昨天夏西瑶回来后，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虽然她还是那么沉默，但是她眉宇之间明显多了一些往日不曾有过的神采，就像此时她没有回卧室一样，而是坐在沙发另一侧摆弄着手机，不时看向自己与孩子。
这是个好现象，让顾心逸心里舒服了许多。夏西瑶一边下载着微信、微博、抖音等软件，一边观察着这对父女之间的互动。此时他也发现了顾心逸在潜移默化地教导着小奈奈，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心里泛起了一丝丝甜蜜。他早就想教导孩子，只是之前的家庭环境，他们生活都已很艰难，他哪有能力去像一个正常的母亲一样教导小奈奈。夏西瑶收回目光，看向手机屏幕，这不愧是最新款手机，软件的下载速度很快，仅仅几秒钟，几个软件就已下载完成。夏西瑶在登上自己微信的瞬间，就有未读信息弹了出来，是之前跟了他2年的小助理陶乐乐。他的微信总共就那几个人，除顾心逸以外，还有之前公司的几个。陶乐乐的信息从他结婚后一直到前2天，一直不间断的再发，大都是问他的近况，只是他一直没能回复。看着这一连串的信息，夏西瑶心里微暖，当即回了一句：不好意思啊，乐乐，之前一直没能回你信息，我现在挺好的，不用担心。信息发送后没2秒钟，对面的信息秒回了过来：西瑶姐，你终于活了，我还以为你结婚后就不愿意搭理我了呢。呜，西瑶姐，你不知道，自从你消失后，公司里流言蜚语四起，特别是那个讨厌的刘倩，这2年都嚣张的不行，逢人就说你的坏话，说你活该，真是气死人了。看到乐乐的信息，夏西瑶小嘴微微抿起，刘倩说的没错，自己确实是活该。之前在公司时，自己一直压着刘倩一头，退圈后刘倩会这样也是情理之中。不过自己这个小助理还是一如既往的活泼啊。乐乐，你最近怎么样？生活还好吗？夏西瑶没有回应乐乐的话，而是问起了他的近况。挺好的，西瑶姐放心好了，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只是我想西瑶姐了。呜，西瑶姐你还会复出吗？夏西瑶怔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渴望。自己还会复出吗？他扭头看了看顾心逸，又看了看小奈奈，片刻后眼神中的渴望慢慢淡去。应该不会了，不过乐乐要是想我的话，我们可以找时间约出去见一面啊。此时江城市中心的天美娱乐大厦中，一个身高1.6米左右的小姑娘放下肩膀上的重物，她那略带婴儿肥的小脸蛋红扑扑的，两边脸颊上更是挂着2个小酒窝。此刻她恨不得激动地跳起来，双手更是激动地拿着手机不停敲打着。但很快，一道尖锐的女声将她从开心中唤醒：陶乐乐，你在偷懒吗？快点干活！你还以为你是之前当红小花的助理吗？不想干的话，趁早滚蛋！陶乐乐抬头看去，声音的主人是长着一张狐妹子脸的女人，她的脸向上扬起，细长的柳叶眼中满是不屑。看什么看？还不把设备抱到录音室去，耽误了我录音，你能赔得起吗？陶乐乐白了这女人一眼，暗暗推了一声，但还是扛起地上的设备往录音室走去。好的，西瑶姐，这周6我放假，有空联系啊。夏西瑶看着这样一条信息，脸上终于挂起了笑容。她又翻了翻微信，见没有别的什么信息了，便又切换到微博。微博上自己的最后一条动态还在2年前，是自己宣布退圈的声明。原本几10万的粉丝数如今已经变成几千，除僵尸粉以外，竟然还有一些老粉经常留言关心着自己。随意翻了翻微博热搜，都是最近的花边新闻，但其中竟然有几条在说着最近爆火的一首歌《一生有你》，神仙歌曲，神秘歌手仅凭一个视频一夜粉丝破100万。星瑶，他究竟是谁？深度解析，带你盘点最近的一首宝藏歌曲，一夜飙升抖音热搜榜1的一首歌，速听。夏西瑶挺好奇最近爆火的歌是什么样子，于是他循着标题点了进去。帖子里面洋洋洒洒写着博主的一大段评价，都是赞美这首歌的词汇，下面附着一个链接。夏西瑶点开链接，手机屏幕自动跳转到抖音的一个视频界面，熟悉的人影出现在屏幕，熟悉的吉他旋律响起，然后熟悉的歌声回荡在客厅。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第15章，勇气大爆发。客厅里陡然安静下来，只有歌声在3人耳边回荡。顾心逸尴尬的扭过头，小奈奈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扑到夏西瑶的怀里，看向手机屏幕。夏西瑶彻底愣住，这熟悉的歌声不就是前2天从房间里传出来的歌？原来那天顾心逸是在录视频。还是小奈奈最先出声，她伸出小手指向手机屏幕，抬头看向夏西瑶，大眼睛满是好奇。是爸爸，爸爸在手机里。是爸爸呢。夏西瑶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回应道。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顾心逸会有那么多钱给家里置换家具，点赞数都几百万了，能没钱吗？他扭头望向顾心逸那线条分明的侧脸，眼神复杂莫名。小奈奈得到妈妈的回答，更是开心的又扑回顾心逸的怀里，2只小短手捧着爸爸的脸，大眼睛里全是亮光，奶声奶气。爸爸好温柔，奈奈也要唱歌，也要进到手机里。2只软乎乎的小手按在自己脸上，
顾欣逸眼神逐渐融化，他同样用2只大手捧起女儿的小脸，软声细语地问道：“奈奈也喜欢唱歌吗？”“喜欢。”小奈奈弯起大眼睛，毫不犹豫地回答。顾欣逸笑容更加灿烂：“好呀，那爸爸教小奈奈唱歌，等小奈奈学会了就到手机里唱好吗？”小奈奈不停点着小脑袋，然后开心地对着顾欣逸的侧脸用力地亲了一下。哦，得到奖励的顾欣逸顿时喜笑颜开，在小家伙满是崇拜的眼神下，飞速地跑回侧卧，将吉他拿了出来。回到沙发上，顾欣逸抱着吉他调了调弦，他扭头就看到夏西瑶和小奈奈都是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顾欣逸脸罕见地红了一下，然后他抚着琴弦：“今天爸爸创作一首专属于小奈奈的儿歌，爸爸先唱一遍给奈奈听，下一遍爸爸唱一句，奈奈跟着唱一句好吗？”“小奈奈欢快地点头，小脸上充满了期待。这首歌叫《勇气大爆发》，小奈奈听好了。”说完，顾欣逸轻轻扫动琴弦，轻快的旋律随之在客厅里响起。小奈奈的节奏感竟然出奇的好，她摇头晃脑的跟着旋律轻轻摆动着。顾欣逸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小家伙摆动着身体。看着这对动作频率一致的父女，夏西瑶眼神渐渐软化，一抹笑容悄悄浮现在她的脸上，她竟然也加入了他们的节奏。开始了。前奏结束，顾欣逸忙通知小奈奈一声，然后欢快的歌声从她口中唱出。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他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啦？哦哟，一起探索吧。欢快的吉他声与顾欣逸欢快的歌声响彻客厅。小家伙确实很有音乐表演细胞，他还配合着顾欣逸的歌声不停做着动作。他的一双大眼睛亮亮的，配合着萌萌的动作，快要将顾欣逸的心都萌化了。夏西瑶在歌声响起时，那双杏仁眸子就彻底落在顾欣逸的身上，那眼神好像想要看透顾欣逸一般，闪动着异样的光。顾欣逸没有发现，他只是笑着看着小家伙，跟着他的动作摇晃着身体。歌声还在继续，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了。每天我都为了它而更加努力啊！爸爸妈妈说每个梦想都伟大，兄弟姐妹一起冲呀！一家人第一次全部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这一刻就连客厅都明媚起来。顾欣逸的嗓音这次很轻灵，像个顽皮的孩童在房间里嬉闹玩耍。这首歌仿佛要将他们所有的烦恼都带走，只留下欢乐。OK Go 来吧，来吧 ，OK Go 来吧，来吧，将坚持我们此刻的想法。OK Go 来吧，来吧 ，OK Go 来吧，来吧，勇气大爆发。跟着歌声，小奈奈握起小拳头，做了个冲压的超人手势。顾欣逸这时也放下手中吉他，跟着小家伙一起做着手势，然后伸出手指，轻轻点在小奈奈的俏鼻上，眼含宠溺，声音温柔。小奈奈，你知道什么是 OK Go 吗？OK Go 呀，就是勇往直前的勇气。小奈奈扑到顾欣逸的怀里，2只小短手紧紧揽住他的脖子。爸爸，奈奈喜欢这首歌，奈奈喜欢这样的爸爸。爸爸，你不要变回以前那样了好吗？小奈奈软糯的声音在耳边响着。顾欣逸微张着嘴巴，眼中突然水雾弥漫。他把小奈奈紧紧抱在怀里，脸深深地埋在小奈奈的衣服下，闻着她的奶香味。爸爸再也不会那样了。声音沙哑又带着坚定。夏西瑶看不见此刻顾欣逸的表情，他此刻早已泪流满面，但他脸上却挂着笑容。他知道以前的日子再也不会出现了，再也不会。还是顾欣逸最先将情绪调整回来，他将吉他放在身边，将小奈奈抱到自己的腿上。奈奈，那我们现在来学歌喽，我唱一句，你跟着爸爸唱一句好吗？好的。小奈奈非常迅速地答应了。接下来的时间变成了父女2人的教学时间，顾欣逸慢慢地唱一句，小奈奈在后面跟着学一句。儿歌果然还是要小孩子来唱，歌词从小奈奈的口中唱出比顾欣逸有味道多了，那稚嫩软糯的童音谁听谁不得迷糊。也许是继承了父母优秀的音乐基因，小奈奈学得有模有样，虽然只是跟着唱第一遍，她的调子却完全没有错，只是歌词唱的还有些不顺畅。小奈奈明显很喜欢唱歌，顾欣逸耐心地教着，她就耐心地学着，整整一上午，客厅里都回荡着2人的歌声。见2人沉浸在学歌中，夏西瑶默默地做起了午饭。只是他做的明显没有顾欣逸的手艺好，惹得吃饭时小奈奈一直嚷着以后都要吃爸爸做的饭，这让夏西瑶吃醋的白了小家伙一眼，心里更是愤愤不平。小没良心的，这才2天就被收买了。这种家庭氛围让顾欣逸很舒心，虽然氛围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顾欣逸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现在家里的这个氛围才像是真正一家人该有的模样。之前那种压抑的环境，怕是狗都不愿多待。第16章，我不允许方圆百里有黄毛。小奈奈学得很快，只用了3天时间就将《勇气大爆发》这首歌完整的唱了出来。
而且小家伙唱的是顾心逸听过最好听的版本。或许是慈父眼里出西施的原因，顾心逸觉得小奈奈唱的甚至比原唱都要好听得多。在小奈奈的强烈要求下，顾心逸也给小奈奈拍了视频，发了抖音。视频里的小奈奈穿着粉色的公主裙，头戴蝴蝶结，小小的身体跟着音乐一晃一晃，可爱极了。顾心逸在拍摄时脸都笑开了花，满脸都是这是我的女儿，我骄傲的傲娇表情。在一边看热闹的夏西瑶不经意间看到顾心逸的脸色，差点憋笑到岔气。他是第一次见到她竟然还能有这副模样。这3天时间，因为顾心逸的良好表现，夏西瑶与他的关系缓和了不少，至少夏西瑶现在会主动与顾心逸说上2句话了。谁都没有想到，新瑶这个账号的第2个视频竟然是首尔歌，歌曲依然是原创，依然是那么好听。抖音总部小李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视频，在看完整个视频之后，他想都没想就给了最大的推流。这么萌的奶团子，这么好听的歌，小李一脸姨母笑，整张嘴都咧到了2颊。这个视频不火天理难容，他是专门负责这个账号的，他都可以预见到自己这个月的提成又要往上大幅度上涨了，就很开心。紧接着抖音热搜又炸了，一生有你的风波还未彻底落下，勇气大爆发的风暴就已刮起。这次视频的热度来得更加迅猛，仅仅1下午，点赞数就来到了500万，评论数更是多到离谱。这也导致晚上的时候，顾心逸不得不再次将手机静音，抱着小奈奈坐在沙发上，乐此不疲地刷着评论区。评论区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顾心逸刷着根本停不下来。我要有这么个女儿，我不允许方圆百里有黄毛。这是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有其父必有其女，父亲先一首一生有你王炸开局，女儿后一首勇气大爆发承上启下。下面一个视频是不是该妈妈出场了？这是回复最多的一条评论。我要有这样一个女儿，让我吃屎我都愿意。这是热评第3，顾心逸本人点赞的评论。这首歌自然也火遍抖音了，无数家长将自家的宝贝女儿晒出来，他们学着小奈奈的摇头晃脑，唱着勇气大爆发。一瞬间，抖音彻底被萌娃们占领。这天晚上也成了萌娃们的狂欢之夜，而始作俑者小奈奈早已在顾心逸的怀里酣然入睡。小孩子的世界总是那么纯净，你对他好上那么一点点，他就能抛却你以前的所有不好，重新接纳你。翌日周六，顾心逸刚刚晨跑结束，擦着汗推开家门，就看见夏西瑶穿着新买的吊带睡裙从卫生间里出来。她明显刚洗完澡，正吹着头发，俏脸被热气吹得微红，发丝末梢还滴落着水珠，2条肩带松松垮垮的挂在雪白的肩头。睡裙好像大了一些，顾心逸隐约都能瞥见里面的白皙。这是顾心逸第2次撞见她洗澡后的样子，有些尴尬。2人大眼瞪着小眼，顾心逸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诗来：天然缘不做，清水出芙蓉。这用在此时夏西瑶的身上正正好好。见顾心逸像只呆瓜一样紧盯着自己，夏西瑶下意识地捂住胸口，脸上逐渐充血，就连耳垂都开始泛红。明明2人都结婚2年多了，现在这感觉竟好像刚在一起的小情侣一般。早啊！夏西瑶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与顾心逸打了个招呼，迈向卧室的脚步却不由得加快。早！顾心逸简单回了一声。夏西瑶没再说话，逃也似的跑回了卧室。顾心逸无奈地笑了笑，刚刚他也挺懵逼，毕竟他一个单身狗，一大早看到这样的光景，不得不说冲击还是挺大的。不过他也不会对夏西瑶有什么非分之想，虽然他们孩子都有了，但顾心逸是自家之自家事。一方面对待爱情这问题，他向来认真，要不然前世他也不会年龄那么大，还没谈过恋爱。第2个方面，夏西瑶肯定恨他都来不及，又怎么会对他有意思？男欢女爱这种事，要情投意合才行啊。顾心逸甩了甩脑袋，将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甩掉，哼着歌走进了卫生间。洗澡、做饭、叫小奈奈起床，日常3件套。顾心逸推开卧室门的时候，小奈奈还在熟睡中，她小嘴微张着，四仰八叉的躺在顾心逸的大床上。经过这几天正常的饮食与睡眠，小奈奈脸色水灵了许多，虽然还是那么瘦，但精神面貌肉眼可见的好了许多。顾心逸坐在床边看了一会儿，俯下身子轻轻捏了捏小家伙的鼻子：奈奈，起床吃饭了。躺在床上的小家伙撅了撅小嘴儿，微微睁开眼，当看到顾心逸时，嘴角2侧止不住的上扬，然后他慢吞吞地伸出小短手抱住顾心逸的脖子。爸爸！奶声奶气中带着撒娇。顾心逸笑了笑，伸手将他抱起，走出卧室门，将他放到洗手台前的凳子上。小家伙这2天都是自己洗脸刷牙，顾心逸在旁边扶着他，给他挤牙膏拿毛巾什么的。小奈奈很聪明，顾心逸只教了2天，他就学会了这项技能。夏西瑶也在这时走出了卧室门，她已经换了一身衣服，是前2天刚买的印着小花的白衬衫与百褶长裙，身后的长头发也被她高高的盘起，扎成了一颗小丸子头，青春靓丽的模样让人丝毫看不出她是个3岁孩子的妈。
这个样子的夏西瑶让顾心意眼前止不住一亮，暗暗点了点头。这才是20多岁该有的活力吗？只是还是太瘦了，要是圆润点肯定更好看。夏西瑶心里还是有些紧张，脸颊微红，这是她第一次在家打扮成这副样子，不知道好不好看。她抬头看了看还在照顾小奈奈的顾心意，不动声色地走到餐桌前落座。刚刚她眼睛好像亮了一下，那就说明还是好看的吧。等等，自己为什么要在意她的看法？夏西瑶生气地鼓着腮帮，筷子不经意地在碗里搅拌2下，她在气自己的不争气。顾心意也在这时抱着洗漱好的小奈奈落了座。小奈奈甜甜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拿起自己的专用小勺子，舀起面前金灿灿的小米粥。今天能和我们一起出门吗？啊，我吗？正低头享受着美食的顾心意突然听到夏西瑶的话，她抬头看着夏西瑶，然后指着自己的鼻子，一脸疑惑地问道。夏西瑶点点头，没有看他，只是耳垂已经鲜艳欲滴。好啊，顾心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第17章与乐乐见面。小奈奈换上了与夏西瑶同款的小衬衫与小裙裙，顾心意则一身得体的休闲套装。一家3口从小区走到街上，回头率飙到100%。所有人被这一家3口的颜值吸引了目光，同时他们也在好奇，小区里住着这种神仙颜值的邻居，为什么他们一次都没看见过？小奈奈一手牵着爸爸，一手牵着妈妈，一蹦一跳，小脸上早已笑开了花。她从没想过有一天，她能像别的小孩子一样，同时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出门。这一刻的小奈奈感觉自己的开心好像那大大的公主屋都装不下了。虽然外面的天气有点热，但这一家3口好像都没感觉到，从他们那翘起的嘴角就能看出，他们此刻的心情都挺不错。马路上，顾心意拦下一辆出租车，他先将小家伙抱进后座，然后十分绅士的让夏西瑶坐到后座上，为他关上门，而他自己则坐到了副驾驶。他们今天要去市中心的益达广场，夏西瑶与他以前的小助理陶乐乐约在那里的一家奶茶店见面。之所以要带上顾心意和小奈奈，完全是因为陶乐乐想见见小家伙，而小家伙这2天又成了顾心意的小尾巴，和他形影不离，所以顾心意纯粹是沾了小家伙的光。车子行驶在路上，从这里到市中心足足要40多分钟。小奈奈一直搂着夏西瑶的脖子，望向外面闪过的风景。对于小家伙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看什么都很新鲜。司机大叔先是惊叹了一下这一家子的颜值，然后突然觉得后排的小家伙有些眼熟，只是他想不起到底在哪见过，于是他不时地与顾心意说着话。顾心意也很自来熟地与大叔聊着，车内的气氛也不是那么沉闷。车子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直到一家3口都消失在视野中，停在路边等待下一单的司机大叔无聊点开抖音，才恍然发现，刚刚那个小奶团子好像就是最近抖音上爆火的那个萌娃。这个发现顿时让司机大叔捶胸顿足，自家女儿可是这个萌娃的忠实粉丝，自从视频出来后，自家女儿一天看10遍，哥不离口的那种。自己刚刚竟然没有要合照，这要是被女儿知道了，自己的头发肯定又要少上几根。益达广场是江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距离陶乐乐工作住处都不是很远。时隔2年，他又能见到西瑶姐了，陶乐乐心情很激动，他提前买了几杯奶茶，坐在座位上一直盯着奶茶店门口，可谓是望眼欲穿。以前与夏西瑶共事1年半，2人情同姐妹，夏西瑶对他真的很好，只是可惜之后夏西瑶就与顾心意在一起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西瑶姐非要和那个看起来就一无是处的男人在一起，他想不通，也劝过，当初的夏西瑶就好像铁了心一般，根本听不进去劝。陶乐乐脑海里正在胡思乱想着，突然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牵着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奶团子从店门口走进来，他的眼睛一亮，猛地站起身，挥舞着手。西瑶姐，这里。夏西瑶听到声音，一抬头就看到陶乐乐那挥舞着的手，他的脸上不由洋溢起笑容。乐乐果然还是没变，依旧是那么活泼开朗。走到近前，2人眼里除了欣喜都有些湿润，阔别已久的姐妹见面，他们都有些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陶乐乐仔细端详着夏西瑶，眼睛更红了，他一把拉住夏西瑶的手，小嘴都瘪了起来。西瑶姐，你瘦了好多，是不是那个男人对你不好？他人呢？我帮你教训他。夏西瑶抿了抿嘴，摇摇头，与陶乐乐一起坐下，又将小奈奈抱在身边坐下，这才开口。乐乐不用担心，我现在挺好的，顾心意她现在待我也挺好的。你呢？我走之后你工作还顺利吗？我也挺好的，西瑶姐，你都不知道我都多想你。2人相互询问着近况，小奈奈大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对面的小阿姨，眼中全是好奇。姐妹俩许久未见，自然有着许多话题，聊了一阵后，陶乐乐才将视线移到小家伙身上。小家伙刚刚在旁边一直乖乖的，陶乐乐只顾着与夏西瑶叙旧，一直没仔细看他，现在仔细一看，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哇，和西瑶姐长得好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特别是那双灵动的大眼睛，
一眼就能让人喜欢上这个小家伙。特别是小奈奈，这时还对着陶乐乐甜甜的笑了一下，这一下陶乐乐瞬间就被小家伙给俘获了。哇，西瑶姐，这就是小奈奈吗？跟你好像，好可爱啊！陶乐乐一边说着，一边离开座位，蹲在小家伙前，眼中闪着光，伸出手摸了摸小家伙的小脸，然后他的眉头又微微皱起。小家伙与西瑶姐一样，都是那么瘦。陶乐乐现在心里无比气愤，他敢肯定，那个一无是处的男人肯定对西瑶姐与孩子不好。想当年，西瑶姐可是给自己养得圆圆润润的，哪里会是现在这样？越想越气，他现在恨不得当面质问那个男人。于是他抬起头，看向夏西瑶。西瑶姐，不是说她也会来吗？人呢？夏西瑶也能感觉到陶乐乐对顾心意的敌意，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已经改变了。那不相当于告诉陶乐乐以前顾心意对他不好？这种事情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特别是与自己情同姐妹的陶乐乐，他只能尴尬地笑了一下。奈奈想吃冰激凌，他去给孩子排队买冰激凌了。陶乐乐自然看到了夏西瑶脸上的神色，他心里顿时更气了。他的西瑶姐本就是温柔清冷的性子，现在这份温柔清冷里又多了一些怯懦，他能感受得到。怕吓到孩子，陶乐乐只能冷哼一声，回到座位上，暗地里却咬牙切齿的想把顾心意给弄死。西瑶姐，陶乐乐刚想说话，却又突然顿住，眼神也逐渐犀利起来，看向奶茶店门口。夏西瑶一愣，脸上表情更加尴尬，他以为是顾心意来了，导致乐乐的敌视，刚想转身去看，一道略显尖细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陶乐乐，你还有空喝奶茶？我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吗？第18章冲突。刘倩，你有完没完？今天是休息日。陶乐乐脸色难看，像只炸毛的小猫一般，死死盯着说话的人。夏西瑶转过身，这才看清来人是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她戴着一顶鸭舌帽，脸上还带有口罩，细长的柳叶眼中闪过一丝精芒，见到自己时意外地挑了挑眉。是刘倩。夏西瑶微愣，之前与自己一个公司的当红小花，走的也是实力派歌手的路线，只不过在当初那个时候，刘倩一直被夏西瑶压上一头。夏西瑶在公司时，她更是一直一口一个西瑶姐叫着。人走茶凉，夏西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也没有在意过。哟，这不是西瑶姐吗？西瑶姐不在家，老老实实相夫教子，出来找乐乐做什么呀？刘倩眼带笑意，口中说出的话却满是嘲讽。她只是出来逛个街，没想到会遇见陶乐乐与夏西瑶见面。夏西瑶还没说什么，身边的陶乐乐先怒了：刘倩，管好你自己吧，现在不是工作日，你少在这阴阳怪气。西瑶姐，我们走，这里有只疯狗乱吠，只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陶乐乐说完，抱起小奈奈，拉着夏西瑶的手就要离开，却不想刘倩先一步挡在他们身前，眼神有些阴郁。她看着夏西瑶眉角轻挑，又笑了：哎，西瑶姐，你怎么这么瘦了？日子不好过吗？不好过和妹妹我说一声，我还能施舍施舍，谁叫我心善呢？你看乐乐现在就在我手下打杂，日子不是挺好的？你说对吗？乐乐。陶乐乐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看着刘倩。夏西瑶猛地转过头，看向陶乐乐，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乐乐在刘倩手下打杂，他不是跟自己说还在给别人当助理，工作顺利吗？要知道打杂的就是卖力气，公司怎么能让乐乐做这个？只是现在明显不是问话的时候。夏西瑶转过头，看向刘倩的目光也带上了怒气，拳头紧紧握起。欺负自己，自己忍忍就过去了，欺负乐乐让他难以接受。只是他刚要开口，陶乐乐率先出声了：我与公司签的合同月底就到期了，到时我自然会辞职，只是希望某人不要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如果西瑶姐复出的话，某人恐怕做梦都要吓醒。刘倩闻言一愣，她确实对夏西瑶有些阴影，毕竟以前夏西瑶整整压了她1年半的时间，她在的那段时间谁认识自己呢？不过刘倩很快就笑了，她带着藐视的眼神看着夏西瑶。复出？哈哈，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有公司敢签这样一个带着孩子的过气艺人吗？说起孩子，夏西瑶，你的孩子长得挺不错嘛，你可以考虑考虑将他培养成新一代的当红小花。刘倩说着话，满脸不屑，甚至他还忘乎所以的想要掐一掐奈奈的小脸。住手！住手！把你那脏手给我拿开！我保证，你敢碰他一下，我让你哭都没地方去哭。两道声音同时响起，一道是夏西瑶的，小奈奈是她的逆鳞，即便她的性子再温柔，也不允许有人在她面前伤害小奈奈一根汗毛。为母则刚，即便是当初的顾心意都没能碰到小奈奈一下，都被她将伤害挡在了自己身上。另一道浑厚的男声来自奶茶店门口，是顾心意，他的目光中带着狠厉，手中还拿着3个冰激凌，是给夏西瑶3人买的。顾心意快步走到夏西瑶面前，将手中冰激凌递给3人，然后面向刘倩，
将夏西瑶与小奈奈挡在身后，声音冷冽：“你是哪个？”刘倩被吓了一跳，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2步。生气的顾心意给人压迫感很强，只是他定了定神，仔细看向顾心意时，却突然笑了。原来是这个小白脸，没用的废物！我倒是谁？原来是你啊！怎么，公共场合下你还想打人吗？顾心意皱皱眉，回头看向夏西瑶，眼神带着疑问，明显在询问夏西瑶这个泼妇是哪来的。是以前公司的歌手，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遇到他。生气的顾心意或许别人不怕，但夏西瑶却有些害怕。看到顾心意望着自己，他头微微低下。看到夏西瑶这样，顾心意眉头皱得更紧，心里更是叹了口气。他没再询问夏西瑶，转过头居高临下的盯着刘倩。歌手，不好意思，我没听说过你，也不认识你，我只知道你现在挡了我们的路，请你让开。顾心意很认真地说着，他的话挑不出一点毛病，只是听在刘倩耳中却是那么刺耳，于是他声音更加尖锐。呵呵，做人要看清自己的分量。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巴结人家花样男团里的高成、许斌，天天请人家喝酒，现在在这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高成、许斌。顾心意仔细想了想这2个名字，终于想起来这2人是谁。之前原主所在的男团成员退圈后，原主想重新出道，确实经常请他们喝酒，巴结他们，只是人家鸟都不鸟他。不过这都是之前顾心意做的事，与我顾心意何干？你说的这2人我也不熟。谢谢。好狗不挡道，你再这样纠缠，别怪我喊保安了。益达广场作为江城市最大的商业广场，肯定不允许有人在这里找事。刘倩被噎住，她狠狠地剐了一眼顾心意，心里更是不停骂着他，但还是乖乖让开身子。顾心意拉起身后的夏西瑶，又示意陶乐乐跟上，径直往外面走去。只是与刘倩擦身而过时，刘倩对着夏西瑶却又突然开口：“哎，可惜啊，某人再也唱不了歌。夏西瑶，我的新歌这个月底在华音发布哦。”哈哈。说完，刘倩竟开心地笑了起来。你夏西瑶怎么跟我比？刘倩渐渐的声音回荡在几人耳边。陶乐乐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给他一耳光，明明知道西瑶姐喜欢唱歌，现在又唱不了，他这么说简直是杀人诛心。顾心意脚步也为之一顿，他深深看了眼刘倩，然后面无表情地继续向外走去。夏西瑶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抿了抿嘴。然而这时一道稚嫩的童音却忽然响起，声音清脆又坚定：“妈妈唱歌比你好听，你是个坏阿姨。”第19章游乐园。是小奈奈，她挥舞着小手，嘴巴撅起，满脸都是生气的小表情。妈妈唱歌本来就好听，奈奈听过，妈妈给自己唱摇篮曲时，比爸爸唱的都要好听。众人愕然，谁都没想到小家伙这时会为自己的妈妈发声。顾心意只是愣了1秒，然后面带微笑的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厉害，果然是自己的女儿，比他妈妈那个受气包厉害多了。顾心意本来心里还有些气，小奈奈一出声，他心里的气立刻抛到了九霄云外，眼里心里就全是这个小家伙了。没有理会刘倩的反应，几人就此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至中午，一行3人带着个小萌娃来到一家餐厅，顾心意抱着孩子，在服务员的欢迎下率先走了进去。夏西瑶与陶乐乐2人一直在后面聊着天。陶乐乐明显不喜欢顾心意，一路上对着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没事还会对他翻个白眼。若不是顾心意刚刚的表现还算好，他根本理都不想理这个男人。几人落座，顾心意将菜单递给夏西瑶与陶乐乐，他们简单点了几个菜后，顾心意又点了一些小奈奈喜欢吃的菜品，才将菜单还给服务员。小奈奈还是有些怕生，虽然她这几天已经开朗了不少，并且与顾心意亲近了许多，但面对外人时依然表现得很乖。这和夏西瑶的性子挺像，但又有些不同。小家伙明显性格更活泼一些，小孩子的天性就爱玩耍，想与别人交流，所以他的眼睛里对待这些陌生的人和事物都带着好奇和探究。只是早2年的经历让他比寻常孩子更加懂事，懂事的令人心疼。这种情况顾心意知道，可他没有办法，小家伙现在还缺乏自信，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他恢复本性。任重而道远啊。夏西瑶依旧与陶乐乐聊着天，之前一直走在路上，有些事他心里担心却没有问，现在终于坐下，四周没有外人，他拉着陶乐乐的手，终于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乐乐，你怎么会给刘倩打杂呢？还有云姐呢？她现在在做什么？云姐是夏西瑶之前的经纪人，年龄快40岁了，待她一直很好，如女儿一般。之前云姐在的时候，工作上的事一直都是云姐帮她把持着，为夏西瑶处理过不少麻烦，比如说参加某些酒会什么，都是云姐强硬的帮她拒绝了。特别是夏西瑶和顾心意恋爱时，云姐曾多次警告过夏西瑶不准她与他恋爱，可惜只有那次夏西瑶没有听她的，之后更是不停劝阻与顾心意结了婚。云姐为之不知生过多少次气，最后还是无奈同意了。
听到夏西瑶的问话，陶乐乐神色难掩低落。在你走后，云姐没过多久就被辞退了，她找了好久工作都没找到。后来她母亲更是生病住院，她需要一直在医院照顾她的母亲，就只找了一份保姆工作。夏西瑶没想到云姐现在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她眼前有些恍惚，依稀能看到那时云姐做事时干脆利落的模样。两人都沉默下来，夏西瑶抿了抿嘴，她知道这一切都怪自己，若不是自己的任性，云姐不会这样。她为自己阻挡过那么多风雨，为自己违抗过那么多次公司的命令，自己有前途时公司自然不会说什么，自己拍拍屁股说退就退之后，可想而知云姐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气氛有些沉闷，在聊到云姐之后，夏西瑶与陶乐乐连吃饭都没什么胃口了。草草吃过饭后，陶乐乐又与夏西瑶说了一会儿话，便匆匆离去。夏西瑶的心情一直很低落，本来一家三口约好下午陪小奈奈去游乐园玩，可是她现在连玩的心情都没有了。顾心意自然能感受到她的心情，她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其实她也不懂，为什么夏西瑶当初像是被灌了迷魂药一样要和自己结婚，原主不知道，她更不知道。夏西瑶想回家了，她想一个人静静，只是当她看到小奈奈期望的眼神时，又有些于心不忍。为了不让小奈奈失望，最后一家三口还是来到了游乐园。不知是不是因为今天是周六的缘故，游乐园门口满是络绎不绝的游客。小家伙很开心，他是第一次来到游乐园，拉着顾心意的手就要往里冲，拽都拽不住那种。夏西瑶这时也勉强打起了精神，他不想以后奈奈回忆起第一次的游乐园之旅时，自己是悲伤的。这里的游乐园成人票210张，孩子半价，里面的一些娱乐项目是可以凭票免费体验的，倒是挺划算的。验完票后，一家人很顺利地进到了游乐园里面。小奈奈一只手牵着爸爸，一只手挥舞着手中的票，看着前方那些娱乐设施，都快笑成了个小傻子。被小奈奈一直牵着，一家人率先体验了旋转木马。随着动听的音乐声，栩栩如生的白色小马上下起伏，小奈奈被固定在顾心意的怀里，银铃般的欢笑不时从她口中响起。夏西瑶也暂时放下了心中的忧虑，坐在他们身边另一只小木马上，牵着小奈奈的手，不时逗着小奈奈开心。顾心意护着小奈奈，脸上也难得露出开怀笑容，此刻就应该纵情玩耍，那些糟心事不应该带到这种欢乐的海洋里来。一家三口相得益彰，成为了别人眼中羡慕的一家子。特别是一些小情侣，在看到这一家三口时，眼中的神色明显带着期盼，他们在期盼着以后结婚生子了，也能像这家人一样。旋转木马过后，顾心意与夏西瑶又带着小奈奈玩了蜗牛特工队，与大家一起坐在蜗牛战船上，用蜗牛枪射出水柱，去射击那些昆虫军团。每当那些昆虫被射中后，立刻就会发出他们独有的欢快声音与搞怪音效，这让小奈奈玩得不亦乐乎，不时学着动物们的叫声，喊着爸爸妈妈射击他指定的动物。之后一家人又玩了几个项目，天色也在不知不觉中暗淡下来，游乐场也亮起了七彩灯光，在暗淡的夜幕下美轮美奂，让人宛如置身在童话世界一样。此时顾心意正带着小奈奈坐上飞椅，慢慢升空，七彩的灯光萦绕在身边，一座童话里才会出现的城堡慢慢出现在他们眼前。这个城堡的出现一下将小奈奈的目光吸引住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大眼睛里满是激动。或许她也在想着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能像公主一样住进城堡里吧。第20章娇妻入怀。最后一个项目是摩天轮，这个摩天轮可以2人一个座舱，也可以3人共进一个座舱。等顾心意抱着小奈奈与夏西瑶开门坐进里面时，小奈奈已经趴在顾心意怀里熟睡过去。玩了整整1个下午，在看到城堡之后，小家伙的精神终于耗尽。此时的他不知在做着什么美梦，脸上挂着轻盈的笑容。若不是还有一场烟火秀，顾心意与夏西瑶此刻已经带着小家伙回家了。摩天轮缓缓上升，地上闪烁着七彩光芒的建筑逐渐缩小。顾心意不知道的是，夏西瑶也是第一次来游乐园玩，更是第一次坐摩天轮。他的一双杏眼好奇地看着座舱外，眼睛里面闪闪发亮。他看着窗外，顾心意看着他。许是察觉到了顾心意的目光，他的耳垂慢慢泛红，娇嗔地白了一眼顾心意。顾心意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目光，有些吃不消。摩天轮上自带的灯光照着他消瘦的脸，顾心意突然感觉有些晃眼呢。摩天轮还在缓缓上升，顾心意紧了紧怀中的小奈奈，转眸看向外面，眼神里有些莫名意味。下方已经有不少人拿着荧光灯，还有人拿着绚烂的烟火摇晃着，他们都抬头看着天空。下一刻，城堡内的4处几乎在一瞬间同时往空中放起了烟花，天空瞬间绽放出五彩斑斓的花火。烟花绽放的这一刻，顾心意清晰地看到夏西瑶脸上露出一抹倾城的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顾心意都有些看呆了。摩天轮这时也慢慢升到最高处，烟火更加清晰，夏西瑶的俏脸也更加迷人。你不用再像之前那样害怕。烟花声中，顾心意的声音有些轻，夏西瑶没有听清。她转过脸来看着他，
带着疑问。顾心义没有看他，继续看着空中绚丽的花火。你太温柔了，这样不好，会被欺负。你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我知道的。你想唱歌，我也知道。你有很多事想要去做，放心去吧，小奈奈有我照顾呢。夏西瑶没有回应，顾心义转过脸来，就看到他脸上已是两行晶莹。他抿着嘴，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眼神中那浓烈的委屈与复杂，像是要将顾心义淹没。顾心义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他不明白，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哭了呢？你是谁？夏西瑶一直紧紧盯着顾心义，那双杏仁眼中已是水雾一片，清脆的声音不大，但落在顾心义心间却是那么响亮。顾心义默然，空气渐渐沉默，似乎连烟花的声音都消失了。好半天，顾心义才朝他温柔地笑了笑，然后开口，声音突然有些沙哑：我是顾心义。夏西瑶继续看着顾心义，顾心义的笑容让他感觉自己的心跳突然乱了，如小鹿乱撞一般。他的回答更是他想不到的，他抽着鼻子看着顾心义清澈到发亮的眼眸，眼泪突然落得更快。他抱着自己的双腿，将脑袋埋下，轻声抽泣，然后开口：对啊，你是顾心义，你不是他还能是谁呢？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很俗套的故事。以前孤儿院里有个小女孩，她很胆小，但孤儿院里一直有个比她大1岁的哥哥保护她。有一天，她被一群大一些的男孩欺负了，那个哥哥将她挡在身后，始终没让她受到一点伤害。那时在她眼里，那个比她大1岁的哥哥就是她的天。可是在那之后，哥哥就消失了，直到后来她长大了，再次见到了那个哥哥，也如愿以偿地嫁给了他。是很俗套的故事，顾心义听完后却有些哑然，他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些事。夏西瑶抬起头，泪眼朦胧，整个人显得那么孤单又可怜。他终于将他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没人懂他的倔强，所有人都为他不值，只有他自己坚信自己是值得的。可是结果却是那么糟糕，他也曾无数次后悔过，直到现在的顾心义出现。他问他是谁，他说他是顾心义，这就够了。顾心义低头揉了揉小奈奈的头发，小家伙不老实的又往怀里挤了挤。顾心义再次抬头看向夏西瑶时，眼中的柔和满意。他突然能理解夏西瑶的心情了。看到顾心义眼中的温柔与爱惜，夏西瑶再也忍不住，她直接扑到顾心义的怀里，与小奈奈抢着怀里的位置，小声的抽泣着。小奈奈被吵醒，迷蒙着双眼，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妈妈占领了自己的位置。小家伙只是愣了一下，然后欢天喜地的一手搂着爸爸，一手搂着妈妈，吧唧吧唧两口亲在他们的脸颊上。今天是小奈奈最美好的一天。顾心义看着怀里的大小美女，顿时哑然失笑。此刻他就好像是人生大赢家一样，脸上挂着憨憨的表情。他抬手轻轻拍着夏西瑶的后背，又亲了口奈奈的小脸，看着外面璀璨的烟火，心里异常的轻松。生活的轨迹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够了。不过有些计划要做一些改变了。烟火逐渐落幕，摩天轮缓缓降落到地面。夏西瑶抱着小奈奈走在前面，小奈奈又睡着了。小孩子的精力就那么多，今天一天都用完了。顾心义跟在后面，看着健步如飞的夏西瑶，摸了摸鼻子。从摩天轮下来后，夏西瑶就从他怀里离开，整个人好像一瞬间又恢复了以往对他的冷漠态度。难道刚刚扑在他怀里哭的那个是鬼不成？夏西瑶心里很紧张，就连抱着小奈奈的手都是紧的。她感觉自己耳垂和脸颊都有些发烫。刚刚她竟然在顾心义怀里待了那么久，还像个小女生一样在他怀里蹭来蹭去，真要命！顾心义肯定在心里暗暗笑话自己了。刚刚从摩天轮里出来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男人脸上掩藏的笑意了。想到这，夏西瑶脚步不由迈得更加急速了，好像在竞走一般。顾心义也不知道这女人怎么突然那么有活力，他都要小跑才能跟上她的步伐了。直到出了游乐园的大门，见夏西瑶还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顾心义不得不出声喊停她。喂，难不成你要走回家吗？就在这打车吧。夏西瑶这才停下脚步，站在路边却不看他。他更加觉得那个男人一定又在后面笑话自己了。可恶，更加丢脸了。第21章，有人失眠了。傍晚从游乐园回家的人太多，等了好久，顾心义才终于打到一辆出租车，这也让顾心义第一次有了买车的念头。顾心义担心夏西瑶一直抱着孩子累着，早早就将奈奈抱到了自己怀里。此时他正小心翼翼地坐在后排，怀里的奈奈睡得依旧很甜。夏西瑶也坐在后面，因为顾心义抱着小奈奈的原因，两人挨得有些近。夏西瑶瞥了眼身边的顾心义，想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俏脸又有些发烫。顾心义却在这时打了个哈欠，吓了他一跳。他连忙将脑袋转向另一边，假装正在看窗外的风景。窗外的风景变换得飞快，不知不觉车子就从市中心开了出来，来到了老城区。顾心义看了眼时间，晚上9点半，晚饭还没吃，看小家伙这熟睡的样子，晚饭应该是吃不成了。顾心义也有些困顿，
若是在家，这个时间他们早就睡着了。想到这，顾心意突然笑了一下，自己与夏西瑶一点都不像20多岁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哪有不熬夜的？他们俩倒像是中老年人，早睡早起的。出租车在小区门口平稳停住，顾心意付了车费，抱着奈奈轻手轻脚地走下车，与夏西瑶伴着夜色回到了家里。温馨的橘黄色灯光下，家里依旧是那么安静，只是此时的安静又与之前的大为不同。顾心意将奈奈抱回房间安顿好，出来时夏西瑶已经在卫生间里洗漱了。顾心意没有停留，径直走进了厨房。今天中午他就没怎么吃下东西，现在肯定饿了吧？顾心意这样想着，在冰箱里胡乱翻找一下，最后决定还是简单点，做点面条就好。夏西瑶确实很饿，中午没心情吃东西，下午又玩了那么久，晚上又哭过一场，现在已是饥肠辘辘。她只是简单洗漱了一下，便想着出来做点吃的。推开卫生间的门，夏西瑶就看到顾心意已经在厨房里忙碌起来。夏西瑶心里顿时暖暖的，她若无其事地走到沙发前坐下，目光却一直紧随着厨房里那道修长的背影。怪好看的，夏西瑶心里突然这么想着，下一刻她就捂住自己的脸，不敢再看。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明明都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还跟个思春的少女一样？夏西瑶，你真是越来越丢脸了。吃饭了。顾心意将做好的面条端出来时，就看到在沙发上都快扭捏成一团面条的她没有多想，只是轻轻招呼了一声。听到顾心意的声音，夏西瑶身体明显绷紧了一下，然后她不动声色地拿开捂着脸的手，点点头走到餐桌前。谢谢。她的俏脸微红，却像是没事人一样低头干着饭。夏西瑶吃得很快，她第一次知道简简单单的面条竟然还能做得这么好吃。半碗面条加2个煎蛋，很快就被她吞入腹中。顾心意看到此景，微微笑了笑，又将自己碗中的煎蛋放入她的碗中。正在大口旋饭的夏西瑶一愣，她没敢抬头看她，只是脸颊更加红润。虽然她之前情不自禁扑到顾心意怀里，但现在反应过来的她还是有些不习惯两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我中午吃得多，你多吃点。顾心意的声音传来，夏西瑶微不可察的点头，嗯了一声，声音细如蚊蝇。只一会儿，夏西瑶就将碗中的面条嗦光，甚至连汤水都没剩下。她放下手中筷子，没有起身，就这样静静坐在椅子上，直到顾心意吃完，站起准备收拾碗筷，她才有些慌张的起身，抢先将桌上的碗筷拿起。我来收拾吧。声音依旧很轻，却很好听，原来她一直都在等着。顾心意没有与她争，都是一家人，她觉得没必要那么客气。等顾心意舒服的洗过热水澡出来时，夏西瑶已经回了卧室。顾心意将客厅灯关上，也快步往卧室走去。今天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睡得最晚的一次，她现在只想睡觉，明天还要晨跑，狗命要紧。轻悄悄地上了床，顾心意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对比顾心意的酣然入睡，夏西瑶倒是有些辗转反侧。她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不自觉地浮现出今天在游乐园的场景。夏西瑶有些气恼地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脸，想要强迫自己睡着，可她那不断眨动的睫毛却无时不在展示着她此刻的内心有多么的不平静。直到天边微微放亮，夏西瑶才终于抵挡不住睡意，沉沉地睡了过去。清晨6点，早起的人们开启了新一天的征程。顾心意照例准时醒来，晨跑、洗漱、做饭，喊小奈奈起床，一条龙结束，却不见夏西瑶从房间里出来。看着那紧闭的主卧房门，顾心意挠了挠脑袋，看来昨晚回来的确实有些晚，她竟然睡到现在还没起床。顾心意也没有叫她的想法，给她留一份早饭就好了。饭后，顾心意将用过的碗筷洗净放好，从厨房出来时，就见小奈奈正唱着儿歌，玩着益智游戏。见到爸爸，小奈奈嘴角咧开，露出一口小白牙，冲着顾心意甜甜的笑了一下。顾心意立即凑到她的身边，揉了揉她的小脑袋。奈奈，唱歌呢？爸爸，对了，爸爸，我偷偷告诉你哦，妈妈唱歌很好听的，每天晚上她都会给我唱摇篮曲哦。小奈奈被大手揉着脑袋，突然扬起小脸，神秘兮兮地对顾心意说道：那妈妈唱歌比爸爸唱的都要好听吗？顾心意笑着发出了灵魂拷问。小奈奈立刻陷入了纠结，小眉头紧紧皱着，撅着嘴，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打击爸爸。顾心意看出了小家伙的为难，笑着将他眉头梳开。哈哈，爸爸知道，妈妈唱歌肯定比爸爸好听。小奈奈这才重新恢复喜笑颜开，她用小手拉着顾心意左右晃了晃，鼓励道：爸爸唱歌也很好听的。顾心意点点头，突然又问道：那你知道妈妈还想唱歌吗？小家伙扬起小脸仔细想了想，然后认真的说道：妈妈睡着时有说过，唱歌喜欢什么的。顾心意点点头，又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让他自己先玩。像夏西瑶那温柔的性格，他肯定永远不会主动跟自己说他想唱歌吧。第22章滨海娱乐。小奈奈听话的一个人玩着游戏。夏西瑶这时也起了床，
俏脸微红的穿过客厅，来到浴室洗漱。你还想继续唱歌吗？听到顾心逸的声音，夏西瑶微微愣了一下，半天没有反应。顾心逸拿着手机倚在浴室门框上，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回答。片刻后，他轻柔的声音才在他耳边响起：想。只有一个字，没有过多的回答。在夏西瑶心里，现在的日子已经是他这2年不敢想象的生活，而唱歌是很遥远的梦想，只能埋在心中。顾心逸没有再问，只是点点头，便拿着手机回到侧卧，打开抖音后台私信翻找着。他的后台私信早就爆炸，自从第一个视频发布之后，他只大概刷了一下，后面一直没看，现在想再翻找很困难。但顾心逸还是默默滑动着屏幕，耐心的一条条过滤着。终于，他的眼睛陡然一亮，随即点开其中一条私信，看着私信里的内容，顾心逸手指不自觉地敲打着屏幕，做着某些考虑。本来他发视频的初衷只为了赚钱，等赚到足够多的钱，将奈奈和夏西瑶安顿好，他再功成身退。可是经过这几天的相处，特别是经历昨天的事情，他改变了想法。这条私信的内容很简单：殷海娱乐诚邀先生加入我们的团队，以先生的音乐才华，我们会以最快的时间将您打造成超一线巨星。私信最后面是殷海娱乐的联系电话。殷海娱乐与天美娱乐、盛世娱乐3家公司是华国娱乐公司的3巨头，这个世界的抖音平台就是殷海娱乐的子公司。自己接连2个视频，2首原创都在抖音平台，殷海娱乐会给自己发邀请函，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稍稍想了一下，顾心逸便不再犹豫，他输入殷海娱乐的联系电话，拨打了过去。电话只响了几声便被接通，听筒里传来一道御姐声：喂，你好，请问哪位？你好，我的抖音账号名字叫星瑶，我收到你们公司的邀约私信，请问现在方便聊一下吗？此刻，远在魔都的抖音总部，杨丞琳接到电话，神情微微发愣。他没想到这个名叫星瑶的创作者真的会给他来电话，毕竟距离他发私信邀约对方已经过去几天，他还以为对方不会涉足娱乐圈。喂，还在吗？电话那头好听的男声传来，杨丞琳陡然反应过来，然后他的脸上止不住浮现出一道喜色。要知道，他不仅是抖音运营部总监，更是殷海娱乐人力行政部副部长。作为抖音的总监，他能更加快速的接触与挖掘新人。这不，星瑶给自己来电话了。要知道，这几天要说网上最火的，无疑就是这个神秘的家伙。你好，星瑶先生，我是殷海娱乐人力行政部副部长杨丞琳，现在有时间，请问你是要加入我们殷海娱乐吗？杨丞琳心里暗喜，但还是快速回复道。可是顾心逸的回答却让杨丞琳又有些愣神。你好，杨部长，不好意思，我暂时没有涉足娱乐圈的想法，但是我想给你们推荐一个歌手，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这个意愿？竟然不是他，他只是来推荐的。杨丞琳不由有些失望，苦笑着摇摇头。他想要的是星瑶，这个自带名气，2首歌火遍全网的家伙。星瑶先生，是这样的，我只是副部长，如果是你要来的话，以你的名气，我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可是若是别人，我恐怕也没这个权利直接答应你。即便心里有些不情愿，杨丞琳还是认真的对顾心逸解释着：我可以给你保证，他是个很有实力的歌手，而且我会给他写歌。另外，你们公司以后如果有需要歌的话，我可以做你们殷海娱乐的音乐人，不过肯定有条件，不要什么人的都来找我写歌，我看不上眼的不写。如果你同意的话，具体细则我们可以再谈，你觉得怎么样？电话那头，顾心逸语气淡淡的说着，杨丞琳渐渐沉默了下来。此刻他的脑海在飞速的转动着，思索着这里面的利益。片刻后，杨丞琳承认他心动了，可是公司不是他一言堂，他还是得向上一级反映。星瑶先生，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这样好吗？我这边和公司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不管成与不成，我都会尽快回复你。好，那我期待你的回复。电话挂断，杨丞琳没再犹豫，他拿起手机，步履匆匆地推门而去。顾心逸这边，他放下手机，思索了片刻，还是决定等一等对方的回复。毕竟殷海娱乐是华国3巨头之一，起步就比别的公司高，如果这不行的话，他会再想办法找下一家。算是完成了一件心事，顾心逸松了口气，打开房门，从侧卧走了出来。小奈奈还在乖巧地玩着玩具，嘴里还不时嘟囔着什么。夏西瑶已经洗漱完毕，正坐在餐桌前吃着饭，听到开门声，他抬起头看了一眼顾心逸，又装作若无其事地低头吃饭。只是他脸上的羞意却正好落在顾心逸眼中，还有那双熊猫眼。鬼知道他昨晚到底在想什么，竟然失眠了。顾心逸更加蒙圈，不知道他在害羞个什么。他没有和夏西瑶说娱乐公司的事，还没谱的事情，现在说了也没用。没有再看他，顾心逸继续坐回沙发上陪着小奈奈。让顾心逸没想到的是，小家伙竟然可以完整的从1数到10了。要知道昨天之前，他中间还会忘掉1、2个数字。昨天出去了一天，今天小奈奈只自己玩了一小会儿，竟然就可以做到这样了。
这个发现让顾心义很开心，也很自豪。他只用了1周左右，就让小奈奈成功与其他3岁孩子相差无二了。难道自己天生适合做父亲？顾心义很骄傲地想着。就在顾心义陷入自我膨胀之时，房门这时却突然被人敲响。听到响声的顾心义疑惑地看向夏西瑶，却发现夏西瑶同样一脸疑惑地看向自己，这让顾心义更加疑惑。他和夏西瑶都是孤儿，自家万年没人上门做客了，这会是谁呢？房门持续响着，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明显外面的人一时得不到回应，更加用力了。顾心义皱眉，这人好没礼貌，只是一时没人应就用这么大力气吗？顾心义没有再等，面色微冷，起身快步向大门处走去。却不想这时外面的人突然喊了起来：小顾，快开门，我知道你在家，我是你高哥啊，你不是天天发信息请我们喝酒吗？瞧，我们这来了，还有我，你许哥，快开门。听到这2个贱嗖嗖的声音，顾心义脸色彻底黑了下来。夏西瑶更是脸色一变，皱着眉面带厌恶地看向房门处。小奈奈早已放下玩具，跑到了夏西瑶怀里，剧烈的敲门声将她吓到了。顾心义转头时恰巧看到这一幕，他脸色更黑，甚至带着厮杀气。妈的，自己哄了这么多天才将自己的小宝贝哄好，这俩竟然敢这样吓他，不可原谅。第23章小丑。顾心义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正是他之前所在男团的高成和许斌，他们脸上带着揶揄的笑，想要越过顾心义看向屋内，却不想屋内的视角被顾心义挡得严严实实。哟，小顾怎么这么晚才开门啊？是不欢迎我俩呀？看到他们这嘴脸，顾心义真的恨不得一拳塞他脸上。他们2人都比顾心义大，但是以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平日里这2人都一口一个顾哥叫着，都是因为原深是以前男团的颜值担当，当初就属原深最火，才会带动这个男团出道。顾心义和夏西瑶谈恋爱时，他们还都无比羡慕，可后来2人退圈变得默默无闻时，他们的嘴脸就变了，一口一个小顾，极尽嘲讽。这样的人，原深竟然还想着巴结他们，真够搞笑的。顾心义又不是原深那个大傻子，自然不会给他们俩好脸色。你知道还问？这里不欢迎你俩，从哪来回哪去吧。顾心义看见这2人就生气，他眯着眼，面色冷淡，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右边的高成却舔着个脸，上前一步：小顾今天心情不好，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见我们吗？我们来了，你怎么这个态度？哦，我知道了，是不是没喝酒？来来，高哥陪你喝2杯再说。要是之前的顾心义，肯定早就高高兴兴的将几人迎进门喝酒去了。可他不是，顾心义顺带着将门关上，侧身避过高成伸过来的手，表情依旧冷漠。我戒酒了，以后也不会喝了。还有，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以后别来找我。高成上前的脚步一顿，定睛看着顾心义，又转头与许斌相视一眼，2人都笑了。小斌，我没听错吧？他说不想见我们。高成掏掏耳朵，装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许斌同样笑着，高哥，你没听错，人家这是下逐客令了，厉害了呀！倩姐果然没说错，有人脑子出问题了，还以为自己像以前那样风光呢。高成瞬间变脸，脸色也变冷下来。怎么，跟你脸了？忘记之前你是怎么求我们的了？顾心义看着眼前小丑般的2人，满脸无语。他们哥这表演川剧变脸呢，还一唱一和，当偶像小生真是屈才，他们应该去表演相声。顾心义下意识地转头看了眼紧闭的房门，想着奈奈和夏西瑶还在家里，在这里吵架会吓到他们母女俩。他抬手拍了一下高成的肩膀，挥手做出驱赶状：走，有话出去再说。说完，他没等高成2人反应过来，一手拉着一个就往外面走去。等高成与许斌反应过来，激恼的想挣开顾心义的手时，却发现他力气竟出奇的大，怎么挣都挣不脱他的钳制。一路走到楼层外面，小区过道上，顾心义才松开他们。你们打哪来回哪去？我不想再说第2遍。高成和许斌2人脸上已经涨红，他们可是跟倩姐打了包票的，没想到会吃瘪。但是刚刚顾心义的力气吓到他们了，他们一时有些不敢妄动。你不想知道我们来找你干嘛的吗？高成说完，许斌似乎是怕顾心义再拒绝，忙接着高成的话说道：我们可是来邀请你回男团的，你不是一直想回来吗？哦，顾心义斜眼看着他们，想听听他们憋着什么脏水。高成与许斌见顾心义好像有些异动的样子，2人对视一眼，眼中都露出一丝得意之色，那样子仿佛在说：看吧。说到这个，他还不是心动了。高成又恢复成之前高傲的样子，不屑地看着顾心义说道：你不是一直想回来吗？还说是夏西瑶毁了你前程，现在我们可以帮助你回来，但是你要和夏西瑶离婚，怎么样？简单吧？顾心义依旧斜眼看，这2人是当自己傻逼吗？说完了吗？说完了，滚吧！看到你们俩真是晦气，
早饭都要吐出来了。顾心意，你不要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的是你们。顾心意一点不怂，直接回怼了过去。对面这俩货常年泡在酒肉池林中，而他在锻炼1周之后，身体明显好了很多，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穿越的原因，他感觉自己的力气比前世的力气都大。看着两人涨红脸，一副想动又不敢动的样子，顾心意伸手主动拍了拍高成的肩头，将他吓了一哆嗦。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回去告诉你主人，让他别来碰瓷夏西瑶，不然……顾心意说完，没再理这俩二货，转身往回走去。看着顾心意离开的背影，高成与许斌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眼睛死死盯着他。本来以为小菜一碟的事，没想到办砸了，自己两人可是收了好处的。许斌还有些不甘心，高哥，就这样让他走了？高成龇牙咧嘴的揉了揉被顾心意拍疼的肩膀，没好气的回道：要不然呢？奇了怪了，怎么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力气那么大。回去吧，事情既然没办妥，只能以后再想想有什么别的招了。许斌泄气的嗯了一声，两人转身就走。顾心意则是迈着轻快的脚步回到家，家里的大小宝贝看到他时都松了口气，眼里还带着些许放松的神色。小奈奈还在夏西瑶怀里，也没去继续玩游戏，大眼睛黑溜溜的盯着顾心意的脸，直到看到那抹熟悉的微笑，小家伙才从妈妈怀里离开，扑过来抱着爸爸的腿。夏西瑶也是，饭还没吃完，坐在餐桌前带着疑问的表情看着顾心意。他们走了？送走了，以后不会再来了。顾心意轻飘飘地说着，伸手抱起小奈奈走到沙发前坐下。看着顾心意若无其事地陪着小奈奈玩着玩具，夏西瑶这才转过身低头继续吃饭。家里又恢复了之前的温馨，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被三人遗忘。与顾心意这边不同，高成、许斌二人则难受到不行，他们刚被顾心意羞辱后，又被刘倩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他们俩对刘倩打了包票说能说服顾心意，却不想直接被赶走，这让两人更加痛恨起了顾心意。第24章，准备出发魔都。傍晚时分，太阳落下，外面渐渐凉快起来。夏西瑶换好衣服，带着小奈奈出门买菜去了。独自在家的顾心意刚拿起手机准备刷抖音，正好接到杨丞琳打来的电话。电话刚接通，那边好听的御姐声马上响了起来。星瑶先生，是你吗？是我。顾心意回完，听筒里立即又传来声音。星瑶先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可以让你推荐的人加入公司，但是上面的意思是目前你只有2首歌存在，而且还有1首是二歌，你不要误会，这2首歌都很好，但是上面还是想要再看看你作曲的能力，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果然仅凭2首歌，对方不相信自己的能力。顾心意没有多想，他能理解资本主义永远都是利益优先，肯定不会凭借自己的2首歌就让他将人送进公司。作曲是吗？可以。顾心意的回答简单明了，他的脑袋里装着一个世界的文化，自然不会怕对方给自己出题。杨丞琳的内心本来挺坎坷，但听到星瑶这么干脆的答应，他的心里不由升起一些欣慰。今天他为了这事奔波了许久，他很喜欢他做的2首歌，他相信星瑶的才华，可是上面还是有些怀疑。毕竟谁也不知道他做的这2首歌用了多久，说不定是准备了很久很久，才憋出这样2首歌一起放出来的呢。其实杨丞琳内心也有些惴惴不安，他内心也有一点点担心，但最后他还是选择相信了自己的眼光，能做出一生有你和勇气大爆发2首歌的人，他觉得对方肯定不差。最后公司还是同意给星瑶一个机会，正好最近华音给了几个娱乐公司一个难题，他们最近因为这个难题邀请了许多词曲人，可惜没有能入演的，最后都被 pass 掉了。如果星瑶能解决这个难题，公司将再也不会怀疑他。星瑶先生，具体的事宜我们可以见面聊吗？这边还是需要你过来一趟，进行现场作词作曲。杨丞琳非常诚恳地说道，他也想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家伙究竟长啥样，拍视频都不带露脸的。顾心意想了一下，他在家除了带孩子其他也没什么事，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好的，什么时间？在哪？魔都，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就过来最好，毕竟越早越对你越有利，更能体现你的价值。听到杨丞琳这么说，顾心意心中对这个御姐的感官不由更好，毕竟很少有人会这么为别人考虑，大多数人都会优先公司的利益。好，那就明天吧。见星瑶答应的这么爽快，杨丞琳也深深吐出一口气，随后语气明显轻松起来。那你定好具体的时间，发短信告诉我一声，就是这个号码，我明天准时过来接你。好，那就短信联系，再见。顾心意答应了下来，电话挂断，然后他便研究起去魔都的航班，最后订了明天的上午10点的机票。将时间发短信与杨丞琳说完，顾心意闭目小憩起来，仿佛对即将到来的难题丝毫不放在心上。不一会儿，顾心意竟沉沉睡了过去。夏西瑶领着小奈奈回来时，就看到熟睡着的顾心意，她忙将手指放在嘴巴上，对着小奈奈轻轻嘘了一声。小奈奈眨巴着大眼睛，
同样对着夏西瑶嘘一声，母女俩心有灵犀，相视一笑。夏西瑶拎着菜悄悄地进了厨房，小奈奈走到沙发前，轻轻地依偎在顾心意的怀里。梦中的顾心意只觉得有只小猫一直在蹭自己的脸，那软软的小掌揉在自己脸上，别提多舒服了。忽然，小猫用它的2只小手掌捂住了自己的鼻子，顾心意有些喘不过气，她挣扎了一下，猛地惊醒。咯咯咯咯，小奈奈欢快的笑声回荡在她的耳边。顾心意低下头，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宝贝女儿用温软的小手捏住了自己的鼻子。爸爸，吃饭了。好。顾心意会心一笑，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很不错，比前世每次醒来孤独一个人好得太多。饭菜的香味这时也从餐厅飘了过来，让顾心意感觉肚子有些发饿。她抬头看了一下，桌上摆着一盘小酥肉，一盘土豆丝，还有一碗西红柿鸡蛋汤，看起来很诱人啊。夏西瑶的身影随之从厨房走出来，手上端着2碗米饭。她看了一眼顾心意，轻声道：“看你一直没醒，我就做了饭，虽然没你做的好吃，但我尝了一下，味道还是不错的。”顾心意一把抱起小奈奈，站了起来：“我觉得很好啊，色香味俱全，看得我都饿了。我先带奈奈去洗手，马上过来。”听到顾心意的夸赞，夏西瑶有些羞涩，她点点头，又返回厨房端了1碗米饭上桌。一家人吃着饭，顾心意往奈奈碗中夹了一块小酥肉，转头看向夏西瑶说道：“对了，我明天要出去一趟，暂时不知几天能回来。”夏西瑶正喝着汤，突然听到顾心意的话，一下子被呛住，止不住咳嗽起来。顾心意忙递上纸巾，面带担心。夏西瑶接过纸巾，背过身去擦着嘴。听到顾心意突然要出去，她确实有些慌乱，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她突然出去和今天上门那2个人有关。但是现在细想下来，又觉得不是。如果是的话，那今天她就该将那2人邀请进家门吧。收拾了一番后，夏西瑶这才转回身子。她不知道该不该去问顾心意要去了，她心里有些莫名的惊慌。明明1周前还想逃的她，现在听说顾心意要出门，竟然下意识的有些不愿。还是小奈奈问了出来，她不知道妈妈为啥会突然咳嗽，但是她听到爸爸要出去几天了，想到好几天不能看到爸爸，小奈奈就有些失落。爸爸要去哪啊？小奈奈连最爱的蛋羹都不扒了，撅着小嘴，满脸不情愿。爸爸还要去给妈妈找工作了，这样以后你就能经常听到妈妈唱歌了，开不开心？奈奈还小，她并不知道工作是什么，在她的记忆里，父母好像一直都在家，但她听到能经常听到妈妈唱歌，所以她很开心，开心到拍着小手。小小的她现在并不知道以后会经常看不见妈妈了，不知道那时候她还会不会这么开心。妈妈要经常唱歌给奈奈听了吗爷？顾心意揉了揉她的小脑袋，然后目光看向夏西瑶：“不好意思啊，没有问你的意见就为你决定了，只是奈奈说你喜欢唱歌，我想你应该是喜欢的吧。之前事情还没做好，就没跟你说，现在别人公司约我过去谈一下，这次谈成了，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付出了，继续去唱歌，滨海娱乐应该还是不错的。”他让自己唱歌？夏西瑶下意识地看向他，顾心意很认真。2人对视，夏西瑶杏仁眸子中突然弥漫上水雾，眼眶微微泛红，一双美眸突然温柔如水，这倒让顾心意有些吃不消了。他低头扒饭。夏西瑶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有一天还能继续唱歌，而且还是这个男人主动为自己选择的。谢谢你，顾心意，我喜欢唱歌，很喜欢很喜欢。夏西瑶轻声说着，声音越发坚定，她喜欢唱歌，而且她还想让乐乐和云姐更好，不再受欺负。自从和陶乐乐见面过后，她一直在担心着他们。不用谢，你喜欢这就够了。顾心意抬头，笑意温柔。第25章接见。翌日清晨，饭后，你们快回去吧，我估计最多就那么1-2天我就回来了，别担心。顾心意叫停一辆去往机场的出租车，转身对着夏西瑶说道。夏西瑶点点头，眼中竟有不舍神色。明明之前他还恨不得逃离他，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他会对他的离去而感到不舍。小奈奈依偎在夏西瑶的大腿侧，更是不舍得顾心意出去，她的小嘴撅得高高的，眼中神色让人怜爱，看得顾心意都恨不得将小家伙绑在自己身上。好好的出去2天，怎么搞得跟生死离别一样？顾心意狠下心来，不再看他，挥挥手，转身坐进出租车内。车子驶离，后视镜中的2道身影逐渐变小。顾心意闭上双眸，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还是第一次出远门有人相送呢。9点30，车子到达机场，顾心意又等了20分钟，这才坐上飞往魔都的飞机。魔都，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大多娱乐公司总部都伫立在这。这里的人们对于明星基本都已司空见惯，平时逛街都能遇到那么1-2个。网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魔都那是一个明星遍地走，网红多如狗的地方。中午12点20分，飞机准时到达魔都。
顾心逸刚下飞机就感受到了魔都的热情，对比江城来说，这里的人太多了。跟着汹涌的人潮，顾心逸艰难地挪动着身体，一直走到5号出口，才稍稍松口气。站在出口前，顾心逸看向外面举着牌子的大队人马，找着属于自己的名字。在来之前，他就与杨丞琳约好时间，他会在出口这里接他。现场举牌子的人太多，好多都是粉丝接机，这让顾心逸找了许久，才终于看到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高挑女子，她手里举的赫然是星瑶的牌子。果然是御姐，只能说声如其人。这女子和夏西瑶完全是两种风格，若夏西瑶是温柔如水，那她就是干练洒脱，全身散发着一种知性的美。顾心逸快步走上前去，对她挥了挥手：“你好，你是杨部长吗？我是星瑶，现实名叫顾心逸，抱歉让你久等了。”杨丞琳看着眼前的人，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但他很好的掩饰了起来。知道顾心逸年轻，但没想到就会如此年轻，像大学刚毕业的一样，而且长着一张完全符合成为明星的脸。杨丞琳不免有些遗憾，要是能签约他那该多好。你好，我是杨丞琳，我也是刚到没多久，星瑶先生真的很年轻啊。杨丞琳脸上带着职业微笑，说着话，与顾心逸轻轻握了一下手便松开。这边走吧，这里人太多，我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现在正到饭点，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再详谈。好。顾心逸点点头，与杨丞琳并肩往外面走去。杨丞琳果然是久经职场的人，他一边走着一边找话题与顾心逸聊着天。他本以为顾心逸这种小年轻不怎么会聊天，可接触下来却发现对方竟然能跟上自己的话题侃侃而谈，一点都不像其他的小年轻一样腼腆。这让杨丞琳不由又高看他一眼，果然优秀的人到哪都吃得开。顾心逸可不知道杨丞琳又对他高看了一眼，如果他要是知道，肯定很无语，自己有着2世的记忆，加起来50多岁的人了，要是这点情商都没有，那自己可以直接找个绳子了。两人上了车，顾心逸看着窗外繁华的魔都，杨丞琳不时给他介绍着当地的特色。只一会儿，两人就到了一家特色餐厅，地方不大，但是据说味道很正宗。两人坐下，杨丞琳点完菜，等待上菜的时候，他这时才说起正事：“我就叫你顾先生吧。顾先生，不知道你这次推荐的是谁？素人还是职业歌手？不知道杨部长听说过夏西瑶没？以前是歌手，不过后来退圈了，现在算是复出吧。”谈起正事，顾心逸神色也认真起来。杨丞琳皱皱眉，他听过夏西瑶的歌，2年前的当红小花，唱功确实很好。不过他皱眉的原因是，当初夏西瑶是因为恋情曝光被迫退圈，而且恋爱的对象好像还是个毫无作为的小白脸，这就很不好处理。杨丞琳思索了片刻，将额前的一缕秀发撇至耳后，这才定睛看向顾心逸：“我知道他，不知道顾先生与他是什么关系？知道他以前为什么退圈吗？”顾心逸看着杨丞琳的眼睛，淡淡道：“夫妻，她是我妻子。”啊！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杨丞琳，在听到顾心逸的回答时，也不由瞠目。夫妻？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小白脸？开什么玩笑？难不成夏西瑶与那个离婚了，又找了一个？看到杨丞琳的表情，顾心逸猜到了他在想些什么，不由苦笑道：“你想的没错，我就是当初与他被曝光恋情，一起退圈的那个。”杨丞琳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听过夏西瑶，但不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了。像以前顾心逸这种靠脸吃饭的偶像男团，他自然不会关注。他现在都有些怀疑，那2首歌是不是他写的了。顾心逸没有给他多想的时间，在看到他面带纠结时，继续说着：“让他加入你们公司很难吗？如果真为难的话，我再想办法。而且我的要求不只是让他加入你们公司，我还希望他在你们公司要有最顶级的资源和自由，合同也不能卡。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我相信有我的帮忙，鹰海娱乐会更上一层楼。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顾心逸一口气说完，端起水杯，淡定地喝了一口水。杨丞琳面色凝重，明显有些为难。他开口说道：“说到底，我们没有合作过，只凭你在抖音上发布的那2首歌，可没有这么大的价值。夏西瑶唱功我是认可的，可娱乐圈讲究的不只是唱功，我相信你也清楚，让他付出不难，但你要的顶级资源、合同自由，我们基本没有签过这种。这件事容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这不是小事。”杨丞琳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话里话外都透露着这是基本不可能。不说顶级资源，真给他顶级资源，将他好不容易培养成1线或者超1线巨星了，合同又要自由，到时候直接出走了，公司怎么办？找谁哭去？你们可以商量，我再直接表达我的态度，不只是你们这次遇到的难题，以后你们需要歌，甚至是剧本，不管什么类型，只要你们开口，我都可以给你们。我还是很希望我们能够成功合作的。你们这次让我来，不就是想看看我的能力吗？我来了，何不在看过之后再做决定呢？顾心逸淡淡说道，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丞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
这么自信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这就是传说中的小白脸，世人愚昧。第26章博弈。最终，杨丞琳在吃过饭后匆匆离开了。他要去和公司商讨，临走时给了顾星逸一张房卡，他提前订好了酒店，就在餐厅旁边等我消息。这是他临走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被顾星逸的自信打动了，这么自信的人，要说没点本事，他是不信的。顾星逸来到酒店房间，简单洗漱了一下，便躺在床上思考着，如果殷海不行的话，他还会去其他公司，总有可以的吧。如果都不行，大不了他多赚点钱，自己累点开个公司，带着夏西瑶猥琐发育得了。顾星逸丝毫没有发现，他的想法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从刚开始只想做个咸鱼，到现在为了夏西瑶去奔波。短短的相处，他越来越为他们着想了，更是不自觉融入了这个小家庭。杨丞琳的电话是在下午3点时打来的，他已经到了楼下，表示顾星逸需要与他一起去殷海大厦一趟。顾星逸没再多说什么，直接下楼与杨丞琳会合。殷海娱乐的公司位于魔都最繁华的区域，一整栋大厦全是殷海娱乐的产业。此刻殷海大厦18层会客厅内，公司董事长杨宪、人力部部长张超，还有其他几个殷海娱乐的经理都在。张超的脸色很难看，此刻正对着杨宪说着话。董事长，杨副部长的业务能力我没话说，但是这次我觉得他对这个顾星逸太重视了。他以前就是个3无的艺人，现在竟然跟我们提这么离谱的要求。抖音上那2首歌是好，但谁知道他是从哪弄来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于张超的抱怨，杨宪摆摆手，脸上带着和善的微笑。还是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的嘛，这次先看看他的才华，不行的话，我相信小林也不会多说什么。看着董事长一副和蔼的模样，张超只能憋着气，心里却在不停腹诽着，还不是因为那是你女儿，你就偏心吧。杨宪看到张超这副受气包的模样，又笑了笑。他作为公司董事长，自然不会女儿说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他也听过那2首歌，只能用完美来形容。不过他没必要向张超解释什么。至于说那2首歌是不是人家本人所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而且他心里对顾星逸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以前籍籍无名的艺人，现在竟然这么自信，敢提出那样的条件，说到底没点真才实学他都不信。这个观念，杨宪和杨丞琳一样，到底是父女，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杨丞琳带着顾星逸在这时到了会客厅。顾星逸从进门开始就看到不少这个世界上爆火的明星，他们每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果然是3巨头之一。这豪华程度，这大牌云集，看着就让人生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真有排面。一进到会客厅，顾星逸就感觉在座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自己，他们眼神里流露着各种神色，有怀疑，有惊讶，有不屑，还有探究。顾星逸很自然地落坐在客位上，一人对着一群，表情淡然，落落大方。杨宪心里止不住升起一丝欣赏之意，这么年轻的小伙，面对这种阵势还能表现得这么大方，第一印象不错。好了，既然正主到了，那就开始吧。顾先生是吧？你的要求我们开会研讨了一下，夏西瑶是吧？签约可以，资源也可以按最顶级的给，但是合同不能自由，这个我们真给不了，没有这么签的，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顾星逸点点头，他自然知道，不过合作嘛，肯定是要谈的，不谈怎么能知道他们的底线是什么呢？理解，所以合同签多久呢？杨宪呵呵笑着，直视着顾星逸。5年，我们以最顶级的资源培养他，并且他想发什么歌，参加什么活动，我们不限制，但是合同必须5年，这是公司所有顶级艺人的标准合同。顾星逸眉头微皱，丝毫没畏惧他的目光，同样直视着他。5年太长，我相信我的能力，你们的资源加我的才华，1年之内他必是顶流，或许都不要1年，所以我最多能答应的是2年，于1年给你公司带来足够多的利益，可以了。这2年，夏西瑶的歌不需要你们操心，而且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殷海写歌，但数量有限。呵，大话谁不会说？1年之内成顶流，你在做梦吗？顾星逸刚说完，就见坐在杨丞琳边上的一个秃顶男人嗤笑了一下，眼神轻蔑地看着自己说道。顾星逸只瞥了一眼他，没有理会，继续盯着杨宪。至于这位秃顶，这种人用实力来打他脸就行了，多说无益。杨宪眯了眯眼，手指轻轻敲动桌面，脸上笑意越加明显。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2年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一切都要看你的实力。这次请你过来，一方面是谈合作，另一方面最近华音下发了个全民活动，要求每个公司都要参与，但是只有1首歌能当选，我想拿下它，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呢？顾星逸微微点头，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个活动吗？好狂，有性格，我喜欢。具体活动细则让杨副部长跟你交接吧，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只要你的歌被认可，
我这边可以马上签合同。杨宪轻轻笑着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一切谈妥，顾兴义也放松下来，他站起身与杨宪握了握手，便和杨成林离开了会客厅。坐电梯下了2层，到达16层杨成林的办公室内。杨成林有些唏嘘，他没想到父亲会答应这么离谱的条件。不过这次的活动确实很重要，官方下场举办的活动，届时获得当选歌曲的公司自然会获得官方的青睐，其中的好处不言而喻，商人逐利，父亲显然不会做吃亏的买卖。杨成林在看顾兴义时眼神有些复杂，他挺希望顾兴义能一鸣惊人的，这就代表着自己的眼光是对的。那时候公司的一些闲言碎语自然会不攻自破。看下吧，这是这次活动的细则，只有3天时间给你创作，希望你能如愿。我也希望我们能合作成功。杨成林从抽屉中拿出一个文件袋，递到顾兴义面前说道。第27章，平凡的英雄。顾兴义打开文件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标题：平凡的英雄。看到这几个大字，顾兴义神色立马严肃起来，继续往下看去。英雄是平凡的，却又是不平凡的，他们没有神的能力，却做着神都做不到的事情。世间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神，只有愿意挺身而出的凡人。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是那些默默无名的英雄在努力地维护着这方净土，他们世世代代薪火相传。我华国身为泱泱大国，更不缺少这些平凡的英雄们，只是他们鲜有人知。现华英联合多部门向各大娱乐公司征集应选歌曲，以平凡的英雄为主题，来弘扬华国之文化，树立社会新风气。办公室内很安静，只有顾兴义翻动文件的声音。顾兴义的表情是自穿越以来最严肃的一次。他翻过文件，下面有几张照片。第一张是一群医生护士们穿着防护服，背景在半夜时分，暗淡的灯火下，他们甚至没能脱下衣服就累瘫在手术室外。第二张是3个消防员，他们满身狼藉，身后是被扑灭的大火。最前方的那个消防员脸上虽然满是灰烬，却带着明媚的笑容，全因为他的怀里抱着一个还在襁褓里的孩子。第3张是几名只有背影的战士，看不到他们的脸，只能看到他们背后的衣服上写着大大的缉毒2字，而他们的前方面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罪犯。第4章是快要倒塌的教室，2名教师簇拥着孩子们往门外跑着，还有1名教师正抱着一个孩子递给外面的人，而他的身后已空无一人，他是最后一个。类似的照片有好多张，顾兴义一张一张认真地看着，他的心微微颤抖，看到一张手指便禁不住摩挲一下。这才是华国的魂啊！顾兴义忽然觉得，就算英海娱乐没答应自己的条件，自己也会将这首歌写下来。这是他的荣幸，不牵扯利益，不计较得失。照片上的这些人，他们值得。看完所有文件，顾兴义将文件一一整理好收起，深深吸了口气。杨成林也在这时打破了办公室的这份安静。震撼吧？说实话，如果我有能力的话，哪怕倒贴钱我也要做一首好歌来陪他们。可惜我不行，就连偌大个英海娱乐都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个满意的作品。怎么样，你可以吗？你只有3天时间，3天后华英就要结束这次甄选了。顾兴义点点头，身为一个华国人，怎么能不震撼呢？放心吧，交给我，3天内我肯定给你们，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说完，顾兴义将文件收起，站起身来。那就这样，你给我准备一些曲稿纸，我回酒店慢慢研究。好，我送你。杨成林也不磨蹭，他知道3天时间想创作出一首好歌来很难，现在时间紧迫，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忙站起身与顾兴义一起下楼。晚上，酒店中，顾兴义洗过澡，来到书桌前，他将曲稿纸平铺在桌上，提起笔默默地思考着。他在看过文件后，脑海里便有了2首歌，2首歌都很贴合这个主题，一首是无名之辈，一首是只要平凡。顾兴义思考了许久，才决定下来，就它了。只要平凡，原世界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后又被华央拿来当作抗议主题曲的歌，很贴合这次的主题。平凡的英雄，默默无闻，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整首曲子虽然非常简单，但简单的旋律中前期却透露着一丝哀伤，之后又从哀伤逐渐转换为信仰。顾兴义提笔谱写着曲子，随着一个个乐符跃然于纸上，顾兴义仿佛回到了原世界疫情爆发的那个时候。每个人虽然被困在家中，却始终相信着我们会打倒疫情，始终确信我们会胜利。他想起了那个伟大的钟院士，想起了那无数个最美逆行者。就像那句话一样，这世界破破烂烂，却总有人缝缝补补，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负重前行。这就是那些平凡的英雄们。曲谱写完，顾兴义揉了揉略微发酸的眼眶，又拿出一张纸来，郑重地写下了歌名。等全部书写完毕，顾兴义将它们放在一起，轻轻地哼了起来。他不允许这首歌在自己手上出现一点错误，他反复哼了数次，确定一点差错没有，
才终于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他突然有些期待明天他们看到这首歌时的表情了。第二天，顾新义简单吃过早饭，没有通知杨丞琳，独自一人打车来到鹰海娱乐。杨丞琳还在办公室里忙着工作，突然看到顾新义造访他，很是惊讶：“你还有空来我这？只有3天时间啊，大哥，还不快去想歌去？写什么歌？写完了呀。”顾新义笑笑，在杨丞琳的满脸震惊下，将曲稿纸递给他：“先看一下，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吧？”杨丞琳像看怪物一样看着顾新义，干练的御姐少见的情绪有些失控。开什么玩笑？一个晚上能写出什么好歌来？他不会随便糊弄过去吧？杨丞琳皱着眉接过曲稿纸，他昨天还觉得这年轻人稳重优秀，今天对方就来打自己的脸了。他倒要看看他一个晚上写出来个什么。杨丞琳将目光放到曲稿纸上，看到歌名时他还一脸淡定，可接下来当他慢慢看完歌词时，整个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神仙歌词？处处写着平凡，却处处透露着不平凡，通篇没提一句英雄，却句句是英雄。这个歌词指点主题。随后杨丞琳又迫不及待地看向曲谱，片刻后他忽然抬起头看向顾新义，眼中放光。这真是你一晚上写出来的？顾新义摸了摸鼻子，淡定地说道：“不然呢？我可是熬了一晚才做出来的。怎么样，这首歌行吗？”顾新义故意又问了一遍，其实他心里清楚，这首若是不行的话，那没有行的了。杨丞琳眼睛愈发璀璨，他紧紧盯着顾新义：“你真是太厉害了，我的选择果然没错。你能唱一下给我听听吗？我想听听唱出来的效果。”第28章，只要平凡。一个晚上啊，杨丞琳都不敢想象，这得有多大的才华才能在这短短时间内创作出这样完整的词曲。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这首歌被唱出来是什么效果了。可以啊，顾新义点头，他闭上眼睛，稍稍酝酿一下情绪，想着当初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感觉。杨丞琳立马端坐起来，像一个虔诚的听众，只是美眸里那耀眼的光越发明亮。认真的顾新义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顾新义睁开眼睛就看到这一幕，他咳嗽一声，微微撇过视线，深吸一口气，这才轻声唱起：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顾新义的脸色认真，模样虔诚，他的声音温柔，随着曲调，他像是在缓缓诉说着一些平凡而又让人难忘的事。夏日的阳光从窗边照射进来，照在顾新义认真的脸上，这种场景让杨丞琳恍惚间好像从黑暗中看到一束光，照耀进人间。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就是这个感觉。杨丞琳此刻心已经开始微微颤抖，他在看到文件的第一感受就是这样，心碎，感叹生命，敬爱他们却又心疼他们。他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差距，差距就是别人都能感受到却表达不出来，而顾新义却能将他用一首歌完整的表达出来这份情感。对啊，因为有这些可爱的英雄们，他们不畏艰险，将生命的火点燃，人间才会有这么多奇迹发生。杨丞琳有些痴迷地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男人，沉浸在他的歌声中。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顾新义唱到这，他的眼眶有些湿润，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一张张拥有天使面容却模糊的脸，他好像站在那里，就这样看着那些被拯救的人们在向他们鞠躬致意。而顾新的对面，杨丞琳双眸中早已滑落泪水，他好像都不自知，只是怔怔地看着顾新义。之前在他心中，他只是个有才华却恃才自傲的人，可现在他心中他的形象越发明朗起来，他不仅有才华，有着一颗细腻的心，还有着别人没有的品质。他拥有着一颗永远怀着感恩的心。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一曲结束，杨丞琳还沉浸在歌声中不可自拔，直至顾新义轻轻咳嗽了2下，他才恍然回过神来，慌张地擦了擦脸上的泪痕。杨丞琳猛地站起身来，眼睛愈发璀璨，璀璨到顾新义都不好意思再直视他。可以吧？啪啪啪啪，太可以了，顾小友，真没想到你能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惊喜啊！就在杨丞琳刚要开口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杨宪一边鼓着掌一边往里走着，脸上带着明显被惊喜到的神色，说着。他的身后跟着人力部部长张超，此刻张超明显带着满脸菜色，他都不敢相信，这才多久，顾新义就真做出歌来了。
还是这么完美的一首歌。爸，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看到来人，杨丞琳神色有些慌张，他偷偷又擦了擦脸上的泪痕，面带不满地对着杨宪喊道。杨宪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依旧笑呵呵的，只是看着自家宝贝女儿的眼神有些怪异。他都多久没有见过自家女儿这副小女人姿态了？我要不来，怎么能知道顾小友做了一首这么好的歌呢？行吧。顾心意无语，这直接从顾先生变成顾小友了，果然是生意人，能给他带来利益的就是亲人。过奖了，杨董事长，您满意就好。满意，非常满意。顾小友，现在歌有了，那么只要这首歌被华音选上，与夏西瑶的合同我们便立马签署。现在我先跟顾小友签订一个合作协议吧，也省得顾小友担心不是。杨宪笑着点头，同时效率也非常迅速，直接将事情拍板定下。顾心意终于松了口气，他知道这是算是8、9不离10了。一行人就地签署合作协议，只要歌被选上，那么顾心意之前与英海娱乐所说的合作将会立马展开。签署完毕后，顾心意对着杨宪告辞：杨董事长，既然事情定下，那小子就先行离开了。好，也希望我们日后合作愉快。顾心意微微点头，拿着合作协议转身往办公室门外走去。我送你吧。眼见顾心意要走，杨丞琳突然说道，他刚刚一直都有些不敢看顾心意，自己之前竟然像个迷妹一样看着他，这对一个御姐来说就很羞耻啊。只是现在顾心意要走了，他的心里突然莫名的有些不舍。嗨，小林啊，我记得你不是还有工作没做完吗？小顾就不是小孩子了，哪里需要你送来送去的？顾心意转头还未说话，对面的杨宪突然先说了起来。顾心意见状，带着谢意对杨丞琳笑了笑：谢谢杨部长的好意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说完，顾心意转过身走出办公室，顺带将门轻轻关上，这才大步离开。而办公室内的杨丞琳此刻像只发怒的小猫，突然炸毛：爸，你什么意思？人家刚送来歌，你转脸就让人走？哪有你这样的？还在房间里的张超看到这个场景，突然浑身发毛，咽了口水，连忙说道：那个，我还有些工作没处理，我先告辞。没等杨宪说话，张超一溜烟窜了出去，顺带将门关严。直到出门后，他才擦了擦脑门上的细汗，快步离去。人家父女的事，自己可不能在那碍眼。杨宪看着女儿的样子，也不发怒，只是有些语重心长：小林啊，你也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顾小子是挺不错，但你可别忘了，人家是有老婆的，而且据我所知，他还有个女儿吧？杨丞琳突然沉默，片刻后才冷冷地说道：我当然知道，我送他只是因为他是我邀约过来的，就这么简单。玉姐又恢复了高冷，这气质连他父亲杨宪都有些发怵。行，你知道就好。我突然想起，我也还有工作要做。走了。杨宪拔腿就走，只是刚走出门去，突然又将脑袋探了进来。我说真的，乖女儿，你都26了，真该找个对象了。滚！好嘞，不催了，老子现在就滚。第29章，等待的时间。从英海大厦走出，顾心意在路边等了好久，才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顾心意上了车，司机师傅还调侃着，在这里上班的都是有钱人，一般出租车不会往这里来。顾心意是好运气才打到车的。顾心意摊摊手，他也很无奈，他是来求人办事的。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顾心意买车的念头，实在是出门太不方便，等个车都要浪费半天时间。车子行驶在去往酒店的路上，顾心意查询着回家的机票，他准备回酒店简单收拾一下，吃个午饭就走。明明是昨天清晨才离开的家，现在他竟然有些想家了。顾心意不清楚自己这是怎么了，原世界自己出门那么久都不会有想家的念头，可来到这个世界却变了。还没选好机票呢，杨丞琳的电话却打了进来。喂，顾先生，真好不意思，我爸的语气不太好，我代他向你道歉。电话里，杨丞琳表达着歉意，语气有些冷，像是还在生某人的气一样。顾心意有些惊讶，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且杨宪表达的已经很委婉了，作为资本大佬，他已经很给面子了。至于有没有卸磨杀驴的意思，不存在的，公平交易罢了。见惯了资本市场形形色色的人，顾心意对此早已了然。啊，没事，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你不用放在心上。听到顾心意这么说，杨丞琳的语气也稍稍缓和了下来。你不在意就好。对了，你现在在回酒店的路上吗？对啊，已经坐上车了，我准备回酒店收拾一下，就回江城去。顾心意说着，电话那头却沉默了一下，紧接着杨丞琳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是这样的，顾先生，你最好再等2天，如果你的歌词被选上，估计华音那边还需要你的协助，毕竟词曲都是你做的，你对这首歌的理解最深。酒店我给你多订了几天，你不用担心。听到杨丞琳的话，
顾心义打算回家的算盘落空，他心里顿时空落落的。不过人家的话也没错，后期要是还有什么事的话，自己2个城市来回飞也不是那么回事。好吧，我知道了，那我就再待几天，谢谢你通知我。不客气。与杨丞琳的电话挂断，顾心义遗憾地放下手机，转头看向车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他有些想家里的小家伙了。想到小奈奈，顾心义自己都没发现，他的脸上莫名扬起了笑意，仿佛心有灵犀一般。顾心义刚刚回到酒店，百无聊赖地拿出手机，夏西瑶的电话就打了进来。顾心义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立马传来小奈奈的声音：“喂，是爸爸吗？是小家伙啊。”即便看不见小奈奈的样子，但顾心义脸上依旧升起姨母般的笑容：“是爸爸呀，奈奈这是想爸爸了吗？”“想，爸爸。妈妈问你啥时候回来啊？”此时的家里，小奈奈双手捧着手机，窝在夏西瑶怀里，甜甜的说道。夏西瑶俏脸立即爬上红晕，无奈的白了小家伙一眼。明明是他吵着要打电话给爸爸，怎么现在扯上自己了？自己可没有问过这话。那你跟妈妈说哦，爸爸还要再过几天才能回去呢。顾心义偷偷笑着，他猜肯定是小家伙想要自己回去了，却搬出夏西瑶来。小奈奈听到这话，明显有些不高兴，在电话里哼哼唧唧的。顾心义嘴角微微翘起，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趴在床上。奈奈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啊？小奈奈听到这话，立马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妈妈，然后像是做贼一般低着头，小声的说道：“有哦，可是奈奈更想吃爸爸做的饭。”小家伙的语气极为认真，认真到将偷听的夏西瑶都给气笑了。这么小的年龄就会告状了是吧？拐着弯说自己做饭不好吃。然后夏西瑶就听到电话那头顾心义的哈哈大笑声，刹那间夏西瑶的脸更红了，她一把抢过手机：“好了，今天和爸爸的聊天到此为止。”“喂，那不是我问的。”“我知道的，家里还好吧？”听到顾心义的回答，夏西瑶只感觉更气了，他是不是在憋着笑？“很好，你这才出去了1天而已，能有什么事？好了，不说了，挂了，我要做午饭了。”“喂，你不能这样，我还没和小家伙聊够呢。再见。”夏西瑶却没有给顾心义这个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他的脸现在滚烫一片，再聊下去，他怕他想揍人了。见小奈奈还满脸遗憾地盯着手机，夏西瑶决定今天中午就做小奈奈最不喜欢吃的小青菜了。对的，小孩子不能挑食。顾心义听到听筒里传来的忙音，遗憾的同时脸上却依然挂着笑。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夏西瑶有这样的小情绪呢，就很不错。之前的他总给他一种说不上来压抑的感觉，那种压抑是他仿佛没有自我情绪，温柔到软弱的那种感觉。怎么说呢？顾心义将之称之为缺少独自灵魂的人。而现在这种情况正慢慢好转，他再变回他自己，这就很好。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不知不觉已到了7月尾声，再过几天便将迎来8月。顾心义在魔都已经过了2天，这期间他与杨丞琳通过几次电话，两人的关系也不再那么生疏。至少现在杨丞琳不会再一口一个先生叫着，让顾心义听着就很别扭。自己明明是小年轻一枚，都给自己叫老了。顾心义这2天依旧早起晨跑，一切好像都风平浪静。华阴那边的消息还没传来，顾心义只能慢慢等着。第3天傍晚时，顾心义却接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电话。喂，是老顾吗？我是陈峰啊。陈峰？顾心义也没想到会接到这个电话，他飞速地梳理了一下原主的记忆。片刻后，他才想起，这是原主以前上大学时的死党啊。两人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原主参加了男团选秀，而他的死党陈峰被迫回家继承了他家的小超市。回家不是陈峰的本意，他的志向并不在那。顾心义记得他一直都想进入动漫行业，毕竟他们是传媒大学毕业，陈峰学的就是动画制作之类。疯子吗？好久不见啊。想到大学时候两人的勾肩搭背，顾心义笑着开口问道。他在这个世界还没朋友呢。想到原主记忆里陈峰的人品和性格，顾心义笑容更盛。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貌似也挺不错的。第30章，兄弟到访。老顾啊，你小子结婚后什么情况？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是瞧不上兄弟我了吗？电话那头，陈峰的责备声传来，只是里面隐隐带着的关心语气，让顾心义止不住心里发暖。只怪原主结婚后总想巴结着高某和徐某两人，连这个最好的兄弟都没时间搭理了。嗨，之前是我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我这次，以后见面请你吃饭，给你赔罪行不？顾心义赔罪说道，心里则又将原主暗暗骂了一顿。是人是鬼都分不清的玩意，太丢我顾心义的脸了。哈哈，你说的呀，那不用等以后了，就今天吧。兄弟，我来江城了。陈峰的语气很兴奋，
骄傲的语气从电话听筒里都能听出。疯子，不是我不想请你，我现在不在江城啊，我来魔都办事来了，要过几天才能回去。顾星义面带尴尬，没想到陈峰跑江城去了，还扑了个空。你小子怎么又跑魔都去了？不行不行，等着，我现在就飞魔都。你这一顿肯定跑不了，我可是好不容易从家里跑出来，准备干大事的，这种好事怎么也得和你分享分享。行，我就在魔都等你，哪儿都不去，位置发你微信，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哈哈。顾星义爽快答应，他也想见见这个多年未见的死党。那说好了呀，我现在订票，这次非得宰你一顿不行。挂了挂了，走起。陈峰很效率，在挂断电话之后，没过一会儿就在微信上给顾星义发来了机票的信息。晚上10点到，还要几个小时。顾星义心情也很开心，就连多日等待的愁绪都消失了，哼着歌刷着手机等着他的到来。不多时，顾星义瞅着时间差不多了，便下楼来到门口。一辆出租车在酒店门口停下，从车上下来2人，其中一个1.7米左右微胖的男生脸上尽显激动神色，一下车就往酒店里张望着。另一个是女生，一副2次元的装扮，长得娇小玲珑，下车后略微有些不耐烦地跟在这个微胖男生身后。直到顾星义与这个男生看到彼此，两人皆愣了一下后，脸上同时升起笑意。老顾，疯子！眼前这微胖的男生正是陈峰。陈峰疾步走上前，眼里别提多兴奋了，他重重地与顾星义抱了一下。你这小子一点没变啊，还帅了许多，我都不敢认了。顾星义笑着打量着他，哈哈，你胖了，我记得你以前那身材多好，要肌肉有肌肉的，现在怎么养成这副德行了？哈哈，还不是家里有个嫌你瘦的老妈给我养的，快要出不去门了。陈峰嬉笑道，他以前确实不胖，身材也好，配着一张国字脸，颇有种不怒自威的形象。可是自从毕业回家后，就被圈养成了这样，国字脸也变成了圆嘟嘟的胖脸，身上肥肉多了一圈。难怪，不过这样挺好的，看着更舒服。那是。陈峰上前搭着顾星义的肩膀，转过身指着那个2次元女生说道，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阮晴。顾星义看了一眼阮晴，用手肘撞了撞陈峰的腰，小声道，行啊，疯子，女朋友找得不错。说完后，顾星义又对着阮晴点头示意，你好，我是陈峰的好哥们顾星义。你好，一直听阿峰说起你，没想到现实长这么帅。阮晴看到顾星义时，眼睛明显亮了一下，但很快就收敛起来，笑着回道，那是，也不看是谁哥们。陈峰紧接着说道，脸上笑容满意，换来了阮晴的一对白眼。又不是你，你骄傲个啥？哈哈，我和我哥们不分彼此，走走走，我飞这么远来宰你小子，今天可不能让你跑了。陈峰勾搭着顾星义往前走去，今天随你宰，我认罚。3人一路走着，最后陈峰竟然只找了个路边卖烧烤的摊子，拉着顾星义就坐了下来。顾星义心里偷笑，嘴上说着要宰自己，却还是舍不得，没看出来这胖子还挺傲娇的。3人坐下，陈峰大声喊着老板点串。顾星义却发现阮晴似乎有些不乐意，但他还是拿出纸巾仔细擦了擦凳子才坐下。心大的陈峰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幕。见此，顾星义拍了拍陈峰的肩膀，故意说道，疯子，要不换一家？你不是要宰我吗？这里能宰多少？没想到陈峰竟斜眼瞥了瞥顾星义，咋了？看不上路边摊了？大学时候不是常来？就这，咱们今天一醉方休。得嘞，好心当作驴肝肺。这家伙依旧是那么耿直。顾星义苦笑，行，就这里，你说的算。不过喝酒倒是不行了，我戒酒了。陈峰眉头微皱，他不明白顾星义到底什么意思，一会儿嫌弃路边摊，一会儿戒酒的。顾星义忙拍了拍他的肩膀，解释道，兄弟，真戒了，之前因为喝酒犯了不少错，之后改了，就再不喝了。陈峰见顾星义语气诚恳，这才释怀，略带遗憾地说，行吧，戒了也好，省得误事，那咱们今天就管饱就行。对了，我那明星嫂子呢？没跟你一起来魔都？陈峰比顾星义小1岁，所以他一直称呼夏西瑶为嫂子。顾星义摇摇头，没呢，我来这里有点事，她在家带孩子呢。倒是你家里怎么舍得把你放出来了？说起这个，陈峰明显一脸得意，神秘兮兮地凑近顾星义说道，那自然是在我百般努力下才能出来，我不是回去继承家里的小超市吗？嚯！回去后没多久，我才发现那哪是什么小超市，是全国连锁超市。你说气不气人？家里瞒了我这么久，到最后我才知道，我他妈竟然是个富二代。顾星义一脸震惊，当初在大学时，这货可没少蹭自己的饭，他每个月的生活费极少，恨不得1分钱8成2半用那种。没想到
现在摇身一变成富二代了，只能说他家人真会玩。顾兴义竖起了大拇指，你牛！既然知道自己是富二代了，不在家混吃等死，出来干嘛？靠！哥们可是有思想抱负的人，怎么能做米虫？这不好说歹说，家里才放我出来。陈峰满脸不爽，一副我是有梦想的勇士，可不是咸鱼的嚣张模样。第31章，传统本分的好女孩。可以，很有思想觉悟。顾兴义很喜欢陈峰这种性格，当即表达了自己的赞成。这时烤串正好上桌，三人便边吃边聊。对了，老顾，你现在在做什么呢？要不跟我一起干？我在江城那边开了个工作室。顾兴义忙摆手拒绝，等下西瑶出来工作了，自己还要带孩子呢，他又没有梦想，只想当个咸鱼。不了，我准备在家当全职奶爸。咋样，这理想也够崇高的吧？陈峰一脸震惊。崇高？太崇高了，你这是要做小白脸，吃软饭啊？嗨！顾兴义被呛到了，剧烈咳嗽了几下。谁说当奶爸就要吃软饭的？不过貌似吃下西瑶的软饭也挺香的。顾兴义陷入了沉思。陈峰见顾兴义没有说话，更加震惊。我靠，你不会真的想吃软饭吧？不过你的模样确实挺适合哈。去你的！谁说当全职奶爸就要吃软饭了？在家又不是不能赚钱。顾兴义狡辩道，他甚至看到在说他要吃软饭时，阮晴都向他投来了异样的眼光。陈峰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我说真的，要不你就来跟我一起干吧，我把我的那份股份分你一半。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做动漫，制作出属于我们华国特色的动漫，所以我出来跟我女朋友找了个合伙人，开了个工作室。这不，我女朋友就是配音，等时机成熟了，我还准备开个公司呢。你也是传媒大学毕业的，专业也对口，怎样？顾兴义听后沉思了一下，他看得出陈峰是真心实意的为他好，而且陈峰一直想要做动漫，从上大学那会学习的就很努力，可他父母却不赞成。没想到陈峰现在竟然真取得了父母的同意，跑了出来，也是够执着的。想了想，顾兴义还是摇摇头。疯子，心意我领了，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但一起做就算了吧。我真的打算在家当奶爸。顾兴义拍了拍陈峰的肩膀，鼓励道，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成的。那行吧，我也不劝你了，啥时候想来我随时欢迎，还是那句话，见面分一半。这次我要是能成功，就能圆梦了，到时候记得看我的处女座哦。陈峰见顾兴义心意已定，也不再劝，对着顾兴义豪爽一笑道。两人没再继续聊这个话题，而是一边吃着烤串，一边回忆着以前在大学里的欢乐时光。大多时候都是陈峰在说，顾兴义在听，他一边说着，一边还时不时给阮晴拿着他爱吃的串，阮晴时不时也插上一嘴，说着一些陈峰的事。虽然大家都没喝酒，但桌上的气氛一时还算热闹。一直等到桌上的串被消灭的差不多了，顾兴义看了看时间，已经接近半夜12点了。三人也早就停了嘴，顾兴义才说道，差不多我们回去吧，我住的那个酒店应该还有房间，正好你们可以入住。陈峰和阮晴同时点头，三人便打道回府。路上顾兴义和陈峰聊着天，阮晴不知在接谁打来的电话，他走到一边，声音挺小，顾兴义与陈峰都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好一会儿，电话挂断，阮晴跟了上来，陈峰扭头奇怪问道，谁啊？王军，工作室那里有点问题，打过来说情况的。阮晴回道，啊，啥问题？陈峰面色有些紧张，明显很重视这个工作室，就一些设备上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没事，你们继续聊吧。陈峰这才松了口气，转过头继续和顾兴义聊起来。哎，这个工作室可操了我不少心啊，前期在家时通宵做稿剪辑视频，就熬了我小半年时间。顾兴义点头，看来陈峰确实不是盲目去做，竟然准备这么久，还在家时就开始着手准备了。放心吧，疯子，我觉得你这次肯定能成功的。不过这个王军是谁？嗨，我合伙人，也是个做动漫的，我是在一个动漫节上认识小晴和他的，当时聊得挺投机，嘿嘿，所以一个变成了女朋友，一个变成了合伙人。哈哈，是的，所以说我还是挺幸运的吧。顾兴义没有回答，而是看向阮晴，此刻他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好像没有听到陈峰所说一样。顾兴义若有所思，他挺疑惑的，为什么疯子的合伙人半夜打来电话，不是打给他，而是打给阮晴？但是这话他也不能说，即便他和陈峰的感情再好，也不能擅自去插手这些问题。但愿是自己想多了吧。陈峰心大，许多事不会注意到，但两世为人的顾兴义不一样。通过这一晚上的接触，他隐隐感觉这个阮晴好像有点问题。表面上看着和陈峰很亲近，但顾兴义总感觉他离陈峰很远。
三人回到酒店，令顾心意更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要了2间房间。陈峰见顾心意眼神有些奇怪，脸色也涨红了起来。他将顾心意拉到一边，吞吞吐吐地说道：“小晴她是个传统的人，没结婚，所以……”我懂。顾心意给了陈峰一个了解的眼神，然后又继续问道：“你和她交往多久了？”陈峰只是稍稍想了一下：“快1年半了。小晴是个好女孩，这次出来开工作室也是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才下定决心出来的。行吧，传统本分的好女孩。”顾心意拍了拍陈峰的肩膀：“疯子，以后看事情细心点，你就放心吧。我晓得，这次的动漫我可是翻来覆去看好多遍，确认没错的。得嘞，驴头不对马嘴。”顾心意只能再次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你开心就好。”由于时间太晚，三人上楼，陈峰也没再去顾心意的房间找他叙旧，各自回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顾心意刚晨跑结束，准备叫陈峰起来一起吃早饭，却看到他们已经收拾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老顾，工作室那里出了点事，我得赶紧回去了。这么急，早饭也不吃了？顾心意有些惊讶，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出事了呢？看陈峰这焦急的样子，事情还不小。早饭不吃了，等处理好了，下次直接去你家做客，顺便尝尝嫂子的手艺。好了，不多说了，现在就得赶过去，要不赶不上飞机。陈峰说着话，手上还在按着电梯。行吧，那我下楼送你。三人匆匆走出酒店，幸好没等多久，就来了一辆出租车。陈峰坐上车，对着顾心意挥挥手：“老顾，回去吧，有时间再见啊。”好。还有，疯子，真有什么大问题，一定记得要联系我。陈峰点头，车子启动，慢慢消失在顾心意的视野里，一直到看不到出租车，顾心意才叹息一声，希望疯子能一切顺利吧。第32章，前往华阴。顾心意本就是孤儿，2个世界都是，但在这里，他有了家人，有了朋友，所以对比他人，他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感情。伤害到家人朋友的人，顾心意自然会想办法帮他们讨回去。陈峰回去了，顾心意突然觉得有些孤独，明明前2天都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他来了热闹之后，这份孤独才凸显出来。不过好在这份孤独没有持续多久，上午刚刚过9点，顾心意就接到了杨丞琳的电话，他的歌被华音选中了。据杨丞琳说，那边的人只是一眼就在万千投稿中选中了这首歌。杨丞琳语气很激动，他给顾心意打电话时人已到了酒店楼下，华音那边准备拍摄一个 MV， 需要词曲人顾心意去现场指导一下。说是指导，就是给意见，毕竟歌是他做的，他更能感受出这个 MV 该怎么拍，歌该怎么唱。那是华音啊，华央的下属部门。顾心意好好整理了一下自己，洗漱了一番，这才下楼。酒店外，杨丞琳还是开着那个灰色的奔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开的。御姐的喜好和别的小女生就是不一样。杨丞琳看到顾心意时，捋了捋额前的碎发，双眸有些发亮。没发现啊？打扮还挺像那么回事。顾心意摸摸鼻子，自动忽略了杨丞琳的眼神。走吧，时间不早了，大点干早点散，还能赶上午饭。顾心意二话不说就钻进了后座。杨丞琳翻了翻白眼，前面那么大的副驾驶坐不下他。2人上车，杨丞琳一边开车一边说着，华音那边负责拍摄 MV 的导演打电话来，可是一直夸你，怎么样？对 MV 和主唱歌手你有想法吗？可别去了那里掉链子了。杨丞琳明显比较担心顾心意年轻，没经历过这种阵势，担心他怯场，才提前跟他说一些事项。放心，我有数。顾心意老神在在，丝毫看不出紧张，反而是杨丞琳貌似比他这个正主更要紧张一点。杨丞琳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确实没什么紧张感，才没再说这事。9点40，车子停在一栋大厦门前停车场，顾心意与杨丞琳相继下车。顾心意抬头就看见大厦上那大大的招牌华央电视台，下面还有一排小字华音总部，霸气侧漏。顾心意没想到袁氏自己都没进过华音，这事竟然来了，还是被请来的。杨丞琳走在前方，催促着还在驻足的顾心意，2人一同并肩走进大厦。应该是杨丞琳事先与别人约好的，他们刚进入大厦，立马有一众人迎了上来。为首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虽然年龄大，但身材健硕，看起来依旧神采奕奕，一双眼睛里更是金芒闪烁。这老人一点都不像其他老人，眼中没有丝毫浑浊感。后面跟着一众中年人，年龄都在40岁上下，这倒显得杨丞琳与顾心意非常特别。不仅是特别年轻，一众上了年纪的人竟然来迎接2个小年轻。大厦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时不时将目光投向这里，看着顾心意，2人面带探究之色。林爷爷，你怎么亲自下来了？这要让我爸知道，他还不得骂死我啊！杨丞琳快步走上前去，拉着老人的手撒娇道。
这个举动将顾心意吓了一跳。玉姐撒娇，神仙也顶不住啊！果然，为首的老人脸上绽放出笑容，满脸宠溺。林丫头，你少来这套！你爸还敢骂你？你不揍他，他就该烧高香了！哈哈！林爷爷，玉姐罕见的脸红了一下，娇嗔道：“好了好了，说正事吧，这位就是顾小友吧？果然英雄出少年，一表人才。老爷子好，承蒙夸奖哈，我是顾心意。”顾心意礼貌地对着老人点点头：“好，好，又有才华又有礼貌，不愧是能写出这首歌的人。我是负责这次 MV 的导演林国栋，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也跟着林丫头一起喊我林爷爷就好。”见顾心意既有礼貌又不做作，一副宠辱不惊的模样，林国栋更开心了。他想象中的顾心意就是这样，心有沟壑，富有才华，又懂得感恩。如今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林爷爷，那小子就却之不恭了。顾心意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给人一种温暖又阳光的感觉。好，小顾啊，那咱们就上楼去吧。林国栋非常高兴，连称呼都变了。他直接拉起顾心意的手往电梯里走去，一点也没有介绍他身后其他人的想法。顾心意只能被迫跟上，但他还是与那些中年人点头示意了一下。电梯直接升到了20层，刚出电梯，林国栋就将顾心意拉进了录音室中。小顾，听林丫头说你唱得很好，你先唱一下可以吗？我们收到这首歌到现在还没听过呢，主唱也没定下来。好的，顾心意点头答应。小顾，清唱还是钢琴吧？这首歌只用钢琴伴奏就好。好。谈起正事来，林国栋明显认真了许多，他将顾心意一个人放在录音室，其他人都带了出去。随着工作人员将麦克风开启，一群中年人也都翘首以盼，看着顾心意在录音室坐下，酝酿着情绪。进入工作状态的顾心意很认真，外面人看来，录音室里面顾心意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变化了。林国栋见此点点头，这才是纯粹的音乐人嘛。音乐人唱歌就应该先赋予这首歌的感情，而不是一味的鬼哭狼嚎。里面顾心意开始弹奏钢琴，只要平凡的前奏也随之响起。外面一众人顿时都屏住了呼吸，听着钢琴声，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看向里面。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林国栋才听了一句，他的眼睛就陡然睁大。没错，这就是他心里想要呈现出的那种模样。在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知道，现在听到了，感触更大。那几名中年人也你望我，我望你，满眼的不可思议。他们没想到这首歌真唱出来竟然是这样的。而杨丞琳，即便他是第2次听到顾心意唱这首歌，但他还是止不住眼放异彩，紧紧盯着里面的顾心意。这样的顾心意实在是太迷人了。顾心意对此完全不知道，他已经沉浸在了这首歌里，只想将它唱得更好，最好不留遗憾。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歌曲逐渐到了尾声，林国栋此时已经双目微红。他以前是个军人，更能感受到这段歌词所表达的意义。往往那些隐藏在幕后默默无闻、最平凡的人，才最伟大，才最该被当代年轻人所追捧。可是，那么多追星的，有几个会追他们呢？不止林国栋，外面所有人都深受感触。他们此刻与顾心意一样，都进入到了那种状态。原来，一首好歌是真的能感染到所有人的啊！第33章，共创。一曲结束，顾心意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才站起身走出录音室。外面的一群人还在怔怔地看着他。下一刻，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为顾心意鼓起了掌。林国栋更是激动上前握住顾心意的手，眼神火热。小顾啊，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主唱不需要换人了，就你上吧。我有预感，这首歌会在网上刮起一阵关注平凡英雄的风暴，这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效果。那些平时默默奉献的英雄们值得。听到老爷子这么夸奖，即便是久经沙场的顾心意也禁不住脸红了一下，但他还是摇摇头，一脸诚恳地对着林国栋说道：林爷爷，我就不当这个主唱了，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要不您听听？林国栋皱眉，还有比这首歌词曲人更好的主唱？唱歌好的人多着去了，但是他相信没人能比顾心意更能理解这首歌的含义。见林国栋明显有些不愿意，顾心意也不再卖关子，飞快地将自己想法说出。是这样的，林爷爷，我觉得这首歌更适合孩子们来唱，一方面孩子们的声音更加清脆空灵，另一方面由祖国的花朵们来歌唱无名的英雄们，更能深入人心。听到顾心意的解释，林国栋不由瞪大了双眼。妈呀，这人是鬼才吧？对啊，他怎么没想到呢？孩子们本身就自带让人亲切的属性，由他们来唱，
再配合自己拍摄的那些素材，绝对能深入人心。绝了！果然不愧是自己看中的年轻人。这下林国栋的眼神更加热切，就连他身后的那些中年人都好似突然醍醐灌顶一般，皆不可置信地看向顾心意。他们在万千素材中选出了这些素材，配合这首歌的时长，可就是确定不下来主唱。没想到顾心意一句话就解决了。小顾，你真是个奇才，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华音工作？你放心，在华音肯定不会埋没你的才华。林国动起了爱才之心，他想把顾心意拉到自己身边，这样的人才放在外面太浪费了。别，林爷爷，我就一咸鱼，这次能帮上你们忙我已经很知足了。顾心意连连摆手拒绝，开玩笑，他自己有几斤几两他还分得清，他无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意见罢了。毕竟前世给顾心意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群孩子唱的这首歌。林国栋无语，现在咸鱼都是这样的吗？不过他也没强求，反正顾心意人就在这，也跑不了，以后真有这种机会再找他就是。好吧，人各有志，那小顾这次一定要多多出力，以后有合作的机会再说。跟我来吧，先来看下我们的镜头，看看这些素材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林国栋招呼着顾心意，将他带到另一个工作室内，这里是剪辑镜头的地方，所有的素材都会在这经过层层挑选，然后剪辑成这次的 MV。 在进入房间后，那些中间人也开始七嘴八舌地介绍起来。顾心意看向面前的电脑，屏幕上面闪烁着各种镜头，每一个镜头中都有那些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顾心意都被惊到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镜头，而且这些镜头最终会有许多被淘汰，这让顾心意有些难过。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一个素材上的人都值得尊敬，也值得被世人知晓。林国栋像是知晓了顾心意的想法，他拍了拍顾心意的肩膀，小顾啊，不用难过，本身这就是他们的责任，这次的宣传视频也没有人会记住他们哪一个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只要大家能够对这些群体心怀感恩，潜移默化的记得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些可爱的人就好。说起来，他们还应该谢谢你，只要平凡这首歌不仅适合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品味，又宣扬了这些能量，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做不出这种适合年轻人的歌，但我们又怕大家忘记了他们，所以才会想着征集一下歌曲。林国栋感慨着，又对顾心意笑笑，还好你做出了我们想要的东西，让我看到了当代年轻人炽热的心，这就很好啊。顾心意看着林老爷子，又看了看屏幕上不断闪烁的这些人们，真的被他们触动到了，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都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林爷爷，这些素材我没有任何意见，还有视频的制作，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还得需要您老等人来完成。说实话，我现在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成品视频了。顾心意非常诚恳地说道，他觉得经过这群人的手将成品视频做出来，一定比原始更加深入人心。好，我们一定会尽快做出来，最迟7月底，到时候这古风一定会刮遍华国的大街小巷。听到顾心意这么说，林国栋乐呵呵的点头。对了，听林丫头说你也有抖音是吧？1000万粉丝，还发了2首歌，到时候这个宣传视频推出来，和你抖音账号共创一下，毕竟你也是这个视频的主力嘛。顾心意懵了，怎么还有自己的事？他以为也就作词作曲栏写上自己的名字，没想到就连抖音都要共创，这明显是老爷子抬爱自己。要知道华音推出的视频，那浏览量不用说，届时光流量的收益都能让自己吃得7饱8饱。对此顾心意自然不会拒绝，心里也对林老爷子更加感激起来。那我就谢谢林爷爷了。顾心意对着林国栋道谢道，语气诚挚。林国栋挥挥手表示这都是顾心意应得的。结束这个话题，房间内的众人又讨论起后续工作的细节，这涉及许多专业知识，顾心意也没再多说，只是默默地听着。等顾心意从华音大厦走出，时间竟然已经来到下午1点。现在他整个人脑子都是胀胀的，那些家伙一谈论起工作来，一个个积极的不行，简直堪比工作狂。最后还是杨丞琳撒娇说要去吃中午饭，两人才逃脱出来。林国栋本来还想让顾心意与大家一起去华音的食堂蹭一顿，下午继续参加讨论。顾心意以自己的脑袋已经空空如也的借口脱身了，那些专业知识他一个外行人确实插不上嘴，也不用再继续多待。两人并肩走出华音，来时的天气还好好的，现在竟然下起了绵绵细雨。顾心意，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顿饭，与华音共创啊？要发财喽！两人淋着小雨往停车上走去，杨丞琳罕见的俏皮了一下，吐了吐舌头打趣道，这个御姐越来越没有御姐的样子了。顾心意挑挑眉，你一个家大业大的人，还要宰我这个平头老百姓啊？好意思吗你？第34章回家。妾，小妾。杨丞琳白了他一眼，脚步加快，气鼓鼓的先上了车。顾心意笑了笑，赶紧跟上，和这个御姐越熟悉，越能感觉到她性格真的很好，丝毫没有初见时的那种压迫感，典型的外冷心热。最后顾心意还是没能逃掉这顿饭，
让杨丞琳美滋滋地蹭了一顿大餐。吃过饭后，杨丞琳载着顾新义来到鹰海娱乐，这次来这里是拿合同。顾新义的最初目标夏西瑶的签约合同。两人坐上电梯，不知道为什么，顾新义突然感觉杨丞琳兴致好像不太高的样子，整个人蔫蔫的，明明这货刚蹭了一顿大餐。顾新义不理解，女人的心思太难懂，就像这天一样，说变就变的。出了电梯，径直来到杨宪的办公室，他早已在办公室里等候多时，合同也已准备好放在桌上。他脸上带着万年不变的笑容，看着推门而进顾新义。顾小友，合作愉快。合同在这，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顾新义点头，在办公桌前坐下，当面看起合同来。合同很正规，一式3份，只要夏西瑶签上字就立即生效。合同内容也与之前说的一样，鹰海娱乐会给夏西瑶最顶级的资源，最大程度的自由。就一句话，夏西瑶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能强迫她。这也是顾新义想要看到的。合同的周期是2年，之后续不续约全看夏西瑶自己的意思。合同全部看完，顾新义将其收起，站起身，伸出手与杨宪握了握。谢谢你，杨董事长，合作愉快。能够给出这样的合同，顾新义对他的感官也好上不少，至少他不会像其他黑心资本家一样，开出的合同中处处是陷阱。不用谢，我看中你的才华，你看中我们公司的资源，互惠互利罢了。还有，你曾经许诺我们公司写歌，这我就不单独给你立一份合同了。我相信顾小友的人品。杨宪也站起身，与顾新义握着手说道。顾新义自然不会推辞，但同样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不过前提我可说好了，我只写主打歌，而且为谁写歌全凭我自己的意愿，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找我写歌。没空，有脾气，还有才华来支撑这份脾气。杨宪对顾新义的感官越来越好，只是他看到一边女儿的样子时，心里又偷偷叹了口气。可惜了，年纪轻轻的结婚这么早干嘛？以顾小友的才华，不是公司顶流歌手缺歌，我也不会向你邀约。毕竟我也知道，日后以你的名气，写出的必是精品，一般人没那个资格。双方合作愉快达成。杨宪这时突然话头一转，现在合同拿到了，顾小友准备时候回去。顾新义不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立即回答道：我准备现在回酒店收拾一下订机票，一会儿就走。毕竟这里的事已经不需要我了。杨董事长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没有。那我祝你归途顺利。杨宪忙笑着说道，只是这笑容在顾新义眼里看来，怎么听到自己要走，他突然那么高兴呢？没做多想，顾新义起身告辞。杨丞琳将顾新义一直送到酒店门口，没有跟上去。从进入鹰海娱乐之后，他的兴致好像一直都不太高。顾新义，去机场我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去吧，我还有点事，先走了。顾新义转头摆摆手，好，路上小心。随后扭头往酒店里走去。杨丞琳看着顾新义的背影，莫名有些生气，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终于可以回家了，想我的小宝贝了。这是顾新义此刻由心而发的想法。他飞快地收拾好自己的物品，也没什么东西，就2身换洗的衣服罢了。订机票、退房、打车，一气呵成。下午6点，江城，顾新义手中拎着满满的礼物，迈步走入熟悉的破旧小区，脚步竟更加轻快起来。在他眼中，此刻就连四周斑驳的墙体好像都亲切了起来。直到推开久违的房门，家里依旧一尘不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好闻的清香味。顾新义狠狠吸了一口空气，这才大步走进客厅。客厅里静悄悄的，夏西瑶和小奈奈好像都不在家里。没有立即见到相见的人，顾新义心里隐隐有些失落。然而下一刻，主卧的门突然被推开，夏西瑶揉着迷蒙的双眼，俏生生地走了出来。在见到顾新义的第一时间，他猛地惊醒，不自觉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他此刻穿着吊带睡衣，其中一只吊带脱落到的手臂处，头发睡得乱糟糟，微张着小嘴，活脱脱一副睡美人的姿态。两人同时愣住，在夕阳的余晖下，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然后顾新义脸上逐渐灿烂，笑容满面。我回来了。夏西瑶的脸色慢慢升起红润，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心里有些慌张，却又有那么一丝丝甜蜜涌来。他低下头轻声回应，还不忘下意识地将掉落在手臂的吊带悄悄拉到肩头。对了，这个给你，回来路边正巧看到有人在卖，闻着挺香，我就顺手买了一束。顾新义从背后突然拿出一束薰衣草，紫色的小花盛开着，夕阳的光辉为它披上一层淡淡的金色，很好看。夏西瑶抿了抿嘴，她上前从顾新义手中轻轻接过这束薰衣草，脸上已是爬满红霞。这是他收到的他送的第一束花，薰衣草，花语是救赎与希望，他很喜欢。谢谢。夏西瑶鼓起勇气抬起头，直视着顾新义的眼睛，睫毛轻轻眨动。你吃过饭了吗？顾新义倏然一笑，没呢。
你们肯定也没吃吧？我来做晚饭，你去叫奈奈起床。夏西瑶的本意是想自己做，她在外面刚回来，肯定累了一天，可看到顾心意眼中的坚持，又想到她做饭确实比自己好吃的太多，最终还是点点头。我去叫奈奈，她知道你回来了，肯定很高兴，这2天一直在问我呢。夏西瑶说着，转身回到主卧，这次她并没有将门关上，而是就这么敞开着。顾心意往里面望了望，只见如今的主卧与她记忆中的早已大为不同，小奈奈四仰八叉的仰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夏西瑶轻手轻脚的将她抱起，她都没有反应，直到夏西瑶将小家伙抱到顾心意面前，亲了亲她的小脸，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奈奈醒醒啊，爸爸回来了。小奈奈忽然有了动作，她慢慢睁开那双可爱的杏眼，迷茫的环视一圈，然后小家伙的眼中突然有神，2只小短手对着顾心意伸出挥舞着。是爸爸呀，爸爸抱抱，奈奈好想你啊。第35章全职奶爸。小家伙如同树袋熊一般，被顾心意抱住后就搂着他的脖子不愿松手，一直挂在上面，就连顾心意到厨房做饭他都不愿撒手下来。最后还是夏西瑶板着脸，外加用顾心意新买的玩具诱惑，才终于将小家伙给摘下来放到沙发上。小奈奈一边玩着玩具，大眼睛还不时望向厨房，生怕顾心意的身影再次消失似的。忙活了一会儿，饭菜上桌，3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配着一荤一素2个小菜，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了餐桌前。夏西瑶低头看去，碗里的面条上搭配着2根青菜，照例还有2个煎蛋，金灿灿的很是诱人。她轻轻夹起一根放进嘴里，眼睛也享受地眯了起来。不得不说，顾心意做饭是真好吃，她出去的这几天自己在吃自己做的饭，已经不想下口了。小奈奈早已拿着她的小筷子大口吸溜起来，一根面条瞬间就被她吸溜下肚，同时她的一双眼睛也早变成了月牙。这种吃法像是夏西瑶饿了她几天一样，让夏西瑶又生气又无奈，技不如人，甘拜下风，还能怎么说呢？这也让夏西瑶加快了吃饭的速度。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娘俩在家时好像就没这个胃口，顾心意一回来，他们整个人莫名就放松了下来。夏西瑶一边吃着，一边胡思乱想着，想想就可怕。以前他们恨不得远离这个男人，短短时间下来，竟然被他潜移默化的腐蚀了。餐桌上只剩下吸溜的声音，直至夏西瑶吃完，才发现顾心意和小奈奈不知何时早就吃完，2人竟同步的对他行着注目礼。夏西瑶俏脸不由又是一红，忙擦擦嘴，站起身来掩饰尴尬，又将桌上碗筷收起。我去洗碗，你多陪陪奈奈。他将顾心意面前的碗也叠了起来，拿起往厨房走去。看着夏西瑶像阵风一般飘到厨房，顾心意摇摇头，他这次真的没想跟他抢，他慌什么？爸爸，快来和奈奈一起搭积木。好。小奈奈从凳子上跳下来，拉着顾心意的手往沙发前走去，那里有顾心意今天给他新买的玩具积木，可以搭配成各种物品的形状。之前的公主屋已经被小奈奈收拾完毕，现在完完整整的竖立在主卧里，夏西瑶还会时不时拿出来与小家伙玩过家家的游戏。现在又有新玩具了，公主屋肯定要被这个小家伙冷落一段时间了。在顾心意的帮忙下，小奈奈一边搭着积木拼出小房子的形状，一边奶声奶气的笑着。顾心意故意在这时问起了家中的近况，小家伙更是知无不言，特别在说到夏西瑶时，小家伙更是将妈妈卖了个彻底。妈妈也会想爸爸好，我看到了，妈妈经常会看爸爸唱歌的视频，偷偷笑。顾心意偷偷捂嘴笑，她真不是有意询问这个的。关键是小奈奈说的还很大声，丝毫没有发现夏西瑶已经从厨房杀了出来。此刻夏西瑶俏脸红的像个熟透的苹果，眼睛里却满是寒意，居高临下的盯着这个卖妈求爸欢心的小叛徒。小奈奈发现爸爸突然不说话了，疑惑的抬起头，就看到妈妈的一张大红脸。她呀的一声躲到顾心意的怀中，嘴里一直念叨看不见，妈妈看不见。夏西瑶不由气笑，伸出手拍了拍小家伙露在顾心意手臂外面的屁股，眼睛却盯着顾心意偷笑的脸，解释道：你别听奈奈乱说，我才没有，就有，妈妈骗人，骗人不是好孩子。小奈奈小脸深埋在顾心意的怀里，闷声闷气的喊道。夏西瑶眼瞅着要炸毛，顾心意立马举双手投降，将小家伙彻底露了出来。没有，我相信你，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是小奈奈可惨了，立马被夏西瑶捞了过去，蹂躏起来。小家伙大眼睛中星光闪闪，伸手看向远处正襟危坐的爸爸，完全没想到爸爸转脸就把自己卖给了妈妈。顾心意眼观鼻，鼻观心，为了能让夏西瑶顺心，为了这个家的繁荣昌盛，他只能让自己的小宝贝委屈一下了。一家人在一起玩闹了一会儿，小奈奈最终委屈巴巴的一个人承受了所有，独自在那搭着积木。顾心意揉了揉他的小脑袋瓜子，这才站起身来，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个纸质的档案袋，
放到夏西瑶的面前。圆满完成任务，你看下，这是鹰海娱乐的合同。夏西瑶看了眼神情认真的顾星逸，睫毛微微眨动，示意着他内心的不平静。他在外面仅仅几天时间，就真的为自己拿回了一份合同。夏西瑶低下头，拿起档案袋拆开，翻看着里面的合同，一直看到最后，他的手开始微微颤抖。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有的合同，顶级的待遇，完美的自由程度，就算他之前一直没有退圈，继续唱歌到现在，他都不会有这样一份合同。夏西瑶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就几天时间，他经历了什么，付出了多少，才能换来这样一份让人想都不敢想的签约合同。夏西瑶抬起头，怔怔地看向顾星逸，眼中噙着泪光，抿着小嘴，就这样与他对视着。他的脸上依旧挂着温柔的笑，仿佛这一切都是那么云淡风轻。半晌后，夏西瑶才轻轻地开口：“顾星逸，其实我不唱歌也行的。”声音虽小，但却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顾星逸这才微微皱眉不解，明明他喜欢唱歌，明明想要唱歌，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有些莫名其妙，他不懂这女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不是一直想要唱歌吗？现在机会有了，怎么还退缩了？顾星逸语气加重了一点，这还是他来到这里第一次跟他这样说话。当了一辈子单身狗的他，自然不会理解。夏西瑶此时心里乱糟糟的，他突然觉得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真去唱歌了，他害怕之后会有变化，害怕再也不会生活，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夏西瑶小嘴又轻轻抿了一下，直直地看着顾星逸，泪珠一颗颗滑落。过了片刻，他才悠悠说道：“我害怕以后会出现不好的变化。”这是夏西瑶第一次直截了当地对顾星逸说出自己心中的害怕。顾星逸愣了一下，然后微皱的眉头瞬间舒展，突然笑了，笑得很温暖。他拿起纸巾，抬手轻轻擦了擦夏西瑶滑落在脸上的泪痕。夏西瑶，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我很认真地告诉你，你放心的去吧，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一切都不会有变化的。我在家带孩子，毕竟我可是做好了当全职奶爸的准备。第36章住进主卧。夏西瑶完全没想到顾星逸会这么说，还直接上手给自己擦干了眼泪。太久没有遭遇过这种亲昵程度的夏西瑶顿时羞涩地低下了头，原本微红的脸瞬间通红一片，连之前的乱糟糟的心思都没空想了。顾星逸还以为他还在害怕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现在已经知道了，知道夏西瑶应该是害怕做出改变。毕竟在家太久没有出去过的人，总会有这种心理。于是他又开口说道：“我说真的，小奈奈就交给我就好，我会将她照顾好的。而且你也看了，你那合同自由程度很高的，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不用担心家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就行。”顾星逸说着，夏西瑶却压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脑袋里还是刚刚顾星逸轻轻抚过自己脸的那个场景。沙发上的小奈奈早就开始偷偷看着爸爸妈妈的互动了，她明显看到妈妈低着头的脸上嘴角都已经微微翘起了，而爸爸还在那一直唠叨个没完。小小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妈妈现在应该是开心的，而爸爸还在担心妈妈。于是他扑到顾星逸腿上，仰着脸，眨着大眼睛，突发奇想地说道：“爸爸，奈奈今晚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这句话一出，顾星逸瞬间石化，夏西瑶更是抬头，眼神错愕地看向小家伙，一颗心扑通扑通的快要跳出了心口。好不好吗，爸爸？见顾星逸没答应，小奈奈开启了撒娇大法，在顾星逸腿上打起了滚。顾星逸咽了口水，转头看向就连脖子都已通红一片的夏西瑶，眼神闪躲。这你要问你妈妈同不同意？这要让自己怎么回答？夏西瑶羞涩到有些崩溃，她慌乱地站起身往卫生间走去。我困了，先去洗漱准备睡觉了。夏西瑶仓皇逃跑，客厅里只剩下顾星逸与小奈奈大眼瞪着小眼。顾星逸已经麻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倒是小奈奈从顾星逸腿上蹦起来，抱住他的脖子。妈妈说了，爸爸准备好就行。夏西瑶有这么说。顾星逸转头看着紧闭的卫生间门，隐约能听到里面洗漱的声音。那就可以吧。顾星逸深吸一口小家伙身上的奶香味，给自己壮了壮胆子，自己完全是为了小奈奈，不是因为别的。过了好一会儿，夏西瑶才从卫生间里出来，不动声色地回了卧室。经过客厅时，就连看都没有往沙发这边看上一眼。顾星逸这才抱着小奈奈站起身，来到卫生间里帮着小家伙洗漱完，自己又简单洗漱了一下，这才抱着小家伙出来。直到此刻，他的心才开始飞速跳动。从客厅到主卧，短短的距离，他好像走了许久，直到脚步彻底踏入卧室，他的脑袋已经空白一片。房间里飘荡着淡淡的清香味，很好闻，也很诱人。顾星逸2辈子也没经历过这事啊，他此刻很想寻求帮助，他该怎么做？做什么？夏西瑶已经钻进被子中，好似睡着一般，侧着身子面朝里面，看不清他此时的具体模样，
只是他那晶莹红润的耳垂显示出他现在的状态。顾心义把门轻轻关上，关门声让夏西瑶的身子小幅度抖了一下，但他依旧没有起来。顾心义现在已经彻底摆烂了，都这样了，再紧张也没用，躺平就好。这样想着，他心态确实轻松了不少。将小奈奈放到中间，他在床的另一侧坐下，搂过小奈奈，开始给她讲睡前故事。今天爸爸给奈奈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个像奈奈一样可爱的小公主，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的白嫩，又透着红苹果一样红润，她的头发像夜空一样黑亮，所以她的妈妈给她起名白雪公主。顾心义温柔的话语声在房间里回荡，夏西瑶睫毛微微动了动，那颗剧烈的心也随着故事的展开慢慢平静下来。到后来，她竟不知不觉睡着了，与她一样，小奈奈也在顾心义的故事中慢慢睡着。夜色已深，顾心义见他们的呼吸慢慢平静下来，这才关上灯，钻进被子中躺了下来。枕头上都是那熟悉的淡淡清香味，顾心义第一次知道，原来女生的枕头是这么香的。搂了搂身边的小奈奈，伴随着香味，顾心义也很快熟睡了过去。一夜无话。第二天，顾心义的生物钟依旧准时，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他就醒了过来。他下意识地搂住怀里柔软的娇躯，然后猛然呆住，小奈奈什么时候这么大了？咕噜。顾心义咽了口口水，眼睛往被子里看去，他的怀里哪还有小奈奈的身影？不是小家伙，而是夏西瑶。顾心义彻底傻眼，啥时候的事，他怎么钻自己怀里了？淡淡的清香萦绕在他的鼻尖，怀里的娇躯柔软温热，顾心义的道心瞬间破碎。顾心义不自觉地俯下身子，直到贴近夏西瑶的俏脸，他都能感受到她温热的呼吸打在自己的脸上，很挠人。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咫尺，他都能看清她细腻皮肤下的红润。顾心义就这样停住，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然后他看到她长长的睫毛轻轻眨动，顾心义被吓得赶紧再次坐直身子，悄悄地抽回被他压在脖子下的手臂，弓着腰，小心翼翼地下了床，窜出了卧室。到了卫生间洗漱的顾心义满脸挫败，这大清早的也太折磨人了。顾心义不知道的是，他刚刚走出卧室，床上的夏西瑶竟睁开了好看的杏眼，微微松了口气。他捂着发烫的脸，缩进被子中，一副见不了人的模样。就在顾心义坐起身的时候，夏西瑶就醒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跑到顾心义怀里的，竟然还把他的手臂当成了枕头，就很丢脸。直到察觉到顾心义的呼吸打在自己脸上，他心里才有些恐慌。他想干什么？想偷偷亲自己吗？自己该怎么办？夏西瑶那时候慌得要死，又不敢醒来，只能继续装睡。幸好顾心义及时止住了，要不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他了。只是当顾心义真抽身离开后，他又隐隐感觉有些失落。夏西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只知道自己心里乱得很。过了许久，钻进被窝中的夏西瑶才深深吐出一口气，顺其自然吧。一直窝到8点，夏西瑶听到外面再次开门的动静，才从床上爬起，收拾一下走出房间。顾心义已经到了厨房准备做饭，看到夏西瑶出来，表情有些不自然地打了声招呼：早啊。夏西瑶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她甚至都没抬眸看他，只是轻轻回应了一声早。说完便走进卫生间洗漱。顾心义没有多想，继续转过身做早饭。没想到夏西瑶很快便洗漱完毕，径直来到了厨房。我帮你一起做吧。夏西瑶表情自然，熟练地接过顾心义手中的盆，帮顾心义淘着米。顾心义只是稍稍愣了一下，很快便反应过来，欣然接受了这份好意，侧过身开始洗菜。两人很有默契，像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夫妻一般。小小的厨房里，此时竟格外的温馨。20分钟后，金灿灿的小米粥与2碟小菜顺利出炉。顾心义摘下围裙，洗了洗手，自然地走进主卧，将已经睡到床角的小奈奈叫醒捞起。一家人愉快地吃了一顿早饭。饭后，夏西瑶看到一款非常漂亮的发型，非常适合小奈奈，正好小家伙最近头发长了不少，于是他连哄带骗地带着小奈奈出门理发去了。而顾心义熟练地窝到了沙发上，拿出手机，打开抖音刷着视频。夏天，空调、WiFi、西瓜，老婆孩子不在家，这日子顾心义此刻觉得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刚刷没2个视频，顾心义就看到只要频繁的预告竟然已经出现了。华英的速度就是效率，月底出视频，这才26号，预告就已上线。只要频繁的预告很简单，几个视频片段配上2句歌，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顾心义刚点开预告视频，他的声音竟然从手机中传出：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之后是3个消防员，他们拿着灭火枪，面向着熊熊大火，脸上沾满灰烬，眼神异常坚毅。视频到这戛然而止，只有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他们无名，他们平凡，他们却值得我们牢记于心。第37章预告。
顾心义百思不得其解，林国栋明明说会用孩子们来做主唱，为什么预告片会出现自己的声音？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这个预告片在网上的火热程度。一个片段，一句歌词，一声诉说，很短暂，却足以深入人心。预告仅仅发出了才2个小时，却已经杀上热搜第10。这也得益于一个个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他们用各种标题来大力宣传着这份预告，同时也让这个预告片进入了各大网红博主的视线。明眼人人都知道，等这个正片出来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热度，于是他们也开始纷纷转发。随着各大网红博主的转发，这个预告热度也越演越烈，来自各地的评论也以火箭般的速度刷屏着。向英雄们致敬，一句歌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平凡中透露着感动人心，是华国人刻在血脉里的热血胃凉。期待正片，一定第一时间观看，支持无名英雄们，已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独属于我们华国的浪漫。我只想说，唱歌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好像在哪听过，又想不起来，不管了，先点赞收藏。看到这3个年轻的消防员，我哭了。我儿子就是消防员，每次出任务，我们一家都心惊胆战。他们对得起所有人，唯独对不起自己的亲人。阿姨，我能理解你，其实不只是消防员，我是一名护士，每次累倒在手术室外，我妈也一直在家偷偷抹眼泪。楼上的护士姐姐，好心疼，好想抱抱你。你这个抱抱是认真的吗？护士姐姐，别被他骗了，让我来，我是认真的。妈的，本来要哭了，被你们这俩宰众又给逗笑了。现在我是又哭又笑。评论区各种评论出现，但无一不是期待正片出现。大家刻在骨子里的热血指引着他们开始关注这些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刷着评论的顾心义很欣慰，这首歌，这个视频，老爷子的心血没有白费，大家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他们想传达的感情和想法没有被埋没。那些不曾为人知的一个个感人故事在评论区争相上演，这就好了。开门声响起，顾心义放下手机，向门口望去，是夏西瑶牵着小奈奈从外面理发回来了。看到小奈奈的新发型，顾心义只感觉眼前一亮。原本小家伙的2条小羊角辫已经团成了2个小揪揪，上面绑着2条漂亮的大红色丝带，前额细碎的齐刘海一直流到眉毛，耳边原本细碎的碎发也收拢至耳后，活脱脱一个从童话世界走出的小仙女，看得顾心义心都要化掉了。顾心义忙伸出双手，这是谁家的小仙女啊？快过来，给我抱抱。小家伙立马笑得见牙不见眼，竟有些扭捏的跑到夏西瑶身后，抱住她的大腿，小脸深埋。夏西瑶都被小奈奈的动作逗笑了，好笑的看着这一对父女间的互动。嗨，小家伙还害羞呢。顾心义可不惯着他，他现在只想抱抱自己的可爱女儿。他站起身，走到夏西瑶身边蹲下，故作惊讶道：哎呀，这小仙女原来是我的宝贝女儿啊。说着也不顾小奈奈的挣扎，就将她从地上一把抱起，近距离看小家伙微红的小脸，灵动的大眼睛，粉嫩的小脸蛋上现在也有了一点肉。顾心义是怎么看怎么喜欢，他不自觉地伸出手指，在小家伙精致光滑的小鼻梁上轻轻刮了一下。奈奈是不想让爸爸抱吗？那爸爸可就伤心了。想，爸爸不许伤心。小家伙立马抱住顾心义的脖子，在他怀里拱啊拱，生怕自己的拒绝会打击到爸爸。顾心义开心的一口亲在小奈奈的娇嫩的脸上。哦，小家伙的撒娇太犯规，将顾心义彻底萌翻，连心底都如吃了糖一般甜滋滋的。果然人家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这句话一点没错。好了，别在门口腻歪了，快进去吧。夏西瑶笑着将大门关上，推着这俩无底线秀恩爱的父女就往屋里走去。顾心义乐呵呵地抱着小家伙坐回沙发，挖了一口西瓜塞进女儿的嘴里，又转头看向夏西瑶说道：对了，你是8月初去鹰海娱乐报道吗？闻言，夏西瑶也坐到沙发上，一双美眸轻眨。在这之前我要先去接回乐乐，再去找云姐，他们若是知道我能重新复出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夏西瑶说着，脸上由衷露出笑容。之前贸然退圈，他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两人，如今就算不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他们两人，自己也要努力才对。顾心义点点头，揉着小奈奈的头发，心里却在思索着到时该写首什么歌来给夏西瑶。这是他复出的第一战，必须打得漂漂亮亮的。夏西瑶的音色很好，不论是甜歌还是伤感的歌他都能驾驭，所以能选择的太多，顾心义一时也有些拿不定主意。思索片刻无果后，顾心义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对了，过几天去买辆车吧，不，买2辆，再过1个月，奈奈就该上幼儿园了，来回接送方便。另外，虽然鹰海娱乐会给你配辆保姆车，但平时闲暇时候你出门在外还是需要一辆车的。夏西瑶沉思了一下，也觉得可以买辆车。以前一直在家不出门，有没有车无所谓，现在要经常出门了，没车确实不方便。但是他又担心顾心义身上的钱不够，
毕竟前2个视频的收益用来置办了许多家具，顾心义又出门一趟，不知道还剩多少。虽然上次顾心义出门之前，他就将银行卡绑在夏西瑶的微信上，但夏西瑶并不知道里面具体有多少钱。奈奈马上又要上幼儿园了，到时候又是一笔花销。沉思过后，夏西瑶抬头，眉宇中流露出一丝担忧之色。先买一辆吧，你在家出门接送孩子方便，我在外面暂时有公司配的车，应该不太需要，等我赚了钱了再考虑买车的问题。夏西瑶想着，等自己发歌出专辑有收益了再考虑这些问题。想到这下，西瑶又有些忧愁，他自己都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有歌唱。虽然英海娱乐的合同是顶级资源，但上面还附带了一条歌曲自备。他不知道顾心义是怎么跟公司谈的，资源都给顶级了，为什么不帮自己约歌？他有些疑惑，毕竟自己也不认识几个词曲人。想到词曲人，夏西瑶突然愣住，然后看向一脸淡定的顾心义。他好像就会写歌，虽然自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但抖音上的那2首歌，有一首还是他现场交给小奈奈的。顾心义自然知道夏西瑶不买车的忧虑，他淡定地摆了摆手，放心，你不用担心家里的钱不够，让子弹飞一会儿，过几天就有钱了。第38章正片上线。7月30正巧赶上星期天，只要平凡的 MV 在早上8点准时上线，由华音与新瑶账号共创推出，华阳联合其他多部门同时转发，阵容可谓是空前豪华。当然，阵容再豪华，观众们想看的还是质量，只有质量过关了，大家才会买单，才会去关注这 MV 背后的故事。不过网上现在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新瑶出品必属精品。顾心义虽然只上传了2首歌，但却斩获无数粉丝的耳朵，大家也对他创作的歌曲质量满意。如今看到这个 MV 的词曲竟然都是新瑶，大家也瞬间来了兴趣。这个神秘的家伙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定惊人。于是观众们纷纷点开这个 MV， 想要一览盛况。江城的老小区中，顾心义一家3口也早早地窝到了沙发上。顾心义将手机投屏到电视，点开抖音。夏西瑶和小奈奈还被蒙在鼓里，他们只知道顾心义一大早就将他们拽起来，说给他们看的好东西，并不知道是什么。顾心义将歌曲 MV 点开，一家人同时看向电视。在 MV 画面刚出来的一瞬间，夏西瑶与小奈奈同时安静了下来。他们有些惊讶，只见电视屏幕上标题只要平凡4个大字出现，下面的词曲人清一色都是新瑶。而且这个 MV 竟然有7分钟之长，就连顾心义也一脸懵圈，不知道哪来的这么长的时长。林国栋早先跟他联系时是想把成片给他看的，可他并没同意。他想与家人一起分享这个时刻，而且他也无比相信林国栋的专业技术。夏西瑶转头看向顾心义，一双杏仁眼中异彩连连。他惊讶，他又写歌了，而且还是与华音共创，就很恐怖。原来他之前出去做了这么多事吗？自己都不知道。夏西瑶将目光再次移到电视上，想看看他究竟背着自己娘俩都做了什么。MV 中标题一结束，画面中就出现一群10岁左右朝气蓬勃的孩子们，他们统一穿着黑色短袖，在他们中间是一个中年老师在弹着钢琴。钢琴声响起，镜头一转，特写给到第一个小姑娘，她眼含深情，伸出手像是轻轻召唤着什么，开口唱道：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画面一转，一群身穿橙色制服的消防员脸带坚韧，扛着各种救援物资，以身躯化作桥梁趟过河水。镜头又是一转，切换到另外一个小姑娘，她以眼眶微红，低下眉头，轻声呢喃：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小姑娘的身影渐渐模糊，变成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着饺子，看着电视。本应喜庆的团圆，这里却安安静静，只有坐在首位上的奶奶忍住热泪，注目着电视。电视里是她孙子英勇牺牲的报道，又有2个小姑娘的身影相继出现，轻声歌唱：放过对错才是答案，活着的勇敢，没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2句唱完，身影消失，转而是一个长相不起眼的男人，他的双眸却熠熠生辉，正盯着公交车上行窃的小偷。小偷得手的一瞬间，他一把拽住小偷，可是附近围观的人却害怕的躲得远远的，皆是冷眼旁观。一瞬间，又有2个小偷将这男人包围，形势一时对这男人不利起来。正观看这视频的无数人，此时都忍不住揪起心来，拳头紧紧握紧，眼含泪花，恨不得钻到视频里帮助他制服小偷。可视频画面却在这时隐去，那老师只是默默地弹奏着钢琴，其中一个小姑娘又唱道：在心碎中认清遗憾，生命漫长也短暂。画面突兀地来到医院，一个满身疲惫的医生将一个新生儿交给一对老人，这对老人当场喜极而泣，不停感谢着医生。跳动心脏，长出藤蔓，愿为险而战。这个婴儿渐渐长大，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抓小偷的男人。此刻他正面对着3名小偷，脸上却依然不惧。镜头再次切换，又有2个小姑娘出现，她们张开双手在呼唤着。
跌入灰暗，坠入深渊，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动了！那群围观的群众们，其中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民工，他坚定地往前走了一步，挡在了这名男人的身前，面对着小偷。他满是沟壑的脸上，此刻是那样的坚定。随着他的动作，一名又一名的普通人上前走了一步，与那3名小偷对峙着。那3名小偷脸上明显泛起惊恐的神色，他们似乎再不敢相信，这些平凡到尘埃里的人是怎么敢踏出这一步的。就在这时，镜头里出现一个小男生，他面带希望的光，轻声哼唱：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播放到这，正观看视频的所有观众都忍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看到那3名小偷被合力制服。此心无憾，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就此点燃。钢琴曲还在继续，画面还在继续，但所有人心中的火都被点燃。这份愁绪，这份感动，这份来自身边的点点滴滴。他们注意到了，又一个小男生出现，他嘴角轻扬。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画面转过，是那群淌过河的消防员，此刻他们满是泥泞，却满脸欢喜，无数人夹道相送，挥舞着双手。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镜头拉近，这些消防员都才20左右，他们脸上的稚气还未彻底褪去，但这一张一张稚嫩的脸，此刻却被无数人记清。那些夹道相送的人口中虽然没有一句话，但手中的各种东西都往他们怀里塞去，那一张张带着笑的热泪铺满脸庞。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无言却泪满面。一个小姑娘的身影也在这时出现，她用干净纯净的声音轻唱着，任泪水铺满了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下一幕，一个个不为人知的画面出现，都是些平凡的人，此刻在观众眼里，他们又是那么的不平凡。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钢琴声继续响起，所有人都被这深入人心的音乐和画面感染着，他们只恨自己没有早点发现，原来身边竟有这么多可爱的人。整首 MV 到目前为止，这里面出现的英雄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被所有观众们牢牢记住。画面还在继续，所有孩子们的大合唱开始，震撼人心。那纯真的声音歌唱着这一幕幕感人泪下的故事，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他们平时在网上追星，在网上嬉闹，这是第一次，他们心中的某种火苗被点燃。歌曲的最后是所有孩子们齐声歌唱的画面：此行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画面陷入黑暗，一道男声突然响起：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就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罢了。顾星逸窝在沙发上揉着发涩的双眼，他有想到这个视频会很深入人心，没想到真拍摄出来是这么的震撼。夏曦瑶已经泣不成声，窝在顾星逸怀里，满目晶莹的泪滴不断滴落，像是断了线的珠帘，将顾星逸的衣服不断打湿。小奈奈此刻也是瘪着小嘴，小金豆不时从脸上滑落。小家伙已经有了最初的善恶观，他看到这些善良的哥哥姐姐那么辛苦，心里也很委屈。人都是感性的，这个视频到现在让所有观看 MV 的无数网友们泪崩，也让他们集体破防。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关注视频的时长了，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默默的心酸，默默的流泪。第39章，全网热议。男人的话语声结束后，黑漆漆的屏幕里再次响起一句对话：小顾，清唱还是钢琴吧？这首歌只用钢琴伴奏就好。好，简单的一问一答，只是这对话的男生，许多网友们都感觉到耳熟。他们仔细听着，然后恍然发现，这不是星瑶那独有的温柔声音吗？原来后面的是彩蛋吗？星瑶本尊会出现？果然，后面一张张被淘汰的素材飞快地在屏幕上掠过，顾星逸独有的温柔嗓音响起，配合着这些素材，再次让广大网友们破防了。这个比还要再来骗自己一波眼泪，我哭死！直至最后一张素材消失，星瑶的身影都没出现，她依旧是那么神秘。但所有人都满足了，这些素材，这个视频里的一个个身影，深深地烙印进所有人的心中。他们以后很长时间都不会忘记今天的所见所闻。甚至正片发出许久，都没有一个人点赞，没有一个人评论，大家好像都集体消失了。此刻华音的会议室中，林国栋一直在看着网上的实时数据，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时有1亿多人在看，却没有一个点赞。难道大家对这个视频不认可吗？林国栋有些失落，他擦了擦微红的眼眶，有些难以接受这样的情况。然而下一刻，只见这个视频的数据突然起飞，点赞数与评论数更是如洪水般爆发，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抖音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数据以喷井式上升着，仅仅几个呼吸间，点赞数从10万飙到500万，然后1000万、2000万。抖音平台迎来了它的历史首次卡屏。即使是这样，好像丝毫也阻挡不了广大网友们的点赞评论。他们从刚开始对华音推出的这个 MV 感到好奇，在看到是星瑶作词作曲时又是期待，但是现在完全看过后，他们彻底为之动容。共情，
是每一个人现在心底最直观的感受。这个视频也从末尾直接冲上来了热搜，牢牢占据抖音热搜榜第一。而紧随其后，下面的5个热搜全是关于只要平凡这个 MV。华英的会议室中猛然爆发一阵欢呼声，林国栋也激动地握紧拳头，无言地看着飞速上涨的数据。原来大家不是没有感触，是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份感触。时间又过去半个小时，这份热度不仅是抖音，甚至扩散到了微博。微博热搜清一色都是这个 MV 的话题，广大网友不断讨论着。不知是哪个网友最先看到华英平台上传了纯享版只要平凡的音乐，而且设定为免费。他在微博上仅仅是发了一个帖子，告知了一下众人。这一时间，在看过 MV 的所有人都冲到华英平台下方打分、下载、收藏，一键3连。只要平凡的风暴就这样席卷全网，刮起的风暴之迅速让见多识广的林国栋都没想到，他现在无比庆幸选择了顾欣逸的这首歌。这些素材如果换一首其他平平无奇的歌，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火爆。在短短1小时后，华英平台的单曲播放量破亿，而抖音更是突破到2亿播放量，这是个何其恐怖的数据！这也导致现在整个网络上热度最高的话题就是今天的这个 MV， 无论是哪个社交平台，这个话题都牢牢占据着榜一。榜一大哥无人可以撼动，全网观众都在热评着，那些身影深深地印刻在他们脑海里，他们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需要发泄出来。他们不该就这样被埋没、被隐藏。我们应该牢记今天看到的这一幕幕，将之精神传承下去。这一个个身影配上这样的歌曲，再由这些孩子们演唱，我真的哭死。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有些年龄看着都没我大，可看着他们用身体搭桥过河，我真的绷不住了。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行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以后我看谁还敢嫌弃欺负他们，我上去就是一个滑铲。没有他们的付出，哪有我们安定的生活？今天真见识到了，长大以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这样的人。从不曾消失的感动和致敬，多少无名英雄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繁荣昌盛。感谢华英，感谢星瑶，让我们听到看到如此深入人心的好作品。星瑶啊，我以后就是你的铁粉了，你的每一首歌我都爱听。自你出现以来，我已经听不下去其他的歌了，我是星瑶死忠粉。从他第一个视频出现，我就知道这个别不一般。我还在感动，只是可惜他还是没有露脸，是没有露脸。但我知道了，他姓顾，顾星瑶。怎么跟个女孩名似的？评论区基本都是夸赞和感悟，只有少部分无脑黑子刚说一句话，就立即被大军淹没。这种什么，没有人会惯着他们。还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顾星瑶的粉丝，看到这个视频后直接变成了死忠粉，他们在这一刻为自己能粉这样的人感到幸福。这一天内，整个华国娱乐圈都为之震荡起来，无论哪个娱乐公司或是个人，都在看过这个视频后默默的转发。这样的热度他们无比羡慕，可又羡慕不来，他们只能跟着默默的蹭着热度，强行卖一波人设。时至中午，此刻顾欣逸正搂着大小美女，温柔的揉着一个脑袋，拍着一个后背。他想开口，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因为他自己也被触动到了。这首歌虽然是他交给林国栋的，但整个视频都是华英摄制组的创作，他也没有提前去看，只能说华英给了这首歌一个完美的归属。窝在顾欣逸怀里低声抽泣的夏曦瑶拿着顾欣逸的衣角，将眼泪和鼻涕都抹在上面，委屈巴巴的小可怜模样惹得顾欣逸一阵心疼。不就是看个视频嘛，哭就哭了，怎么还委屈上了？夏曦瑶终于知道他前几天在外面忙些什么了，创作出这样一首歌，与华英合作，帮自己拿下那份不现实的合同。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他委屈的是顾欣逸在外面做了那么多事回来都没告诉自己，他有没有因为这个事在外面吃亏，有没有给人甩脸色，又是耗费了多少精力去创作出这样一首歌。他什么都不知道，只会在家里心安理得的坐享其成，甚至他回来时还给自己带了一束代表着救赎与希望的花。好了好了，不哭了，吃不吃午饭了？我去给你做好吃的，你抱着奈奈行吗？顾欣逸又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小家伙哭累了，早在顾欣逸的安抚下睡着了。知道了，你去吧。夏曦瑶用力的再次在他的衣服上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泪，从他怀里钻出来，撅着小嘴将奈奈抱到自己怀里，声音软糯动听。第40章购车。与此同时，江城市中心天美娱乐分部，刘倩脸色阴郁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她的经纪人袁姐同样脸色很差，房间内气氛沉闷，只有陶乐乐在不远处偷偷的笑，很是幸灾乐祸的样子。刘倩瞥了一眼自己的经纪人，她越发觉得这个年老色衰的女人真是没用。袁姐，
我的歌不是原定7月底在华音上线，现在怎么回事？歌被撸下来，让我8月初再上线。公司的宣传都做出去了，我刚买的热搜，他们倒好，不声不响的将我的歌延期不说，更是霸占了所有热搜。袁姐，这事一直都是你负责，你要给我个解释。袁姐脸色更加阴沉，出了这样的事，她本就心情不好，现在刘倩还跟自己大喊大叫，一时间她心里更是气愤。解释？你跟我要解释？你有本事找华音去，跟我发什么脾气？本来那边这次的活动原定是8月中旬结束，谁知道从哪窜出来的新谣，一首歌愣是让华音的 MV 提前上线。若不是还要靠刘倩吃饭，袁姐压根都不想理他。那现在怎么办？刘倩语气依旧很冲，袁姐皱皱眉，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还不能翻脸，只能深吸一口气，耐心说道：能怎么办？只能等这股风刮过，再让你的专辑上线。不过这次公司的资源肯定不会给太多，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刘倩也只能如此，只是她心里实在气不过，她只能在心里将新谣暗暗咒骂一通，都是她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热度抢走。当刘倩转过脸看到不远处正捂嘴偷笑的陶乐乐时，顿时更气不打一处来。陶乐乐，没看到这边乱成什么样子了吗？还不快过来收拾！声音尖锐刺耳，让陶乐乐忍不住掏了掏耳朵。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合同到期，已经递交离职手续了。哈哈，老娘不伺候了！陶乐乐说着大笑起来，坐在椅子上翘着腿，悠闲地喝着茶。反正都要走了，还给个屁的面子！陶乐乐此刻心里极为愉快。刘倩唰的一下站起身，指着陶乐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天也没能说出一句话来。有人欢喜，有人更欢喜。顾兴义吃过午饭，一家3口开开心心的打车出门。他们今天要去 4S 店买车。和华音共创的 MV 收益虽然还没到，但顾兴义身上的存款买一辆代步车绰绰有余。他们家距离最近的 4S 店有1个小时的车程，下午2点20，一家3口准时到了 4S 店。欢迎光临，先生女士有比较中意的车型吗？负责接待的销售员眼睛放光，他有着几年的销售经验，这样一家3口来看车的80%能够成交。顾兴义点点头，他在家时与夏西瑶2人提前研究了一下，最后选好了车型才过来的。有 H9 吗？顶配？有的有的。一听到顾兴义果然有中意的车型，销售员眼睛更亮。H9 顶配最便宜的落地下来也得要30个多个 W。 先生，我们这边 H9 顶配正好有现车，而且是2辆，一辆流沙金色，一辆龙胆紫色，您看您先看哪辆？销售员一边说着，一边带着顾兴义3人往店里面走去。他不愧是有过几年销售经验的人，说的话很有学问。他没有问顾兴义要看哪辆，而是问他先看哪辆，让人听到就很舒服，好像在说您这样的人不管哪辆那不是都随便选，这就是语言的艺术。龙胆紫吧，看着更深邃一些。这也是2人在家早就商定好的，龙胆紫更显贵气，夏西瑶出门在外也不会太失面子。先生真有眼光，龙胆紫确实更适合您夫人的气质。销售员一边说着，一边将顾兴义领到车前介绍道，这就是 H9 龙胆紫色，顶配带有 HUD 抬头显示、全景天窗、方向盘电动记忆座椅、后排老板键调节、座椅加热等多项功能，而且车内的氛围灯也非常漂亮。先生，坐进去试试。顾兴义摇头笑了一声，我就不坐了，夏西瑶，奈奈给我抱着吧，你试试。他看到夏西瑶在看到这辆车时眼睛明显亮了起来，显然他对这辆车挺满意的。夏西瑶有些害羞，双颊都有些微微发红，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将小奈奈递给了顾兴义，坐了进去。他以前也幻想过他会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没想到今天竟然实现了。车子很好，线条优美又不失霸气，上手感觉也好，引擎声音也棒，特别是这个车内饰，夏西瑶非常喜欢。看到夏西瑶有些爱不释手，顾兴义更加开心。他豪气地掏出自己的银行卡和驾驶证递给销售员，就这辆了，全款，刷卡。销售员嘴角都快咧到耳朵边，但他还是很有职业素养地问了一句，先生，不问问价格吗？不用，价格我再咨询过，你看着给优惠就好，只要不超过我咨询的那个价格，这车今天我就定了。听到这，销售员心里咯噔一声，好吧，眼前这帅哥也是个聪明的人，不告诉自己他的咨询价格，这让自己的操作空间少了很多。好的，先生，我一定会给你最大的优惠，等等我去准备材料，合适的话咱们成交。说完，销售员拿着银行卡与驾驶证离开，去准备各种材料。顾兴义没等多久，销售员就带着购车合同和各种材料回来了。几人走到休息区桌前坐下。先生，全款的话，我们这边可以给到您 38.5W 的价格，保险与上牌全包，并且送您全套汽车座套与车衣，明天就能提车。顾兴义点点头，这个价格与他咨询的差不多，
而且这个销售员也挺对他的胃口。于是他二话不说，输入密码，刷卡付款。所有手续结束，顾兴义与销售员约好明天上午过来提车，然后乐呵呵地离开了 4S 店。回到家中已是下午5点。刚到家的顾兴义接到了杨成林打来的电话。喂，大才子，恭喜你啊！现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那首 MV 与你的新闻，你这下彻底火了。同喜同喜，我可没那么想出名，倒是你们公司这次肯定获得不少好处吧？顾兴义笑道，自己这首歌是代表英海娱乐送去华音，他们公司必定获得了不少利益。这些利益也许一时就不见，但是以后会慢慢显现出来。华音以后有什么好处，肯定会第一个想到他们。那还不是托你这个大才子的福。说正事，夏西瑶什么时候过来报道？电话那头，杨成林调侃了顾兴义一句，然后笑着问道。顾兴义看了看沙发上正支棱起耳朵悄悄偷听自己电话的夏西瑶，笑了笑。过2天吧，最迟3号，家里还有些事，处理完就过去。好，那我就在此恭候他的大驾了。杨成林心里很好奇，能让顾兴义这样为他奔波的女人到底会是个什么性格。第41章，乐乐与云姐。4S 店的效率很快，第二天上午10点，销售员就打电话来通知，车子已经上好牌，办好保险，随时可以提车。提车的任务交给了夏西瑶，顾兴义没有和他一起去，而是留在家中照看着小奈奈。夏西瑶以前就开过车，所以顾兴义并不担心。一路到达 4S 店，夏西瑶成功提到车，尝试驾驶了一下后，他便驱车前往市区。他要去找乐乐和云姐，明天把他们一起带去英海娱乐。夏西瑶已经做好打算，明天就去英海娱乐报道。虽然顾兴义说可以晚些再去，可他并不想。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除了唱歌是他的梦想之外，他也不想像芝花瓶一样只会依靠着顾兴义。此刻夏西瑶并不知道陶乐乐已经离职，他开车到达天美娱乐大厦的不远处，才给陶乐乐打去电话，他想给他一个惊喜。电话很快被接通，夏西瑶脸上带着笑，就连声音都明媚了许多。乐乐，你猜猜我在哪？陶乐乐正在自己的出租屋中收拾着东西，离职之后他打算打道回老家，他已经想好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陶乐乐还能找不到工作吗？也正是这时，他接到了夏西瑶的电话。西瑶姐，你不在家还能在哪？笨蛋，我在你公司楼下了，快下来，我有事情跟你说。啊，那西瑶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到。陶乐乐一下子有些慌张，西瑶姐怎么跑自己公司楼下了？他一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跟夏西瑶说自己离职要回老家的事。幸好陶乐乐租的房子离天美娱乐大厦不远，不一会儿他便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楼下，左右张望着，直到他听到一声乐乐，我在这。他转头看去，只见夏西瑶从一辆崭新的车上下来，正冲着自己招手。西瑶姐！陶乐乐眼睛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快步走到夏西瑶身前。西瑶姐，你买车了？陶乐乐看着夏西瑶旁边那辆崭新的车子，一脸不可思议，那个男人竟会给西瑶姐买车，他不是对西瑶姐不好吗？夏西瑶笑着点点头，拉住陶乐乐的手。对啊，刚买的，今天来是有件事与你商量，你有空吗？夏西瑶杏眼微微弯起，开心的神色跃然于脸上。陶乐乐这才发现，这次的夏西瑶好像和上次见到的又有些不同，皮肤水灵了不少，脸蛋圆润了一点，气色也明显好了许多，最主要的是她身上的那股自信好像又回来了。见到夏西瑶这样，陶乐乐眼睛都有些发亮，她的西瑶姐回来了。西瑶姐，我有空，多得很，什么事你说吧。乐乐，再回来做我的助理吧，我们把云姐叫上一起，我要复出了。夏西瑶拉起陶乐乐的手，眼中带着憧憬的光。陶乐乐愣住，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半天他才回过神，握着夏西瑶的手不由更加用力。真的吗？西瑶姐，你没骗我吧？你要复出了？真的。夏西瑶给予肯定的回答。爷，我就知道，天无绝乐乐之路，哈哈哈。西瑶姐，太巧了，我刚辞职我们又能在一起了。陶乐乐一下子跳了起来，开心的手舞足蹈，他做梦都想继续和自己的西瑶姐并肩作战。夏西瑶呆了一下，他这才知道原来乐乐都离职了。乐乐，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任性了，以后不会了。都是因为自己，乐乐和云姐才会这样。一想到这，夏西瑶又自责又难过，就连之前的开心劲都消散了点。嘿呀，西瑶姐，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吗？我不怪你，我相信云姐肯定也不会怪你。而且你现在要复出了，我们要向着未来看啊。陶乐乐一看夏西瑶又陷入自责，忙稳住身形，抱住她安慰着。乐乐，你知道云姐在哪吧？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她吧。我知道，她现在肯定在青浦区人民医院照顾她的妈妈。每天除了上班的4个小时，
云姐都会在哪。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夏西瑶没有浪费时间，直接让陶乐乐上车，两人往医院赶去。车上，陶乐乐好奇地看了看车内这全新的内饰，又看了看专注开车的夏西瑶。西瑶姐，你复出，他知道吗？夏西瑶点点头，嘴角不自觉地轻轻翘起。知道，这次复出还是他去帮我谈的合同呢，而且这车也是他给我买的。陶乐乐惊得小嘴微张，他不敢相信地惊呼出声：他帮你谈的合同？怎么可能？西瑶姐，你不会骗我吧？夏西瑶摇摇头，很认真地说道：是真的，他帮我谈的鹰海娱乐的合同，而且是最顶级那种。陶乐乐不知该说什么，他怎么也想不通，就顾心意那种怎么能谈下来顶级合同。夏西瑶见陶乐乐没有回话，继续说着：顾心意他现在对我真的挺好的，你不要再用那种态度对待他了。哦，西瑶姐，霸气护肤哦，我吃醋了，哄不好那种。陶乐乐撅起嘴拉了一个很长的尾音，打趣起夏西瑶来。夏西瑶俏脸陡然泛起红霞，却没有反驳。车子在两人的聊天中很快就到达了医院。夏西瑶与陶乐乐拎着他们在路上买的水果，一路来到医院的住院部。住院部3楼302号病房。夏西瑶心里忐忑不安地敲开门，在看到云姐的刹那，她险些哭了出来。原本一头青丝的云姐竟然生出了些许白发，坚韧的脸上如今也饱经沧桑，憔悴的不行，穿着一身素布衣，洗到发白那种。这个样子与之前的夏西瑶如出一辙，可以看出她过得也很不好。在见到夏西瑶时，云姐彻底愣住，怔怔地看着她。夏西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两人对视着，一时无言。还是陶乐乐最先跑进来，拉住云姐的手：云姐，我和西瑶姐来找你了，阿姨身体怎么样了？云姐这时才反应过来，有些慌张，两只手纠结在一起。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你看我这个样子。西瑶，快进来坐着吧，我刚将妈妈哄睡着，身体还好，能吃能喝，再做一次手术就能痊愈。说起母亲，云姐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只是这份笑容里又掩藏着一丝苦涩。她已经山穷水尽了，外面还欠着10来万，家里亲戚朋友全借遍了，下次手术她拿什么交呢？夏西瑶走进病房坐下，她低着头，咬着唇，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再看云姐。陶乐乐拍了拍云姐的手，目光看向夏西瑶。云姐也看向夏西瑶，仔细地看着，片刻后脸上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她走近她，坐在她身边，拉着她的手：西瑶，你能来见我，我很开心，见到你现在这样，我更开心，这就说明你过得还不错，以前云姐拦着你也是为你好，你别往心里去。云姐，对不起。夏西瑶再也绷不住了，直接扑到云姐怀中，眼泪如雨滴般滑落。云姐轻轻拍着夏西瑶的后背，柔声说道：不用道歉，哪有妈妈会怪自己孩子的呀？我是真的把你当做我女儿来对待的。好了，不要哭了，再哭就变丑八怪了。第42章，云姐的拒绝。夏西瑶是孤儿，但她从大学毕业后就有云姐一直照顾着。从她籍籍无名到她参加一档唱歌比赛走红，再到她退圈，无时无刻云姐都陪在她的身边。所以当云姐说出哪有妈妈会怪自己的孩子时，夏西瑶哭得更凶了。云姐是守着她一步步成长的，真的就好像母亲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当初她任性退圈，受到伤害最大的不是她，而是云姐。云姐就这样轻轻拍着夏西瑶，直到她哭累，抬起已经红肿的双眼看向自己，云姐才对着她温柔地笑了笑。夏西瑶抿了抿嘴：云姐，我要复出了，你还来做我的经纪人好吗？听到夏西瑶这么说，云姐一愣，然后皱了皱好看的眉头。先不说复出的事，你的孩子怎么办？你放心，顾心意那小子带着他吗？对比陶乐乐，云姐更理智，她清楚地记得那个小子看着就不那么老实，不像是会带孩子的人。但夏西瑶却点点头：顾心意是奈奈的爸爸，他会照顾好奈奈的，我相信他。云姐揉了揉太阳穴，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看夏西瑶的样子很坚定。好，就算他能照顾好孩子，你要知道，付出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现在有能签约的公司吗？就算签约之后，公司又会给你什么样的资源呢？云姐，你看，这是鹰海娱乐的合同。夏西瑶忙从包里将合同拿出来，递给云姐，生怕晚了一点，她就不相信自己似的。看到合同，云姐愣了愣，竟然是华国3巨头的鹰海娱乐。好，我看看。说着，云姐接过合同，仔细地翻看起来，然后她越看越震惊，看到后面手已经开始微微抖了起来。这是什么神仙合同？夏西瑶绑架鹰海娱乐的老板了？这完全是不对等合同。对娱乐公司来说，这里面好多条像是夏西瑶给鹰海娱乐的霸王条款，比如最顶级资源，比如不限制自由，比如2年合同。云姐猛地抬起头，这是真的，真的。云姐你看，上面还有鹰海娱乐的章呢，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夏西瑶赶紧解释。云姐彻底呆住，直愣愣地看向夏西瑶。这份合同里面的条条款款，她这个经纪人这辈子都没见过。离谱！银海娱乐疯了。云姐，是真的，明天我就要去银海娱乐报道去了。夏西瑶见云姐还是有些不信，忙继续解释道。云姐这才相信，只是她的脸上依然满是震惊。夏西瑶，你老实跟我说，你是怎么签到这份合同的？见到云姐终于相信自己，夏西瑶这才松了口气，脸微微红了红。是顾星逸去魔都帮我拿来的，他帮银海娱乐写了首歌。顾星逸，云姐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顾星逸给夏西瑶谈合同，还写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离天下之大谱。西瑶，别管云姐不相信他会写歌。好吧，就算他会写歌，什么样的歌能值得了这样一份合同？西瑶，你可别给他骗了。云姐，他真的写歌了。见云姐不相信顾星逸，夏西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抖音，将星瑶的账号点开递到云姐面前。云姐半信半疑的接过手机，就连一边的陶乐乐也凑了过来，她也不信那个男人还会写歌。然而下一秒，我的天，1亿多的点赞！陶乐乐夸张的喊了起来，然后又突然缩着脑袋，带着歉意的笑了笑。这是病房，自己这么大喊大叫会影响到病人。云姐也傻了，什么视频1亿多点赞？然后她就看到了账号的名字，星瑶，后面跟着华音共创。星瑶，华音，原来如此。云姐都没点开视频，因为这个视频他们都看过。云姐茫然的抬头，星瑶是顾星逸。陶乐乐也在一旁惊呼，但这次却压着声音，星瑶啊，现在全网最火最神秘的家伙。对了，他好像真的姓顾。两人震惊的模样让夏西瑶再次红了红脸。顾星逸能被认可，他也很开心。他一板一眼的说道，对啊，顾星瑶，我女儿的大名。天哪，大佬就在身边。那他以前的鸟样，是扮猪吃老虎，真该死啊。云姐这时也缓过劲来，她抬起头将手机还给夏西瑶，眼神有些复杂。夏西瑶能生活得很好，前途光明，她当然很开心。只是西瑶，以你这个条件，一定能找到更好的经纪人。我就算了吧。不是，云姐，云姐，为什么？你不要我了吗？陶乐乐和夏西瑶同时出声，夏西瑶更是一脸委屈的模样。云姐叹了口气，看向病房内，你也看到了我这个情况，母亲需要照顾，我真的走不开。可以雇保姆啊，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随时可以远程观看这边的情况啊。陶乐乐直接说道。夏西瑶也一脸希冀的看着云姐。云姐面露难色，她哪里不知道可以雇保姆，可她现在的经济情况又怎么允许自己这么做呢？而且自己这样跟着夏西瑶只会拖累她。西瑶，你不用再劝我了，我想守着母亲，你们回去吧。云姐，回去吧。西瑶，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以后不要再那么任性了。云姐揉了揉夏西瑶的头发，狠心扭过头去不再看她。夏西瑶咬了咬嘴唇，她不明白为什么云姐不愿意和自己走，带着希望过来，又带着失望回去。一路上，夏西瑶与陶乐乐都沉默着。夏西瑶将陶乐乐送回去，又独自一人驱车回家。房门打开，顾星逸正带着小奈奈做游戏，看到夏西瑶时不由一愣，她哭了。咋回事？回来了？事情还顺利吗？不懂就问，顾星逸直接问道。夏西瑶瘪着嘴坐到沙发上，看到顾星逸的一瞬间，她像是看到了依靠，又有些想哭。云姐不愿意和我去，为什么？顾星逸挠了挠头，记忆中那个严厉的女人应该很宠夏西瑶的才对，怎么会不愿意呢？夏西瑶将今天在医院的所见所闻都与顾星逸说了一遍，她委屈地说着，顾星逸默默地倾听着，直至听完全过程，顾星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知道了，你呀，就是笨蛋。你在家带着奈奈，我出去一趟。啊？你去哪里啊？夏西瑶瘪着嘴，脸上带着不乐意，不知道是不乐意顾星逸说他笨蛋，还是不乐意顾星逸不在这时陪着他。我去找回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啊。笨蛋。第43章。阿巴阿巴。顾星逸先是找到了一家家政公司，后又驱车来到夏西瑶所说的医院。他没有直接去找云姐，而是率先找到了医生。他在医生那了解了云姐母亲的详细情况，这才登上住院部，来到302号病房门前。病房前，顾星逸整理心情，脸上尽量做出冷漠的表情，在房门上轻轻敲了几下，里面传来脚步声。下一刻，房门打开，眼眶微红的云姐出现在顾星逸面前。看到顾星逸的时候，云姐不免一愣，不知道他过来做什么。云姐，不先让我进去吗？顾星逸声音平静，高出云姐一个头的他看上去气势很强。云姐敛眉，但还是侧过身，
让顾心意进了房间。小云，这是你朋友吗？顾心意刚进入病房，就看到一个头发花白、双颊消瘦入骨的老人正卧坐在床上，看向自己。云姐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见顾心意快步走到病床前，握住她母亲的手。阿姨，我妻子是云姐的朋友，我妻子之前来过一趟，您当时在睡觉，就没打扰您。原来是小云的朋友啊，小伙子，你们有心了，我家小云能有你们这些朋友，是她的福气。云姐母亲轻拍着顾心意的手，一脸慈祥，只是她瘦如骨柴的身子却看起来那么让人心疼。阿姨，看您说的，我们有云姐做朋友才是福气脸。我妻子在家天天念叨云姐的好，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了。只是可惜，这次工作我妻子想和云姐一起去，但她心疼您的身体不愿去。您不知道我妻子回家伤心的哟。顾心意碎碎叨叨的，她身后的云姐脸色却猛然一变。这家伙原来是夏西瑶请来当说客的吗？什么工作？小云，这是怎么回事？云姐母亲并不知道她的具体工作，现在听到顾心意这么说，花白的眉毛立刻皱了起来。妈，你别听她瞎说，没什么工作，我工作好着呢。云姐瞪了一眼顾心意，连忙跟自己母亲解释道。云姐母亲虽然已经将近70高龄，但她又不傻，她知道肯定是自己让女儿操心了，这才耽误了工作。当即她双手反握住顾心意的手，询问道：小伙子，小云让你们费心了，这孩子就是犟，你跟我说说什么工作？顾心意面露为难之色，看了看云姐，然后才说道：阿姨，您看我这嘴就没个把门的，主要这工作需要出差，本来想为您雇个保姆来照顾您的，云姐放心不下，她想亲自照看您。小云，你这孩子，这种事怎么不跟我说？既然工作需要你去出差，那就去。云姐母亲听到顾心意的话，转头望向自己的女儿。妈！云姐急了，心里更是恨死顾心意。她确实想留在这照顾母亲，但根本原因是她根本走不了，她哪来的钱雇保姆？就连下次手术的钱，现在都让她心力交瘁。云姐，我们出去聊聊。顾心意脸色依旧平静，仿佛对云姐的怒目相视丝毫不在意。她握了握云姐母亲的手，又亲切地说道：阿姨，您别急，这事我和云姐聊聊就好。说完，顾心意起身离开病房。云姐咬了咬牙，看了看自己的母亲，跟着走了出去。走廊内，云姐抬头瞪着顾心意：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就当我是坏人吧，我只是不想让夏西瑶难过，我了解她，你不跟她去，她会一直惦记着你，到时候10分热情，能有5分就不错了。对了，阿姨，下次的手术费我给你交了，保姆我也联系了，电话给你，你自己选人。顾心意淡淡的回道，两人之间的身高差让她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呵，顾心意，你在施舍我。云姐怒笑，你想多了，要还的，以后就从夏西瑶给你的工资里扣。你和乐乐这次是夏西瑶带去，和英海娱乐无关，他给你发多少工资我不管，反正这是我的钱，你得还我。顾心意一副地痞无赖的模样，耸耸肩，反正手术费和雇佣保姆的钱我交都交过了，人家也不给退，接下来你怎么做我可不管。顾心意说完，没给云姐反应的时间，转身大步往出口走去。顾心意，别和西瑶说。当他快要走到门口时，云姐的声音传来，顾心意头也没回，只是摆摆手。云姐就这样看着顾心意的身影消失在门外，眼神复杂，半天后才返回病房。小云，那个小伙子回去了。云姐母亲见她一个人进来，拍了拍床边，让云姐坐下。你别怪人家小伙子，人不错的，妈见的人多，从他的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妈也知道你孝顺，但女儿，人的路有许多条，若是选错了，以后会后悔的。妈的身体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再做一次手术就能彻底痊愈，而且人家医生也说了，风险不大的，所以不用担心妈的身体，去吧。若真是因为妈导致你以后后悔，妈的心里才真的难过。云姐低着头，默默听着母亲的叮嘱，沉默了好久之后，才终于轻轻的点头。这边顾心意刚回到家，夏西瑶就凑了过来，小脸上挂满了求知欲。顾心意故意没有看她，而是欢快的抱起了小奈奈。奈奈，晚饭想吃什么呀？夏西瑶的表情彻底呆住，不可置信地看向从自己身边走过的顾心意。爸爸做的都爱吃。小家伙非常捧场地说道，丝毫没有注意自己的妈妈此时已经垮着小脸。好，那爸爸现在就去做。说着，顾心意亲了小家伙脸蛋一口，往厨房走去。顾心意，我生气了。夏西瑶瘪着嘴，满脸委屈，这人竟然对自己视而不见，不知道他在家里等得很心急吗？啊，什么事？顾心意转过身，一脸无辜的表情让夏西瑶更加生气。出门的时候还一脸温柔的叫人家笨蛋，回来就装傻。越想越气，夏西瑶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抱着胸，撇过脸不再看他。小脾气见长。
不错。顾心意笑了，决定不再逗他。明天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你那俩忠实保镖。就你这脾气，不带上他们，出去还不给人家欺负死？夏西瑶猛地转过头，眼中闪着光，这变脸速度让顾心意都惊叹。云姐同意了，你说呢？好了，我要做饭了，请你不要打扰我。顾心意，你怎么做到的？阿巴阿巴。第44章到达阴海娱乐。夏西瑶最终还是没有问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一问就装傻。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看着他眼中放光。自从他改变后，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顾心意坦然享受着夏西瑶的崇拜眼光。他现在是狗大户，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与华英共创的收益让他钱包鼓鼓，膨胀到不行。就说云姐这事，夏西瑶跟他讲了之后，他就大概猜到原因了。人饭都要吃不上了，跟你去追寻什么梦想？这也让顾心意感叹，男人和女人看待事情的眼光与处理方式真的大为不同。女人大多感性，男人大多理性。第二天一大早，夏西瑶就爬了起来。顾心意今天也少见的没有出去跑步，两人很有默契的待在厨房里，一起做着早饭。夏西瑶的行李已经收拾好，放在客厅，小奈奈还在睡觉，她不准备等小奈奈醒来再走，她怕自己到时候舍不得。早饭很快做好，夏西瑶安静的吃着早饭。顾心意坐在她身边，有一嘴没一嘴的说着话。他们就像平常人家一样，妻子要出门工作了，丈夫唠唠叨叨的叮嘱，去到那边记得经常打电话，要不奈奈会想你。我已经和那边说了，今天你会过去，魔都也不远，有空就回来。在外面有什么事记得和我说，不要自己傻子似的藏在心里。夏西瑶边吃着粥边听着顾心意说话，她心里突然有些怅然若失，有点不想离开家了。夏西瑶这顿饭吃得很慢很慢，直到粥都见底，她的电话铃声响起，她还有些发呆。还是顾心意提醒她，她才反应过来接起电话。喂，西瑶姐，我准备好了，云姐和我在一起，你什么时候过来？我等会儿就到，你们再等等。好，那待会儿我家楼下，不见不散哦。电话挂断，夏西瑶抬起头看向顾心意，杏眼中的神色让顾心意心都颤了颤。夏西瑶的样子真的很好看，至少在顾心意两世见过的人中，少有能与她媲美的存在。只是她的性格，顾心意觉得太过温柔，这也与她经历有关吧。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顾心意也清楚，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性格不是偏执，就是讨好型人格。原氏的顾心意就是如此，从小就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知道其中的辛酸，所以他不想夏西瑶一直这样，至少要更自信一些才是啊。顾心意转过头看向行李，不敢与他对视。该出发了吧，别让人等急了。我去看一眼奈奈就走。夏西瑶收回目光，轻声说道，他觉得这样看他已经是他做过最大胆的事了。顾心意嗯了一声，与他一起走到卧室。小奈奈还在四仰八叉的熟睡，完全不知道妈妈马上要离开自己了。夏西瑶亲昵的在她小脸上亲了亲，又将脸深埋在小家伙的脖颈间蹭了蹭，这才不舍得起身，一步三回头的走出卧室。顾心意跟着他，帮他把行李拿上车，看着他坐进驾驶座，这才关上车门走到一侧。我走了。夏西瑶扭头看向他，记得常回家，要不小家伙肯定要哭闹了。车子启动，夏西瑶突然又转过头来，表情认真。顾心意，谢谢你。没等顾心意回话，车子便开了出去。顾心意笑了笑，嘿，都是一家人，谢什么谢呢？车子一路开到市中心，陶乐乐早已望眼欲穿，站在楼下等待着。他的身边，云姐摇摇头，这小丫头工作这么久了，性格还是这么急躁。西瑶姐来了。夏西瑶的车子缓缓驶来，陶乐乐连忙挥手，一直到夏西瑶从车上下来，陶乐乐走上前，乐呵呵地叫了一声：“西瑶姐。”乐乐，云姐，你们等很久了吧？夏西瑶拉住陶乐乐的手，又看向云姐，带着些歉意说道：“没有很久，主要是乐乐这个小丫头太急躁。”云姐脸上挂着笑，她没想到他们仨还有重逢一起工作的这一天。想到这，云姐又想起那个看上去像是小白脸的男人，如今竟是因为他才有的今天。云姐，谢谢你能来。夏西瑶又走到云姐面前，拉着她的双手，撒娇似的摇了摇。没有你，我和乐乐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好了，都当妈的人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你应该谢谢你男人才对。不说了，去拿行李吧。工作状态的云姐显得依旧干练，只是她的话让夏西瑶闹了个大红脸。她到现在都不知道顾心意是怎么将云姐说服的。三人的行李都不是很多，只带了一些生活必需品。车子很轻松的就将全部行李装下，三人上了车。陶乐乐一挥手，走了。前方的光明大道，我们来了。真是个疯丫头。云姐打趣，夏西瑶脸上也挂满了笑意。车子一路往魔都行去。魔都，滨海娱乐大厦，
杨成林早早的就来到办公室，只是他今天工作总是心神不宁。好不容易熬到中午，算了算时间，杨成林下楼来到大厦门口。今天那家伙的老婆叫来了，他想看看被他这么宠的老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只等了没多久，杨成林就看到一辆挂着江城牌照的车子驶进大厦门前的停车场。杨成林眼睛微微眯了眯，仔细看去，从车上下来了3个人，一个叽叽喳喳、青春活力无限的女生，另一个年龄大点，头上已有了白发，看着另外2人，全程脸上都挂着宠溺的微笑。见微知著，见到夏西瑶的这2个朋友，他便知道夏西瑶的性格肯定很好。他将目光看向走在中间的那个女生，鹅蛋脸白里透红，杏仁眸子如水般灵动，长发披肩，脸上噙着一抹温柔的笑意。如水的女人看着就让人心疼，怪不得顾心意那家伙会如此了。杨成林收拾了一下心情，快步上前：“你好，你就是夏西瑶吧？我是鹰海娱乐人力部副部长杨成林，我代表鹰海娱乐欢迎你加入我们。”杨成林笑着伸出手，眼睛直视着夏西瑶：“你好，我是夏西瑶。”夏西瑶声音软糯，轻声说道：“她也在看着这个御姐，这个御姐身上的气质让她很羡慕呢。”第45章，有人吃醋了。声音意外的好听，人也意外的干净纯粹。这样的一个女子，以前是怎么被顾心意那个笔拐跑的？御姐心中想着，眼神里也有了一丝复杂之意。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有眼光，将那时候一无是处的顾心意捡走吧。这2位是？御姐罕见的率先移开目光，视线转向陶乐乐和云姐。陶乐乐，我的助理，这是云姐，我的经纪人。夏西瑶认真的回道。眼前这个御姐对她很客气，但她的反应有些奇怪。夏西瑶有些疑惑的歪了歪脑袋，然后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神暗淡了一些。这是自带班底啊，不过这样也好，省事。杨成林与陶乐乐和云姐分别点头示意，才又转回脸来。那我先带你们参观参观这里吧，毕竟未来2年你们都要在这里工作，越早熟悉越好。参观结束了，我带你们去艺人公寓。好，谢谢。夏西瑶点头道谢。几人跟着杨成林进入大厦，一路上陶乐乐简直被震惊到了，这里比江城天美娱乐分部那里豪华太多了，而且随时都能看见那些经常出现在热搜上的明星，这就不是天美分部能比的。要知道，在江城那边，一个2线歌手刘倩都能作威作福。杨成林带着他们坐电梯一直上到11层，很热情地给他们介绍着，这一层都是录音室，里面有着各种专业的设备。说着，推开一间闲置的录音室给夏西瑶他们看了看。我们用于歌手的楼层主要是3层，11层全部都是录音室，下面我们去12层，那里是歌手的休息室。一般情况他们都会待在休息室中，不管是创作歌曲还是接收通知，每个房间都是专属的个人房间。从录音室中出来，杨成林又带着夏西瑶一直来到12层，期间有许多人跟杨成林打招呼，他们脸上都带着奇怪的奉承之色。夏西瑶挺好奇，他们在看到自己时眼中明显带着嫉妒。他不懂，杨成林不是人力部副部长吗？为什么大家都要用这种眼神看着他？而且让夏西瑶更奇怪的是，他还看到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挂着人力部部长的牌子，主动停下来跟杨成林打着招呼，甚至还对自己打了招呼。夏西瑶有些受宠若惊的回了一句，这个叫张超的部长脾气真好，对自己竟然都那么有礼貌。要知道在天美分公司的时候，那里的不管什么领导见到人都是一副鼻孔朝天的模样。这时杨成林在走廊尽头时停住，他指着面前的休息室对着夏西瑶说，这以后就是你的专属休息室，平时在公司没通告，不忙的时候可以一直待在这里休息。夏西瑶抬头看去，只见这间休息室房门紧闭，上面安着密码锁，门牌上确实写着他的名字。杨成林一边输着密码，一边向夏西瑶介绍着，这些密码锁初始密码都是6个6，之后你改一下密码就好。好了，来看看你的休息室吧。房门被打开，一行人进到房间。陶乐乐率先哇了一声，这个休息室太大了，而且装修豪华。巨大的落地窗可以完整的俯瞰到魔都繁华的市中心，淡灰色的窗帘收在2侧，随时可以放下。松软的超大沙发，3个陶乐乐睡在上面都不成问题。电视、冰箱、空调都是一应俱全，最主要的竟然还有休闲区，里面有茶吧，有桌子，平时完全可以在这里放松娱乐。除了云姐淡定一些外，就连夏西瑶都被震惊到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华的休息室。陶乐乐更是幸福的快要晕掉，想起她在天美的时候，好吧，那里狗都不带，简直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若不是还有外人在场，陶乐乐甚至想扑到沙发上打滚。杨成林看着几人惊喜的神色，也笑了笑，不是每个人都有这待遇的，顶级资源吗？那休息室肯定也要按顶级的来。听到这话，陶乐乐瞬间感觉顾心意也不是那么可恶了。直至他们从休息室出来，陶乐乐还沉浸在开心之中，
这时，旁边的房门突然打开，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踩着高跟鞋从里面走了出来，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戴着眼镜的小助理。这女人看到他们从边上房间出来，脸上惊讶一闪而逝，随即对着杨丞琳打了声招呼：“杨姐，你亲自带人来看房间啊？”“丽娜，这是要出门？”杨丞琳回道，表情平淡。“下午有个见面会，要出去一趟。杨姐你忙着，我先走了。”丽娜说完，瞥了一眼夏西瑶等人，并没有和他们打招呼，踩着高跟鞋优雅离去。“我们也走吧，这都中午了，楼上都是会议室，一般除了公司开会要去，其他时候基本没用。那里我就不带你们去参观了，咱们直接去一人公寓。你们把行李放一放，然后咱们去吃饭，我做东。”杨丞琳回过头，脸上又挂着微笑，跟夏西瑶说道。夏西瑶只感觉他热情过头了。夏西瑶今天对这个公司的印象挺好，就是有些奇怪，有些人对他明显热情许多。坐上电梯，夏西瑶突然轻声问道：“杨部长，你和顾欣逸很熟吗？”问完这句，他明显看到杨丞琳脸上的笑突然怔了一下。果然是这样吗？夏西瑶眼神微敛，心中更有些难以明了的滋味泛起。还好，他过来时也是我接待的，合作一直都是我跟进，所以熟悉一些。杨丞琳很快说道。夏西瑶只是轻轻回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一行人下楼，杨丞琳依旧开着他那灰色的奔驰走在前面，夏西瑶慢慢跟在后面。陶乐乐一上车就没心没肺地说着这里的好，直到云姐给他递了个眼色，他才恍然发现西瑶姐的心情貌似有些不好，明明之前还挺开心的啊。西瑶姐，你怎么了？陶乐乐扒着前排的座椅，好奇地问道。啊，我没事，乐乐，你继续说。这还叫没事？陶乐乐摸不着头脑，转头寻求云姐的帮助。云姐笑笑不说话，她一眼就看出有人这是掉醋坛子里去了。第46章，新歌会来临。奈奈乖乖，爸爸给你扮小老虎，咱不哭了好吗？在家的顾欣逸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自小奈奈醒后就吵着要找妈妈，顾欣逸好说歹说，结果奈奈哭得更惨了。昨天他还和夏西瑶保证自己会照顾好奈奈，结果顾欣逸现在只想说一句：臣妾做不到啊！明明之前夏西瑶在家的时候，小奈奈都一直黏着自己，也没哭闹，现在这是咋回事？面对这种情况，顾欣逸也想哭，他以为自己是王者，现在事实证明他就是个青铜。顾欣逸龇牙咧嘴地扮着小老虎，奈奈的小珍珠还在一滴一滴往下掉。爸爸坏，把妈妈藏起来了，我要妈妈！小奈奈坐在沙发上，两只脚蹬着，一副今天见不到妈妈不会善罢甘休的架势。顾欣逸蹲在沙发前，挠了挠脑袋，这可咋整？夏西瑶这才刚走半天，总不能现在就把他叫回来吧？那他还不得笑话死自己？不行不行！顾欣逸陷入挣扎，脸上的老虎形象瞬间崩塌。这时桌上的手机响起，顾欣逸目光散漫地瞥了一眼，下一秒眼中陡然放出惊喜的光。救星来了！想哭。顾欣逸赶紧拿起手机，是夏西瑶发来的微信，只有简单的2个字：在吗？顾欣逸着急忙慌地发送了信息：在。那必须在。你不忙吗？已经吃完午饭，正在公寓中休息的夏西瑶看着手机上的信息，表情平淡，似乎还带着那么一丝杀气。今天中午和杨部长一起吃了顿饭。这答非所问是什么鬼？你和杨部长吃饭就吃饭拜，还用告诉我一声？顾欣逸挠挠头，也顾不得多想，赶紧点开视频通话。夏西瑶清冷的俏脸出现在屏幕上，顾欣逸惨笑一声，将手机对准小奈奈。嗨嗨，奈奈想你了。顾欣逸，这就是你说的照顾好奈奈？顾欣逸装作听不到，一脸无辜。只见小家伙哭得梨花带雨，现在终于在手机里见到妈妈，用2只小手使劲地擦着眼泪，委屈巴巴。妈妈，你是不是被爸爸藏起来了？你不要奈奈了吗？奈奈乖啊，妈妈只是出去工作，很快就会回家，乖乖别哭。夏西瑶在那边柔声哄着，小家伙竟真慢慢止住了眼泪，双手捧着手机，想凑夏西瑶更近一些。顾欣逸此刻只觉得心里遭受了10000吨暴击，自己哄了好半天，又是做鬼脸，又是扮老虎的，还没夏西瑶一句话管用。人生果然寂寞如雪。夏西瑶又哄了几句，小奈奈终于彻底不再哭泣，顾欣逸长松了一口气。哄好小家伙，顾欣逸将手机面向自己，一双眼睛如做贼般飘忽不定，就是不敢看夏西瑶。顾欣逸，你真的能带好孩子吗？夏西瑶质问的话语从手机中传出。顾欣逸顿时急了，瞧不起谁呢？今天只是意外，我要是出门了，你也一样哄不好奈奈。顾欣逸满脸不服气，夏西瑶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这人心里就没点数吗？不对，他打电话来可不是说这个。这个男人在转移话题。夏西瑶眼神微敛，装作毫不在意地问道：你和杨部长挺熟？还行吧。
顾心义随意回道，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还行。夏西瑶眼神悠悠地看着顾心义，重复了一遍。顾心义莫名感受到一股凉气袭来，他裹了裹衣服，奇怪，天这么热，难不成自己感冒了？还行。你在那边习惯吗？不习惯，我还有事先挂了。夏西瑶白了他一眼，决定不再理他。视频陡然被挂掉，顾心义这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他生气了，莫名其妙。躺着也中枪的顾心义将手机放下，看向缩在沙发上已经不再哭闹又变得萌萌哒的女儿，嘿嘿地笑了起来。接下来连续2天，夏西瑶每天一个电话打回家，这让顾心义省心了不少。但他奇怪的是，这女人每次打电话来都是和女儿在说话，一到自己这就好像自己欠她800万一样，没什么好脸色。顾心义只能安慰自己，女人1个月总有那么2天，忍忍就过去了。夏西瑶这2天很闲，不是在公寓就是在休息室，公司没有给她任何通告，云姐一直在联系外面的词曲人，可惜也没有什么收获，这让陶乐乐整天无所事事的哀叹着。就比如此刻，她正趴在沙发上抱着抱枕，抱怨道：西瑶姐，你说英海娱乐啥意思？什么活动都不给，连复出消息都不发布一个，这和没复出有什么区别啊？云姐也满脸愁容，这2天她联系了不少以前业界的词曲人，可是他们一听是夏西瑶要复出，都委婉的拒绝了。毕竟谁都不傻，一个退圈都2年多，要人气没人气，要资源没资源的人写歌给他，那不就是打水漂？再耐心等等吧，总有办法的。夏西瑶安慰起陶乐乐，这2天他也一直在尝试作曲，只是他始终缺那么一些灵感，一直卡着做不出来。这让他想起了顾心义，若是他的话，肯定能做出比这还好的歌吧。想到这，夏西瑶不由有些气馁，自己现在好像哪里都不如他。要不你去问问顾心义？陶乐乐这时突然翻身坐起，突然说道。夏西瑶有些犹豫，他出来的本意就是不想那么依赖他。他仔细考虑了一会儿，才说道：再等2天吧，若是还不行的话，我给他打电话。好吧。陶乐乐抱了抱手中的抱枕，表情有些沮丧。他不明白，顾心义那家伙可是西瑶姐的老公，为什么西瑶姐不能直接问他要歌？夏西瑶几人不知道的是，此时英海娱乐会议室中，杨宪与一众领导正开着会，他们的面前摆放着一份邀约文件。杨宪压了压手，嘈杂的会议室立马安静下来。大家都看到了吧，新歌会，华国最出名的造星栏目，以往在新歌会上崭露头角的歌手，现在基本都处于1线位置。现在他们栏目即将开始，我们这边有2个名额，大家讨论一下，该让哪2个人去？杨宪说完，会议室里立马又窃窃私语起来。不多时，一个年龄大约30、戴着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男人率先开口：我觉得程迪可以，长相甜美，人气不错，歌唱的也不错，现在位于2线歌手，如果能在新歌会上获得名次，有很大几率晋升1线。这男人一说完，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开始点头赞同。杨宪见此便决定下来，那就程迪一个，还有1个名额，你们觉得谁比较合适？话音刚落，只见张超站了起来，开口道：董事长，我觉得夏西瑶也可以。第47章，接到通知，夏西瑶。杨宪突然想起，这不是顾心义那小子推荐过来的人吗？他已经来公司了，自己这些天忙碌，一时竟把这茬忘了。张超刚说完，只见那个斯文的男人又开口说道：张部长，我觉得夏西瑶可不行，就算是素人都比他要好一些。不说他要人气没人气，要作品没作品，就说他当初因为结婚而退圈，这给观众的印象可就好不到哪去。张超却不在意的挥挥手，据理力争。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选他。他既然在我们公司复出，我们就需要给他一个舞台。我听过夏西瑶以前的歌，唱得很好，而且夏西瑶长相也分毫不差。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选他呢？斯文男人闻言眉头一皱：张部长，你是管人力的，我是管运营的，对比你，我更知道一个歌手最需要的是人气。我们又不是慈善公司，就因为他在公司就要给他舞台吗？尹部长，你跟我说人气，那你不知道夏西瑶是谁推荐来的吧？敢问尹部长，新瑶的人气如何？如果是他给夏西瑶写歌呢？面对尹平的说辞，张超依旧强势回应，只是他此刻的脸上充满了得意。小样，跟我斗，再多吃几年饭吧。张超一直看不惯尹平，平日里仗着自己是运营部长，一直在公司里作威作福，甚至还会调戏女歌手，不少自己招来的小歌手向自己吐槽过，简直就是斯文败类。张超对此深恶痛绝。新瑶，饶是尹平在听到新瑶的名字时都有些哑然。他敢说新瑶没人气？他不敢。那与华英共创的 MV 有上亿的点赞，据说他的粉丝都到达了5000万。尹平扶了扶鼻梁上的金框眼镜，
眼神阴沉地看着得意洋洋的张超。你就确定星瑶会为夏西瑶写歌？好了，不要吵了，这我能确定。杨宪压了压手，示意他们停下。既然这样，那人选就程迪和夏西瑶好了，通知下去吧。见董事长放话，尹平只能不甘地点头。他心里还有一个人选，可惜还没来得及说就定下来了。会议散去，张超摸着光滑的脑袋，乐呵呵地走了。这是他第一次在这种事上压了尹平一头，就很开心。与此同时，盛世娱乐、天美娱乐以及其他小娱乐公司中在上演着同样的一幕。江城天美娱乐分部，袁姐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来到休息室。刘倩正在化妆台前摆弄着她的红指甲。刘倩，好消息，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刘倩皱了皱眉，因为袁姐的突然大叫，她划花了一只指甲。什么好消息啊？带着抱怨的语气，刘倩将指甲油擦干净，重新小心翼翼地涂了起来。热脸碰到冷屁股，袁姐兴奋的心情也被浇灭。她看着刘倩，竟是越看越厌烦。两人现在当真是相看两厌。但是在刘倩没倒台的情况下，她依然还得伺候着这个祖宗。新歌会，公司决定让你上，而且为你请了著名的词曲人写歌，这也算是公司弥补了你上次的损失。新歌会，刘倩一愣，指甲立即又画花了，但这次她并没有在意，而是转头看向袁姐，再次确认，是那个只要拿到名次就能跻身一线歌手的新歌会。是啊，难不成还有2个新歌会？小倩，这次是你的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呀！我可是费了好大功夫才帮你获得这次机会的。看到刘倩认真起来，袁姐也稍松口气，就连称呼都改变了。啊，新歌会，我要火了！刘倩这才反应过来，从椅子上蹦起来，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她丝毫没有听出袁姐在邀功，只听到了自己要火了的消息。小倩，还有3天时间才开始，我们稳住！这次可是著名词曲人吴凡给你写歌，你一定要好好唱。袁姐劝说着，希望刘倩不要太过激动，毕竟刘倩火了，自己才能分到更多钱。这次袁姐也希望她能拿到好名次，而刘倩则不以为然，在听到吴凡后更加激动。是那个有音乐教父之称的吴凡，那不是稳了吗？这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和他那就是强强联合。哈哈，袁姐叹了口气，不过转念一想，也确实，刘倩虽说人品不咋样，但唱功确实在线，又有音乐教父吴凡的歌，这次必定能冲刺前3。魔都艺人公寓中，夏西瑶接到运营部的电话，通知她3天后准备参加新歌会。挂掉电话后，夏西瑶整个人都是懵的。刚他们还在讨论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付出，没想到公司这就送枕头来了。见到夏西瑶接完电话一脸呆萌的样子，陶乐乐止不住好奇地问道：西瑶姐，谁呀？公司运营部通知我3天后参加新歌会。新歌会？新歌会？啊，真的吗？西瑶姐，你说真的吗？陶乐乐只是怔了一下，下一秒直接爬起来，抓着夏西瑶的肩膀来回晃动着，兴奋到不行。乐乐，我要被你晃晕了！夏西瑶将陶乐乐的胖手帕拉开，满脸嫌弃。西瑶，公司真的让你参加新歌会吗？云姐端坐在一边，仔细问道。刚刚运营部已经通知下来了。夏西瑶确认的点点头，云姐脸上也难掩喜色，以新歌会为舞台宣布强势归来，这很不错。只是现在当务之急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曲人。我再联系联系以前认识的词曲人。西瑶，你自己再尝试着写歌，接下来3天我们务必要找到一首好歌来打响复出的第一枪。夏西瑶认真的点头。陶乐乐举手，我来搭配营养餐，按照以前的方式，尽快将西瑶姐养得圆润起来。3人分工明确，陶乐乐开始挑选今天午餐的食材，云姐拿起手机开始联系词曲人，夏西瑶拿起去稿纸平铺在桌上，去眉思索。而此时我们的顾心意正在教小奈奈第2首歌。这2天的小奈奈很乖，虽然这有可能是夏西瑶每天都会打电话回来的原因，但顾心意觉得自己的功劳也是大大的，至少现在她完全熟悉了哄娃的流程。小奈奈拍着小手给顾心意伴奏，顾心意戴着一个大灰狼的头饰，装作凶神恶煞的样子，嘴里却唱着萌萌的歌词。小白兔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第48章情话。傍晚时分，吃过晚饭后，玩了一天的奈奈止不住睡意，小脑袋不时向下一点一点着。就这样，她还是强打精神，坚持听到顾心意给她讲睡前故事，这才沉沉睡去。顾心意笑了笑，将被子给小家伙盖好，亲了亲他的额头，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现在刚晚上7点钟，顾心意这2天一直在思索着给夏西瑶准备一首什么样的歌，只是至今他还没有头绪。原世界的歌曲太多，一时间让他剪不断理还乱。而且夏西瑶那边从到达英海娱乐之后，好像并没有什么动静传回来。
顾心义想了片刻，依旧没有头绪，他便打开抖音，准备刷一会儿视频再去睡觉。只要频繁，在网上的热度依然没有散去，顾心义刷3、4条，基本就能刷到一条相关的视频。不少网友感叹着，听完新瑶的歌，耳朵容不下其他歌了。他们更是自发组建了新瑶粉丝后援会，头像皆是小奈奈唱勇气大爆发时的表情。顾心义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他们竟逐帧将小奈奈的表情制作成了表情包，并且使用的不亦乐乎。幸好网友们大多数的关注点都在新瑶身上，只有少部分妈妈粉和孩子粉是奈奈的粉丝，要不然小家伙以后出门都得戴口罩，那才麻烦。除了只要频繁的热度，现在网上最热的话题就是即将到来的新歌会。1年1次的新歌会，每次都能出现那么1、2个爆火的歌手，这让不少人一直津津乐道。而参加这次新歌会的歌手粉丝们更是积极的为自家小主拉着票。历届新歌会都是以全程直播的形式进行，共有4位著名的老牌导师进行投票，不存在票数打平的情况，因为还有一票将由广大的网友们实时投票，这也让观众们的参与度直接拉满。有时候观众们手中的一票将会直接决定选手的去留。新歌会的赛程也很简单，总共16名选手参赛，2-2对决，抽签决定对手，没有复活赛，胜者晋级，败者淘汰，优胜劣汰，很残酷也很现实。直到4强，依旧是抽签2-2对决，胜者晋级决赛，败者只能争夺3、4名。只有决赛将比赛3场，由主办方提供歌曲关键词，歌手凭借关键词拿出相应的原创歌曲来进行比赛。值得一说的是，决赛第2场还可以邀请嘉宾驻唱，这不仅考验选手的自己的发挥，更考验选手身后词曲人的能力以及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每次新歌会结束后，网上都会有许多热门原创歌曲出现，这也极大的满足了广大网友的耳朵。顾心义只是稍稍看了一下便划了过去，之所以他这么了解，完全是因为原主的记忆，混娱乐圈的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新歌会。只是现在的顾心义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顾心义接着连续划了许多下，发现这个大数据真是离谱，自己刚刚只是稍作停留，现在推送给他的全是只要频繁与新歌会的视频。刷腻了的顾心义只能将手机关掉，轻手轻脚的又回到卧室睡觉。明天还要出门遛娃。第2天一大早，顾心义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身边的小奈奈早就醒了，正睁着黑溜溜的大眼睛数着自己的睫毛。可是小家伙现在只会数到50，每次数完50又从1重新开始数起。不知道小家伙玩了多久，顾心义只看到他玩得不亦乐乎。拍了拍奈奈的小脑袋，顾心义顺手抄起手机，上面显示的来电竟是陶乐乐那个小丫头。喂，大清早的干嘛啊？顾心义打了个哈欠问道。喂，顾心义，你快管管西瑶姐，她魔怔了，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睡。陶乐乐像是做贼一般小声的说着，他是背着夏西瑶给顾心义打的这个电话。发生什么事了？顾心义皱眉，这人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费心费力的刚养胖一点，别又瘦回去了。西瑶姐参加新歌会了，但是我们没有歌曲，西瑶姐为了创作一首歌出来，已经魔怔了。顾心义挠了挠头，他没想到夏西瑶这才去没几天就要参加比赛了。本来与英海娱乐合作的条约里面就是自己给他写歌，这确实是自己的疏忽，自己还在这想了好久的歌，结果那边已经火烧眉毛。知道了，我会给他打电话。乐乐，也谢谢你帮我照顾他。切，谁帮你了？我照顾西瑶姐天经地义。好了，不说了。西瑶姐出来了。陶乐乐忙挂掉电话，有些做贼心虚的看了一眼夏西瑶。好在夏西瑶一个晚上没睡，此时精神很差，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小动作。夏西瑶现在很烦躁，他感觉他快要抓住那个旋律了，可是每次都差一点，他不明白差在哪，所以心情自然不是很好。也在这时，顾心义的电话打了进来。夏西瑶忙收拾了一下心情，接起电话。喂，是奈奈想我了吗？奈奈没想你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我可是你老公啊。顾心义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夏西瑶脸色微红，这还是顾心义第一次自称是她老公。夏西瑶没有回答，一时两人都有些沉默。过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顾心义叹气的声音。你参加新歌会怎么没告诉我呢？能轻松解决的事情干嘛要让自己那么累？真熬坏了身体，奈奈得多伤心啊。顾心义无奈地说着，在他看来，这明明是可以轻松完成的事情，夏西瑶完全可以直接告诉他，可他偏偏没说。夏西瑶熬了一夜，精神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现在听到顾心义的这么问，夏西瑶觉得他像是在质问自己。他突然感觉有一种极大的委屈袭上心头，他下意识地咬着嘴唇，脸上闪过一丝倔强，眼泪渐渐盈满眼眶。夏西瑶没有说话，他怕声音暴露出自己现在的状态，他不想让他看到自己难堪的一面。顾心义看不到他的表情，下意识地皱皱眉。片刻后，他突然听到那边的抽泣声，他哭了。发生了什么？
顾心意就感觉很离谱，自己好像也没说什么。头大，感情这东西有点难搞啊。哎，好端端的，你哭什么？自己还是没有忍住。夏西瑶感觉自己好没用。顾心意，夏西瑶带着哭腔出声，声音很大，在顾心意听来有些恼羞成怒的意味。顾心意怔住，他第一次听到夏西瑶这样跟他说话，带着颤音，满腹委屈。他突然能想到他现在的小表情了。夏西瑶抿着小嘴，眼中还噙着泪光。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只是有些话不说出来，他心里好不舒服。顾心意，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点用都没有，只会依赖你？我不想这样的。对不起啊，我不是在责备你，只是担心你的身体，忘记写歌这件事确实是我的疏忽。原来他在想这个，自己刚刚的话确实有些问题。顾心意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忙陪笑着说道。夏西瑶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顾心意打断。那边的他笑了，笑的竟然有些开心，自己都这么委屈了，他都看不见，竟然还笑。夏西瑶更加委屈了，在遇到杨丞琳那个御姐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跟她比起来好像一无是处。那个御姐要身材有身材，要气质有气质，才学又好，而且从她的眼中，夏西瑶看到了她对顾心意的欣赏。夏西瑶胡思乱想着，电话里顾心意的声音却继续传了过来。不过夏西瑶，我真想敲开你的小脑袋瓜，看看里面倒装些什么。对于我来说，你和奈奈就是上天赐予我最好的礼物啊！你别乱想什么呀！我很认真的告诉你，你夏西瑶是我的妻子，独一无二，任何人都代替不了。顾心意大声说着，声音是那么坚定。从他来到这个家，被夏西瑶与奈奈接纳之后，他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没有什么谁依赖谁，只有互相搀扶。夏西瑶被顾心意的话镇住，他没想到他会这么说，什么妻子，什么独一无二，这些话让夏西瑶原本红润的俏脸瞬间通红一片，水汪汪的大眼中闪着晶莹的光。这么霸道的情话啊，还是第一次听他说。第49章，爱意随风起。夏西瑶轻声嗯了一声，情绪明显有些好转，娇憨的样子让在一旁偷看的陶乐了，恨不得冲过来蹂躏她一顿。这样的西瑶姐简直太无敌了，也不知道那边顾心意怎么办到的，一个电话就将西瑶姐拿捏得死死的。好了，以后再不准有这样乱七八糟的想法，知道不？哥我晚上传给你，趁这2天多练习一下。你要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那不是打我顾某人的脸？噗嗤，顾心意的声音继续从听筒里传来。夏西瑶听着这牛气冲天的话，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还顾某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什么历史名人呢。不过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句话真好，也不晓得顾心意怎么突然这么有文化。好，那我要看看你顾某人到底能写出什么歌了。被顾心意说通的夏西瑶摆烂了，从之前的牛角尖中钻了出来，不再去纠结谁依赖的谁的问题。那根紧绷的弦一旦放松，夏西瑶立马困了。她现在就像一只慵懒的小猫，声音娇憨又带着莫名的俏皮韵味，这声音杀伤力十足，顾心意听得头皮发麻。嗨，快去睡觉吧，有精神了才能好好练歌。顾心意吃不消，只想让他快点挂掉电话。夏西瑶哼了一声，这才打着哈欠走进卧室，与顾心意道了一句再见，便挂断电话。顾心意听到电话里的忙音，这才松了口气。哄妻子感觉比哄娃还要艰难，不过还好，这都没难住他顾某人。顾心意向客厅方向看了一眼，奈奈还在看着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暂时不需要他的陪伴，那就着手准备歌的事情吧。顾心意从抽屉拿出笔和驱稿纸，纠结起来，到底该用哪首歌适合。若是让别人知道顾心意现在的纠结，估计要气到吐血。人家创作一首歌都要耗尽心思，他却不知道在万千歌曲中该选择哪首，只能说挂笔都该被人道毁灭。纠结了半天，顾心意还是没能决定下来，他心里的好歌太多，一时间全部挤在他的脑袋里争宠，让他思绪非常混乱。顾心意有些烦躁地将窗户打开，一阵清凉的微风吹来，将顾心意心中的烦躁降低了一些。楼下小区内，一对小情侣正在分别，男孩拖着大行李箱，满脸不舍，女孩泪眼朦胧，依依惜别。见到这一幕，顾心意忽然想起一句话：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他们现在离别，男孩再归来，两人还会在一起吗？未知数，可男孩还是要去外面更广阔的世界闯荡，去看一看。想到这，顾心意不由一怔，然后他快步走到书桌前，提笔在驱稿纸上写下：起风了，青春为弦，爱意为风，一手起风，吹来了青春，也吹走了他。顾心意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熟悉的旋律，当年这歌一出来，是多少人青春里的意难平。铺开曲稿纸，顾心意眼中泛着回忆，一点一点的往上面书写着各种音符。慢慢的，他彻底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中，嘴里也不由得开始跟着哼唱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小奈奈的一声童音响起，顾心意才恍然回过神来。
爸爸，饭，不知道小奈奈是受了什么荼毒，这2天出口便是叠词，听得顾心意耳朵都软了。关键是稚嫩的童音说出这种叠词，神仙来了也扛不住啊！顾心意立马露出姨母般的笑容：“小宝贝，饿了呀？爸爸马上准备午饭。”女儿的话就是圣旨，身为女儿奴的顾心意一刻也不敢耽误，将笔一扔，转身去了厨房。至于那首歌，早就写完了。至于那些回忆，都随风去吧。2小时后，吃饱喝足的父女俩瘫在沙发上，大小统一摆出葛优躺的姿态。嗝，顾心意打了个嗝，奈奈嘻嘻嘻的笑着，还不忘帮爸爸揉着小肚子。然后他自己也打了个嗝，父女俩顿时嬉闹成一团。夏西瑶的视频也准时在这时打来，她的双眼上还挂着大大的黑眼圈，明显还没睡够。见到这父女俩这懒散的姿势，夏西瑶心里羡慕极了。爱人家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你们在家共享天伦之乐，一大一小全是没良心的。夏西瑶少见的做出可怜兮兮的模样，一双杏眼水汪汪的控诉着。那一个电话似乎将她的防备彻底卸下，让她恢复了小女人般的姿态，也将2人的关系拉近了许多。顾心意哪里经得住这种考验，当即举双手投降。我也没闲着，歌已经写好了，晚点发给你。小奈奈也凑了过来，同样学着顾心意举起双手，一双同款杏眼一样水汪汪，似乎在和夏西瑶比赛谁更可怜。奈奈也没闲着，奈奈今天少看了2集动画片，多学了5个数。夏西瑶立马绷不住，瞬间破功。她承认她比不过这个小妖精。好，我们家奈奈最辛苦，快让妈妈亲亲木马。小家伙立马开心的将小嘴送上去，同样奖励了夏西瑶一个木马。嗨嗨，不奖励我一个吗？顾心意咳嗽了一声，不要脸的也将脸凑到手机前，让夏西瑶的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晕红起来。最关键，小家伙还在一边起哄，让妈妈也奖励爸爸一个。最终夏西瑶实在抵不住小家伙的热情，也抵挡不住顾心意的厚脸皮，撅起嘴象征性的亲了一口，只是没发出木马的声音。得到奖励的顾心意脸都笑开了花，他快速跑到卧室，将写好的驱稿纸递到手机镜头前。看吧，没骗你，哥真的写好了，你这个亲亲没有浪费。夏西瑶风情万种的白了他一眼，心里却震惊到无以复加。这才几个小时，他就写出一首歌了，有被打击到。自己想了那么多天，还有一点旋律，却怎么都抓不住。可顾心意仅仅几个小时，一首成品歌就出来了。这男人就是个妖孽。一家3口又聊了一会儿，才将电话挂断。顾心意将曲谱与歌词完完整整的拍摄下来，发给夏西瑶，这才将手机扔到桌上，继续陪着小奈奈葛优躺。夏西瑶收到微信，有些期待的点开上面的图片，一个大大的标题映入她的眼帘：起风了。第50章恋歌。这是一首什么神仙歌？夏西瑶看完歌词与曲谱，只感觉心跳微微加速。她现在终于明白网上那些评论的含金量。什么叫新瑶出品，必属精品？这就是。而且最恐怖的是，他仅仅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创作出这样一首歌来。夏西瑶有些迫不及待地想问顾心意，他脑子里到底背着自己藏了多少东西。想到这，夏西瑶深吸一口气，拿起电话。顾心意此刻刚为小奈奈换好衣服，准备出门遛娃，就见到夏西瑶的视频再次打了过来。还有什么事吗？顾心意不解，不是刚挂断没多久吗？怎么又来？视频中夏西瑶的眼神火热，直勾勾地看着自己，让顾心意有些吃不消。咋了？顾心意声音磕巴起来，眼神闪躲。这女人什么意思啊？显摆她的眼睛好看吗？没事就不能给你打视频吗？好家伙，现学现卖。之前自己刚用这种理由对过她，她立马就还了回来。这女人不仅漂亮，还记仇。顾心意暗暗想到，嘴里却打着哈哈。啊，能？那必须能。顾心意，你到底背着我藏了些什么？啊？此话从何说起？他怎么能凭白无人清白？顾心意挠了挠头发，皱眉不解。见顾心意如此模样，夏西瑶俏脸一红，有些羞恼，声音不自觉大了起来。你的这些歌，这些啊，我说我在某一天突然开窍了，你信不信？哈哈，就挺突然的是不？顾心意不知该如何解释，只能摸着鼻子尝试蒙混过关。夏西瑶深深看了顾心意一眼，并没有追问，而是低头看向歌词，半天后才突然开口，声音软糯。谢谢。顾心意被他突如其来的这一句彻底搞不会了，只能点头。你好好练歌啊，我和奈奈到时为你加油。好。夏西瑶声音很小，在抬头时脸上已带着笑意。我不会让你这首歌埋没的。顾心意点点头，拉起小奈奈的手，在镜头前晃了晃。我和奈奈出门了。视频挂断，夏西瑶拿起手机，敲了敲陶乐乐的房门。乐乐，准备一下，我们去公司。
西瑶姐，我们去公司吗？陶乐乐从房间走了出来，他不明白夏西瑶为什么突然要去公司。夏西瑶扬了扬手里的手机，脸上露出笑容。去练歌，我没有歌了。真的吗？是顾心意给的吗？我就知道他不会坐视不管。陶乐乐兴奋起来，一脸惊喜，直接抓住夏西瑶的手摇晃着，丝毫没有发现自己说漏嘴了。夏西瑶脸色微红，瞥了一眼陶乐乐，这才知道原来是这家伙出卖了自己。接下来云姐也被夏西瑶打电话叫回，她还在外面联系着词曲人，在听到夏西瑶有歌了之后，语气中也带着兴奋。她这几天到处碰壁，现在终于不用看别人脸色了，自然很开心。三人驱车来到鹰海娱乐，上到11层，这里有专门的录音室，夏西瑶准备这2天常待这里了，直到把这首歌唱到满意为止。直到他真正的将起风了唱出来，他才知道这首歌是多么的好。特别是陶乐乐和云姐，在听到夏西瑶的清唱后，他们眼睛都瞪大了，完全没有想到这首歌会是这么的惊艳。一时间，他们对这次的新歌会更加期待起来。试唱了几遍，夏西瑶也慢慢找到感觉，她唱得越来越从容。若是顾心意在这，肯定会惊叹出声，这和原时他听到的原唱已经相差无几。练习的时间过得很快，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夏西瑶已经将顾心意拍下来的稿纸重新写在曲稿纸上，由陶乐乐去联系公司的录音团队，将这首歌的背景音乐录制下来并注册版权。公司的团队很专业，像这些原创歌曲都不需要夏西瑶怎么费心，他们自然会做好一切。而且顾心意给他的稿纸很完整，就连该用哪种乐器都标注得明明白白。夏西瑶刚看见的时候就很惊讶，才会去联系顾心意，因为这完全是一个成熟的词曲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等陶乐乐回来后，夏西瑶才终于从录音室出来，他准备吃过晚饭后继续练习，明天还有一天，后天就要去参加新歌会，时间紧迫。他不允许顾心意的歌在自己口中有任何闪失。三人从录音室出来，对面的房间门也正好打开，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可爱女生这时也正巧从里面走出。她见到夏西瑶时愣了一下，但还是友好的跟夏西瑶点了点头。夏西瑶回以一笑，面对善意，她向来都是抱着更大的善意。只是她身后站着的那个带着金丝眼眶的男人，鼻孔朝天，丝毫没有给夏西瑶一点好脸色。夏西瑶也不认识他，自然没有打招呼，转身与陶乐乐和云姐离开了这里。夏西瑶走后，这男人冷哼一声，真是没点眼力劲，见到领导都不知道打招呼，不知道公司怎么选得上他。舅舅，人家刚来公司，能认识你才有问题呢。小迪，这次一定要好好唱，知道吗？你可是我选出来的，不要丢了舅舅的脸。知道了。这女生正是要与夏西瑶一起参加新歌会的程迪，而她的舅舅不是别人，正是尹平。程迪说完后，看了一眼已经关闭的电梯处，若有所思。他自然从尹平口中得知夏西瑶是怎么入选的，所以他也很好奇，夏西瑶究竟会拿出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毕竟是新瑶写的，应该不差吧。他也是新瑶的粉丝呢。至于自己舅舅是个什么样的人，程迪自然知道，若不是尹平是自己的亲舅舅，他才不愿多理他。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夏西瑶每天早出晚归，练得很是辛苦。这份努力让陶乐乐都心疼了，以至于他做的营养餐更加丰厚起来。云姐也没闲着，她将夏西瑶的微博重新捡起，发布了一篇复出声明。大家好，我是夏西瑶，8月7号新歌会上我将重新起航，鹰海娱乐歌手夏西瑶正在路上，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关照，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的微博下方多多互动，谢谢大家。声明很短，夏西瑶剩下的粉丝也就几千，大多还是僵尸粉，所以声明发出来之后也似石沉大海，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只有少部分以前的老粉和一些小的营销号发现了这则声明。虽然夏西瑶退圈2年多，但架不住新歌会的流量足够，于是这些小营销号纷纷开始编辑。通过这些小营销号的宣传，不少人隐约记起了这个以前的当红小花。不过他们并没当回事，都老黄历了，谁还关心这个？第51章，闯入你的笑颜。8月7号，魔都体育馆新歌会正式开启。只是这次新歌会的导演任超很是忧愁，因为新瑶的一首歌一直霸占着热搜，所以他们新歌会的流量和以前完全没得比。但是1年1度的新歌会也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推迟，他只能硬着头皮开始了这届的新歌会。可惜联系不到新瑶，若是能让他来坐镇新歌会当导师，那流量岂不爆炸？任超也曾多次给新瑶的账号发过私信，可惜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应。不过还好的是，这期间新瑶没有再发布新作品，上次的作品影响力已经降低了不少，除了他的视频，现在网上最高的流量就是新歌会了。此时的顾心意丝毫不知道这些，他正带着小奈奈排着长队往体育馆内走着。是的，他在中午吃完午饭后便瞒着夏西瑶到了魔都。既然要帮他加油，那肯定是现场加油啊。小奈奈在顾心意的怀里也很兴奋，她今天坐大飞机来的，而且听爸爸说马上就能见到妈妈了。
他可想妈妈了。现场的气氛很热烈，顾心意看了一圈，基本人人手中都拿着应援棒，还有人举着自己支持的歌手应援牌挥舞着，欢呼声不绝于耳。顾心意算是异类，只有他像是做贼一样，手中只抱着个奈奈，悄咪咪的在场馆里找自己的座位。顾心意很幸运，他的座位还是比较靠前的。新歌会的正式开启时间是晚上8点，这也方便下班的人在家无聊，可以通过现场直播进行观看投票。此时新歌会的直播间已然开启，比赛还未开始，上面播放着各种赞助商的广告与参赛选手的资料。直播间的弹幕也在适时发送着观众们自己的观点。顾心意稍微看了那么一看，弹幕上好像没有一个人支持夏曦瑶，夺冠的热门选手有4个，分别是程迪、刘倩、邵飞白、苗安云。顾心意只知道其中一个刘倩，那个胆敢向奈奈伸出魔爪的女人，其他3个人他并没有听过，所以也没有过多关注。比赛即将开始，而后台此刻却非常的不平静。夏曦瑶，你怎么会在这？刘倩面色铁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竟然在后台看见了夏曦瑶。你都能在，我们曦瑶姐为什么不能在？陶乐乐直接翻着白眼反呛起来，那一脸不屑模样让刘倩更加恼怒。刘倩眼神阴晴不定，她怎么也没想到夏曦瑶会出现，而且陶乐乐与云姐还在她的身边。这种感觉让她想起当年那个一直压了自己一头的夏曦瑶。以前的夏曦瑶好像又回来了，特别是夏曦瑶今天的装扮，让她脸色更加难看。自己在她面前好像小丑，哪里都比不上她。未战先怯，说的就是此刻刘倩的心情。夏曦瑶今天穿着一身天青色的连衣裙，裙边点缀着朵朵淡绿色的五叶草，她的头发已经被挽起，扎成了一颗可爱的丸子头，略施粉黛的俏颜更是让她散发出青春的魅力。她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刘倩，就让刘倩顿感压力。袁姐见此赶紧拉开刘倩，看了看四周其他选手投来的目光，小声的在她耳边劝解着：小倩，这里是后台，别闹笑话，一个夏曦瑶而已，她如今要啥没啥，不值得你自降身份。刘倩听完袁姐的话，脸上好了许多。对啊，如今的夏曦瑶又不是当初那个当红小花，她拿什么跟自己争？何况自己还有音乐教父吴凡的歌，自己更没必要害怕。这样想着，刘倩又恢复了淡定，不屑地瞥了一眼夏曦瑶。唱歌好有什么用？长得好看又有什么用？你一个结了婚的人能拿出什么好歌来？后台发生的事，节目组自然不知。外面舞台上，主持人已经拿着话筒上场，他只是简单说了几句，便邀请4位评审导师入席。随着现场雷鸣般的掌声，4道聚光灯从棚顶映照而下，几名常年混迹乐坛的老牌导师纷纷入场。他们对着现场的观众挥了挥手，便坐上了导师席。4位导师落座，比赛正式开始。新歌会的比赛规则很霸气，16位选手的照片依次在大屏幕上滚动，由观众们叫停来确定选手的编号，1号 vs 2号，以此类推，进行8场比赛。这也杜绝了提前作弊的可能，因为谁也不知道观众们会在何时喊停。观众们最喜欢的也是这个环节，由他们自己推出 PK 人选，完全未知的结果让他们更加兴奋起来。不多时，8组对决人选顺利选出。看着大屏幕上的对决名单，顾心意笑了。而这时，主持人的声音也响彻全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第1场比赛的2位选手登场。他们一个是来自鹰海娱乐的夏曦瑶，一个是来自天美娱乐的刘倩。2道聚光灯再次出现，舞台后方，夏曦瑶与刘倩随着聚光灯缓缓步入舞台。可以看出，夏曦瑶多少有些紧张，常年没有上过舞台的人第一次上舞台，她心里也有些忐忑。而刘倩则沉着个脸，她也完全没有想到第1场就会这么戏剧性和夏曦瑶 PK。台下的观众惊呼，有不少人不认识夏曦瑶，这样的美女他们怎么没有听到过？于是纷纷询问着身边的人。顾心意也看出了夏曦瑶的紧张，她一紧张睫毛就会轻眨，于是她高举起小奈奈挥舞着。这一刻，小奈奈直接化身成了应援牌，她圆润的小脸上，大眼睛弯成2道月牙，口中不停呼喊着妈妈加油。台上的夏曦瑶忽然见到这熟悉的身影，她猛地捂住嘴，不敢置信地看向台下那一处。那2道活泼的身影将她心里的紧张瞬间驱散。下一刻，她眼中突然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随后她的双眼突然弯起，与小奈奈形成了同款月牙状。这一瞬间展现出来的柔情，将在场观众的心都要融化掉了。爸爸，爸爸，妈妈看到我们了。小奈奈的目光与夏曦瑶对视，她的小短手挥舞得更加快速起来。顾心意也望向夏曦瑶，脸上挂满温柔的笑。是啊，妈妈看到奈奈了呢。第1场，夏曦瑶 PK 刘倩。夏曦瑶首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她。这时，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彻全场，随后他便协同刘倩一起走到后台。灯光逐渐暗下，舞台上
只有一道聚光灯打在夏西瑶身上。背景音乐响起，顾心意将小奈奈搂在怀里，缓缓闭上眼睛倾听。不知为什么，夏西瑶刚刚那一抹纯粹的笑容一直印刻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顾心意突然想到那一句歌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第52章起风。歌曲的旋律响起，就像迎面吹来一阵暖风，轻轻拂过观众们的耳朵，现场不自觉安静下来，他们微张着嘴，静静地聆听着。此时的大屏幕上也显现出歌曲的名字，起风了。这名字很简单，但他下面跟着的词曲人却让所有人微微眼神微微收敛。星瑶，这个陌生的歌手竟然能请来神秘的星瑶为他写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竖起耳朵，他们现在迫切地想听听星瑶的新歌究竟是什么样子。后台的刘倩早已目瞪口呆，如果细心点可以发现她的手在不停颤抖。前奏很简单，却牢牢地抓着众人的耳朵，夏西瑶的歌声也在随之而来。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近乡情怯，仍无可避免。而江城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风起回起，现场依旧变得落针可闻。他们跟随着音乐，仿佛看到了从前自己青春的脚步，从未曾停歇。然而走过半生，当看到熟悉的家乡时，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近乡情怯又让他们隐隐激动。夏西瑶此时已经彻底沉浸在歌声中，这首歌他练了无数次，只有这次他最为投入，那是种放开心扉的投入。他目光盈盈看向台下，那里有着对他最重要的两个人，他们都在。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又是一首神仙歌，不论现场的观众还是正在看直播的人，此刻都被歌曲彻底感染。他们的脑海里如幻灯片一般闪烁翻涌，不约而同地回忆起过往无数张熟悉又陌生的侧脸，最后定格到一个人的笑脸上，那是他们青春中最难忘的人。原来这就是起风了，刮起的是他们那早已埋藏在心底名为青春的风。星瑶，这个笔又来拨动他们心弦来了。歌声还在继续，众人如痴如醉。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塔，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偌大的体育场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随着歌陷入了回忆。舞台后方的刘倩一屁股坐到地上，面色灰败，嘴角止不住颤抖，她没演唱的勇气了。夏西瑶以最亮眼的出场，最完美的唱功，带着这种近乎无敌的歌，彻彻底底将她的勇气全部撕碎。袁姐就站在刘倩不远处，眼中全是迷茫，到底谁才是音乐教父？吴凡给刘倩写的歌她听过，如今听到星瑶的这首歌，她感觉那首歌连为这首歌提鞋都不配。袁姐惨然一笑，技不如人，终归是技不如人。以前就被压得死死的，如今人家强势归来，依旧被压得死死的。不仅后台如此，就连评委席上的导师此刻都被这首歌感染到。他们作为导师更是老牌歌手，此刻都隐隐有些羡慕起夏西瑶来。当初要是有这么一首歌为他们铺路，他们指不定早就成就天王天后的成就了。可惜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星瑶。青春的旋律还在继续，夏西瑶身着翩翩长裙，迈动着轻盈的步伐，向前轻轻走了几步，如蝴蝶展翅一般，划出所有人青春的轨迹。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凉晨光里笑得很甜蜜，明明好像在诉说着微不足道的小事，归来看见依旧是他。可观众们心里却都涌起无限的遗憾，他们也想出走半生，归来仍初心不改。可遗憾终究是遗憾，他们仿佛看见了那微凉晨光里浅笑的脸，正在慢慢模糊消失。此时的直播间弹幕上，不知是谁刷了一句：我说怎么走散了，原来是起风了。原本安静的弹幕顿时炸了起来，无数人眼含热泪跟着刷了起来。所有网友都在此刻直接破防，听了这首歌之后，他们心中满是青春的遗憾，他们流着泪刷着弹幕，讲述着自己青春的故事，最后统一变成：我说怎么走散了，原来是起风了。爱意随着风起，风止意却难平。也就在这时，夏西瑶的演唱渐渐到了尾声，她如酒般深沉的嗓音，像是在抚平众人的心绪，又像是在给青春一个答案。晚风吹起你鬓间的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床头藏起的画。画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歌曲的结尾像是在给自己一个交代，
所有人从青春的梦中大梦初醒，醒来生活仍在继续，而那些回忆只是自己的触景生情。回忆虽是遗憾的，但没有遗憾的青春又怎么能称得上是青春呢？青春就该是张扬放纵的青春，回忆起来虽有遗憾，但却使人无限怀恋。爆了！不知何时，后台的观看数据呈爆炸式增长，远超往年的收视率。导演任超擦了擦眼角的泪，他也被这首歌感染的了，毕竟谁还没个青春了？但是他现在又想高兴，又想高声呐喊，这种如过山车的心情让他心跳加快，他不禁苦笑一声。这就是星瑶啊，让你哭又让你笑的人，这个人到底是哪路神仙，才能有这么大的魅力？夏西瑶刚来的时候，任超还有些看不上他，要啥没啥的人，要不是英海娱乐坚持，他都想把夏西瑶踢出节目。没想到事情转变如此之快，他现在恨不得把夏西瑶给供起来。哥好，人好，要啥有啥。任超丝毫不为自己态度的转变感到脸红。赚钱吗？不寒碜。舞台上的歌声还在响起，任超放下心里的胡思乱想，继续听着。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不胜真假，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指尖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所有人听到这里都止不住会心一笑。风止，回忆随风而去，青春旋律落下，盛夏依旧。再难平的青春也终会落幕。第53章相见。音乐声落，灯光再次打开，夏西瑶也慢慢从歌曲的余韵中缓过神来，紧张地看着台下。台下的寂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顾心逸缓缓睁开眼睛，看到夏西瑶的紧张模样，笑出了声。夏西瑶唱得很好，堪比原是他听到的原唱。小奈奈好奇地望着周围的叔叔阿姨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眼含泪光。明明妈妈唱得很好听才对。小小年纪的她根本不知道，他们还在缅怀过往。但是这些都影响不了小奈奈，她伸出小手，努力地为自己的妈妈鼓起掌来。下一刻，仿佛连锁反应一般，如雷的掌声响彻全场，他们眼含热泪，纷纷为台上的夏西瑶献出自己的支持。新歌会的直播间更是弹幕如潮。果然星瑶出品，必属精品，没有失望，太赞了，我哭了。这乃是起风，这明明就是龙卷风，将我心底埋藏多年的回忆彻底掀起。也不能否认，夏西瑶完美的唱出了这首歌蕴含的感情。从今天开始，这歌手我粉了。歌美，人也美，我一整个爱上。兄弟们，我刚踏上社会，现在想冲动一次，为了他回去，我不想青春留有遗憾。楼上的，支持你，加油！我就比较幸运了，我的妻子就是我的青梅。我的青春虽然没有遗憾，但还是被这首歌感染到了。夏西瑶、星瑶，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故事吧？楼上的安敢坏我道心。星瑶是我的，从他第一首开始，我就是他的死忠粉。一首起风了，成功将所有人折服。这一刻，再没有人想起之前根本没人看好夏西瑶，原以为是来凑数的，结果开局便是王炸。就如歌词里唱的一样，猝不及防，闯入众人的心中。这也让后面的人都压力山大。你一上来就放王炸，让我们这些4个2怎么玩？台上的夏西瑶此时对着台下观众们鞠了一躬，随后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顾心逸和小奈奈，退回舞台后面。比赛还在继续，接下来是刘倩的表演。刘倩不知何时已经从地上爬起，看着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夏西瑶，心里莫名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舞台的，就连音乐声响起，她愣了一下神，才反应过来，可惜还是慢了半拍，开场就出师不利。台下的观众齐齐嘘了一声，这让她心里更加慌乱，唱出的曲调也不由得走音，浑浑噩噩地唱完一曲，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让她想掩面而逃。后台导演任超看着实时观看率，不由皱眉，这个刘谦在搞什么？他的唱功他知道，以前一直很好的，今天怎么变成这样了？不过任超只是稍稍郁闷了一下，便不再多想，反正他必输，有啥好想的？今天收视率已经爆了就够了。毫无疑问，最后的投票结果5比0，碾压式的胜利。夏西瑶的信息也在这时发来，约顾心逸在后台出口处见面。顾心逸看到这，后面的比赛他便没再关注，抱着小奈奈提前离开了场馆。夏西瑶刚到后台，就迎来陶乐乐一个大大的拥抱。陶乐乐眼眶红红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着转。他身后的云姐也是眼眶微红，看着夏西瑶，两人温柔的笑了。时隔这么久，再次看到夏西瑶风光无限的站在舞台上，他们有着心中说不出的激动。好了，别哭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夏西瑶拉着陶乐乐的手，很认真的说道。陶乐乐重重嗯了一声，终于破涕为笑，
今天西瑶姐把刘倩狠狠按在地上摩擦，她应该高兴才对。我们走吧，顾心意正在门口等着我呢。夏西瑶不想再耽误时间，她现在只想迫不及待地见到他们，想把奈奈抱进怀里，好好疼爱一番。这还是她第一次离开小家伙这么久呢，不止小家伙想她，她同样也无比想小奈奈。啊，顾心意来了呀！陶乐乐吃惊到睁大眼睛，他现在都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见顾心意了。以前恨他要死，现在又感觉他挺好的，就很纠结。夏西瑶没给他多想的机会，拉着他快步往出口走去。外面天色已晚，街旁两侧路灯早已亮起。夏西瑶一出来，远远的就看到顾心意抱着奈奈，笔直的站在路灯下方。他们正在往这张望着，橘黄色的灯光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夏西瑶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幸福感，是那种丈夫领着孩子在灯光下等待着妻子下班回家的幸福，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却极为温暖。顾心意在夏西瑶出来的瞬间就看到了她，她今晚很美，而此刻的美却又和舞台上很是不同。舞台上的她如落入凡间的仙女，美丽耀眼，让人不敢轻易靠近；而此刻的她宛如一阵夏日的清风，让她感到温暖又亲切，自然到让她止不住想要亲近。妈妈！小奈奈迫不及待地从顾心意怀里挣脱下来，迈着小步伐，噔噔噔地跑向夏西瑶。哎！夏西瑶立即蹲下身子，脸上绽放出明媚的笑，一把将扑过来的奈奈拥入怀中。顾心意这时也走近，面带笑意地对着陶乐乐和云姐打招呼。云姐淡淡点头回应，眼神中却有着一丝感激之色。陶乐乐眼神闪躲，但也是轻轻点头回应。自从他知道顾心意就是新瑶后，他突然对她的感官不是那么坏了。毕竟能写出一生有你和只要平凡的人，心思能有多坏呢？夏西瑶此时也抱着奈奈站了起来，奈奈拱在他的怀里，不停磨蹭着，小脸都不愿抬起。顾心意笑笑，看向夏西瑶：“怎么样？这个惊喜还可以吧？”夏西瑶脸上升起一抹红霞，但她还是直视着顾心意，杏眸弯起。夏西瑶轻轻回答了一句，紧接着她又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奈奈，再次回答：“很惊喜。那我们找个地方吃饭。我和奈奈可是晚饭都还没吃呢。”“我不要紧，奈奈的小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听到顾心意的话，云姐这时走上前：“回公寓吧，那里还有食材，家里的东西吃得放心。”夏西瑶与顾心意同时点头同意，几人便并肩往停车场走去。只是他们不知道，此刻他们的举动全部都落在刚刚从后台出来的刘倩和袁洁眼中。刘倩此时正拿着手机看着夏西瑶离开的背影，眼里泛起怨恨的光。她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让夏西瑶身败名裂的好主意。她既然已经输得彻底，她就要将夏西瑶同样拉下来。她得不到的东西，夏西瑶凭什么能够得到？第54章，上去坐坐。虽然新歌会的比赛还没结束，但此时网上已经炸开了锅，原因无他，只因为新歌会首局比赛就出现一首好听到爆炸的歌，起风了，在这仅仅1小时时间席卷全网。不仅是看过新歌会的观众，就连各种媒体与营销号都闻讯而动。于是乎，微博上各种带着震惊离谱的标题层出不穷。震惊！本届新歌会的最大黑马竟然是他！无敌！一首歌唱哭所有人，带你们领略不一样的青春回忆。离谱！新瑶再出新曲，竟是由他演唱。盘点神秘词曲家新瑶的创作历程。除了各种媒体营销号，那些正在观看新歌会的人，更多人直接将录屏保存了下来，直接发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们。新瑶的新曲，爆炸好听，快听！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点开视频，夏西瑶也开始全面的走进大众的视野。人们纷纷好奇，新瑶到底谁从哪找到这么一个不仅长相绝美，而且唱功了得的歌手？新瑶的歌加上夏西瑶的嗓音，简直绝配。可当他们顺藤摸瓜点开夏西瑶的微博时，就只看到一则复出的声明。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歌手以前存在过。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但当你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时，他的记忆又无比强大。夏西瑶的以往经历开始被人翻找出来，发到微博上。2年前的当红小花，恋情曝光退圈，这一热点一出来，立马被有些无良的媒体嗅到气味，他们开始拿这个话题肆意炒作。一时间，夏西瑶的话题越炒越热，甚至有些盖住了星光会的风头。网上也呈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觉得夏西瑶既然因为恋情曝光都退圈了，就不该再复出，他们无法粉一个已经结婚的歌手。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只要唱歌好听，恋没恋爱是人家的自由，谁说歌手就不能谈恋爱？实力派歌手不需要花里胡哨。两边人在网上吵得热火朝天，最后那一部分觉得实力歌手不需要炒作的人直接来一句绝杀：我就问你歌好不好听吧。这一句话一出，那些颜值党瞬间哑火。歌好不好听？不好听，
他们有必要在这吵吗？只是他们心里还是别扭，只能扔出一句：星瑶要是把这首歌给别人唱的，肯定也一样好听。这时，滨海娱乐终于下场说话：恭喜我私下西瑶成功晋级，希望大家往后能够对他多多支持。在此声明，下一场比赛夏西瑶依旧会携星瑶的歌再次出场。另外，这期新歌会夏西瑶的歌曲将会统一制成一张专辑，在新歌会之后上线华音，无损音质，敬请期待。滨海娱乐这则通告一出，网上顿时一片哗然。星瑶不止给夏西瑶写歌了，还不止一首，就很离谱。一瞬间，滨海娱乐的声明与夏西瑶的话题瞬间杀上热搜榜第一，就连起风了这首歌都只能屈居第二，而新歌会只能可怜兮兮地站在热搜第三，瑟瑟发抖。对于网上的盛况，顾欣逸几人完全不知道。此时云姐正开着车，陶乐乐坐在副驾驶，给顾欣逸一家三口留些相聚的空间。一家人坐在车子后排，顾欣逸与夏西瑶挨得很近，小奈奈被两人环在中间。夏西瑶罕见的主动小声的与顾欣逸说着话，挨得这么近，顾欣逸都能闻到夏西瑶身上熟悉的清香，很好闻。顾欣逸不自觉地嗅了嗅，这个小动作使得夏西瑶俏脸有些微微红。顾欣逸很享受这个时刻，再次闻到夏西瑶身上好闻的清香，感受到她在自己的身边，他心里莫名的踏实。车子很快就到了一人公寓，几人下车。现在已经晚上9点30，小奈奈早就饿了，一行人刚进公寓，顾欣逸就与陶乐乐争夺起了厨房使用权。顾欣逸斜眼瞥他：奈奈喜欢吃我做的饭，还有蒸蛋。西瑶姐和云姐喜欢吃我做的营养晚餐。陶乐乐气鼓鼓，这家伙一来就要夺走自己的大权。哦，我不信。那你问问夏西瑶，到底喜欢吃谁做的饭？陶乐乐委屈巴巴的扭头看向客厅里正在哄着小奈奈的夏西瑶。夏西瑶无奈，这两人跟小孩子一样，这都要争。特别是顾欣逸，夏西瑶一眼就能看出他就是在故意气乐乐。只是他确实好久没吃顾欣逸做的饭了，他不敢去看陶乐乐可怜兮兮的表情，低下头，脸色微红。乐乐，出来吧，没爱了。陶乐乐想哭。西瑶姐果然还是重色轻友。厨房被顾欣逸霸占，很快一桌美味就被他依次端上桌。陶乐乐看到夏西瑶吃的那么香，他恨恨地夹起一筷子放在嘴里，想看看顾欣逸到底做的怎么样。结果只是一口，陶乐乐的眼睛立马变成了星星眼。这也太好吃了吧！他以前还心疼夏西瑶，现在突然有些羡慕起夏西瑶了。饭后，夏西瑶独自送着顾欣逸回酒店，小奈奈则留在公寓，今晚跟他一起。自从顾欣逸穿越过来，他基本没有与夏西瑶独处过，现在车里突然只有他们两人，气氛一时有些沉默。顾欣逸不知道该说什么，看了眼正在开车的夏西瑶，继而转头默默地看着车窗外的夜景。夏西瑶察觉到了他的目光，不免偷偷瞥了他一眼，但很快便转回，一颗小心脏跳动得有些急促。他耳垂泛红，强行压下心中的异样，目视前方，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一直到酒店，二人竟然都没有过一点交流，若是让不知道的人看到，还以为这两人互相不认识呢。车子停在酒店停车场，顾欣逸这才转过头看向夏西瑶：回去吧，路上小心点，到了给我电话。夏西瑶低着头没有答应，而是把安全带解开，推开门先一步下了车。顾欣逸心中一动，直愣愣地看着站在车旁的他。他什么意思啊？顾欣逸偷偷咽了口水，装作一脸淡定地跟着下了车。那上去坐坐。顾欣逸问道，声音都带上了颤音，莫名有种紧张感。第55章风波起。夏西瑶穿着一身宽松的居家服，挽起的头发此刻已经放下，她就这样俏生生地与顾欣逸并肩走进酒店。蓬松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使顾欣逸看不清她此刻的表情。顾欣逸现在是前所未有的紧张，甚至比他知道自己穿越了的那时还要紧张。他感觉自己现在心脏都快承受不住，狭窄的电梯里，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夏西瑶也好不到哪去，他不知道刚刚自己怎么了，在听到顾欣逸让他回去时，他就突然不想那么快回去了。直到现在，旁边顾欣逸身上散发出的火热让他感觉要窒息，他都不用摸自己的脸，就能知道自己现在的脸肯定比烧开了的水还要滚烫。要死了！为什么自己刚刚不走？接下来该怎么办？二人是奉子结婚，自从和顾欣逸结婚后，他再也没有和他有过肌肤之亲。他死死盯着脚尖，不敢抬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叮，容不得两人再多想，电梯门打开，3层到了，顾欣逸今晚预定的就是这层的房间。顾欣逸下意识地走出电梯，夏西瑶磨磨蹭蹭地跟着。刷卡，打开房门，顾欣逸走了进来，环顾了一下，标准的单人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夏西瑶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入房间，顾欣逸是怎么将门关上的。房间里只剩两人的呼吸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仿佛可以预见，可夏西瑶突然有些惶恐，
他还没准备好，他才刚刚有些接纳他，还做不到其他。顾心意却对夏西瑶的想法丝毫不了解，他再笨也知道，一个女人要去一个男人酒店的房间坐坐，这意味着什么。他是万年单身狗，但不代表他没情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对于夏西瑶，顾心意在心里问过自己许多次，从刚开始的只是为了补偿他，到后来慢慢心疼他，再到有点喜欢，再到欣赏，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情。顾心意靠在床边坐下，看着还低头站在原地的夏西瑶，深吸一口气，主动拉起了他的手，温软如玉，这是夏西瑶给顾心意的第一个感受。温润的小手握在手中，顾心意抬头，这才直视起夏西瑶的眼睛。然而下一刻，他心中的火热陡然熄灭，他那一双漂亮的杏眼中此时带着惊慌、不安、害怕种种情绪。呼，顾心意深呼出一口气，慢慢松开夏西瑶的手。我先洗个脸。声音沙哑，夏西瑶依旧低着头，只是带着颤音轻轻嗯了一声。顾心意用冷水洗了好久，这才彻底冷静下来。他从卫生间出来，再次看到夏西瑶时突然笑了。他依旧低着头，傻愣愣地站在那，像个鹌鹑一样。这个笨蛋，不知道这样会引人犯罪吗？光知道点火，不知道灭火是最可耻的行为啊！走吧，我送你下去。啊！夏西瑶猛地抬起头，看向顾心意。啊什么啊！快走！顾心意生气地伸出手敲了敲他的脑壳，疼得夏西瑶捂住脑袋，水汪汪的杏眼直勾勾地望着顾心意，小嘴也瘪了起来，简直像是和小奈奈一个模子印刻出来的。只是夏西瑶这样更显风情。嚯，这真是个妖精！顾心意有些受不了，他难道不知道自己的魅力吗？快走，再不走今晚就别想走了，你还委屈上了。顾心意打开门，开始赶人。夏西瑶这才急匆匆走出去，看到顾心意关上门，还拍拍胸口松了口气，一直将夏西瑶送到楼下，看着他上车，顾心意静静地等他将车开走。谁知车子刚启动，夏西瑶突然降下车窗，直勾勾地望向顾心意，脸颊绯红。顾心意，为什么？你不想吗？顾心意扶额长叹，唉，你说呢？只是这种事要两厢情愿才行啊。等哪一天老婆大人准备好了，我非常乐意。夏西瑶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只是她的眼睛却是越发璀璨。我走了，路上慢点。到家电话。车子驶离，顾心意苦笑一下，转身快步往酒店里走去。今天又是熬得很晚的一天，要回去洗个澡，赶紧睡觉才行，省得猝死。顾心意回到房间，刚洗完澡就接到夏西瑶打来的电话，他已经到了公寓。两人互道晚安，只是他们不知道，微博上突然出现一条关于夏西瑶的帖子，在慢慢上热搜上爬着。直到第二天，这个帖子已经来到了热搜第10。夏西瑶婚外情，出轨神秘歌手星瑶。帖子里信誓旦旦，里面主要讲述了夏西瑶与顾心意已经结婚，并生有一女儿，但两人关系一直不太好。夏西瑶为了付出利用美色，勾引星瑶，星瑶才会为他写歌。这个帖子里说的头头是道，不少营销号转载，更有许多评论。于是在一大早成功杀上热搜。看到的网友们刚开始还有些怀疑，可是架不住帖子下面评论一面倒，更有各种营销号在转发宣传。他们从怀疑到相信，再到对夏西瑶口诛笔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起床，看到这个帖子，这个帖子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无数人都在底下评论着，夏西瑶的微博也遭到了爆破。呵，我说怎么能拿到星瑶的歌？原来是靠卖肉啊！星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只能说狼狈为奸。我不相信星瑶能做出这种事，你们就等着打脸吧。我虽然不了解夏西瑶，但我相信星瑶能写出那些歌的人会出轨一个已婚女，长点脑子吧。那怎么解释星瑶只给夏西瑶写歌？而且你们发现没有，星瑶是为了英海娱乐与华音共创了只要平凡，而夏西瑶就是后面加入英海娱乐的，肯定是夏西瑶的错。反正我星瑶肯定是被骗的。各种惹眼的评论在夏西瑶最新发布的微博下方出现，仅仅用了1小时，上午9点，这个帖子与夏西瑶的微博顿时被刷到了热搜榜第1与第2。而此刻的顾心意才刚刚晨跑结束，对此完全不知情。第56章，清者自清。夏西瑶昨晚失眠了，她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在酒店中顾心意拉着她手的场景，以至于她早上起来时，云姐与陶乐乐早已起床。奈奈正吃着陶乐乐给她做的早餐，夏西瑶打着哈欠，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无精打采。云姐与陶乐乐对视一眼，眼中皆带着担心之色。他们以为夏西瑶看到了热搜，才导致一夜未眠。陶乐乐眼中带着焦急，走到刚在餐桌前坐下的夏西瑶面前。西瑶姐，顾心意怎么说？难道不打算出来澄清一下吗？
这种事情最好是顾心义亲自出来澄清，若是夏西瑶发布声明的话，只会引来反效果。夏西瑶正一脑子混沌，听到陶乐乐的话，他茫然了一下，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澄清？顾心义又发生什么事了吗？陶乐乐无语，这才发现原来夏西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更气顾心义，到现在还不出来给西瑶姐站台，网上的流言蜚语都快将西瑶姐的微博淹没了。西瑶姐，你现在还想着她？她没事，你倒是有事了。你还是看看你的微博吧。夏西瑶这才从陶乐乐的口气中意识到事情的不对，他拿出手机打开微博，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私信与评论消息。夏西瑶点开，在看到这些充满恶意的私信后，手不自觉抖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滑去，基本10条有9条是骂他的私信。退出私信，他这才看到那篇帖子以及数个营销号发布的跟帖。片刻后，夏西瑶放下手机，继续吃起早餐，表情平静，好像根本没有事发生一样。看到夏西瑶这个样子，陶乐乐更加担忧，网上这么大的舆论，西瑶姐会不会承受不住？西瑶姐，怎么办？我们不管吗？夏西瑶拍了拍陶乐乐的手，反而安慰起陶乐乐。乐乐，清者自清，我们知道就好了。见夏西瑶这副样子，陶乐乐在心里叹了口气，说是清者自清，可舆论可从不关心你的死活。夏西瑶睫毛微微眨动，其实他心里也很不平静，但顾心义既然一直都是匿名发歌，那就证明他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既然这样，那他就不能将顾心义的身份曝光。此时广大的网友们还在等着正主出来解释呢，结果他们等了好久，终于等来了夏西瑶的微博更新。他们迫不及待地点开，然后全部愣住了。他们本以为这会是长篇大论的公关，没想到只有简简单单的4个字：清者自清。这算什么？这就想将他们打发了？于是网上的言论瞬间更加激进起来。江城天美娱乐大厦，刘倩笑得很开心，虽然从魔都回来被公司臭骂了一顿，但也止不住她现在的愉悦心情。夏西瑶被他成功拉下水了，这就很 nice。 看到网上清一色的评论，他现在无比开心。虽然他知道这里面大多都是他花钱请的水军，另外有几个营销号也是他花钱找人发的帖，但是只要能把夏西瑶整倒，他就感觉自己花的钱值了。袁姐在一旁看着笑得无比张狂的刘倩，她只感觉眼前这女人已经疯了。她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这个消息，刘倩做这些事竟然连她这个经纪人都隐瞒了起来。刘倩，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这是在诬陷。如果星瑶真要追究起来，你就彻底完了。听到袁姐的话，刘倩只是不满地瞥了一眼她，心里更是对她的话嗤之以鼻。我怎么诬陷了？谁知道他们俩究竟有没有事？你说要是没事的话，就凭夏西瑶这个要什么没什么的女人，怎么能让星瑶给她写歌？我看他们8成心里有鬼。你看，连解释都没有，哈哈！还清者自清，假清高。袁姐依旧阴沉着脸，没有说话。她看着发疯的刘倩，只能期待刘倩说的都是真的，要不然她只能将刘倩抛弃掉了。死道友不死贫道，下一个说不定更好。在酒店中的顾心义正在悠闲地洗着澡，却不想外面的手机如催命一般不停响着。顾心义只能草草了事，围着浴巾擦着头发就匆匆走了出来。看到来电的名字，顾心义有些讶然，他给自己打电话干嘛？喂，杨部长今天怎么有空给我这个闲人打电话啊？闲人？你竟然还有脸说你是闲人？你知不知道，自从你出现后，热搜都快被你承包了。电话那头，杨丞琳没好气地说道。顾心义挠了挠脑袋，想想好像也是，自从自己发布了一生有你之后，热搜好像都跟他有关，就没停过。唉，谁让我长得太招人喜欢？还说正事，打电话来到底有啥事？顾心义不要脸的自夸了一句，然后才认真起来。杨丞琳咬咬牙，他是真想把这个男人打死。什么叫打电话来到底啥事？没事就不能给他打电话吗？他们不是朋友吗？就很生气。杨丞琳语气更加不好。哼，你以为我想给你打电话吗？还不是你家那口子的事。我说你怎么搞的？夏西瑶都被黑成那样了，你还坐得住？夏西瑶被黑？顾心义立马严肃起来。你说夏西瑶发生了什么？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听得杨丞琳心里有些泛酸。好像一涉及到夏西瑶的事，这个男人就变得无比认真。热搜，你自己去看吧。再见。电话直接挂掉。顾心义皱皱眉，不明白这女人发什么神经。不过现在也是想这个的时候，顾心义赶紧打开微博，第一眼就看到了热搜前几条的帖子。看到标题的瞬间，顾心义脸就黑了下来。等他将所有帖子内容看完，又将夏西瑶微博上的消息与评论看完，顾心义脸色彻底黑了，他直接气笑。呵，真当老子的女人好欺负？还有那个傻女人，这么大的事不告诉我，
怎么想的？自己扛。顾心意只想当面质问那个笨蛋，到底有没有把他当成老公。不过在质问他之前，他还有一些事要做。既然有人想玩，那就玩个痛快吧。第57章，宠妻狂魔顾心意。刘倩怎么也想不到，打脸会来得如此快，如此迅猛，以至于他还没高兴多久，就陷入了惶恐之中。他怎么也没想到，星瑶竟然会是那个曾经的小白脸。上午10点钟，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着夏西瑶的塌房事件，抖音上星瑶的短视频就被人刷到。作为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又是坐拥数千万粉丝的神秘大佬，他刚刚发布视频，很被无数人看到，都不需要抖音的专门推流，粉丝们就自发将这条视频推了上去。星瑶露脸自证了，这是一大事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神秘的星瑶会在这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发布视频。他本可以不说话的，毕竟这次大家主要攻击的目标不在他。可当大家点开视频的时候，却发现这乃是什么自证视频？这分明就是一份狗粮加讨伐视频。视频中，顾心意一身得体的休闲装，即便他面色很严肃，却依旧让人眼前一亮。没想到神秘的星瑶这么帅，爱了爱了。可接下来的话，却让网友们感觉到遭受了10000点暴击。大家好，我是星瑶。人刚睡醒，就看到网上一些很不好的言论，很多人就在质疑我为什么给夏西瑶写歌，甚至有人造谣夏西瑶婚外情。我在此只想大声问一句，我他妈给我老婆写歌怎么了？怎么了？我老婆不愿意搭理你们，我可不惯着你们。什么亲者自亲，不存在的。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来和你们相处，结果换来的却是疏远。不好意思，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叫顾心意，想必你们也能在网上搜到我。当初我和夏西瑶因为恋爱双双退圈，后来结婚，一直到现在。至于我为什么要起名叫星瑶，因为我们的女儿就叫顾星瑶。现在你们知道结果了，开心了。在此，我还想跟那个发帖的人以及那几个营销号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收集了相关证据，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对了，还有那些水军，你们背后的那些团队，有一个算一个，通通等着律师函吧。好了，今天话就说到这，奉劝那些人好自为之。散会。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瞬间震惊到无以复加。他们吵了这么久，结果人家他妈的本来就是夫妻。大家都知道星瑶应该结婚了，毕竟当初小奈奈可是出现在他的抖音上，而且和他长得颇为相似。但谁都没想到，星瑶就是顾心意，离了大谱。顾心意这个视频在这一刻疯狂传播，他的那些一直相信他的粉丝们更是像疯了一样转发到微博上。他妈的，我就站在这，看看谁还敢造谣。我就说星瑶不可能是这样的人。看吧，他们本来就是一对神仙眷侣。早上的那些喷子呢？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我靠，我知道他还给他老婆买过手机。我说怎么夏西瑶这么眼熟，没想到他就是星瑶啊。好宠，我爱了。粉丝们自发转发着顾心意的这条视频。就这样，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因为顾心意本人没有微博，所以夏西瑶的微博瞬间沦为他们的战场。你们都欠夏西瑶一个道歉。西瑶，星瑶，我早该猜到的。夏西瑶，对不起，有这样的老公，夫复何求啊？我木了，兄弟们，绝配！一个写歌无敌，一个唱歌好听，我以后就是你们的 CP 粉了。顾心意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这么早的迈入婚姻坟墓啊？果然好男人都是别人家的，亲者自亲。说得好。舆论才刚刚发生1个小时，瞬间出现2极反转。夏西瑶的微博评论区再次被爆破，只是这次全都是正向的言论。就在大家还在讨论顾心意发布的视频时，英海娱乐的微博立即跟了上来，发布了一则通知。大家好，这里是英海娱乐法务部，受顾先生的委托，对于网上的不实言论与造谣，我们将持续跟进，现已向之前帖子的发布者与几个营销号后面的公司递交律师函。对于水军，我们将会与微博官方进行核实，相关的账号将会全部封禁。如果发现后面有盈利单位，我们也会依法寄送律师函。这则通告一出来，微博上瞬间沸腾。眼尖的网友们突然发现，之前还在热搜上的几个帖子已经被全部清空，就连发布帖子的人都注销了账号。没过多久，微博官方便站了出来。各位博友们，上午好，经过我们核实查证，目前已经封禁1500个发布不实言论的账号，在此警告某些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传谣必将悔恨终生。随着微博官方的通告出来，顾心意发布的视频帖子被顶到热搜第1，夏西瑶最新发布的微博也瞬间占据第2。短短时间内，宠妻狂魔与亲者自亲2个热词也相继而出。吃瓜大军们现在最喜欢刷的就是我老婆不愿意搭理你们，我宠妻狂魔顾心意可不惯着你们。什么亲者自亲，
不存在的。魔都一人公寓中，夏西瑶还在拥着小奈奈看动画片，陶乐乐拿着手机如风一般跑了过来，脸上洋溢着明媚的笑，整个人都显得异常激动。西瑶姐，你快看，顾心意她发视频了。夏西瑶抬头疑惑地看向陶乐乐，陶乐乐见夏西瑶这个样子，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直接将手机递到夏西瑶脸上。西瑶姐，你这么温柔以后该怎么办哦？你真该好好学学顾心意，你看看他，直接硬刚，太爽了！硬刚。夏西瑶接过手机，点开视频，顾心意的声音便从视听筒里传出，小奈奈也好奇地凑上来，睁着大眼睛使劲瞅着，是爸爸的声音，爸爸又进手机里了。一直到夏西瑶将视频全部看完，他小嘴微张，明显很是惊讶。陶乐乐在一边还在继续说着，西瑶姐，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是怎么说顾心意的吗？宠妻狂魔。哈哈，太有趣了。听到陶乐乐的话，夏西瑶脸色悄然红润起来，心里也微微泛起甜蜜感。有谁又不愿被宠着呢？想到这，夏西瑶直接抛下小奈奈，快步走回了房间。客厅里顿时只剩陶乐乐与小奈奈大眼瞪着小眼，丝毫不清楚夏西瑶是怎么了。第58章温言软语。回到房间的夏西瑶看着拨号界面，突然有些犹豫，她不知道打过去该说些什么了。说你干嘛要说那些羞人的话？这不就间接承认自己害羞了吗？还是说对的好，深得我心？不行不行，那他会不会认为自己是个睚眦必报的小气鬼？夏西瑶扑倒在软绵绵的床上，脸蛋深埋在被子中，像个小女孩一样踢了踢腿。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拿起手机直接打了微信语音。电话在嘟的一声后秒接听，那边传来顾心意好听的声音。喂。夏西瑶小脸还埋在被子中，憋得通红，闷声闷气地说道，喂，你现在在干什么？夏西瑶没等来顾心意的回答，先等来了顾心意的嘲笑声。呵，你在干嘛？表演用被子闷死自己吗？啊！夏西瑶惊呼出声，惊慌失措地抬起通红的小脸。她吓了一跳，不知道顾心意是怎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直到她看到手机界面，才发现原来自己不小心点的是视频通话，大大的社死二字写在脸上。夏西瑶微张着小嘴，如入定一般，茫然地看着视频那头的顾心意。顾心意摸了摸鼻子，这样的夏西瑶意外的可爱啊。下一刻，夏西瑶嘤咛一声，又如鸵鸟般将脸埋进被子中，再也不愿起来。丢死人了！你不许笑！沉闷的声音从被子中传来，顾心意终于识趣的停止了笑声。好，我不笑，我刚准备出门去公寓，你要来接我吗？那你在那等我。夏西瑶这才抬头，一双如水般的杏仁眸子盯着视频那头的顾心意，俏脸依旧红润无瑕，只是声音不再沉闷。他还是没问顾心意为什么会发那个视频，有些事好像真不需要问。只是他没问，顾心意却率先说起了这个话题。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要说。夏西瑶，你都被黑成啥样了？为啥不跟我说啊？你到底把我当啥了？夏西瑶抿抿嘴，有些沉默。他把他当啥？实际上夏西瑶也有些茫然，自己喜欢顾心意吗？夏西瑶在心里问自己。只是很快他便得到了答案，是喜欢的。他喜欢改变后的他，小心翼翼照顾自己娘俩的他，那些生活上的细腻举动让他欢喜，那看自己实眼中的心疼与纯净是装不出来的。这样的顾心意很难不让人喜欢。只是过往的经历让夏西瑶有些不敢放开心扉。等了好半天，顾心意也没等到夏西瑶的回答，然后他也沉默了。良久，顾心意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只是这次他的声音明显带着些失落的感觉。不说也没关系的，我在楼下，你来接我吧。视频挂断，夏西瑶才回过神，回想起顾心意刚刚的语气，他的心突然如针扎般疼了一下。自己让他失望了吗？夏西瑶忙从床上爬起来，他突然想快些见到他，这样想着，他的脚步也不由加快，往门外跑去。陶乐乐还在疑惑大中午的夏西瑶一个人待在房间干啥，下一刻他就看到夏西瑶踉踉跄跄的从房间里跑出来，然后就这样跑出了大门。陶乐乐皱眉，西瑶姐好像哭了。夏西瑶确实哭了，她也不想的，可眼泪就是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她突然害怕因为自己的没回答，顾心意会伤心，会离开他们。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都在她心中闪过，她更加害怕起来。明明她已经很努力的在向自己靠近了，为什么自己要犹豫呢？直到车子到达酒店楼下，夏西瑶看到那个站在阳光下挺拔的身影，她才终于松了一口气，继而又像是给自己加油一般，伸出拳头来给自己打了打气。车子停在顾心意身边，顾心意上车，她情绪好像没什么波动，上了车之后只是静静地看向窗外。夏西瑶没有发动车子，就这样转过身子，紧紧地盯着顾心意的侧脸。她深吸了好几口气，
然后终于开口：“顾心意，对不起。”顾心意这才转过头，看着夏西瑶微红的眼眶。其实，在夏西瑶没有明确回答的时候，他心里也很难受。但是，当他看到夏西瑶这个样子，他不由苦笑，自己好像就从来没有拥有过吧。不用道歉，夏西瑶，其实我不是你想的那个顾心意呢，所以你不用内疚什么。那你是顾心意吗？夏西瑶依旧直视着他的眼睛，目光依旧如水。顾心意突然想起之前在游乐场时夏西瑶与他的对话，夏西瑶问他：“你是谁？”他回答：“我是顾心意。”现在夏西瑶反问自己，顾心意挠挠头：“我是顾心意，那你就是我想的那个顾心意。”听到夏西瑶坚定的回答，顾心意突然怔住，他努力握紧自己有些颤抖的拳头。可我有些害怕，我怕哪一天你们不需要我了。顾心意。夏西瑶突然打断他的话，看着顾心意这个样子，他觉得心疼。他伸出手，用力握住顾心意有些颤抖的手，又轻轻地靠在他身上。顾心意，你是奈奈他爸，也是我老公，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会离开你。还有啊，我和奈奈要的不多，你的那些才华我和奈奈只会欣赏，但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在我们身边，对我们好，我们就满足了。娇躯入怀，温言软语，没有什么比这能让顾心意安心。顾心意拥着夏西瑶，突然笑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回答，这就够了。从此除了夏西瑶与小奈奈，再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道心。两人只温存了片刻，夏西瑶就不好意思地从顾心意怀中窜了出来，一张小脸燥热不堪，这已经是他现在能做到最大的程度了。顾心意也没强求，只是脸上带着傻笑，这让夏西瑶更加羞涩。他风情万种地瞥了一眼傻笑的顾心意，扑哧一声也笑出了声。这个傻子，这么好满足的吗？车子慢慢驶离酒店，往公寓行去。只是这一来一回，两人的心境已完全改变。第59章鱼死网破。怎么可能？不可能！星瑶怎么会是顾心意那个小白脸？啪！江城天美娱乐艺人公寓内，刘倩如疯了一样将桌上的化妆品一扫而尽，化妆品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刺耳的碎裂声。就这样，刘倩仿佛还不满意，像是泄愤一般上前用脚狠狠地踩着。而与化妆品一同报废的是一份英海娱乐法务部寄来的律师函，他被扒出来了。那个发帖的人见到事情不对，立刻将他这个主谋给供了出来。如今天美娱乐已经责令他休息，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再过几天，他必将坐上被告席。不远处的袁姐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幕，身为老狐狸的她就知道事情肯定不会那么简单。果然，事情转变的比他预想的还要离谱。顾心意，星瑶，呵呵，隐藏的真深啊！袁姐暗叹一声，她当然知道顾心意。2年前夏西瑶那件事在公司闹得风风雨雨，谁都没看好当初的那个小白脸。可是没想到，如今小白脸露出了獠牙，陡然变成了一头苏醒的老虎。第一个受到反噬的就是刘倩。不得不说，夏西瑶的眼光是真好啊！我不服，袁姐，手机给我用下。刘倩喘着粗气，两眼泛着血丝，她的手机早在第一时间被她摔碎。袁姐只是微微瞥了她一眼，没好气道：“你有什么不服的？唱歌比不过人家，长相没人家好看，就连找男人都没人家会找，你在这跟我说你不服？”刘倩陡然扭过头，直勾勾地望着袁姐，袁姐丝毫不惧，依旧瞥着她。怎么？我说错了吗？等你被关进去，我们之间的合约自然结束。公司的意思你应该懂吧？什么休息？他们早就抛弃你了。为什么？刘倩咬着牙，依旧不敢相信公司竟然抛弃她了。为什么？你还问为什么？公司需要的是摇钱树，你一点价值都没，自然被抛到一边。作为过来人，袁姐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长得也有几分姿色，等你出来后找个老实人嫁了吧，别折腾了。呵，哼，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我的好袁姐？刘倩气笑，这一刻他们终于撕破脸皮。既然这样，那袁姐手机借我用一下好吗？就一下，也算我们之间有始有终。袁姐看着突然露出鬼笑的刘倩，眉头又皱了起来。你还想干什么？刘倩依旧在笑，只是笑容多少有些瘆人，让袁姐身上都泛起了鸡皮疙瘩。我想干什么？鱼死网破。他夏西瑶凭什么？以前就处处压我一头，好不容易把他熬走了，没想到现在又阴魂不散的跑出来了。他一个孤儿，凭什么处处都比我好？就连找男人这方面都要碾压我。嘿嘿，不过既然知道了星瑶就是顾心意，那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动不了夏西瑶，那我就要让顾心意身败名裂，将我搞进去，那就谁也别想好。袁姐眯了眯眼睛，仔细地看着状若癫狂的刘倩，她已经疯了。袁姐很想告诉她，夏西瑶是个孤儿怎么了？人家从来没跟你争过。
人品性格也比你好1万倍。但袁姐不能说，她知道刘倩现在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刻，任何打击都会让她失去理智。好，手机给你，但你记住了，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和我无关。我知道。袁姐，你害怕了？哈哈。刘倩大笑一声，又说道：放心，这次我要做的事，那可是真实发生的，没有一点虚假。袁姐，你就等着看好戏吧。袁姐深深地看了一眼刘倩，还是将手机递了过去。刘倩接过手机，在袁姐的目光下拨通了一个号码，对面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喂，找谁？喂，高成，我是刘倩。魔都。顾欣逸此刻正在公寓内吃着午饭，只是餐桌上的气氛今天却显得有些异样。小奈奈倒是没什么变化，依旧吃得不亦乐乎。云姐脸上全程带着姨母笑，慢慢地扒着龙虾，放在清水里洗一洗，然后喂到小奈奈口中。陶乐了一副被震惊到的模样，低头扒着饭，时不时偷偷看一眼坐在他对面夏西瑶两人。夏西瑶一张俏脸，连带脖子都通红一片，他恨不得将头埋进碗中，不敢看桌上几人。导致众人这样的都是因为顾欣逸。此刻他正傻笑着帮夏西瑶扒着小龙虾，并且亲自用筷子喂到他的口中。夏西瑶觉得这人不正常了，自从刚刚从车子上下来后，突然就不正常了。但顾欣逸并不觉得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对。刚刚在车上，夏西瑶可是承认自己是她老公了。没谈过恋爱的顾欣逸，能想到亲近的方法就是亲手喂她吃东西，不对吗？没什么不对吧？夏西瑶终于忍受不了众人异样的眼光，她感觉自己的俏脸就像这小龙虾一样，都被煮熟了。能不能不要这样，我自己来就好。说完，她抬头，眸子带着羞意看了眼顾欣逸，眼中的娇嗔看得顾欣逸一愣一愣。原来被女生用娇羞的目光注视是这么爽的一件事。顾欣逸感觉自己彻底悟到了，以前他总觉得恋爱狗都不谈，现在他只想说一句：真香。好，那你自己来。顾欣逸停止了投喂老婆，转过身，继而开始投喂起小奈奈来。夏西瑶无奈地白了一眼顾欣逸，看来这人今天是不能好好吃饭了。之前的他也不是这样的啊。不过幸好，饭后顾欣逸终于正常起来，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开始思考着下一场比赛该写什么歌曲。每一次比赛的间隔时间只有3天，新歌会的规则向来都是这么残酷。16进8，夏西瑶赢得很轻松，下一场8进4的比赛就未必这么简单了。随着淘汰进行下去，剩下的选手只会越来越强，他们的唱功完全不输于夏西瑶，比拼的就是歌与临场发挥。3天时间拿出一首原创的好歌来，对谁都不容易，就连顾欣逸都开始发愁起来。他在纠结这次到底该选什么样的歌曲才能保证拿到胜利。而夏西瑶也没闲着，他就坐在顾欣逸身边，桌子上也铺着几张曲稿纸，他在完善他这些天一直想的那首歌，总是缺一点旋律的那一首。可是现在他慢慢的好像抓住了那点旋律的尾巴。夏西瑶紧紧锁着眉，不断在心中哼唱着。第60章往事暴雷。这一段旋律就像不停挠人心窝的猫爪，每当夏西瑶想要抓住它，他总调皮的缩回去。直到晚上，顾欣逸已经离开，他都没能彻底将这首歌做出来，差一点，就差一点。夏西瑶急得将原本柔顺的头发都给挠成了鸡窝。最后夜深人静，小奈奈早已睡去，夏西瑶才终于放下半成品的曲谱与歌词，无奈地躺到床上。有时候灵感这个东西强求不得，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只能等一旦悟到了，就会如醍醐灌顶般舒坦。毕竟不是谁都和顾欣逸一样直接带着外挂上场。第二天一早，夏西瑶刚刚睡醒，还没来得及洗漱，便发现网上一个关于顾欣逸的大事件再次上了热搜。这些天关于顾欣逸与自己的热搜就没停过。夏西瑶刚开始还没当回事，可随着他看到帖子的标题，眼神瞬间收缩起来。这一刻，他的心彻底慌乱起来。网友们好像已经习惯了，自从新瑶这个账号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他们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话题。今天也是，当吃瓜大军们再次看到一个标题中带有顾欣逸的帖子时，他们没有一点惊讶，很自然的就点了进去。这种事情为手熟耳，现在他们一天不看到新瑶的名字，他们就浑身难受。可这次却不一样，当吃瓜大军们点开帖子时，他们竟集体呆愣住。他们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看见了啥。新瑶家暴男，笑！昨天他们还都在刷宠妻狂魔顾欣逸，今天你跟我们说他是家暴男，胡编乱造也要找个好点的理由啊！这谁信啊？吃瓜大军在呆愣住后都不由得捧腹大笑，他们迫切地点开帖子中的视频，想看看这笔到底都讲些啥。视频中出现2个男人，他们一脸严肃，有人认出了他们，
是以前与顾心意一起在男团里的成员，一个叫高成，一个叫许斌。看到这时，吃瓜网友们会心一笑，这两个出来刷存在感的吗？见不到别人好。这时高成开口了：大家好，我是花样男团的高成，有些人应该认识我，没错，我就是现在当红词曲家星瑶，也就是顾心意以前的朋友。为什么说以前呢？因为后来我休与这种人为伍。我猜大家听到这肯定不相信我所说的，他如今那么火，我为什么还会这么讨厌他？大家接着听我说完就知道了。我想说的是，自从他结婚后，就一直给我们男团里的成员打电话，他想复出。本来对于他的要求我们是有所考虑的，毕竟之前都是朋友，可他打电话来时，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所以我们果断地拒绝了他，那就是顾心意，他就是个家暴男。我这有电话录音为证。说来也巧，那时候他打电话来说想复出的事，我因为这事正巧录了音，没想到现在会是揭穿他伪君子的重要证据。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会将夏西瑶放出来，而且有能力让夏西瑶没有控诉他，但我保证，以上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我高成既然敢露脸，就不怕与他当面对质。当吃瓜网友们听到这，一时都有些沉默。他们虽然相信顾心意，相信星瑶的人品，但这高成言之凿凿，又是实名又是证据，让他们一时也有些动摇。这时视频中的许斌也说话了，他拿起手机在镜头前晃了晃：大家好，我是许斌，我可以作证，高成说的都是真的。现在我手中拿的就是高成的手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遍当初的录音。说完，许斌将手机解锁，手机屏幕上赫然是一段电话录音，他脸上挂着笑，随手点开录音。网友们此时都竖起了耳朵，想要仔细听一听里面的内容。喂，高哥吗？我是顾心意啊，晚上有时间吗？请您喝酒。是顾心意的声音。网友们立马不淡定了，继续往下听着。高成淡淡的语气随之传来：喂，小顾啊，喝酒就算了，什么事直接说。好吧，还以为高哥你有时间呢。是这样的，您看我还能回去公司吗？小顾，不是我说你，你都娶了当红小花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嘿嘿，高哥，女人嘛，就如衣服一般，我现在想通了，还是事业重要。那你想复出，夏西瑶她能给吗？你们不是刚有个孩子？高哥，不瞒您说，这个家我说一不二，他敢不给，打一顿就好了。女人嘛，就不能惯着她。听到这里，广大网友再也听不下去，这他妈还是个男人吗？对外献媚的要死，就会欺负自家女人？哦，恶心！听到这，不仅广大女网友们受不了，一个个全部化身成战神，开始喷起顾心意来，就连男同胞们都义愤填膺。这他妈就不能被称之为男人？录音这时也全部结束，高成脸上带着愤怒状，继续开口：大家都听到了吧？这就是你们口中所谓的宠妻狂魔顾心意。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在短时间内改变那么大，所以请大家擦亮自己的双眼，别被这种两面派的人给欺骗了。最后说一句，我高成与这种家暴男势不两立。视频到这戛然而止，然而广大网友的愤怒却怎么也止不住，铺天盖地的评论在帖子下方出现：老子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这种人。哦，听到录音我吐了，真难想象他背地里到底是个怎样肮脏的存在。集美们，跟我冲了星瑶的抖音，找他要一个说法，之前有多喜欢他，现在就有多恶心。没种的人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手，有种出来横啊！我也愤怒，但弱弱的说一句，这有没有可能不是星瑶，就是他？他的声音我闭上眼睛都能听出来。靠！我得去洗洗耳朵去，真是脏了我的耳朵。夏西瑶呢？他为什么不出来告他？这种人渣，留着他过年啊！网上一时间骂声不断，这种行为已经触碰了大家的底线。应了那句话，之前大家有多喜欢他，在知道这事后，大家就有多恨他。谁也想不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竟然是这样的东西。顾心意的抖音更是直接被冲烂了，无数人在下面怒骂，他们纷纷让顾心意滚出来说话。网上群情激愤，而顾心意此刻也在看着微博上的这个帖子，他静静地听着视频中的录音。片刻后，熟悉的恶心感觉再次上涌，他再次跑到卫生间开始呕吐。这一刻，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初那种压抑的气氛中。第61章救赎。对于过往，顾心意只能难受，他改变不了什么，但他也不能反驳，因为那些事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夏西瑶曾经受到的伤害只会更多。这一刻对于夏西瑶来说也算是平冤昭雪。顾心意就这样发着呆，从穿越到现在，第一次他什么都做不了。电话在身边响了又响，他没去接听，甚至没有去看，他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顾心逸第一次选择了逃避，他将自己蒙进被子中，好像不理会就不会有这么难受。他难受的不是被人骂，难受的是那些记忆又涌上心头，夏西瑶与奈奈受的那些苦又浮现在眼前，难受的是他的心里，不管再来几次，他都接受不了这具身体以前犯下的错。顾心逸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都没原谅自己。自从穿越过来之后，他无时无刻不在弥补他们娘俩，可依旧改变不了曾经的事实。当这血淋淋的伤疤被揭开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最过不去的是自己这关。顾心逸就这样如鸵鸟般将自己缩成一团，缩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此刻的一人公寓沙发上，夏西瑶面带焦急，一遍又一遍地打着顾心逸的电话。在看到那篇帖子后，他就无比担心。他知道没人能比自己更了解现在的顾心逸。他看着他变化，看着他一点点赎罪，他都懂。现在突然发生这事，夏西瑶其实没什么感觉，过去的再也不会出现，他无比确信。可他知道顾心逸现在的他肯定原谅不了自己。身边的云姐与陶乐乐一脸心疼，他们看到帖子的第一时间也都是无比气愤。陶乐乐甚至想杀到酒店去质问顾心逸，那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打过西瑶姐？可当他们看到夏西瑶这满脸担心焦急的样子时，又不知如何是好。即便那些都是真的，但夏西瑶依旧为了他而焦急，那心疼之色都快满溢出来，连带着他们看到夏西瑶这样，心里都不好受起来。电话依旧没有打通，顾心逸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夏西瑶的心顿时揪紧。怀中的小奈奈抬眸看着妈妈心急的模样，她伸出两只小手，伸出抱住夏西瑶的手。妈妈，你是在给爸爸打电话吗？看着懂事的奈奈，夏西瑶用力握了握手机，点点头。那妈妈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小奈奈疑惑地看着夏西瑶。夏西瑶何尝不想去找他，只是她怕顾心逸这个时候见到他会更难过。可是当他看到小奈奈的眼神时，夏西瑶再也坐不住，慌张地站起身，踉跄地往外跑去。他要去找她。西瑶姐，乐乐，让她去吧。陶乐乐着急地想要拦住他，他第一次见夏西瑶这么慌张，云姐却摇摇头阻止了他。两人都是一脸担心地看向门外，夏西瑶身影已经消失。很快夏西瑶便来到酒店，下车后他一路小跑，等到了顾心逸所在的房间门口时已气喘吁吁。缓了一下，他咬着嘴唇轻轻敲了敲门，门内没有回应。夏西瑶没有迟疑，继续敲着，他今天一定要把它敲出来。顾心逸窝在被子中，他听到了外面的敲门声，他不想动。如今的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可是外面的敲门声没有停止，一遍又一遍，像是不会停歇一般。顾心逸最终还是起来了，拖着沉重的身体将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夏西瑶红着眼眶的俏脸。明明昨天他还觉得与夏西瑶在一起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转眼仅仅过去一天，他再见到他甚至都不敢看他。顾心逸目光闪躲，杵在门前不知该如何是好。他肯定也看到那个帖子了，他是不是又想起了以前？让开，我进去。夏西瑶咬着唇将顾心逸的手臂挪开，自己先走进了房间。顾心逸默然关上门，像是要上刑场的囚犯跟在他身后。你怎么想的？顾心逸声音有些沙哑，心里更有些惶恐。现在人尽皆知，他会怎么做？离婚吗？现在离婚，所有人都会向着他，他再也不用受委屈了。顾心逸，夏西瑶看到顾心逸的眼神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气急，伸手一把将顾心逸拽到床上，抱着他的手臂用力咬了下去。夏西瑶是真下了力气，真疼。顾心逸吃痛，感觉精神都一下子清醒了不少，他下意识就想把手臂缩回，但又飞快地止住了。让他发泄一下，他会好受点吧。直到夏西瑶反应过来，松开嘴，抬头看向依旧温和的顾心逸，他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你傻不傻呀？他吼了一句，随即拉开顾心逸的衣袖，他的手臂上面已经有了一排泛着血丝的深深牙印。好了，这下扯平了。夏西瑶带着哭腔说道，整个人扑进了顾心逸的怀里。我也家暴了，扯平了，你不准再难过了。感受到怀里似火的娇躯，顾心逸彻底愣住了。好半天后，他不敢相信地摸了摸夏西瑶的脑袋，是真的。顾心逸心情好像一下从地狱到天堂，他咧开嘴笑了，是真的。夏西瑶说，扯平了。从穿越过来到现在，他一直小心翼翼的，因为他觉得亏欠。虽然可以说以前那不是他，但是谁又能知道那不是他呢？那不是他，又是他，所以顾心逸一直原谅不了自己。他为夏西瑶与奈奈付出的再多，他都觉得不够。顾心逸一直是这么觉得的，他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他没有自我，因为他厌恶自己。然而现在有一个人跟他说扯平了，真好。顾心逸眼泪止不住落下，他不仅在救赎他们，他一直也在尝试救赎自己啊。两个人像傻子一样抱在一起抽泣。
以后不许这样了，我和奈奈会担心你。慢慢的，夏西瑶先行止住，她闷在顾心逸怀里的声音传出。顾心逸点头，声音依然有些沙哑。不会了，其实除了你们，没人能动摇我的道心。哼，就知道说。夏西瑶抬起头，闷红的脸和微红的眼使得她看起来水汪汪的，她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眼中带着一些难掩的激动。对了，我好像想到那个旋律了。第62章勇气。什么旋律？看着怀里夏西瑶小鸟依人的模样，顾心逸忍不住上手揉了揉她的脑袋问道。这份真实感给了他很大的满足。夏西瑶轻微的挣扎一下，白了他一眼，他这个样子好像在揉狗头一样。就我自己一直在创作的那首歌，之前总是缺少点灵感，现在突然想到了。夏西瑶还是挣脱出顾心逸的怀抱了，他现在想趁着有灵感快些完善这首歌。温软的娇躯离开，顾心逸有些遗憾，自己还没抱够呢。他挠了挠脑袋，站起身，从自己的背包中拿出曲稿纸递给他。我本来想今晚写歌的，只是没想到既然你有歌了，那你来写吧。顾心逸将纸笔都放好，站在床边望着夏西瑶，他也想看看是什么歌困扰了夏西瑶这么久。夏西瑶红着脸用力点点头，他想了一下，盘着腿坐到了床上，将纸笔接过。自从来到魔都，这首歌的大部分旋律一直在他脑海回荡，他也一直都在创作，只是总是抓不住那点旋律。现在抓住了，整首曲子自然是水到渠成。写着曲谱，哼着小调，夏西瑶写得很快，只是片刻功夫，一首完整的曲子就跃然出现在纸上。他抬眸，直勾勾地望向灯光下的顾心逸，眼中泛着欣喜。终于做出来了，自己也不是花瓶呢。你要看一下吗？夏西瑶问道。顾心逸脸上带着笑，温和地摇摇头。我更想你能唱给我听。夏西瑶低下头，脸色更红。他有些不好意思，这首曲子完全是他根据自己的心境来写的，也算是另类的表白。唱吧，你好像还没单独给我唱过歌呢。顾心逸催促，夏西瑶红着脸小声道：“还没歌词呢，哼唱也行。”顾心逸笑道。经不住顾心逸的请求，夏西瑶羞涩点头。没有伴奏，一切都那么自然。夏西瑶的哼唱轻声响起，就好像他此时心情的写照。他和他都需要点勇气呢。旋律响起的这一刹那，顾心逸直接愣在了原地。他看着夏西瑶，目光微惊。原因无他，这个旋律他听过，而且是在原市，只是现在还不确定。顾心逸继续认真地听着，直到夏西瑶的哼唱一段结束，顾心逸突然打断：“等一下。”说完，顾心逸匆忙又拿起纸笔，快速地在纸上写着。夏西瑶有点懵，不知道为什么唱得好好的，他要打断，但是当他凑过脑袋看到顾心逸在写什么时，他的眼中陡然放起了光。纸上写着那大大的标题：勇气。这是歌词？顾心逸只是听他哼唱了一下，就写出歌词了。夏西瑶继续看下去，两人的脑袋凑到了一起，在灯光下的映照下，如一对神仙眷侣。看到歌词，夏西瑶更加惊喜，这就是他一直想要的那样的歌词，比他想的还要好。他也有写过一点歌词，只是比起这个要逊色不少。夏西瑶红着脸，将目光转移到顾心逸认真的侧脸上，他认真的样子真的很好看。还有这歌词，他是懂自己的想法的。想到这，夏西瑶一时有些迷离，忍不住轻轻亲了一下顾心逸的侧脸。顾心逸正写歌词的手突然抖了一下，笔墨晕开，他愣住了，眼睛茫然没有焦点，整个人如石化一般。右脸上的湿润，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还有刚刚那柔软的一处。顾心逸低头看着纸上的歌词，心里炸开了花，只觉得此时天地倒悬。这就是夏西瑶想要表达的勇气吧。夏西瑶在吻过顾心逸之后就慌了，他低垂着脸，恨不得现在有个地缝让他钻进去。刚刚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鬼使神差就亲了他。幸好顾心逸没有太大的反应，要不夏西瑶觉得自己肯定要狼狈而逃。此刻顾心逸忍得很难受，他也知道夏西瑶脸皮薄，他强忍着心中的悸动，继续写着歌词，直到写完他才松口气，转过脸来装作若无其事的将歌词递给夏西瑶。那你看看，这次你能完整的唱给我听了。夏西瑶依旧低着头，声音如蚊蝇般细小，只是小手却伸了出来，接过歌词放到自己的腿上。看到完整的歌词，夏西瑶才知道这首歌是多么的好。你跟着歌词对着曲谱再唱一遍。顾心逸看着夏西瑶，眼中充满了期待。刚刚的哼唱已经让他觉得惊艳，如果再有歌词，那岂不是更加完美？这首歌前世不要太火，被无数人拿来玩梗的存在，谁给你的勇气？顾心逸一想到，心中就有些激动。那我唱了。夏西瑶小声地说道，他也想听听自己的曲子配上这个歌词会是什么样的。房间内安静下来，夏西瑶再次开口，轻声歌唱。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
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一开口，顾心意就呆了，他握紧拳头，嘴角带着笑意，紧紧地盯着夏西瑶。这首歌好像为夏西瑶量身定做一样，不愧是他自己谱的曲子。同时，顾心意也很惊讶，两个不同的世界竟然能擦撞出同样的火花来。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唱到这，夏西瑶也彻底沉浸在歌曲中，他脑海里走马观花一样回忆起和顾心意的点点滴滴。爱真的需要勇气，他做了改变，他做了决定，从此一人撑伞两人行，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承受得了那些流言蜚语。这就是他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想要表达的勇气。夏西瑶轻轻地唱着，顾心意安静地听着，他现在听的不是歌，而是夏西瑶的心声。这样的一个宝藏女生，他又怎么能不为之倾倒？歌声还在继续，顾心意和夏西瑶此时都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这段歌词让夏西瑶更加喜欢，这就好像是顾心意在他耳边呢喃细语，仿佛他在告诉自己，他更害怕错过自己。夏西瑶抬头与顾心意目光相接，两个人就这样看着彼此，眼中蕴含的想法都清晰地表达了出来。有你就足够了。此时的公寓内，小奈奈喝着酸奶，打了个嗝，她不满地嘟着嘴，看向身边的陶乐乐。乐乐阿姨，爸爸妈妈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他们是不是把奈奈给忘了？第63章吃醋。一曲过后，两人缓过神来，顾心意面带笑意对着夏西瑶点点头，很好听，下一场比赛稳了。夏西瑶脸上升起一抹羞涩，她低头摆弄着手中的曲稿纸。是你的歌词好。不，若是没有老婆大人的曲子，我也想不到这样的歌词。两人开始商业互夸模式，只是夏西瑶明显没有某人的脸皮厚，在听到老婆大人的4个字后，他就彻底被打败，如一只鸵鸟将脸埋进怀里不肯出来。这是顾心意第一次面对面的叫他老婆，夏西瑶心里很羞涩，又有些美滋滋的。然而顾心意还没欣赏够眼前的美景呢，手机就在这时不自觉地响起，打断了房间内微妙的气氛。顾心意抄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杨部长的备注。顾心意挑挑眉，看来杨丞琳也看到了帖子。他不知道的是，杨丞琳哪是看到了帖子，他快疯了。他在看到帖子的时候是不相信的，可是直到顾心意的抖音被冲烂，都需要技术部门去维护了，他都没有出来澄清，这让杨丞琳心里也打起了鼓。难道网上说的都是真的？杨丞琳不敢相信，他脑海里一想到顾心意，就是一副温文尔雅、才华横溢的样子，这样的人会家暴吗？他等了好久，也没等来顾心意的澄清视频，于是他再也忍不住，打了这个电话。电话接通，顾心意依旧温和的声音传来：喂，有什么事吗？杨丞琳一怔，难道他不知道这件事？啊，没什么，就是网上有些你不好的言论，不去澄清一下吗？顾心意挠挠头，下意识地看向夏西瑶。此时夏西瑶正摆弄着曲稿纸，装作一脸认真的模样，只是他那不时偷偷投来的目光，明显心不在焉的模样，证明他此刻注意力根本没放在歌曲上。顾心意对着他眨眨眼睛，夏西瑶小脸倏然一红，忙做贼心虚地撇开目光。不用澄清，那都是真的。顾心意回答了杨丞琳，电话里继而陷入沉默。半天后，杨丞琳的声音才传来：为什么？我不相信，我印象中你……不好意思啊，杨部长，打断一下，我想说的是，杨部长又了解我多少呢？网上那些是真的，没什么可澄清的。做错事了就要受罚，至于网上那些言论，由他们说吧，只要我在乎的人懂我就够了。顾心意打断杨丞琳的话，平静地说道，他的目光一直在看向夏西瑶。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本来也没想被那么多人喜欢，他只要眼前这人喜欢就够了。电话里又陷入沉默。听到顾心意的话，杨丞琳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只要他在乎的人懂他就好了，那自己呢？好，我只是问一下你，没别的意思，没事了，那我挂了。杨丞琳的声音明显不对，顾心意也没多想，嗯了一声后，电话挂断。你太冷漠了，这样不好的。顾心意刚放下电话，夏西瑶的声音就从身边传来。顾心意满头问号，自己冷漠吗？好像这挺正常吧，自己在说事实啊，而且挺有礼貌。那个玉姐应该喜欢你的。夏西瑶再次说道，只是这次眼眸微暗。杨丞琳喜欢自己？不会吧？顾心意挠着脑袋，感觉一阵头大，他可是只把他当成普通朋友。嗨嗨，你怎么知道？感觉，我相信我的感觉。夏西瑶抬头盯着顾心意，语气坚定。你感觉错了。还有，
都知道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我也不会去对别人动感情，这很不礼貌。顾心意继续挠头解释道，他心中的爱情那应该是认真且专一的，不然对谁都不礼貌。看着顾心意诚挚的目光，夏西瑶轻轻嗯了一声，但心里却依然有些紧迫感。顾心意不喜欢人家，但不代表别人不会喜欢他。那个玉洁很优秀，比他好太多，他知道。夏西瑶继续摆弄着手中的曲稿纸，好像那里有宝藏一般。顾心意疑惑地看着这样的夏西瑶，仔细想了想自己与他的对话，然后突然想明白了什么，眼中带着笑意，推了推夏西瑶的手臂。你这是吃醋了？夏西瑶整个人都慌张起来，脸色云红。没有，声音倒是挺大，只是这反应更大。破案了，就是吃醋了。顾心意面带笑意，继续看着他，吃醋的夏西瑶也很好看。夏西瑶越掩饰越慌张，他能感受到顾心意在笑他，这种感觉让他又羞又恼。终于，他再也抵不住顾心意的目光，摆烂似的将手中的曲稿纸扔到床上。对，我就是吃醋了，谁让有那么一个大美女喜欢你？顾心意笑容越来越盛，他突然俯下身子靠近他，声音充满蛊惑。那要不我给你盖个章，这样你是不是就不会吃醋了？顾心意的脸凑得很近，夏西瑶都能感觉他的呼吸拍打在自己的脸上，这种感觉让他心中如肋骨般跳动，越跳越快，好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一般。然后他慢慢闭上眼睛，小嘴也微微撅起。其实顾心意也是紧张万分，见到夏西瑶闭上双眸，他心中一喜，暗暗掐了掐自己的手心，闭上眼睛慢慢凑了上去。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就在这关键时刻，顾心意的手机再次不争气的响起，将两人都吓了一跳。夏西瑶更是直接扑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自己的脸，再也不敢出来。顾心意眼皮微跳，杀气腾腾的接起电话。喂，哪个？你今天要是没什么大事的话，别怪我让你有大事。顾心意现在恨不得杀了这个打来电话的人。电话里没有传来声音，顾心意皱眉看了看来电显示，是陈峰。疯子，你干嘛呢？也不说话。顾心意呲牙，这个逆子最好有事，要不休怪他大义灭亲。又等了一会儿，陈峰的声音才终于响起，他语气充满了违你的气息。老顾，网上的事怎么回事？你欺负嫂子了？我他妈！你打电话来就是这事吗？没有，我还没欺负到呢。你电话就打来了。顾心意声音中带着怨气，再次看了眼躲在被子中的夏西瑶，又叹了口气，脸上充满了遗憾。先不提这个，你这声音咋了？被社会上了一课。陈峰的声音明显不对，顾心意气消之后也回过味来，又等了片刻，陈峰的声音才继续传来。算是吧，被狠狠的上了一课，现在有空吗？能不能过来陪我喝2杯？你不用喝，陪着就行了，我在这边就你一个朋友了。顾心意眼神微敛，上次他就隐约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没想到现在陈峰真出事了。他没有犹豫，直接对着电话中的陈峰说道：行，位置发给我，我现在在魔都，3个小时后到。好。陈峰应了一声，电话挂断。第64章难兄难弟。顾心意挂掉电话后，无奈的轻轻拍了拍还躲在被子中的夏西瑶。老婆大人，起来一下呗，送我去高铁站。夏西瑶刚刚一直在听顾心意的电话，自然知道他是有事要走，虽然不知道具体什么事，但是刚刚听到顾心意的话挺严肃的。他没有磨蹭，直接从被子中钻出，闷得通红的小脸再次出现。好，你要收拾一下吗？我就一个背包，只是这次去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奈奈只能先放你这了。顾心意将随身行李放入背包内，提上跟夏西瑶说着。夏西瑶点点头，她这有云姐，有乐乐，自己上节目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帮忙带着奈奈，很方便。收拾完毕，顾心意将房间退掉，两人坐上车。因为是临时出发，只能坐高铁，不过这种距离高铁比飞机也慢不了多少。去往高铁站的路上，夏西瑶目视前方，专注地开着车。顾心意坐在副驾驶，看了眼认认真真的夏西瑶。这次去是去找陈峰，你见过他的，我大学好友，他好像遇到了点事，喊我过去陪他一下。顾心意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夏西瑶，省得他操心。夏西瑶轻声嗯了一下，心里也放松下来。那个陈峰，他有印象，很憨厚的一个人，性格还是不错的。从酒店到高铁站不到20分钟就到了。现在刚到中午，高铁站人很多，顾心意戴上口罩，没让夏西瑶下车送他。现在他们俩的话题很热，特别是顾心意，黑红黑红的，戴上口罩也能防止被人认出。我走了，你不用送我，自己回去路上小心点，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会去现场看你比赛的。顾心意说完，笑着揉了揉夏西瑶的脑袋，他现在突然喜欢上揉她脑袋了。哦，夏西瑶杏仁眸子微闪，还是有些不习惯离别的情绪。好了，
回去吧。顾心义下车，将车门关上，看着夏西瑶开车缓缓驶离了高铁站。下午3点半，比顾心义预计的晚了半个小时，主要是等车时间耽误了。顾心义到达江城，在高铁上的时候，夏西瑶就打电话来报了平安，并让自己早点回去。奈奈想他了。顾心义看到信息时偷笑，不知道到底是奈奈想他，还是他想他呢。拦了一辆出租车，顾心义直奔陈峰发的位置而去。又过了10几分钟，车子才到达目的地，是一栋10几层的商业大楼。陈峰租的工作室就在这上面第6层。顾心义到达工作室时，这里的大门没锁，他很自然的就走了进去。窗户紧闭，满屋子酒味，遍地的啤酒罐，如他刚穿越来时那个场景很像。陈峰正瘫坐在地上，举着一罐啤酒，就这样干喝着。顾心义先是一把将窗户打开，让外面新鲜的空气流通起来，才走到他身边坐下，摘下口罩。陈峰打了个酒嗝，脸苍白没有血色。看到顾心义时，他举起手中的啤酒罐招呼了一下，眼神颓废且迷离。来了，好兄弟，也只有你不会抛弃我了。顾心义嫌弃的在鼻子前扇了2下，这酒味他闻着想吐，而且让他想起不好的回忆来。说吧，是何等重大的打击，让你这样乐观的人都一蹶不振。陈峰沉默了片刻，又将罐中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用力捏扁，摔在地上。我主要是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哪里做的不好，还是怎么？他们要这么对我？陈峰咬牙说道，随手又抄起一罐啤酒。顾心义没有阻拦，他知道现在陈峰需要发泄，被双重背刺了。陈峰又大口灌了一口啤酒，点点头。这对狗男女，老顾，我是真没想到，也想不通。不对，老顾，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陈峰突然想起当初见面时顾心义对他说的话，让他以后看事情细心点。顾心义耸耸肩，又拍了拍陈峰的肩膀。当初我只是怀疑大半夜的谁家女朋友给别的男人打电话，而且是你合伙人，不给你打电话反倒打他那去了，只是这属于你的个人感情问题，我不好擅自插手。陈峰表情有些凝固，半天后才苦笑一声，是啊，如果当初顾心义要是直说的话，说不定他还会因此生气呢。所以呢，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顾心义继续问道。你也看到了，整个工作室就剩这一间空壳子了，他们早就里外合伙将工作室架空了，我的设计没了，股份没了，当然女朋友也没了。陈峰又颓然起来，身体彻底松垮，再次仰头喝酒。顾心义闻言皱了皱眉，女朋友没了我能理解，股份怎么会被套走？我将股份转移给阮晴了。陈峰讪讪笑了一下，这种事情确实有点二比了，只怪阮晴演技太高，他一时被迷了心智。顾心义心里叹了口气，只能默默陪着他，他这种状态好像自己说什么也没用，只能等他清醒后再说了。陈峰又闷了2罐后，突然转头过来，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是怎么回事？网上那个帖子？哦，那个啊，说来话长，所以就不说了吧。你只要知道以前的我就是个混蛋就行了。对了，也就是因为那些事，我才彻底将酒戒掉。以前那些破事，顾心义不想再提，简单略过了。陈峰点头，也没多问，而是反过来拍拍顾心义的肩膀。那我们属于同是天涯沦落人了。瞎说！顾心义直接急了，我和你又不一样，我和你嫂子好好的，还有个宝贝女儿，日子不要过得太舒服。靠！你这是来安慰我，还是来打击我的？陈峰被打击了一下，再次闷头喝了一口，只是因为有顾心义在身边，他的状态明显比之前好上那么一些。老顾，我要是有你这才华，有你这么帅就好了，他是不是就不会抛弃我，也不会演这么长时间？现在想想，有时我真想笑，得亏他能忍这么久。看着陈峰这颓废的模样，顾心义有些不懂，疯子，有必要这么伤心吗？陈峰斜眼瞥了他一眼，突然问道，你说呢？我们认识2年，交往将近1年半，我对他是真的喜欢啊。老顾，我就问你，如果夏西瑶有一天离开你了，你不伤心吗？顾心义皱眉，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仔细想了想，有些不太肯定地回答道，应该会吧，毕竟从穿越过来，自己就是为了他们而活。陈峰看到顾心义这皱眉犹豫的样子，突然给了顾心义肩膀一拳。靠，这还用犹豫吗？老顾，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爱情啊？顾心义突然茫然，陷入了沉思。他以前一直是单身狗，哪懂得什么叫爱情？爱情是什么？自己真的爱夏西瑶吗？顾心义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第65章反潮。他妈的，这还用想吗？你想一下爱情，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人是谁？那不就是了。陈峰又一巴掌拍在顾心义肩膀上，整个人彻底无语，让他来安慰自己，现在怎么变成自己开导他了？顾心义被这一巴掌拍的忽然转过弯来，靠，自己这是钻牛角尖了。
他本就是个没谈过恋爱的人，乍一遇到这种问题，忍不住多思考了一下。自己爱夏西瑶吗？爱的。从最初他只想弥补他们娘俩，到后来觉得这样的日子也不错，再到后来的见色起意，直至生活上一些细小的接触，让他慢慢喜欢上他。顾心意本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能打动他的从来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一些平平淡淡的小事。正如陈峰说的这句话，你在想到爱情这个词时，脑海里出现的是谁，那便是谁了。顾心意咧嘴傻笑一下，陈峰心如刀割，他好像莫名其妙吃了一嘴狗粮。还在他最难受的时候，果然最好的兄弟最懂得刺激自己。陈峰只感觉心中的抑郁之情一下子被冲淡了许多，只想跳起来暴锤这个比一顿。不过我猜阮晴不知道你的家世吧？顾心一忙转移话题，只是这个话题明显让陈峰更加颓废。他摇了摇头，没有，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好女孩，不会在意这些，只是没想到。顾心一嘴角不自觉抽了抽，谁家好女孩这样？哟，这不是网上那个家暴男吗？陈峰，阮晴离开你果然没错，这种朋友你都交。就在顾心意刚准备再说话时，工作室大门处突然响起一道声音。陈峰的脸色陡然阴沉了下来，顾心意扭头看去，来人是一个长相白皙俊俏的男人，只是他的脸太过于白嫩，以至于顾心意都感觉以前那些个人叫自己小白脸，那都是污蔑。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小白脸吗？女的自然是与顾心意有过一面之缘的阮晴，她依旧是二次元的打扮，只是这次再见对比上次妆化得更浓，人也更妖娆了一些。呵，我交朋友关你屁事！王俊、阮晴，你们也好意思来我这？难不成就这空壳工作室，你们也想套走？陈峰怒声道。顾心意才知道，原来这小白脸就是王俊。陈峰，你不要这样，我们也是为你好。听到陈峰的话，王俊还没开口，他身边的阮晴倒是先开了口，一副我都是为你好的模样。操，为我好？你真他妈搞笑！为我好就是给我戴绿帽子。陈峰，我和王俊一直都是互相喜欢的，在你之前我们就互有好感，只是以前没有发现。陈峰，我们这次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你这样自暴自弃，我看着也难受。你不如加入我们工作室，以你的能力，你以后肯定会更好的。他身边的王军这时也附和地说道：对呀，至少我们互相了解，你坚持了那么久的动漫梦，也不能这么荒废了不是？你和晴晴做不成情侣，还可以做朋友吗？顾心一听到这，忍不住想笑，这样说，那到底是谁给谁戴了绿帽子？还要今天他才知道什么叫狼狈为奸，什么叫蛇鼠一窝，什么叫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这两人真是将这些词体现得淋漓尽致。陈峰听到两人的话更是气急，他伸出手指指向王军：做你妈的朋友？你除了这张脸，你还有什么？设计是我的，钱是我的，就连你身边那个女人之前都是我的，你他妈到底怎么想的？让我再加入你们，和你们做朋友？我陈峰可没有这种犯贱的习惯。对面的王军皱眉，显然陈峰的话戳中了他的心窝，但他缓了缓，还是笑着开口：你别激动，这些现在都是我的。那笑容说不出的贱。陈峰直接从地上爬起来，想要抱起，却被顾心意给拦了下来。好了好了，能吵吵尽量别动手。王军和阮晴是吧？你们认识我？顾心意笑呵呵地问道，面上说不出的温和。王军讥笑，饶是他不是娱乐圈的人，都知晓顾心意的大名，热搜的常客，只是现在这个大名是臭名而已。知道怎么了？家暴男吗？你他……陈峰又要抱起，却又被顾心意拦下。顾心意点头，依旧带着笑，这让陈峰不由感觉到有些憋屈。顾心意挡在陈峰前面，继续说道：那你们也应该知道我是个词曲家喽。王军与阮晴同时嗤笑一声，词曲家关他们动漫界什么事？在他这里，顾心意的身份可一点也不好使。陈峰也觉得顾心意在说屁话，在这谁关心你是个词曲家啊？王军玩味地看着顾心意，知道又能怎样？哦，那你肯定不知道我对动漫也是略懂，就好像对词曲一样，都是略懂。听到这里，王军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他皱着眉看着眼前面带自信笑容的男人，眼神威凛。但随即他又笑了，摇摇头将脑海里的杂念抛去，这完全是两个方向的东西，除非他顾心意是妖孽，不然怎么可能威胁到自己？你在威胁我吗？略懂可不行啊。顾心意突然止住笑，面带怜悯地看向对方，略懂就够了，我的略懂加上疯子的专业，欺负你们两个菜鸟还是完全没问题的。王军突然不想再跟顾心意说话，这个比说话总是软绵绵中带着刺，一点都不像陈峰，只知道莽，而他最不怕的就是别人莽。于是他决定不再理顾心意，而是将目光再次看向陈峰。陈峰，考虑的怎么样？要不要加入我们？还是说你相信他的话？
阮晴也在一边劝道，眼中竟还流露出虚假的不舍。对啊，陈峰，这真的是圆你动漫梦的一个机会，加入我们，明天会更好。陈峰这时也冷静了下来，他向前一步，站在顾星逸身边，冷笑一声，没有理睬王军，而是看着阮晴。阮晴，我们在一起1年半，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行为上更没有过一丝逾矩。今天你既然这样说了，好，那我告诉你，朋友什么的，我不愿和狗做。陈峰又将视线瞥向王军。还有，你听好了，顾星逸是我兄弟，我相信他，你们也配和他在一起比较。陈峰话落，变成王军和阮晴脸色阴沉下来，他们死死看了一眼顾星逸和陈峰，扭头就走。可顾星逸和陈峰的声音还是从他们背后传了过来。啊，这就走了？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呢。我们那边有句老话，你们听听：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啊！滚！老子不穷，老子是富二代。还没走远的王军和阮晴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特别是顾星逸还在后面补了一句，更让阮晴脸色难看。听到没？富二代啊！第66章，一人之下。王军和阮晴走了，走得很狼狈。他们身影刚消失，陈峰再也维持不住形象，一屁股坐在地上，表情尽显难受，眼泪顺着脸庞不自觉流了下来。顾星逸知道，他之前一直在硬撑，毕竟是谈了1年半的女友，刚刚那样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老顾，我是真喜欢他啊！陈峰带着哭腔喊道。顾星逸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安慰人这种事对他来说真的很难，他只知道该怎么用行动来支持他。看完陈峰这样，顾星逸只能拍拍陈峰的肩膀，递给他1罐啤酒。哭吧，今晚大醉一场，明天重新开始，让他们看看，他们离开你什么都不是。陈峰接过酒，又闷了一口，他喝酒不脸红，只是越来越苍白。老顾，哪有那么好重新开始？我将近2年时间设计出来的国产动漫没了，被骗走了，短时间内哪还能想出什么好的题材？国漫市场本就不行，这次他们拿走那个动漫，就是2头猪来也能火上一把。顾星逸点点头，他知道陈峰制作动漫的天赋确实很高，看那2人不要脸挽留的样子就知道。但顾星逸之前说对动漫略懂，也不是吹牛，只是现在陈峰明显喝醉，也没心思去想这些，他决定明天再说。陈峰说完也没再言语，只是沉浸在悲伤之中，啤酒更是一罐一罐喝着。顾星逸默默地陪在他身边，看着他连端着酒的手都有些颤抖。等陈峰彻底喝醉，外面已华灯初上，顾星逸不知道他住在哪，只能拖着他往最近的酒店走。陈峰还算老实，只是嘴里一直不停嘟嘟囔囔着爱过、骗子什么的，惹得酒店前台小姐姐一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俩，这让顾星逸很是头疼。开了一个双人房，将陈峰扔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顾星逸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个比长胖了就这点不好，肉都是实打实的啊，真重。顾星逸又去卫生间内洗了个澡，再出来后神清气爽。陈峰还在嘟囔，顾星逸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反身回到自己那张床上，拿出手机，上面有一条微信，是夏西瑶下午时发来的，他一直没看到。事情怎么样了？顾星逸会心一笑，没什么大事，差不多了。这个点了，夏西瑶应该已经睡了吧？顾星逸想着。下一秒，微信消息声响起。秒回。他这是一直在看着手机，还是一直在等自己消息？魔都公寓中，夏西瑶搂着早已睡着的奈奈，看着手机上的消息，微微抿嘴。不知道顾星逸今天在忙什么呢？现在才回消息呢。老婆大人这是担心我一直没睡。顾星逸飞快回了一句，脸上笑容更盛。没有，只是刚好醒了，就看到你的消息。呵，女人就是嘴硬，其他地方都是软的。顾星逸笑而不语。那老婆大人早点睡，我不出意外，明天就回去了。夏西瑶脸上也不自觉挂上笑，轻轻打下一个字。对了，晚安。顾星逸的信息再次发来，夏西瑶眨了眨好看的杏眸。晚安。夏西瑶放下手机，这才心满意足地钻进被窝，搂着奶香奶香的小奈奈愉快地睡去。这边的顾星逸也放下手机，瞥了一眼已经睡成死猪的陈峰，随后叹了口气，找出纸笔，熬夜写起东西来。第二天一早，顾星逸晨跑结束，买了些包子油条回来时，陈峰才顶着浮肿的眼眶起来。顾星逸将他赶去洗漱完，2人吃起早餐。陈峰塞着包子，看着顾星逸2个大大的黑眼圈，有些不解，他这怎么比自己喝酒之后浮肿的眼眶还要厉害？你昨晚偷鸡摸狗去了？陈峰小声问了一句。顾星逸咬牙，不善地盯着陈峰。还不是因为你。陈峰听后惊了，他连忙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感觉没什么异样，才稍微安下心来，然后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顾星逸，
身体还微微向后退了退。嗨嗨，老顾，我喜欢女人。去你大爷的，还不是为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这本动漫题材给撕了？这次陈峰更震惊，他睁大眼睛，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顾星逸手中举着的本子。你说什么？动漫？你的意思是你连夜写了一个动漫题材？顾星逸面色依旧不善，昨晚为了这个动漫，他把脑袋都回忆秃了。一方面是为了陈峰，一方面他想更早的回去陪着夏西瑶和奈奈。你猜，要不我能干嘛？嗨嗨，你别生气，你昨天说的都是真的。陈峰依旧惊讶地看着顾星逸，他昨天说与词曲一样，动漫也是略懂。他当时只以为顾星逸在气王君和软情，没想到一个晚上，顾星逸真的拿出了一本动漫题材。当然，哥们从不说假话，这里只是粗略的大纲，还有人物形象，等我回去再慢慢把它详细的给你整出来。其实顾星逸昨晚是想直接写出来的，但他不知道动漫具体要怎么操作，所以只能将粗略的大纲与主要人物性格形象写好，等回去后他在网上搜一下，学习一下动漫剧本的相关知识，再给陈峰一个完整的动漫剧本。顾星逸说着，将本子扔到陈峰怀里。陈峰呆呆地开着顾星逸的黑眼圈，心里更是感动，这就是他的兄弟。虽然他嘴上没说什么，但却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了他的心意。陈峰张张嘴，却一句话没说出，然后他低头打开本子，认真地看了起来。只见首页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名字：一人之下。陈峰愣住，他设计的那个国漫叫做众生之上，顾星逸给他的这个叫一人之下，这是巧合吗？紧接着他翻开第2页，里面讲述了一个关于艺人的世界，然后张楚岚出场，他一直小心隐藏着自己，直到有一天宝儿姐出现，从此他被活尸追，被怪人砍，被卷入了前所未见的麻烦之中。不摇碧莲张楚岚，挖坑埋人宝儿姐。正如顾星逸所说，这只是个粗略的大纲与人物性格形象，但陈峰越看越心惊，这比他设计的那个要好的太多。只是简纲就看得陈峰如痴如醉，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这让人深刻的人物，他现在真想敲开顾星逸的脑袋，看看这个笔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陈峰捧着本子的双手开始颤抖，这他妈是宝藏啊！第67章，今生得遇良人。陈峰猛地抬起头，望向顾星逸，声音都有些颤抖：老顾，这真是你写的？给我的？不然呢？顾星逸淡定的点点，在这个世界，这就是他写的。一人之下，原世界爆火的国漫，由米二所作，曾经风靡动漫界的存在。他相信，如今在这个世界，他依然能够绽放出属于他的光彩。老顾，你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吗？你就这么给我了？顾星逸脸上挂上笑，兄弟间有些事不用多说，就好比陈峰，他明显知道自己就是网上的新瑶，但他始终没提过。他不关心自己有多出名，只是关心自己网上那些不好的言论。咋了，疯子？难道你看不上啊？那你还给我，我把它撕了。顾星逸瞥着陈峰，故意笑呵呵地说道，装出要去将本子夺回来的举动。不，给我的就是我的。陈峰忙将本子护在怀里，像是老鸡护着小鸡仔一样。顾星逸哈哈笑了一下，拍了拍陈峰的肩膀。好了，人嘛，就是要向前看，我们那还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疯子，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陈峰看着笑着的顾星逸，他也突然笑了。虽然不知道顾星逸为什么突然变化那么大，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会写歌，会写动漫，但这些他都不是很在意。他在意的是一个电话，顾星逸不管多远都会跑来的这份感情。好，老顾，我不会让你这个动漫埋没的。我打算再找些人，重新把这个工作室开起来，让一人之下这个名字响彻动漫界。听到陈峰的话，顾星逸眼中露出欣慰。他不在意陈峰能将这部动漫搞成啥样，他看到陈峰能重拾信心，这就够了。那你这次找人可要擦亮眼睛啊！哈哈，顾星逸打趣道。陈峰尴尬地挠了挠脑袋，不会了，我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跌倒2次？相信我，这次找的人肯定都是专业的。那多的我也不说了，等我回去把完整的动漫设计出来发给你。骚年，加油吧！两人对视一眼，皆笑了起来。之后，顾星逸也没在江城再多待，陈峰也开始继续忙碌起来。他要再去厚着脸皮找家里要投资，然后去拉人头。下午1点，顾星逸准时回到魔都。明天夏西瑶就要参加巴金斯的比赛了，他这2天一直在忙着练习新歌。顾星逸到达公寓的时候，公寓里只有云姐带着小奈奈在家。小奈奈2天没见到父亲，现在突然见到，飞快地扑到顾星逸的怀里。顾星逸一把将她抱起，然后对着云姐点头打招呼：“云姐，你母亲情况还好吧？”云姐面带复杂的看着顾星逸，同样点头。最后一次手术已经做了，很成功。
目前已经在恢复中了，保姆照顾的也很好。对于这件事，云姐心里对顾心意是感激的，而且夏西瑶对她也很好。夏西瑶将以后所有活动、歌曲收益的10%都给了她，陶乐乐同样也是给了10%。所以云姐现在对顾心意的心情有些复杂。她帮了自己，她如今对夏西瑶很好，但她以前欺负了夏西瑶。顾心意倒是没想这么多，她听到云姐的话，点点头。那就好，那就辛苦云姐以后多多照顾夏西瑶了，这都是应该的。云姐摆摆手，就算没有这事，她依然会照顾好夏西瑶。不过云姐也能理解，毕竟顾心意作为夏西瑶的老公，说这个也在情理之中。想了一下，云姐又继续说道：西瑶现在在公司练歌，你不去看一下吗？她要是知道你回来了，肯定会开心的。云姐可是早就发现了，从昨天顾心意离开，夏西瑶就时不时盯着手机。闻言，顾心意眼睛一亮，探班，她喜欢，正好还能再听听老婆大人的天籁之音。顾心意果断同意，三人往鹰海娱乐赶去。此时网上网友们依旧没等来顾心意的任何信息，就连受害人夏西瑶都没有任何消息。大家纷纷猜测着，是不是夏西瑶在与顾心意正在商讨离婚的事情。毕竟如今这事曝光，舆论压力对夏西瑶很有利，不管她是受到控制还是如何，都可以凭借这次的事件来摆脱顾心意。甚至有好事的网友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声讨群，声讨顾心意，声援夏西瑶。群里每天都在更新着事件的最新消息。群里的最新消息是有人见到夏西瑶出现在鹰海娱乐，身边只跟着一个小助理。顾心意的抖音下面仍然是骂声一片。而就在这时，夏西瑶的微博却突然更新了一条置顶消息。最先发现这条微博的网友一个机灵，他就是声讨群中的一员，他都没来得及点开看，他便立马跑到群里汇报了这条最新消息。兄弟们，大事件，夏西瑶的微博更新了，应该是有结果了。这一下一旦激起千层浪，大家全都兴奋起来，开始各种呼朋唤友。更有甚者，在顾心意的抖音下刷着屏，还有一些隐藏在群里的娱乐媒体也嗅到了这次又会是一个热点。他们第一时间就发布了各种新闻，大家等了1天多的信息，如今终于有一方当事人发声了。一瞬间有无数人涌向夏西瑶的微博账号。然而当他们点开这条置顶信息后，里面文绉绉的2句内容却让他们顿时傻了眼。今生得遇良人，何其幸甚，君子改错，人皆养之，我心亦然。这是网友们表示，这里的每一个字他们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们就彻底不认识了。他们声讨了这么久，结果受害人给他们来了句这。一瞬间网友们的心好疼，就好像遭到了背刺一般。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这是夏西瑶发出来的。他们当然懂得这2句话的意思，所以他们才会心态炸裂。一时间这条微博下面铺天盖地的评论袭来，基本所有人都在怀疑，这会不会是顾心意控制了夏西瑶的微博？但是他们现在没办法得到回答，只能一直在这条微博下面发着我不相信。网友们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等明天的星光会，届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他们要在现场好好问一问夏西瑶，这是不是真的。第68章小惊喜。顾心意和云姐带着奈奈到达鹰海娱乐的时候，夏西瑶刚发完微博没多久，正在录音室中练着歌。那条微博是他想了好久才发出去，本来他也不想理会网上的节奏，可是他看到那些人不停怒骂着顾心意，他就控制不住自己想要维护他。发过之后他脸红了好久，那句大胆的话是他最大的勇气了。但是发过之后他的心情明显好了许多，就连唱起歌来都自然了许多。顾心意抱着小奈奈，云姐指引着他坐电梯直达11层，这一层全是录音室，夏西瑶现在大概率在这。他们没有打电话提前告诉夏西瑶，就是想给她一个惊喜。刚到11层，顾心意几人还没见到夏西瑶，却正好碰到了从录音室中出来的程迪。他看到顾心意与小奈奈时，明显眼睛一亮。这是程迪第一次见到顾心意本人，第一印象他看着很和善，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恶毒。他是星瑶最早的一批粉丝之一，在星瑶那个账号还没彻底火的时候，在听到《一生有你》那首歌时，星瑶抱着吉他没有露脸的那种神秘感吸引了他，而且他也特别向往那首歌中的爱情。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程迪一直觉得能写出唱出这种歌的人得是多浪漫的一个人，从那时他就一直默默关注着星瑶。这次网上的爆料虽然他没相信过，但也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夏西瑶发的微博，他第一时间就看到了，他好羡慕，羡慕他们俩能有这样让人憧憬的爱情。一个为了妻子展露才华，独自来到魔都；一个得遇良人，何其幸甚，勇敢为爱发声。他也想要这样甜甜的爱情。顾心意也注意到了这个突然停住长相甜美的女生，他也认得她，程迪，这次新歌会夺冠热门人选之一。他对着她友善的笑了笑，点点头，
随后抱着小奈奈准备继续往前走。你们是来找夏西瑶的吧？他就在前面左边的第2间录音室。这时程迪忽然开口。顾星逸闻言好奇地回头看向程迪，这个素未谋面的小姑娘穿着一身鹅黄色长裙，身上散发着一种灵动的气息。谢谢。顾星逸道谢，刚想转头继续走，却不料程迪忽然又开口。星瑶，能给我签个名吗？我是你的粉丝。程迪有些扭捏，声音都磕巴起来，那样子真如一般小女生见了偶像一样。顾星逸有些诧异，自己现在在网上的风评可只能用糟糕来回答，没想到这个颇有名气的小姑娘还会大方地承认她是自己的粉丝。顾星逸不免对程迪的印象更好了一点，他笑着将怀里的小奈奈放下来，牵着她的小手走到程迪面前。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有粉丝呢，还是个大歌手。程迪听到顾星逸这么说，脸色有些晕红，略显可爱的吐了吐舌头，然后竟随身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顾星逸。星瑶你好，我叫程迪，就签这个本子上吧。我非常喜欢你的那几首歌。好，程迪，也谢谢你的喜欢。顾星逸接过本子，他便看见这本子上记载的竟然都是自己写的那几首歌。顾星逸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然后签上自己星瑶的大名，将笔记本还给程迪。他没想到程迪还是个狂热粉。顾星逸有点不习惯。西西，你叫我小迪就好了。程迪美滋滋地拿回笔记本，看了看上面的签名，满心欢喜。小迪，你在干嘛啊？这时一道男声突然从电梯处传来，顾星逸视线越过程迪，看到一个戴着金框眼镜的斯文男人正皱着眉往这里走来。没干嘛啊？程迪忙收起笔记本，模样乖巧，对着斯文男人说道。舅舅，你怎么来了？来人正是尹平。尹平走到几人面前，他自然也看到了顾星逸，脸色有些发冷，拉着程迪的手臂带着他往电梯口走去。一边走着，他还一边教训着程迪。你妈让我给你带点东西，还有不要遇到什么人都往人家跟前凑，听到没？知道啦知道啦。程迪不断点头附和着自己的舅舅，又偷偷转头冲着顾星逸吐了吐舌头。顾星逸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罪这个男人了。不过这也只是个小插曲。顾星逸摇摇头没有声响，转身往夏西瑶所在的录音室走去。顾星逸敲门，是陶乐乐开的门。他看到顾星逸时明显有些惊讶，他刚要喊里面正在练歌的夏西瑶，却被顾星逸悄悄地嘘了一下。陶乐乐秒懂，立即收声。顾星逸领着小奈奈悄悄走进去，云姐将门关上，与陶乐乐站在门前看向里面。这不是顾星逸第一次听夏西瑶唱歌了，只是不管看几次他唱歌，顾星逸都觉得他对待歌曲极为认真专注的样子美极了。夏西瑶在全神贯注地唱着歌，丝毫没发现外面站着的顾星逸与小奈奈。顾星逸嘴角升起一抹微笑，带着伴奏的这首歌从夏西瑶口中唱出来，更好听了。小奈奈依偎在顾星逸的腿边，大眼睛紧紧盯着妈妈，懵懂的她也很喜欢妈妈这种自信的样子。唱歌时的夏西瑶与平时恍若两人，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魅力，让人不由为之倾倒。当夏西瑶一曲完毕，她习惯性的转头看向外面时，就看到了顾星逸与小奈奈的身影，她的眼睛不由得瞪大，甚至还带着点萌。顾星逸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小奈奈一双杏眼弯成月牙，那笑容明媚到好像将整个房间都给照亮。看到这温馨的一幕，夏西瑶突然笑靥如花，俏生生地走了过来，轻声说：“你回来了。”夏西瑶鼻尖上密布着点点细汗，显得格外俏皮活泼，这才是20多岁应有的样子。顾星逸点头，眼睛里蕴含着难以隐藏的笑意。老婆大人，惊喜吗？夏西瑶的脸一下红润起来，她看到门前的陶乐乐和云姐捂着嘴偷笑了。这人怎么能这样？还有人在这呢，就叫他老婆大人。夏西瑶低下头，不再看他，而是将小奈奈抱了起来，只是那晶莹泛红的耳垂与那脸上挥之不去的笑容出卖了他此刻的想法。顾星逸能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是很惊喜呢。第69章命中注定。第二天，众望所归的新歌会第2期比赛如约到来。原本新歌会第1期的热度就因为夏西瑶唱的一首起风了，而达到逆天高度。这期又因为顾星逸的事件，导致又有数个平台开始与新歌会合作直播这次的比赛。果然，从一大早开始，就有无数网友们蹲守在各个平台的直播间内，等待着这一场比赛的到来。而魔都体育馆前更是早就汇聚了一大堆人，他们大多是纯粹的吃瓜大军，其中就有好多是夏西瑶声援群的群员，还有一些就是主流娱乐媒体，他们也想拿到第一手消息，于是早早的就来到了场馆前。由此可见，这次新歌会完全因一个人的话题带来的盛况。直到晚上8点，官方直播间刚开启，各大平台转播也同步开启，无数弹幕就将各个直播间的屏幕淹没。新歌会的导演任超看到这密密麻麻的弹幕，笑得合不拢嘴。不管顾星逸如何是黑是红，但他引发的热度是实实在在的，
这对任超来说就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他此刻也无比希望顾星逸与夏西瑶两人之间不要出什么岔子，和和美美的多好。他们俩只要不出问题，下一期、下下一期，只要夏西瑶在，那就代表着顾星逸在；顾星逸在，那就代表着流量在。毕竟一顿吃饱和顿顿吃饱，任超还是能分得清的，所以他是真心祈祷夏西瑶和顾星逸能够好好的。魔都体育馆内，这次的场景比上次恢宏了许多，毕竟节目组赚钱了，场地的布景他们也舍得投资。顾星逸这次与小奈奈都戴着口罩，跟随着人群悄咪咪地进入了现场。场馆内的天空已经变成了星光点点，一道银河从天穹落下，直扑到舞台之上，就像是夏夜深邃的星空笼罩在头顶一般，神秘中让人向往。而这次的主持人也换成了著名主持人陈雪儿，她此刻身穿盛装，踏着星河缓缓走上台。欢迎大家来到新歌会，我是主持人陈雪儿，很高兴能在这个盛大的节目中与大家见面。如今我们的比赛已经到达了第2期，原先的16位选手只有8位留在舞台上，而今天又会有4位歌手离开，这就是比赛的残酷，也是比赛的魅力。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场的与直播间的观众们无不紧张万分，都在期待着自己支持的选手能够成功晋级。所以废话不多说，首先来看大屏幕我们的8位选手资料。陈雪儿话音落下，转动轻盈的身姿，一同望向大屏幕。大屏幕上8名选手的资料一一出现，直到最后1名选手的资料显现完毕，陈雪儿才转回身体，拿起话题继续说道：好了，我们8位选手的资料已经观看完毕，接下来欢迎我们4位导师登场。舞台上银河骤然分成4道，4位导师沐浴着银河，一个一个接连出现。他们在出现时都唱着自己的成名歌曲，直到最后1位导师唱完，他们集体向观众们挥挥手。舞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掌声与口哨声。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4位导师一一走上评审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陈雪儿看着几位导师微笑着，随后又举起手中的话筒。后台的夏西瑶早已落位，她是戴着口罩悄悄地从员工通道进来的，前面的人实在太多，而且好多都举着她的牌子，她有些紧张。特别她看到还有一些人举着反对顾星逸、反对家暴的牌子，她看到心里特别难受。她不知道顾星逸看不看到，她担心他看到了心里也会难过。顾星逸当然看到了，他又不瞎，那么大的牌子真晃眼睛。只是他反而没什么感觉，无所谓，只要不是夏西瑶与奈奈，没人能破得了他的防。而且这是以前顾星逸做的事，与他顾星逸何干？在经过和夏西瑶的扯平后，他早就看开了。顾星逸将目光移到舞台上，那里今天的比赛人选已经由观众随机分配好。夏西瑶今天是第2场上场比赛，他的对手是盛世娱乐的邵飞白，也是夺冠热门。好像上天故意安排夏西瑶必须过5关，斩6将才能夺得冠军一样，连续2场都是实力强劲的对手。上一场的刘倩，如果不是他道心破碎，10成实力只发挥出4成，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此刻后台的邵飞白也收到了消息，他面如菜色，心里也意外得很。这些选手中，他最不想面对的就是夏西瑶。这女人身后有一个 bug， 自带热搜的男人。还好这次那个男人的形象崩溃，而且不知道夏西瑶与顾星逸2人到底怎样了。这次的歌还是不是顾星逸写的，这让邵飞白心里舒服了许多。夏西瑶的唱功他认可，但他的唱功也不惧他，除非顾星逸再次出手写出一首宝藏歌曲来，不然邵飞白相信自己还是可以拼一拼的。第1场比赛是程迪，他的对手是天美娱乐的仅存的那一个歌手。程迪的声音与夏西瑶很不同，他的嗓音生来甜美，配合着他娇小的身体以及那一张可爱的娃娃脸，唱着小甜歌，将场下的观众们心都甜化掉了。顾星逸也是第一次听他唱歌，上一次比赛夏西瑶第一个出场，他比赛完顾星逸就离开了场馆。这一次顾星逸倒是听到了程迪的歌，他点点头，这歌确实不错，非常适合程迪来唱，自己这个小粉丝唱功也确实了得，不愧是夺冠热门。而他的对手实力还不如刘倩，自然而然在这场比赛中输给了程迪。第2场依旧是夏西瑶先行上场，她今天穿着洁白的衬衫，搭配着一条碎花裙，简简单单，头发依旧是可爱的丸子头。这一身穿搭对比上次，这次她更显青春靓丽。当她俏生生地站在舞台上时，所有人仿佛看见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小姑娘。夏西瑶第一时间就用目光搜索着顾星逸与小奈奈的身影，当看到他们挥舞的双手时，她嘴角微翘。聚光灯打在她脸上，她笑容动人，倾国又倾城，让顾星逸看得有些呆住了。歌曲还未开始，下面观众席中就有人大喊起来：夏西瑶，请问那条微博是不是你发的？夏西瑶，你真的喜欢顾星逸吗？还是他在胁迫你？一时间现场嘈乱升起，夏西瑶握紧话筒，看着台下的顾星逸，突然想到了当初第一次看见他时，他眼中的那份纯粹，
清澈与那一些爱惜。想到这，夏西瑶那一双杏仁眸子越发明亮，然后他眸子带笑，举起话筒，大声地向台下以及直播间的观众们宣布着：喜欢，我喜欢顾心意，他很好。有些人，有些喜欢，是命中注定。第70章，他们撒狗粮啊！银河璀璨中，他的眸光穿越人海，与顾心意目光交织在一起。顾心意有些恍惚，仿佛看见九天玄女隔着星河与自己遥遥相望。命中注定，又如何不是命中注定呢？这一点，顾心意最有感触。命中注定自己穿越过来，与他相见，与他相爱。现场也因夏西瑶的话一下子变得落针可闻。他说命中注定，他眼中的笑意与幸福是伪装不出来的。他真的喜欢他，他也真的觉得自己幸福，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不管是场馆内的观众，还是直播间的观众，此刻都沉默了。这份溢出屏幕的欢喜，不会是一个长期受到家暴的人能装得出来的。这时，音乐声也缓缓响起，舞台后大屏幕上一首名叫《勇气》的歌名缓缓出现，作词顾心意，作曲夏西瑶，演唱夏西瑶，他们合作创作出的歌曲《勇气》。前奏响起，人们不自觉沉浸在音乐中，跟着音乐的旋律慢慢体会着。夏西瑶这时也举起话筒，目光依旧与顾心意对视着。这首歌就像是他在告诉顾心意，我现在有勇气去爱你了。前奏结束，夏西瑶的声音轻轻响起，像是在诉说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妈了，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直播间的观众，在这一刻都彻底妈了。这他妈是赤裸裸的告白吧？是在撒狗粮吧？就这还说他过得不幸，被家暴？我推，这要是叫不幸，那老子这种单身狗也想试试不幸的滋味。此刻高成与许斌同样在看着直播，他们脸色铁青，活像吃了100只死老鼠一样难受。为什么？他们只想知道为什么。顾心意都那样对你了，你不生气，还在这表白？幸好刘倩如今已经进去了，看不到这一幕，要不然他直接得到心破碎，原地升天。下一刻，让所有人更妈的来了。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听听，这是人话吗？网友们集体吐血，合着我们都是流言蜚语的制造者。对，你很有勇气，我们服了，再也不喷了。人家只要一个眼神就能确定爱了，人家原主都出来坚定不移的支持顾心意了，他们这些吃瓜群众瞎操什么心？后台导播室，任超嘴已经咧到了两耳边，又是一首经典好歌，而且最主要的是夏西瑶与顾心意俩人关系依旧亲密，任超放心了，而且开心到飞起。此刻在他心里，夏西瑶就是个宝藏，而且还是个带着 bug 的大宝藏。舞台上，夏西瑶的歌声还在响起，他那歌声中坚定的勇气也让众人彻彻底底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懂了，懂了，不要再秀了，我们错了。本以为今天会是个批斗会，结果是个狗粮夜，妈了！但是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啊！我一整个爱上，怎么办？我也想原谅星瑶了，以后若是没有他的歌，我怕该怎么活啊？原谅，必须原谅。夏西瑶都站出来发声了，我们还纠结个啥？这种人你们就这样原谅了？不是吧，不是吧？楼上的咋了？这时候还出来蹦跶啥？你是原主啊，谁给你勇气？夏西瑶吗？哈哈哈！我笑了，夏西瑶给的勇气。不过这首歌是真好听啊，让我回忆起了以前。可惜了，那时如果我能像夏西瑶一样有勇气，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爱在心口难开，有这样的勇气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愿勇敢追爱的人永远幸福。网上的弹幕在夏西瑶唱出这首歌时，渐渐的平和起来。网友们虽然心里还有些别扭，但是人家原主都爱得死去活来，甚至撒起狗粮，他们这些吃瓜群众还要说什么？难不成皇帝不急太监急？他们可没有这种不良嗜好。夏西瑶的爱情宣言与一首勇气彻底将观众征服，他们不仅是因为这首好歌，还因为他那奋不顾身的勇气。后台的邵飞白面如菜色，他此刻心里可是一点勇气都没有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原本还在祈祷顾心意没给他写歌，现在好了，他们共创了一首歌。如果只是歌好他也认了，那样他也不是没有获胜的可能。可现在的问题是不仅歌好，而且这首歌太应景了，完全是为了这种情况而做的歌，太符合夏西瑶现在的情感了。
一首歌，一声宣言，直接将今夜的比赛现场变成了狗粮之夜。这怎么赢？邵飞白苦笑着摇摇头，他准备的歌比勇气差了一点，现场气氛差了更多，带入感情又不会比夏西瑶更专注，也只有唱功能与他比较一二。比赛还未结束，邵飞白就知道了结果。此时夏西瑶已经一曲结束，他对着现场观众们还有导师鞠了一躬后，缓缓退下舞台。直到音乐声落幕，众人才恍然发现歌曲已经唱完了，他们刚刚竟一直沉浸在歌曲带来的感受中，还没缓过来。夏西瑶身影都已消失在舞台，现场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都佩服夏西瑶，一个敢于勇敢追爱的人，值得他们的支持。轮到邵飞白上场，他飞快地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不管怎样，他都要全力以赴才行。这无关其他，这是一个歌手对于歌曲的职业素养。邵飞白果然不愧是夺冠热门选手，音乐声刚一响起，他就迅速进入了状态。他的音色很好，清脆明亮，唱的是一首欢快的歌，现场气氛也不由得热烈起来。观众们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随着轻快的音乐有节奏的摆动着。台上的几位导师也都露出赞许之色。这首歌虽然比不上《勇气》，但他能在夏西瑶演唱之后还发挥得这么出色，已经很好了。至少比上一场那个同样是夺冠热门的刘倩好得太多。邵飞白的粉丝们也微微有些遗憾，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爱豆已经尽力了，毕竟世界上只有一个新瑶，不是谁都能在这短短时间内创作出那么高质量的歌。台下的顾心逸也在认真地听着他的演唱。虽然是对手，但是音乐无国界，好的音乐要认真对待才行吗？第71章，顾心逸的自我救赎来自于夏西瑶给的勇气。结果不出所料，虽然这次没有像第一期比赛那样票数实现碾压，直接零封对手，但这次夏西瑶依旧以4-1的票数轻松获胜。邵飞白的一票是一位导师比较喜欢他的声音和他的认真态度给的友情票，对此邵飞白也欣然接受。他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料，只能说技不如人，以后更加努力才是。新歌会第2期比赛也在晚上11点落下帷幕。夏西瑶、程迪、苗安云以及一个小娱乐公司的选手王晨，4个人成功晋级4强。其中除了夏西瑶和王晨2匹黑马，另外2个都是之前的夺冠热门，这让观众们对新歌会的热情更加高涨。毕竟有黑马的比赛才有意思，冠军的争夺才会出其不意。如今网上对夏西瑶夺冠的呼声越来越大，接连2首歌证明了他的个人能力，也证明了新瑶变态的作曲能力。这2人不是一对，现在网友们都不买账。本来之前网友们还觉得夏西瑶配不上顾心逸，那可是新瑶，你夏西瑶何德何能，能获得他的青睐，给你写歌？可慢慢的，大家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特别是这期新歌会结束后，网友们忽然觉得之前他们完全想错了，不是夏西瑶配不上你顾心逸，是你顾心逸配不上夏西瑶啊！这种宝藏女神，换谁不得好好珍惜啊？于是新歌会结束后，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帖子就这样又冲上了热搜榜1。顾心逸的自我救赎来自于夏西瑶给的勇气。原文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顾心逸能被我们原谅，完全是因为你有个好老婆，知足吧你。而就在此时，英海娱乐也不甘寂寞，蹭了这一热搜，发了一条微博，并且艾特了夏西瑶，恭喜我私下西瑶与程迪晋级4强。另外也向大家解释一下，顾心逸并没有外界传闻的那么不堪，他与夏西瑶是双向奔赴。夏西瑶能够签约我司，完全是因为顾心逸当初只身来到魔都为他奔波的结果。网友们看到这才知道，原来他俩是互相成全，双向奔赴。爱了，这样的感情太好，他们表示慕了。双向奔赴的爱情本就让人欢喜，这又是对神仙眷侣，大家更喜欢了。之前夏西瑶声援群，顾心逸声讨群的群主，在比赛过后默默地将群名改成了夏西瑶顾心逸 CP 群，群里人也不自觉聊了起来，他们俩最好一辈子在一起，我磕死。放心吧，我看新瑶不像是不识好歹的人，他们俩要敢分开，我第一个冲烂新瑶的抖音。嗨，其实我是顾新瑶的粉丝，哈哈，我也好想有这样一个女儿。对了，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比叫顾心逸，新瑶是我们最爱的小公主。呸，你个假粉丝，刚刚你还说你忘了。群主默默地潜着水，看着这些群友们热情地聊着天，然后一拍脑袋，群名又改了，夏西瑶、顾新瑶、顾心逸亲属群。别问为什么顾心逸排在最后，问就是这一家子对比下来，就属他最丑。哦，对了，还有前客。夏西瑶从后台出来时，外面只剩下顾心逸一个人在等他。夏西瑶眨眨眼睛，不知道乐乐他们都跑哪去了，就连奈奈都被带走了。而顾心逸那直勾勾的眼神让他有些脸热，刚刚在舞台上有多大胆，夏西瑶现在就有多害羞。他低下头，原本抿着的小嘴轻翘，红润的脸也越来越绯红。夏西瑶盯着自己脚尖，
不敢再看他。这个男人大马路上也不害臊，哪有这么盯着一个女生看的？顾心义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妥，自己看自己的老婆，神仙来了也管不了。他只觉得夏西瑶今天说的命中注定，简直说到了他的心尖上，命中注定他要穿越过来爱他。夏西瑶再也受不了顾心义这个火热的目光，他抬起头剐了他一眼。就这一眼，顾心义慌忙后退一步，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这样的夏西瑶真无敌，这一眼的风情杀伤力十足。见到顾心义这样，夏西瑶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白了他一眼，问道：奈奈呢？乐乐与云姐带回去了。顾心义尴尬地笑了一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和夏西瑶两个人待着，与他单独相处时他的心很安宁。夏西瑶轻声嗯了一声，脸颊上红润一直未消，明显是知道了顾心义的用意。他这副小女儿模样别提有多诱人，反正顾心义是彻底沦陷了。顾心义深吸一口气，好不容易压下躁动的心，他主动走上前，牵起夏西瑶的温软的小手往前走去。两人就这样静静地走在路灯下，散着步。路灯将他们的影子拉长，这一刻两人的心分外的靠近。咕噜，走着走着，两人之间安静的气氛突然被一声响声打破。夏西瑶原本微翘的小嘴微微张开，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肚子，这时候肚子不争气地响了，让夏西瑶想找个地缝下进去，太尴尬了。夏西瑶低下头，脸色通红一片。顾心义哈哈笑出声，笑声回荡在夜空中，很是嘹亮。直到夏西瑶捏着他的手逐渐用力，顾心义才憋住笑，眼睛亮亮的看着夏西瑶，这样的夏西瑶才最真实。嗨嗨，我饿了，咱们去吃点夜宵。夏西瑶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被顾心义一直牵着往这附近的小吃街走去。夏末时分的夜市很热闹，特别是这种小吃街，一条小街上挤满了人，各种各样小吃的香味飘来，让两人都有些食指大动。夏西瑶中午就没吃多少东西，这都晚上11点40多了，她早就饿了。现在闻到这么多的小吃香味，她忍不住咽了口水。这一幕自然落在了顾心义的眼里，他偷偷笑了笑，没想到夏西瑶还是个小吃货，那以前真是难为他了。这都多久没有尝到过这些小吃的味道了？顺着人潮，两人走进小吃街。这一刻，他们就如市井中的一对平凡小夫妻一般。顾心义买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投喂着身边的这个小吃货。第72章，还是个小吃货呢。不管袁氏还是在这里，顾心义都很少逛街，而夏西瑶逛街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以前是孤儿，上学时勤工俭学，毕业后就去做了歌手，更没时间逛街了。他都忘了上次来这种夜市小吃街是什么时候，但此刻他是真的爱上了这样的小吃街，主要是真香。就比如现在，他还未说话，只是杏仁眸子发亮，看向街边的烤鸡腿摊子，顾心义就会径直走过去。等他再回来时，手上必然有2串烤好的香喷喷的鸡腿。就这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夏西瑶就知道，原来幸福真的来到了自己身边。这种感觉让他嘴角一直保持着上扬，心里更是暖乎乎的。顾心义也很享受这样的时光，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恋爱吧。在别人眼里，他与她是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甚至都有了孩子。可实际上，他们就如刚在一起的小情侣一样，很多事都是第一次体验。两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逛着小吃街，这次是夏西瑶吃的最多的一次，各种各样的小吃他都吃了一点，他吃不下的那一些都进了顾心义的肚子。夏西瑶，顾心义，哪呢？奶呢？这时，原本嘈杂的小吃街上，有人突然惊叫出声，旁边的人立刻询问，顿时整条小吃街大半人都左右张望着，直到他们看到那2个熟悉的面孔，他们立刻惊住了。我靠，真是夏西瑶与顾心义。夏西瑶和电视上一样好看啊，这张脸长得真绝，顾心义上辈子得积多少福啊！一时间大多数人都认出了他俩，就连不认识他俩的也都在询问着什么情况。整个小吃街立马躁动起来，不少人往两人这里围来。他们第一次在这种嘈乱的小吃街见到活生生的明星，还没戴口罩，更没有一点伪装。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火吗？顾心怡与夏西瑶也陷入了懵逼状态，他们确实一下子忘记了这一层，主要是两人之前都不出名，哪想到会有这事。现在两人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这些天热搜上全是他俩，不被人认出就有鬼了。在被认出后，整个小吃街乱了，彻底乱了。不管是认识他们的，还是单纯凑热闹的，一瞬间都往这里挤来。卧槽！反应过来的顾心怡惊骂一句，拉起还在憨憨的举着小吃的夏西瑶夺路而逃。也幸好这个小吃街的道路错综复杂，人潮又多，顾心怡东拐西拐，不一会儿就摆脱了后面大部队的追踪。两人这时已经从小吃街的中心拐到了边缘位置，做贼似的戴上口罩，甚至顾心怡还买了顶鸭舌帽戴在了夏西瑶的头上。安稳下来的顾心怡擦擦汗，无语的看着还没彻底回过神来的夏西瑶。
当明星就是麻烦，太吓人了。夏西瑶鸭舌帽下的眼睛眨了眨，摸了摸脸上的口罩，又举起手中的小吃，这样没法吃了，声音有点委屈。顾心逸叹了口气，怎么感觉这女人越来越傻了，就这还只想着吃呢？我帮你包起来吧，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吃。夏西瑶看了看手中的小吃，想了一下，这才不甘地将小吃递给顾心逸，眼睛一直放在上面，那样子好像生怕一不留神顾心逸就给偷吃了一样。顾心逸无语，他将还剩不多的小吃包起来，又从口袋中拿餐巾纸，自然地拉过夏西瑶的小手，轻轻擦拭着她手上沾染的油渍。放心，都是你的。顾心逸一边擦着一边轻声说着。夏西瑶呆呆地看着如此温柔的顾心逸，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但是眸子深处中却涌现出难以掩藏的亮光。走吧。顾心逸打量了一下，待看到娇嫩的小手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才缩回手，脸上升起笑容说道。夏西瑶低着头，盲目地跟着顾心逸往前走去，直到两人来到一处商城前面的广场上，顾心逸才拉着夏西瑶坐到长椅上，将手中还温热着的小吃递给夏西瑶。现在能安静地吃了。夏西瑶点头，从顾心逸手中接过小吃，摘下口罩，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顾心逸仰头，双手扶着脑后，看向天上星空。这个世界的星空好美，月明星疏，即便现在已是半夜时分，天上的月亮仍然将大地照得亮堂堂一片。只是一会儿，夏西瑶就将小吃全部消灭完。顾心逸递上纸巾，擦嘴。夏西瑶抿了抿嘴，接过纸巾，她总感觉顾心逸像是在照顾奈奈一样照顾自己。她擦完嘴，一抬头，正巧看见商场上方那个大大的电影院招牌，夏西瑶眸中突然带亮。我们去看电影吧，好不好？啊！顾心逸挠挠头，都这个点了，再不回去会不会不好？但是看到夏西瑶眼中期待的光，顾心逸心立刻软了下来。他站起身，伸出手向着电影院方向一指，走着。夏西瑶脸上立即笑开了花。他很久以前就想去电影院看一次电影呢，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如今终于可以去了，还是陪着他。两人到达电影院的时候，正好是最后一场快要开始，这让夏西瑶一阵庆幸，这要是再来晚一点，今天就赶不上了呢。两人迅速买票入场，可能是因为夜深的原因，电影院里没什么人，只有三三两两的小情侣，坐的地方还都比较偏僻。顾心逸与夏西瑶很自然就买了正对着荧幕，还是中段的位置。因为没什么人，两人很自然地把口罩摘下。这时灯光也暗下，电影开始。这是一部青春类型的爱情片。顾心逸看得比较无聊，这一类的电影他基本没看过。夏西瑶倒是在认认真真的看着，顾心逸倒是更喜欢看夏西瑶认真的侧脸。特别电影到中段的时候，剧情里男女主互相暧昧，顾心逸明显能看到夏西瑶的俏脸渐渐红润，睫毛也不自然地扑闪着。然后他突然转过头看向顾心逸，正巧捉到了顾心逸偷看他。夏西瑶瞬间慌乱了一下，俏脸更红。这个男人不看电影，看他干嘛？顾心逸笑笑，果然这类电影还是适合女孩子看，她们更容易被电影打动，夏西瑶也不例外。国内的青春类爱情电影结局总是不那么美好，果然到了最后，男女主还是分开了。电影结束，电影院灯光亮起，顾心逸明显能看到夏西瑶的眸子有些红。女人就是感性，这种电影对顾心逸来说都不如夏西瑶一个眼神来的震撼。第73章，余生皆是你。顾心逸牵着夏西瑶起身离开的时候，他们看到角落里的那一对情侣还正搂抱在一起腻歪着。见到这一幕，夏西瑶的俏脸瞬间充血，顾心逸则不要脸的还多看了一眼，他挺羡慕这种小年轻的，热情似火呀。两人走出电影院，顾心逸能感觉到夏西瑶的手都有些出汗，他在紧张。他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的侧脸，果然他就连耳朵都红了。两人就这样漫步在月光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率先开口。顾心逸是因为正在欣赏此刻夏西瑶的娇羞模样，而夏西瑶则是单纯的是害羞。最终还是顾心逸捏了捏手中软弱无骨的小手，率先说道：别这么紧张啊，我又不会吃了你。夏西瑶听到一下子更紧张了，什么叫吃了自己？他想干嘛？他抬起小脸，睫毛扑闪，眼神里有些惊慌的感觉，这是紧张过度了啊。顾心逸看到他这个样子，忽然想要逗逗他，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顾心逸忽然停住，将正在往前走的夏西瑶拽向自己。夏西瑶被这一下拽得忽然踉跄，惊慌失措下双手扶在顾心逸的胸膛上，抬起脸不解地看向他。下一刻，顾心逸的脸突然凑近，夏西瑶都能感觉到他炽热的呼吸喷洒在自己的小脸上。夏西瑶错愕地睁大眼睛，一瞬间就连心跳都停止了半拍。顾心逸看到他那白嫩透红的脸瞬间通红，看到他眼中那突然闪现出的错愕呆萌，看到了他小嘴轻轻动了动，还咽了口口水，太可爱了，也太犯规了。顾心逸本来只想逗逗他，这一下道心瞬间崩溃，守不住了。
于是他选择了全凭本心，直接低下头，轻轻在他脸上落下一个吻。夏西瑶此时已经闭上了双眸，然后他就感受到脸上传来温热的触感，再然后等半天也没有一点点动静，夏西瑶偷偷睁开眼睛，顾心意正面带遐笑地看着他，好气，这个坏人。夏西瑶撑在顾心意胸前的手用力地推了他一下，气呼呼地转身往前走去。顾心意被推了一个踉跄，挠了挠脑袋，赶紧跟上。夏西瑶走在前面，小步子迈得有点快，得顾心意大步走才追上他。可生气了，斗气一时爽，追妻火葬场。夏西瑶没有理他，嗨，我真是情不自禁，不是故意的。顾心意赶紧解释，他真是情不自禁才亲上去的，不是故意的。夏西瑶依旧没有理他，只是小步子迈得更快了。顾心意只能苦着个脸继续跟着夏西瑶。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好半天，夏西瑶也没见到顾心意追上来拉住自己，然后他更气了，之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笨呢？简直愚不可及。一直走到体育馆外的停车场内，夏西瑶拉开车门上了车，顾心意赶紧3步并作2步跟着坐上了副驾驶。夏西瑶的俏脸依旧清冷，放手刹，打火，启动一气呵成。车子驶离，20分钟后车子到达公寓。顾心意眼睁睁地看着夏西瑶走进公寓内，将她拒之门外。陶乐乐不解地从公寓内走出来，他看到他的西瑶姐小脸绯红，气呼呼地走进了卧室。陶乐乐刚出门，他就看到了面戴痛苦面具的顾心意。陶乐乐皱了皱眉，你是不是又欺负西瑶姐了？顾心意眼神闪躲，没啊。见到顾心意这做贼心虚的模样，陶乐乐更加确定了。好啊，西瑶姐刚在所有人面前给你表白完，你就欺负她，你还是不是人啊？陶乐乐明显气急，他的西瑶姐都那样维护他了，为什么顾心意还要欺负人？不是你想的那样。顾心意赶紧挥手解释，挠了挠头，将大概情况说了一下。陶乐乐听得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但是顾心意的表情又不像作假。陶乐乐想起夏西瑶脸上的红润，这才相信顾心意的话。然后他面带复杂的看着顾心意，这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连西瑶姐生气的点都不知道在哪，没救了。陶乐乐知道了真相，有些无语，决定不再理这个蠢笨如猪的男人，转身关上门走了进去。顾心意看着面前紧闭的房门，叹了口气，早知道就不逗他了，这下好了，难受。顾心意转过身子，垂着脑袋，一脸失望的就要离开。身后的公寓的门这时突然再次响起，然后一把车钥匙就被塞进了顾心意的手里，钥匙上还带着些温热感觉。顾心意转过头，就看到夏西瑶那嘟起小嘴的俏脸。笨蛋，你想走回去啊？顾心意笑笑，心里松了口气，能理自己就好。随后他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生气了？夏西瑶看到这样的顾心意，再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笨笨的还挺可爱，就是有些不解风情，本来就没有生气。夏西瑶嘟着嘴，白了顾心意一眼，说道，女人都是这么善变的吗？那刚刚生气不理人的是鬼？顾心意再笨，也不会这时候将这些话说出来，他识趣的点点头，对，没有生气，是我看错了，不想理他了。夏西瑶瞥了他一眼，又转身回到公寓。顾心意嘿嘿一笑，拎着车钥匙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一直到酒店，洗过澡的顾心意刚躺到床上，就收到了来自夏西瑶的微信，晚安。顾心意嘴角轻轻上扬，同样回了一个老婆大人晚安。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顾心意就驱车来到公寓。他今天要带着小奈奈回江城去了，来时订的返程机票就是今天。他的奶爸生活又要继续，顾心意还是挺期待的。所以在吃完早饭后，一行人就来到了机场。夏西瑶与小奈奈亲昵了一会儿，一直等到时间差不多了，才将小家伙交给顾心意，眼中满是不舍。顾心意也同样不舍，但他还是牵起夏西瑶的小手，柔声说，回去吧，记得经常打电话回来，还有不管有什么事都要跟我说，不准憋着，知道吗？夏西瑶点点头，顾心意捏了捏他的小手，才依依不舍地放开。走啦。顾心意说了一句，抱着奈奈转身往通道里面走去。等等，突然一阵香风袭来，顾心意刚转过身子，他与小奈奈脸上就收获了夏西瑶的香吻，然后夏西瑶向后退了2步，抿了抿嘴，回去吧。顾心意轻笑，看着夏西瑶娇俏的面容，挥了挥手。从此人间烟火，山河远阔，无疑是你，无亦不是你，江海共余生，余生皆是你。第74章幼儿园报名风波。飞机在中午11点10分到达江城。回到久违的家中，顾心意先是将家里上上下下打扫了一番，又做好午饭，这才休息下来。吃饱喝足后，父女俩很自然的像往常一样葛优躺在沙发上。只能说有其父必有其女，顾心意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小奈奈学会了自己这个躺着的姿势，并且有样学样的完美复刻了出来。看着跟着自己学习的小奈奈，顾心意又坐直身子，她忽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小奈奈如今已经3岁了，该上幼儿园了。而幼儿园9月份就开学了，还有1个月，顾心意必须要提前找个幼儿园报名才行。想到这里，顾心意看向也已经在沙发上坐直身子的小奈奈。奈奈，你知道幼儿园吗？奈奈眨了一下大眼睛，仔细想了一下，对着顾心意点点头。知道啊，幼儿园就是好多好多小朋友在的地方，奈奈在电视上看过的。顾心意脸上带笑，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奈奈真聪明。那奈奈想去幼儿园吗？这次奈奈没有立即回答，她皱着小眉头想了很久，大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顾心意，直到顾心意都以为小家伙是对去幼儿园很抗拒时，她才开口。奈奈想去，可是奈奈舍不得爸爸。顾心意认真地看了一眼小奈奈，将她抱到怀里。去了幼儿园也可以每天见到爸爸，大爸爸每天都会送奈奈上学，接奈奈放学。幼儿园里还有许多小朋友跟奈奈一起玩耍，还有老师会教奈奈唱儿歌，表现乖的话还有小红花可以领取哦。顾心意耐心地说着。奈奈现在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自己和夏西瑶的言传身教，但是顾心意知道自己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培训，不能与学校的老师相比。听到顾心意的话，奈奈这才点着小脑袋。那奈奈要去幼儿园？好，那爸爸就帮奈奈找一个很好的幼儿园哦。顾心意笑着摸了摸小奈奈的脑袋，又将她放在沙发上，这才拿起手机搜索着附近的幼儿园。然后顾心意这才发现幼儿园的报名都结束了，7月份就停止了报名。顾心意挠挠脑袋，这可咋整？那时候自己还没穿越过来呢，原主那个牲口以前也没考虑过这些问题。没办法，顾心意只能在网上继续搜索着附近哪些幼儿园比较好。最后顾心意选择了附近的一所名叫江花的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在网上的评价很高，口碑也很好，特别是家长们对他的评价都很好。怀着忐忑的心情，顾心意带着各种材料，领着奈奈坐车来到了江花幼儿园。这里距离他们住的地方真的不远，坐车也就10几分钟的时间。一下车，顾心意就风风火火地询问了门前的保安，顺利地来到了江花幼儿园的招生办。办公室里只坐着2个年龄约40左右的女性办公人员在聊着天。顾心意敲了敲门，他们俩同时转头看向大门处的顾心意，其中一个立即站起身，礼貌地询问道：你好，有什么事吗？另一个盯着顾心意的脸，微微皱眉，他总感觉这男人怎么有些熟悉，但他又想不起来是谁。小奈奈此刻还有些怕生，抱着顾心意的大腿躲在他的后面。顾心意也礼貌地回应，面色带着些不好意思的神色。你好，是这样的，我因为一时疏忽，导致了6月份忘记给我家孩子报名幼儿园了，他今年已经3岁，你看你们学校这边还有名额吗？站起来的这名女性摇摇头，这种粗心大意的家长她见多了。别说江花幼儿园这种口碑非常好的幼儿园，现在的话恐怕就连一般的幼儿园都不会有什么名额了。虽然每个幼儿园都会保留几个特定名额以备不时之需，但他能看出顾心意明显不在此列。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名额已经满了。他略表遗憾地对顾心意说道。顾心意听到后有些失望，他身后的小奈奈这时也探出小脑袋，大眼睛懵懂地看向四周。他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这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非常好奇。星瑶，你是星瑶小公主是不是？坐着的那名工作人员在看到小奈奈时忽然出声，语气中的兴奋溢于言表。他刚刚看到顾心意就觉得面熟，但是想不起来，但看到奈奈时他立马认了出来。他有个儿子，他和他的儿子都是奈奈的粉丝，他是奈奈的妈妈粉。站着的工作人员听到这话后愣了一下，口中喃喃星瑶，然后他将目光转向小小的奈奈，眼中也是陡然放光。作为妈妈的他们对顾心意不熟，但对顾星瑶可太熟了。真的是星瑶小公主，我的宝贝！哇，和网上一样，太可爱了。顾心意也被两人这突然的反应吓了一跳，他挠挠脑袋，原来这两人都是奈奈的粉丝。对于网上奈奈的妈妈粉们，顾心意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都称奈奈为星瑶小公主。奈奈看到两人眼神放光的看向自己，又叫了自己的名字。她先是怯怯的看了眼顾心意，在得到顾心意的眼神鼓励后，她终于从顾心意的身后走了出来。啊，阿姨们好！这是顾心意平时教她的，见到人要打招呼。你好，快让我摸摸！哇哇哇！我竟然见到了真实的星瑶小公主，太幸福了！两人都蹲下来，一个摸着奈奈的头发，一个捏着奈奈的小脸，让奈奈都皱起了好看的小眉头。这时，其中一个人突然抬头：“你好，顾先生，你能在这等一下吗？我给我们园长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我想我们园长也会很乐意接收顾星瑶来我们学校上学的。还有这种好事？”顾心意赶紧点点头，他不由有些感慨，原来奈奈这么厉害，她的妈妈粉甚至比正常明星的粉丝都要热情。
于是接下来，一名工作人员赶紧走到一边，拨打起园长的电话，另一名依旧哄着奈奈，简直爱不释手。而顾心意完全成了局外人。第75章，尹平的谋划。不一会儿，那名工作人员打完电话，面带喜色地走过来：“顾先生，资料都带全了吧？我现在就帮你录入名额。”“谢谢，麻烦了。”顾心意忙点头，道了声谢，将手中资料全部递交给他。他在来之前就在网上搜索了具体需要哪些资料。名额很快录入成功，工作人员将资料全都还给顾心意，然后揉着小奈奈的小脑袋说道：“好了，报名已经成功了。顾先生下面要注意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老师会找时间去家访一下，认孩子，顺便方便了解孩子的情况。顾先生耐心等待就好。另外，我们学校的开学时间是9月1号，顾先生这次可千万别忘记了。”顾心意接过资料，又忙跟他握了握手：“好的，好的，真是麻烦你了，我会注意的。”一切处理好，顾心意这才带着奈奈在2名工作人员依依不舍的目光下离去。出了幼儿园的大门，顾心意这才长舒一口气。他来的本意也就是试试看，没想到真的成了。而且幼儿园入学前竟然还要家访，这是顾心意之前不知道的。一想到这，顾心意倒是有些紧张。初为人父，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来家访了，他有点麻找。不过这都是家长的必经之路，顾心意也只能强行按下心中的紧张，带着奈奈回了家。如今顾心意的任务很多，奈奈上幼儿园需要准备的东西，夏西瑶下一场比赛的歌，陈峰需要的动漫完整题材，这些都需要他来准备。饶是穿越过来的顾心意都有些头大。顾心意忙得热火朝天，但好在一切还都算顺利。而此刻，魔都天空正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海上月大酒店中，尹平正与一名穿着时尚的女人一起用着餐。这女人留着一头大波浪长发，此刻非常淑女地摇了摇杯中的红酒，小口抿了一口，又轻轻放在桌上。尹部长，我当初能火也多亏您的提拔，不过你现在说的这件事可不好办哦。她虽然年龄已是30岁左右，但声音出来时却有种甜到让人发腻的感觉。不过尹平明显很喜欢她这种嗲嗲的声音，就连看着她的眼神都带着欣赏的光。小小，不用担心，我已经和王斌打过招呼了，如果夏西瑶下次的比赛对象真是程迪的话，他会投程迪1票，再加上你这1票，我们就稳了。尹平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他心中甚至有些得意，打工的永远是打工的，怎么和他这种资本对抗？新歌会总共4名评审导师，他已经说服了2人，现在只要冉小小同意，夏西瑶下一场比赛就必输。冉小小见到尹平这副姿态，眯了眯凤眼。哦，就算你说服了王斌，加上我这1票，也不过是2票，怎么能说稳了呢？尹平脸上依旧带笑，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金框眼镜。若是再加上薛小千的1票呢？薛小千，那个刚正不阿的人，怎么可能？冉小小皱眉，若说别人，他可能还会相信，但是说薛小千，他是万万不信。尹平神秘一笑，给冉小小又倒上1杯酒，打了个哈哈。没什么不可能的，你不用在意这个，你只需要说你帮不帮我就好了。冉小小想了一下，看着尹平这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他将杯子又端起，轻轻抿了一口后，对着尹平说道：“干杯！”尹平脸上立刻笑开了花。干杯！一顿饭过后，尹平不舍得将冉小小送上车，看着她远去。人家现在也是当红女星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摆布了，这让尹平有些微微失落。但很快他就将失落掩去，脸上重新散发出笑容。如今新歌会4个导师，3个他已经通了气，如果夏西瑶遇到程迪，他拿什么赢？真以为娱乐圈的水就这么干净吗？天真！而且他还请了吴凡这个音乐教父来全力为程迪写歌，到时候也不怕观众们不买账。至于吴凡上次输给顾心意，他丝毫没在意。吴凡这次亲口向他保证，这次的歌会很好，而且上次纯粹是刘倩不中用，和吴凡没多大关系。所有的人与事都顺利搞定，尹平得意洋洋地上了车，往鹰海娱乐驶去。顾心意当然不知道这些事，他现在正一边在网上查询着漫画题材的写法，一边在厚厚的本子上写着一人之下的剧情。饶是他对这部动漫的记忆深刻，到写的时候依旧感觉到很艰难。最让他难受的场景的描写与转换，以及人物性格与对话，他都要绞尽脑汁的一点点抠出来。这对不是写作专业的他异常艰难，就连一个配角，他都要想好久才能用文字来将他描绘出来。不过这也比一般人快了许多。要知道，一般人让他写出个题材来，至少要长年累月的积累，从无到有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全是两码事。而且这个不是很急，他写出来还要再请漫画师画出来，然后才能制作成动漫。以他目前的速度，他相信最迟1个月，他就能把《一人之下》第1季完完整整的叙述出来。至于夏西瑶的歌，他也已经有了想法，是他今天与夏西瑶打视频时忽然想到的一首歌，专门写给异地恋的一首歌。顾心意知道，
随着比赛的推进，后面会越来越艰难，不拿出点王炸，恐怕会输得很惨。主要还是夏曦瑶的底蕴太少，不像别的成名歌手一样，粉丝早已成型，而且只会越来越多。对比别的歌手，夏曦瑶的成名之路短，争议多，固定粉少，这也是她的劣势，唯有不断拿出好的作品，才能弥补这一劣势。一直忙到晚上，顾欣逸将小奈奈哄睡着后，才又重新来到客厅，坐在桌前。他将曲稿纸平铺，并没有立刻就写，而是默默地打着节拍，先小声地哼唱了一遍。这首歌不仅仅是歌词无敌，最重要的还是这首歌的曲子，还有它的前奏。哼了一遍后，顾欣逸这才提笔，将曲子完整的写下，然后标注里面用到的所有乐器。笔落曲成，顾欣逸拿起曲稿纸，又看了一遍，脸上才挂起笑容。这前奏，真他妈无敌！第76章，第3期到来。3天时间很快过去，这几天顾欣逸除了给夏曦瑶写了那一首歌之外，全部沉浸在一人之下的创作中。他感觉自己肯定上辈子欠陈峰的，要不怎么给这个比写动漫比给夏曦瑶写歌还累。不过还好的是，顾欣逸是越写越熟练，现在他都不用特意去专注排版，就能顺畅的将格式全部写对。果然是应了那句话，有志者事竟成，没有什么是刻苦努力解决不了的问题。晚上8点，顾欣逸带着小奈奈准时的坐在了沙发上，将手机投屏，实时看着直播。今天是新歌会的第3期，4进2，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听听那首歌从夏曦瑶口中出来是怎样的经验。魔都体育馆，夏曦瑶已经上了舞台，到了抽签阶段。只是这次在抽签之前，节目组竟加入了选手互动环节。主持人依旧是身穿盛装的陈雪儿，她像是掌握了流量密码一般，上来就率先与夏曦瑶进行了互动。夏曦瑶选手，请问你这次的歌还是顾欣逸作词作曲吗？夏曦瑶脸上带着笑容，轻轻点点头，给予肯定的回答。是的。陈雪儿微微一笑，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紧接着又提问道：能说一下这次的歌名叫什么吗？还有这次的抽签，你最希望抽到谁？杀人诛心。顾欣逸看到这，直呼这个比不怀好意。这样问，夏曦瑶无论回答哪个，对方都会感觉被轻视了吧。此时就连直播间的弹幕也开始吐槽起来。我靠，主持人这是要搞事啊！怕什么？有实力不怕搞事。我相信顾欣逸那个比的歌，哪次不是经典？对啊，几首歌我都听了，那么好的旋律和歌词，简直太赞了。感觉夏曦瑶遇到谁都不慌。唉，歌是好歌，就是不知道啥时候上线啊。我顶着全损音质听了一遍又一遍，太难了。不是说比赛结束就上线华音吗？第一张专辑啊，我绝对买爆。不说了，不说了，都一样。看夏曦瑶怎么回答吧。而现场，夏曦瑶脸上依旧挂着笑，她只是简单想了一下，便直接回答道：歌名就不说了，一会儿你们自己看。最想抽到的人我没想过啊，我觉得他们实力都很强，不论抽到谁，我都会全力以赴的。电视前，顾欣逸听到夏曦瑶的回答，也笑了笑。夏曦瑶回答得很委婉巧妙，这样既不会得罪人，又表明自己会努力。陈雪儿没有问出什么，脸上神色有些失望，但她很快就调整过来，继续问了一些小问题，都被夏曦瑶一一回答。之后，陈雪儿又与其他几位选手互动了一下，这才开始正式抽签。后台的人超看到网上实时的流量数据，开心的不得了。像这类比赛，经过几期，流量总会慢慢走低，主要每一期基本都一个样，没什么创新，完全靠歌手的歌来支撑着，时间长了，观众自然会流失。可新歌会现在都第3期了，这数据流量竟然一期比一期高，这都是顾欣逸与夏曦瑶带来的热度，每期一首成名曲，神仙来了也顶不住啊。这时舞台上抽签已经结束，夏曦瑶今天的比赛对手已经确定下来，正是程迪。程迪看着夏曦瑶绝美的侧脸，心情有些紧张又兴奋。他不知道这次顾欣逸又给夏曦瑶写了什么歌，但他能猜到自己偶像写的歌肯定比自己手中的歌好。但他也依旧会全力以赴，能与夏曦瑶同台竞赛，即便是输了，他也会很开心。输在顾欣逸的歌上不亏，而且还能再听一首好歌，就很棒啊。接下来，高宇、冉小小、薛小千以及王斌4位导师唱着对方的成名曲，在万众瞩目下依次上场。现场气氛也因此燃了起来，毕竟这些老牌歌手自身粉丝的流量都数不胜数。这一期的比赛，夏曦瑶与程迪是第2场。第一场由苗安云对战王晨。苗安云唱的是一首热情似火的情歌，而且是边跳边唱，开篇就热烈非凡，果然是新生代的当红小花。这实力就连顾欣逸都暗暗咂舌。能杀出重围的这4个选手，果然没有一个是花架子。虽然苗安云唱得很好，不过顾欣逸还是感觉自家的夏曦瑶才是永远的神。接下来的王晨，他带来的是一首摇滚撕心裂肺的音乐，伴随着王晨沙哑独特的嗓音，又是一狠角色，
就连现场的观众都被带动得摇摆起身体。第一场结束，高宇与王斌的票都投给了王晨，而冉小小和薛小千的票则投给了苗安云。两首歌都很好，他们唱的也非常到位，只是导师喜欢的类型不一样，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票数实现了持平状态。最后一票由观众们决出，最终还是苗安云略胜一筹，夺得了观众们最终的一票。一方面是苗安云的粉丝基数更多，还有一方面，摇滚乐的受众真的不多，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情歌真的更容易走进他们心里。苗安云与王晨缓缓退下舞台，主持人陈雪儿紧接着拿着话筒上台。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也是我们本届新歌会最大人气王的比赛，让我们首先欢迎夏曦选手。陈雪儿热情地说着，夏曦瑶慢慢从后台走来。今天的她穿着普普通通，像是刚下班的白领一样，白色 T 恤配着蓝色牛仔裤，化着淡淡的妆。只是这简单的穿着，让她比前2次更显真实，给观众的感觉就是她好像走进了人间烟火，平平淡淡才是真，更显亲近。这一场依旧是由夏曦瑶率先上台演唱，主持人也在这时退下，舞台暗下，只有一束灯光打在夏曦瑶的身上。音乐升起，后面大屏幕上歌名也缓缓显现，花海，作词作曲顾欣逸，演唱夏曦瑶。观众们甚至还没看清歌名，就被这前奏吸引了进去。电视前，顾欣逸脸上更是挂上陶醉的神色，这个前奏确实无敌啊！要知道，这可是老周的歌。众所周知，老周的那些歌前奏基本都是无敌，前奏一响起，就能将人彻底带入音乐的世界里。第77章花海。舞台上，节目组少见的用了特效，一片花海绽放开来，夏曦瑶就这样沐浴在花海中缓缓走来。看到这一幕，观众们却在这时闭上了眼睛，跟随着音乐，他们仿佛能感受到自己置身在阳光下的花海中，身心舒缓。他们心中无一不惊叹着，顾欣逸这个笔，这次的歌光前奏就让他们沉沦啊！甚至他们都不用再去想接下来的歌词，就这前奏就已经完败了之前比赛的2首歌。夏曦瑶睫毛轻眨，握着话筒的手有些紧张。这次的这首歌比之前的都难，他练了好久好久，而且在他心里，这首歌比之前的都好，他都不知道顾欣逸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来。他只能做到最好，才能不辜负这首歌。夏曦瑶定了定心，轻轻开口：静止了，所有的花开，遥远了，清晰的爱，天郁闷，爱却很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声音轻柔，所有闭着眼睛的观众都在歌词响起的这瞬间陷入了更深的音乐世界中，他们的心里软绵绵地充斥着淡淡的忧伤与欢喜。忧伤是旋律，欢喜是回忆，矛盾又不矛盾。你喜欢站在那窗台，你好久都没再来，彩色的时间染上空白，是你流的泪晕开。观众们的心在听到这里突然抖了一下，他们心中的花海突然一片空白，朦胧中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所有人都沐浴在这细雨中，等待着结局到来。台上的夏曦瑶这时眼神突然坚定，拿起话筒，目光像是透过了时空，看到了顾欣逸的身影。他的歌声也随之传出：不要你离开，距离隔不开，思念变成海，在窗外进不来，原谅说太快，爱成了阻碍，手中的风筝放太快回不来。夏曦瑶每唱一句，脚步便轻轻向前走一步，她的声音像是穿透了时空，进入了观众的心中，更进入了顾欣逸的心中。顾欣逸看着一步一步走到舞台最前端的夏曦瑶，眼中充满温柔。导师们这时也全都沉着气，甚至都不敢大声呼吸。特别是冉小小，他觉得自己是不是错了？这首歌如果自己不投票的话，会被骂死的。这种神仙歌曲是他觉得到现在为止最好的歌没有之一。夏曦瑶还在唱着，他的手缓缓伸出，挥舞着。现场的观众这时也都睁开了眼，跟着挥舞着。他们听到这已经被震惊到睁开眼，眼中全是台上挥舞着小手的夏曦瑶。后台任超更是按着自己的心脏，防止他突然跳出来。妈呀，这是比赛吗？这是个人演唱会吧？纯粹的个人秀啊！不要你离开，回忆划不开，欠你的宠爱，我在等待重来。天空仍灿烂，他爱着大海。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完美收尾，夏曦瑶赋予了这首歌在这个世界上的灵魂。顾欣逸不由得抬起小奈奈的手掌拍了起来。夏曦瑶唱得太棒了，老周这下也能释怀了吧？自己并没有让他的歌在这个世界被埋没。伴奏与歌声渐渐结束，夏曦瑶轻轻呼出一口气，脸上有些红润。她刚刚不知不觉也被歌曲带入进去了呢，竟然还挥舞起手来了，就很害羞。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阵一阵，像是永不停歇一般，比之前任何一场都来得热烈且持久。这是观众们对《花海》这首歌的肯定。特别是直播间，顾欣逸想把弹幕关了，可又舍不得，这些笔都在夸自己和自己老婆呢。我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
特别是前奏，封神了！这首歌前奏一响，我就给拉进去了。第一次有过这种感受，太神奇了。歌词也很棒啊，只是无语，又要循环录制的全损音质了吗？什么时候注册版权上线啊？这他妈！新瑶这个比的歌，一首比一首勾人心魄，我服了。还要等新歌会结束才会出专辑，我都有点等不住了。新歌会赶紧结束吧？楼上的，不能啊！想一想，接下来新瑶还会拿出几首歌来，忍一忍吧。我干！这么说好像也对。台上的导师，特别是薛小千，此刻也在捂着心口，自己的一票不能投给这首歌，他心痛啊。可惜他是带着任务来的，这种昧着良心的事，怎么就轮到他了呢？难受，想哭。而后台的程迪，此刻早已变成了星星眼。果然是顾星夜，这歌也太赞了。对，还有夏西瑶，唱得太好了。以后这两个都是他的偶像了。一首歌成功征服了程迪的耳朵，程迪本来就喜欢顾星夜的歌，现在就连唱歌的夏西瑶他都粉了。他感觉自己的那首歌连花海的一半都不如，就这还那谁还自称音乐教父呢？程迪之前就不怎么喜欢吴凡的歌，若不是影评强烈要求，他本来选的都不是这一首歌。夏西瑶这时已经走下了舞台，与程迪迎面走来，两人友好的互相点点头，甚至夏西瑶还举起个小拳头，一副加油的姿态。程迪一下更喜欢夏西瑶了。两人相视一笑，台上主持人的声音再次响起，该程迪上场了。程迪唱的依旧是一首小甜歌，配合他甜甜的嗓音，将夏西瑶上一首歌带来的淡淡忧伤都给冲散了一点。这种甜心少女深得广大男网友的喜爱。一曲终了，现场观众也很买单的鼓起了掌，只是这掌声明显不如夏西瑶唱《花海》时来的热烈。这种歌对于观众们来说已经有些平平无奇，主要是顾星逸那个比拉高了他们的欣赏水平，甚至将整个华语乐坛的层次都拉高了不止一筹。若是放在以前，这首歌完全可以风靡全国，可惜现在它就是个地中地。到了投票环节，第一个投票的导师是高宇，他先是点评了两首歌，然后不出意料的将票投给了夏西瑶。之后到了薛小千，只见薛小千一脸为难，他非常高调的赞扬了夏西瑶的歌，可在投票的时候却投给了程迪。所有观众都会心一笑，这明显是友情票了。就像上次那样，邵飞白同样获得了一个友情票。可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也出乎了薛小千的意料，更是出乎了程迪的意料。谁也没有想到，王斌他的票竟然也投给了程迪。薛小千脸色愈加铁青，程迪眼睛不自觉睁大。这一下现场都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最后一个导师冉小小，他这一票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票。第78章黑幕。冉小小一瞬间成了全场焦点，他内心早已将影评骂了个1800遍。如果真的歌曲差距不大，他还能圆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无疑是在把他推向火炉上烤。他一时有些犹豫，内心更是挣扎到不行。这一步一旦走错了，后面面临的可能就是人设不保和各种争议。他在内心飞快地权衡着利弊。观众们早已屏住了呼吸，现场都变得落针可闻。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至于直播间的观众，他们可是一点都不惯着，一个个早就弹幕刷得飞起。卧槽，什么情况？薛小千的那一票我还可以理解成友情票，王斌是什么情况？眼瞎吗？不对，耳聋吗？好赖听不出来，就这还是老牌顶流歌手。黑幕啊，黑幕！我透！是评委脑子秀逗了，还是觉得我们智商有问题？这票明显给的有问题啊！看看吧，别急，不是还有一票吗？要是打平的话，观众们的一票肯定是夏西瑶的，还是能赢的。我感觉劳资上去都比这评委强。要是夏西瑶真被淘汰了，我直接化身陆地剑仙。靠！劳资还等新瑶后面的几首歌过日子的。不只是网友们炸开了锅，电视机前的顾星逸更是眯着眼睛。他现在已经不关心票数怎么样了，傻子也能看出有问题。他现在只关心夏西瑶。这时镜头正好给了台上的两人，程迪眼睛睁得大大的，满脸不可思议的样子。至于夏西瑶，顾星逸看到他好像并没有因为评委给的票数而感到失落，顾星逸这才松口气。夏西瑶其实心里还是有些失落的，但他失落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顾星逸的花海真的很好，自己好像要辜负这首歌了。而此刻后台导播室，栏目组导演任超早已气得将桌子拍得哐哐作响。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敢的？他这样问着一边的助理，助理苦笑着没有说话，他也不知道啊。任超眼中泛着戾气，这是有人要砸他饭碗啊！节目发生了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他一个导演竟然不知道？观众们可不会这么认为，观众只会认为是节目组搞的黑幕。
届时他这个导演还不被喷成傻逼？任超越想越生气，他一定要将幕后黑手给揪出来，在他的节目上搞事，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但此刻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冉小小。全场瞩目，说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冉小小依稀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当年鼎盛时刻，台上台下当时的观众也是这么看着自己的。看到这一幕，他心潮澎湃，心里也已经有了主意。若是能因为这事再红一次，即便是黑红，那也是流量啊。反正后面就算事情爆出来，也可以把责任都推脱给影评，而且又不是只有自己。薛小千与王斌不也同样投了票？下定决心，冉小小微微张嘴，声音不大，却震耳欲聋。对不起，夏西瑶，我更喜欢程迪的歌，因此我的这一票投给程迪。操！导播室里的导演任超在听到冉小小的话后，只感觉眼前一黑，手中的水杯也被他应声摔在地上，杯中的水洒满一地。他身边的助理吓得瑟瑟发抖，就连整个导播室都安静成一片。主持人陈雪儿此刻也有些懵，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主持下去。票数已定，接下来的观众投票还有意义吗？而且现在现场上的观众明显有些躁动了，网上的骂声一时更甚，弹幕将直播间屏幕都给彻底淹没。我笑了，真他妈无敌，摆明了黑幕，没人能奈何你呗。垃圾节目组，垃圾节目，垃圾导师，全他妈是垃圾。黑幕，黑幕，这要不是黑幕，我吃10斤。楼上的别骗吃骗喝，傻子也能看出这是黑幕。呵呵，就这网费我追了这么久，这他妈给的票就让人无语。我之前还喜欢过冉小小，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光说我们小小干嘛？薛小千和王斌不也一样给了票吗？属实刺激，这票给的，老子的心跟坐过山车一样，最后还他妈掉下来了。网上炸锅一片，不是骂声就是质疑声，现场也是躁动一片，不少人喊着黑幕、退票之类。台上陈雪儿叹了口气，如今事实如此，他只能宣布了。陈雪儿拿起话筒，脸上又挂上了职业微笑，只是这笑容里多少有点勉强。如今4位导师都给出了他们的票数，现在程迪。等一下，等一下！陈雪儿的话突然被打断，众人纷纷看向说话的薛小千和程迪。薛小千脸色都黑了下来，程迪则一脸焦急。导播也识趣的将镜头对准两人。程迪看见薛小千也开了口，他点点头，示意导师先说。薛小千拿起话筒，面色沉重：不好意思，主持人，打断一下，这次的票有问题，在这我要向夏西瑶、向观众们道歉，对不起。我之前得到英海娱乐运营部长影评的消息，他告诉我程迪与夏西瑶同属英海娱乐，如果双方差距过大的话，让我投一票友情票给程迪，不要让他输得太难看。可是现在反而让程迪晋级了，我觉得我有责任。今天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夏西瑶被淘汰，我辞去新歌会导师这个责任。薛小千的话掷地有声，回荡在场馆内，台下的观众们沸腾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不是节目组，而是英海娱乐。他们也没想到，薛小千竟然这么刚，会自爆出这种事件。电视前的顾欣逸看到这熟悉的一幕，挑了挑眉头。这个薛小千有点意思啊，他的人品和原始的老薛有的一拼。而另一边，看到这一幕的影评一把推开怀里妆容浓重的女子，双手微微颤抖，满脸惊恐。他不敢相信，薛小千怎么敢的？他就不怕招惹骂名吗？但此刻他已经顾不得薛小千了，他知道这一下自己完了。旁边的女子这时也知道了事情的不对，她声音都有点颤抖：印哥，这滚，都是你，若不是你一直在旁边说夏西瑶抢了你的名额，要给他一个教训，能有这事吗？完了，现在全完了。影评咆哮着将罪责全推给了身边女子，他到现在都不敢相信，票数结果都出来了，薛小千竟然还会跳出来主动承认。不行，我不能束手待毙。影评还想再挣扎一下，可这时电话铃声猛然响起，上面显示的是董事长杨宪的名字。影评双目陡然无神，颤颤巍巍地接起电话。电话里杨宪的咆哮声响起：影评，你现在马上给我滚过来解释清楚。第79章结果。舞台上的程迪傻了，他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事，但也能察觉到这票投的不对。他本来想喊出自己弃权的，可薛小千的一席话让他彻底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件事背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自己的舅舅。他嘴唇颤抖了2下，还是没能说出声来。现在事实是怎样已经不重要了，他舅舅做的事和他做的又有什么区别？即使去解释，估计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此时网上已经炸开了锅，就在薛小千说完这句话之后，微博、抖音便全是这次事件的热搜。任超怎么也想不到，他期待的流量爆炸会以这种方式
无数的人群像浪潮一样扑进各大直播间，他们大多都是循着热搜赶来。一瞬间，直播间的弹幕量比之前翻上了好几番。循着热搜来的，听说有黑幕，薛小千的人品还是可以保证的，那两个就不知是什么货色了。夏西瑶，咱不比了，让顾心意多给你写几首歌，咱自己玩去。上线华音，专辑我们买爆。众目睽睽之下，敢玩这出，当我们观众是傻子。若若说一句，程迪唱的确实挺好的，没人说他唱的不好，关键要对比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懂？我只想知道这是程迪知不知道？我之前挺喜欢他的，甜心少女啊，这他妈他能不知道？就是为了让他赢才有的黑幕，当事人不知道我直播吃10斤，又来个骗吃骗喝的。刚刚程迪不也喊了等一下？不理解，属实不理解，都是一个公司的，为什么要这么做？网友们激烈热议着，就连现场都嘈杂起来，他们也在小声的讨论着夏西瑶唱的如何，这首歌是多么好，他们心里都有数，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太过分了。现场唯一淡定的只有高宇，他饶有兴趣的看着铁青着脸的王斌和冉小小，嗤笑一声。这两人脑袋真是秀逗了，为了一个影评干出这种蠢事，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不知道王斌此刻快骂死影评和冉小小了，他是收了影评好处，让他投程迪一票。刚刚投票的时候他也犹豫过，只是他舍不得那些好处，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冉小小，他想着就算自己投程迪了，冉小小只要投夏西瑶，最后结果还是夏西瑶获胜，那就万事大吉。毕竟那种情况下，他不相信冉小小会再投程迪。可谁也没想到，冉小小突然利欲熏心，会真的给程迪又投一票。冉小小更是彻底慌了神，他本来想借此来收获点关注和话题，事后自己再卖惨将事情推到影评身上就好。可经过薛小千这么一搞，他又是最后投票的人，流量没了不说，名声也彻底完了。薛小千还可以说他是因为友情票，自己这最后投票的完全没得洗。冉小小心态彻底崩了，主持人陈雪儿彻底尴尬在原地。他从事这么多年的主持，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饶是他经验丰富，此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圆场了。任超现在也头疼的要死，这票都投完了，现在怎么搞？难不成之前的不算，重新投票？但好像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难搞啊！这种播出事故太让人头大了。若是影评现在在这里，任超恨不得直接将他掐死。任超无奈，只能叹口气，准备亲自出面解决这事。没想到这时程迪却突然开了口，他拿着话筒，双目无神，声音却很大：我弃权。他知道现在节目组肯定很头疼，只有他自己站出来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夏西瑶的表现，还是花海这首歌，都比我的好上太多。对于投票结果，我也同样不服，所以我选择弃权。这次晋级的应该是夏西瑶，他当之无愧。程迪说着，他没有解释影评的事，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场内观众再次交头接耳起来，网上的网友们也都议论起来。他们不知道程迪这番话是出于真心，还是因为压力，一时间网上也是吵得一团糟。各种热搜话题依旧在继续，这10几分钟时间，前面的事情已经上了热搜前10，现在程迪的发言又紧跟着登上热搜。热搜50，现在基本都是本届新歌会的事件。就在这时，夏西瑶动了，他从投票开始一直都很从容，现在却抿了抿嘴，走到程迪身旁，拉住了他的小手。你很好的。声音不大，只有程迪能听到，但他的动作却让所有人都明白，夏西瑶他和程迪的关系很好，所以程迪对这件事应该也不知情，要不然夏西瑶怎么会是这种态度？网友们仔细想了想，也是。投票结束后，程迪是和薛小千一起站出来的，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让薛小千先说了。当时他应该想说的就是弃权吧。网上的吵闹也因为夏西瑶的动作而停歇。握着夏西瑶温软的手，程迪转过头，便看到夏西瑶诚挚的目光。这一刻，他突然有些想哭，不是自责，而是为自己能喜欢这样的人感到高兴。他真的值得。程迪这样想着，他决定回去，就让妈妈把舅舅好好收拾一顿，然后把他禁足在家。有这样一个不省心的舅舅，他太难了。任超这时也走上了台，他挺感激程迪的，因为程迪的主动弃权，省了他许多事。他从主持人那接过话筒：大家好，我是新歌会的总导演任超。对于在我们新歌会舞台上发生这样的事，我感到很痛心，也很自责。夏西瑶的实力有目共睹，我也不允许他因这样的事而退出舞台。不过还好，薛小千导师和程迪选手在最后站了出来，给了我们一个真相。现在我再次宣布剔除王斌、冉小小的票数，同时解除与他们的合约，从此不再聘用。另外，这一场比赛
现在重新开始进行投票。我们新歌会绝不允许任何不公正的事情存在。任超说完，向观众们深深鞠了一躬后，便从舞台上退下。主持人接过话题，投票重新开始。只是这次，王斌和冉小小坐在导师席上，如坐针毡。第80章，家访。重新投票的结果很明了，夏西瑶晋级成功。任超松了口气，接下来他还得再请2名导师来。还好王斌和冉小小是他们自己违背了合约，他自然不用在这件事上多费心。一波3折的比赛结束，网上的口诛笔伐却刚刚开始。愤怒的网友们直接找到了冉小小与王斌所在娱乐公司的微博，质问他们这种失德的艺人该怎么处理。至于始作俑者影评，英海娱乐的微博早就先一步被爆破了。终于在比赛结束后不久，英海娱乐的官方微博正式回应此次事件，并发布了一则道歉声明，致广大网友与夏西瑶的一封道歉函。因我司管理制度出现问题，我司原运营部部长尹平利用职务之便，给本公司歌手夏西瑶在新歌会比赛中带来严重的不公对待，也给广大网友们带来糟糕的观看体验。现经公司董事开会研究，对尹平做出开除职务处理，而且永不得再次录用。最后声明，我们英海娱乐一直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做事原则，对待各种弄虚作假之徒绝不手软，望广大网友监督并多多支持，共创和谐稳定的娱乐态势。英海娱乐声明发出不久后，冉小小与王斌所在的公司也接连发声。迎接两人的结果是向公众们与夏西瑶道歉，并保证以后再不会出现类似事情。这2则声明一经发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俩的职业生涯也算到此结束了。因为这几条声明，这次事件的热度才慢慢平息下来，网友们也只是要一个结果，现在皆大欢喜，他们自然就会各自散去。只是经过这一事件后，花海彻底火了，就连以前不怎么关注新歌会的人都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晚上，花海的播放量就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歌，甚至连起风了都只能屈居第2。现在的网上，顾欣逸的几首歌一骑绝尘，播放量将其他歌甩得远远的。要知道，这几首歌现在还没有登上播放平台，还是全损音质。可以想象，新歌会结束后，一旦夏西瑶上线了专辑，这些歌会是怎样的一个热度。目前，顾欣逸只有1首歌，只要平凡上线了华音，而且高居华音新歌榜榜首，令其他歌手只能望尘莫及。他们都在感慨着，一个不是娱乐圈的人，硬生生将华国娱乐圈抬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高度。对于网上的风波，顾欣逸此刻一点都不关心，因为他正面临着一件对于他来说更重要的事。小奈奈的幼儿园老师要来家访了。第2天第一早，顾欣逸就早早起来，将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并在茶几上摆上新鲜的水果。未来3年，小奈奈都会由这2个老师教导。顾欣逸还是很重视这次家访的。上午9点，顾欣逸带着小奈奈准时来到楼下，等待着老师的到来。不一会儿，2个穿着统一服饰的女老师迎面走来，她们一眼就认出来等在楼下的小奈奈。顾欣逸脸上带着笑，赶紧走上去跟他们握了握手。你好，你好，辛苦你们了。2名女老师，一个年轻，年龄约20岁左右，一个年长些，约40岁左右。统一的是，他们的举止都很得体，脸上也都带着很温柔的笑。这种笑容看着就让人止不住升起亲切的感觉。你好，顾先生，我叫苏玲，是江花幼儿园小3班的老师，而且我可是你的粉丝哦。苏玲年龄比较小，笑起来脸上露出2只小酒窝，一脸欣喜地和顾欣逸介绍着自己。另一个年长一些的老师在苏玲说完之后，也跟着说道：你好，我叫刘丹，也是江花幼儿园小3班的老师，我和苏玲不一样，我是小奈奈的粉丝哦。刘丹说完，蹲下身子揉了揉小奈奈的头发，一脸慈爱。小奈奈少见的没有怕生，抬起小脸注视着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的老师。顾欣逸挠了挠脑袋，一脸憨笑，这怎么整得跟粉丝见面会似的。2位老师，这里热，快进家里吧。说着，顾欣逸领着小奈奈在前面给2位老师带着路，一行人来到家里。招呼他们在沙发上坐下后，苏玲与刘丹也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和钢笔，开始询问起小奈奈的一些基本情况。顾欣逸坐在2人对面，像是小学生一样，有问必答。顾先生，不知道平时孩子都是谁带的，上学又是谁来接送呢？苏玲看着拘谨的顾欣逸，偷偷笑了笑。她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顾欣逸竟然是这样平易近人的。前2年奈奈都是由她妈妈带着，最近她妈妈工作忙了，是我一直在带，等上学的时候也会是我负责接送。顾欣逸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道，他这个全职奶爸不知道对面2位老师怎么看。苏玲点点头，一边往本子上记录着，一边继续询问。之后的问题一大堆，什么孩子平时喜欢吃什么，对什么过敏，最喜欢的动画片，最喜欢的玩具，生活作息、性格等等一连串问题，顾欣逸都一一详细回答着。他现在无比佩服这些老师，他们真的把一切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并且清晰地记录下来。
要知道他们要照顾那么多孩子，这就极为难得了。在问完顾心意问题之后，两位老师又神奇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他们准备的小礼物，送给奈奈。奈奈看了一眼顾心意，在顾心意点点头后，她才接过两位老师的礼物，并道了声谢谢。苏林和刘丹明显很喜欢小奈奈，他们蹲下身子和奈奈说着话。此刻他们眼中的奈奈又乖又有礼貌，长得又漂亮，简直要将他们的心给萌化了。苏林和刘丹和奈奈互动了一会儿，才又坐到沙发上，笑容满面。顾先生，不知道奈奈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在和奈奈互动了一会儿后，他们也都知道了奈奈的小名，喜欢唱歌。奈奈随她妈妈，对音乐比较有天赋。顾心意想都没想便说道：奈奈喜欢唱歌，而且对音律的感觉很好，这是她很早便发现的。第81章两首歌。听到顾心意的话，苏林和刘丹眼中都划过一丝喜色，他们可是知道小奈奈唱歌很好听的，没想到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唱歌。爱好与特长相同的孩子是最好培养的。那奈奈现在能唱首歌给老师们听听吗？苏林蹲下身子注视着小奈奈，笑着问道。小奈奈与两位老师互动了一会儿，已经熟悉了，如今听到老师想听她唱歌，忙用力地点了点小脑袋。她喜欢唱歌呢，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唱歌的样子都很好看，她也想像爸爸妈妈一样好看。然后在三个大人的注视下，奈奈用稚嫩的童音唱起了顾心意教给她的小白兔之歌。三个大人很配合地摇晃着身体，给奈奈打着节拍。奈奈唱得很好听，而且这首全新的儿歌也让苏林和刘丹都是眼前一亮。作为幼儿园老师，他们对儿歌的判断力相当敏锐。如果说之前网上奈奈唱的《勇气大爆发》还不适合3岁孩子唱，那这首小白兔之歌无疑就能让孩子们很好的记住。歌曲很短，奈奈很快便唱完了。三个人一起为奈奈的表演鼓起了掌，奈奈开心的大眼睛都已经眯成了月牙状。她现在更喜欢幼儿园了呢。苏老师和刘老师都是很温暖的人。之后，苏林与刘丹又与顾心意聊了一会儿，他们向顾心意介绍了江花幼儿园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顾心意认真听着，不时点点头。聊过之后，刘丹又拿出一张家访记录表，让顾心意填写好后收起来。这次家访到这也差不多结束了。苏林和刘丹收起记录表，但他们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而是又一脸难为情地看向顾心意。顾心意挠了挠脑袋，不懂他们为啥突然这副神色。还是刘丹率先开口：顾先生，是这样的，9月1号不就开学了吗？我们学校准备了迎新大会，届时所有家长与新入学的孩子都要参加。园长要求每个班级老师都要在迎新大会上准备2首儿歌，现场要教导孩子们歌曲与舞蹈。往年每年来来回回，我们教的都是那2首固定的儿歌，那2首歌不怎么好听就算了，而且对孩子们来说还有些难，导致很多孩子学不会，我们也很尴尬。今年我和苏老师听到您的孩子正好进入我们班级了，所以我们想准备2首更有新意的歌曲和舞蹈，不知道顾先生能不能尝试做2首歌给我们？当然，这只是我们个人的请求，如果为难的话就算了。刘丹一口气说完，脸上的神色很不好意思，可以看出他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说出来的。而苏林则在一旁眨着眼睛，望向顾心意的眼神有些期待。这样啊，当然可以，刘老师不用和我客气，毕竟都是为了孩子嘛。顾心意听后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他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这个事情对他来说非常容易。见到顾心意大答应，苏林和刘丹同时松了一口气，脸上再次洋溢起开心的笑容。要知道他们俩这么做完全是擅作主张了，家访可没有这一条，而且园里要是知道也不会允许他们向家长提要求。他们俩也是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儿歌了，才会想着问一问顾心意。毕竟顾心意之前是做出《勇气大爆炸》这样的歌曲来的，那真是谢谢顾先生了。两人同时向顾心意道谢。那顾先生创作好歌的时候发到我们的微信，我们看一看怎么编排舞蹈。他们之前就与顾心意互加了微信，这也方便以后顾心意能随时了解小奈奈在幼儿园的情况。可他们没想到的是，顾心意大手一挥：不用这么麻烦，稍等2分钟，现在我就做出2首歌来给你们看看合不合适。说完，顾心意快步走回卧室，取出曲稿纸，当着两人的面创作了起来。儿歌的旋律基本都很简单，2首歌而已，顾心意闭着眼睛都能抄出2首来。苏林和刘丹却彻底震惊住了。什么叫2首歌而已？这是瞧不上儿歌吗？还有，他们知道顾心意写歌很厉害，但没想到会是这么厉害。二话不说，现场作歌，这人真是蓝星上能有的碳基生物，不会是外星来的神秘来客吧？苏林和刘丹不知道的是，他们此刻的想法已经和事实很接近了。若不是害怕过于惊世骇俗，顾心意能分分钟把整个词曲界所有人都吊打一遍。特别是那个什么号称音乐教父的吴凡，顾心意要是真想和他比试，能把他按在地上暴锤一顿。只用了短短10分钟，在苏林和刘丹震惊的眼神中，顾心意停笔，将曲稿纸与歌词拿起来递给他们。
好了。苏玲被震惊到结巴，顾心意理所当然的点点头，当然好了，你们先看看歌词，不懂得再问我。苏玲与刘丹对视一眼，便将目光看向手中的歌词与曲谱，曲谱他们看不太懂，只看了个大概，歌词他们却能看到。两首歌的歌词都非常简单，一目了然。苏玲抬起头，拿起他手中的纸，不好意思的说道：“那个，我看不太懂，你能唱一遍我听听吗？”刘丹也抬起头，看向顾心意，他也想听听这两首看着非常简单的歌唱出来是怎样的。这次轮到顾心意不好意思了，让他单独教小奈奈唱儿歌，他还唱得出来，在两个美女老师面前，他还真有点唱不出口。不过该唱还得唱啊。顾心意摸了摸鼻子，从苏玲手中接过他的那张纸。那我唱了，唱不好多多包涵，这孩子唱的歌，我来唱可能没那个味道。苏玲忙摆摆手，他可是顾心意的粉丝，知道顾心意的歌唱的也很好。没事没事，顾先生，我们也经常唱儿歌呢。顾心意点点头，这才将手中的纸放下，润了润嗓子，欢快地唱起苏玲手里的这首歌，名字叫《两只老虎》。第82章，两首儿歌2。欢快的旋律从顾心意口中唱出，让苏玲与刘丹眼前皆是一亮。他们齐齐竖起耳朵，认真地倾听着。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简单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小奈奈甚至只听了一遍，就跟着顾心意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苏玲与刘丹也像是发现宝藏一般，这种简单明了的旋律和重复的歌词，非常适合孩子们来学，他们肯定能轻轻松松地将这首歌唱出来。而且他们刚听到这首歌，脑海里就已经有了这首歌舞蹈的雏形。顾心意与小奈奈的合唱结束，父女俩很有默契的击掌庆祝。苏玲和刘丹也忍不住的鼓起掌来。顾心意挠挠脑袋，这种童言童趣的儿歌从他一个大男人口中唱出，还是在两名老师面前，属实有点违和。幸好有小奈奈在一旁合唱，要不真的有些尴尬。歌曲唱完，顾心意又将手里的曲稿纸递给苏玲。苏玲接过顾心意又递过来的曲稿纸，脸上笑容灿烂到掩藏不住。太好了，顾先生，这首歌真是太棒了，完全适合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来学唱。刘丹也认同的点头，这种简单的歌最适合孩子们，我们回去只要将它编排成简单易学的舞蹈动作，再配合手势，孩子们肯定能轻轻松松的接受，能帮到你们就好。顾心意也是笑容满面，他已经能想象迎新大会上萌娃成群，口中唱着两只老虎的场景了。苏玲认真的收起曲稿纸，然后刘丹又将他手中的纸递给顾心意，眼中期待的神色表露无遗。顾心意傻眼了，又来。刘丹的意思很明显，两只老虎都唱了，这首歌再唱一下呗。行吧。面对未来要与小奈奈相处3年的老师，顾心意妥协了。已经唱过一首，第2首顾心意从容了许多，他甚至开始做起了动作。这首歌也是首很简单的儿歌，在原视的时候曾经一度在抖音上爆火过，名字叫《花园种花》。顾心意清了清嗓子，双手抬起，他丝毫没有发现家里身后的大门在这时被人从外面打开了。3道熟悉的身影就这样站在门口愣住，看着里面正在表演的顾心意。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顾心意一边唱着，双手一边在空中比划着，他先是画着一个花园的形状，又比划出自己在种种子的样子，最后双手并拢合在脸前，做出一个开花的动作。家里的6个人都没有打扰他，就让他沉浸在这首歌的表演中。身后大门前有人甚至拿出了手机，开始录像起来。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顾心意这次比划的花园大了一些，继续可耻的卖着萌。唱完这一段后，他在身前比划了一个更大的花园。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噗嗤，身后传来忍俊不禁的笑声，顾心意陡然愣住，他机械似的转过身子。夏西瑶、云姐和陶乐乐的身影清晰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刚刚没忍住笑出声的罪魁祸首是陶乐乐，他现在还在捂着小嘴偷乐，另一只手却将手机偷偷藏了起来。顾心意懵了，他们啥时候回来的？自己这是社死了。顾心意沉默了一下，看着夏西瑶绝美的脸，眨了眨眼睛。你怎么回来了？夏西瑶本来脸上还带着一抹开心的笑容，在听到顾心意的话后，笑容突然消失。这个家伙什么意思啊？不想自己回来吗？本来还想给他个惊喜的，现在就很气。他抿了抿嘴，这里也是我家。说了一句后，夏西瑶觉得又有些不好，于是又补充了一句：我想奈奈了。说完，夏西瑶顺势走进房里，跟着进来的云姐和陶乐乐一起偷笑。这个顾心意真是活该，他们可是知道
夏西瑶在回来之前是有多么迫不及待，甚至一大早就将他们给拉起来了。见到妈妈回来，小奈奈欢天喜地地扑进她的怀里。顾心义摸了摸鼻子，也赶紧站起身介绍道：“对了，这两位是奈奈幼儿园的老师，苏老师和刘老师来家访的。”苏林和刘丹早已面带笑容站了起来，他们也早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长相绝美的女生夏西瑶，如今在网上话题爆火的歌手，同时也是小奈奈的妈妈。而且关于之前顾心义家暴的话题，他们也了解一点。如今一看这幅场景，顾心义这哪像是会家暴的人啊？明明夏西瑶一个眼神就能将他拿捏得死死的。听到顾心义的介绍，夏西瑶脸上也重新升起笑容，她与苏林和刘丹分别握了握手。你们好，辛苦两位老师了。苏林和刘丹赶紧摆手，不辛苦，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倒是顾先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要不是他给我们提供的2首歌，我们才要发愁呢。夏西瑶闻言瞥了顾心义一眼，原来刚刚他唱的儿歌是为幼儿园准备的，只是他竟然连奈奈上幼儿园还有老师家访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跟自己说，这个男人想独揽家政大权不成？再次迎来夏西瑶不善的目光，顾心义又眨了眨眼睛，心里那个委屈啊！不是说好的全职奶爸吗？不是说好的软饭香吗？不是说好的你主外我主内吗？果然女人都是大猪蹄子。两人这番眉目传情落在陶乐乐和云姐眼中，他们简直没眼看，陶乐乐更是翻了个可爱的白眼。啊喂，还有那么多人在呢，当众眉来眼去的，成何体统？苏林与刘丹这时也收起桌上的曲稿纸，对着顾心义笑呵呵地说道：“顾先生，今天的家访圆满结束了，那我们先告辞了。”顾心义赶紧挽留：“要不两位老师在这吃过午饭再走？”苏林和刘丹忙摆了摆手，身子也向门外走去。不了，不了，我们已经在这耽误了很久了，还有其他孩子父母在等着我们家访呢。顾先生别送了，回去吧。苏林与刘丹说完，在顾心义与夏西瑶的相送下，从小区离开。这次的家访也算是宾主尽欢，顾心义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全职奶爸不好当啊。第83章温馨时刻。回到家中，顾心义看着夏西瑶抱着奈奈坐到沙发上，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顾心义总感觉她好像比前几天又胖了一点，还有她的俏脸在不知不觉间就这么水灵白嫩了。顾心义依稀记得她当初刚来到这个世界，睁开眼时映入眼帘这对母女的小脸，那时他们的脸色是那么苍白无助。这种时空交错的切割感让顾心义一时有些恍惚。夏西瑶美眸瞥过顾心义，就看到他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盯着自己和小奈奈一动不动。这个憨憨，夏西瑶羞恼地剐了他一眼，示意乐乐和云姐还在呢。顾心义被这一眼的风情击中，从时光交错中醒过神来，他这才摸了摸鼻子，问道：“过2天不是新歌会决赛了吗？你们怎么抽这个时间回来了？”夏西瑶还没说话，陶乐乐先咋咋呼呼地说了起来：“顾心义，一看你就不关心咱家西瑶姐，决赛要1个星期之后啊。西瑶姐刚休息下来，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了。”乐乐，我哪有？我这是想奈奈了。夏西瑶听到陶乐乐这么说，脸上升起一抹红润，当即就解释道。陶乐乐眨巴了下眼睛，看向夏西瑶，那意思就是自己也没说你是想他，你这属于不打自招。这一下夏西瑶脸色更红。1星期啊。顾心义挠了挠脑袋，他确实没看，在重新投票结束，他就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哪还有心思去看后面的节目。夏西瑶轻轻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了顾心义的话。顾心义点点头，识相的没有问他在家待几天，再问就不礼貌了，他怕夏西瑶嘎了他。顾心义，西瑶我们给你送回来了，我们先走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和乐乐去医院看看妈妈。这时云姐也走了过来，看着顾心义说道：“云姐，我和西瑶送你们吧。”“不用了，西瑶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在家待待，我们自己过去就行。”云姐说着拉着乐乐往门口走去。夏西瑶还是抱着奈奈站起身，将云姐他们送到了楼下。顾心义并没有跟着，被勒令在家做午饭。路上，陶乐乐美滋滋地拿出手机，将刚刚录制的视频点开看着。云姐和夏西瑶也一脸好奇地凑过来。再次看到顾心义刚刚那个模样，他们还是止不住地笑出声。就连夏西瑶都很少看到顾心义这么幼稚的样子呢。云姐这时忽然说道：“西瑶，这个视频能上传吗？自从你复出后，你的微博更新只有那2条呢，现在有这么好的素材，再上传一下，让粉丝们看看你在家的日常生活，会很好，而且还能彻底改变他们眼中对顾心义的看法。”自从上次的事件结束，顾心义在网上的形象虽然扭转了不少，但人们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神秘、写歌厉害、有黑历史的感官上。网友们并不知道生活中的顾心义是个什么样的人。夏西瑶的粉丝们在他微博下留言，大多都是问询新歌，问询啥时候发专辑，
还有就是他与顾心意平时的生活还好不好这些话题。夏西瑶的微博账号一直都是云姐管理的，云姐对这方面的东西很敏感。听到云姐的话，夏西瑶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得先问问她的意见呢。她要是不愿，那就不发。陶乐乐闻言将手机收了起来，他有些搞不懂西瑶姐和顾心意两人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按理说都是老夫老妻了，这点决定西瑶姐还用征求顾心意的意见吗？在陶乐乐心里，夫妻二人应该是一个共同体，而不是像夏西瑶这样好像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的。陶乐乐不知道的是，现在的夏西瑶对比以前已经好了太多了，至少她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小脾气了，而且很多时候她都有自己的主张与决定了。夏西瑶在回到家里的时候，顾心意正在厨房里忙碌着，饭菜的香味从厨房内飘进客厅。夏西瑶将奈奈放到沙发上，倚在厨房门框上，静静地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肩膀比以前壮实了不少，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消瘦，整个人都散发出青春的活力。相比这些，改变最大的是她的性格，她变得对什么事都极有耐心，变得沉稳，变得对他们娘俩极好极好。特别是生活中的一些琐碎小事上，她所展现出来的细腻，让她不自觉都沉溺在她的温柔中。这个男人是她的宝藏。顾心意转过身来时，就看到夏西瑶正痴痴地看着他，秋水般的杏眸中映射出的温柔似要将他融化。他挠了挠脑袋，突然有些害羞，但他还是直视着他的目光。怎么了？看到顾心意这样呆傻的模样，夏西瑶笑了，笑得灿若桃花，让顾心意看得更加呆傻住了。没什么，就是云姐问你，能不能把你刚刚唱那首歌时的时候发到微博上？顾心意眼睛陡然睁大，就连拿勺子的手都有些颤抖。啥？他录像了？夏西瑶抿嘴笑了一下，点点头。乐乐录得，云姐说发到微博上，可以巩固点你的形象。顾心意一脸问号，这是败坏自己的形象还是巩固？夏西瑶看到顾心意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怎么乐意，于是又说道：还没上传呢，我觉得要问问你的意见，不行就不上传了。顾心意看到夏西瑶的样子，突然问道：那你想上传吗？夏西瑶愣了一下，他就这样看着认真的顾心意，脸上笑容更盛，然后他点点头。我想，你想也没用啊，要先问问苏老师他们。哈哈，顾心意哈哈大笑，像是恶作剧成功了一般。这2首歌都给苏老师他们了，既然给了人家，还是要征求一下人家的意见。被顾心意摆了一道，夏西瑶愕然过后，杏仁眸子里闪过一丝羞恼的神色，就连声音都有些大声了。顾心意，小小的厨房里立马传来2人笑闹的声音。正在沙发上玩着玩具的小奈奈好奇地看向厨房，这次好奇怪咧，好像是妈妈在打爸爸。然后奈奈又听到厨房里爸爸传来的惊呼：啊，别闹了，菜糊了。第84章，哇呀哇呀哇！厨房里迎来又一阵的鸡飞狗跳，折腾了好一会儿，饭菜才终于出锅。只是今天的饭菜多多少少都沾染了一些糊味，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心情都非常好的原因，就这样，小奈奈和夏西瑶依旧吃得很香。这让顾心意不由有些感慨，有时候重要的真不是饭菜有多好吃，而是一家人在一起有多开心。饭后，一家人坐在沙发上，顾心意这才拿出手机，用微信给苏林发了条信息，询问了他关于儿歌的事情。不一会儿，微信信息声便响起：顾先生，这歌本来就是你创作的，我们只会在幼儿园迎新会上使用，不会用于别处。你有什么用途，不用问我们的。看得出来，苏林的心情也很好。顾心意笑了笑，与这些可爱的人打交道是真的省心，根本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得到苏林的回复，顾心意便和夏西瑶说了一下，虽然那是自己比较社死的场面，但大不了自己来个眼不见为净，不看就是了。可事情的发展却没能如顾心意的心愿。云姐在收到夏西瑶的信息后，便和陶乐乐将视频剪辑美化了一下，上传到了夏西瑶的微博上。此刻，广大的网友们还正激烈地讨论着即将到来的新歌会决赛，丝毫不知道他们即将又要迎来一个大瓜。小红是一个家庭主妇，她丈夫是个朝9晚5的公司经理，所以她的每天空余时间很多。就比如现在，她正抱着半个西瓜半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夏西瑶、顾心意亲属群的群主。她是夏西瑶的粉丝，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她手机里有很多夏西瑶的歌，不只是夏西瑶复出后顾心意写的这些，还有3年前的一些。3年前夏西瑶退圈，她也从青涩少女变成别人的妻子，之后再次看到夏西瑶复出，她依然始终如一的喜欢她。小红手指轻轻在手机上滑动着，群里面有很多夏西瑶最近的话题，可这些都是小红看到过的。小红微微有些失望，她又将手机界面切换到微博，然后她的眼睛陡然一亮，平时不喜欢更新微博的夏西瑶今天动态竟然更新了。她忙顺着关注点进去，动态里面是一个视频，下面已经有了不少人评论。小红面带喜色，心中想着
这个女人终于更新视频了，手指则飞快地点开视频，结果让他失望了，里面出现的是人事顾心意。怎么是他啊？小红自言自语着，但还是继续看了下去。爱屋及乌，现在他也算是夏西瑶一家人的粉丝。视频里，顾心意做着幼稚的动作，双手在身前比划着，口中更是唱着让人耳目一新的儿歌。顾心意的动作和歌声让小红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她是真没想到，平时拥有神秘代名词的顾心意，在日常生活中竟是这样的，幼稚又可爱。夏西瑶在这样的家庭中肯定是幸福的吧？小红听了一遍，然后点开视频又听了一遍。她突然发现这首歌怎么越听越上头呢？于是她赶紧跑到群里编辑了信息发了出去：大家快去夏西瑶微博，有好东西看。群里安静了一下后，立马炸开锅了。平时经常潜水的群主竟然出来发话了：好东西？是夏西瑶的写真吗？瑟瑟表情，你在想屁吃？夏西瑶出道到现在，连张生活照都没发过。好奇好奇，马上去看。啥好东西啊？群主真是勾人胃口，还要我自己亲自跑去一关。只有傻子才会在这时还在水群。你没看群里大部分人已经不说话了吗？那你是？群里的热闹只是一隅，此时网上的热闹才刚刚开始。已经有很多眼尖的人看到了这条视频，他们在听了一遍又一遍后，疯狂地向家人朋友安利着：快看夏西瑶的微博，顾心意那个比在线演绎什么叫哇呀哇呀哇！卧槽，根本停不下来。一旦激起千层浪，在一个下午的发酵后，所有人都知道了夏西瑶发了微博，还是顾心意视频表演儿歌，又接儿歌。很多人欢天喜地地跑到夏西瑶微博下面一睹盛况，上一首歌还是上一首呢，那勇气大爆发是真好听呀！一直到晚上8点，夏西瑶的这条微博就成功被顶上了热搜。众所周知，傻鸟网友们的评论区才是最好看的，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更是比视频内容还要精彩。第一遍听这是个啥，第二遍听在小小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哈哈哈！我笑死！你告诉我这是顾心意，人设立不住了啊！老铁，不行了不行了，我要笑死了！我也想种花了，种那么大的种子，开那么大的花。顾心意舞蹈图片，在小小的公司里面爬呀爬呀爬，挣少少的工资还不敢怎么花，救命啊！我女儿已经跟着唱了，现在我满脑子都是哇呀哇呀，嗨嗨！我就不一样了，我一个500多个月大的宝宝听得津津有味。果然有娃的乐趣是我们这些单身狗体会不到的，前提不能是熊孩子。这他妈谁在说顾心意是暴力男？我跟谁急？谁家暴力男这样丝儿的？哇呀哇呀哇！绷不住了，让我笑会儿。你们慢慢哇。这明明就是首简单的儿歌，却突然成了网友们的快乐源泉。到了晚上9点，这首歌正式登顶热搜榜1。可怜的顾心意还不知道这一切，他正享受着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刻。而就在这条微博登顶之时，魔都一栋豪宅内，尹平正可怜兮兮地喝着小酒，看着这条爆火的微博。他不仅工作丢了，还被程迪教育了一通，然后不只是程迪，就连他的姐姐程迪的妈妈也将他骂得狗血淋头。尹平认为自己没错，以前娱乐圈不都是这样，怎么这次就有错了呢？而且自己还不是为了程迪好。越想越郁闷，尹平只能借酒消愁，却在这时他又看到了夏西瑶的微博上了热搜。妈的，都是吴凡的错。越看越气，尹平直接将酒瓶摔在地上。他认为若不是吴凡写的歌不行，也不会出这种事情。事实也是如此，若是吴凡能写出媲美花海的歌，那么导师们投的票就不会被质疑，这一切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尹平将一切错误的源泉都推到了吴凡身上，于是当即拿起电话给吴凡打了过去。电话很快接通，吴凡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尹平劈头盖脸的怒喷了一顿。垃圾，都是你，就你还自称音乐教父，还亲口保证这次的歌不会有问题，我看你就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我呸！第85章战书。吴凡这边他刚准备睡觉，就接到了尹平的电话，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就一脸懵逼的被尹平痛骂了一顿，直到尹平的声音落下，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堂堂一个音乐教父被一个啥也不懂的人骂了，还是个被人抛弃的货色。吴凡不由气急而笑，连句解释都没，便果断将尹平的电话挂断拉黑。这种人跟他多说一句都是浪费自己的口舌。卧坐在床上的吴凡盯着手机，这一下怎么都睡不着了。他越想越气，他气的不是被骂，而是自从顾心意出来后，自己的歌接连2次都败在他手下。现在就连向他约歌的人都比以前少了好多，特别是有不少歌手，现在提到他吴凡的时候，总会先想到顾心意，这让吴凡很着急，心里对顾心意的怨气也越来越大。他不否认顾心意写的歌好，
但他写的也不差。他自认为两人的实力在伯仲之间，之所以失败都是歌手的问题。心里烦躁的吴凡又打开手机，想看一看最近娱乐态势，于是他就看到了热搜榜1夏曦瑶发的那条微博。吴凡眯了眯眼睛，又是夏曦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所熟悉的娱乐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搜上每天顾欣逸、夏曦瑶的消息。吴凡闷着气点开微博，里面是一个视频，视频里正是让他憋着一肚子怨气的源泉顾欣逸。吴凡默默地听着顾欣逸唱的儿歌，眉头越皱越紧，一连听了2遍，他生气地将手机摔在床上。操！只知道哗众取宠，这种儿歌也好意思发出来？吴凡只觉得这是在侮辱他，就这么简单的儿歌就上了热搜榜1，他闭着眼睛都能创作出这种歌来。特别现在网上很多人都说，如今听了顾欣逸的歌再也听不下其他歌了。吴凡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想到这，吴凡眼中的阴郁越来越浓。片刻后，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他重新捡起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并艾特了夏曦瑶。就这也好意思发出来？都说你顾欣逸创作的歌好，我看也就这样了。哗众取宠之徒。发完微博后，吴凡心里立马好受了许多，特别是当他看到自己的粉丝在力挺自己时，他心里更舒坦了。果然，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懂音乐的人的。吴凡看着粉丝的评论，只感觉找到了人生知己。可是很快他又笑不出来了，因为这时很多还在看着夏曦瑶微博的网友们也发现了这一条微博，他们顿时哗然。更多的还是顾欣逸与夏曦瑶的粉丝们，他们在家自娱自乐好好的，突然被人攻击，心情立马不好了。于是无论是各路网友们还是两边粉丝们，通通跑到吴凡的微博下吵了起来。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夏曦瑶只是拍个日常，就有红眼病出来说话了，还艾特人家，真以为自己还是音乐教父呢。有一说一，吴凡的歌也挺好的，只是他和顾欣逸主打的创作类型不同，他的歌比较另类，把接地府称之为另类，反正我是欣赏不来，没必要踩一捧一。吴凡创作的恐怖歌曲还是挺有味道，反正我听着有点害怕。谁踩一捧一，都没人搭理他，自己跳出来找骂。就是，我看他是接连2首歌输了，气不过出来乱咬人了。我家吴凡哥哥创作的歌就是比顾欣逸好，顾欣逸才几首，我家哥哥几首，心里没点数吗？吴凡的这条微博在网友们的争吵声中也慢慢向上爬着，不知不觉间竟也上了热搜。吴凡也一直在看着实时动态，当他看到自己微博上了热搜，而且也有不少人支持自己时，心里之前憋着的阴郁之气也随之消散不少，以前的自信更是回来了不少。至于那些质疑他的人，他会用实力来打他们的脸。他之所以敢发这条微博，正是因为这次新歌会的决赛第一场关键词是悲惨、恐怖，这种音乐他的特长。吴凡笑了笑，他可不是没有脑子的人，他既然敢引战，就已做好了准备。紧接着，吴凡又点开自己的微博，趁着热度又上传了一条微博。我知道我说这话，很多人都会质疑我，但我吴凡不在乎。好歌就是好歌，不是某些人哗众取宠就能证明的。你们质疑我，那我会用实力来回应你们。新歌会决赛第一场，就问他顾欣逸敢不敢接我挑战。如果我输了，我自愿放弃音乐教父这个称呼，并向夏曦瑶道歉。如果我赢了，我只需要顾欣逸出来亲口承认，他不如我吴凡。微博发出，吴凡笑了笑，他没再继续关注，而是将手机扔在床头，心满意足躺下了。因为他知道这已经相当于下战书了，他都不用看就能猜到这条微博肯定会杀上热搜。事实也正如吴凡所想，他的第2条微博已经发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老牌词曲家正式向新兴词曲家下战书，这是娱乐圈100年难遇一次的大事件。不少媒体都被轰动，他们第一时间撰写了各种标题，主打的就是一个迅速。到底是新王登基，还是老王续写他的传奇？这个充满火药味的标题一出现，就被迅速的抬到了热搜榜上。不管是顾欣逸的粉丝，还是吴凡的粉丝，又或者是看热闹的吃瓜群众，现在基本人人都在期待着新歌会第一场决赛的到来。而此刻魔都盛世娱乐艺人公寓内，苗安云的小助理于冉冉拿着手机，惊呼着敲开了苗安云的卧室门。苗安云揉了揉两侧眉心，捂着胸前的被子坐起身来，他对自己小助理的一惊一乍有些头疼。他刚练了1天的歌，现在正要休息呢。冉冉，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于冉冉见到自家小主这香肩不着寸缕的娇俏模样，咽了口口水。在他的认知里，整个娱乐圈单论容貌，好像只有夏曦瑶能和自家小主比一比了。只不过两人的风格好像完全不同。夏曦瑶给他的印象是温柔如水，而自家小主是热情似火，两个人都让他着迷呢。苗安云看见于冉冉这副花痴模样，不由更加头疼。自己这小助理什么都好，就是对自己总是图谋不轨。冉冉，
苗安云声音大了一些，于冉冉猛地回过神，这才想起还有正事要说呢。云云姐，大事件，你看看。说着话，于冉冉将手机屏幕对到苗安云面前。苗安云无奈地拿过手机看了起来，片刻后，他的眉头蹙起，指着手机上的信息说道：“我答应过决赛用他的歌吗？我怎么不记得？”第86章被偷袭。第二天一早，顾星逸一觉醒来，只感觉全身酸麻不已，特别是整条胳膊好像已经没了知觉。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这才发现原来是夏西瑶不知何时又钻进了自己怀里，甚至整个人都如八爪鱼一样扒在了自己身上。而小奈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七仰八叉的横着睡到了床角。顾星逸一阵无语，这娘俩的睡姿简直如出一辙，都不怎么好。本来顾星逸睡得很欢实，还做了个好梦，结果半夜梦中的场景突变，像是被鬼压身一样。现在看到这一幕，终于破案了。顾星逸用唯一一只自由的手挠了挠脑袋，轻轻挪动了下身子，让自己半坐起来，酸麻的身子也舒服了一些。这一动作似乎引起了夏西瑶的不满，她粉嫩白皙的小脸皱了一下，小嘴也嘟了起来，嘤咛一声，整个人又往顾星逸身上凑了凑，再次将他抱紧。顾星逸整个人立马僵住了，这大早上的是要搞事啊！受不了，根本受不了。顾星逸只感觉现在自己难得一瞥，他又看了看床角睡得香甜的小奈奈，整个人都戴上了痛苦面具。顾星逸摸了摸鼻子，心中想着，奈奈现在也3岁了，不小了，是时候分房睡了呀。这样想着，顾星逸又轻轻抽出被夏西瑶枕着的手臂，现在这只手臂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他甚至要用另一只手辅助来将它抽出来。许是感觉到自己的枕头忽然没了，夏西瑶睫毛轻轻眨动，下一秒，他缓缓睁开眼睛，迷糊地抬起头，眼中还带有一丝疑惑地看着顾星逸，整个人显得娇憨不已。两人视线相对，夏西瑶一下子就清醒了。顾星逸没有动，夏西瑶也僵住了，他的腿和手还搭在顾星逸身上，这个造型让他的脸上迅速飞起红霞，只是瞬间，就连耳垂都已红透，活像只刚入油锅的大虾。顾星逸眨眨眼睛，夏西瑶慌乱地从他身上离去，背对着他，再也不敢看他，心里更是一阵小鹿乱撞。完了，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是故意的吧？夏西瑶咬着嘴唇，整个人缩成了一个鸵鸟。他甚至听到了身后顾星逸传来咽口水的声音。顾星逸表示现在自己很难，急需冷水洗脸来让自己冷静下来。任谁一大早看到这样娇滴滴的美女，还不能有任何动作，都会难过的要死。顾星逸赶紧从床上爬起，弓着身子一溜烟窜出了卧室。卧室门被关上的声音传来，夏西瑶这才松了口气。她轻轻拍了拍自己滚烫的脸，眼中神色莫名，好像自从上次顾星逸住进主卧的时候，他睡着时就会不自觉钻进他的怀里。明明睡之前他还记得自己可是老老实实的睡在另一侧的。再说中间还有奈奈呢。想到奈奈，夏西瑶忽然愣住，赶紧坐起身，然后他就看到了四仰八叉孤独的睡在床角的奈奈。夏西瑶抿了抿嘴，小心翼翼地将奈奈抱到怀里，放在了本来属于她的位置，亲了亲奈奈的小脸。夏西瑶笑了笑，看来奈奈是时候有自己的小房间了呀。不得不说，这一点夫妻两人的想法出奇的一致。等顾星逸洗漱完出来时，夏西瑶正好也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宽松的睡衣将她曼妙的身材全部掩埋住。顾星逸摸了摸鼻子，心里竟还有些遗憾，反正自己是她的丈夫，刚刚自己是不是应该多看2眼？不过很快顾星逸就将自己这种猥琐的想法从脑海里抹去，要看肯定是要哪天光明正大的看。瞅着顾星逸有些奇怪的目光，夏西瑶瞥了他一眼，不动声色的洗漱去了。现在时间还早，本来这个时间应该是顾星逸晨跑的时间，但他今天不准备出去了。夏西瑶好不容易回来，他想多陪陪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顾星逸拿出手机，他要看一看新歌会决赛第一场的关键词是什么。夏西瑶从来都不会主动给他说这些，他自己只能自觉点。但当顾星逸搜到第一场的关键词时，他立刻不淡定了，这什么鬼？悲惨、恐怖氛围，完呢？这是正经节目应该出的关键词吗？顾星逸嘴角撇了撇，他怎么也没想到决赛第一场的关键词竟然会是这种。正好此时夏西瑶洗漱完毕，从卫生间走了出来。顾星逸抬头，一脸不解：你们新歌会决赛的关键词是悲惨、恐怖氛围，这关键词谁出的？听到顾星逸说这个，夏西瑶也走到沙发前坐下，点了点头。决赛每一场的关键词都是导演钦定的，没人知道会是什么。顾星逸皱眉，他只觉得这个导演好像有那个大病，若是让任超知道顾星逸这样想，他会哭死。他本来也不想了，他也很难，可这是他的老师再三要求他的，而他的老师是一名资深的恐怖片导演，最难违抗的就是师命，特别在老一辈的眼中，师舅如父，任超也不想寒了师傅的心。
而且这种歌曲虽说不是主流，但也能侧面考验词曲家的功底嘛。这些顾心义当然不知道，既然关键词已经是这样了，他也只能绞尽脑汁去想。实在是这类的歌顾心义听的是真的少。这是夏西瑶第一次见到顾心义创作的时候皱着眉头，原来他也会为难。之前的那些歌他都好像信手拈来一般。这样的顾心义给他很大的真实感。夏西瑶抬起手，轻轻将他皱着的眉头抚平。不用着急，不管怎样，我们俩一起努力啊，只要没有遗憾就好了。被温软的手指抚过眉心，顾心义心里像是流过一道暖流。他抬起头，就看到夏西瑶正认真温柔地看着自己。刚洗过脸的夏西瑶素颜朝天，只是顾心义只觉得此刻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好看。被顾心义这样直勾勾地看着，夏西瑶有些脸热。她不懂为什么自己只是说了一句话，她就要这样看着自己，那眼神除了欣赏，好像要把自己吃了一样。奇奇怪怪的顾心义。然而下一刻，她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了，因为她的眼中，顾心义的脸突然靠近，直到温软的触感印在自己唇上。夏西瑶的眸子突然睁大，甚至不敢相信地眨巴了2下眼睛。这是被偷袭了。顾心义如今也彻底明白，在娇妻面前，什么冷水降温，那都是扯淡。第87章，你要站，那便站。良久后，唇分，夏西瑶身体有些发软的靠在沙发背上。她现在都没回过神来，顾心义竟然偷袭自己了，还亲了那么久。直到她看到顾心义竟然还意犹未尽地盯着自己，她才赶紧用双手捂住脸，羞得恨不得赶紧逃离这里。顾心义第一次尝到这种美妙的滋味，心里别提多开心了。特别是夏西瑶现在这副娇羞的模样，让她更加欢喜。她忍不住的又凑近夏西瑶一点，直到两人挨在一起。嗨嗨，我们是夫妻，亲吻是表达夫妻感情很重要的一种行为。顾心义尝试让夏西瑶不那么害羞，至少放开捂着脸的手。没想到夏西瑶反应更大，蹭蹭往后退了2步，始终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手。尝试无果，顾心义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夏西瑶，心里有些失望。他还没亲够呢。刚刚要不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不懂得换气，他必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顾心义又不要脸地挨了过去。那我看手机了，绝对不会再做什么。顾心义拿起手机，在夏西瑶面前晃了晃，装模作样地看起手机。夏西瑶偷偷从指缝间看他，然后就看到他似笑非笑的脸，一下子更难堪了。然后他便用力地推了一下顾心义，站起身逃也似的跑回了卧室。顾心义看着他，还不忘把卧室门给关死，不由笑出了声。这才真正的拿起手机看了起来。哥的是他还要好好想想，现在闲着无事，正好看一看夏西瑶的微博。他可记得夏西瑶说要把陶乐乐偷偷录得那个视频给发到微博上呢。刚点开微博，顾心义就看到热搜榜上自己那熟悉的名字——靓仔叹气。顾心义觉得肯定是那条视频引发的讨论，自己的形象要毁于一旦了。随便点开一个热搜，然后顾心义的眉头就渐渐皱起，好像事情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啊。本来夏西瑶发的一条普普通通的微博确实上了热搜，但如今这个热搜却是关于一条战书的热搜。战书还扯上了自己。顾心义手指继续滑动，一条条热搜看着，这才逐渐明白了事情的始末。起因就是自己视频里的那首歌遭人对了，然后吵着吵着就变成了这样。只是这个吴凡是不是有那个大病，自己招他惹他了？顾心义想不通，他都没见过这吴凡，怎么就被对了？关键他对自己就算了，他竟然还艾特夏西瑶，这让作为宠妻狂魔的顾心义一点都忍不了。顾心义自己也有微博账号，只是就连他自己都遗忘了他的微博，更别提他的粉丝们了。他之前用的全都是抖音，微博这一块，这是他第一次用。平时他的粉丝全都活跃在夏西瑶的微博下面。打开自己的微博主页，顾心义将微博里以前发的那些乱七八糟跳舞视频全部删除，直到删到一片空白，这才重新编辑了一条微博，点击发送，顺手艾特了吴凡。你要站，那便站。音乐教父，呵呵，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字里行间却一点也没惯着他。顾心义发完，满意的点了点头。什么叫专业？这就叫专业，真当他好欺负啊！言简意赅，而且嘲讽属性拉满，最后一个呵呵更是完美的收尾，就很 nice。做完这一切，顾心义伸了伸懒腰，便将这件事抛之脑后。现在时间还早，许多网友还沉睡在睡梦中，自然不知道这一消息。就连吴凡，因为昨晚睡得太晚，都不晓得顾心义已经回应了自己。直到早上9点时，顾心义一家正吃着早饭，大多数人们这时也基本起床。今天是周末，他们习惯性地坐在床上摆弄着手机，顺便看一眼昨晚的热搜情况，然后他们便发现了顾心义回应的这一条微博。这一下他们迷糊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又有瓜吃了呀！网友们迫不及待地点开这条微博，就看到这简单的回应，一瞬间他们更加清醒了。哟呵，这顾心义有脾气啊！他们表示喜欢。随后网友们便争先恐后地参与了进来，
纷纷在下面评论着，特别是一些顾心意与夏西瑶的粉丝们，在看到顾心意这不屑一顾的语气和言辞后，纷纷给他打气撑腰。一直到上午11点，刚醒来的吴凡将手机扒拉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了已经被顶到热搜上面的这条微博。看着顾心意这种嚣张的言辞，吴凡冷笑了一下。这次比赛的歌曲类型可是他的特长，他很有信心将顾心意踩在脚底。一想到这，吴凡的心里还有些窃喜，幸好顾心意应战了，若是他不应战，自己还没办法呢。现在好了，这次过后，顾心意的热度将会全部被自己抢来，届时自己还是当初那个高高在上的音乐教父。吴凡心情大好，忙打电话开始联系运作起来，现在只缺盛世娱乐公司那边同意了。对于那边会不会同意用自己的歌，吴凡有100%的把握，他们一定会的。毕竟自己的实力在这，以前都是娱乐公司向自己邀歌，现在自己上杆子送歌，还是自己熟悉的曲目，对方不同意那才有鬼。这要是让顾心意知道现在吴凡的想法，他肯定能笑出声来。这个可怜的娃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啥。下午1点，盛世娱乐回了消息，他们果然同意了吴凡的毛遂自荐，一个曾经的词曲大家免费送歌，他们不同意才是脑子不好。当然这也是建立在顾心意根本不会给他们写歌的情况下，若是顾心意也愿意为苗安云写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吴凡给踢掉。毕竟谁也不是傻子，如今顾心意的热度如日中天，不蹭白不蹭啊。而且事实证明，顾心意的歌每一首都火了。苗安云在接到公司通知的时候，他正在练歌，即将面对夏西瑶，他的压力也很大。当他听到公司接了吴凡的歌时，他微皱起眉头，因为他现在已经有歌了，而且昨天已经练了1天。苗安云有些气愤地找到公司，想要一个说法，毕竟没有通过他的同意就擅自帮他改歌，这是他接受不了的。可公司给他的理由，他却反驳不了。一是吴凡给的这首歌确实比现在自己正在练的歌好，二是现在网上的热度爆炸，这一场比赛不仅仅是夏西瑶与苗安云的比赛，更是背后词曲人吴凡与顾心意的对战。新歌会的决赛第1场便可以用万众瞩目来形容。盛世娱乐当然不会放掉这个好时机，拿吴凡的歌，他们可以收获的利益更大。这样一来，苗安云的个人意见就不重要了。苗安云当然也懂，但他依旧有些失落。他不是看不上吴凡的歌，只是单纯不想成为别人获得利益的工具人，这让他不由有些羡慕起夏西瑶来。好像夏西瑶自复出以来，一直都是用的顾心意与他自己的歌，而且从来没听过英海娱乐有强迫他的时候。苗安云只是稍稍想了想，便想明白了，这就是背后有人撑腰的结果呀。真好。第88章恐怖片啊！你和吴凡约战了呀？直到傍晚，夏西瑶这才看见微博上的热搜，他平时很少关注这些，这次还是他和云姐打了通电话，才知道竟然有人给顾心意下了战书。看到夏西瑶紧张兮兮的样子，顾心意还是一脸轻松的说道：是啊，别人都打上门来了，再不接也说不过去吧。可你都还没写出歌来呢，这可怎么办？与顾心意的轻松不同，夏西瑶则是满满的担忧。他也知道吴凡在这方面的创作可是挺擅长的，而今天中午顾心意还在为了歌的事皱眉头。还在写着一人之下剧本的顾心意停了下来，忙摆摆手安抚着夏西瑶：没事，你还不相信你老公我吗？即使是顾心意这样说，夏西瑶还是有些担心，若只是关乎他自己的比赛，输赢他都可以不在乎，可现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现在这场比赛完全关乎着顾心意的脸面。夏西瑶抿嘴沉思了一下，忽然眼睛亮了一下，像是想到了什么好主意一般。顾心意见到夏西瑶安稳下来，他便继续写着一人之下，实际上他也有些发愁，到底该拿一首什么歌来打赢这次比赛。一直到晚上9点，小奈奈在顾心意的童话故事中缓缓睡去。顾心意刚想躺下，就见睡在另一侧的夏西瑶小心翼翼地坐起身，像做贼一样对着自己勾了勾手指，然后向卧室外面走去。顾心意在茫然了一下后，眼睛陡然放亮，心中更是激动万分。难道……顾心意不敢继续想下去，脸上的惊喜神色却怎么都挥之不去，忙爬出被窝，踮着脚狗狗碎碎地跟了出去，将卧室门轻轻带上关死。顾心意就看到夏西瑶已经坐在了沙发上，正在向自己招手。顾心意一路小跑，跑到了沙发前，挨着夏西瑶坐下，转过头看着她，心脏砰砰跳动，然后大胆地搂住了她那盈盈一握的细腰。夏西瑶直接愣住了，她干嘛？一抹红润爬上脸颊，夏西瑶娇嗔着拍了一下顾心意作怪的大手。你干嘛？顾心意也愣住了，不是你让我出来的吗？还能干嘛？夏西瑶白了顾心意一眼，但却没有继续去管那只围在自己腰间的手，而是小声地说道：让你出来是给你找灵感的。你想些什么呢？灵感？顾心意此刻尴尬的要死，好像自己真的误会了，因为他看到夏西瑶在手机上搜了一部恐怖片，正打开电视投屏到电视上。
原来是找自己来看恐怖片，好吧。顾心怡一整个人突然萎靡不振，她还以为自己的春天来了。夏西瑶将音量调小，然后便看到顾心怡这副失落的模样。她扑哧一声笑出声来，掐了一下顾心怡腰间的肉，但身子却靠近了顾心怡的怀里。顾心怡挠了挠脑袋，这样貌似也挺不错。于是她就这样搂着怀里的夏西瑶看起恐怖片来。这部恐怖片确实挺吓人，可以看出是夏西瑶精挑细选过的。顾心怡是一个大心脏，倒是没感觉什么，但是夏西瑶看到一半时，整个人几乎都缩成了一团，紧紧抱着顾心怡不撒手。特别是电视里那个红衣女鬼突然出现的那一刻，恐怖旋律突然响起，将夏西瑶吓得直接将脸埋进了顾心怡的怀里，再也不敢去看。顾心怡拍了拍她的背，安慰着：假的，都是假的，不敢看那咱就不看了好吗？夏西瑶却在她怀里拱了拱，摇摇头，声音几乎都带着哭腔了：不要，要看的就是这一段吓人，一会儿就好了。顾心怡笑了笑，没再继续劝她，而是继续看着电视。她真的好像有一些思绪了。电视里那个穿着红衣的女鬼流着血泪，凄惨的笑着，她的身影陡然消失，在出现时已经是她脸上的特写。下一刻，她被人盖上了红盖头，她的脚下却流出斑斑血迹。夏西瑶在这时又偷看了一下，然后她整个身体都软了，直接瘫在了顾心怡的怀里，身体有些发颤。这一下真给她吓到了。顾心怡，你有灵感了没？她声音很小，带着颤音。顾心怡只感觉心中暖暖的，她将怀中柔软的娇躯搂紧，顺手将电视关掉。房间里立即安静下来。想到了，不用害怕了，电视我已经关了。顾心怡轻轻拍着夏西瑶的背，声音温柔，像是怕再吓到怀里的娇妻。真的想到了吗？不要骗我。顾心怡笑笑，揉了揉夏西瑶散落的头发。真的，骗你是小狗。夏西瑶这才抬起头，杏眸里水雾朦胧，显然是被吓得不轻。她看着面前顾心怡清秀的脸，又问了一遍：真的吗？顾心怡点点头，看着近在咫尺的红润娇唇，心里却没了一点涟漪。真的，明天早晨老婆大人就能看到一首完整的新歌，恐怖氛围和悲惨元素都会在。看着顾心怡温柔以及坚定的眼神，夏西瑶这才相信。她轻声嗯了一声，又将小脸埋进顾心怡怀里拱了拱，这才从顾心怡怀里钻出来。顾心怡看着自己胸膛前的水渍，欲哭无泪。这个女人越来越像个小孩子了。好了，快睡觉吧，我去把睡衣换下。顾心怡又揉了揉夏西瑶的头发，这次声音却有些无奈。夏西瑶一听到顾心怡要离开，立马又凑到顾心怡的身边，两只手穿过她的手臂，牢牢地将她抱住。不要！眼神里藏着的紧张、害怕、羞涩各种情绪，将顾心怡看得一愣一愣。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触感，让顾心怡心跳都要跳漏了一拍。顾心怡轻声干咳了一声，之前她在自己怀里的时候，自己都没感受到，没想到现在却感受到了，只能说奈奈是真有福气。可我得换睡衣啊，很快就好的。之前夏西瑶还没去魔都的时候，两人像是形成了默契，换衣服都是背着对方，独自在卫生间换的。这次夏西瑶回来依旧如此。夏西瑶脸色更红，但她依然没有放开手，倔强地看着顾心怡。好吧。顾心怡欲言又止，带着夏西瑶回到了卧室。这一次顾心怡是在卧室换的睡衣，朦胧夜色下，她看到夏西瑶的眸子清亮亮的。这一晚顾心怡是搂着夏西瑶入睡的，两人都睡得很香。第89章决赛来临。夏西瑶醒来的时候，天已经放亮。顾心怡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起床，她的怀里只剩下身子柔柔软软的小奈奈。她明明记得昨晚睡觉时，她是睡在顾心怡的怀里，想来是顾心怡起来之后，将奈奈抱到了自己怀里。想起昨晚的情景，夏西瑶脸色有些泛红，她都有些不敢相信昨天那个黏着顾心怡不放的人是自己。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大胆了？夏西瑶嘴角微翘，这样的感觉好像也很好啊。亲了口奈奈的小脸，夏西瑶从床上起来，脚步轻轻地出了卧室。刚推开门，饭菜的香味就从厨房里飘了过来。夏西瑶吸了吸，她闻到了蒸蛋的味道。醒啦，先洗把脸去，等下叫奈奈起床吃饭了。顾心怡正好端着菜从厨房里走出来，看到夏西瑶已经起床，笑了笑说道：啊。夏西瑶点头答应，眸子锃亮。这种平平淡淡的温馨日常让她感到非常充实。早餐里面果然有小奈奈最喜欢的蒸蛋。奈奈拿着她专属的小勺子，大口大口地吃着，好像不管这是第几次吃蒸蛋，她的眼睛都能弯成好看的月牙儿。夏西瑶到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奈奈第一次吃顾心怡给她做的蒸蛋时那种溢于言表的喜悦。一想到这下，西瑶就有些想哭，是那种喜极而泣的想哭。她看向正温柔给奈奈喂着饭的顾心怡，心里那种淡淡的欢喜翻涌而来。
饭后，顾兴义在厨房洗碗，夏西瑶在旁边打着下手，他的目光却一直落在顾兴义身上。他感觉顾兴义越来越像个家庭主妇了。对了，等我下，差点忘了正事。顾兴义刚将碗筷归位，他抬头就看到夏西瑶痴痴的目光，然后他突然说道。夏西瑶的思绪被顾兴义的话拉了回来，他看着顾兴义放下手中筷子，一路小跑进侧卧，那里已经被他改成了书房。等顾兴义再出来时，手中拿着2张驱稿纸，脸上堆满了笑意。这个昨晚答应你的。走到厨房，顾兴义将手中驱稿纸递给夏西瑶。昨晚的恐怖片没有白看，老婆大人的付出也没有白费。这首歌我也是看到那个电影突然想到的。夏西瑶俏脸微微红，顾兴义这么一说，他又想起昨晚的场景了。他接过取稿纸，低头看去，上面一页是歌词，歌名只有一个字：喜。夏西瑶愣了愣，他不懂喜这个名字怎么会和悲惨元素和恐怖氛围扯上关系。然后他继续往下看去。正月18，黄道吉日，高亮台，台上红妆，一尺一恨，匆匆才。只看了前面一点，夏西瑶的鸡皮疙瘩就爬满全身。正月18，黄道吉日，正月18不能结婚，是个华国人都知道，那是出殡奔丧的日子。可歌词里却写着这是个黄道吉日。夏西瑶咽了口水，忽然想起了昨晚上看到的那个红衣女鬼，所以这是冥婚。夏西瑶掠过歌词，又看向曲谱，只看了片刻，她身体忽然抖了抖，抬头看向顾兴义。我怕我唱不来，声音有点委屈。顾兴义干咳了2下，忙安抚道：没事没事，实在不行咱们就不唱这首歌，没关系的。在顾兴义心里，现在没什么能比得上夏西瑶和小奈奈，就算是比赛也得靠边。见顾兴义这样说，夏西瑶平复了一下心情，她小声地说道：不是这个意思，是我有点害怕，不过要是有你在身边就好多了。顾兴义这才知道，原来夏西瑶不是唱不了这种歌，而是还在受昨晚恐怖片的影响，看来他是真害怕看恐怖片呀。想到这，顾兴义不由更加感动，夏西瑶都这么害怕了，竟然还主动拉着自己去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灵感写歌。顾兴义揉了揉夏西瑶的脑袋，那我就一直陪着你将这次比赛完成。夏西瑶低着头轻声回应，脸上升起一抹笑意。顾兴义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是不是就是想让自己陪着她，才故意这么说的。当天中午，一家人就收拾好行李，与云姐和陶乐乐联系好后，便前往了魔都。到达魔都之后的日子，顾兴义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想错了，因为夏西瑶在回到魔都后，他基本一天都见不到他2面，因为夏西瑶每天基本全部泡在英海娱乐的录音室里。夏西瑶之所以这样，全是因为他一想到顾兴义与别人约战了，他就忍不住想将这首歌练得更好一点，再好一点。他不想让顾兴义输，顾兴义也只能在这边继续创作着一人之下的剧本。时间过得很快，新歌会决赛第1场转眼间就已到来。这一次的决赛比往日的热度高了太多，因为这次新歌会决赛不仅换了2位很有名气的老牌导师，而且又有音乐教父吴凡与顾兴义的约战。所谓话题满满，不过如此。若不是这些流量带来的热度，就凭这次比赛的关键词，这决赛感觉都要凉凉。任超也无比庆幸他只不过是遵循了老师的意见，没想到却收获了意外惊喜，让吴凡和顾兴义刚上了。至于他看好谁，他肯定是希望顾兴义赢的，但他又有些担心，主要是顾兴义从来都没创作过这种类型的歌曲。晚上8点，魔都体育馆开放，几条人流排成了长龙，人人脸上都带着期待的神色，陆陆续续往体育馆内走着。顾兴义就在这几条长龙之中，他低着头，戴着口罩，甚至都不敢抬头，因为他看到有很多观众竟然举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粉丝牌。小奈奈这次没有跟他一起来，而是由云姐带着留在了公寓中。直到晚上9点半，所有观众都已入场，比赛也正式揭开帷幕。只见舞台上一座属于冠军的王座缓缓升起，王座旁边伫立着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话筒。主持人陈雪儿踏着红毯缓缓走上舞台，她拿起话筒，笑意盈盈地看向舞台下方。欢迎大家来到新歌会决赛的舞台，我是主持人陈雪儿。在经过前面几期残酷的淘汰后，如今新歌会总算迎来了他的决赛第1场。让我们首先恭喜我们的参赛选手夏西瑶、苗阿云。这2位选手历经层层筛选，终于踏上了这属于冠军的舞台。陈雪儿大声说着，身后大屏幕上也适时出现了夏西瑶与苗安云的照片，以及他们之前比赛所唱的歌曲简历。稍稍停顿了一下，给观众们看屏幕的时间，陈雪儿才又继续说道：但是比赛是残酷的，冠军只有一个，这个王座只能有1人坐上。到底是夏西瑶夺冠，还是苗安云登顶？一切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导师们隆重登场。话音落下，4名导师伴着灯光缓缓从地下升起。
顾兴义也抬起头来，看着屏幕上的关于导师们的介绍。熟悉的2名导师高宇、薛小千依然在，而另外2个则是陈奕迅和刘若莹。这让顾兴义不由感叹：新歌会有钱了啊！这种老牌知名歌手都请来了，就很牛皮。第90章，决赛开启，导师登场，全场欢呼，观众们心中更是激动万分。他们期待已久的决赛终于要来临了。这一场比赛对他们来说可谓是看点十足，2大美女歌手同台竞技，背后2大词曲人更是火药味十足。所谓噱头满满，不过如此。如今就连下方观众席上都好似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右边全部都是支持夏曦瑶的粉丝，他们拉着横幅为她加油助威。场馆左边则全是苗安云的粉丝，他们同样不甘示弱，手中粉丝灯牌挥舞的飞起，口中呐喊声更是不断。顾兴义转头看去，不由撇撇嘴，那横幅上边角处竟然还有自己的名字，只是自己名字为什么写得那么小？不仔细看根本都看不到，就很离谱。顾兴义不知道的是，本来这条横幅上并没有他的名字，这条横幅是由夏曦瑶的头号粉丝小红率领粉丝大军们亲自制作。可在制作横幅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大学生粉丝强烈要求加上顾兴义的名字，小红无奈只能顺应了这个叫小明的粉丝，在边角处加了顾兴义的名字。除了现场观众，各大直播间更是挤满了人，新歌会官方直播间甚至一度出现了卡顿现象，人超临时让技术人员又加了许多专属流量通道，这才堪堪稳住局面。人超摸了摸头顶的虚汗，他记得直播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上一任娱乐圈天王首次开播的时候。而此时与直播间和现场的火热不同，舞台后方却是一片诡异的安静，就连工作人员忙碌时动作都不自觉地小了下来。造成这诡异气氛的原因，正是坐在梳妆台前正由化妆师打扮着的夏曦瑶。梳妆台的另一边，苗安云穿着一身黑色的晚礼服，正面色复杂地望向夏曦瑶。他不明白，今天的主题明明是悲惨元素和恐怖氛围，夏曦瑶为什么要穿着一身鲜红灿烂的嫁衣？不止苗安云不明白，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明白，这种喜庆的衣服怎么会和今天的关键词有关？夏曦瑶静静地坐在镜子前，心如止水，她在尝试找到那种状态。顾兴义教她唱这首歌时，表情要肃穆，眼睛要无神中又要带着点悲哀。对了，顾兴义还说，唱这首歌时最好不要眨眼。夏曦瑶都记得，虽然这样很难，但只要是他说的，他都会去很好的做到。前面舞台上，主持人已经让2位选手登台，工作人员这时也小声地通知到2人。夏曦瑶稳定了一下情绪，站起身来，与苗安云同时缓步往舞台上走去。舞台上所有灯光也在这时暗淡下来，只有2束聚光灯打在2人身上。2人刚一出场，台下立马传来一阵整齐的惊呼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夏曦瑶，有的人甚至还揉了揉眼睛，满脸惊疑。让他们惊呼出声的正是夏曦瑶这一身装扮，头戴凤冠霞帔，身穿红色嫁衣，在聚光灯的映照下，简直美艳的不可方物。可这与今天的主题完全相悖啊！倒是苗安云一身黑色礼服，显得庄重又肃穆，这才比较符合今天的关键词。他们很不明白，为什么夏曦瑶会是这副打扮。直播间内经历过一瞬间短暂的寂静后，弹幕也疯狂飘起。不是吧？是我眼花了吗？夏曦瑶这是要干嘛？想不通啊，想不通！难道夏曦瑶与顾兴义放弃了吗？准备唱首婚礼进行曲？呵呵，吴凡说的果然没错，顾兴义就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人。看吧，这不一下就暴露了。还没比赛呢，出来狗叫什么？说不定一会儿有反转呢。反转？这要能反转，我吃10斤。又来个骗吃骗喝的。不过夏曦瑶穿着嫁衣是真美啊。顾兴义这个狗贼，坏我道心。舞台上，主持人陈雪儿照例问着2人问题，可不管他怎么问夏曦瑶，回答他的只有一个词：秘密。这让陈雪儿很无奈，她也很想知道夏曦瑶和顾兴义在藏着些什么呢。舞台下方，观众席上，吴凡当然也早早的来到了这里。当他看到夏曦瑶这身装扮时，他差点笑出声来。这是摆烂了？摆烂也不行啊！吴凡眼中带着嘲讽的笑意，他可是精心打磨了一首带有恐怖悲惨旋律的歌曲，就是为了应对这次比赛。舞台上赛前采访环节已经结束，这一场是由苗安云率先演唱。陈雪儿与夏曦瑶向观众们点头致意，然后缓缓退下舞台。灯光又暗下，下一刻，音乐升起，一道聚光灯猛然打在苗安云身上，他的表情略显悲苦，一只手轻轻抬起，像是期望着什么。这时，一阵悠扬的钢琴升起，配合着小提琴的低鸣，再加上苗安云的表情，观众们一瞬间被带入到了音乐之中。他们好像切实感受到了痛苦在身上蔓延。大屏幕上也适时出现这次这首歌的详细信息。癌变，
下一刻，苗安云的歌声轻轻唱起，原来这是首描写癌症患者悲惨一生的歌。在得知自己得了癌症时，那种悲惨被歌词体现得淋漓尽致。苗安云的歌声配合他的舞台表演，让人感受更加深刻。歌曲到达中段，音乐声陡然变换，变得低沉又恐怖。歌词也在这时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了患者此时精神已经崩溃时，脑海里出现的恐怖画面。舞台下的顾心意也在安静地听着。不得不说，吴凡的确有两把刷子，之前音乐教父的称号也当之无愧。而且苗安云也很好地把这首歌掩藏的含义给体现了出来，不管是歌词还是他的神情，都很完美。紧接着音乐再一遍，然后顾心意脸色猛然变得怪异起来。这是不是有点太高端了？正常人能不能听懂都是个问题啊。只见舞台上歌词突然消失，随着西洋乐的进行，整首曲调也变得更加压抑，像是在无声诉说着。整首歌没了歌词，只有苗安云在演绎着。观众席上这时也有不少人皱起了眉头，到这里歌词没了，他们突然就听不懂了。直播间本来一片肃穆，在这压抑的音乐声响起时，弹幕猛然开始飘屏。啊，这唱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了？真难为我们家云云了，这啥呀？一群土鸡，这都听不懂，这才是整首歌的灵魂。这是表达了癌症的痛苦、恐怖和压抑。吴凡最牛，头皮发麻，不过也达到了目的啊，至少可以当恐怖片的主题曲了。这就是西洋音乐的魅力。没文化怎么听懂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我是土狗，我不配。观众席中的吴凡此时早已闭上了眼睛，沉浸在了音乐中。他太喜欢这一段了，他感觉这一段简直是神来之笔，这才是艺术嘛。第91章喜。直到音乐结束，苗安云缓缓退下舞台，网上的争议依然很大。有人说这首歌到后面是个败笔，有人说这首歌到后面才是升华，反正众说纷纭，观众们谁也奈何不了谁。但他们都赞成这是首不可多得的好歌，特别是前面大半段的音乐与歌词更是很赞。还有就是这首歌的背景音乐将西洋乐用到了极致，许多懂得西洋乐的人都纷纷出来赞叹吴凡的专业。不管观众们的反应如何，比赛还在继续。舞台上灯光已经彻底暗下，迎着一束聚光灯，夏西瑶莲步轻移，缓缓走上舞台。灯光下，她的表情和她的穿着非常不符，明明穿着大喜的嫁衣，她的面部表情却表现出空洞死寂的凄哀。特别是她那双平日里水盈盈的杏眸，此刻竟也无神地望着前方。在暗淡的舞台上，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诡异，一种说不出的心慌从观众们的心底升起。没有音乐，没有前奏，现场观众也屏住了呼吸，一片寂静。后方大屏幕上缓缓升起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喜。演唱是夏西瑶，作词作曲皆是顾心意。看到这个歌名，不管是直播间还是台下的观众们又全部茫然了。这是喜字，他们怎么就突然不认识了？不是他们不认识这字，是他们根本不敢相信喜这个歌名为什么会出现在此时此刻。只有顾心意看着台上的夏西瑶，深吸了一口气。夏西瑶现在这个表情简直太到位了，让他汗毛都已经全部竖起来了。原世界原创原唱葛东奇的喜，当初一出现就引发了全网热议的一首歌，更是让无数人头皮发麻的存在。如今夏西瑶更是将这首歌前面的氛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时音乐升起，观众们眼睛陡然一亮，就连台上的导师眼中都泛起诧异之色。这是二胡、琵琶。二胡弹悲，琵琶弹情，曲子一响，悲情同在。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上的夏西瑶，他们还是不懂为什么一首喜开局就是这么悲情。紧接着古琴声加入，然后是急促的梆子升起。台上的夏西瑶无神的双眼抬起，视线平移，望向台下观众。歌声起，正月18，黄道吉日，高亮台。台上红妆，一尺一恨，匆匆才去良人，奈何不归，故作颜开。响板红弹，说得轻快，着实难猜。好听，是真好听。可是这是将戏腔融入了流行音乐中。还有正月18，黄道吉日，一尺一恨，故作颜开。观众们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升到天灵盖，鸡皮疙瘩更是爬满全身。这个喜是华国古时的冥婚啊，句句没有说悲，句句没有恐怖，字里行间却是深入人心的悲恐。这是独属于华国人才能懂的恐怖。民乐配合着民俗，再配合着冥婚，简直让人头皮发麻。直播间顿时彻底炸开，他们和现场观众不一样，现场观众只能憋着，他们可以畅所欲言。我靠！歌声一出，我感觉我背后的柜子动了。大晚上的，不要啊！
这才是华国人内心深处的恐怖啊！我现在已经躲在被窝中听了。我默默地将身在被窝外面的脚缩了回来。让你恐怖，你直接接地府，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哥是好哥，人是不是好人，我就不知道了。这席我听得后背发凉，全身发麻，腿脚发软，关节发酸，头皮发怵，眼前发黑。楼上的能把发病说得这么清新脱俗，你小子可以。好听又害怕听，怎么办？直播间的反应，夏西瑶不知道，他此刻也融入了歌中。他缓缓抬起手，掐着兰花指，暗自神伤，而他还依旧牢记着顾心意的话，不能眨眼睛。下一秒，音乐一转，堂鼓升起，整个音乐瞬间急促起来。夏西瑶猛地抬头，目光直视着观众们，口中歌声也急促响起。听着，卯时那3里之外翻起来，平仄马蹄声渐起，斩落愁自开。那官人笑起来，台下所有观众都止不住咽了口水，是被吓的，就连顾心意都止不住哆嗦了一下。他真没想到这首歌让夏西瑶来唱，他会唱出这种感觉，就好似亲身经历过一般，吓人。琵琶声再次响起，夏西瑶神情凄惨婉转，他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缓缓诉说。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歌声再次急促，他这次又是没能接得上话啊。他笑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哭来着，你看他怎么哭着笑来着？笑来着。下一刻，唢呐声响，高昂喜庆的音乐赫然在所有人耳边炸翻，配合着背景音乐中的婚礼拜堂词，所有人的心都就被震撼到无以复加。唢呐一响，黄金万两，不是升天，就是拜堂。在唢呐声响的一瞬间，吴凡就不敢置信地将眼睛瞪大到极致。顾心意，他怎么敢的？这种流氓乐器，他凭什么用这种流氓乐器？吴凡慌了，彻底慌了。世人皆知，没有二胡拉不走的人，没有唢呐吹不走的魂。这首歌二胡和唢呐齐了，西洋乐器是怎么都演绎不出唢呐的那种乐声的。完了，吴凡指甲深深掐入肉里。这首歌不止歌词超绝，编曲无敌，还有各种民俗元素融入进去，更是戏腔配合着流行音乐，简直炸裂。歌名说喜，其实唱悲，而歌词中蕴含的则是深深的恐怖含义。不止吴凡慌了，同样慌了的还有直播间的所有观众。喂，夏西瑶，你眨眨眼睛啊，求求了。哈哈，他都不需要眨眼睛的。楼上已疯，我也快了。顾心意个老六啊，艺术可以有灵气，但不能有灵堂啊。不对，这是礼堂，美是美到了骨子里，就是怎么有点瘆人的。你看我这汗毛比钢针还直溜。妈呀，夏西瑶，你为什么不眨眼？求求了，不要让我怀疑你是从下面上来做宣传的。突然就不羡慕顾心意了。我一个人，现在是晚上10点半，关着灯，蒙着被子，兄弟们能懂吗？然而不管直播间的观众们怎么哀求，夏西瑶的歌声依然在继续，顺着他们的被子钻进去，传入他们的耳朵，好像此刻满屋子都是夏西瑶的声音。夏西瑶此刻都已忘记了害怕，他是切切实实的融入了这首歌中。他说了掏心窝子话，不对上诺言，岂能潇洒？正月18这黄道吉日，第92章醉美鬼新娘。正月18这黄道吉日，夏西瑶的歌声缓缓收尾，高昂的唢呐声渐渐隐去，喜庆的音乐像是从天际传来，可观众们都知道这并不是件喜庆的事。观众们沉默了，一种从心底涌起的淡淡忧伤席卷心头。如果说前面唢呐响起的那个时刻让人还有些惊恐的话，这结尾的唢呐配合喜庆的音乐便让人感到悲惨。那是古人愚昧无知的悲哀，活人嫁死人，还是在他花一样的年纪。特别是夏西瑶脸上的微表情，他微微皱起的眉头，他身上萦绕着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氛围，和那到现在都没眨一下的眼睛，这一切的感官让观众们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在了这礼堂之中，亲眼见证了这场恐怖的悲哀。直播间的弹幕也跟随着音乐慢慢少了下来，只有寥寥几人在表达着他们心中的感慨。醉美鬼新娘，莫过如此。一颦一笑皆伤悲，一嗟一叹皆轮回，这才是好歌正确的打开方式，让人身临其境，又让人回味无穷。唢呐出来的那一瞬，我就知道这歌它不简单。夏西瑶真的太赞了，他将这首歌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捂上耳朵，锁魂泛音。正月18嫁新娘，亲朋好友哭断肠，只做嫁衣身上穿，往后不再见情郎。良辰吉日已到，恭送新娘退场。你们是魔鬼吧？这大半夜的，老子一人在家啊！飘渺的音乐声彻底落下，灯光也随之暗下。夏西瑶一身红衣隐没在黑暗中，缓缓退去。这一场盛宴让所有人沉醉其中。导演任超叹息一声，
擦了擦眼角的泪。这种华国旧文化，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人才最懂，那是种无可奈何的悲哀。后台的苗安云有些失神，他就这样怔怔地看着身穿一袭红衣的夏西瑶缓步走来。此刻的夏西瑶似是还没彻底从音乐中走出来，他身上那种悲戚的气氛让苗安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他自信他的容颜不输于夏西瑶，可现在夏西瑶身上的气质胜他万千，这是一首好歌赋予歌手身上的灵魂。对于一个纯粹的歌手来说，这是最高的荣誉。苗安云苦笑了一下，这一场是自己输了，不仅输在了歌曲上面，更输在了对歌的投入上面。不过苗安云很快又将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他握了握拳头，这样的夏西瑶才更值得他去全力以赴啊。他相信自己的实力，他也相信自己会唱得更好。夏西瑶这时已经走到了苗安云身边，两女对视一眼，苗安云对着夏西瑶竖起了大拇指。厉害！夏西瑶恍惚了一下，这才稍稍从歌曲的影响中走出来，他快速地眨了几下眼睛，眼睛有点干。然后他同样对着苗安云浅浅一笑，你唱的也很棒啊。苗安云愣了一下，也笑了起来，这夏西瑶性格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啊。顾星逸那个男人真是有福气啊。对比后台两名歌手之间的和谐，吴凡整个人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已经彻底瘫坐在了椅子上。败了，即使投票环节还没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败了。作为一个成名的词曲人，只看导师与现场的反应，他就知道了，自己那首歌营造出的氛围已经彻底被这首歌的氛围击溃。现在谁还记得自己那首歌？就连吴凡自己脑海里都还在回荡着那唢呐声和喜庆声。百般乐器，唢呐为王，不是升天就是拜堂，千年琵琶万年筝，一把二胡拉一声。这首歌他妈的基本全占了，这让他怎么玩？吴凡整个身子又往椅子里缩了缩，在最擅长的领域被人击溃，他又沮丧又憋屈。沮丧的是他好像真的不如顾星逸，憋屈的是他觉得顾星逸耍赖，用唢呐就是耍赖。此时舞台上的灯光已经打开，明亮的灯光将所有人从这场梦幻的婚礼中拉回现实。主持人陈雪儿身着白色礼服缓缓登场，他手持话筒看向下方还有些懵逼的观众，停顿了一下才大声说道，我从没想过会在这个舞台上听到如此别样的两首歌曲，西洋乐与民乐碰撞出的绚丽火花，两首不同的歌却呈现出相同的韵味，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两位选手登场好吗？下方的观众这才好像大梦初醒，反应过来的他们用力地鼓起了掌。太好听了，也太震撼人心了。他们有想过决赛肯定会很精彩，但没想到会这么精彩。这一刻他们觉得自己买票来到现场只是值了。在舞台上后方等待的夏西瑶与苗安云也在主持人话声落下时迎着掌声缓步登上了舞台。他们俩只是往舞台上并肩而站，就让观众们眼前一亮，他们纷纷在心里赞叹，好一对绝美的姐妹花。与他们俩站在一起，就连一边的陈雪儿都感觉到了一些压力。接下来是导师投票环节，让我们有请导师们进行点评投票。陈雪儿快速说着，观众们的注意力被拉到导师身上，镜头也依依不舍地移了过去。新歌会的决赛比以往的比赛正式了许多，而且增加了导师点评环节，每个导师在投票时都要先点评一番。镜头给到高宇，他看着台上的夏西瑶与苗安云，脸上显现出为难的神色。说实话，决赛投票真的很难，两个人的歌在我看来都唱得非常好，可惜这是比赛，若不是比赛，你们两人我肯定都会投票。我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首先我要说的是苗安云，你唱得很好，不管是唱功还是舞台表现能力都是一流的。再来说说这首歌，这首歌到后面可能有很多人听不太懂，但以一个专业的歌手来说，后面的音乐才是升华，完美呈现出一个历经着病痛折磨的人压抑的心理。接下来再说一说夏西瑶，对于夏西瑶的演绎，我只能用完美两个字来形容，唱功完美，舞台演绎完美，直接将人拉入这首歌的意境之中，让人欲罢不能。特别是唢呐与歌声并存的那一刻，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现在真的很好奇，顾星逸到底是个什么怪物，才能写出这样一首歌来。所以我的这一票投给夏西瑶。至于苗安云，我只能说不是你的问题，歌曲的本身存在差异，一首能让全民喜欢的歌，一首到后面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欣赏的歌，本身就存在着差距。高宇很专业的点评了两人的表现，并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夏西瑶。台上爆发出一阵掌声，显然也是同意高宇的说法。夏西瑶与苗安云两人都是面色如常，同时弯腰致谢。台下的吴凡脸色有些灰败，身为专业词曲人，他当然也明白，这一场是他输了。第93章，今晚不回去了。接下来的三位导师，他们的点评都与高宇无二，特别在出了上次的事件之后，如今的决赛就连友情票都没有了，这也导致决赛的票数变成了4比0。吴凡脸色已经发白，如今都不需要观众的最后一票，结果就已注定惨败。
他引以为傲的歌曲在这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上输得体无完肤。观众的投票结果在这时也显现在大屏幕上，让本就颓废的吴凡更加难以接受。88%的观众投给了《喜》这首歌，而自己的歌只有可怜的12%的支持率。雪上加霜，这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吴凡眼前有些恍惚。他后悔了，后悔当初的一时意气用事，去挑衅顾星逸那个怪物。现在在吴凡眼中，顾星逸就是个非人类。哪个正常人类能这么全能？情歌、儿歌，就连这种比较另类的歌曲，他都好像信手拈来一般。这不是非人类是什么？吴凡到现在都搞不明白。既然你顾星逸这妖牛皮，又为何要低调那么久呢？扮猪吃老虎好玩。舞台上，主持人在宣布着下一首歌的关键词，吴凡却压根没有听进去。他踉跄地站起身，向外面走去。他知道，以后自己就不是音乐教父了，下面的比赛也与他无关。决赛第一场就此落幕。比赛虽然落幕，但网上的热议却刚刚才开始。时隔1周，观众们再次迎来一首好歌，他们开心的脸都笑歪了。如往常一样，抖音的热搜上，夏曦瑶唱歌时的片段早已高高挂起。而与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大家好像统一了意见，热搜榜的标题全部都是最美鬼新娘。随便点开一个视频，下面的实时评论都异常热烈。下次一定要去现场。夏曦瑶好美啊，建议在被窝里观看，效果更佳。狗头保命，你我本无缘，全靠一个老六说你不眨眼。我就想问，眼睛干不干呀？楼上的，现在是干不干的问题吗？最美鬼新娘，独一无二，唯夏曦瑶莫属。吼，我就想知道，顾星一晚上搂着夏曦瑶睡觉时不怕吗？数子安敢坏我道心？对比抖音上的一片和谐，微博此时更加热闹，言辞也更加激烈。无数观众纷纷艾特着吴凡，在他伤口上撒着盐。人呢？人呢？之前不是叫嚣的挺厉害的吗？顾星逸，音乐教父，就这次我站顾星逸，我为民乐代言。吴凡教父，别装死啊，出来玩啊！哈哈，你们有病！吴凡的歌不好吗？能为我们带来好歌的人都值得尊重，没人说他的歌不好啊，是他自己下的战书，是他自己先找的事。怎么？只许你家吴凡主动 diss 别人，不许我们说他？犯错要认，挨打立正，输了就是输了。在网上的一片声讨声中，吴凡的微博也终于更新了，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技不如人，甘拜下风，我放弃音乐教父这个称呼，同时向夏曦瑶道歉，对不起，是我之前有眼无珠。这条微博一出来，不少人都停止了对他的口诛笔伐。既然人家都说到做到了，也没必要揪着他不放。不得不说，吴凡在这一点上还是很聪明的，如果他一直嘴硬，等待他的肯定会是更糟糕的结果。月色正浓，夏曦瑶从后台出来时，就见到顾星逸正拿着手机站在路边安静地等待着自己。他身边的陶乐乐见到这一幕，捂着嘴笑了一下，自觉地率先离开了。远处的顾星逸正看着手机，一直到夏曦瑶走到他身后，他都没有发现他。看什么啊？突然的声音打断了顾星逸的思绪。顾星逸转过头，便见到夏曦瑶正俏生生地站在自己身后，两只手背在后面，模样俏皮可爱，丝毫没有之前舞台上那种悲戚了。再看网上的评论呢，现在网上可都称呼你为最美鬼新娘啊。顾星逸笑了笑，摆了摆手中的手机。夏曦瑶啐了一声，脸上微红，什么最美鬼新娘，说的他好像变成鬼了似的。真的，都是他们说的，不过我觉得挺形象的。顾星逸以为夏曦瑶不信，赶紧将手机递到他眼前，给他亲自过目，然后便换来了夏曦瑶一个白眼。不形象吗？顾星逸挠了挠脑袋，他确实觉得很形象啊。夏曦瑶有点不想理这个呆子了，转身往停车场走去。顾星逸见状赶紧跟上，两人就这样隔着2-3步的距离，一前一后走了没多远，夏曦瑶突然跺了一下脚，脸颊气鼓鼓，转头看着顾星逸。又怎么了？女人心，海底针。顾星逸此刻感觉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他丝毫搞不懂夏曦瑶的意思。见到顾星逸一脸懵逼的样子，夏曦瑶轻咬嘴唇，小声说了一句：呆子。在他心里，顾星逸是越来越呆了。顾星逸还没听清他说的什么，就见夏曦瑶伴随着香风迎面走了过来，然后抱住了自己的手臂，手臂上再次传来柔软的触感。顾星逸有些僵住，要挎着手臂才对。夏曦瑶小脸微红，轻声说道，然后侧身挎着顾星逸的胳膊。顾星逸机械似的点点头，迈步向前走去，只是这步子多多少少有点不自然，像是机器人一样。感受到顾星逸的紧张，夏曦瑶忍不住偷笑。本来夫妻二人挎着手臂一起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可不知道为什么，夏曦瑶就感觉这举动放在顾星逸这里好像很别扭的样子，就好像自己是劫匪，他是被胁迫的人质一样，有些滑稽，
又有些可爱。顾心意现在是痛并快乐着，快乐的是现在的感受，痛失自己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夏西瑶之前抱着自己手臂的举动，对保持了几十年单身狗生涯的顾心意来说，刺激还是挺大的。若不是之前他已经和夏西瑶有了些肌肤之亲，他都怀疑自己会落荒而逃。两人一路走到停车场，却不见陶乐乐的身影。夏西瑶打了电话询问后，才知道陶乐乐竟然已经自己打车走了，并且陶乐乐在电话里还悄悄地问他，晚上还要不要回公寓了。夏西瑶脸上飞满红霞，看了眼如呆子一般坐在副驾驶的顾心意，小声地回复陶乐乐：今晚不回去了。第94章，上天安排的最大吗？不同于上次，顾心意这次入住的酒店离夏西瑶的公寓很近，就算不开车，步行也只要几分钟就能走到。车子径直开往酒店停车场，顾心意有些不解，他为啥不直接开到一人公寓楼下？他特意挑的这个酒店就是为了方便，这样就不需要大晚上的夏西瑶送他后再往回赶，他一个人他会不放心的。看到车子丝毫没有转弯的迹象，顾心意转过头看向夏西瑶：直接回公寓吧，我自己走过来就好了。夏西瑶脸上红润，目视着前方，没有回答顾心意的话。直到车子安稳停靠在停车位，顾心意才听到夏西瑶的声音传来，声音很轻，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散。公寓钥匙没带，钥匙没带，云姐和陶乐乐不是也住公寓吗？顾心意还在疑惑之间，就看到夏西瑶拉开车门，先行下了车。他低着头，夜色下看不清他的表情。顾心意赶紧跟着下车，他刚想再说什么，夏西瑶已经迈步往酒店里走去。5分钟后，两人一同进了酒店房间。夏西瑶只是简单打量了一番房间的布置，就坐在了床上。房间里面没有过多的东西，就是很普通的大床房。不给云姐他们打个电话吗？顾心意将门关上，嘴里还在嘟囔着。坐在床上的夏西瑶脸色一下变得云红，她赶紧低下头，紧接着软糯的声音传进顾心意的耳朵：他们都睡觉了，不想打扰他们。顾心意哦了一声，然后突然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那不是说明今晚就自己跟夏西瑶两个人住一间房间？还没有奈奈。顾心意下意识的一个机灵，看向坐在床上的夏西瑶。夏西瑶没有继续说话，她依旧低着头，食指纠结在一起，杏仁眸子不敢看他。房间安静下来，一时气氛有些尴尬。两人虽说是夫妻，但像这种单独相处在一间房间的时候基本没有。再说顾心意，他就一点理论知识，纯纯一恋爱小白。虽然之前和夏西瑶有过那么1、2次肌肤之亲，但都是点到为止。现在这种情况，他是真的麻着。嗨嗨，那我去洗澡了。顾心意有些受不了这气氛，还是先开口说道。夏西瑶只是点了点头，他心里也是紧张的要死。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可真到了这里，他心里就乱糟糟的了。直到浴室关门声响起，然后里面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夏西瑶睫毛轻轻眨动，杏眸里却泛出些茫然神色，没人知道他现在在想些什么。浴室里的顾心意心里同样不平静，他一遍一遍的用水冲刷着自己的身体，原本5分钟就能洗好的澡，这次他足足洗了10几分钟。将身上水珠擦干，顾心意紧了紧身上的浴巾，这才深吸一口气，推开浴室门走出。水雾从浴室蔓延而出，一片朦胧中，顾心意陡然愣在原地，因为他看到夏西瑶依旧坐在床上，低着头，她的双肩却在微微颤抖，晶莹的泪滴从她脸上不断滴落在地。她哭了。顾心意原本躁动的心一瞬间平静了下来，从心底更是泛起一阵阵心疼。他慢慢走到夏西瑶身前蹲下，伸出双手捧住她的小脸抬起，目光温柔，声音更温柔：怎么还哭鼻子了？俏脸被捧在手心，夏西瑶杏仁眸子中闪烁着点点晶莹，泪珠如断了线的雨滴一般滴落在顾心意的手上，有些温热。我……他开口，声音带着哭腔，只说了一句我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那双眸子中藏着的点点愧疚和希冀却被顾心意尽收眼底。顾心意愣了一下，老婆大人想说什么？顾心意轻轻用手指擦去夏西瑶脸上的泪痕，可下一秒，新的泪珠就再次划过她白嫩的脸颊，划出一道崭新的浅浅泪痕。夏西瑶突然有点不敢直视顾心意这样温柔的目光，她想低下头，可小脸却被顾心意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觉得我配不上你啊！夏西瑶突然带着哭腔喊道。她闭上眼睛，不敢再看顾心意那双纯粹又干净的黑色眸子，眼泪更加汹涌。我知道的，我都知道，你不是，可我还是藏着私心，可我还是喜欢上了你，可我还是想把你留在身边，我越靠近你越害怕，我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为什么？她就这样闭着眼睛，带着哭腔，不断诉说着藏在自己心中的秘密。泪水一颗颗掉落在顾心意手上，手心中那张梨花带雨的小脸让顾心意看得心脏一阵微缩。他轻轻抚着夏西瑶的小脸，柔声打断了夏西瑶的话：老婆大人，你错了，你知道，我也知道，但我很荣幸能被这样的你喜欢。你不知道吧，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坚定的选择过。其实我和老婆大人一样，以前是个很自卑的人，也许这是孤儿的通病吧。我从来不曾对别人有过心动，也从来没有任何人对我有过心动。顾心意轻柔的声音回荡在耳边。夏西瑶缓缓睁开眼睛，怔怔地看着顾心意近在咫尺的脸，她那双眸子深处的暖意似乎要将她融化。直到我遇到了你们，我才知道，原来我也会对一个人心动的啊。其实能听到老婆大人的这番话，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了，夏西瑶是喜欢我的。我一直觉得你之前说的那一句话很对，有些相遇，有些喜欢，是命中注定。老天让我来到老婆大人的身边，这是上天安排的姻缘啊。没办法的，老天安排的最大吗？真的吗？夏西瑶迷蒙的眸子一眨一眨，静静地看着顾心意好看的脸，听着他说的话。见顾心意停顿下来，他带着哭腔，声音软糯道。顾心意又抚了抚夏西瑶的小脸，故作夸张。当然是真的啊，你想想，上天安排的，哎，还不够大吗？紧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哪有谁配不上谁的，和老婆大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很紧张，最没鬼新娘啊。我只是个普通人，老婆那么好，我也必须要努力才行啊。至于为什么喜欢你，我想除了上天的安排外，还有和老婆大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向往的爱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如老婆大人这样的温柔如水，平平淡淡。顾心意说着话，脸上挂起了笑意，与夏西瑶对视着。夏西瑶看着眼前这温柔的笑意，抿了抿小嘴，下一秒她突然伸出双手搂住顾心意脖子，柔软的触感再次袭来。两人在这一刻彻底明白了彼此的心意。应是良辰此景，余生共度白头。第95章晚安。深情而又浪漫的长吻让夏西瑶快要窒息，最终他还是推了推顾心意的胸膛，两人这才分开。夏西瑶捂着自己的脸，只感觉自己好像要烧着了，要不然脸上怎么滚烫滚烫的。就连顾心意的目光都从温暖变成滚烫，让他低头不敢再看他。顾心意看着夏西瑶的样子，轻轻吐出一口气，在开口时声音都有些沙哑。老婆大人的吻可真是热烈到猝不及防啊。夏西瑶脸色更红，她微微抿嘴，只觉得眼前的顾心意越发欠揍了，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让开。顾心意蹲在原地没有动。夏西瑶抬起小脸，瞪着杏仁眸子，撅起小嘴，活像只受了欺负的兔子。我要去洗澡。腿麻了。顾心意苦笑，不是他不想动，只是他蹲得太久，腿麻了。夏西瑶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看着顾心意眨了眨眼睛。哦，他不是欠揍，他只是个呆子。顾心意挠挠头，感觉自己的体力值遭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舒缓了一下，赶紧爬起来移到一边。他真搞不懂，为啥自己天天锻炼，这才只蹲了一会儿腿就麻了？难道是锻炼的还不够？夏西瑶洗澡去了，顾心意这才将裹在身上的浴巾脱掉。他没带睡衣，想了一下后，他只穿了个裤衩子就钻进了被窝。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直将顾心意等得打起了哈欠。顾心意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女生洗澡要那么久？这么久都够他洗10次8次的了。他拿过手机定了个闹钟，明天早上还要回去江城，过2天就是开学日了，幼儿园的迎新大会也即将召开。又等了一会儿，顾心意已经有些迷糊，浴室门这才打开。夏西瑶踩着小步子，脸颊不知是被热气蒸的还是羞的，通红一片。她一边擦拭着被吹风机刚吹干的秀发，一边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床上的顾心意。两人视线正好相撞，顾心意的眼神逐渐清明，夏西瑶下意识地紧了紧身上的浴巾。你还没睡吗？你听听，这是人话吗？顾心意有些无语，但她脸上依旧一本正经地说道：我怕老婆大人被蒸晕在浴室里。夏西瑶瞅着顾心意眼中的笑意，抿了抿嘴，她这狼子野心都快昭然若揭了，竟然还装得这么正经。她停顿在原地，一时有些不晓得该怎么办了。愣着干嘛？睡觉啊？看着夏西瑶这不知所措的模样，顾心意想偷笑。夏西瑶答应一声，强装镇定地走到床头坐下。下一秒，只听啪嗒一声，房间的灯被他关掉，房间被一片黑暗笼罩。顾心意还没反应过来，身上的被子就被掀起，一具柔弱无骨的娇躯顺势钻到了他怀里。感受到怀中的温热和滑腻，顾心意一动不敢动。两人现在身上都围着片缕，真是肌肤之亲。黑暗中，顾心意都能听到他略带急促的呼吸声。两人身体紧贴在一起，都有些僵住。抱着我。好半天后，夏西瑶的闷闷的声音才从被子中传来。哦。顾心意咽了口口水，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伸出双手搂住怀中的夏西瑶。夏西瑶也顺势搂住他的脖子，将小脑袋从被子中钻出。这一刻，顾心意才真切地感受到，原来手臂之前的感觉真的没有骗他，原来真的那么大。呆子。看到顾心意如机器人一样只会听着指令做事，夏西瑶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很小，
顾心意都没听清。我说你是顾呆子。黑暗的房间内，两人的视线渐渐适应此时的环境。夏西瑶脸颊红红，却毫不畏惧地仰头盯着顾心意近在咫尺的脸。顾心意低头就看到黑暗中夏西瑶水汪汪的杏眸，两人对视。就算是呆子，那你也是呆子的老婆。有了夏西瑶的话，顾心意终于不再那么局促，他眼含笑意，将夏西瑶搂得更紧了一些。夏西瑶像是看到了他眼中的笑意，他撅起小嘴想了一下，飞快地凑上去点了一下顾心意的嘴唇，然后迅速撤离。顾心意，其实我今晚很害怕的。我从小就怕黑，也怕鬼。今晚唱歌的时候，我心里就很害怕，但一想到你就在下面，我就不那么怕了。我想，就算是鬼新娘，那也是你的新娘。这样想着，我还有些开心呢。在之后和你回来后，我又害怕了。夏西瑶碎碎念念地说着，顾心意安安静静地听着，直到夏西瑶说完，他仰头再次看向顾心意，像是一刻都不想让视线离开他。所以说，你是笨蛋啊。顾心意笑笑，低头在夏西瑶额头上亲了亲。不过笨蛋配呆子还是绰绰有余的。好了，不用害怕，我会用余生来证明我是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所以晚安。听到顾心意的晚安，看着他那带着笑意的眼眸，夏西瑶愣住了，他又有些想哭了。顾心意的温暖时时刻刻的陪伴在自己身边呀。夏西瑶将小脸埋进顾心意的脖颈之间，再也不愿出来了。晚安。这是顾心意今晚听到夏西瑶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让他最安心的一句。今晚发生了太多事，从比赛到酒店房间，夏西瑶的精神一直都处于紧绷状态。她刚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很快便睡着了。这可难为死了顾心意，怀里火热的娇躯让她现在根本毫无睡意。但她不后悔自己什么都没做，有些事要在最适合的时候去做。今晚的夏西瑶情绪明显不对，她的准备好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准备好。顾心意就在这种欲仙欲死的折磨中，一直熬到凌晨3点多才堪堪睡去。第二天一早，顾心意的生物钟罕见的失灵了，她是被定时的闹钟吵醒。顾心意迷迷糊糊的将闹钟关掉，在将手缩回被窝时，就感觉手中握着一片柔软，而且一只手根本握不过来。顾心意下意识的捏了捏，然后陡然惊醒。她睁开眼睛，就看到夏西瑶脸上已经通红一片，一双杏仁眸子正水汪汪的望着自己。妖兽啊，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顾心意感觉自己肯定是怎么都解释不清了。第96章，要是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顾心意面带无辜的眨了眨眼睛，看着夏西瑶红彤彤的小脸，还不快拿开！夏西瑶眸子如水，里面蕴满了羞意，声音软软糯糯。顾心意不自然的缩回手，心中还有些可惜，这感觉简直太好了。那起床。说到起床，顾心意还有些依依不舍，怀里的娇躯让她想永远都赖在床上。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现在她终于深刻的理解了这句诗的含义。有这样的美人在怀，就算是皇帝来了也得跪啊。你先起。夏西瑶此刻已经羞得将脑袋钻进了被子中，闷闷的声音从被窝里传来。昨晚的举动已经将她的勇气全部用光了，现在大白天的，她再也没有勇气那样自然的与顾心意相处。顾心意挠了挠脑袋，终于还是钻出了这个温暖的被窝，一溜烟窜到了浴室中。说实话，第一次坦诚相见，她也害羞啊。等顾心意进入浴室，夏西瑶这才钻出脑袋，望向浴室方向，笑意盈盈。但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一张俏脸是迅速充血。她忽然想起自己的衣服还都在浴室中呢。顾心意很快就穿好衣服，从浴室中走了出来。她的手上捧着几件被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走到床边。她看着夏西瑶那已经钻出被窝的小脸，弯下腰将衣服放在床头，笑道：“啊，衣服已经给你拿过来了，我先去洗漱了。”等等。顾心意刚要起身，夏西瑶突然出声，紧接着一只玉臂从被窝中伸出，将她拽住。顾心意只感觉眼前一片白嫩凑近，然后夏西瑶的小嘴就凑了上来，在自己嘴上轻啄一下，又飞速离去。奖励。被窝中再次传来夏西瑶闷闷的声音。顾心意舔了一下嘴唇，无奈苦笑。这个夏西瑶难道不知道自己的魅力吗？大清早这么勾引自己，就不怕自己兽性大发？好吧，自己现在这是被吃得死死的，等着吧，以后有他好看的。顾心意狠狠地想着，这才转身回到浴室中去，再洗个冷水澡。直到半个小时后，洗漱完的两人才走出酒店，驱车来到一人公寓。然后顾心意就看到夏西瑶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了公寓钥匙，打开了公寓的大门。夏西瑶好像完全没感觉到不对劲，径直走了进去。她一转头就看到顾心意待在门口，正在用怪异的眼神看着自己。怎么发呆了？夏西瑶眨着眼睛，有些不解。钥匙。顾心意嘴角挂着笑，
挑了挑眉头，他在袁氏就看过这样一个段子：婚前一口就倒，婚后千杯不醉，原来是真的。夏西瑶有些茫然的低头看了眼手中的钥匙，下一秒他猛然反应过来，一抹红润迅速占据了他的脸颊，场面一时有些尴尬。好在这时陶乐乐带着奈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顾心意与夏西瑶时，陶乐乐脸上升起一抹暧昧的笑。早啊，西瑶姐，嘿嘿。小奈奈也快速从陶乐乐怀里挣扎出来，飞快地扑到夏西瑶身边，抱着她的大腿，抬起小脑袋，委屈巴巴地看着夏西瑶。小家伙一夜没见到爸爸妈妈，昨晚还是陶乐乐哄了半天才睡觉的。妈妈，你和爸爸去哪里来啊？他们俩的出现打破了之前的尴尬气氛，夏西瑶赶紧抱起奈奈。没去哪里啊，爸爸妈妈这不都在吗？夏西瑶刮了刮小家伙的鼻子，忙安抚着他。可乐乐阿姨说你和爸爸去过二人世界了，不要奈奈了。呜。夏西瑶又愣住，随即目带杀气地看向陶乐乐。陶乐乐忙打着哈哈，目光游移。啊，西瑶姐还没吃早饭吧？我已经做好了，这就去端过来。说着话，陶乐乐赶紧溜人，他感觉再不溜，他会被西瑶姐当场打了。不一会儿，美味的饭菜就被陶乐乐端上桌，几人坐在桌前，顾心意拿起勺子给奈奈喂着饭。夏西瑶环视了一圈，看向陶乐乐问道：云姐呢？怎么没看到她啊？现在都已经9点钟了，这个时间云姐肯定早就起来了。云姐一早就去公司了，公司那边的事情不都是云姐交接的吗？夏西瑶闻言心里更暖。来到鹰海娱乐之后，陶乐乐和云姐一直在为自己忙前忙后，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他们俩总是能处理得很好。其实在陶乐乐和云姐心里，他们对于做夏西瑶的经纪人与助理也一样感到很幸福。像别的艺人，他们的经纪人与助理会更加忙碌，帮艺人接活和商务谈判、宣传包装和衣食住行等等，都是由经纪人和助理做的。可到了夏西瑶这边，基本这些都不用他们太过操心，因为夏西瑶身后有个自带热搜和歌曲的顾心意，而且夏西瑶给他们的分成比别人都多得多，遇上这样一个明星，谁又能不开心呢？饭后，夏西瑶抱着奈奈，顾心意开车，一家人整整齐齐地踏上了回家的旅程。明天就是奈奈入园上学的时候了，这种重要的时刻，夏西瑶说什么也不想错过。于是来的时候只有2人，回去的时候变成了一家人。也幸好顾心意当初签的是最高级别的自由合同，要不然像别的明星一样，哪里能这么自由自在的想干嘛就干嘛。就在顾心意一家人正在愉快的开车行驶在返回江城的路上时，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刚刚踏出拘留所的大门。刘倩看着空无一人的郊区马路，眼神阴霾，因为上次的事她被拘留了整整15天，如今再出来竟然没一个人来接她。公司已经与她解约，现在的她什么都没了。刘倩就这样站在路边，从档案袋中拿出刚刚才回到自己手中的手机，用力地按下开机键。她现在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顾心意与夏西瑶有没有因为上次的事件而闹得不欢而散。她相信一旦他们闹掰，没有顾心意的夏西瑶在娱乐圈这片浑水里将翻不起什么浪花。她既然已经完了，她绝不要让夏西瑶也好过。第97章幼儿园开学。第二天一早，顾心意与夏西瑶都起了个大早，与其他初次送孩子上学的父母一样，他们都是一阵手忙脚乱。哎，老婆大人，公主屋就别往里装了，奈奈会背不动的。娃娃带上，那个轻。奈奈下午放学就回来了，不用装那么多零食，给其他小朋友带的。好吧。昨天2人特意为小奈奈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卡通书包，如今小书包里面已经被夏西瑶塞得鼓鼓囊囊，就这夏西瑶还不满足，还在蹙着眉头发愁地看着桌子上的东西。顾心意站在旁边忍不住有些头大，他感觉夏西瑶有些小题大做了。奈奈是去上学，又不是去过年。2人又忙活了一会儿，才把还在熟睡的奈奈拖起来吃饭。小家伙眼睛都没彻底睁开，被动的让顾心意给他刷着牙，让夏西瑶给他整理着头发，直到坐到餐桌前，小奈奈的小脑袋都是一点一点的。饭后，顾心意和夏西瑶换上得体的衣服，一人抱着奈奈，一人拎着小书包，匆匆出了家门。现在都已经7点40，8点就要入园。等顾心意将车停靠在幼儿园旁边的停车场，3人下车后就看到江花幼儿园里已经和上次顾心意来时完全不一样了。初晨的阳光下，幼儿园门前热闹非常，到处都是带着孩子上学的家长们，就连幼儿园内都是彩旗飘飘，一副欣欣向荣的场景。这让顾心意都有些恍惚，他从7月穿越过来，到现在9月1号，仅仅快2个月时间，他好像就已经彻底融入了这里，也融入了一个父亲的角色。小奈奈这时也已经彻底醒了过来，她趴在夏西瑶怀里，好奇地看着幼儿园门口那些吧唧着嘴哭哭闹闹的孩子们。在她心里，那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小朋友们一点都不乖，因为爸爸说了，上幼儿园不哭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顾心意与夏西瑶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就抱着奈奈，随着家长大军们往幼儿园里面走去。幼儿园内
一个个幼师们正在迎接着自己班的家长和孩子。顾心逸没走多远，就看到了苏林和刘丹，正面带笑容热情地接待着孩子家长。苏林正笑着和一名家长说着话，他一转头就看到顾心逸与夏西瑶正带着小奈奈往自己这里走来。苏林与身边的刘丹说了一声，刘丹继续与家长们说着话，苏林赶紧迎了上去。心瑶爸爸，心瑶妈妈，你们来了，快这边来，一会儿等家长和孩子们到齐了，我们先去班级。这次见面，苏林连称呼都变了，从称呼顾先生变成了心瑶爸爸，这也代表着以后奈奈正式的成为了这个幼儿园中的一员。顾心逸点点头，跟随着苏林走到小三班家长群中。附近的家长友善地向他们两人打了招呼，还有一些家长见到他们两人时，眼中泛起一丝惊色，随后又转为喜意，明显是认出了他俩。与明星孩子一个班啊，还是最近话题最火热的顾心逸和夏西瑶。他们回去后与亲朋好友的谈资有了。不一会儿，家长们就带着孩子全员到齐，苏林与刘丹在前面领着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小三班教室走去。来到教室，孩子们都坐在小凳子上，家长们则被安排统一坐在后面。苏林和刘丹站在前面笑盈盈地自我介绍着：小朋友们好，我叫苏林，以后我就是你们在幼儿园的老师了，你们可以叫我苏老师。小朋友们好，我叫刘丹，你们可以叫我刘老师。下方小板凳上的孩子们明显没有认真听进去，他们晃动着小身体，还有的直接站起来跑到妈妈怀里，又被那位家长尴尬地提溜回小板凳上。小奈奈倒是很乖巧地坐在小凳子上晃动着小腿，大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台上的两位老师。然后顾心逸就看到坐在奈奈旁边的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忽然转头望向奈奈：我见过你，你是从手机里走出来的对不对？奈奈听到这话满脸骄傲：对啊，我爸爸很厉害的，他能把我放进手机里。胖乎乎男孩听到后撅起小嘴，不满地扭头看了自己的爸爸一眼，似乎在为他爸爸不能将他放进手机里而生气。但他很快又将胖乎乎的小脸扭回来，扬起小脑袋：我爸爸也很厉害，他会做好吃的，而且他特别能吃，我爸爸也特别能吃，我爸爸可以吃一头猪。两个小家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这个话题吵了起来。顾心逸饶有兴趣地听着，就连一些其他家长的目光都被两人吸引住了，直到他们听到那个小胖子大声喊出：我爸爸可以吃屎。家长群中一个胖乎乎的男人笑脸突然变得僵硬起来，他身边的美妇人偷偷捂着嘴笑。顾心逸的心也提了上来，他生怕下一句小奈奈就来一句更炸裂的。幸好小奈奈没有，他歪着小脑袋想了想，略带遗憾地说道：那你爸爸好厉害啊，我爸爸就不能。呼，顾心逸长长松了口气，然后欣慰地笑了，果然是贴心小棉袄，这保暖质量杠杠的。夏西瑶也偷偷地笑，因为他看到顾心逸刚刚紧张的都要站起来了。台上的苏林和刘丹还在努力地和小朋友们互动着，一直到迎新大会终于开始，他们俩才松了口气。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他们最辛苦的时候。迎新大会是江花幼儿园为了欢迎每一届新入园的小朋友而举办的特色活动，就在幼儿园那一片绿色的人造草坪上进行。家长们基本都是全程观看，由老师们带领着小朋友们玩各种游戏，方便他们之间更快地熟悉彼此。期间穿插着各班的儿歌表演。当小三班老师苏林和刘丹很快带领着孩子们唱起两只老虎的时候，其他班级的老师还在努力地教着自班孩子们儿歌呢。不少老师都看向小三班，听着那整齐的儿歌声，他们流下了羡慕的口水。他们也想要这么简单又朗朗上口的儿歌，来快速地教会小朋友们啊。夏西瑶站在顾心逸身边，看着与小朋友们一起唱着歌的奈奈，脸上升起了开心的笑容。他又扭头看向顾心逸的侧脸，杏仁眸子中满是柔情。第98章，小心翼翼。江花幼儿园迎新会结束，小朋友们都随着老师们回到教室，现在也到了家长们与自家娃分开的时候。顾心逸与夏西瑶躲在窗户后面，看着自家小奈奈，心都要碎了。只见奈奈再也没了刚来时的好奇与开心，现在的她小小的一只，坐在小凳子上，抱着自己小腿，长睫毛扑闪扑闪，大眼睛水汪汪，委屈巴巴的小嘴都瘪了起来。与其他孩子的大哭大闹不同，她就那样安静的乖乖坐在那，金豆子一滴一滴往下掉。这一幕看得顾心逸心里一阵阵心疼，她都有种想冲进去把奈奈抱回家的冲动。这幼儿园不上也罢。身边的夏西瑶轻轻拽了下她的衣袖，她转头看去，夏西瑶低着头，软糯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坚强：走吧，每个孩子都是要经历这一刻的。顾心逸沉默了一下，最终点点头。他又看了一眼教室中的奈奈，然后牵起夏西瑶的手往幼儿园门口走去。阳光有些刺眼，顾心逸的心情并不怎么美丽。舍不得看到奈奈委屈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他好像从小奈奈的身上跨过时光，看到了夏西瑶小时候的影子。夏西瑶小时候只会比现在的奈奈更难过吧？没有家人的陪伴，一个小小的人儿孤零零地坐在小凳子上，却安安静静，不吵不闹，
再难过也只能瘪瘪小嘴，无处诉说。奈奈不光眼睛像夏西瑶，就连她的性格都与夏西瑶有些相像。见微知著，让顾心逸难过的就是这点。夏西瑶小时候的性格只会比奈奈更加乖巧，与其说是乖巧，不如说是会小心翼翼的看人脸色，尽量让自己乖巧起来，以至于长大之后的她更显温柔如水，怯怯懦懦，好像对所有事都是逆来顺受。就如上次一样，就连她对他的爱都是小心翼翼的，甚至想要奉献出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自己的爱意。顾心逸此刻心里难受到了极点，他不想看他这样，他想让他活得更加自我一些。他想哭的时候就哭，想闹的时候就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顾心逸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只能牵着他的手回家。回到家后，两人的兴致明显都不是很高。顾心逸打开电视，随便点开了个娱乐节目，想要放松下心情。夏西瑶拿着手机窝在一旁，不知在和谁发着信息。电视里的娱乐节目很一般，顾心逸只是看了2眼便没有兴趣再看。他转头看向夏西瑶，对比电视，明显夏西瑶要更加养眼些。对比顾心逸刚传来那会儿，经过将近2个月时间的调理，现在的夏西瑶明显有肉一些了，以前那时候简直太瘦了。现在嘛，顾心逸看着穿着碎花长裙的夏西瑶，忍不住将她的小腿抓起放到自己大腿上架着，用手捏了捏她小腿肚子上的肉。很不错，触感很好。夏西瑶被顾心逸突然的动作吓得惊呼了一声，整个人都坐直了身子，有些慌张地看着他。你要干嘛？我是你老公，你怕什么？我只是看你有没有胖了些。结果很满意，果然胖了不少。顾心逸一脸震惊。夏西瑶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一眼顾心逸，难道他不上手就看不出来？不过这样双腿搭在顾心逸腿上半躺着的感觉，好像还真的蛮舒服的。夏西瑶又用警惕的目光看了一会儿顾心逸，发现他好像真的没有别的想法，这才又继续看起手机。顾心逸看着他那白皙的脚丫子还在不安分的乱动着，明显此刻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紧张。顾心逸继续一脸正人君子，一双手却在轻轻地揉着他的小腿肚子，舒服的感觉让夏西瑶连看手机的注意力都集中不了，他睫毛飞快地眨动着，却依然强装镇静地摆弄着手机。相反，顾心逸却是惬意得很。夏西瑶这小腿触感不要太好，真是腿完年系列啊！可惜这样享受的时刻没能持续多久，就到了该做午饭的时刻了。我去做饭了。顾心逸略带遗憾地缩回手，将夏西瑶的小腿放到沙发上，站起身说了一句，便往厨房走去。夏西瑶抬眸看着顾心逸走开，眼神也有不舍。想到午饭，他又想到了奈奈，不知道奈奈在幼儿园吃不吃得惯那里的饭菜，毕竟顾心逸做的饭菜可是真的好吃。小家伙的衣服什么的都是他给准备的，水杯、餐具包括被褥等都是幼儿园统一发放。夏西瑶正在想着奈奈，手中手机这时突然响起，夏西瑶回过神来看了一眼，是云姐打来的电话。刚刚他还在微信上和云姐聊着公司的事，现在怎么突然打来电话了？喂，云姐，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吗？夏西瑶接通电话，他知道云姐一般没有重要的事不会这样打电话给他说的。喂，西瑶，这边确实有点事情要问你，还有几天决赛第2场了，这次要邀请嘉宾驻唱，公司问你有没有意向的嘉宾，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会为你邀请一个自己公司的老牌歌手驻唱。夏西瑶听后沉默了一下，他放在身边的左手不自觉攥紧衣角。云姐，你知道的，这次关键词是情歌对唱，我有意向的人。你说的是顾心逸吧？云姐略显疲惫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夏西瑶抿了抿嘴没有说话。西瑶，你想好了吗？你知道顾心逸并不是个专业的歌手，对比那些老牌歌手的唱功和舞台表现能力，顾心逸没有任何优势。还有，这件事你和顾心逸说了吗？他答应了吗？听着云姐的话，夏西瑶抬眸看了看厨房里顾心逸忙碌的身影。云姐，你知道的。夏西瑶停顿了下，她并没有将话说完，她知道云姐懂自己的意思。你呀，总是让人那么心疼，这性格要改改多好啊。好，那公司那边我就帮你回绝了，至于顾心逸算了，你们2口子的事我就不跟着操心了。云姐只希望你能开心就好。云姐有些宠溺地说道。夏西瑶将小腿盘坐在沙发上，揉着刚刚被顾心逸揉过的小腿肚子，又望了一眼厨房里那个正在忙碌的背影，轻轻说道：会的。电话挂断，夏西瑶有些发呆，她心里其实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那就是我已经很开心了。第99章，老公。顾心逸正在专心择着菜，手中的菜叶突然就被一只玉手夺了过去，原来是夏西瑶不吭不声地走了进来。她认真地择着菜，就挤在顾心逸身边，没有去看他。闻着夏西瑶身上传来熟悉的清香味道，看着她不知为何通红的小脸，顾心逸笑了笑，将身子微微往一侧挪了挪，让2人站得更舒服一点。老公，那个哥，你有灵感了吗？正在切菜的顾心逸手一抖，差点切到自己的手指。
他不敢相信的支棱起耳朵，扭头看向俏脸已经红的似要滴出血来的夏西瑶。你叫我什么？听到顾心意的话，夏西瑶羞得快要将小脸埋进了菜盆中，摘菜的手也变得有些慌乱，将菜叶则成了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形状。他突然觉得顾心意好坏，明明已经听清了，还要再让他说一遍。老公。夏西瑶捏了捏手中的菜叶，像是这菜叶就是眼前的顾心意一样，但他还是努力的又说了一遍。这声老公听在顾心意耳朵里，犹如天籁之音，让他感觉自己整个身子好像一瞬间松软了下来。顾心意脸上瞬间笑成了花，就连声音都有些飘了。老婆大人怎么突然想起问哥的事了？就只是问问。让我想想。顾心意看着盆里那些已经被夏西瑶撕得乱七八糟的菜叶，仔细想了想，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夏西瑶会有这样的举动。想明白之后，顾心意目光闪烁了一下，神色变得有些复杂。对于夏西瑶能叫她老公，她自然是很惊喜的，就像上次在酒店中一样，她也盼望着这些惊喜。但这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她心甘情愿，但出发点不一样。她又在讨好自己了。顾心意突然有些想哭，这个笨蛋，每次表达爱意都要用这种方式吗？小心翼翼的，就像只被捡回家的流浪小猫，让顾心意很心疼，可她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夏西瑶等了片刻，也没等到顾心意的答复，心中有些慌乱。她想抬头看看顾心意，却又有些不敢。又过了一小会儿，夏西瑶感觉到身边的顾心意动了，下一秒，自己的身体突然被她搂在温暖的怀抱中，耳边也传来顾心意温柔的话语声：“我已经想到一首歌了，等吃过饭后，我写下来给你看好吗？”顾心意温热的呼吸打在耳边，夏西瑶身体僵硬了一下后迅速变软，这样亲密的举动让她腿有些软了。好。这个时候，她已经完全忘记自己该说什么了。顾心意只是轻轻抱了一下，就松开了夏西瑶。主要是这样软糯的夏西瑶太过诱人，她怕自己会忍不住想要欺负她。一顿午饭硬生生拖了1小时才做完。餐桌上，夏西瑶有些闷闷的，她小口小口的吃着饭，嘴巴鼓鼓。刚刚在厨房，她还有好多话没说，就被顾心意突如其来的动作打乱了思绪。可恶的顾呆子，现在还在对面笑。饭后，夏西瑶主动承担了卫生清理的工作，而顾心意则去了书房。她好像已经想到该怎么做了。虽然这样会让夏西瑶委屈一下下，但她相信这之后夏西瑶会很自然地喊出老公，而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夏西瑶洗过碗后就窝在了沙发上，她看着书房的方向发着呆，眼神中有些希冀又有些退缩，最后她抿了抿嘴，眼神中只剩下充满爱意的温柔。这一次等了很久，直到下午4点多，顾心意才拿着2张纸从书房走了出来。她看着夏西瑶突然有些发亮的眼神，握着驱稿纸的手不自觉用力了些。她小心翼翼的爱是那么让她心疼又无奈。顾心意强行扬起笑脸，走到她身边坐下。看下吧，情歌对唱嘛。我熟。夏西瑶接过顾心意手中的曲稿纸，她现在已经对她的创作能力见怪不怪了，一点也没有了之前的那种诧异。她只是快速扫了一下歌词与曲谱，就知道这首歌依然很好。顾心意在词曲方面好像从来都没让人失望过，她的词曲总是能让人沉醉其中。可是夏西瑶现在却没有心思想这些，她只是看了一眼手中这和关键词很贴合的情歌，眼睛就放在顾心意的身上移不开了。那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期待一目了然。可顾心意就像是没看见一样，她伸了个懒腰，眼神飘渺。夏西瑶咬了咬嘴唇，眼神中的期待化为失落。她又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歌词，又有些委屈。她想和顾呆子一起唱这首歌。这次决赛要邀请嘉宾的。夏西瑶抬头，手中捏着曲稿纸，声音轻轻：“老公，我没有驻唱嘉宾的。”顾心意身体颤了一下，心脏更是因夏西瑶这声轻轻的老公与她声音中透出的委屈狠狠地跳动了一下。她努力仰起头，不去看他，她怕自己一下子就会沦陷在他的温柔中。没事，这种事英海娱乐肯定会解决的。顾心意伸了个懒腰，用以掩饰自己的表情，她用淡淡的语气说道。夏西瑶咬嘴唇的动作更加用力，她低下头，不敢让顾心意看到自己眸子中已经升起的水雾。房间内一下安静下来，两人都不再言语。顾心意一直等着夏西瑶会开口，可等了好久，她依然没有说话。我先去接奈奈去了。顾心意深吸一口气，看了眼时间，她依然没有去看夏西瑶，直接站起身往门外走去。夏西瑶就这样看着顾心意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然后大门被关上，她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如之前坐在教室中的奈奈一样，瘪着小嘴，默默地掉着眼泪。不会哭闹的孩子永远没糖吃。顾心意突然想起这句话来，她倚在门框上，漆黑的眸子中透露着一些悲伤。来到江花幼儿园门口，顾心意没等多久，放学铃声就从里面传了出来。一排排小朋友跟随着自班老师欢快地来到家长等候区，顾心意也如愿接到了奈奈。对比早上，奈奈情绪明显好了许多，她的小脸上已经洋溢起笑容，
明显已经被苏玲和刘丹哄好了。这些幼师们哄孩子是真的有一套。当奈奈看到爸爸时，她迈着小短腿飞快地扑了过来。顾心义顺势将她抱起，并在她的小脸上留下一个香吻。奈奈又四处瞅了瞅，然后大眼睛一眨一眨，疑惑地看向自己的爸爸。爸爸妈妈怎么没来接奈奈啊？顾心义瞬间被噎住，他能说妈妈被爸爸欺负哭了在家吗？第100章，我有一首歌想唱给你听。回到家中，夏西瑶已经将晚饭做好。如今奈奈上了幼儿园，早上需要早早起床，晚上就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晚睡了。顾心义依旧如刚刚一样躲着夏西瑶的目光，他害怕一旦自己与他如水的眸子相视，自己就会瞬间心软下来。餐桌上很安静，就连奈奈都没有像往常一样嬉闹。小家伙似乎对父母之间的情绪很敏感，他不时扭头看看低头安静吃饭的妈妈，又看看一边默不作声的爸爸，然后他瘪了瘪小嘴，小身子不留痕迹地往夏西瑶身边蹭了蹭。爸爸坏，肯定又欺负妈妈了。于是吃过饭后，顾心义哄了好久，并悄悄地与小家伙再三保证他没有欺负夏西瑶，这才让小奈奈乖乖地上床睡觉。睡觉前当然少不了顾心义的日常睡前故事。顾心义等这一刻也等了好久，他偷偷看了眼躺在另一侧的夏西瑶，清了清嗓子，绘声绘色地给奈奈讲了起来。从前呀，有只很乖很乖的小白兔，它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小灰兔，但是小灰兔很懒。这年秋收，小白兔辛辛苦苦收获了5颗胡萝卜。有一天呀，小白兔上门去找小灰兔玩，就看见小灰兔正饿着肚子，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小白兔看到自己喜欢的小灰兔要饿肚子了，他就毫不犹豫地送给小灰兔1颗胡萝卜。小灰兔获得1颗胡萝卜后，开开心心地跟小白兔说：“你真好。”听到小灰兔的话，小白兔也很开心。之后每过几天，小白兔就要去找小灰兔，然后送给他1根胡萝卜，直到最后小白兔自己只有1根胡萝卜了。这一天，小白兔又上门来找小灰兔，小白兔看着手中最后1颗胡萝卜，又看了看自己的好朋友小灰兔，他知道这1根胡萝卜再送出去，自己就要饿肚子了。讲到这，顾心义停顿了一下，他又看了眼依然安静地躺在一侧的夏西瑶，然后轻轻刮了一下小奈奈鼻子。奈奈，如果你是这个善良的小白兔，你会害怕失去这个最好的朋友，将手中最后的胡萝卜再次送给小灰兔吗？小奈奈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正安静地听着故事。听到爸爸问自己，她皱了皱小鼻子，想了好一会儿，才用稚嫩的语气说道：“能分一半吗？这样小白兔和小灰兔都不会饿肚子了。”顾心义笑着揉了揉小奈奈的脑袋说道：“当然可以，奈奈真聪明，但爸爸想告诉奈奈，小白兔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她应该把心里想的告诉自己的朋友小灰兔，而不是害怕失去小灰兔，而去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他。”小奈奈懵懵懂懂地看着自己的爸爸，她觉得小白兔很善良，很可爱啊。夏西瑶身体微微颤了颤，咬了咬嘴唇，眼中又泛起一丝委屈，她也觉得小白兔没有错呀。顾心义又亲了亲奈奈的小脸，小白兔很好，但她忘记了自己啊。她心里只想着小灰兔，但她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啊。好啦，小奈奈该睡觉了，要不明天起不来床，老师可是要打屁屁的。顾心义将床头灯关上，慢慢地哄着小奈奈入睡。不一会儿，小家伙就睡着了。安静的房间中只有3人轻微的呼吸声，而顾心义却没躺下，他就这样静静地靠在床背上，睁着眼睛默默看着这漆黑的夜。他在等夏西瑶主动找他。夏西瑶心里也很不平静，她一直在想着刚刚顾心义讲的故事，再温柔的女人都会的一招。夏西瑶脸红一片，直接从刚刚的主动变成被动，哼了一声，整个人压在顾心义的身上，想要阻止他的大手继续行动。顾心义暗暗偷笑，对灯发誓，他真的没想乱动，他只是想将手给抽出来。现在好了，被禁锢在夏西瑶的衣服里了，这次是真抽不出来了。顾心义闻着夏西瑶身上的清香味道，只能单手抱住她的身子，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好啦，快起来吧，我保证不乱动。夏西瑶丝毫不为所动，依旧这样压在他的身上，只是闷闷的声音从顾心义的胸前响起：“你还没有答应，要不要和我去参加比赛呢？所以这就是你不起来的理由？”看着赖在自己身上耍赖的夏西瑶，顾心义有些想要发笑。笨蛋夏西瑶，你这到底是奖励还是胁迫哦？就算老婆大人不说，我也会和你一起参加啊。听到顾心义的话，夏西瑶猛地从他胸前抬起头，瞪着杏仁眸子，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所以你就是故意的？哼。顾心义恋恋不舍地将手抽出来，摊了摊手。顾呆子。下一秒，顾心义腰间的软肉就被一只小手掐住，撕轻点声会将奈奈吵醒的。顾心义龇牙咧嘴的轻声说道，他有点怀疑人生了，原来再温柔的女人都会这一招。他看抖音上那些有老婆的男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本来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坏人。夏西瑶瞪着眸子，声音放低，这个坏人就知道欺负他，不这样做老婆大人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呢？
我可不想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都看到一个委委屈屈、小心翼翼的老婆大人啊。夏西瑶撅起小嘴，又有些心疼的轻轻抚摸着顾心意腰间的软肉。就算这么说，那也改变不了他欺负自己的事实。顾心意再次伸出双手，将夏西瑶抱进怀里，让两人紧贴在一起。只是奈奈现在上幼儿园了，我跟你去参加比赛，还是要找个人临时来照顾奈奈。夏西瑶听着他的心跳，眼神渐渐软化，他只是想了想，便轻声回道：先麻烦乐乐过来照顾奈奈吧，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还要在一起练歌，去公司录音室比较好一些。说完后，他停顿了一下，又轻轻叫了顾心意一下。顾呆子，奈奈现在也上幼儿园了，是不是该有她自己的小房间了？夏西瑶埋着头，耳朵红红。顾心意点点头，表示认同。等这次回来，我就把侧卧收拾出来，给奈奈做一个小公主房，到时候哄奈奈的事就拜托你了。夏西瑶只是用头轻轻磕了一下顾心意的胸膛，没有说话。顾心意寻思了一下，继续说道：还有车，一直说买车都没怎么抽空去买，明天我再联系一下之前的那个销售吧，再买一辆，接送奈奈上下学也方便。还有房子，我们需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了，不过这个就需要等老婆大人赚钱来实现喽，毕竟我是个全职奶爸嘛，嘿嘿。说是全职奶爸，但顾心意现在是真的忙，动漫题材他一直在写，再有10天第1季就能完结，歌曲还是他写，就连比赛他现在都要作为驻唱嘉宾参加了。顾心意笑着打趣了一下，不过他确实觉得房子该换了，这个房子只有2个房间，现在侧卧还在被他当作书房用呢。明天陶乐乐来了，他还得把侧卧先收拾出来。夏西瑶轻声嗯了一声，然后抬起脑袋，飞快又在顾心意唇上亲了一下。谢谢你啊，顾呆子。他一直想跟他说声谢谢，直到现在他才终于说出口。真想谢。那再叫声老公来听听。顾心意看着一处极离的夏西瑶，眼含笑意，期待地说道。这让夏西瑶又有些脸红，她飞快地从顾心意身上爬起来，像是竞走一般，脚步匆匆往卧室走去。顾心意的耳边只传来一道极为微弱的声音：该睡觉了。好吧。顾心意摸了摸鼻子，反正今晚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意外惊喜，他已经很满足了。翻坐起身，顾心意也迈步走进了卧室，回到床上，再次将夏西瑶搂在怀里。小奈奈被两人无情地抛弃在一边。黑暗中，顾心意满足地闭上眼睛准备睡觉，然后就听到怀里的娇妻轻轻叫了一句：老公，这个夜再没有遗憾了。第二天早上，夏西瑶睁开眼的时候，顾心意已经不在床上了。她轻轻拉开被子，就看到自己身上乱糟糟的睡衣，真是个色呆子。夏西瑶皱了皱好看的鼻子，脸色泛红。她又看了眼时间，已经早上7点半了。夏西瑶看着还在熟睡的小奈奈，果断地将她拎了起来。小奈奈又是被迫营业的一天，小家伙之前养成的习惯，现在只能慢慢改变了。顾心意将早餐端到了餐桌上，就看到夏西瑶拎着小奈奈从卧室走了出来。她笑意盈盈地看着已经将睡衣整理整齐的夏西瑶，早赶紧洗漱吃饭吧。夏西瑶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以示回应，就带着奈奈进去洗漱去了。温柔的夏西瑶娇憨起来，有一种不一样的韵味啊。吃过饭，顾心意送奈奈上学，夏西瑶联系陶乐乐，各司其职。陶乐乐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对于过去照顾小奈奈，他是举双手同意的。这么可爱的娃，他巴不得天天搂在怀里撸呢。等顾心意回来的时候，陶乐乐已经出发往车站去了。这个小助理的行动能力，顾心意和夏西瑶也开始忙活起来，收拾侧卧，联系销售订车等各种事情。顾心意对车子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能开就行，他又没有什么商务会谈，于是只是让 4S 店销售给他随便推荐了一款，要求就是有现车，明天就能提车。时间过得很快，顾心意与夏西瑶收拾好侧卧后，两人还没休息多久，时间就已来到了中午。夏西瑶也接到了陶乐乐的电话，他已经到了江城车站。第103章娱乐圈的态势。安排好家里的一切，二人便驱车赶往魔都。再次来到魔都，这次只有顾心意与夏西瑶夫妻2人。顾心意有些感慨，原世界自己一个单身狗都没这么忙的，没想到这一世做个全职奶爸，出门的次数倒是这么多。早上的时候，夏西瑶就把比赛用的歌发给了云姐，云姐照常拿着歌曲去找公司的录音团队去制作背景音乐并注册版权。两人到达魔都，只在公寓中稍稍休整了一下，便再次启程来到了鹰海娱乐大厦。两人轻车熟路的来到11层，云姐已经等在这了。离得多远，云姐就看到两人一直牵在一起的手，她脸上不由浮现出笑意。她又仔细看了看夏西瑶的俏脸，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只有3天时间没见，但这次夏西瑶回来，她感觉夏西瑶有些不一样了。那是种从内散发出来的明媚，是夏西瑶以前从未有过的状态。看到这样的夏西瑶，云姐心里暖暖的。她陪伴夏西瑶那么久，一直都很心疼这个小妮子，也知道夏西瑶待人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没想到最终让夏西瑶变化的会是他最初看不上的顾心意，这就很好啊。云姐，夏西瑶和顾心意来到云姐面前，齐声喊道。云姐点点头，她看着眼前这对如神仙眷侣般的小夫妻，目光柔和。回来了，现在就要直接练歌吗？压力很大，我毕竟不是专业的歌手，还是要尽快的练习，到时比赛不至于唱得太差。顾心意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虽然他自信自己的声音可以，也不至于跑调，当初一生有你能够爆火也是因为这一方面，但他在唱歌专业程度上确实不如职业歌手，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这次比赛他可能要拖下西瑶的后腿了。我相信你们不管唱得怎样，西瑶都是会很开心的，所以不是西瑶开心就行吗？夏西瑶听着云姐的话，脸蛋微红，握着顾心意的手也紧了一点。顾心意笑笑，这个说法他同意。三人说着话，一起走进录音室。夏西瑶从包里将曲稿纸取出，放在曲谱架子上。顾心意与夏西瑶开始专注起研究歌来。两人对待歌曲时都是非常的认真，这一点两人非常相像。这是两人第一次对唱情歌，夏西瑶眸子一直都闪动着璀璨的光，和顾呆子唱情歌，这种感觉真好。夏西瑶看着曲稿纸上的歌名还有歌词，心里还有些小紧张。这上面的歌词和他心里一直想对顾心意说的话一样，江海共余生，余生皆是你。而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往后余生。顾心意得益于对这首歌比较熟悉，所以刚开始两人练习的时候，他明显比夏西瑶要熟练许多，甚至有些地方还能教导夏西瑶。可到了后面，顾心意就彻底服气了，只是练习了几次，夏西瑶就明显比他唱的好多了，特别在气息的转换和对曲调的把控上面，直接拉了顾心意一大截。于是到后面的时候，又变成夏西瑶来教导顾心意。整整一下午时间，两人都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得益于夏西瑶的教导，顾心意明显比刚开始好了许多。但顾心意感觉练歌什么的是真累啊，从1点到5点，他感觉自己的嗓子都要冒烟了，而且特别当一首喜欢的歌被自己唱了无数次后，真有点听觉疲劳。他有些心疼地看了眼夏西瑶，从这就可以看出前面那些歌夏西瑶是用了多大的努力才能练习的那么好。都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这样，最后还是夏西瑶看出了顾心意脸上的疲惫神色，率先停止了今天的练习。顾心意松了口气，他忽然感觉自己这个全职奶爸简直不要太轻松了。与夏西瑶和云姐从录音室中走出来的时候，顾心意握着夏西瑶的手，悄悄在她耳边说道：老婆，你真辛苦。夏西瑶眨眨眼睛，没有回答。她并没有感觉到多辛苦，以前唱歌的时候比这可辛苦多了，只是这句话从顾心意口中说出来，她就感觉心里异常甜蜜。这时碰巧又有人从录音室中走出来，与顾心意三人打了个照面。顾心意抬头看去，是一个披着坎肩，看起来很是雍容的女人，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低着头戴着眼镜的小助理。这女人只是瞥了三人一眼，然后轻哼一声，错过身去，率先往电梯处走去，脚下高跟鞋踩得哒哒作响。毛病，自己三人好像并没有惹到她吧。顾心意本来还感觉这女人有些脸熟，就是忘记了在哪见过，就被这女人的姿态搞得挺猛。她转头看向云姐，疑惑问道：这是和西瑶有什么矛盾？云姐忙摇摇头，看着电梯处已经消失的女人，苦笑了一下：哪有什么矛盾，这女人叫丽娜，也是公司的顶级歌手。你们俩呀，只顾着恩爱，哪里还有心思管娱乐圈的事？娱乐圈这个锅就这么大，现在又出了你们俩天天霸占着热搜，他们少了许多流量，多少会对你们有些怨愤。这个丽娜就是西瑶刚加入公司时，她就有些看不上我们家西瑶，到现在她是从看不上变成有些嫉妒了吧？听到云姐的话，顾心意这才想起自己在哪见过这个叫丽娜的女人。之前看电视的时候，那经常穿插的广告好像就是她拍的。这点确实要注意一下，娱乐圈这块蛋糕就这么大，他们占得多了，别人就占得少了，自然会吸引仇恨。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每个行业都是一样，优胜劣汰，顾心意自然不可能因为这事害怕。而且当初之所以选择英海娱乐，是因为英海娱乐主打的就是培养歌手，造星能力强。而另外两个盛世娱乐在歌手这方面比较佛系，虽然同为3巨头之一，但他们主打的是影视行业的发展，演员比较出众。另一个天美娱乐就不说了，同为3巨头，他们的名声最差。夏西瑶是个纯粹的歌手，英海娱乐当然最适合。不过当初就算英海娱乐真的容不下夏西瑶，他也不是没有办法，毕竟还有猥琐发育一项可以选择吗？第104章决赛前夕，临近新歌会决赛第2场，网友们对于这一场比赛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上次夏西瑶的一首喜，如今还挂在各大平台的热搜上居高不下，原因不仅是大众的点击率高，还离不开各大网红的争相翻唱，特别在许多音频直播频道，这首喜
好像已经成了检验主播唱功的一个标准了。可是不管有多少网红在翻唱着这首歌，网友们始终认为最美鬼新娘非夏曦瑶莫属，没有人能在喜这首歌中打败夏曦瑶。有人更是将这届新歌会出现的歌拿来与以往几届新歌会的歌对比了一番，结果他发现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届新歌会不止夏曦瑶演唱的歌比前几届高上不少水平，就连其他歌手为了不输的那么难看，拿出的歌都比以往强了太多。于是网上又一则帖子出现，细数顾欣逸创作的几首宝藏歌曲，娱乐圈口水歌时代将被终结。帖子里面从最初的一生有你开始，到起风了，再到最后的喜，细细讲了这些歌的出现打破了哪些记录。虽然这些歌的正式专辑还未在华音平台出现，但他们的播放量与点击量却有目共睹。帖子的最后总结成一句话，可以预见，一旦夏曦瑶首张专辑出现，那必是个首歌都登上华音新歌榜的存在，就连金曲奖也未尝没有可能。这则帖子一经出现，立刻获得了无数好评，所有人也不禁更加期待起第二场决赛，顾欣逸到底会给夏曦瑶再写上怎样的一首歌。要知道，这场比赛是可以邀请驻唱嘉宾的，很多人都在猜测着夏曦瑶到底会邀请谁。大多数人都觉得夏曦瑶肯定会邀请一名老牌歌手，因为这是关乎冠军归属的一场比赛。而顾欣逸他毕竟不是歌手，肯定比不上那些老牌歌手。娱乐圈嘛，懂得都懂，水浑得很。为了赚钱，再完美的夫妻都会为利益而让道。但也有一些人，特别是顾欣逸和夏曦瑶的粉丝，他们内心其实还在隐隐期待着夏曦瑶会邀请顾欣逸，毕竟两人从出现在大众视野到现在，展现出来的都是在为对方着想着。他们期待娱乐圈能出现这样一对不随波逐流的情侣，来让浑浊的娱乐圈有一方净土。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顾欣逸和夏曦瑶并不知道，他们这些天每天都在早出晚归，刻苦地练习着歌曲。因为有夏曦瑶的指导，顾欣逸的演唱技术也在飞速上升着。9月7号，新歌会决赛第二场正式开启。一直到现在，观众们都不知道夏曦瑶与苗安云邀请的嘉宾到底是谁，节目组为了保持悬念，更是没有透露出关于这方面的一点信息。比赛现场，魔都体育馆前早已人山人海，除了现场的观众，更多的来自各个公司的记者，人数比以往任何一期都要多得多。新歌会的决赛第二场啊，很有可能决出冠军的一场比赛。而且这期是情歌对唱，关于驻唱嘉宾的人选问题在网上早已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在猜测着这两大娱乐巨头公司会不会在这一场请出自己公司的歌坛大腕来。毕竟根据以往经验来看，拿到新歌会冠军就相当于拿了一张进军一线歌手的入场券。为了保持神秘感，任超早早的给体育馆大门前的记者们安排上了专属的采访区，而驻唱嘉宾早在节目组的安排下悄悄潜入了后台，留给记者采访的只有夏曦瑶和苗安云两个已知的参赛选手。晚上7点，云姐陪伴着夏曦瑶在门前现身，这一出现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欢呼。不一会儿，苗安云与她的小助理也出现在了门前，同样迎来一阵欢呼声。这次是夏曦瑶复出以来第一次接受正式采访，一众记者眼中都散发出如狼般绿油油的目光，他们争先恐后的包围过来，都想拿到第一手资料。夏曦瑶女士，请问您这次邀请的驻唱嘉宾是谁？一会儿演唱时你们就知道了。夏曦瑶摇摇头，俏皮的回答道，她自然不会说这是节目组3令5申的。夏曦瑶女士，您能说一下平时您和顾欣逸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吗？这个可以说，夏曦瑶脸上露出一抹微笑，和别的夫妻一样，没什么不同的。问到这个问题的记者一愣，这回答跟没回答有啥区别？随即他又将话筒指向苗安云，请问苗安云选手，上一场比赛您输了，请问这次您有信心扳回一局吗？苗安云看了一眼身边的夏曦瑶，笑了笑，我会努力的。夏曦瑶是个很强劲的对手，与这样的对手比赛让我受益匪浅。记者再次无语，好吧，你们俩统一号话术的吧？合着自己这俩问题相当于没问。这时又有一个记者提问道，夏曦瑶女生，请问您对网上的顾欣逸提高个整个华语乐坛的水平这个热点话题有什么看法？夏曦瑶眨了眨眼睛，在她心里顾欣逸就是最好的，别人怎么说我不知道，在我心里顾欣逸就是最好的词曲家。芜湖，这期的流量有了。问出这个问题的记者咧开了嘴，夏曦瑶这个说法很刚啊，虽然他说了是在他心里，但这也无疑是在向众人说顾欣逸就是最好的词曲家。随后又有几个记者问了几个问题，夏曦瑶与苗安云看时间差不多了，随便应付了一下便进入了体育馆中。记者们也随着他们进去而快速散开，对于今天采访的内容，他们是又满足又遗憾。满足的是今天收获了不少干货，遗憾的是到底还是不知道两人的驻唱嘉宾是谁。现场观众们也在这时陆陆续续排队进场，不一会儿场馆里就座无虚席。随着体育馆大门关闭，
璀璨的星河在场馆上空升起，漫天的星光缓缓散落舞台。新歌会的开场曲也在此时响彻整个场馆。决赛第2场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第105章，我们只是老了，又不是死了。对比前面观众的紧张激动，后台此刻却是一片祥和。夏曦瑶与苗安云两个绝美的女人，正如闺中好友一般，小声地聊着天。她们不知聊到了什么，目光瞥向顾星逸这边，脸上都带着些笑意。而顾星逸正与一个年约40多的男人说着话。这个男人，就连对娱乐圈不是很熟悉的顾星逸都听闻过，老一辈的天王巨星刘天王。看见这个天王时，顾星逸心里都想苦笑。这是他第一次比赛，对面竟然将这尊大佛都请来了，当真是看得起他。虽然刘天王不在巅峰期，但他可是当初的4大天王之一，能够被网友们称为天王的，其实力和影响力可想而知。特别在粉丝的号召力方面，那更是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而刘天王此刻他对顾星逸的感官也很好，他在顾星逸做出《一生有你》那首歌时，就知道了顾星逸这号人。那首歌也是刘天王在目前所有歌中最喜欢的一首，特别是那首歌的旋律和歌词，让刘天王感觉这应该是自己这一代人才能写出的歌。可事实上，这首歌却是年纪轻轻的顾星逸做出来的。想到这，刘天王不禁有些感慨。他看着面前温文尔雅的顾星逸，笑道：“真没想到年轻一代会出现你这样一个怪物。说实话，现在的娱乐圈啊，真让人看不懂。我们这些老一代的歌手落幕之后，新生代的那些歌呀，我真是听不来。直到听到了你的那首《一生有你》，我才发现，原来年轻人中还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人才的。”顾星逸挠了挠脑袋，这次见面，他也发现这个天王的脾气是真好，而且人也没有架子，比他以前见过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明星好太多了。刘天王这样说真是太折杀我了，您是前辈，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呢。顾星逸很谦虚，这样的天王值得人尊重。哈哈，小顾，年轻人太过谦虚也不行啊，实力就是实力。我像你这么大时，还在底层默默无名的挣扎呢。刘天王的笑声引得另一边2名今天的女主角侧目。苗安云目光微闪，她也是第一次与刘天王合作，但她与刘天王在一起聊天时，明显会感到有些拘谨。可对面那个男人此刻却在与天王谈笑风生，这就是实力，也是人格魅力。而这个男人年龄不过与他相仿，真的很厉害。苗安云收回目光，看向身边的夏曦瑶，她此刻在看着那边的顾星逸，眼神里满是温柔。这一刻，苗安云真的有些羡慕他。这时，舞台上陈雪儿已经上台，她照常介绍了一下这场比赛的2名选手，夏曦瑶与苗安云，又将评委导师们邀请坐上评委席。接下来才真正到了万众瞩目的时刻，选手上台。在工作人员的通知下，苗安云与夏曦瑶迎着灯光缓缓走上舞台。2人今天穿的都是节目组提前设计的一身连衣长裙，不同的是夏曦瑶穿的是白色的，胸前带着朵小小的金色玫瑰，而苗安云穿着的则是一件金色的，胸前带着白色的小玫瑰。一人如邻家少女，朴素动人；一人如王室公主，雍容大气。2人走在一起，乍一看给人一种不一样的美感，但看得久了，却又好像殊途同归，都是各自领域极致的美。2人一上台，立刻收获一阵欢呼声。陈雪儿再一次和这2人站在一起，心中也是很感慨，这俩人给自己的压力是真大啊！欢迎我们今天参赛的2位选手上台，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今天驻唱嘉宾。首先，欢迎苗安云的驻唱嘉宾刘天王上台。这一场比赛由苗安云率先演唱，所以率先揭开神秘面纱的驻唱嘉宾是苗安云的驻唱嘉宾刘天王，而夏曦瑶的驻唱嘉宾还会是个谜题，只有在他演唱时，观众们才会知道。这也让观众们纷纷在心里暗骂：节目组是真狗，真能藏。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观看新歌会的体验。在陈雪儿宣布苗安云的驻唱嘉宾是刘天王时，不少观众们都异常震惊，那可是刘天王啊，他们青春时期的偶像。不少观众都激动到不行，他们纷纷拿起手机，开始给亲朋好友们发送着信息：快看新歌会，刘天王来了！这也导致很多原本没有关注新歌会的人都前来纷纷助阵，一时间直播间弹幕铺满了屏幕。30多岁中年大军前来报道，刘天王无敌！泪目，没想到刘天王都来了，这苗安云怎么输？有一说一，我就不认识刘天王，这是谁啊？一看楼上就是未成年，刘天王都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很火吗？我只认识夏曦瑶与顾星逸，都叫天王了，你说能不火吗？我们这一代人只是老了，不愿意多上网了，又不是死了。支持刘天王，支持苗安云，无敌！这就是天王的影响力。他们的粉丝虽然大都开始与生活对线了，但一旦天王出现，他们的青春回忆也随之回来了。舞台上，夏曦瑶与主持人也在此时退到了后台，将舞台交给苗安云。聚光灯下，
刘天王从台后缓缓走上舞台，他热情地向着现场观众们挥舞着手。即使年龄已经到达40多岁的他，面貌依然保养得很好，而且更给人一种成熟的魅力。这让台下不少观众顿时疯狂，他们纷纷热情地挥舞着手中荧光棒来欢迎这位老牌天王。音乐声也在这时开始响起，伴随着轻柔的音乐声，漆黑的舞台上方星光点点落下，形成了一片星空。后面大屏幕上也缓缓出现了这次他们要演唱的歌名，在星光下与你相拥。随着星空的出现，穿着黑色西装的刘天王轻声唱起，他的声音有些沧桑，但是沧桑中又带着些独特的味道，令人着迷。观众们纷纷闭上了眼睛，认真倾听着，直到一段歌词结束，刘天王将目光转向苗安云。悠扬的音乐声中，苗安云与刘天王对视，拿起话筒也缓缓开口，他的声音干净又清脆，如银铃般进入众人的耳朵里。好听！这首歌上来就将观众们吸引住了，两人的对唱成功将他们带进了一片星空下，而星空下是一对情侣正在热情相拥。星光点点的舞台上空，这时一个个由星光汇聚而成的星形图案也缓缓出现，配合着音乐，让观众们心中不自觉想起了与爱人拥抱时的场景。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直播间的观众，都在这一刻沉醉在了爱情的海洋中。就连后台的顾心意都闭上了眼睛，慢慢品味着这首歌。到底是天王，他将这首歌的韵味完完全全的唱了出来。论唱功方面，顾心意真的是自愧不如，但他也不是很怯场，他相信他的歌同样不差。夏西瑶也是同样的感觉，在他心里，只要顾心意在，和他一起演唱，他就不会畏惧任何人，就算天王也不行。第106章往后余生。苗安云与刘天王的一首在星光下与你相拥，彻底唤醒了观众们的爱之魂。现场一对对情侣们在星光组成的一个个星形图案下纷纷相拥在一起，而那些单身狗们只能眼含羡慕的口水，抱住了坐在一边的兄弟，互相安慰。这哪是什么情歌对唱比赛，这明明是杀狗大会。直至半空中那些闪闪的星光消失，音乐声落幕，刘天王与苗安云对着观众们深深鞠了一躬后，身形渐渐隐没在黑暗中，退下舞台。即便两人已经退场，台下的荧光棒依旧还在整齐划一地挥舞着。顾心意看着迎面走来的刘天王，心中感慨万分。这就是天王的能力，也是天王的影响力。他刚穿越来的时候还以为这个世界的歌也就这样，现在他才知道，原来是原主的见识太过浅薄，以前老一辈所在的乐坛是与现在不一样的。正如那些中年粉丝大军们说的一样，他们只是老了，又不是死了。老一辈艺术家退到幕后之后，他们只是忙于生活了，但真的当这些人再次出现的时候，这些粉丝大军们也相应的出现了。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真的值得敬仰。直播间的弹幕此时也在疯狂刷着屏，刘天王的出现让不少人都热泪盈眶，而他对这首歌的轻松驾驭也代表着天王的实力。泪目，好久不见，刘天王，再见，刘天王。听完这首歌，我又要去和生活对线了。大家有没有发现，顾心意和老一辈的艺术家好像啊？他们创作的歌都是那么好，这就是传承。华国总是这样，总有人在每一个领域最低迷的时候挺身而出，顾心意就是这样。确实，我也是个中年人，之前娱乐圈的歌都是什么？直到顾心意出现之后，我才再次听歌，就是不知道夏西瑶的驻唱嘉宾是谁啊？难受，我真的好希望是顾心意啊，不可能是他。娱乐圈懂得都懂，苗安云都请天王了，想来夏西瑶也不会拆。为什么不可能？我真心觉得夏西瑶和顾心意他们和其他人真的不一样，有啥好吵的？看下去不就知道了。一群杠精。嘘，开始了开始了。在网上还在激烈讨论的时候，夏西瑶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舞台上，她一袭白色的连衣裙，胸前金色的小花，配上她脸上洋溢起的幸福笑容，让观众们一阵恍惚。这样幸福的表情是他们刚刚在苗安云脸上不曾见过的，这才是真心拥有爱情才会有的表情。苗安云与刘天王对唱时，虽然他们唱得很好很好，但那种恋爱时才有的眼神他们没有，他们本就不是情侣，自然不会像情侣那样自然。而夏西瑶却不一样，她现在这个眼神明明就是恋爱中小女人才能有的眼神。看到夏西瑶这样，不少观众们心中微微颤抖，难道真的会是她吗？舞台上灯光渐变，一道道温馨的灯光突然出现，伴随着灯光，一片片粉色的玫瑰花瓣从空中洋洋洒洒落下。紧接着大屏幕上歌名出现，往后余生。作词作曲编曲依然是顾心意，但当观众们看到演唱的名字时，他们的心突然抖了一下，然后就升起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直播间的弹幕刚刚停息了一会儿，这时又突然刷起。我就说吧，他们不一样，不愧是我粉的人，他们就是不一样，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
演唱顾心意、夏曦瑶，娱乐圈的一股清流啊！兄弟们，我木了！仅仅一个名字就把我震撼住了，这就是夏曦瑶。听说娱乐圈水魂，对不起，不存在的。情歌对唱，当然要情侣才行啊。夏和顾，他们真的没让我失望。他怎么敢的？不怕输吗？你是瞧不起我家的顾心意？虽然那个崽种犯过错，但是他是真改啊，而且他的名气也很大啊。不管观众们是什么反应，此刻的夏曦瑶，她只是眼中带着柔情的目光，转身紧紧看向后台入场处，那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缓缓出现，轻柔的音乐也在这时响起。温馨的灯光下，顾心意穿着一身黑色西装，胸前同样带着一朵金色玫瑰，迎着夏曦瑶深情款款地走来。台下的观众与正在看着直播的观众都张大了嘴巴，他们是第一次见到这样身穿正装的顾心意，而且还是这么清晰的画面。这个家伙穿着正装，真就还挺帅的。前奏声渐渐落下，在一片玫瑰花雨中，顾心意拿起手中话筒，轻声唱起：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唱到这，顾心意已经缓步走到了夏曦瑶身前，他放下话筒，面带温柔地看向夏曦瑶，抬起手在她鼻尖轻轻点了一下。妈了，单身狗们彻底妈了！杀狗大会一次不行，又来一次，还一次更比一次强。有女朋友或者老婆的观众此刻脸上洋溢起笑容，他们看向身边的人，学着顾心意的动作，在对方鼻尖上轻轻点了一下，随后两人会心一笑。没女朋友的单身狗们只能看着身边五大三粗的兄弟欲哭无泪，这动作他们怎么都做不出来啊！夏曦瑶脸色微微红，她仰头看他，满眼都是他。他同样举起话筒，温柔的歌声再次响起：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一束束灯光闪耀，粉色的玫瑰花雨中，星光点点再次升起，一点点星光打在夏曦瑶的身上，在她锁骨上点上淡淡光晕，忽闪忽闪，美的让顾心意眼神都沦陷成了极致的温柔。夏曦瑶清澈温柔的声音响起的一刹那，观众们就已彻底沦陷在这歌声中，不仅是观众们，就连导师们以及后台的苗安云与刘天王，他们都眼神微闪，笑意温柔。专业的到底是专业的，在顾心意演唱时，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他眼中的温柔与舞台氛围，但夏曦瑶一出口，人们就立刻被拉进了歌声中。观众们皆感觉这歌声如一阵阵酥麻的电流划过全身，让人止不住陷入了往后余生的美好中。如果说刘天王和苗安云唱的是爱情的现在，那么顾心意与夏曦瑶唱的就是爱情的未来。现在与未来皆是完美的爱情，让人陶醉。第107章，目之所及，一切皆是你。台上两人西装与长裙，在漫天花雨中，又在漫天星光中牵起彼此的手，面向台下观众。所有观众都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痴痴地望向台上那仿若神仙眷侣的两个人。这样的爱情真好，他们也很想要啊。伴随着音乐声，夏曦瑶再次举起话筒，这一段由他先唱。他目光如水般盈盈，带着笑意望着身边的顾心意，轻启朱唇。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顾心意牵起夏曦瑶手，往舞台前走了一步，在观众的一片呆滞中，他突然将她拉入怀中，目带笑意亲吻她的额头。夏曦瑶小嘴微张，整个人显得娇憨无比。他也没想到顾心意会这样做，这是他的临时起意。对于这首歌，顾心意感触最深。原世界每当他听到这首歌时，他就会想象着以后陪伴自己的那个人究竟会是怎样的。现在他知道了，那个人就是夏曦瑶。顾心意彻底沉浸在歌声中，唱着这首歌，他好像已经看到了他和他的往后余生。顾心意拿起话筒，像是在对夏曦瑶温柔诉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此时所有正在观看新歌会的观众们，已经没人在意顾心意究竟唱的怎样了，他唱的有没有刘天王好，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全部沉浸在台上唯美的画面中，沉浸在往后余生美好的爱情宣言中。目之所及，一切皆是你。往后余生，我只想要你。时光如水，总是无言，只要你在，便是晴天。评委席上，几名导师也纷纷动容。人们都说唱功，但再好的唱功，也只是为了让听众们更好的全身心与歌共鸣。顾心意虽然唱功确实略逊一筹，但他做到了共鸣这二字。导播室中，任超捂着胸口，他已经不关注现在显示器上那暴涨到极点的数据了，他更在乎的是，他真的在现在这种娱乐圈氛围下看到了如此二人。
虽然他早已知道夏西瑶邀请了顾心意做驻唱嘉宾，但真当他们站在舞台上时，这份激动，这份震撼，是任何一对临时拼凑的组合都带不来的。这是种从内而生的感情，让人迷恋。而现在各大直播间里，弹幕统一飘屏着往后余生尽皆是你，更有无数对情侣暗自决定，他们结婚时一定要在婚礼现场对唱这首歌，这才是情歌对唱的魅力。后台，刘天王看着台上如王子搂着公主般的二人，脸上带着笑意，眼眶微微浸湿，他突然觉得自己来这一趟值得了。娱乐圈后继有人，再也不会被人诟病了。舞台上，顾心意一只手揽着夏西瑶的腰，一只手带着她轻轻旋转了一圈，两人重新并肩站定，面向观众。他们一起举起话筒，看着彼此，目露爱意。合唱开始，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音乐声落下，两人最后一个尾音结束，现场突然爆发出如雷般掌声，他们既被感动到，又无比的羡慕，佳人良人不过如此，亲一个。不知台下谁喊了一声，下一刻所有观众齐齐呐喊起来，亲一个，亲一个。夏西瑶脸色愈加红润，台下那么多人让她无比羞涩。顾心意扭头看向台下这些看热闹的观众，拿起话筒放在嘴边，忽然问道，亲一个。台下立马起哄起来，观众们纷纷尖叫。然而狡猾如顾心意，她脸上带着贱嗖嗖的笑容，再次说道，想得美，要亲也是回家再亲。嘘！观众们受不了了，齐齐嘘了一声，现场气氛也因此更加热烈起来。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笑了起来，他们纷纷化身陆地剑仙，弹幕瞬间铺满屏幕。好你个顾心意，等死吧呀你！切，好像谁想看你撒狗粮似的。不亲就不亲，凶什么凶？略，顾心意，你到底行不行啊？就是，不行直说，换我来。楼上的，你这算盘打得我在千里之外就听到了。顾心意，哎，曾经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我才发现，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亲下去。可兄弟们，他说他回家亲，我木了。顾心意没有再管台下观众们的鬼哭狼嚎，他笑意温柔地看着娇羞的夏西瑶，想了一下，将胸前金色小玫瑰取下，戴在了她的发梢。点缀之后，夏西瑶一下更美了，如她梦中的新娘一样，让她眼中喜色更浓。台下的观众立刻又吃了满嘴狗粮，一个个嚎叫得更加欢快。幸好主持人陈雪儿在这时快步走上了舞台，忙安抚起现场的观众，这才将台下观众激动的心情安稳住。之后，苗安云与刘天王也被请上舞台，四人并肩站在舞台上，看向导师席。此刻到了导师点评投票环节，首先点评投票的依旧是高宇。他看向台上的四个人，突然有一种无从下嘴的感觉，想了半天，最后他苦笑一下，才终于开口，这一场比赛让我点评，比杀了我还难。话刚出口，就引得台下观众一阵爆笑，他们也都理解，台上这是什么组合啊？一个天王，一个现在最牛逼的词曲家，搁谁都要马找。不过作为专业的评审导师，我还是要说说我的看法。首先，刘天王和苗安云，你们的对唱连我都自愧不如。刘天王本就是前辈，实力自然毋庸置疑，但苗安云今天给了我很大的惊喜。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就算与天王在一起同台对唱也毫不露怯，这就很好。其次是顾心意和夏西瑶，你们二人我没法说，因为我也被歌曲带进了你们所憧憬的幸福之中了，舞台效果更是满分。如果不知情的人看到，肯定会以为这是婚礼现场了吧。高宇说到这，停顿了一下，脸上又泛起挣扎苦笑。这一场比赛对观众们来说是盛宴，对他来说是真正的修罗地狱。他到现在都还没决定好投票给谁。此刻，现场所有观众的目光都集中在高宇身上。高宇整个身子松垮了一下，还是决定了下来。我这一票投给苗安云吧，因为我是个专业的导师，站在演唱的专业角度上，苗安云与刘天王明显要更胜一筹。高宇投完票，整个人都松了下来，倚靠在椅背上。这投票真是让他心累，比开一场演唱会都累。天知道他内心纠结了多久。第108章投票拉锯战。投票环节一直都是现场的气氛最紧张的时刻。台上的四人倒是面色如常，台下的观众们却是屏住了呼吸，他们似乎比当事人还要紧张，因为他们心里都有自己支持的选手。直到高宇一票投完，现场观众席间才传来些许嘈杂声音。对专业的导师来说，高宇投的票没有错，可对于观众们来说，他们更能与顾心意与夏西瑶的往后余生产生共鸣。很多人都有些失望，但他们没说什么。
高宇点评的确实没有错。顾星逸虽然努力练习了几天，但他的专业程度对比刘天王还是逊色了一些。第二个投票的导师轮到了薛小千，他也是一脸为难，在导师席上想了半天，最终他终于做好了决定，深吸一口气，看向台上4个人。我的看法可能与高宇导师有些不同，我觉得歌曲是人们倾诉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人们都是在歌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共鸣点。专业的歌手之所以能带动观众氛围，正是因为他们的演唱能够与人们共鸣，而今天晚上顾星逸与夏曦瑶在这点上无疑是做得更好，所以我这次的投票依然选择投给夏曦瑶。当歌曲深入人心时，在我心里，夏曦瑶与顾星逸就已经赢了。薛小千一口气说完自己的看法，这才长长吐出一口气。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听众自然有1000个感受。在面对2首来之不易的好歌时，薛小千选择了从心。票数再次来到1比1平，所以观众更加屏住了呼吸。这一晚结果究竟会如何，到现在谁的心里都没有底。如果要说此时最轻松的，当属台上的4人，他们心里此刻都觉得无论输赢，自己已经尽力了，尽力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答复。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天意。现在台上的4人就是这样的心态。轮到第3位导师陈奕迅投票，他没有先点评，而是先站起身来，向台上4人率先鞠了一躬，才满怀感慨地开口。说实话，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关注华语乐坛了，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错了。原来华语乐坛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衰败。今天我在这里见证了2首绝美情歌的出现，也见证了新一代与老一代碰撞出的火花。如果就2名选手的发挥与歌曲来说，这一票我会投给夏曦瑶，但若是加上驻唱嘉宾的表现，我还是选择苗安云和刘天王。我同意高宇的看法，我作为一名专业的歌手，自然会更倾向于专业性较强的组合，所以我的这一票投给苗安云。陈奕迅话音落下，台上的顾星逸无奈地笑了笑，果然最终还是他拖了夏曦瑶的后腿。对比刘天王，他在演唱的专业程度上面自然比不上。这一票投完，票数也来到了2比1，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盯上了刘若英，导播的镜头也拉近，适时的给了刘若英一个特写。当镜头拉近，所有人突然愣住了，因为他们看见刘若英正在偷偷的抹眼泪。作为以前的情歌天后，刘若英对情歌的感触最深，她被夏曦瑶与顾星瑶展现出来的那种的美好爱情感动了。当她看见镜头已经对准自己，她这才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于是忙又擦了擦眼睛，脸上挂起一丝笑容。对不起，我失态了。这一票我投给夏曦瑶，我没什么点评的话语，我只想说，你们这首歌感动到了我。看着台上面带真挚感情的刘若英，夏曦瑶与顾星逸同时对刘若英鞠了一躬。特别是顾星逸看着导师席上那熟悉的面孔，心里别提有多大的感触了。这个世界的刘若英与原世界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她有一首成名曲还没出现，也不知在这个世界究竟会不会出现。顾星逸心里有些黯然，总觉得那首歌如果不出现的话，对这个世界都会是一种遗憾。4名导师的投票此时都已结束，2比2平。接下来观众表现的时间到了，大屏幕上实时投票开启，只见现场的观众们纷纷拿出手机，紧张地给自己喜爱的选手投上属于自己专属的那一票。这一时间，就连各大直播间的弹幕都消失不见，所有关注新歌会的人们都纷纷点开投票按钮。新歌会的投票只能实名制，1人1票，所以目前这种情况，他们的每一票对于比赛的结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观众们来说，这就是一场不一样的战争，自己喜爱的选手能不能获胜，完全要靠他们。于是不少人都开始呼朋唤友，各个群里也都在积极的为自家小主拉着票。夏曦瑶、顾星瑶、顾星逸亲属群以前的这个小群，现在已经发展成了5个大群。潜水已久的群主小红此刻罕见的跳了出来，手机屏幕敲到冒火，疯狂的让群友们通知各自的亲朋好友，给夏曦瑶拉着票。而在网上，一些许久未见的账号也纷纷出现，他们都是人到中年与生活对线的大军，他们也在此刻收到了消息，他们是为刘天王而战。这是一场新生代粉丝与老一代粉丝的较量，也是新王与老王的较量。大屏幕上两方的实时支持率都居高不下，咬得很死，而且还在一直增加，比以往任何一场比赛都要持久。观众的投票一时陷入了拉锯战，两方的支持率都在你追我赶。这一刻，就连无数媒体都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大屏幕的支持率。他们赛前万万没想到顾星逸的能量会这么大，竟然都能与刘天王竞争1-2了。虽然天王老了，那也是天王啊。他们本以为夏曦瑶选择顾星逸做驻唱嘉宾会是个错误，结果现在这种情况狠狠地打他们的脸。到底是从什么时候顾星逸开始有这个人气的？他们仔细想了想，猛然发现，好像在不知不觉间，整个华语乐坛现在爆火的歌就是顾星逸创作的。这个载种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占据了华语乐坛的半壁江山。虽然这段时间热搜一直离不开顾星逸，
但大多都是他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比如家暴事件，比如约战事件。这些事将他创作歌曲的闪光点悄无声息地掩盖了下去。直到此刻，所有人才回味过来，抛开这些事，他们现在听的一直都是顾欣逸的歌。恐怖！察觉到这一点的媒体们纷纷咽了口水，他们突然发现华语乐坛可能要变天了。一旦顾欣逸创作的这几首歌做成专辑，在华音上线，那届时的榜单他们不敢想象，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屠榜。想到这，他们不自觉地又将目光放到新歌会舞台正上方的大屏幕上。他们知道，一旦这次夏曦瑶获胜，那就代表着娱乐圈的天从此刻开始就真的要变了。第109章，各方反应。这届新歌会是历史以来人气最高的一次，这一刻不只是观众，就连整个娱乐圈的目光都聚焦于此。盛世娱乐、英海娱乐、天美娱乐以及各大中小型娱乐公司，此刻他们的高层全部都汇聚在各自公司的会议室中。媒体察觉到的事情，他们又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到？早在之前，他们就开过一次会议，但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认为顾欣逸有能力能改变娱乐圈的态势。但现在不一样了，新歌会上，顾欣逸那恐怖的人气无疑在向他们说明，顾欣逸已经有接近天王的实力了。虽然他的履历不够，但人气已经初具规模，与天王相比，他或许就差那么一个契机。华国娱乐圈自从四大天王渐渐隐退之后，已经没有人能有这样规模的人气，顾欣逸是第一个。可笑的是，他还不能正经算是一个圈内的人，一个一直游离在娱乐圈边缘的人物，却有这样的人气，这才是最可怕的。英海娱乐会议室，一群高层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大屏幕，上面播放的正是实时直播的新歌会现场。导播镜头在此时转向了顾欣逸，杨宪本来平静无波的眼神中也出现了一丝波澜。他还依稀记得不久前，顾欣逸单枪匹马闯到魔都来，问他要了一份看似不可能的顶级合同。那时的杨宪只觉得顾欣逸是一个有才华、有胆识又有能力的青年才俊，可他没想到，这才仅仅过去2个月，热搜就似他家的后花园一样，想进就进，华语歌坛也被这个男人支配，最近爆火的歌全是他的。杨宪深吸一口气，不知该喜还是该忧，树大招风啊！经此一遭后，夏曦瑶与顾欣逸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了，就连自己公司现在都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蛋糕就这么大，你想全吃了，让别人怎么办呢？杨宪眼神闪动着，他看着大屏幕，手指不自觉地敲击着桌面。会议室中，比杨宪心情更复杂的，当属坐在下方的杨丞琳。之前的御姐如今再见，竟已消瘦了一些。他望向大屏幕上的顾欣逸，眼神有些复杂。自上次和他通过电话之后，杨丞琳再也没有联系过他，因为聪明如他，自然听出了顾欣逸电话中的刻意疏远。这段时间，他也明白了自己的心思。他承认他是有那么一些爱慕顾欣逸的，也许是从第一次接到顾欣逸的时候，也许是顾欣逸在办公室里唱只要平凡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顾欣逸让他心动了。也是这样一个有才华、性格好的男人，很难不吸引人的注意，他也不能免俗。但他又知道顾欣逸只属于夏曦瑶，所以他再没有打扰他，而且刻意避开了他的消息。现在再次见到顾欣逸，他比以往更加耀眼了，也更加吸引人的目光了。他与夏曦瑶的感情明显也更加深邃了。杨丞琳低下头，苦笑一下，有些不敢再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爱慕上了这样一个有家室的人，只能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此刻的盛世娱乐如英海娱乐一样，所有高层都集中在会议室中，坐在首位的正是盛世娱乐的董事长田心池。对比英海娱乐会议室中的严肃氛围，盛世娱乐氛围明显轻松了许多，就连田心池脸上那胖胖的肥肉都随着他呵呵的笑声而颤动着。田心池一边笑着，一边扶了扶他鼻梁上那金丝边框的圆形眼镜。这样才有意思吗？出来个顾欣逸，将乐坛原本死寂的水池子搅一搅，很好啊。反正老子又不是侧重在音乐上，影视才是咱们公司的发家方向。哈哈哈！房间里的高层们听到这话都笑了起来。坐在田心池左侧的一个董事立刻奉承道：“还是田董事长手段好啊，请出个天王，让所有人都看清顾欣逸的实力，输了也不吃亏，让其他公司头疼去吧。赢了也是我们盛世娱乐的苗岸云赢了，我们自然高兴。”哈哈，赢了皆大欢喜，输了也是小赚，高招啊！田心池眨动着睿智的绿豆眼，赞赏地看了身边的董事一眼。千穿万穿，唯有马屁不穿。田心池心里舒服极了。你顾欣逸可以小赚，但我田心池永远不亏。此时最难过的当属天美娱乐了。这届新歌会随着他们公司2匹黑马相继被淘汰，本来天美娱乐以为没他们什么事了，可现在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个顾欣逸让所有人都乱了阵脚。他们一想到以后乐坛上榜的歌有可能将全部都会是顾欣逸创作的，他们心里就闷得慌。天美娱乐的会议室中，此刻死气沉沉，董事长柳高更是阴沉个脸。
谁能告诉我刘倩是个什么情况？顾心意又是从哪冒出来的？一个退圈2年的已婚女人，硬生生被他一人捧了起来。柳高心很累，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国外谈项目，并没有太关注国内的事情。结果他没想到自己这才离开多久，家都要被偷了。一众高层面面相觑，他们哪知道这个怪物一样的家伙是从哪冒出来的？他们只知道那几首歌是真的好听啊！看着一个个默不作声的高层领导，柳高顿时火冒三丈，一个个猪队友，一个个只知道纸醉金迷的家伙，真是安逸日子过太久了，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了。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将事情原本的始末调查清楚，这件事不搞清楚，谁也别想离开。还有，给我联系水军，不管花多少钱，这一场必须让苗安云和刘天王赢，不能让顾心意成功坐实有机会进军下一任天王的名头，将影响力搞到最小。另外，再出去个人，明天联系顾心意，试探一下他的反应，就说我们要约歌好了。柳高一口气说完，再次将目光投向大屏幕。他看着屏幕中顾心意的那张笑脸，怎么看怎么觉得刺眼。除了这3巨头之外，各个中小娱乐公司也在这时都行动了起来。他们有的选择与顾心意交好，释放自己的善意，有的与英海娱乐一样，选择了在他还未彻底起来之前扑灭他的气焰。一时间，整个娱乐圈内暗流涌动。而现在最平静的当属新歌会现场了。新歌会现场安静一片，所有人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屏幕上的实时支持率，他们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因为大屏幕上2人的支持率竟在此时罕见地保持着持平状态，就很离谱。第110章，娱乐史上绝无仅有。所有观众，包括导师、选手们都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此时的大屏幕。持平了？这怎么算啊？两边的支持票数竟然来到了相同的数字，这放眼整个新歌会历史，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毕竟观众的基数庞大，基本不可能有这种情况。时间还在1分1秒的过去，可票数好像就这样定格住了，两边好像都再没有任何一张票了。投票规定的时间也要临近尾声，现场观众不自觉地吞咽了口水。难道这场比赛会以这种方式告终？就在大家觉得是已至此时，忽然大屏幕上夏西瑶的支持票数突然跳动了一下，票数持平了将近5分钟，时间仅剩下1分钟，夏西瑶陡然多了1票。现场在此刻顿时传出一阵惊呼声，他们的心情就像在坐过山车一样，此刻已经将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心中的紧张也到达了极点。难道夏西瑶真要赢了？大屏幕上倒计时已经开始，60、59、58。这一刻，不管是现场的观众还是直播间的观众们，他们都止不住的随着大屏幕上的倒计时而整齐的倒数着数字。紧张，刺激，难道今天顾心意真的能在比赛中赢过老牌天王吗？这样逆袭的场景是很多人心中的最爱啊！此刻的比赛好像已经和夏西瑶与苗安云没太大关系了，他们更想知道的是顾心意与刘天王谁的人气更高。就在大家激动的已经倒数到40的时候，突然苗安云的支持票数也小小的跳动了一下，现场再次爆发出一阵惊呼声，又打平了。可事实却超出了大家的预想，苗安云的票数跳动了一下后，没有停顿几秒，又再次跳动，1票、2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匀速上升着。这明显反常的一幕让现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这些投票的人太有纪律性了，压根就不是粉丝能做出来的事。这样专业的投票涨幅就像是流水线工作一样，让人内心感到别扭。观众们还有些不明所以，台上的导师和选手，还有后台正在观看的任超，此刻心中却明白了，这是有人请水军了啊！任超握了握拳头，这是第2次了，第2次有人在他的节目上搞事，关键他还无可奈何。以前都没有发生过的漏洞，这一届新歌会全部显现出来了。他在邀请选手的时候，就与他们各自的公司签过条约，不能刷票。可现在有人公然刷票了。任超知道这必不可能是盛世娱乐做的，因为毁约的代价比苗安云夺冠取得的收益要大得多，而且这才是决赛第2场，冠军归属还不一定花落谁家。英海娱乐更加不可能，夏西瑶是他们公司的选手，剩下的就是天美娱乐和那些中小型娱乐公司。任超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的打算，这是有些人不想看到顾心意上位啊。任超虽然明白了过来，可他无可奈何，他只是个导演，还奈何不了这些公司，就算是他本人背后的公司，依旧奈何不了这么多的利益集团。这就是娱乐圈，这该死的娱乐圈真的无可救药。任超一拳打在身前桌子上，咬着牙说着，随后他闭上眼睛开始进行深呼吸。好不容易将自己的情绪抚平之后，任超眼神趋于平静，他像是做出了某种重要的决定，从口袋中拿出手机打通了公司的电话。前面的舞台上，观众实时投票率结果已经出现，苗安云以领先几千票的优势
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可他与刘天王脸上却没有任何欣喜的表情。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胜利，简直是对他们歌手身份的侮辱。原本紧张万分的现场罕见的冷场了，下方观众们全都愣在原地。若说后面出现个几票或者几十票逆袭，他们都不稀奇，总会有人晚点，但这种大规模统一频率的票数也太奇怪了。直播间内更是已经有人发言质疑了，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事，他们也不是傻子。什么情况？我刚刚心脏都提到嗓子眼了，突然给我来这个，又是黑幕，不应该啊！苗安云又不是没有获胜的可能，还有几十秒呢。我相信刘天王的品格，节目组也不会蠢到这种地步，估计是有人搞事了，请的水军。那这怎么算？还能怎么算？输了就是输了，我们还能多看一场。楼上的话不能这么说，这投票明显不正常啊，那夏西瑶就活该输呗。罢了罢了，看结果吧，看节目组会怎么说。结果已经出现，不管怎样，作为主持人的陈雪儿都要宣布。他有些无奈地拿起话筒，刚要开口，便看见导演任超从后台匆匆走了上来。任超上来后，对着陈雪儿小声说着什么。陈雪儿听后，如释重负地将话筒递给任超。任超接过话筒，对台上4人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随后转身面向观众：“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节目组的导演任超，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主持。现在比赛结果已经出现，虽然投票期间有所波澜，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但事实就是如此。”任超看着台下观众，语气认真地说着，导播也适时将镜头切给他，直播间也安静下来，都想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对于后面多出来的那些观众投票，我想很多人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我们节目组的失误，也是娱乐圈的失败。作为节目组的导演，今天没能看到夏西瑶选手夺冠，我感到很可惜。但是苗安云选手能够获胜，我也很开心，因为他们的表现在我看来都值得获得这次比赛的胜利。至于结果，这场依旧是苗安云获胜，在我心里，他们俩都是冠军。任超说完这段话，台下观众席也传来些嘈杂声，不过这嘈杂声很快便消失。他们虽然对这票数有些不爽，但他们对苗安云和刘天王的实力还是认可的。待现场再次安静下来，任超才继续说道：“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事情，就是这届的新歌会到此结束。很抱歉没能带给大家良好的观看体验，我们以后一定会将比赛机制完善好，下一届的新歌会将不会再出现任何问题。这届比赛虽然没有产生冠军，但我相信真正的冠军在大家每个人的心中。”任超郑重地说完这一段，然后向现场面带惊愕的观众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才带着歉意地看向台上4人。台上4人皆对着任超笑了笑，他们对任超能做出这个举动都感到有些钦佩，毕竟不是哪个人都有勇气能做出这样决定的。新歌会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没有冠军，甚至节目都没播完，这是整个娱乐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它是最失败的一个节目，也是最成功的一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让大多数人都知道了顾欣逸这号人物，节目上也出现了多首能够屠杀榜单的好歌。对于观众来说，虽然遗憾，但他们心中的冠军已经存在了。第111章，赛后，魔都体育馆后台，工作人员正收拾场地，忙忙碌碌。顾欣逸4人与任超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不禁有些唏嘘。一个好好的节目就这样结束了，前些日子的盛况几人都历历在目，真没想到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局。特别是任超，此时已略显颓废，这个节目是他的心血，现在说没就没了，往后估计再也看不到如这届一样激动人心的比赛了。这时4名导师也收拾好，走了过来。薛小千貌似与任超比较熟悉，他看着耷拉着身子的任超，拍了拍他的肩膀：“任导，放宽心，这次已经这样了，以后多注意点，将规则做到更好就行了。”任超苦笑一声，摇摇头：“哪有这么容易？这次啊，因为我强行终结比赛，违约金就将这次的收益全部亏空，我这个导演的位置能不能保得下来都是问题哦。”啊，这么严重？薛小千听后一愣，明显不知道事情竟然这么严重。任超摆摆手，似乎不愿多说这个。虽然这次有可能他的饭碗都要丢了，但他不后悔自己这样做。在场的几人听到这话，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顾欣逸牵着夏西瑶的手，他看着已到中年的任超，心里不由更加佩服他的勇气和品格。这样的选择，一般人真的很难做出。任超也发现了此刻场上因他而起的尴尬气氛，忙又面露笑容说道：“哎，你们该聊什么聊什么，不用在意我的事，我这事不是还没定下来吗？”任超本人这样说着，几人才从尴尬的气氛中走出来。年纪较大的刘天王率先打开话题，他看向顾欣逸笑道：“这次来给我最大的惊喜可是你啊，我都可以预见以后的华语乐坛顶峰少不了你顾欣逸一个席位。”刘天王眼神中满是欣赏，让顾欣逸都有些难为情。他哪里有什么厉害的地方，那都是原世界前辈们的功劳。
顾心义还没说话，薛小千就跟着说道：“对啊，刘天王这话没问题。顾心义，你这么厉害，不知道以后我有没有那个荣幸找你要歌啊？”场上几人听到薛小千的话都有些异动，全部两眼一亮的看向顾心义。他们作为老牌歌手，自然也想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好歌。他们是不缺歌，但却缺少精品歌。他们自然知道顾心义这家伙的厉害之处，他的歌基本都是精品。顾心义看着几人如狼似虎般的眼神，忙摆摆手：“几位都是前辈，可别折杀我了。以后若是有需要，我可以尝试一下。”那就这么说定了。夏西瑶弟妹可不能吃醋啊！顾心义这才发现，这个薛小千就是一个自来熟。他话刚说完，薛小千就脸带笑意的紧接着说道，顺便还带上了夏西瑶，拉近关系。夏西瑶脸色微红，他的手道现在都还在顾心义的手里呢。听到薛小千的话，他忙摇摇头：“不会的。”顾心义他创作歌曲一直都有他自己的主意。本来薛小千只是开个玩笑，见夏西瑶回答的这么认真，他一愣，紧接着几人都笑了起来。真没想到，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夏西瑶，现实就会是这样一个温柔娇憨的人。几人围在一起又说笑了一会儿。在分开之前，几名导师包括任超，甚至就连刘天王都加上了顾心义的微信。而苗安云他没有去加顾心义，但他也有了夏西瑶的好友。经过这2次比赛，他们俩已经挺熟了。一行人出了体育馆，分道扬镳。其实按照往届的习惯来说，在节目全部结束后，是要大家聚在一起喝顿庆功酒的，庆祝节目圆满结束。可这次因为节目的意外，庆功酒会自然没了。苗安云坐上公司的保姆车时，正好从车窗里看到了夏西瑶与顾心义说着话，一同上了车。然后他们的车在他前面从停车场驶离。看着前面已经消失在出口的车子，苗安云目光有些闪烁。他其实挺羡慕夏西瑶的，他觉得夏西瑶又有实力，性格又好，人又漂亮，最关键的是她还有个好老公。刚刚在一起说话时，场上那么多老牌歌手，还有一个天王，但是他们的话题始终都是围绕顾心义转的。他和夏西瑶同为比赛选手，但很明显两人的身价不一样了，原因就在于夏西瑶有顾心义，而他自己背后只有个侧重于影视方向的公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他也一样。这次新歌会意外结束，他回去之后又要继续在3线歌手的位置上挣扎了。这次比赛结束，夏西瑶又有的要忙了。两人刚刚回到公寓，云姐怀里就抱着一堆文件走来，里面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制作专辑、跑通告、推专辑、粉丝见面会，各种事情一大堆。清闲的日子好像离他越来越远。当顾心义看到这厚厚的一叠文件，都忍不住替他揉了揉太阳穴。夏西瑶与云姐坐在沙发上，安静的翻看着。顾心义没有打扰他，转身去了厨房。这是他的事业，只要他开心就行。云姐，这几个广告帮我推了吧，另外2个可以接，但是要确定一下产品的真实性，而且要在专辑发行之后，我才会有时间去拍。夏西瑶一边看着，一边皱着眉，从中抽出几张广告邀请，凡是有一点瑕疵的广告都被他挑了出来。云姐从桌上拿起这几张广告，仔细看了看，然后脸上带着一丝担忧：都拒了吗？这里面有2个广告商是公司的大合作伙伴，如果拒了的话，我怕公司里有些人会有意见。云姐，不用多想，拒了吧。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没问题的。而且别忘了，到时专辑的版权也要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一切按合同办事，他们英海也吃不了亏的。夏西瑶还未说话，听到云姐话声的顾心义就手拿锅铲，倚在厨房门框上说道：他和英海娱乐就是合作关系，又不是签了卖身契，管他们那么多干嘛？听到这话的云姐和夏西瑶同时抬头。云姐看到顾心义这副自信的模样时，她点点头。既然正主2夫妻都要拒，她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夏西瑶则是心里暖暖的，只要有顾心义在，她就有什么好怕的呢？第112章剧本完成。第2天双休日，魔都的事情结束，顾心义便返回了江城。如今夏西瑶的事情多了起来，他要赶紧将陶乐乐这个临时奶妈换回去。作为夏西瑶龙虎大将中的一员，顾心义可不能让他跟自己一样变成了娃奴。顾心义到达家里的时候，陶乐乐正窝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小奈奈，看着动画片，两人都笑得见牙不见眼。桌上还摆放着一大堆零食，这让顾心义额头都横起了3根特大号的粗线。听到开门声，沙发上的两人一起转过脑袋。小奈奈在见到顾心义的第一时间就咧开嘴，笑着从陶乐乐怀里孤涌下来，扑到了顾心义的怀里。顾心义顺势将她抱起，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一刻他总觉得奈奈又胖了一些。陶乐乐也站起身子，看向顾心义，一副邀功的神色，那样子好像在说：你看吧，不管是西瑶姐还是小奈奈，我都能养得白白胖胖的。顾心义无力吐槽，只能用真挚的话语说道：大功臣，回去吧，你的西瑶姐现在需要你。听到顾心义的话，陶乐乐顿时掐腰，不可一世，觉得自己棒棒的。然后他快速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昂首挺胸，对已经呆愣在原地的顾心义挥挥手，潇洒离去，
只留给顾心意一个无敌的背影。试了服役去，深藏功与名，扯得吧？不用送的吗？顾心意嘴角略微抽了抽，他看着陶乐乐的背影，仿佛听到了冥冥之中有首歌响起。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最终，顾心意还是抱着奈奈追上陶乐乐，驱车将他送到了车站。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顾心意终于空闲了下来。这段时间，他除了每天接送奈奈上学，就是在家研究《一人之下》的剧本，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居家好男人。而夏西瑶也越来越忙碌，他这段时间除了在公司录歌，就是跑通告做宣传，反正一天到晚基本没有什么空闲时间。这也导致他只能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给顾心意打去一个视频电话，两人在视频里诉说着每天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琐事。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夏西瑶的顶级合同问题，鹰海娱乐里有些人确实颇有微词，特别在夏西瑶拒绝了一些商业活动时，背后这些议论声更大了起来。不过还好的是，这些议论声都被夏西瑶最近带来的热度压了下来，而且公司董事长杨宪他也明令禁止了公司的闲言碎语，按照他的说法，一切依据合同来就好。9月份注定是不平凡的1月，夏西瑶的宣传做得很成功，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夏西瑶新专辑的消息。专辑里包含了起风了、勇气、花海等一系列在新歌会上出现过的歌曲，据说还有一首新歌是观众们不曾听到过的，这也让网友们无不期待专辑的上线。而夏西瑶的微博也适时的更新了，这张专辑将在10月1日晚8点正式上线华音平台。因为夏西瑶的热度实在太大，本来准备在10月1号这天发布新歌的一些其他歌手，只能纷纷更改时间，他们表示没办法，争不过就很难。夏西瑶的出现打破了华语乐坛的平衡，大家都知道原因，可目前谁都无可奈何，他背后除了鹰海娱乐，还站着一个怪物一样的男人。顾心意早在回来的第2天就收到了好多公司的邀歌信息，其中就有天美娱乐，他们开出的价格也很诱人，但顾心意并没有理会。夏西瑶的专辑上线在即，他是傻子，这时才会帮其他人写歌。不管娱乐圈现在如何的风起云涌，如何的暗流涌动，顾心意的生活都很平静。9月20号，顾心意终于将《一人之下》第1季的剧本完完整整的创作了出来。疯子那边之前就打过电话来询问过进度，如今终于可以给他一个完整的剧本了。第2天一早，顾心意将奈奈送到学校后，便联系好陈峰，驱车前往之前他所在的那个工作室。虽然同在江城，陈峰的工作室离他家有一段距离，顾心意花费了40多分钟才再次来到这个熟悉的商业大楼。6楼，陈峰早就等候在公司中，当顾心意拿着厚厚的档案袋推门而进时，便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住了。这真是之前那个潦倒不堪的工作室吗？上次他来时，遍地的啤酒罐和空旷的房间给了他很大的印象，可如今这间工作室里，窗台摆放的几盆绿植绿意盎然，崭新的办公桌排放的整整齐齐，2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岗位上忙忙碌碌。陈峰一脸笑容的将手臂搭在了愣在门前的顾心意肩膀上。兄弟，咋样？可以吧？是不是有模有样的？顾心意扭过脑袋，定定的看着陈峰，突然说了一句：你把家底掏空了。陈峰挠了挠脑袋，一脸憨笑，忙拉着顾心意往里面办公室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小声说着：嘘，小声点，掏空家底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我也难啊。你看着的这都是表面工作，实际上等动漫一旦开始制作，我身上的钱都可能不够。顾心意皱皱眉头，有些疑惑的说道：疯子，你不会打肿脸充胖子吧？好吧，你本来就够胖的，面子工作可要不得呀。说吧，你究竟准备了多少钱？500万。什么？顾心意以为自己幻听了，他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引得房间内的工作人员都齐齐看向他。还好他一直戴着口罩，好像没人认出他来。小点声，我知道这钱太少了，但我父母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500万是给我最后的机会了。老顾，成败在此一举啊，我的未来可都砸在你身上了。顾心意嘴角抽搐，他用一种怀疑人生的目光看向陈峰。500万还嫌少？还有可能不够？疯子，你是不是接下来想跟我说，如果失败了，你就只能回去继承你家那价值过亿的全国连锁超市了？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你大爷。第113章，陈峰的绝招。顾心意觉得之前的自己肯定是脑抽了，才会觉得陈峰可怜。推开门，两人进入办公室。顾心意坐到椅子上，用幽怨的眼神看了一眼陈峰。不是我说你，疯子，你一个富二代，怎么就能被2个小瘪三给欺负了？听到顾心意说这个，陈峰也正色起来。他一边给顾心意倒着热水，一边说道：我被骗了，是我自己的问题，和我家里有没有钱无关。而且虽然我将王军骂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但其实他确实挺有本事的，专业能力可以，家里情况也不错。说完，陈峰喝了一口水，苦笑一下：老顾，
你也知道，骂人的时候只想着怎么贬低对方，其实他也没有我说的那么没用。顾星逸听后也点点头，这是陈峰说的在理，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这他支持陈峰的观念。所以，那你说的500万还不够，是什么情况？顾星逸这段时间只研究了动漫剧本该怎么写，他对制作动漫的详细情况还不是很了解。陈峰看着顾星逸认真下来的神情，他脸色也郑重起来，当即和顾星逸解释起来：老顾，你不了解动漫这个行业，这是个很烧钱的行业，只一部普通的动漫成本就在1000万左右。一部动漫的出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前期需要策划、剧本、美术设计、场景设计、角色设计等等一些专业性人才进行设计。等等，顾星逸将陈峰即将脱口而出的长篇大论打断，他光听到1000万时，脑袋就有点嗡嗡的。他知道做动漫挺费钱，但没想到这么烧钱。现在陈峰又给他扔出这么多专业性的东西，他哪里搞得懂？他是个穿越人士没错，但他又没有穿越人士必备的系统，哪里会这么全知全能？疯子，简单点说，整这么专业，我可听不懂。其实就是选定合适的剧本，而且这个剧本必须符合公司和电视台制定的要求和标准。国漫为什么落后？就因为国内要求比较严格。陈峰挠了挠脑袋，选择了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说着。剧本审核通过后，再考虑观众与市场的诉求，制作相应的动漫。制作动漫时，先要将角色形象、服装、性格、声音等确定下来，然后制作出符合动漫观感和氛围的音乐。这2步做完，才能正式开启更复杂的动漫制作。可以说，制作动漫的每1分钟都在烧钱，而且动漫制作出来之后，还有大量的宣传费用。所以，真别小看一部小小的动漫，它的每一帧都是在燃烧经费。听到陈峰这么说，顾星逸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才抬起头：疯子，你说一部普通的动漫都要1000万左右，那你这后续怎么办？陈峰两手一摆，貌似无辜：走一步看一步喽，而且我们的成本会省去不少。第一，剧本不用花钱，原创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用往外分成。第二，到时候宣传动漫的时候，还需要你和我那个明星嫂子来帮忙。我可知道你们现在的热度可是如日中天，到时候你们随便 cos 一下动漫里的人物，那流量还不起飞？陈峰嘿嘿笑着，顾星逸撇撇嘴，这胖子倒是想得挺远。行吧，既然你都想好了，这剧本给你，怎么造是你的事，只是我有一点要求，可不许糟蹋了这部动漫。这可是他耗费大量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又是原氏的瑰宝。若不是顾星逸真相信陈峰，压根不会将这东西拿出来。陈峰接过顾星逸递来的档案袋，打开仔细的看了看，这一看他就彻底陷入了剧本之中，里面各种跌宕起伏的剧情将他深深吸引。而且按照他的专业知识来看，顾星逸完全将所有场景和所有人物形象、性格，包括一些小的细节都完美的刻画了出来。就连每个人物之间的对话，顾星逸都是按照专业的动漫角度来描绘出来的。陈峰越看脸上的笑容越盛，有这个动漫剧本，他觉得自己必定能成功。1个小时后，陈峰猛地站起身，目光直直的看向顾星逸：老顾，放心吧，你这个剧本加上我的专业，保证不会埋没了他。顾星逸听后松了口气，他完全是按照网上要求的自学写出来的这个剧本，现在能得到陈峰认可，说明他没写错。他笑了笑，也站起身来，用力拍了拍陈峰的肩膀：好，你说的，我相信你。把一人之下的剧本交给陈峰，顾星逸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他看了看时间，又继续说道：快到中午了，一起去吃顿午饭，这次得我好好宰你一顿了吧。狗大户，吃，随便吃，不过在吃饭之前你得先把这个签了。陈峰哈哈一笑，一边爽快地跟顾星逸说着话，一边从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一份文件递给顾星逸。顾星逸不知道他又搞什么幺蛾子，有些疑惑地接过文件看了一眼。文件上映入眼帘的是上面大大的一行标题：股权转让协议书。顾星逸顿时皱起了眉头，他抬头看向陈峰，面带不愉：疯子，你这什么意思啊？陈峰却满脸真挚，他看着面前的顾星逸，郑重说道：老顾，你别误会，当初我不就说过吗？你来和我一起干，我公司股份分你一半。现在这剧本是你给的，我坚持制作动漫的希望也是你给的，这股份自然要给你一半。你少跟我在这扯淡。疯子，我之所以给你剧本，是不想看我兄弟受人欺负，还没了梦想。你要是不想要，还给我，我直接拿走。顾星逸翻了个白眼，直接将手中股份协议书扔给了陈峰。对于陈峰的好意，他知情却不能接受。我不管，你今天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要不然我不走了。你看看上面公司的名字，你不要，就当是我送给奈奈的礼物。奈奈那么大了，我这个当叔叔的还没送过礼物呢。看着一屁股坐在地上拽着自己裤腿鬼哭狼嚎的陈峰，
顾心义嘴角不由抽搐起来，眉毛更是不自觉地抖了一抖。见过哭着求人借钱的，没见过哭着求人要钱的。而且这个崽种，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招？就算是奈奈来了，见到这招也得甘拜下风吧。第114章，动漫公司班底出现。看着跟个小孩子一样坐在地上拽着自己裤腿耍赖的陈峰，顾心义揉了揉太阳穴，他没想到陈峰会给他来这一招。坐在地上的陈峰斜眼偷偷瞥了顾心义一眼，看到他这个样子，又偷偷笑了笑。在顾心义视线看过来时，他又迅速板过脸去，摆出一副委屈巴巴的小媳妇模样。顾心义想了想，无奈道：“你个老六，我真是服了你了。你先起来，什么事都好说。你再坐在地上，我可走人了。”听到顾心义的话，陈峰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不像是开玩笑，连忙迅速爬了起来，舔着脸笑着把协议都塞到顾心义手中。老顾，你别急，你再看看，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想，剧本是你的，后期宣传还需要你们，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我考虑考虑啊！不这样，你让我心里怎么想？说着话，陈峰又从桌上拿起一支钢笔，递到顾心义面前，眼巴巴地看着他。顾心义看着陈峰那诚挚的眼神，也明白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了，让他这样接受这个股份，他做不到，不过可以想一个更两全其美的办法。想罢，他拿起股权转让协议书看了起来，上面有陈峰的签名和公司的印记，50%的股权。而让他更在意的是公司的名字，星瑶动漫。顾心义瞥了一眼陈峰，看到名字他就知道，原来这家伙早就想好了这一遭，估计在这等着自己呢。疯子，名字我可以签，但有一点，我也要注资。你钱不是正好比较紧缺吗？既然这样，我也出500万好了。既然要做，就做到最好。顾心义说着话，又挠了挠头，没等陈峰接话，又继续说道：“不过我现在没那么多钱，得等一段时间，最多下个月吧。前期先紧着你那钱用着。”既然推脱不掉，顾心义就决定了入股。他现在是没那么多钱，可他老婆下个月就有钱了，等专辑的销售额一出来，那钱来的还不美滋滋。陈峰在一边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说什么。顾心义能签字就好了，他也不奢求别的了。签完字，陈峰将协议书保存到档案袋里，之后只要他找个时间去工商变更信息就好。这个事情办妥，陈峰这才喜笑颜开，勾搭着顾心义的肩膀往办公室外走去。嘿嘿，老顾，走着，今天必须请你吃大餐，顺便正好介绍几个公司的骨干给你认识认识。这次就当公司项目正式开启之前的聚餐了。顾心义点点头，他现在也算是公司的一员了，与公司里的人认识认识也好。只是他离梦想中的全职奶爸生活，貌似要越来越远了。顾心义在心里叹了口气，本想着当条咸鱼，没想到咸鱼最终还是没当成。果然有句话说得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从陈峰的办公室推门出去，外面的工作人员依旧忙碌着。陈峰站在过道里，手中拿着刚得到的剧本，用力拍了拍手掌，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大家这才放下手中的工作，望了过来。从其他几间办公室中也走出5个人，看向这里。在看到顾心义正脸的时候，很多人明显一愣，紧接着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陈峰见所有人都到齐，脸上挂着笑容，大声说道：“大家先放下手中的工作，我先给大家介绍个同事。很多人之前都在好奇，我的公司名字为什么叫星瑶动漫，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我旁边这位，正是现在网上做火的词曲家顾心义，他也和我一样，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动漫剧本有了。现在我手中的这个剧本，就是我们将会制作的动漫。从今天开始，大家要多努力了。在这我提前说一声，以后辛苦大家了。今天中午我请客，大餐走起。”陈峰的话刚说完，四周的员工们也爆发出欢呼声。他们刚加入这个公司没多久，本来还在担心这个公司的前景，毕竟这些天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工作，陈峰的薪资开得又让他们满意。他们还真担心这个公司会倒闭，没想到现在终于等来了第一个剧本，而且带来剧本的明显不是别人，还是现在网上话题最热的顾心义。他们一下子都感觉这个公司的前途光明了起来。陈峰安排着员工去订了餐厅，然后拉着顾心义走到从办公室中出来的那5人面前。这5人3男2女，其中4个看着都很年轻，只不过20来岁的样子，只有一个大约30出头。而且这2名女生也是一身2次元的打扮，长相甜美可爱，还是一对双胞胎。顾心义不露声色地瞥了一眼陈峰，这小子不会又要搞事吧？实在是之前阮晴就是这种2次元打扮，带给了顾心义一种先入为主的不好感觉。这时陈峰也开始介绍起来，他先是拉着顾心义对几人说道：“这是顾心义，我铁哥们。”然后又一次向顾心义介绍起几人。这2位小美女是屈思英、屈思梦2姐妹，一个是作画监督，一个是美术监督，她们俩负责漫画的风格、人物和背景设计。这2位是陶晶和段和平，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大学城淘到的，他们主管摄影与音乐。还有这位
宏伟哥，傅宏伟，我的老朋友了，主管演出，负责用极为简单的线条画出分镜表，以及对人物的动物、场景做出指示。陈峰介绍完，顾心意笑着与几人分别握了握手，屈思音和屈思梦眼睛更是放光，抢先说道：顾心意，虽然我们是动漫界的，但我们都是夏曦瑶的粉丝哦，他的每首歌我们都在听。就是，之前就是看到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才被拐进来的。陶晶和段和平也有些腼腆的笑了笑，他们是顾心意的粉丝，当初被陈峰一顿忽悠，也加入了这个公司。不过，当然也是陈峰待人真诚，给他们的薪资，他们也满意。一行人说说笑笑的往外走去，都是年轻人，几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两个小美女更是围着顾心意问东问西，主要是问夏曦瑶的一些事情。顾心意也有些没想到，本来出来好好的送个剧本，他就变成了股东，现在好好的吃个饭，又变成了粉丝见面会。他瞥了瞥旁边快笑成傻子的陈峰，有种想把他送去早市的冲动。这个崽种原来是到处打着自己的名头收人的吗？这就很离谱啊。第115章，林国栋来电。这是星瑶动漫公司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员聚餐，陈峰明显高兴到不行，这也是他离他的动漫梦最近的一次。餐桌上气氛一直很好，在众人的好奇催促下，陈峰才将剧本拿了出来，几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看向剧本。首页上是一人之下这个大大的名字，在看到名字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有了一些猜测。国漫一人之下，那肯定是热血番了。国漫大家都知道不好做呀，稍微差一点的剧本读点就太多，而且又是热血番，更不好做了，审核严格，又不能太过血腥，还要吸引观众目光，局限性大。他们公司上来就要做这种，众人心里都有些不看好。陈峰这时翻过首页，让他们继续看了下去。餐桌上的几人没有说话，不管他们看不看好，但既然加入了公司，那他们肯定都会努力地完成制作。第一页也是开局，一个醉汉嘴里一边嘟囔着自说自话，一边走在阴森的树林中。他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个坟地，想在坟头歇歇脚。突然一阵铁锹挖坑声引起了醉汉的注意，他顿时毛骨悚然，大喊有鬼。顾心意描述得很好，几人看到这时都忍不住继续看下去。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里面人物的对话都带着浓浓方言味道，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感觉。紧接着略显逗逼的主角张楚岚出现，神秘少女冯宝出现，主角遭遇的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起来。先是爷爷尸体被盗，后被丧尸围攻。随着陈峰翻动剧本，故事一环接着一环，让围观几人眼睛越来越亮，心情也越来越激动。这个剧本写得太好了，也太全面了。他们只是这样大略看着，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人物的具体形象，还有背景氛围。呆萌操着一口川渝话的板儿姐，性格看似懒惰随和爱吐槽，但实际心思缜密的张楚岚，还有这逐渐揭开神秘面纱的艺人世界。众人越看越痴迷，也越看越心惊。这部动漫一旦拍出来，无疑会颠覆现在国漫的传统体系。要知道，现在的国漫还停留在以往老套的设定体系中，而这个艺人世界里面的力量体系完完全全是一种新型的战力设定。顾星夜还在大口吃着菜，之前光顾着聊天，他饭都没能吃上几口。他对一人之下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时，他放在餐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顾星夜抬头看了一眼这几个还在入神看着剧本的人，拿起电话往包间外走去。电话是林国栋打来的，当初在华英的时候，他们就互相留了电话，只是不知道这次林老爷子找他又是为了什么事。来到门外，顾星夜接起电话，率先问候了一句：林老爷子，中午好啊。哈哈，中午好啊，小顾，最近闹得挺凶啊，我在华英都能天天听到你的消息。顾星夜表示也就洒水了。没有啊，老爷子说笑了，我可是规规矩矩的在家带娃啊，出门也就唱了首歌而已呢。顾星夜实话实说着，他确实就出门唱了首歌，其他时间都在家带娃。你小子，那是一首歌而已吗？好了，不和你逗趣了。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华英是华央下面的部门，现在电视台要出一个节目，励志的节目，主题是鼓励当代年轻人不放弃，坚持勇敢向前追求梦想。电话里，林国栋说到这，停顿了下来。顾星夜听说了林老爷子的弦外之音，于是飞快地回答道：林老爷子，这个节目是不是还缺首歌？合着您是找我要歌来了呗？哈哈，你小子就是聪明。是啊，部门里那些词曲家创作出来的歌，电视台都不太满意，我这不就想到你了吗？林国栋爽朗地笑了一声，和顾星夜说了一下事情的缘由。本来想直接找你的，可你之前又忙着跑去当驻唱嘉宾了，我也不好耽搁你为你妻子出场不是？现在电视台那边又催得紧，我只好来问问你喽，怎么样？这样节目的主题曲有把握吗？听着林老爷子的话，顾星夜脑海里也在快速地思索着。励志、勇敢、坚持、追求梦想、不放弃，这几个关键词一出来，顾星夜就好像在哪听过。下一刻，
一首他甚至都能当场哼唱出来的歌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卧槽，这不就是他原世界上学时候天天听的那首《追梦赤子心》吗？追梦赤子心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不就是努力奋斗，勇往直前，追寻梦想？原世界不要太火的歌 Gala 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各种奖项，这首歌也一度成为年轻人口口相传的励志神曲。林老爷子，我有些灵感，应该没问题。那太好了，不愧是你啊。小顾，这样吧，你明天有空吗？来一趟京都，我在京都华阳电视台等你。你到时过来，我带你过去。如果歌曲合适的话，华阳肯定不会亏待你的。林国栋老爷子直接问道。顾新义既然说有灵感了，他相信顾新义的歌肯定很好，毕竟他在华音工作，可是知道顾新义最近创作出来的那些歌的质量的。要去京都华央总部，顾新义有些异动，这可是华央总部，不是当初魔都的华音分部，可他又有些犹豫，他还要照顾奈奈，奈奈现在在上学，他每天只有奈奈在学校的这一段时间有空。不过林老爷子都主动找到自己了，又是为华央写歌，这种事他也不好拒绝。顾新义想了一下，只能说道：林老爷子，我这边真去不了京都，我现在在家带孩子，孩子离不开人。您看这样行吗？我晚上将曲谱和歌词写下来传给您，再录一段小样发给您，您试听一下看看行不行？这样吗？那也行，孩子要紧，晚上我等你信息。好。与林国栋老爷子约定好之后，电话挂断，顾新义挠了挠脑袋，好吧，这边的动漫还没搞定，现在自己又要整首歌出来。果然自己离梦想中的全职奶爸生活越来越遥远了。不过这都是没办法的事，生活就是这样，一环扣着一环，因果相连，从自己最初去魔都那一步开始，就注定了会这样。顾新义将手机收起，抛开这些杂念，转身走进包间。第116章，女生面前的禁忌话题。回到包间，顾新义赫然发现众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他们已经看完了剧本，此刻正双眼冒着金光看着推门进来的自己。年龄稍长的傅宏伟最先开口：新义，你这部动漫简直绝了，我从业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精彩的国漫，我有一种感觉，只要这部动漫上线，一定会在动漫界杀爆的。另外4人也飞速的点着脑袋，他们非常认同宏伟老哥的说法。顾新义被夸得摸了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这明明是原世界的米二大佬牛比，和他顾新义半毛钱关系没有。他在写《一人之下》的剧本时就了解过这个世界的动漫，特别是国漫，还停留在老旧的动画制作那种水准，就算最近几年出现的那几个新的国漫，里面的内容也都趋向于日漫。顾新义在写这个剧本时，还特意将原本很短的第一季与第2季合在一起，创作出来新的第1季。《一人之下》与这世界的国漫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背景就是伴随着华国的历史发展，还有各种华国传统门派的要素。比如里面在原世最火的那句话：武当王爷拜见老天师，简单的一句话就出现了华国的传统拜山与2个门派的气度。所以这个剧本能被众人看好，他一点都不意外。若是不被看好，才有鬼喽。大家能够喜欢就行，这也算是我为国漫贡献一份力量吗？顾新义回到自己座位上，笑着回道。陈峰见到众人都很满意，他站起身来，拉着顾新义，非要让他再说2句鼓励的话。顾新义能得到大家认可，他作为顾新义的好兄弟和公司的总导演，他无疑也是很开心的。看着陈峰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顾新义只能再次站起身，认真想了想，然后看了一眼陈峰，嘴角带上一丝笑容。那我就说了，嗨嗨，大家可能不知道吧，你们的老板陈峰可是在这条路上历经磨难的人，他……卧槽，住嘴！眼见顾新义要揭自己的老底了，陈峰顿时急得大吼一声，扑上来将顾新义的嘴死死捂住，让他说点鼓励人的话。这个崽种！说这个，众人一下子更加感兴趣起来，他们还不知道老板陈峰到底经历了什么呢，看这样子是有大瓜啊。顾新义更是无辜地对着陈峰眨眨眼睛，那意思明显是你让我说的啊。他真心觉得没什么比这事更能鼓励在座的众人了。可惜最终顾新义还是没能如愿说出来。陈峰严防死守，一双眼睛如贼一样盯守着顾新义。一群人吃过大餐，斗志十足地回到了公司。陈峰要去电视台办理剧本审批等一系列问题，顾新义本想做个甩手掌柜，却被陈峰拉住，并让他陪着自己过些天去传媒大学招些配音演员等职位。因为《一人之下》剧本完全是由顾新义创作，没有人比他对人物的声音特点肯定更加了解。顾新义只是稍微想了想，便答应了下来。确实，没有人比他这个看过这部动漫的人最了解里面人物的特色。下午3点，回到家中的顾新义半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细细地回忆了一下《追梦赤子心》的旋律以及伴奏所用的乐器，还有他那独属于摇滚乐的嘶吼。既然是华阳需要的，那他肯定要将音乐做到最好，不能有任何瑕疵。林老爷子推荐了他，他也不能给老爷子丢脸不是？想了很久，
顾心义这才开始取出纸笔来将这首歌的词曲慢慢写出，他写得很认真，连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乐器都详细标注了出来。一直到下午4点多，顾心义才收笔，将创作好的歌曲收起，匆匆出门接娃放学。来到江花幼儿园门口，没等一会儿，小奈奈的身影就出现在学校的队伍之中。只是她今天的状态明显不对，往日里放学时她都是蹦蹦跳跳的走出来，而今天她却扁平着小嘴，一脸委屈的小模样，这让来接娃放学的顾心义心疼的要死。他赶紧走上前，一把将小奈奈抱了起来。哎呦，我家小公主是怎么了？被人欺负了吗？到了爸爸怀里，奈奈明显更加委屈了，就连眼眶边都流出了小金豆豆。爸爸，方小小说我又胖了，马上要变小肥猪了。原来是被同学嘲笑了。方小小好像就是那时说他爸能吃屎的那个小胖子，不过他才是真胖吧。顾心义掂了掂怀中的小家伙，沉思了一下，好像确实胖了不少，这都是得益于之前陶乐乐的投喂，再加上这段时间小家伙爱上了吃零食，他确实增加了不少体重，就连小脸都圆嘟嘟的了。那你没有反驳回去吗？方小小比你还胖呀。顾心义一边哄着怀里的娃，一边往车子方向走去。说到这，奈奈的小嘴更瘪了起来。我说了，可是他说我马上就会和他一样了，我不要和他一样。好，不跟他一样。那奈奈要听爸爸的话，每天少吃点零食好吗？我们不跟你乐乐阿姨学，她就是个小胖墩。要是陶乐乐在这，肯定要跳起来给顾心义一拳，她只是婴儿肥，不是胖。好，奈奈认真的点着小脑袋，心里也很认真的将乐乐阿姨和薯片拉入了黑名单。看到小家伙这样，顾心义偷偷笑了笑。果然，女人不管几岁都不能允许别人说她胖，就连3岁的奈奈都是如此。之前顾心义就看过一个帖子，说惹怒女人最快的方法就是当面说她胖，当时她还不信，现在信了。回到家，就连晚饭奈奈吃的都少了一些，顾心义又陪着她看了一会儿动画片，这才将小家伙哄去睡觉。如今上了幼儿园之后，小奈奈基本都是晚上8点左右就睡觉了。小家伙睡着之后，顾心义这才蹑手蹑脚的爬起来，来到客厅，又将词曲认真的过目了一遍，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发给了林国栋老爷子。老爷子明显一直在等他，信息刚发过去没多久，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小顾，你真是太厉害了，这歌词，这曲调，我敢向你肯定，这首歌必被选上。林老爷子激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顾心义稍稍将手机离自己耳朵远了一些。那就好，林老爷子觉得可以就行。何止是可以啊，小顾你就这点不好，太谦虚了，在你这首歌面前，之前的那些歌真的一言难尽，你真是个音乐鬼才。听到林老爷子这么说，顾心义有些不知怎么回答，只能尴尬的笑了2声。什么音乐鬼才，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时空搬运者而已。当年的最佳年度摇滚歌曲，含金量自然懂得都懂。第117章，娱乐圈的异动。顾心义心里默念原唱大佬牛逼，林老爷子的话继续从听筒传来。小顾，放心，等这首歌被选上了，待遇方面肯定不会差了你的。追梦赤子心，好个赤子之心，我真是太喜欢了。那我就在这里就先谢过林老爷子了。顾心义笑道，又要有一笔小钱入账了，还是来自华央的，就很 nice。 小顾，是我们该谢谢你，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过谦虚，有才华的人不该这么谦虚，要放得开才行。林国栋的话再次从电话中传出，这次顾心义认真的听进去了。他在袁氏本来就是个小小的词曲家，现在来到这里，他思维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所以表现的一直都很谦虚，但林老爷子的话却让他幡然醒悟，在这个世界的别人眼里，他就是个天才，一人压得娱乐圈喘不开气的那种天才。这种天才需要那么谦虚吗？不需要。虽然恃才傲物不对，那过度谦虚也是不对的。林国栋一语惊醒梦中人，反应过来的顾心义握着电话，很郑重地对着林国栋说了一声谢谢。这一声谢谢将林国栋整得一愣，片刻后才反应过来，这小子应该是知道自己的才华有多大了。好，你能想明白就行。这次是华央特定的宣传节目，明天有消息了，我再告诉你，到时合同一系列的事，我用邮件发送给你签署。好，顾心义答应下来，林国栋那边也要休息了，两人便挂断了电话。按照林老爷子的说法，追梦赤子心的事应该是板上钉钉了。顾心义坐在沙发上，并没有立刻去睡觉，他用手指轻轻敲打着茶几上的驱稿纸，静静地想着一些事情。一夜无话。接下来的几天里，林老爷子那边在第2天就有了消息，华央已经确定了要这首歌，合同也发了过来，歌曲授权使用费40万，并在节目之后，歌曲将上传到华音与各大音乐平台上。但是歌曲不会进行收费，而是免费制，任何人都能听完整的歌曲，只有流量的收益，这些将全部归于顾心义所有。当然，这些所有的费用都要等华央这次的节目播出之后才能给到顾心义。而这次的节目，
华阳预定在月底播出，这样已经很快了，只有1个多星期不到的时间。这还是因为华阳早就准备好了节目的一些素材，现在歌有了，他们就等着选人演唱和搭配素材就行。顾兴义也爽快地签署了合同，不说华阳那边给的价格已经很公道了，就说在华阳节目上挂上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件让人骄傲的事情。陈峰那边新瑶动漫的剧本也成功通过了电视台的审核，他这段时间更是忙得连走路都飞起。公司刚刚步入正轨，一切欣欣向荣，他是累并快乐着。顾兴义的生活安安稳稳地过着，娱乐圈此时却是风起云涌了起来。夏曦瑶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今的网上热搜10条，8条都是关于夏曦瑶新歌即将发布的消息，还有2条，其中之一还是之前新歌会决赛第2期发生的水军投票事件。热度没有，流量没有，不知不觉所有人头上都笼罩起一层阴影，业内的闲言碎语声也越来越大。首当其冲的就是天美娱乐，他们之前向顾兴义抛出过橄榄枝，但到现在都没收到过回应。天美娱乐总部大厦中，高层会议再次召开，柳高脸色阴沉，看着围坐在他四周的董事们，他现在已经彻底了解了这段时间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呵呵，一个人就能将娱乐圈这滩死水彻底盘活，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们是废物，还是说他太厉害。当初夏曦瑶刚有火起来的苗头时，你们在干嘛？那时只要随意控制一下票数，他夏曦瑶会有今天。看着董事长发怒，坐在下方的公司管理层们皆噤若寒蝉。坐在柳高左手桌旁的一个董事干笑一声，率先开了口：董事长，这也不能怪大家，毕竟谁也没想到他会起来的那么快，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谁知听到这话，柳高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他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反应不过来？他顾兴义拿给夏曦瑶的第一首歌就将热搜全部占领。你现在跟我说你们反应不过来？当初的第一首歌起风了，你们到底去没去听？这首歌是现在娱乐圈能出现的。再说这首歌出来之前那一首只要平凡，你们耳朵聋了？能让华音亲自选定的歌写出这种歌的人，你们不尽早去沟通或者尽早去打压，你们现在跟我说反应不过来？柳高越说越气，他真感觉自己就是在养着一群酒囊饭袋。别生气，别生气，之前不是有英海娱乐保着他吗？我们也不好擅自做主，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还是先考虑考虑对策吧。现在下面的歌手们怨气都很大，不能再耽误了。依旧是那名董事，他擦了擦额头的虚汗，继续劝道。他也不想在这时说话，谁让这里除了柳高就他的股份最大，与柳高的关系也最好。柳高也只是先敲打他们，事情都发生了，现在敲打完了，也该步入会议正题了。封杀吧，下达通知我们公司名下的所有企业，禁止与英海娱乐有任何利益往来。他们先动了这块蛋糕，就别怪我们下狠刀子。再通知和我们合作的那些所有媒体，包括广告商以及合作企业，如果谁与夏曦瑶有合作关系，我们将在这期合同结束之后终止与他们之间的合同。把我这个决定尽快落实下去。另外再联系盛世娱乐，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田心池那个土老帽一定会理解我的意思的。柳高一番话说完，旁边的一位董事立即面带忧愁地开了口：刘董事长，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这相当于与英海娱乐开战了，我们的损失会很大。听到这话，柳高却挥挥手，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他杨宪也不是傻子，我们损失大，他损失更大。他明白我们的意思，不会死保夏曦瑶的。这句话一出，那名董事沉思了一下，最终点点头。不多时，一道让整个娱乐圈都震撼的消息便传进了各大公司的耳朵里：天美娱乐决定封杀夏曦瑶了。第118章风起云涌。封杀夏曦瑶，各大中小型娱乐公司都懵了。这天美娱乐是要搞大事啊！如果是封杀一个没有什么后台、没有什么流量的歌手，他们还能理解，毕竟这是他们都干过的事情。但毫无理由的去封杀一个没有任何劣迹的当红歌手，是很容易爆雷的。目前也只有3大巨头公司敢这么做了，而且就算3巨头发生这种事情也少之又少。上次发生这种事，还是再上次，也是天美娱乐的一个著名导演想要潜规则一位明星，却被那位明星发微博当众嘲讽了回去。之后那个明星就淡出了娱乐圈，被彻底封杀。可这一次的情况又有不同，上次那个明星本身就是天美娱乐的人，而且背后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背景。但夏曦瑶，他是另一个巨头英海娱乐公司的员工啊，而且不止如此，他背后还站着一个怪物一样的老公啊！几乎几天一首神仙歌曲吊打娱乐圈的存在，天美娱乐这是傻了。所有中小型娱乐公司都面面相觑起来，他们有些不敢相信，又有些希望这是真的。毕竟如果真成功封杀掉夏曦瑶，他们获得的利益肯定会更大。这一刻，这些中小型公司都没有立即做出动作，而是选择了统一的观望起来。他们公司小，
可经不起什么大风大浪的摧残。他们现在在看鹰海娱乐会有什么反应，看盛世娱乐会有什么动作，看那些资本厂商会怎么选择，看媒体到底会站哪边。一时间，整个娱乐圈暗流涌动，表面上一片平和，实际上底下却早已吵翻了天。盛世娱乐中，田心池再次召开会议，这已经是几大娱乐公司因为一个人召开的第2次会议了。会议室中吵成一片，基本人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的认为这是容易爆雷，盛世娱乐不该参与进去，有的认为夏西瑶的存在也影响了他们公司的利益，应该支持天美。田心池只是眯着他那绿豆眼小气着，丝毫没有理会众人的意思。直到半天后，大家都发现董事长没有说话，这才停下来。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田心池这才扶了扶鼻梁上的金矿圆形眼镜，笑道：“怎么不吵了？刚刚不是吵得挺热闹吗？”众人讪讪笑了一下。别看这老登平时和善，但他却是实打实白手起家，一路从开矿区开成了现在这样的娱乐巨头公司。这种人怎么会像表面上那么和善？众所周知，在娱乐圈，我们3巨头就是标杆，也是利益共同体。这么多年，大家都心知肚明。虽然我们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在乐坛上面，但也容不得有这样一个潜在威胁存在。不过，也不能白白便宜了柳高那个老狐狸。他们不是派人来联系我们了吗？这样，影视方面我们不是正好有一个新项目正在和天美争夺，让他吐出来，我们这边就不用他操心了。田心池一脸气定神闲地说着，会议室里众人眼睛不由一亮，依旧是上次那名董事立马接话道：“妙啊！不愧是田董事长，这个1石2鸟之计当真绝妙无比。原来董事长之前在新歌会投票时就想好了这一切，这才送去个天王参赛。田董事长真是高瞻远瞩。”田心池呵呵笑着，他怎么越看这个叫马亮的董事就越顺眼呢？而鹰海娱乐此刻也在召开着会议，会议室中同样吵成一片，特别是杨丞琳与张超，此刻已经罕见的吵红了脸。他们2人是亲眼见证了顾欣逸从一无所有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人，只有他们也最懂顾欣逸有多恐怖。而杨宪只是脸色平静地交叉着双手，没有表态。杨丞琳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有些气不过。她虽然是杨宪的女儿，但公司无妇女，公共场合下她也只是一个副部长。杨董事长，您老能说2句吗？你到底怎么决定的？给个痛快话。别人不敢这样质问杨宪，杨丞琳敢。他板着脸，怒气冲冲地问着自己的父亲：当初合同上2年时间给顶级资源、顶级自由，如果我们违约，顾欣逸将他带走，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所以将夏西瑶雪藏吧，通知下去，一切的资源收回，散会吧。杨宪依旧很平静地说出了这番话。杨丞琳立即气急，他觉得他父亲怎么就越来越胆小了？对面是巨头公司，他们就不是吗？需要怕他们的威胁？当然，会议室中也有高兴的存在，他们手下的歌手现在也没肉吃啊，也一肚子怨气呢。听到杨宪的话，其他公司高层都散了去，只有杨丞琳来站在会议室中。爸，我需要你给我一个答案。面对杨宪，杨丞琳丝毫没有畏惧，怒视着他。杨宪却突然笑了一声，脸上带着莫名的表情。他看向自己正生着气的女儿，赶紧站起身来，走到她面前，安抚着她：“小琳，你先坐下，听爸慢慢跟你解释好吗？”在外人面前高冷的杨丞琳，在自己父亲面前，此刻就像一个小受气包一样，撅着嘴，顺势坐了下来，撇过脸去，不再看他。杨宪苦笑一下，有女儿的才知道，不管在外多厉害，在女儿面前都是个女儿奴啊。小琳，你难道就没想过，顾欣逸为什么将夏西瑶送到我们鹰海，而且当初还签了那样一个合同吗？顶级资源、顶级自由我就不说了，偏偏是这个条约里面2年时间我们都要这么给，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他就可以随时带走夏西瑶，不用支付任何违约金。不得不说，顾欣逸真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一个年轻人，他也同样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2年内，如果我们一直按照合同办事，那皆大欢喜；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看似是各回各家，谁也不会有损失，但实际上他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前期发展。杨宪说完这一番话，脑海里不由想起了当时顾欣逸坐在这会议室里那份不卑不亢的气度与自信，现在看来他是早就想好了后路的。杨丞琳听完愣了好一会儿，才瞪大眼睛地看着杨宪，满脸的不可置信。爸，你的意思是顾欣逸早就给自己留好了退路？第119章接他回家。看到女儿依旧不敢相信，杨宪只能点点头，双手搭在杨丞琳的肩上，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也不想放走夏西瑶，但我们和天美娱乐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而且外面还有一个盛世娱乐看着，还有大大小小的娱乐公司，他们都在盯着这里，公司的利益大于一切，我们只能放走他。而放走他之后，你觉得顾欣逸会没有办法吗？现在的他们夫妻俩可不是当初那样默默无名的存在了。如果是当初他们选择开娱乐公司独自发展，
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顾星逸带着夏西瑶猥琐发育，偷偷发展，还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各大娱乐公司的视线，远不会像现在这样背靠着我们好乘凉。我们殷海不欠他们的，我们给他们提供了前期扬名的平台。杨宪一口气说完，看向依旧处于呆滞中的杨丞琳，心中默默叹息一声。若是女儿也有顾星逸那样的后盾，她今天哪里用解释这么多啊？夏西瑶啊，真是个幸运的女人啊！不管娱乐圈内部此刻如何风起云涌，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依然是一片祥和。广大网友们还在津津乐道着夏西瑶专辑里的新歌到底会是什么，专辑之后夏西瑶又会参加什么节目，这一系列话题他们好像怎么都聊不够一般。网友们的耳朵是永远满足不了的，虽然现在他们还在顶着全损音质听着之前的那几首歌，但他们已经在期待顾星逸的新歌了。此刻的夏西瑶刚刚录制完专辑中的最后一首歌，正坐在自己专属的休息室中休息着。陶乐乐趴在桌子前，正整理着夏西瑶之后的行程安排。这几天可给他们累坏了，一天到晚除了录歌就是在跑宣传，行程表上更是安排着之后密密麻麻的活动。夏西瑶揉了揉肩膀，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上面和顾星逸的聊天记录还定格在昨天晚上。看着微信上的聊天记录，夏西瑶脸上不由挂上了一抹浅笑。昨天奈奈好像踢被子了呢，不知道顾星逸是几点睡去的。想到这，夏西瑶脸上又升起一朵云红。奈奈随她睡觉都不老实。这时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夏西瑶和陶乐乐同时抬头看去，是云姐回来了，只是云姐的脸色好像很差。云姐，发生什么事了吗？夏西瑶放下手机，抬眸问道。西瑶，出事了，公司已经将你之后的行程全部取消了，而且以后不会再提供任何资源。我刚收到的消息，应该是外面有人对你进行了封杀。封杀？为什么啊？陶乐乐一听到这话，立刻蹦了起来，就连眼睛都瞪大了。他们凭什么封杀西瑶姐啊？西瑶姐什么都没做。夏西瑶也皱起了眉头，她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云姐深吸一口气，压抑住自己心中的怒气。她刚刚才和公司里的那些管理层吵了一架，特别是那个丽娜的经纪人，那副看笑话的表情真的很欠揍。应该是因为西瑶现在太火了，动了其他人的蛋糕。这种事情除了3巨头公司，没人敢这么做了。不是天美施压了，就是盛世，也有可能是他们一起行动了。云姐做了这么多年经纪人，对娱乐圈的态势还是很敏感的。之前她就害怕夏西瑶树大招风，没想到现在竟成真了，而且还不是打压，是直接封杀。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公司是要将西瑶姐雪藏吗？陶乐乐有些着急，满脸担忧地看着夏西瑶。云姐也望向夏西瑶。西瑶，通知顾星逸吧，现在只有他有办法。合同我看过，殷海公司如果违约，我们随时可以走人。对，通知顾星逸。西瑶姐，快打电话告诉你男人，你被欺负了。陶乐乐一听到顾星逸的名字，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对啊，不是还有顾星逸那个怪物吗？他们才不怕。夏西瑶只是稍作犹豫了一下，便也点点头。他知道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而且他和顾星逸已经和之前不一样了。上次有事他不告诉顾星逸，是因为他心里还有顾虑，可现在他没那个顾虑了。今天是周六，顾星逸正带着奈奈在商场里购着物，给奈奈买新衣服。身为一个奶爸，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奶爸的天性。导购小姐姐正在试衣间里给小奈奈试着新衣服，顾星逸独自坐在外面沙发长椅上等待着，电话便响了起来。顾星逸拿起电话看向来电显示，眉角不自觉地上扬。喂，今天怎么中午就有空给我打电话呀？顾呆子，我被封杀了。简单的一句话让顾星逸上扬的眉角直接落下，眼神也变得严肃起来。封杀？好大的手笔啊！殷海娱乐怎么说？我之后的行程都被取消了，而且资源也停了。呵，玩得挺大。顾星逸只是稍作思考，就知道了殷海娱乐的用意。当初他送下西瑶去殷海娱乐，也存在着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打算。没想到大树现在靠不住了。好，我知道了，你等着我，我现在就过去。夏西瑶轻声嗯了一声，只是声调明显显示出此刻声音的主人有些开心了。那先挂了，别担心，一切有我。电话挂断，导购小姐姐正好抱着换上新衣服的奈奈走了过来。穿上新衣服的奈奈更像童话里的小公主了，头上扎着的2条小蝴蝶结也随着她的笑脸不停摆动着。顾星逸从导购员手中接过奈奈，将旧衣服收起，又付了钱，便抱着小家伙往出口走去。奈奈，咱们去讨妈妈，那好不好呀？顾星逸一边笑着，一边捏了捏小奈奈胖乎乎的小脸。听到妈妈，奈奈的眼睛一下子放光，然后弯成了一弯月牙。好啊，奈奈也想妈妈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喽。爸爸，是妈妈想小奈奈了吗？是啊，
而且这次去，我们就将妈妈接回家来喽。一大一小的身影往商城停车场处走着，欢快的笑语声回荡在明媚的天空下。第120章分道扬镳。下午3点，顾心逸到达鹰海娱乐大厦，将车停好，抱上小奈奈，顾心逸径直走了进去。一路上，不少人看到了抱着孩子的顾心逸，已经知道事情真相的他们，眼神都有些闪躲，又忍不住偷偷瞥向步入电梯的顾心逸。他们知道夏西瑶最大的底牌来了，他们也好奇，这个一出现就在娱乐圈中声名鹊起的男人会怎样处理这次的事件。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12楼，推开夏西瑶休息室的房门。夏西瑶、云杰与陶乐乐此刻正坐在沙发上谈论着事情，他们脸上神色都有些忧愁，毕竟这是确实棘手，就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在巨头公司的风沙下翻身的。听到开门声，他们抬头看到来人时，脸上不由都浮现出一丝喜色。顾心逸终于来了。哈喽啊，各位美女们，怎么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顾心逸笑着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模样轻松，这个样子带的三人的心情都稍稍放松了下来。妈妈，抱抱，爸爸说今天要把你带回家哦。奈奈脸上更是笑开了花，小家伙看到妈妈的第一眼就张开了手，要扑到妈妈怀里。夏西瑶站起身，顺势从顾心逸怀里接过小奈奈，在见到女儿笑脸的一瞬间，她心里所有的烦恼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她亲昵地亲了亲小家伙的小脸，然后故作夸张：呀，这个小胖墩是谁啊？还是我家奈奈吗？顾心逸一听夏西瑶的话，立马意识到要糟，果然小奈奈在听到妈妈的话后，小嘴立即瘪了下来，刚刚开心的笑脸也随之不见，委屈巴巴地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妈妈。呜，妈妈变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好妈妈了。一群人被小家伙的快速变脸逗得哈哈大笑，陶乐乐蹦跶过来，也想要逗逗小家伙，小奈奈却嫌弃地撇过脸去。她可记得爸爸说过，都是这个胖阿姨给自己吃零食才导致自己变胖的。顾心逸也笑了2声，这种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气氛真的让他感到很舒服。他走上前拉起夏西瑶的手，笑意盈盈：老婆，等我一下，既然要走，怎么也要和别人打声招呼，等招呼好了，然后我就带你回家，咱们自己猥琐发育去。被拉住手的夏西瑶脸上微红，心里更是有些甜蜜。她只是轻声嗯了一声，不管顾心逸会怎样做，她心里都无比的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顾心逸说完，抬头又看了看云姐和陶乐乐，与他们点了点头。云姐与陶乐乐心中的忧愁也被顾心逸这谈笑风生的气度冲淡，两人都笑了笑。再次循着路来到杨丞琳的办公室，顾心逸心中有些唏嘘，上次来这里的场景还隐约就在眼前，没想到再次光顾便是分道扬镳之际。没有多想，顾心逸敲了敲门，里面杨丞琳熟悉的声音响起，顾心逸推门而进：杨副部长，好久不见。正在忙着工作，杨丞琳听到这声音，身子止不住的僵硬了一下，他抬头就看见顾心逸那种温柔的笑脸，一如那日他在车站接他时一般。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吧。可惜缘分始终不站在自己这边，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个错误的人，只能一笑了之。杨丞琳笑了笑，抬眸直视眼前这已经坐在椅子前的男人。我猜到你会立马动身过来，没想到这么快。是啊，好久不见，顾先生。顾心逸耸耸肩，一脸无奈。老婆有事，我这个做老公的肯定得勤快点啊。说正事吧，这次我来的目的你应该也知道，既然你们违约了，那我只能将夏西瑶带走了。你们人事部，我只能找到你，见谅哈合同的事麻烦了。杨丞琳收起桌上的文件，点了点头。没事，当初也是我将你引进公司的，现在我来办理离职，理所应当。不过我父亲想要见你一面，不知道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杨董事长能见我，那是好事，现在就过去吧。我们下午还要赶着收拾行李回家呢。顾心逸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同意了见面。他对鹰海娱乐的印象还是很好的，至于鹰海娱乐做的决定，他也能想通，毕竟一个公司不可能为了个员工去对抗另外一个公司。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杨丞琳也没耽误，直接率先站起身往门口走去，顾心逸也随之站起身跟在后面。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在路上，没有过多交流。这次见面，他们的关系好像比之前刚认识时还要生疏了一些。一路来到董事长办公室，杨宪好似早就等在这里。他看到顾心逸时没有一点意外，反而倒了杯茶放到了顾心逸的面前。小顾来了呀，来喝茶。顾心逸顺势坐下，轻轻抿了口茶水，脸上也挂上了笑容。杨董事长客气了，我还要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妻子的照顾呢，真的多谢。杨宪也笑了笑，他看着眼前一如当日的顾心逸，有些感慨。这句谢我就收下了，没想到会是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也是我们没能力留下夏西瑶。不过你的目的应该也达成了不是？顾心逸与杨宪对视了一眼，两人都如千年狐狸一般，眼中带着笑意。杨董事长，你这就错怪我了，
当初我可是真心实意的想让夏西瑶加入你们公司，并没有其他想法。顾星义坦诚的说道。其实当初他是真想让夏西瑶背靠大树好乘凉，只是当时的他忽视了原世界的底蕴，原世界的底蕴让他在别人眼里极具才华，也极具威胁。在和林老爷子的那一通电话之后，他才醍醐灌顶。那时候他就在考虑，如果鹰海娱乐这棵大树也遮不住原世界的底蕴，那该怎么办？所幸他已经想到了对策，还是林老爷子那句话，有才华的人不该这么谦虚。杨宪听到顾星义的话，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他拿出夏西瑶的合同放在桌子上，继续说道：合同也在这里，从现在开始，夏西瑶就和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那几首歌的版权也都掌握在夏西瑶的手里。只能说我们鹰海娱乐这一次算是白给你打工了，只在华谊那赚了一个好名声，你小子可是赚大了。杨宪将合同退给顾星义，摇了摇头，面似无奈。顾星义见到杨宪如此姿态，他沉思了一下，当即伸出一只手，5首歌，我会为鹰海娱乐免费创作5首歌，杨董事长想好给谁联系我就行，这也算是给鹰海娱乐的报答。真诚待人者必将被人持以真诚以待。鹰海娱乐在给夏西瑶资源之后，到现在从未向顾星义开口要过任何一首歌，这是他们的诚意，也是他们的示好。顾星义回赠5首歌，这算感谢鹰海娱乐这段时间对夏西瑶的照顾，也是对鹰海娱乐的示好。第121章，一夜再无二话。5首歌。杨宪沉思了一下，这和他心中的预期差不多。要知道顾星义到现在总共才出了几首歌，他们只是给夏西瑶提供了一个平台，就收获了5首歌，已经可以了。好，小顾，这可是你说的啊，那以后有需要我就却之不恭了。哈。杨宪笑着站起身来，与顾星义握了握手。杨丞琳就站在一边，看着这一对大小狐狸打机锋，只觉得自己果然还是太嫩。他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事情还可以这么谈。两人谁都没有明说，各自却都知道了对方的意思。与杨宪又聊了一会儿，顾星义便起身告辞。这次来的目的也已经达成，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多待了。回到16层夏西瑶专属的休息室里，他们几人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他们知道顾星义既然说要带夏西瑶回家，那肯定早就做好了后续的打算。只是临走之前，三人还有些不舍地看着眼前豪华的休息室。当初刚来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喜欢这里，没想到都没在这个休息室里面待过几次，就要离开了。顾星义看到有些不舍的几人，他挠了挠头，没有过多的说什么。与其现在画大饼，不如之后看他的实际行动。他也相信自己一定会让几人拥有更好的休息室。从鹰海娱乐离开，来到一人公寓，三人大包小包的行李将2辆车塞得满满当当，又将一切与杨丞琳交接好，几人这才开车往江城方向驶去。这趟魔都之旅对于夏西瑶三人来说好像梦一场，上次斗志满满来到这里的场景好像还就在昨天，没想到一眨眼又要回去了。陶乐乐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一时有些唏嘘。他转回头来望向正在开车的云姐。云姐，你说顾星义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云姐摇摇头，但脸上却出现一丝笑容。不知道，但我相信他肯定有办法，就好像当初他去医院找我一样，在他身上我能看出那种别人没有的自信。陶乐乐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继续看向窗外。他也发现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原本那个让他讨厌的顾星义已经变成了众人的主心骨了。众人到达江城之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陶乐乐今晚会随着云姐去他家小住，几人约好明天在顾星义家里会面之后便就此分开。回到家后，接到妈妈的小奈奈明显还很精神，这都晚上7点多了，小家伙还一点睡意都没，赖在夏西瑶怀里不肯出来。要知道自从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往这个时间是顾星义给他讲童话故事哄他睡觉的时间。不过明天是星期天，依旧是放假的一天，顾星义也没太过约束他，一家3口简单的吃了顿晚饭。饭后，在小家伙的强烈要求下，顾星义与夏西瑶只能陪着小奈奈窝在了云朵沙发上看起了动画片。夏西瑶与小奈奈再次一左一右地缩进了顾星义的怀里，让顾星义此刻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也让顾星义脸上都笑开了花。果然还是一家人团聚，感觉才是最好的。平时只有小奈奈在身边，他总感觉生活里缺了点什么。温馨的灯光下，不大的客厅里不时传来小奈奈开心的笑语声，伴随着动画片里不时响起的动画音效声，这个小家里幸福的氛围愈加浓厚。看了2集动画片，还没过足动画瘾的小奈奈就被夏西瑶拖走洗漱去了。顾星义笑了笑，舒服的伸了个懒腰，将电视关掉。等夏西瑶与小奈奈洗漱完回了卧室，他也洗了个澡，这才美滋滋的爬上床，给这一大一小讲起了童话故事。小奈奈很快就在童话故事中睡着了。顾星义小心翼翼地将灯关上，躺下身子准备睡觉，只是没多时，一具火热的娇躯就越过了中间的小奈奈，钻进了自己的怀中。顾星义一下子睡意全无，他低头
伸出手轻轻捏了捏夏西瑶圆润的脸蛋。手感比之前又要好上一些。黑暗中，他都能听到夏西瑶略显急促的呼吸声和心跳声。下一刻，他就闭上眼，循着夏西瑶的唇瓣吻了上去。夏西瑶轻哼一声，身子只是稍稍僵硬了一下，便柔软了下来。小别胜新婚，两人此时都比较忘我。直至许久，唇分，夏西瑶双手撑着顾心意的身子，呼吸都有些急促，但他还是有些嗔怪地拨开顾心意还在自己身上作怪的大手，小声道：“现在不行，会吵醒奈奈的。”顾心意同样难受，嗓子都有些干涩，他艰难咽了口口水，压下自己心中的躁动。我知道，我去洗个澡。说完，他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翻身起床，一溜烟窜了出去。他怕自己再待下去会控制不住他自己，这样的夏西瑶真是太撩人心魄了。看来给小奈奈安排个单独的房间这件事必须得提上日程了。认真洗了个冷水澡，将顾心意洗得无欲无求。9月底的天气已经没那么炎热了，特别是晚上，顾心意现在只觉得冷，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再次钻回被窝，将夏西瑶拥入怀中，这次两人都没有什么异动。外面夜色很浓，屋内两人相拥，慢慢的，两人都沉沉睡去。一夜再无二话。第二天，不只是云姐与陶乐乐两个来到了顾心意的家中，就连陈峰都被顾心意招呼了过来。这也算是陈峰与大家的第一次正式相见，只是这次见面明显不像顾心意想的那么和平。此刻的房间内，陶乐乐与陈峰正大眼瞪着小眼，互相敌视着。两人的中间，无辜的小奈奈正眨巴着大眼睛，她也不懂为什么面前这个叔叔和阿姨要吵起来。明明就是我先到的，奈奈应该由我来带着。陶乐乐虽然个头身材都比陈峰要小一些，但他气势却丝毫不虚，此刻正拉着奈奈的一只小手，对着陈峰怒目而视。啥呀？你先来就要你带了吗？奈奈明显喜欢我的礼物，你看，她现在手里还拿着我送的玩具呢。你又有什么？陈峰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陶乐乐，脸上的表情更是贱嗖嗖的，看得陶乐乐只想跳起来给他一拳。好了好了，让你们过来不是让你们吵架的。还有，奈奈也不是你们的，是我的。顾心意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将两人中间的小奈奈抱进了怀里。这一下，二人同时转头瞪向抱走小奈奈的顾心意。这个家伙真的气人。第122章，让子弹飞一会儿。不顾两人幽怨的表情，顾心意抱着小奈奈在沙发上坐下。陶乐乐气呼呼地跑到夏西瑶的旁边，抱着夏西瑶的胳膊就是一阵猛晃，那意思明显是你快管管你家那口子，他欺负人。陈峰也满脸的不情愿，他只在刚到的时候抱了下小家伙，还没捂热乎呢，就来了个陶乐乐跟他抢。现在好了，就连顾心意都掺和进来了。老顾，你把我叫来就是气我的是吧？陈峰拖着长长的尾音说道。顾心意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摆摆手道：叫你来是想和你商量点事。看到顾心意正色下来，几人也不再玩闹，都一脸认真的听着。疯子，我想创建一个娱乐公司，名字就叫星瑶娱乐好了。你最近没事的话，帮我寻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场地，初期规模不用太大，毕竟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人手。几人听到顾心意的话，神色都有些喜意，特别是云姐与陶乐乐。当他们听到顾心意要创建一个娱乐公司时，他们心里都有些激动。这可是创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啊，以后就再也不用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了。虽然这种事情感觉有些天方夜谭，但是从顾心意口中说出，总是让人有一种幸福感。陈峰听后倒没觉得惊讶，他也在来时就知道了夏西瑶被封杀的消息。现在顾心意要成立一个娱乐公司，也在情理之中。他和陶乐乐与云姐的眼界不同，自然不会因为这事感到吃惊。陈峰只是稍稍想了一下，眼睛便顿时一亮，他忙走上前，脸上带着喜色。老顾，我们公司现在在的那栋商业大楼，其中有一层正好要出租出去，还没有被人拿下，我看那里就很好。而且到时我们可以把2个公司搬到一起，星瑶动漫作为下面的子公司星瑶娱乐、星瑶动漫一体化，很方便。江城市中心那个10几层的商业大楼，那里确实是个好地方，而且也方便。作为初期的公司选址，那里确实可以，后期一旦公司红火起来，再重新找个地方就好。那疯子，你先去谈谈，如果可以的话，1星期之后我们再正式过去签合同。顾心意只是稍作思考，就做好的选择。为什么要1星期之后呢？陈峰有些不解地问道。若是时间拖到1星期之后，他也要想办法拖延租房的日期。顾心意有些无语，还能为啥？他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啊，而且还有一些事情还没发生，必须要等一段时间才行，现在不是最佳的时候。因为我要让子弹先飞上那么一会儿啊。顾心意看着几人不解的神色，笑了笑，最终说道。时间过得很快，转眼9月就要结束，距离夏西瑶回到江城，时间也已经过去了1个星期。此时网上还在等着夏西瑶最新专辑的广大网友们，
却慢慢的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关于夏西瑶的最新动态突然没了，很突兀的就没了。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这都是因为那些中小型娱乐公司在观望几天后，发现顾兴义并没有什么动作，于是这些中小型娱乐公司也动作了起来。到底是三巨头之一，强大的资本永远不可能是单个人就可以对抗的。放心下来的各个公司开始有了动作，于是乎便出现了现在网上的这一幕。媒体不再发出任何与夏西瑶有关的话题，各大明星和网红没了夏西瑶的压迫，也纷纷开始蹦跶起来，就连有关的营销号都慢慢的不再发布任何与夏西瑶有关的事情。这一切都是资本作祟，甚至网友们的帖子都被资本们控制着热度。时间仿佛按下了停止键，一切关于夏西瑶的话题似乎都直接停在了1星期前。渐渐回过未来的网友们只能扎堆停留在夏西瑶的微博下面和顾兴义的抖音下面讨论着。特别是当他们看到最新热搜上的这些群魔乱舞之后，不由更加想念起夏西瑶与顾兴义来。于是乎，许多网友都开始在他们俩的微博和抖音下面询问着原因。而夏西瑶的最新一条微博还是公布10月1号会发专辑的那条微博，此时这条微博下评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条，浏览量更是过亿。在，还活着？什么情况？怎么突然没动静了？出来说个话啊！难受，想哭，又是没有最新消息的一天。兄弟们，去帮我顶帖子！妈的，老子帖子都那么多人点赞转发了，为什么还不上热搜？对啊，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不用你感觉，就是不对劲。这种情况让我隐隐想起来了当初的某一个明星。楼上的，你说是被封杀的那个？不会吧？随着时间的推移，网友们越发感到事情的不对起来，特别是当他们突然发现夏西瑶的微博标签以前有着隶属鹰海娱乐的标识，可现在这个标识没了。夏西瑶到底是被封杀了，还是又退圈了？一时间，所有网友内心都有些惶然。他们刚听到几首好歌，现在再让他们去听那些垃圾，他们是真的听不下去啊！耳朵都被你养刁了。你说没就没。网友们从刚开始的疑惑到探究，再到愤怒，这一时间，除了夏西瑶的微博和顾兴义的抖音，鹰海娱乐的官博也被他们冲烂了。愤怒的网友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冲撞着，他们心里那个气啊！专辑还没听到呢，人先没了。此时天美娱乐大厦中，柳高的秘书正擦着虚汗报告着这个事情，他都没想到夏西瑶的消失竟会引发网友们这么大的反应。董事长，我们真不需要管吗？网上现在可是群情激愤，下面的公司也都很难做呀。这个事件的起因就在天美娱乐，出了事，别人也只会将矛头指向天美。柳高神色却很淡然，他挥挥手，不用在意，一群乌合之众罢了。闹腾过后，他们自然就会散去，都是要过日子的人，没人蠢的揪着这事不放。柳高话音刚落，办公室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是运营部部长，他满头大汗的闯了进来，没等柳高皱眉说话，他率先开口：董事长，顾兴义他发微博了。柳高继续紧皱眉头，一脸不耐，发微博就发微博，大惊小怪什么？继续将他的微博热度压低就行。可没人敢压低啊！运营部部长声音都带上了哭腔，甚至有些颤抖。他发了一首歌，名字叫什么？逆战？不，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华阳给他转发点赞了呀。第123章，逆战，大事件，顾兴义他终于发微博了。刚开始因为热度被压，网友们还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可现在这条微博直接飙到了热搜第一。你要问为啥？央妈点赞转发了呀！喜大普奔，所有人在这一刻就好像在黑暗中寻到了那一束光明，憋屈了许久的他们急急地点开了这条被央妈转发的微博。微博里是一个视频，还有一条长长的情况说明。哈喽啊，大家好久不见，今天更新微博是想向大家说清楚一下夏西瑶最近的情况。如大家所见，夏西瑶与鹰海娱乐解除了合同，当然我们与鹰海娱乐属于和平分手啊，大家先别激动，爱人红是非多，娱乐圈不好混啊。有人不想让我们好过，无故对家妻夏西瑶下达了封杀令。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到是谁，反正不是鹰海娱乐就对了。如今我们只能出来自立门户了。在这里，我想对那些觉得自己在娱乐圈中只手遮天的人说一句话：这天你们遮不住，娱乐圈的新时代将由我们去彻底改变。下面这首歌名为《逆战》，送给你们，也送给广大的网友们。多谢网友们这段时间的支持与关心，我们只会跟不公战斗到底。来吧，战吧！只看到了这些文字，网友们就开始激动不已。果然啊，他们猜的没错，又是资本在压迫娱乐。现在的华娱都成什么样子了？他们竟然还敢压迫！
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个宝藏歌手，好不容易出来个神仙词曲家，他们竟然还想封杀。这一瞬间，网友们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他们都不用想，不是英海娱乐的话，华娱也就只是那2个巨头能办到这种事了。他们甚至都没看华阳转发时说的啥，甚至还没点开视频，下方的评论就爆了起来。靠！不用说了，不是天美就是盛世，真当我们这届网友们是死人是吧？这已经不是在挑战我们的底线了，这是在我们头上拉屎啊！这2天我的眼睛和耳朵都被污染了。兄弟们，怎么说？这还不冲？他们以为他们是天，我今天就要让这天再也遮不住我的眼，让这键盘化为斩天之剑。剑来，理智点，兄弟们，你们现在去也是给他们送热度，以后只要是这2个公司出来的玩意，我们抵制就行。就是，楼上正解，先看央妈怎么说，再看视频。而且顾欣逸不是说了吗？他将战斗到底，我们支持就好了。对，先看视频。网友们群情激愤之后，这才继续看起微博。只见华阳转发编写的内容赫然是歌很好，娱乐圈要是混不下去了，可以来我华阳啊。另外，华阳新节目《追梦赤子心》将在明天晚上8点正式在华阳频道播出，主题曲同步上传华音。小知识，其中主题曲是由顾欣逸独家创作哦，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什么叫娱乐圈混不下可以去华阳？我们广大网友们不同意。广大网友们自然知道，一旦顾欣逸去了华阳，那以后出的歌肯定会少之又少了，也不能随随便便出歌了，这怎么行？好在顾欣逸立马回复了华央，多谢央妈抬爱喊华央，我就不去了。这互动，这回答，深得网友们满意。这一瞬间，看到这里的网友们都情不自禁的点点头。顾欣逸只能在娱乐圈，哪都不能去。至于他的热度，将由他们来守护。紧接着，网友们又怀着激动的心情点开视频，好久没听这笔的新歌了，甚是想念啊。点开视频，偶遇2兄弟，好不容易从学弟学妹们的包围圈中挣脱出来，顾欣逸松了口气，第一次感受到了出名的烦恼。好在这些学生们还是有职业操守的，并没有大肆宣扬，要不然顾欣逸都不敢想象会是个什么场景。2人走出学校，陈峰嘿嘿笑道：老顾，你看，你一来，我们招的配音演员质量都上来了，而且有你把关，我更放心点。顾欣逸瞥了他一眼，不置可否。理是这么个理，但为啥他看到他那个样子就想揍他呢？现在配音等一系列人员全部聚齐，下面专业的东西就要靠你自己了。疯子，怎么样？有没有信心？顾欣逸没有再在这个话题上纠结，转而问了另一个问题。陈峰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升起自信的笑，他点了点头，非常认真的说道：那必须有。老顾，虽然感情方面或许我二了一些，但在这方面我可是专业的，等着瞧好了。陈峰说着，心里也在盘算着时间，他要赶在王军那部动漫播出之际，将这部动漫也成功制作出来，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他陈峰可不是那种有怨不报的傻子。顾欣逸也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相信陈峰肯定会处理好之后的事情。2人并肩往停车场走着，走着，顾欣逸忽然停住了脚步，抬头看向前方不远处，那里不知何时围了一堆的学生，人群之中不时有音乐声从中传来。这音乐声很熟悉，赫然是顾欣逸来到这里唱的那第一首歌《一生有你》。走，过去看看。顾欣逸眼睛亮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在路边听到自己的歌呢，一时有些好奇。陈峰点头，2人快步走了上去，钻进人群，便看到人群中间围着的是2个年轻人，一人抱着吉他正在深情演唱着《一生有你》，另一人站在旁边正在与周围的人互动着。2人明显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年龄大了点，长相也不是很出众，身上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衣服，虽然衣服有些老旧，但是给人看着却不邋遢，收拾的倒是挺清爽。一边的空地上还堆放着他们的行李。顾欣逸闭上眼细细听着，这个男生唱得很好，甚至比他唱的还要有些味道，这让顾欣逸更有些惊喜。这是个好苗子啊！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总有些怀才不遇的牛比唱将被埋没，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创作型歌手，没人给他们写歌，没人推没热度，就导致有许多这样的人只能流连于各个路边酒吧驻唱，以期待被星探看上。场中的男生一曲唱完，2人稍稍调试了一下设备，便换了一首歌，2人一同唱了起来。这是首顾欣逸没听到过的说唱，一人语速飞快地说唱着，另外一人在高潮时加入了进来，他们配合的天衣无缝，也将周围的气氛彻底带动了起来。四周的学生们挥舞着手，跟着他们晃动着身子，人群中时不时传出喝彩的口哨声。年轻人的活力在此刻被他们彰显得淋漓尽致。顾欣逸也被带动得不自觉点着脑袋，这首说唱虽然只能算是一般般，
但至少比他刚来时听的那什么临时抱猪脚好多了。而且可以看出，这两人的唱功确实非常了得，应该也经常面对人群演出，舞台发挥也非常出色，这让顾星逸有些异动了。他要开娱乐公司，可不是说说，但他现在可真的缺人啊。又一首歌结束，顾星逸只是稍稍思索了一下，便果然的动身走上前去。你们好，打扰一下，请问你们两个有意向加入娱乐公司吗？既然想好了，顾星逸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两人神情明显一愣，然后两个人脸上同时爆发出巨大的惊喜神色，其中一人就连拿着话筒的手都有些颤抖。你是星探？顾星逸脸上有些尴尬，好在戴着口罩，没人看到。不是，但我准备创建一个娱乐公司，正好缺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意向？听到顾星逸这话，面前两人好像从天堂掉到了地狱，那惊喜的神色瞬间暗淡下来。搞什么嘛？公司都还没开起来，就来拉人，怕不是什么皮包公司吧？四周的学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是好奇地望向场地里，有些人脸上已经带着不耐烦的神色了，那是因为顾星逸的突然出现打断了这热闹的氛围。不好意思，我们两人虽然不是什么有名气的人，但我们也想找一个有些实力的公司，抱歉了。其中一人脸上带着苦笑，拒绝了顾星逸的邀请。顾星逸还未继续说话，陈峰就窜了过来，他快速朝着两人眨了眨眼。嘿嘿，你们就不确定一下现在跟你们说话的这是谁吗？见到陈峰这样子，两人明显有些懵，他们又仔细打量了一下顾星逸，然后皱起了眉头，这身材怎么越看越熟悉呢？顾星逸也苦笑了一下，也是自己一个公司都没开的选手，现在还戴着口罩和鸭舌帽，谁遇到这样的人都得拒绝啊。你们先不要着急拒绝，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顾星逸，是你们刚刚唱的那首《一生有你》的创作者。听到顾星逸的话，两人又愣住了，他们俩此刻的心情就好像在坐过山车，刚升起又落下，现在陡然又升到了最高峰。两人眼睛越瞪越大，满脸呆滞地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身影，顾星逸。顾星逸，他们的偶像。两人不止一次幻想过，如果有一天让顾星逸来为他们创作一首歌，那他们死都无憾了。这是一个好的唱将对出色词曲人的特殊感情，没有一个歌手不期盼着自己能有一首好歌。歌手与词曲家就相当于千里马与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难求。你真是顾星逸吗？新瑶出品必属精品的那个顾星逸？顾星逸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两人又呆滞了一下，然后突然对视一眼，随后两人在顾星逸懵逼的神情下，他们抄起地上的行李，一左一右拉着顾星逸就往外走去。加入，我们加入啊！快走，这里人太多了。那动作好似两个劫匪将顾星逸挟持住，生怕一不留神他就跑了。第126章有家。直到几人来到一处人少地方，两人才放开顾星逸的胳膊，满脸激动地望着他。顾星逸笑了一下，会意地将脸上口罩摘下，露出他那张已被大众熟知的帅脸，并伸出手来。你们好，正式介绍一下，我是顾星逸。当真看到顾星逸就在面前，两人脸上惊喜神色越来越浓。左边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男生忙将手在自己衣服上擦了擦，一把握住了顾星逸的手。你好，你好，没想到真的是你，我叫风潇潇，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说真的，我现在感觉好像做梦一样。风潇潇咧着嘴，嘴角都要笑到了耳根。他真的是没想到，前些日子他们俩还在喝着酒，听着顾星逸写的歌，当时他还羡慕的说了一声，如果顾星逸能给自己两人写歌，那他们肯定做梦都会笑醒。没想到今天竟然见到了活着的顾星逸，而且就站在自己身前。听到风潇潇的自我介绍，顾星逸的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他扭头看向另一个个子较矮的男生，就是刚刚唱《一生有你》的那位。你不会是叫易水寒吧？那个男生明显一愣，然后惊讶地瞪大眼睛。你怎么知道？行吧，风潇潇吸易水寒，凑一块了。这两人的父母该不会也是穿越者吧？顾星逸胡思乱想着，他可是知道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并没有这句话的。好，那风潇潇、易水寒，我再次邀请你们加入我的公司。虽然我的公司现在还没有创立，我也不能在此刻给你们保证什么未来，但至少我可以给你们和其他娱乐公司一样的待遇，当然还有适合你们的歌。顾星逸是真的挺欣赏这两人，刚刚的演唱他一直在认真听着，他觉得这两人的实力完全不输那些当红歌手，而且这两人的名字和自己也意外的有缘啊，总给他一种见到老乡的感觉。风潇潇和易水寒只是对视了一眼，然后两人转回头来，郑重的点了点头，没有丝毫犹豫。我们加入，要是知道是你，我们刚刚就不会拒绝。现在在这个乐坛，要问我们最佩服谁，那就是你，顾星逸。易水寒挠了挠头，脸上带着些腼腆神色，继续说道：其实你也是我们的偶像，前几天我们喝酒时还聊起你呢。
如果能拥有你创作的一首歌，那我们真的就满足了。风潇潇也笑了笑，他的脸上除了激动，还带着一些唏嘘。我们俩毕业之后就背井离乡出来奋斗了，东奔西跑了多年，梦想却一直没能实现。我们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要进娱乐圈这个大舞台太难，基本看不到希望。说到这，风潇潇脸上再次洋溢起更灿烂的笑容。遇到你，真是我们距离梦想最近的一次了。就算你不邀请我们，我们也肯定会追着你求你收了我们。我们肯定会好好努力的。看着眼前两张诚挚的面孔，顾心意有些动容。明明是自己在邀请他们却这么高兴，这就是娱乐圈的现状啊！没有名气，只有实力，太容易被埋没了。这些身在底层的实力歌手，遇到一点机遇就会拿出自己100%的热情。好，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吧。等公司成立那天，我联系你们，你们直接来公司报到。顾心意认真的说道。他拿出手机与两人交换了手机号，又加了微信。两人心情明显都很激动，就连拿手机的手都有些微颤，但他们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明媚。交换完联系方式，几人又说了几句，顾心意这才离开。一切还要等新瑶娱乐创立后再说，不用几天了。等华央的节目播出之后，等下西瑶的专辑上线之后，新瑶娱乐就会出现在这个世界。没走多远，顾心意还能听到身后风潇潇在给他的家里打着电话。他那一句妈，我找到公司了，让顾心意险些落泪。这种感觉顾心意最能体会，原氏的自己毕业之后也是辗转多年才有些名气。他记得那时他写出第一首歌被别人认可后，那份心情到现在他都记得。可惜那时的他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诉说，只能自娱自乐的给自己买了个小蛋糕庆祝。回到家中，天色已经渐暗，陶乐乐和云姐已经离开。温馨的橘黄色灯光下，小奈奈正窝在沙发上玩着玩具，听得开门声，她抬起小脑袋，然后眼睛弯起。爸爸回来了。我回来了。奈奈在玩什么啊？顾心意应了一声，快步走到沙发前，将小家伙抱进怀里。在玩胖子叔叔送的拼图呀，爸爸快来和奈奈一起拼，要拼好了才能吃饭哦。这是妈妈说的。好，那我们要加油了。顾心意笑着举起小奈奈，将她放到沙发上，与她一起拼起拼图玩具来。夏西瑶这时也端着热气腾腾的菜从厨房走了出来，她眼睛同样是弯如月牙，将菜放到餐桌上，而后看向沙发上的两父女。她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一幕了，这一幕怎么看她都看不够。顾心意此刻心里也是无比温暖，下午那种孤零零的感觉现在早就荡然无存了。这一世她有家人。月色温柔，小家里欢声笑语不断，一夜无话。第二天，今天是华央上线追梦赤子心的时刻。只过去了一天，各个软件上的宣传却早已铺天盖地，微博上热搜第一的标题更是红得冒火。网友们也早就蓄势待发，他们早早的就开始在网上讨论了起来。集合了，集合了！央妈和新瑶出品，不容错过呀！爱逆战还没听够呢，又来首追梦赤子心，我的耳朵呀！他比我幸福。楼上的凡尔赛本赛吧，好歌都还不行了，那你别听啊！哈哈。听说有人要封杀夏西瑶的呢，怎么没动静了？就这，别提了，给他们10个胆子，我就站在这，看谁敢动。昨天天美和盛世的官博都被冲烂了。不同于网友的活跃，那些娱乐公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不敢有任何的动作。只一天时间，热搜就再次被顾心意和央妈包揽。谁都知道顾心意这是在为谁出头，可谁都奈何不了他。没办法呀，人家有妈罩着呀。晚8点，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华央节目正式播出。所有等着这一刻的人都立刻点开了华央频道。下一秒，他们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莘莘学子，他的身前书桌上堆着高高的书本。炎热的夏日里，风扇正呼呼地吹着，即使是这样，他稚嫩的脸上依旧不时流下汗水。他抬头，黑板旁边是高考倒计时，音乐声也在这时响起。之后歌声响起，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处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第127章，向前跑。破音。顾心意此刻也在电视机前正看着节目，当歌声响起的时候，他微微有些发愣。恍惚间，他好像听到了原唱 Gala 的声音，太像了，到底是华央。一下子就明白了这首歌的精髓所在。这个歌手的声音，这个声音里所蕴藏的力量，无疑不再表明着华央是真的听懂了首歌，并把它完美的呈现出来了。歌声响起的这一刹那，所有正在观看视频的网友们也都愣住了。此刻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初自己为了梦想而去拼搏的时候。节目组画面一转，镜头从学生来到了一个满身污泥的工人身上，他全身已经湿透，但背上还在扛着比他人高几倍的钢材。歌声继续响起，用力活着，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
不求任何人满足，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一直在这，都像是一个人在平静地诉说着他追求梦想的脚步从未停过。画面也从工人身上转到了一个公司白领身上，他正在挨着领导的批评，点头哈腰地道着歉。正在观看着节目的网友们也在这一刻不由得握起了拳头，他们每个人都从这一段段画面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些都是他们目前正在经历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每个人都深有感触。沙发上与顾欣逸一起看着节目的夏西瑶也在这时怔怔看着电视，听着歌，就连他对此都感同身受。那些向着梦想前进时付出汗水的时刻，好像在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都不由得浮现在了眼前。顾欣逸见到他这样，轻轻地握住了他温软的手掌，笑了笑。这首可是摇滚啊，正曲还在后面呢。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歌声唱到最后的遗憾二字时，突然高昂，画面中学生低下头，飞快地写着作业，工人弯着腰，不停地向前走去，白领对着电脑疯狂地修改文件。这是对梦的执着，也是对未来的期盼。网上每个人都在此刻心情陡然揪紧，他们懂啊，这种感觉，他们真的想哭，这是他们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服输。咬紧牙关，向前，再向前，不论成败。这一刻，所有人心中那炽热的情绪都被点燃，他们咬紧牙关，想要发泄出来。下一刻，音乐声伴随着嘶吼的男声也在此刻响起，带着一种不论成败、不服输的力量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向前跑，破音，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历经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继续跑，带着赤子的骄傲。破音，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吧，有一天会再发芽。所有人心中的炽热火焰，在这一句句嘶吼的歌声中瞬间被点燃。为什么说他们愿意力挺顾欣逸这个比？原因就在这，他的歌总能让人沉浸式深入歌曲之中去。网友们心中的赤子之心在这嘶吼声中瞬间被唤醒，心中情绪更是在这一刻彻底发泄了出来。泪崩，只有这首歌，我允许它破音，给我破。不是，这歌我感觉破音才是精髓啊！追梦啊，追梦！我仿佛听的不是歌，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呐喊。真的，我听着歌，仿佛回到了我日夜拼搏的那段时日。后来我成功了，你们也许不懂那种感受，那是种触底反弹后的歇斯底里。这首歌真的是对歇斯底里全力奋斗最好的诠释。在这，我就不得不要将那个要封杀夏西瑶的公司拉出来鞭尸了。你封杀个给我们看看，真被你们得逞了。我们上哪去听这种歌？听到这首歌，我也终于懂了，央妈为什么要出来护犊子了。这首歌可以破音，但不允许降调。此时此刻，已经没人在意节目中到底播放的是什么画面了，因为仅凭这首歌，他们脑子里就已经自动生成了独属于自己的画面。网友们听着歌，心中情绪被彻底点燃。谁说摇滚乐没出路？谁说摇滚乐是小众？那这是什么？网友们或紧握着手机，或双目紧闭着坐在电视前，享受着来自耳边这音乐的冲击。此时的华央总部，林国栋与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看着大屏幕上的实时播放量，他们眼中的惊喜都已经掩藏不住。这次的节目比以前任何一次的节目都要成功。杜老哥，我的眼光怎么样？哈哈哈！我就说吧，有这小子的歌，一定可以的。林国栋哈哈大笑，仿佛他夸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样。作为华央的总导演，杜谷也满怀感慨地说道：“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过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人了，真是让人忍不住想要见见他。而且我也没说过不行吧？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会有此刻，要不然你以为我会帮那个小家伙出声？”杜谷依然在看着数据不断上升的大屏幕，只是脸上已经爬满了笑容。林国栋挑了挑眉，这个老家伙就是不肯承认是他的眼光好呗。节目才刚刚播放到一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进来，节目热度也越来越大。新进来的网友们还未开口，就被歌声彻底征服，然后他们统一沉浸在了音乐中。未来迷人绚烂，总在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也不管自己能不能会还。音乐一流，歌词一流，他们再次见识到了顾欣逸的创作能力。这个载种，少了他以后大家的耳朵可怎么活哦？顾欣逸此刻哪里知道这些，他也彻底沉醉在了音乐之中。他牵着夏西瑶的小手，两人的手交织在一起，握成了一个拳头。
此时两人的动作出奇的一致，那就是都闭上了眼睛，摇头晃脑的细细品味着歌词。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请握紧双拳。在天色破晓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等待日出时最耀眼的瞬间。向前跑！破音。第128章邀歌。享受，极致的享受。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首摇滚会如追梦赤子心一样，让他们感受到耳朵好像经历了全新的洗礼。他唱出了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对梦想的执着和对成功的向往。节目也在此刻迎来了尾声，画面中那之前出现过的一张张面孔，他们望向前方，也面向未来，迎着前方出现的那一抹耀眼的光芒，开心的笑了。不妥协直到变老。歌曲也迎来了它的尾声，每个人的心都沉淀了下来。呐喊过后是回归生活，回归到每一日的奋斗之中。节目末尾，一行大字缓缓出现，扣动着人们的心弦。仅以此片送给那些正在路上追逐着梦想的你们。爆了！仅仅一首歌的时间，这个短片在网上就彻底火爆了。无数加粗加红的震惊标题出现，无数末尾冒着火苗的帖子出现，他们都在赞叹着这首歌。如果说昨天的逆战是顾欣逸对娱乐圈的某些公司宣战，那么今天华央这首《追梦赤子心》就是顾欣逸在向他们宣布，他有这个资格，也有这个能力，向他们宣战。这天，你们压不住。这还只是个开始，网上的热度就已陷入疯狂。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会听到这首歌，那时的热度不敢想象。天美娱乐大厦中灯火通明，之前还一副胜券在握的柳高，此时已经有些慌了。这份热度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本以为顾欣逸的这首歌顶多会和之前的那些歌带来的热度差不多，可事实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华央配合顾欣逸，两者之间竟出乎意料的契合。转手打了一手逆天的牌。柳高死死地盯着屏幕，拳头更是不知不觉地握紧，甚至指甲嵌入了肉中都不自知。办公室里站在一边待命的女秘书瑟瑟发抖，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董事长这么失态。好半天后，柳高才回过神来，他表情阴郁地不停转着手中的钢笔，思考着接下来的事情。华阳他不敢与之对着干，但顾欣逸还吓不到他。他在思考着如何在这个节目之后将顾欣逸的风头压下。想着想着，他突然抬起头，看向一边战战兢兢的秘书，问道：如果我没记错，明天就是夏曦瑶专辑上线华音的日子。本来就在害怕的秘书突然被问话，他身体止不住抖了一下，然后颤颤巍巍地快速回道：是的。网上很多网友们都在讨论着，他们将这3天称之为乐坛的3日狂欢盛典。秘书说完便紧紧地闭住了嘴，生怕再多说一句就会引发柳高的不满。3日狂欢？呵呵。柳高嗤笑了一声，而后又继续说道：既然他们要过盛典，我们怎么也要加入一下，联系一下业内几个著名的词曲人，再将阿英叫过来，他怎么也是老牌天后，出一首歌上榜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这是公司全力配合，我要在明天晚上之前见到他的歌上线华音。秘书听后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老板要将英姐叫来站台了。要知道英姐可是上一代的天后，人品先不说，但实力确实摆在那。好，我这就去联系。他只是愣了一下后便立刻应了下来，只是眨眼功夫他就想明白了，董事长这是想恶心一下顾欣逸啊，在音乐榜上横插一手，目的就是不让他的气焰那么嚣张。不同于柳高，田心池倒是没有任何动作，他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态度，事不关己高高做起，坐收渔翁之利。而英海娱乐却罕见的又召开了一场会议，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老狐狸杨宪呵呵笑着，怎么都不说话了？之前不是挺能说的吗？这次召开会议是让你们决定我们要选择哪位歌手来向顾欣逸邀歌，又不是杀了你们，一个个沉默寡言的做什么？会议室中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先前刚同意赶走夏曦瑶，现在哪有脸来说话？不过大家都很异动，顾欣逸现在的风头一时无两，杨宪这明显是想借东风邀一首歌打榜去了，这对他们手下的歌手都是好事。杨董事长，我觉得丽娜可以，她本来就是一线歌手，但自从夏曦瑶过来后，直到现在都没出过什么歌，这次的机会可以给她。会议室靠左的位置上，一个戴着金框眼镜的中年女性率先开口，她是季颖平被辞退之后才坐上了运营部长的位置，在此之前她就与丽娜走得很近，此刻见到有这种好事，她自然坐不住了。我有不同意见。杨宪还没开口，坐在另一侧的张超又开了口。杨宪看了他一眼，皱了皱眉，这个家伙貌似运营部长不管换成谁，他都和对方不对付。有意见就快说。杨宪瞥了张超一眼，意思是你有屁感觉放。我觉得丽娜不是最好的人选，新部长刚上任不久，可能不知道夏曦瑶在公司的时候和程迪走的相对比较近一些，我觉得程迪可以，这样顾欣逸给程迪创作出来的歌也会更用心一点，
对公司的好处自然更多。而且，据我所知，程迪还是顾心逸的粉丝，程迪也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晋升为2线歌手。张超说完，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他这次真不是看新来的新彤彤部长不爽，而是确实在为公司考虑。杨宪听后也沉思了一下，片刻后他才抬起头说道：“这事好办，询问一下顾心逸的意见就好。那么人选就在这2人之间选择吧。顾心逸答应为谁创作歌曲，歌曲就给谁。”杨宪说完，新彤彤与张超都不再说话，其他还想举荐歌手的管理层们也在心里叹了口气，为自己刚刚没有先出声而感到难受。果然，这样好的资源总共就这点，反应慢一慢，就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江城刚准备上床睡觉的顾心逸就收到了来自鹰海娱乐的邀歌信息，他愣了一下，没想到鹰海会在这时向自己邀歌，时间还这么赶。但只是转念一想，顾心逸便明白了鹰海的用意，这是想蹭自己的热度了。看着信息中的2个人选，顾心逸没有多做考虑，便选择了程迪。不说他与程迪见过面，对程迪印象较好一些，就说程迪那甜美的嗓音，就让他忽然想起一首歌来。这首歌正巧适合程迪这种小甜嗓来唱，量身定制一版，那就是《爱你》。甜心教主王心凌的《爱你》拿来给同样甜美的程迪来唱，一时顾心逸都有些期待起来。第129章，苗安云的遭遇。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同。就在顾心逸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盛世娱乐的艺人公寓中，苗安云正一脸落寞地收拾着行李。小助理于冉冉默默在一边帮着忙，不管她的云云姐做什么决定，她都会全力支持。自从顾心逸出现，娱乐圈的风云变化太快，前些天苗安云还在为夏西瑶被封杀而感到惋惜，没想到仅仅过去1星期，顾心逸便直接为夏西瑶实现了逆风翻盘。网上铺天盖地的热度将所有歌手压得喘不开气，当然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顾心逸凭实力创造出来的神话，那是人家的本事。苗安云只能在日常生活里更加努力点，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成功的。可惜有些时候现实就是那么残酷。盛世娱乐本就不侧重乐坛的发展，这次事件后，公司的决策更加令人看不懂了，甚至有一些歌手都开始向着影视方向转型。苗安云自然不会转型，唱歌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梦想。可就在今天中午，他却遭遇了来自公司上层的潜规则。那个叫马亮的董事不仅想让他转型去影视行业，而且言语动作轻浮，他实在没忍住，在他即将对自己动手动脚时，给了他一巴掌。也就是这一巴掌，葬送了他的前程，也不过是被雪藏而已。苗安云不后悔，即使再让自己选择一次，他依旧会打这一巴掌。现在这公寓也被公司收回，给他安排的另外一个住所是一个类似杂物间一样的房间，若不是有天价违约金绑着他，他早跑路了。他只是普通家庭出身，这3年赚的钱离赔偿公司的违约金还差一些。冉冉，苗安云抬头看着已经收拾好的行李，又转头看向依旧陪在自己身边的于冉冉，脸上勉强的挤出一些笑容道：“我这次可能真的没希望了，等一旦把违约金的钱赚够，我就离开公司了。”你，如今就连平时性格大大方方的苗安云都有些伤感，他不知道该到底怎么和于冉冉说，只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哎呀，云云姐，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的，总会有办法的。于冉冉也知道苗安云现在心里肯定难过，他只能故作开心的为他打气道。其实他心里也有些难过，苗安云一走，他肯定要被安排到别的人手下去工作了，但是对比自己，他心里更为苗安云担心。云云姐那么喜欢唱歌的一个人，那么努力的一个人，到现在却只能黯淡离场。现在这个娱乐圈真是没救了。于冉冉心中想着，然后就想到了夏西瑶，继而又想到了顾心逸，然后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如果顾心逸肯帮云云姐的话，那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吧。但转而于冉冉的小脸又垮起，非亲非故的顾心逸又怎么会帮助苗安云呢？第二天10月1，夏西瑶的专辑上线之日，也是3日盛典的最后一日。从一早开始，网上的话题就没停止过，网友们都在等着专辑上线的那一刻到来。如今的华音平台新歌榜榜首已经被昨晚华央发布的《追梦赤子心》牢牢占据着，这让许多网友们都在纷纷猜测着夏西瑶专辑里的歌究竟能冲到新歌榜第几名。而就在这时，突然有眼尖的网友们发现，天美娱乐和鹰海娱乐，他们竟然也在刚刚发布了公司旗下歌手新歌上线华音的公告。同时，天美娱乐的上一代天后陆音与鹰海娱乐的新生代歌手程迪，也在此时发布了一篇微博。他们都在微博里为自己今天上线华音的歌做了宣传。陆音带来的是一首伤感情歌《白天不懂夜的心》，而程迪带来了一首《爱你》。这个发现顿时让网上一片哗然，各种议论声也热闹的飞起。好家伙，这俩公司怎么想的？这时候发新歌，不怕被碾压？来者不善，来者不善！兄弟们，记得我们之前的承诺吗？今晚的主场在于我们。确实，
陆英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性格不好，长相不好，等等一系列不好，但他的歌确实没得说。程迪也不可小觑，那个小甜嗓听得老夫心都要酥了。不管怎样，晚上再看吧。论实力，夏西瑶不输这两人；论作品，顾心意哈哈大笑，谁来也不是对手。陆英还敢出来跳？他之前被喷得多惨，自己不知道。抖音一条视频点赞数几十万，评论上千万，懂得都懂。哈哈哈，这我就不得不说了，里面就有我一条评论。不得不说，娱乐圈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啊！哈哈，今晚有戏看了。天美娱乐和英海娱乐的公告一出，让网友们的热情顿时更加高涨起来。他们现在只觉得现在时间过得真是太慢，恨不得一眨眼就到晚上歌曲上线时间。今晚可是神仙打架呀，而他们却是这场纷争中的主角。自从夏西瑶复出之后，带出了顾心意，吃瓜网友们的存在感是越来越强了。此刻的江城，对比网友们的迫不及待，夏西瑶的心里有些紧张。他知道今天自己这张专辑的销售情况对顾心意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尽管里面有一半的歌曲都是免费渠道，但他依旧紧张。顾心意虽然对这些歌曲都有信心，但心里免不了同样有些忐忑。他现在可谓是一穷二白，他计划要开娱乐公司的钱，还有星瑶动漫的那500万都还没有着落呢。现在只能看夏西瑶这张专辑的销售情况了。至于歌曲网友们买不买单，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事情。时间在众人不知不觉的等待中来到了晚上8点。这一时间，夏西瑶的专辑陆英与程迪的新歌在同一时间上线了华音。早就摩拳擦掌的网友们却在此刻犯了愁，一下子出来那么多首歌，他们到底该听哪首呢？就在网友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不知道谁发布了一个帖子，标题是靠，太好听了，我抽中大奖了，大家快去听夏西瑶专辑里的新歌如愿。这一下网友们眼前顿时亮起，靠，自己这是在纠结个啥？当然是先听夏西瑶的那首神秘新歌呀，顾心意创作的，没听过的那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一时间所有人都倾巢动，点开了帖子里说的那首歌如愿。第130章如愿。他们甚至一点都没去在乎这首歌是付费收听，那几首免费的他们听过，虽然听的不是至真版，但他们现在就想听听这首如愿到底如何。别问，问就是有钱任性。然后伴随着钢琴声，戴着耳机的他们开始摇头晃脑，这旋律真优美啊。直到夏西瑶的声音响起，他们才闭上眼睛享受着。你是遥遥的路，山间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夏西瑶干净清脆的声音回荡在他们耳边，也瞬间唱进入了他们的心里。这声音简直太有灵魂了，夏西瑶一开口，他们只觉得全身都被震颤了一下。不同于网友们，此刻娱乐圈各个公司的管理们，还有乐坛的那些歌手们，他们可没有一点心思去听歌，他们正盯着华音的新歌榜，甚至都不敢眨眼。他们都想知道今天哪些歌会登榜，又有哪些歌会被挤掉，特别是新歌榜上有名的歌手们，他们心里忐忑的要命。然后他们忽然发现，新歌榜上一首夏西瑶的如愿几乎在瞬息之间就出现在了榜单的第50名。这一刻他们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可即使这样也依旧挡不住如愿那以火箭般上升的趋势。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几乎只是眨了下眼睛的功夫，如愿就爬到了新歌榜20，然后又杀上新歌榜前10。这是夏西瑶专辑里的第一首登上前10的歌。网上已经有网友听完了整首歌，听完歌曲的他们深深吸了口气，舒缓了一下心中被歌曲感染的情绪。原来这首歌是写给所有的先辈们听的啊！先辈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生命，他们一代人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了3代人的和平生活。好不容易舒缓过来的网友们忍不住点进去又听了一遍。夏西瑶的声音层层递进，娓娓道来，那一段感恩，一段传承，一段开辟，每一段的唱腔都在改变，让他们只觉得听一遍他们根本不过瘾。除了夏西瑶的歌声，他们现在更加佩服顾心意的才华了。他们觉得也只有顾心意能写出这么好的歌了。再次听了一遍这首歌，到了高潮部分，他们还是如之前一样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慢慢去体会着。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枉啊，愿勇往啊，这盛世每一天。脑海中他们好像隔着时空，牵着先辈们的手，带他们去领略了这繁华盛世。先辈们的苦没有白费，这山河无恙，这烟火寻常，是他们如愿眺望的那样。再次听到这首歌，所有人心中的感情不自觉又升华了一些。
这次的他们心中有着淡淡的悲伤，他们好想让先辈们亲眼看看如今的这世界的模样。网友们还在听着歌，在他们不知不觉间，如愿成了新歌榜第2。可他们已经不在乎什么新歌榜了，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泪目，因为这时夏曦瑶的歌声已经到了最后，他们已经再一次彻底沉浸在了歌声中。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愿你所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你啊，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写你未写的诗篇。天边的月，心中的念你，永在我身边。与你相约，一生清澈如你年轻的脸。谁都没想到，最先上榜的竟是一首收费的新歌，也都没想到，这首歌一上榜就杀到了新歌榜第2。那些不信邪的娱乐公司管理们疯狂刷新着榜单，可这首如愿就好像焊死在第2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微博上此时已经彻底疯了，不只是网友，就连媒体，就连各个营销号都在疯狂地安利着这首歌。这时这些娱乐公司的管理们才确定，原来这真不是自己眼花了。仅半小时啊，一首之前从未出现的新歌就到了新歌榜第2，还是付费收听的那种，恐怖如斯。有的歌手依旧不敢相信这首歌有这么好听，于是他也点了进去。几分钟后，他沉默了。比不了，真的比不了。这首歌不能说是好听，只能用无敌来形容。就在网上因为这首歌闹腾不止的时候，所有人又震惊地发现华央又发微博了，还艾特了顾欣逸和夏曦瑶。好一首如愿，好一个顾欣逸，好一个夏曦瑶，写得好，唱的也好，我拿走了。所有人都在看到华央发的微博时呆愣住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华央这样说话。就不装了呗，就亲儿子亲闺女呗。好吧，他们确实有这个资格。顾欣逸也同样看到了微博，他笑着回了一句：您老尽管拿走，不够再跟我说。看看，这是人话吗？还不够再说。我呸！所有人在这一刻都木了，他们也想跟华央这样互动啊，奈何他们没这个才华。呜，就很伤心。顾欣逸回完微博后，心中也感慨万分，果然不管是哪个世界，这首歌都会给人带来震撼。原世界天后王菲演唱的歌曲，唐田大佬写的歌词，要是不火的话，天理难容。而夏曦瑶为这首歌所做的努力，他一直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可是知道，之前他刚拿出这首歌时，夏曦瑶没日没夜的在练习着，就为了想要将这首歌给唱得更完美一些。而现在的这个结果，无疑是对他的努力最好的回馈。网友们因为一首如愿陶醉了许久之后，他们才终于想起还有别的歌没听呢。于是华音新歌榜彻底乱了。原先的前10名，除了榜首的追梦赤子心没被撼动以外，其余的歌都在慢慢消失。如愿顶替了原先的第2，稳稳坐在第2宝座上。紧随其后的是夏曦瑶的起风了，这首夏曦瑶最先在新歌会上实唱的歌，也最被大众喜欢。再之后是花海上榜，然后勇气也毫无疑问的爬了上来。慢慢的，夏曦瑶专辑里的歌一首接着一首都登上了新歌榜前10，就连喜这首略微小众的歌曲都被网友们抬到了第10的位置。网友们这一时间好像有了共识一般，你顾欣逸和夏曦瑶给我们带来一首这么好的如愿，我们也与华央一样，将你们当亲儿子亲闺女对待，就问你们敢不敢动。第131章，太甜了，妈了。基本所有正在看着榜单的娱乐公司管理层们，还有其他歌手们都骂了。新歌榜前10，夏曦瑶专辑里的歌全部进去了，还有2首不是夏曦瑶演唱的也进到了新歌榜的前10，因为这2首是顾欣逸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分别是一生有你和逆战。这个崽种，他将自己的歌也在今天上传到了华音，而且还都是免费。他们就想问问顾欣逸，那个一生有你都在抖音上出来多久了？将近3个月了，3个月之前的歌现在才上传华音，还算作新歌，真是个崽种，专门来打脸的是吧？不过幸好他创作的歌只有9首，没有将新歌榜前10全部占据，若是都让他一个人的歌给占了，那娱乐圈各个公司的脸面何在？新歌榜第5是一位老牌歌手所唱的歌，此刻他的歌正瑟瑟发抖的被夹在中间。发现这一情况的网友们立马坐不住了，纷纷幸灾乐祸的艾特了这位老牌歌手的微博。嗷呜，被大军包围喽，就问你敢不敢动。这位老牌歌手看到微博上网友们的调侃，顿时哭笑不得的回复了一条微博：不敢动，根本不敢动啊。一时间整个微博成了网友们的快乐源泉所在地，他们边听着歌边聊天闲侃着，好不惬意。天美娱乐大厦中，柳高看着刺眼的新歌榜，心里不由升起一丝火气。录音的那首白天不懂夜的心迟迟没有动静，这让柳高有些坐不住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老牌天后的歌就这么不值得大家听一听。
柳高狠狠地砸了一下面前的办公桌，他知道，他如果再不做点什么，他的计划就只能化为泡影。这边网友们还在欢天喜地地过着大年，他们丝毫没发现，录音的那首《白天不懂夜的心》正以飞快的速度上升着，现在已经到了新歌榜的第30名。毫无疑问，天美娱乐开始发力了，砸钱、请水军、刷数据，各种手段齐出。很快，白天不懂夜的心便杀到了新歌榜第10，将喜成功挤下榜单。本来想听喜的网友们刚想点开新歌榜第10，却陡然发现榜单上歌没了。这一下，网友们才终于发现了这个事情，他们一时还有些懵。卧槽，我的歌呢？你们谁看见我的喜去哪里了？怎么一会儿没看，这首歌上来了？你们谁听了？我擦擦，没谁都不能没我的鬼新娘啊！录音这首歌到底哪些仔众在听啊？不晓得啊，夏曦瑶的歌都听不过来，谁有空去点它？网友们纷纷开始疑惑，没人听，这首歌是怎么上来的？很快就有聪明的网友感觉到了不对劲，他们皱着眉头，只感觉心里被个膈应到了。我想是有人坐不住了，拿我们当猴耍。都没听，这歌怎么上来的？好，这不是在挑战顾心意啊，这是在挑战我们广大网友的智商啊！先不说歌好不好，只是用这种方式上榜，也太膈应人了吧！兄弟们，再加把力吧！我就不信他一个公司能干过我们广大的网友。网上还在激烈讨论着，就在这时，英海娱乐官方微博下场发声了。亲们，你们就没人发现程迪的《爱你》也是顾心意创作的歌曲吗？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惊喜，没想到变成了惊吓，根本没人听啊！你们可不能厚此薄彼，求了，听听吧。这条微博艾特了顾心意，所以很快就被大家看到了。网友们又是一懵，啥？爱你也是顾心意创作的？靠！这你不早说！既然你诚心诚意的求我们了，那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听听吧。行，我听还不行吗？给程迪这个小甜妹一个面子，也给顾心意那个仔众一个面子。废话不多说，开听！对头，兄弟们，奥利给！冲！我今天想看到顾心意的歌全部占据新歌榜前10，你们怎么看？我躺着看。不说了，我先冲了。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11点，网友们的热情却丝毫不减，依旧高涨。今天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见证历史，新歌榜前10，今天他们必须拿下，谁来都不好使。他们说的。怀着这样的心情，网友们率先搜索了《爱你》这首歌，果断点开，然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哦吼，竟然还有个 MV。这一波给英海娱乐点赞。于是网友们点开 MV， 准备边看边听。MV 里程迪甜美的身影出现，配合着背景音乐，她边跳边唱。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甜美的笑容配合甜美的舞姿，甜美的声音配合甜美的音乐，网友们直接躺不住了。有的网友甚至从床上蹦跶了起来，跟随着 MV 里的程迪边跳边哼。就连之前一直听如愿陷入一丝丝悲伤的网友们都被彻底的甜化了。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bye，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哇！老夫的少男心撑不住了啊！甜心，太甜了！爱你，救命啊！我耳边一直回荡着这俩字，脸上不自觉露出了老父亲般的微笑。兄弟们啊，这歌他听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啊？什么？你还在乎这个？就算现在让我甜死，我也要听。程迪的一首《爱你》将所有网友们的心填爆了。此刻的他们脸上都挂着统一的笑容，那是姨母般的笑容。爱你也在网友们这份甜蜜暴击中嘛，直接升到了新歌榜第5，将原本那个老牌歌手的歌直接压到了第6。而这位老牌歌手却丝毫没有感到伤心，因为他现在也在看着 MV， 扭着屁股。爱你一出，不管男女，在这个时候全部化身了小甜心。魔都一栋豪宅内，杨宪也在看着 MV， 笑得合不拢嘴。他突然觉得是不是应该给程迪顶级资源了，然后他又叹息一声，要是自己的女儿能在自己面前给自己唱跳这样一首歌，那他得幸福死。第132章全部上榜，网友们是被甜翻了，可柳高的心里苦啊。为了让录音的歌上榜，公司已经砸进去几百万，他万万没想到英海娱乐会在这时横插一脚。这个杨宪真的太贱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一条微博，杀人诛心。现在公司内的其他董事们已经颇有微词，他们都觉得不值得，这已经超出了这首歌的既定利益了。公司也不是他的一言堂，有利益的时候大家都会奉承着他，
损失利益，他们翻脸的比翻书还快。柳高手只在桌子上轻轻敲着，最终还是放弃了对榜单的争夺。可就算这样，已经玩嗨了的网友们却丝毫没有停止他们的动作。尽管此刻时间都已经过了午夜12点，来到了第二天凌晨，但网友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甚至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大军加入了狂欢之中。这是个不眠之夜，顾心逸所做的每一首歌都以恐怖的播放量杀上了新歌榜，就连之前掉落榜单的喜都被网友们再次抬了上来。终于在凌晨1点10分的时候，新歌榜前10彻底被顾心逸的歌占据，一人包揽前10，这是整个乐坛历史上从未有人达到过的成就。此时其他那些依旧未眠的歌手们在看到这样一个情况时，眼皮不自觉地跳了跳。这也太离谱了，离了个大谱，一人吊打整个乐坛，完呢？可事实证明，至少在这一刻，整个乐坛确确实实被顾心逸一人踩在了脚下。终于完成了这一壮举的吃瓜网友们看着整整齐齐的榜单，心里顿时舒服了。他们也终于重新躺回床上，戴着耳机听着歌，美美的进入了梦乡。就是不知道那些听着睡觉的人晚上会不会做噩梦。第二天天刚亮，顾心逸刚刚起床就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信息轰炸，毫无疑问全是祝贺他歌曲大卖的信息。顾心逸本来认识的人就不多，现在但凡与他有些交情的人全都发来了信息，就连薛小千、刘天王等一些人都发来了祝贺的微信。顾心逸没有详细去看，只是统一回复了他们之后便开始做起了早餐。现在做早饭，做好之后小奈奈吃完正好上幼儿园。不多时，夏西瑶就抱着还在打着哈欠的小奈奈也从卧室走了出来，她熟练地给小家伙洗漱打扮。等他们全部准备好后，顾心逸也正好端着早餐从厨房走了出来。一切都是刚刚好，夫妻两人配合的默契非常。三人刚刚落座准备吃早饭，房门却又被砰砰砰的敲响。顾心逸抬头，眼神中带着疑问，他不知道这一大早会是谁来了。夏西瑶却忙站起身，一边往门前走着，一边说道：“是乐乐他们，我喊他们过来的。”果然，门一打开，陶乐乐那副大嗓门就喊了起来，他整个人也一下子扑上来，搂住了夏西瑶。“哇，西瑶姐，你太厉害了！我昨晚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哈哈哈。云姐跟在他的后面，无奈又有些宠溺的看着这个小丫头。“乐乐，你快下来！”眼瞅着陶乐乐快要将自己给勒死，夏西瑶赶紧一脸嫌弃的将他扒拉下来。关上门，三人一起走进屋来。顾心逸对着云姐与陶乐乐点头打了招呼，小奈奈也甜甜的喊了2声阿姨。只是陶乐乐看到顾心逸对自己打招呼，眼神竟然有些闪躲，让顾心逸感到莫名其妙的，自己这是哪里又得罪这个小丫头了？结果并不是，下一刻从陶乐乐口中传来微弱的招呼声：“姐夫早。”顾心逸顿时懵逼，只觉得自己耳朵是不是幻听了？要知道陶乐乐可是一直都直呼他的名字的。好半天，顾心逸才反应过来，磕磕巴巴的回道：“啊，早啊！”陶乐乐闹了个大红脸，他总感觉顾心逸肯定在心里笑他。夏西瑶看到这一幕，他走到餐桌前坐下，看着顾心逸，脸色微红，但却挂着笑意：“是我让乐乐这么喊的，我是他姐，你自然就是他姐夫。”“哦，我就说嘛。”顾心逸松了口气，刚刚对陶乐乐的突然改变他还感觉怪怪的，是那种总有刁民想害他的感觉。但若是夏西瑶指使的，那就不奇怪了。“云姐，乐乐，你们吃过早餐了吗？”顾心逸抬头问道。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吃过了。随后云姐又看向夏西瑶：“西瑶，一早把我们叫来，有什么事吗？”“云姐，乐乐，你们先坐一会儿，等会再说哦。”云姐和乐乐虽然都不明所以，但还是都点了点头，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饭后，顾心逸照常将小家伙送去幼儿园。等他再回到家时，就看见沙发上的三人正莫名其妙地陷入呆滞之中。顾心逸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呆滞，云姐继而面色复杂，陶乐乐眼睛逐渐睁圆，似乎陷入了某种震惊之中，而夏西瑶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顾心逸挠挠头，不知道短短时间他们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顾心逸有些担心的直接问了出来。夏西瑶抬眸，好半天才举起手机，说道：“专辑首日的销售额出来了。”闻言，顾心逸眼前一亮，忙走到沙发前坐下。“这是好事啊，让我看看总共多少。”“单我的专辑首日销售额7500万。”顾心逸接过手机的手顿时颤抖了一下，他机械式的转过脸，也被震惊到了。多少？7500万！新歌榜前10，全是你的歌。顾心逸昨晚10点多就睡了，今早也是刚送完小奈奈回来，还没来得及看榜单。明明昨晚他睡觉的时候，新歌榜上他的歌才占了一半。没想到这一觉起来，网友们竟然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惊喜。那不是加上华阳那首歌的收益，和我那2首单曲，还有英海娱乐那首歌的分成，首日销售额要破亿。顾心逸说完，不自觉地咽了口水。
他有想过会这些歌的销售额会爆，但没想到会这么恐怖。要知道原世界老周的那张最强专辑首日销售额也不过 1.2 亿，专辑里面还是10首歌，他虽然也是10首歌，但要知道10首歌里有一半可都是免费收听，这就很离谱了。怪不得云姐与陶乐乐会这样，夏曦瑶可是给了他们纯利润的 10%， 这一下两人秒秒钟跨入百万富翁行列，这换谁谁也得猛。第133章，星瑶娱乐即将成立。顾新义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视金钱为粪土的人，但当真有这么大的一笔巨款摆在他面前时，他才知道就算是粪土，这么大一堆摆在面前也会让人震惊到不行。要知道本来专辑的销售额是歌手拿 30%， 词曲家拿 20%， 剩下的都归公司和平台73分成，但是夏曦瑶与顾新义并没有公司，他所获得的销售额只需要与华音平台73分。几人大眼瞪着小眼，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此刻的云姐心中五味杂陈，之前的她还在为母亲的病、外面的欠款愁得白了发，然而自从顾新义那一次出现后，短短时间她现在不仅摆脱了之前的所有困境，而且以后也再也不用为金钱而犯愁。陶乐乐的家庭虽然算是小康生活，但他属实也是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一时也有些茫然。原来夏曦瑶一早喊他们过来是来给他们发工资的。其实夏曦瑶心里一直都在惦记着这件事，陶乐乐和云姐到现在跟了他将近3个月了，每天任劳任怨的工作着，可直到现在他们都1分钱也没拿到，所以他在赚钱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们，只是没想到这张专辑带来的收益竟会如此恐怖。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张专辑首日销售额突破5000万的，而夏曦瑶的这张突破历史记录。顾新义最快淡定下来，他很快便想通了，当初原世界老周的一张专辑首日都能破 1.2 亿，而夏曦瑶的这张可是集合了许多大佬的名曲，能有这样的成绩好像也并不是那么让人惊讶。他抬头看向依旧有点呆呆的夏曦瑶，突然笑了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的富婆啦。若不是陶乐乐和云姐还在场，他好想学着小奈奈对夏曦瑶说富婆范范。不过现在也不妨碍他开口。嘿嘿，老婆现在有钱了，先申请个1000万，公司该开起来了。顾新义搓着手笑嘻嘻地说道。陈峰那边的动漫公司还缺500万，还有市中心的那一层面积2000平米的写字楼，光半年租金就要500万，后期设备什么的还要另算。夏曦瑶眨眨眼，呆萌的样子让顾新义忍不住想要用手指戳戳他的小脸。其实顾新义也有绑定银行卡，但之前他说过以后家里的开销要两人商量着来。好，夏曦瑶轻声答应了一声，他稍稍思索了一下，又抿了抿嘴，看向顾新义开口道，那公司再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好吗？我想以后都拿出30%的收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孤儿，还有那些支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看着夏曦瑶认真的表情，顾新义愣了一下，然后笑着点头，当然可以，他们俩本就是孤儿，经历过一些事，自然比别人更懂得人间疾苦，就算夏曦瑶不说，他之后也会说的。只能说两人想到一块去了。当然这个基金会他们也会认真负责的看管好，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云姐与陶乐乐听到这话，他们顿时眼睛一亮，两人对视一眼后，云姐也笑着说道，曦瑶，我们的工资你划去30%放入基金会吧，这也算我们的一份心意了。好。夏曦瑶答应了一声，之后的方向也算大概敲定，顾新义也没有耽搁，他站起身来做出一个邀请状说道，不知道几位美女是否想和我一起去看看你们未来的新公司。陶乐乐顿时欢呼一声，举双手赞成。夏曦瑶没有说话，而是直接站起身来挽住顾新义的手，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想法。顾新义给陈峰打了个电话后，一行4人便离开家，驱车往江城市中心驶去。再次来到这个10几层的商业大楼楼下，顾新义抬头仰望，这是他第3次来到这个地方了，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在这里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要往外出租的楼层是8层，陈峰早就等候在这，他的身边还站着个年龄大约在40左右的男人。两人说说笑笑，直到顾新义4人从电梯走出来，两人才停止说话，迎了上来。老顾，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这栋楼的负责人林福。陈峰拉着顾新义为两人介绍着彼此。林先生，这位是顾新义，也是我们公司的老板。顾新义忙摘下口罩，与一脸热情的林福握了握手。口罩一摘，林福明显是认出了顾新义，从他眼中那带着些惊讶的眼神就能看出。你好你好，真没想到会是你要租我们的这层写字楼，之前听小陈说我还以为是重名呢，没想到真是你。顾新义，这2天只要打开手机就能看到你的消息啊，你这是要自己开娱乐公司了？林福与顾新义简单握手后，脸上带着些惊喜又好奇的神色问道。顾新义来这里开公司
要是传出去，可是个天大的大瓜啊！你好，林先生，我确实想要开娱乐公司，这不在挑选地方吗？要不咱们先看地方？好，好，好，咱们先谈正事，请跟我来。林福笑了笑，顾兴义若是真在他这地方开启了娱乐公司，那他这里就火了呀。顾兴义的热度他是知道的，这完全就是一个金字招牌啊！几人一起参观起这一层，林福也在不停为顾兴义讲解着。一圈看下来，顾兴义心里也大概有数了。这一层总共2200平方米，分隔成了15个办公区，每个办公区大约120平米左右。当然，这里的写字楼是可以后期根据需要装修改造的，后面顾兴义有需要，他完全可以根据公司的需要重新进行装修改造。比如员工的休息室、还有录音室、会议室等各个房间，他都需要后期自己进行装修改造。还有设备入场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后续的工程了。现在的顾兴义就相当于一个光杆司令，公司里除了他与夏西瑶、乐乐他们，还有就是之前谈好的风潇潇、易水寒二人，公司暂时就没别人了。现在他只需要先简单的弄出几间基础的房间来，然后腾出一个办公场所让星瑶动漫入住就行。对这一层，顾兴义还是挺满意的，于是他当即与林福交涉了起来。林福对于顾兴义能够入住自己这栋商业大楼还是很高兴的，所以价格上给的也很实在。双方一拍即合，谈到最后，顾兴义成功以每天每平方米12元的价格与林福签了半年的合同，到期续不续约完全取决于顾兴义届时需不需要更大的场所。合同签好，钱款交付，星瑶娱乐建立的第一步也成功完成。第134章，等我。万事开头难。星瑶娱乐住址刚刚确定，顾兴义又马不停蹄地联系了装修公司进场，他需要尽快将公司规整出来。疯子，明天陪我去把公司注册下来，顺便在网上发布些招聘信息。歌手咱们暂时没有，但是一些必要的工作岗位还是要尽快落实下来。好，明天一起去。还有装修的事，你不用操心，我会看着。嘿嘿，我们星瑶动漫的办公场所，我一定要全程把关。陈峰答应道。对于公司的事，他倒是干劲十足。联系好装修公司，顾兴义抬头看着眼前这空旷的楼层，心里不停盘算着接下来的事宜。对于开公司，他也是大新娘上花轿，头一遭，他只能细细研究着，尽量让自己没有出错的地方。装修改造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设备入场，人才招聘，然后江峰、一二将收入公司。前期的规划也只有这么多，后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陶乐乐还在拉着夏西瑶挨个房间转着，云姐跟在他们后面，脸上笑容一直没落下过。如今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这个小丫头已经开始为公司的布局着想了，此刻更是拉着夏西瑶一直在研究着。夏西瑶听着陶乐乐幻想的未来，美眸轻眨间，不自觉地看向还在那边思考的顾兴义，心中也很不平静，好像在不知不觉间，自己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好像大梦一场。特别是此刻，他站在这里，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他突然害怕了。陶乐乐还想拉着夏西瑶再往前走走，就突然发现他的西瑶姐呆在了原地，整个人像是失了魂一般。西瑶姐，想什么呢？陶乐乐尝试叫了一声，夏西瑶没有回答。下一秒，他突然挣脱了陶乐乐的手，向顾兴义那走去。顾兴义还在沉思着公司的发展走向，突然身边一阵清香袭来，一只温热的小手就握住了自己的手，握得很紧。他抬头就看到夏西瑶那一张未施粉黛的俏脸，只是现在这张俏颜上，那双杏仁眸子中有些慌乱神色。怎么了？顾兴义捏了捏他的小手，小声问道。话音落下，手中的小手将自己握得更紧。夏西瑶抿了抿嘴，双眸紧紧盯着顾兴义的眼睛。从办公区追出来的陶乐乐和云姐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他们也发现了夏西瑶的情绪不对。云姐不知道夏西瑶这是怎么了，但也猜出了大概，她心里微微泛疼。这个傻孩子好不容易过得幸福了一点，又开始害怕了。虽然云姐不知道她在害怕什么，但她知道原因肯定在顾兴义身上。她看了一眼此刻正满眼温柔看着夏西瑶的顾兴义，拉着陶乐乐往一边走去。现在这个时候，就让这对小夫妻俩单独相处吧。陈峰挠了挠头，本来还不明所以的他，看着云姐两人离开这里，顿时反应过来，连忙追着云姐与陶乐乐去了。这里的气氛让他着实有些吃不消，手中传来的真实触感让夏西瑶的心突突的跳着。他想问，但又有些害怕得来的答案会让自己失望。可顾兴义眼中那坚定的温柔，让他最终还是鼓起勇气问了出来：“顾呆子你不会消失吧？”听到夏西瑶的话，顾兴义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他没想过。刚来的时候他想过离开，想过去周游世界，可后来他没了这个想法。但他会不会消失，他真的没想过，他也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切皆由天定，半点不由自己。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回答，夏西瑶眸子中惊慌神色更浓，握着顾兴义的手也更紧，眼眶开始泛红。这个问题他一直在想的，
从他出现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在想，他从来都没有变过，特别是幸福靠自己越来越近时，他心中的害怕也越来越浓。他怕这个幸福不过是大梦一场空，不过是白驹之过的一场梦，梦里的相逢总会化为泡影。感受到夏西瑶的慌乱，顾心意也有些心慌，他反手握住夏西瑶的手，然后将她揽在怀里。有些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不会主动离开。说罢，顾心意的眼神逐渐坚定下来，他轻轻拍了拍夏西瑶还有些颤抖的后背，继续说道：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消失了，等我一定会回来的。夏西瑶很久没有回答，只是紧紧抱着顾心意的腰，感受着她身上的温度。又过了好一会儿，顾心意才听到他的回答回荡在耳边：好。只有一个字，却透露着夏西瑶的决心。虽然顾心意的答案不是他想听到的那个，但他却给了他一个交代。两人的心绪渐渐平稳下来，只是顾心意心中的担忧又多了一层，那是他不能确定的事情。这里的事情敲定，一行4人离开公司，前往银行。路上，在陶乐了这个开心果的故意逗乐下，夏西瑶的心情也好了许多。顾心意开着车，心里赞叹着，到底是夏西瑶的龙虎大将，他们两人是真的懂他的。这次去银行就是为这2个功臣发工资。之后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夏西瑶倒是一时清闲了下来，而顾心意这个立志成为全职奶爸的人却是跑断了腿。注册公司、招人、制作公司 logo 等一系列事情让他根本闲不下来。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网上他们俩的热度也渐渐归于平静。一时间，夏西瑶与顾心意的消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网友们只能听着歌来缅怀他们，顺便在他们两人的微博下面吵一下。喂，人呢？还不出来营业？我等的花都谢了。就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半个月了，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歇啊！听着你们的歌，催着你们，这种感觉就很棒。不是说要自立门户，怎么没动静了？完呢？老邓，你再不出现，小心我将鬼火停在你家楼下。新瑶是我的，嘎嘎。不同于网友们的纷纷催促，娱乐圈倒是罕见的平静了下来，各个娱乐公司也松了口气，没有这两人的压迫，他们的心情大好。只不过他们也不敢太过嚣张的霸占热榜，就怕哪一天顾心意这个载种突然出现，给他们一击。毕竟他只要出现，那就是热搜，妥妥的。要是这样的话，他们投入的钱不是全浪费了？事实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时间来到10月20日，夏西瑶与顾心意的微博同时更新了动态，然后只用了短1个小时，这条动态就到了热搜榜1。好久不见，给大家汇报下工作。从今天起，新瑶娱乐正式上线。第135章，秘书，顾总，西瑶姐，早上好。新瑶娱乐公司经过半个月的整修，如今已初具规模。顾心意与夏西瑶等人刚踏进大门，新招聘的前台小姑娘就立马站起身来，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对着顾心意与夏西瑶问好。早上好。顾心意笑着回了一声，这个小姑娘好像叫李文静，看着确实文文静静的，挺好，人如其名。李文静得到顾心意的回应，脸上喜色更浓。自从看到新瑶娱乐的招聘，她就果断投了简历，就连当初面试时候，她都做了万全准备。就这样，她心里都还在担心着会不会不通过。毕竟能进入自己偶像的公司上班，还能天天见到他们，都一件很幸福的事啊。如今的新瑶娱乐，除了新瑶动漫所用的场地外，现在已经分成了10个休息室、10个录音室、5个办公室，还有一个大大的会议室。基本设施已经全部到位，公司的 logo 也已经设计好，挂在外面的大牌子上。当然，对比其他大一点的娱乐公司，还是略显寒酸，但目前这样，顾心意已经很满意了。咦，你们来得挺早啊。西西，顾大哥，西瑶姐，早上好。顾心意与夏西瑶刚要往里走去，门口这时又传来2道女声。早。杨部长，程迪，你们也早。顾心意与夏西瑶等人回头，就看见杨丞琳与程迪也从外面走了进来。程迪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揽住了夏西瑶的胳膊。西瑶姐，几天不见，又胖了点哦。哪有？夏西瑶俏脸微红，她确实胖了些，最近一直在家，顾心意做的饭太好吃了，她每次都忍不住多吃了一些。但是要她承认，那是不可能的。顾心意看到走到近前的杨丞琳，挠了挠脑袋。公司刚开张，她本来只是向杨宪提出合作，借2个人过来镇场子。程迪过来她是有想到的，但杨丞琳过来她万万没想到。这个御姐在自己家公司身兼多职，怎么还有空跑到自己这个小破公司来了？他们刚来的时候就将顾心意吓了一跳，不过也幸好杨丞琳来了，帮公司解决了不少麻烦，至少在人事这一方面，顾心意几人都没操心过。杨部长，英海娱乐怎么舍得把你放出来了？几人往休息室走去，顾心意一边走着一边好奇地问道。杨丞琳目不斜视，
看着前面，人事部有张部长在，我只是个副部长，过来帮忙不是很正常吗？抖音那边我在哪办公都是一样的。说完后，他突然又转过脸瞥向顾心逸，怎么不欢迎我吗？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你现在可算是我们公司的一员大将，哪敢不欢迎啊？顾心逸忙说道，自己这边正缺人呢，来了还想走，做梦！那以后不要叫杨部长，叫林姐，我比你大。杨丞琳继续看着顾心逸说道，摆明了要占顾心逸的便宜，蹬鼻子上脸。顾心逸感觉自己的拳头硬了，看着顾心逸一脸菜色，夏西瑶与程迪几人偷笑，他们还没怎么见过顾心逸吃瘪呢。好，你年龄大，你厉害，林姐，这下行了吧？大丈夫能屈能伸，顾心逸表情立马淡定下来。这下轮到杨丞琳，心里有些不爽了，他总感觉顾心逸这个载重在嘲讽自己。几人说说笑笑的走进休息室，如今公司刚刚建立，就这么几个人，发展前景也还没确定下来，暂时还没那么多条条框框。这间休息室是给专属于夏西瑶的，布局设施等一系列东西都是仿照了原先鹰海娱乐的那间，这也是夏西瑶与陶乐乐强烈要求的。其实就是陶乐乐一人的主意，之前在鹰海娱乐他都没怎么在休息室待过，这次在自己的公司，他做好了经常待在这里的准备了。一进到休息室，陶乐乐就扑倒在他心心念念的那张大沙发上，开心的不行。夏西瑶与程迪两人也坐了下来，两人宛如姐妹一般，在聊着歌曲上的事情。对了，我和西瑶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要给你招个秘书，你现在也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了，不能事事亲为，还是要有个人来帮你。顾心逸刚在沙发上坐稳，就听见坐在对面的杨丞琳又对着自己说道，秘书。对于这点，顾心逸还真没有想过，听到杨丞琳这么说，他的脑海里不自觉浮现出了一个个子高挑、身穿黑丝、一身职业装的知性美女。他赶紧摇摇头，将脑海里这不切实际的画面晃掉。公司现在刚刚起步，事情又不多，暂时还是不需要了吧。他这个表情落在杨丞琳眼中，让他不自觉翘起二郎腿，眯起了眼睛笑了笑。你想什么呢？说出来和西瑶分享一下。顾心逸一下子有些心虚，他偷偷瞥了眼下西瑶，这个笨蛋还在和程迪开心的聊着天，丝毫没有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这也怪不得他，关键谁想到秘书都会这么想吧。我哪有想什么，你不要平白无限好人。顾心逸当然不会承认，他一本正经的说道。杨丞琳嗤笑一声，这才翻篇，又继续说道，你和西瑶两人都没那个时间管理公司，也不会管理，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你还是有必要的，当然招的人人品要有保证，与其说是秘书，不如说是助理吧。听到杨丞琳这么说，顾心逸这才点点头，管理这一块他确实不在行，不过现在不急，等以后再说吧，公司现在连正常的运营都没开始，说这个为之尚早。对了，一会儿要来2个歌手，人很不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你和他们洽谈一下，能给的条件尽量给到位，签约下来，这样公司也不至于就只有我老婆一个人顶着。顾心逸说的自然是风潇潇和易水寒这对兄弟，作为公司第一个签约的艺人，顾心逸可是对他们抱有很大期望，以后这对兄弟将是星瑶娱乐的哼哈二将。杨丞琳眼神诧异，人家选歌手都是在经纪公司或者在网络上那些小有名气的歌手里挑选，结果顾心逸倒好，直接在路边捡。歌手是这么好捡的，他怎么不知道？第136章事故。上午10点左右，风潇潇与易水寒就来到了公司，顾心逸只是露了一下面，接待了一下，便将人交给了杨丞琳。专业的事还得专业的人来处理，他这个外行此刻正与夏西瑶一起在附近的小区看房子。除了准备租几套一人公寓外，他们自己也准备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一人公寓很快便租好，都是清一色配套的精装修。房屋中介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大单，此刻正面带微笑走在前方，热情地给顾心逸与夏西瑶介绍着这里。顾先生、夏女士，这里是江城市中心有名的小区之一，小区绿化在这一片都是数一数二，而且设施完整，安保与物业都很完善。不仅如此，你们应该也能看到，这附近的交通也很便利，平时不想开车的话，出门不远就是地铁站，周围的商圈也比较发达，著名的益达广场就在这附近，你们选择在这里生活，肯定是最正确的选择。顾心逸点点头，中介介绍的他在之前都有研究过，这也是他选择这里的原因。说着话，中介领着两人走进了8栋的单元门里，坐上电梯。电梯一直升到18层停下，中介快步走出电梯，领着顾心逸与夏西瑶来到一间房门前，输入电子密码将门打开。3人进入房间，空气中还能闻到一股很淡的装修味儿。穿过玄关，入眼是一个超大的客厅。这个房子是精装修，以淡灰色的简约风格为主。这时中介继续介绍道，顾先生、夏女士，根据你们的要求，这间房子应该是最适合你们的了，标准的4室2厅2卫，简约大气。你们看看这布局，
看看这落地窗，说实话，我要是有钱，我都心动。中介挂着笑容，极力的夸赞着。顾新义听后也笑了笑，他来到阳台那巨大的落地窗前，拉开淡灰色的窗帘，俯瞰下去，景色确实很美。对这里，顾新义倒是挺满意的。他回头看向夏西瑶，只见夏西瑶眼中同样带着些期待的神色，看来他也挺满意的。两人又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当顾新义与夏西瑶看到儿童房的时候，就决定了买下它。实在是这个儿童房做得太漂亮了，他俩一致认为小奈奈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小房间的。顾新义与夏西瑶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随后顾新义便开始与中介进行着极限拉扯，直到中介和顾新义都满意的笑了，双方这才开始签署合同。又一件大事办妥，顾新义与夏西瑶告别中介，这才驱车往公司方向回去。这一次少见的是夏西瑶开着车，顾新义则坐在副驾驶闭目养神。看着顾新义脸上的疲惫，夏西瑶抿了抿嘴。这半个月来，他看着他每天早出晚归的奔波，就连回到家里，他都会将自己关在书房一会儿，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他看到他这样，很是心疼。可即便是他劝说，顾新义也只会笑笑，说不碍事。夏西瑶觉得他必须该做点什么了，要不然这个呆子不知道还会这样多久。车子很快来到公司楼下停车场，闭目养神的顾新义也睁开了眼，脸上又重新挂起笑容。两人下车往公司里走去。街道上，一辆破旧的红色汽车内，一双带着癫狂神色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步入大楼的顾新义与夏西瑶二人。自从他出来后，就一直在关注着夏西瑶。本来他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却没想这时娱乐圈将夏西瑶给封杀了。封杀是好事啊，他想看到夏西瑶如自己一样落魄下来。可他还没高兴多久，又是顾新义跳出来了。这个男人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跳出来，他恨。看到如今夏西瑶这幸福的样子，他更恨了。如今的夏西瑶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一个执念，一根扎在心尖上的刺。真没想到，我们公司收到的第一个活动邀请就是颁奖典礼。回到公司的顾新义拿着云姐递给自己的活动邀请通知，笑着说道：10月底，华国新歌榜颁奖典礼将在魔都音乐馆里举行，这是由华音联合各大娱乐公司举办一个颇有权威性的典礼。这个月的新歌榜都被我们占了，能获得邀请肯定很正常啊。就是不知道西瑶姐与姐夫有几首歌能获奖呢？陶乐乐依旧没舍得离开他的那个大沙发，此刻正盘腿窝在沙发上，伸长脖子看着顾新义手中的通知。顾新义抬头笑道：其实获不获奖对我们意义不大，毕竟这个奖项只是为了提高歌手的身价，让他们更有资本与公司谈合同罢了。而在我们自己公司，这个身价等同于零作用。但不管能不能获奖，去露个脸也好，这样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也能让他们安心，公司履历上也会多上一笔。毕竟现在这个公司可太像是皮包公司了。顾新义说完，几人都笑了起来。哪有皮包公司是这样的啊？不说别的，就这2000平米的楼层，是哪个皮包公司能租下来的？西瑶姐、姐夫，你们好像还没有参加典礼的礼服哦。一般礼服都是由公司的赞助商提供的，可我们公司现在还没有赞助商呢。陶乐乐看着沙发上穿着一身休闲装的两人，又补充道。坐在沙发边的云姐揉了揉陶乐乐的头发，对着夏西瑶和顾新义说道：礼服的话，定做一套吧，下午我们去益达看看，那里有专门定制礼服的门店，时间上来得及。好，顾新义答应了一声。就这样，几人在公司吃过午饭后，一群人叽叽喳喳地走进了电梯。可怜的顾新义被4个女人围在中间，只感觉身边有一群麻雀在叫。程迪在听说他们要去买衣服时，也跟了上来。于是乎，4个女人坐上了一辆车，只留下顾新义一个人孤零零地开着另一辆车。前面的车子驶入主路，顾新义跟在后面。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汽车引擎的轰鸣声陡然响起，顾新义的眼睛几乎在瞬间眯成了一道缝。他看着一辆从远处驶来的破旧红车，正不停加着速向夏西瑶几人所在的车子撞去。这一刻，顾新义只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住了，他下意识地拼命踩动油门，驾驶着自己的车，一瞬间挡在了夏西瑶几人的车子前。一声剧烈的轰鸣声起，顾新义只感觉眼前一阵天旋地转，无数玻璃渣子飞舞，透过破碎的车窗，他模糊间看到了那张已经癫狂到扭曲的脸。原来是他啊，刘倩。顾新义笑笑，即便口中已经吐出了血，但他还是笑了。有他在，就没人能越过他去伤害他。第137章，等待的爱。车子里，夏西瑶已经彻底呆傻了。他看着身边的3人大呼小叫的跳下车，看着云姐一把将他拉下车，紧紧搂在怀里，看着陶乐乐一把将满身是血、模样癫狂的刘倩给扯出来，看着程迪疯狂的拨打着急救电话与报警电话。顾呆子。夏西瑶如一语般叫了一声，然后猛地挣脱出云姐的怀抱，脚步踉跄地奔向那已经被撞得支离破碎的车子。车子内安全气囊已经全部弹出，看不清他的脸，
只有鲜血不断从他身上流下。夏西瑶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力气，跪倒在地。他无声地伸出手，眼泪不停地从眼眶里肆虐而下。他想要握住他的手，可短短的距离却好像天堑一般。警笛声、救护车声蜂拥而至，现场嘈乱起来。可夏西瑶却好像什么都听不到了，因为他的天此刻已经塌了。这是医院。顾星逸揉着剧烈跳动的太阳穴，努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屋顶，空气中散发着消毒水的味道。顾星逸拖着酸软的身子翻坐起身，茫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自己昨天不过是参加庆功宴多喝了2杯，怎么就喝到医院来了？而且自己好像睡了很久，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只是梦到了什么，他现在完全想不起来了。医生，医生，02室的病人醒了。顾星逸还未有所动作，就听到一道女声语气惊讶地喊着医生。下一刻，闻讯赶来的医生推门而进。奇迹，没有任何征兆，陷入深度昏迷的脑神经竟然能自主苏醒过来。赶来的医生对着顾星逸摆弄了半天仪器，然后摇着头，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不是，医生，你好，我只不过是昨晚睡过头了，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吧？睡过头？呵呵，谁一睡就是几个月的？你能醒来，我是万万没想到的。几个月？顾星逸有点怀疑人生。好了，人醒了就好，我一会儿再给你做个详细的检查，最好你能在医院里再观察一段时间。医生看着顾星逸，继续说道。等等，医生，我想问是谁将我送来医院的？还有，你说的几个月，意思是我昏迷了几个月？顾星逸一时有些接受不了，他现在迫切想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确切来说，3个月了。至于将你送到这里来的，应该是你的同事，因为他把你往这一扔就不见踪影了。听到医生这么说，顾星逸嘴角不由得抽了抽。3个月，自己竟然睡了整整3个月。幸好有人将他扔来医院，他一个孤儿，若是没人发现的话，3个月估计自己尸体都臭了。医生说完便没再说话，而是开始准备为顾星逸做个详细的检查。1下午的时间，检查的结果让医生都诧异不已，没有任何问题。鬼知道他之前为什么会陷入深度昏迷。顾星逸也在这1下午的时候了解到了自己的详细情况。原来自己被扔到医院后，医生本来也是犯了难，这没有家属在，他们也不敢深度治疗。后来医院方面得知顾星逸是孤儿，才从慈善基金会那里申请了救助资金给顾星逸治疗。只是可惜，不管怎么做，顾星逸好像永远不会醒来了一般，如一个活死人。他们也只能将顾星逸放在病房里，每天给他维持着基本的营养消耗。顾星逸苦笑，本来他每天都有在锻炼，可现在卧了3个月的床，让自己现在虚成了狗，连坐起身来都难。想到身子虚，顾星逸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梦中经历过一样。思索片刻无果后，顾星逸果断甩了甩脑袋，将这些杂念扔到一边。现在最主要的是让自己能够正常行动起来。经过顾星逸的不懈努力，3天后他终于出了院。虽然这副身体现在还不能进行剧烈运动，但正常的走路什么的已经完全可以了。回到空旷的家中后，顾星逸拿起手机翻看着最近发生的事情。他没什么朋友，自然不会有人知道他昏迷了3个月，可能也就之前的同事知道吧。不过他现在早被那家小的唱片公司开除了，毕竟他自己就是个不出名的小词曲家罢了。也就过去3个月，对于一直独居的人来说，世界变化并不大。翻了没一会儿手机，顾星逸便揣上手机，又离开了家门。家里一点食材都没，他得出去备点食材。来到附近的商城，顾星逸挑挑拣拣了一会儿，便拎着一大堆食材吃力地往回走着。哥哥，买花吗？商城外广场上，一个脸蛋红红的小女孩举着一束花，期待地看着顾星逸。顾星逸愣了一下，他手里东西太多，已经拿不下了。可当他看到女孩手里的这束淡紫色的薰衣草时，心中莫名其妙地疼了一下，好像有一个声音一直在他耳边说着：“买下它吧，哥哥。”薰衣草的花语可是代表着等待的爱情，它会给你带来好运的。买一束吧。小女孩的声音再次响起，顾星逸回过神来，放下手中的食材，突然笑了一下，摸了摸女孩的脑袋。薰衣草还有一种花语哦，那就是救赎与希望。在小女孩的一脸甜笑中，顾星逸买了一束薰衣草。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知道她的花语，就像他不知道自己心中的那份速动究竟从何而来。回到家中的顾星逸就这样呆愣愣地看着这个空落落的家，他突然觉得这个家里少了点什么。西瑶姐，你已经3天没怎么吃东西了，吃点吧，要不姐夫醒了，看到你这样他会难受的。病床前，夏西瑶紧紧握着那个温暖的手，即便是陶乐乐在一边劝说，他的眼睛都还在床上那个人影身上，未曾移开。医生说他只不过是失血过多，其他一切正常，可就连医生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就是不醒来。他就这样呼吸平缓的睡着，好像永远醒不来了一样。西瑶，
你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奈奈考虑。这3天奈奈没见到你们，你可知道小奈奈心里是怎样的？小家伙虽然不说，但老实跟我说，他总是一个人偷偷的抹眼泪。云姐严厉的话语在耳边响起，听到小奈奈，夏西瑶的眼睛里才忽然有了些光彩。她猛地站起身，连续3天的日夜看守，让她身子止不住踉跄了一下。奈奈，顾星一醒来，要是知道小家伙这样，他肯定会伤心坏的。他不能这样，他还有奈奈要照顾。第138章，会绝望的。顾星义离开了家，自从他从医院醒来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明明以前他都是这么一个人过来的，可现在他总觉得那里空荡荡的，他总觉得他忘了点什么，可忘了什么，他又不知道。他只知道这种感觉很难受，一觉醒来，他的心好像少了一块。他的潜意识让他想要去寻找，跟着心中的感觉去寻找那不知为何而来的心诉。10月底的晚风吹得让人发冷。顾星义坐在一家便利店门前，他买了一瓶酒，想要暖暖身子。可瓶盖刚刚打开，浓烈的酒味扑鼻而来，让他有些想吐。顾星义皱眉，习惯性的摸了摸鼻子，他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眼前的酒突然厌恶了起来。最终他还是没能喝下去，嫌弃的将酒瓶盖上放在了一边。喵呜喵呜，一只不知从哪儿来的流浪猫吸引了顾星义的注意，他扒着便利店的门，喵呜喵呜的叫着。前台收银小姐姐似乎对他的举动早已习以为常，熟练的站起身，拿了点食物来到门前，蹲下身子喂给了他。流浪猫舔了舔他的手，叼着食物离开了。收银小姐姐站起身，目送着流浪猫离开，眼中满是疼惜。喜欢？为什么不带回家收养呢？看到这一幕的顾星义不禁抬头问道。收银小姐姐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个要了一瓶酒又不喝的怪大叔会突然出声。她看向流浪猫消失的地方，叹了口气，向顾星义解释道：我现在没能力养它，在没能力养它之前，我不会带它回家。大叔，你难道没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如果不能一直照顾它，就不要对它百般好，因为对比之前被宠爱过后再被抛弃的它，会绝望的。被叫做大叔的顾星义沉默了，听到这些话，他的心脏突然又疼了一下。这是他离开家的第10天，他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去哪了。纸包不住火，在顾星义昏迷住院的第3天，所有人都知道他出车祸的消息了。一时间，网上直接炸开了锅，各种媒体更是闻风而动，一篇篇带着震惊的火红标题出现在各大软件上。网友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等了这么多天，等来的竟然会是这个噩耗。所有人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个刚刚崭露头角，以一人之力击败整个乐坛的男人会就这样倒下。他们不敢相信，可事实却让他们闭上了嘴。官方新闻已经出来了，证实了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也报道了这次事件的起因，全因一个女人心怀私怨导致的车祸。目前顾星义昏迷，仍未苏醒。网友们的心顿时揪了起来，他们纷纷跑到夏西瑶的微博账号下询问着，安慰着她：夏西瑶，加油，你可要振作起来啊！我们都相信顾星义一定会好的。这就是蓄意谋杀，妈的，这个恶毒的女人，这不得判个谋杀罪。看到这个信息，本来我是不信的，可当我知道这是事实的时候，我沉默了。我做不了什么，只能为他祈祷。这个男人在这段时间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欣喜，是娱乐圈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本来以为我能见证娱乐圈的新时代，没想到，网友们有多么痛心，天美娱乐以及其他的大小娱乐公司就有多么开心。他们恨不得顾星义就这样昏迷下去，永远不要醒来。就连柳高都松了一口气。说实话，顾星义带给他的压力很大，比以往任何人、任何公司的压力都大。别的人或者公司还会跟你讲利益，顾星义完全不会，他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异类。偏偏这个异类还很有才华。10月底，华国新歌榜颁奖典礼如期召开，可人们却没有了关注这次典礼的欲望了，因为这次获得最佳新歌奖与最佳词曲人奖的人都未出现。时间最是无情，娱乐圈再次恢复了他以往的平静，那个惊鸿一现的人再也没了消息。10月过后，风云际会，娱乐圈也将迎来了全年度最隆重的一档节目——华国最强音。华国最强音是一种擂台赛，它是由华音全程监督，邀请华国各个娱乐公司进行的一场音乐擂台赛，也是评判一个娱乐公司基础的标准。三巨头之所以是三巨头，全因为每届的华国最强音，他们总能包揽前3。这个节目的规则也很简单，比赛场馆内同时拥有3个擂台，由上一届的三巨头公司派遣歌手首擂，其他任何公司都可以进行挑战，获胜的一方变成首擂方，积1分，失败方0分。至于评审也非常简单，全程只由观众们进行投票，无任何导师。华音会监控实时数据，观众们想要投票，必须实名制与累计观看时长，而且还要在线手动完成打卡任务才能投票，这样也阻断了任何刷票的可能。每年这个时候，
也是网友们万众瞩目的时候。只是今年，他们在想到这个比赛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叹息一声。他们都在想着，如果那个男人在的话，这次的华国最强音该是种怎样的盛况啊！他们也不知道星瑶娱乐到底会不会参加这次的比赛。江城医院内，陈峰独自守在病床前，用力地握着顾星逸的手，与他说着话：“老顾啊，你要是个男人，就赶快醒来吧。嫂子被我赶回去了，这些天他整日守在这，整个人都清瘦了不少。小奈奈还不知道这事，我们瞒着他呢。可是啊，小家伙太聪明了，前些天我还看到他拿着你送的洋娃娃，一个劲地抹眼泪呢。”陈峰不停地对着床上的顾星逸说着话，声音也逐渐哽咽。这段时间，除了星瑶动漫还在正常运作中，星瑶娱乐已经完全停止了运行。顾星逸就像是这个公司的魂，如今魂没了，所有事情都好像在这一刻按下了停止键。夏西瑶从幼儿园接到小奈奈，回到家中，这个家依然不大，只是现在在她眼里却是空落落的。她现在甚至都不敢看小奈奈的那双眼睛，她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小奈奈抱着妈妈的大腿，抬头看向夏西瑶侧过去的脸，小脑袋也低了下来，小嘴更是瘪起。她知道妈妈在伤心，但她不知道爸爸去哪了。她很想问妈妈，是不是爸爸不要他们了？但她不敢问，她只能表现得更乖巧一些，以期待爸爸哪天回来后能够看到他的女儿很乖的。第139章，上天啊！将小奈奈哄睡着，夏西瑶却一点睡意都无。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然后就这样窝在沙发里发着呆。这些天，她在家里待的时间越来越少，之前几天就连夜里她都是在医院度过。她想让她在醒来的第一时间就看见自己，这也导致云姐他们强制性将她赶了回来。黑暗中，夏西瑶蜷缩着身子，双目无神。这些天，她一直在想，如果自己没有付出，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会不会顾星逸就不会出事了？如果顾星逸在这的话，肯定会懂得他此刻的感受。可惜顾星逸不在，没人能给他答案。又过了好一会儿，夏西瑶才轻轻起身，她没有回到主卧，而是来到了侧卧中。推开侧卧的门，这里已经又被顾星逸改成了小书房，书桌上杂乱无章地摆放着一些驱稿纸。夏西瑶安静地坐在顾星逸之前一直坐的地方，一张一张将桌上的驱稿纸规整在一起。之前顾星逸每天总是忙到很晚，他还想教训他来着，可现在他只能等他醒来之后再教训了。拉开抽屉，夏西瑶将收拾好的驱稿纸放进去的瞬间，他整个人突然呆滞住。抽屉中一叠厚厚的曲稿纸映入他的眼帘，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乐谱与歌词。自从离开之后，这是顾星逸第一次回到这里小太阳孤儿院。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可冥冥之中心底总是有一种冲动，让他来看看。现在的顾星逸才真正的像一个怪大叔，他的胡子已经许多天没刮，头发也杂乱如草。当他站在孤儿院门口向内看的时候，就连门口的保安都像是防贼一样防着他。但顾星逸还是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里面挑选着孩子，而孩子们都围在这对夫妻面前，极尽所能的向两位大人展示着自己的乖巧、懂事、可爱。甚至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将手里珍藏了不知多久的棒棒糖都塞到了这对夫妻的手中，牵着他们的手喊爸爸妈妈。顾星逸看着看着，突然泪流满面。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要来看这一幕，但当他看到这一幕时，心里好疼。他总感觉自己好像弄丢了什么，他好像也这样被人讨好过，可那人是谁？记忆出现了混乱，顾星逸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好像要抓住了什么，却始终抓不住。忘了什么？该死的，到底忘了什么？顾星逸蹲在地上，双拳无助地击打着地上的沙石。这一刻，就连鲜血顺着手掌滑落他都好像没看见，他只想用疼痛来刺激自己。他这个疯狂的举动很快将保安室内的保安吸引了过来，他们当然不是可怜顾星逸，他们只是怕他吓到里面的孩子，想要把他驱赶走而已。被两名保安拖到街角处的顾星逸意识已经混乱不堪，他只能痛苦地抱着脑袋，眼泪却不断落下。他越是想记起，脑海里就越是杂乱不堪。但他此刻可以肯定，他忘了一段对自己来说最为珍贵的记忆。街角处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音乐声，让抱着脑袋的顾星逸动作为之一顿。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随着歌声一起进入顾星逸脑海的，还有一道道隐约的声音：顾星逸，你傻不傻呀？好了，这下我们扯平了。歌曲的最后，一道稚嫩又软糯的童声彻底回荡在顾星逸的脑海里：爸爸，范范。顾星逸整个人在此刻已彻底呆住，他的眼中泪水依旧不停掉落，但却在此时恢复了清明。他摸着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忽然笑了。他想起来了，终于想起来了。夏西瑶和小奈奈，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羁绊。11月8号晚8点，依旧是魔都体育馆。
华国最强音正式开启。3个擂台上，鹰海娱乐派出的第1位守擂人一线歌手丽娜，盛世娱乐则依旧采用了以往的保守打法，派出的是一名老牌歌手天美娱乐，更是将他们公司最近正当红的招牌歌手向柔静给请了出来。而作为挑战方，其他各个娱乐公司也都将自家旗下的当红歌手派了出来。虽然他们知道搬不动3巨头这3座大山，但即便是输了，曝光率也一样提了上来，何乐而不为呢？接连3场比赛，无论是歌手个人实力还是词曲，3巨头都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资本。3场挑战全部以失败告终，擂主则全部守擂成功。现场热闹非凡，只是网上的热闹程度却远远不及过去几届，全因为网友们突然发现他们听不进去这些歌了。说这些歌不好吧，也还凑合；说好吧，又差了点意思。他们的耳朵被顾心意养刁了，现在感觉在听这些歌都觉得寡然无味。就在网友们觉得人生了无生趣的时候，突然屏幕里主持人的声音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星瑶娱乐夏曦瑶登场挑战。这一瞬间，网友们甚至都怀疑起自己的耳朵了。什么？夏曦瑶？他们只是稍微呆愣了一下，然后便快速拿起手机看向屏幕上。真的是夏曦瑶。只见夏曦瑶身穿一身黑色长裙，脸颊苍白，眼神中还带着一些哀伤，缓缓从后台走上舞台。她今天挑战的是天美娱乐。云姐和陶乐乐满眼担心地看着走到舞台上的夏曦瑶，他们都不知道她怎么突然改变了态度，好像就是从那一晚让夏曦瑶回家过后，第2天夏曦瑶整个人好像就变了。他们甚至在现在的夏曦瑶身上看到了顾心意的影子。没有人知道夏曦瑶为什么会突然回到公司，甚至主动宣布公司会参加这次华国最强音，只有夏曦瑶自己知道。她此刻站在台上，看向下方的观众，灯光也随之暗下，背景音乐缓缓响起。只见大屏幕上一个让人泪目的名字出现：星瑶！天哪！再见星瑶！兄弟们，我绷不住了，让我哭会儿。作词、作曲、编曲，全他妈是星瑶啊！可以喊出那个口号吗？星瑶出品，必属精品。星瑶在线，一如那日。夏曦瑶就这样静静地站在舞台上，音乐声缓缓响起，一滴泪也随着音乐声的响起滑落在她的脸颊。所有见到这一幕的人心都忍不住的瞬间揪紧。下一秒，夏曦瑶缓缓开口，天籁般的声音传进众人的耳朵里，却让众人此刻心都要碎了。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2个人，你要拆散他们？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第140章阿拉斯加海湾。清澈纯净的歌声如一捧清泉，落在网友们的心间，却陡然碎裂成了水花。仅仅2句歌词就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的爱。我哭了，这是顾心意写给夏曦瑶的吧？一定是。泪目，该是有多喜欢他才会这样祈求上天啊。感情里有苦就有甜，夏曦瑶加油，这么爱你的人，上天一定不会让他就这样沉睡下去的。舞台上的夏曦瑶缓缓闭上双眸，2行清泪不自觉地顺着脸颊流下。他想忍住的，可他忍不住。他终于知道顾心意那段时间都在忙些什么了。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歌声再起，声音里的无奈与酸涩让人止不住握紧拳头。舞台上，夏曦瑶微微扬起俏脸，小嘴都已委屈到瘪起。他好像在用这首歌告诉他，别怕，就算他有一天不在他的身边，他也会去拜托上天照顾他。可他想要告诉他，他想要的永远都是他在身边啊。什么破老天，他才不稀罕。带着一丝哀伤，一丝无奈的伴奏声再次飘进观众们的耳朵里。舞台后方的大屏幕上，机械声的字幕也随着伴奏缓缓在屏幕上打出一行字：传说中的阿拉斯加海湾，由于海水密度不同，海水呈黄蓝2种颜色，且不相容。这种感觉就像是2个相爱的人，虽近在咫尺，却没有办法在一起。阿拉斯加海湾原来是这个意思吗？观众们咬了咬牙，看着舞台上满目伤心的夏曦瑶，突然有一种想要冲进医院把顾心意强行摇醒的感觉。看，你女人都这么委屈了，你还睡个篮子睡？不准睡！这首歌让观众们有些集体破防，太 emo 了。他们此刻心中好像有千言万语，却又无从诉说。然而歌声还在继续，带着淡淡的伤感，在他们心间划出一道浅浅的痕迹。上天啊，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让我们相遇啊！上天啊，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江城星瑶娱乐中，程迪早就化身成了小哭包，眼泪哗啦哗啦流着，
一旁的杨丞琳不断拍着他的背，安慰着他。杨丞琳抬眸看向屏幕中那个深情演唱的女人，心里也不禁叹了口气。他初次见夏西瑶时，只觉得这人很温柔，声音很好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觉得夏西瑶没有主见，总是给人一种花瓶的感觉，一切都是顾心意在背后默默付出。可就在前2天，夏西瑶再次来到公司，把公司的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时，他才知道自己错了，不是夏西瑶没有主见，是因为之前一直有顾心意在，夏西瑶不需要有主见。又或者说，夏西瑶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坚强，甘愿做顾心意身后的女人。身为大家闺秀的杨丞琳自然不懂夏西瑶的性格，她也做不到如此。这个世上可能也只有同是孤儿的顾心意懂她。而不同于网友们和星瑶娱乐，此刻的天美娱乐却是集体无语了。他们看着电视屏幕，听着里面传来夏西瑶的歌声，全都面面相觑。他们不懂，你顾心意都昏迷了，怎么还这么能搞事啊？坐在主位上的柳高，他脸上的笑容早在夏西瑶出场时就彻底僵住了。夏西瑶一出场就挑战他天美娱乐的擂台，所代表的意思也是不言而喻，这是要将天美娱乐拉下台去。刘董，看网上的热度，这一场向柔竟有点悬啊。其中一个董事会成员有些坐不住了，他看着面前电脑上的数据，惴惴不安的开口。柳高此时已经一脸平静，他摆摆手，淡淡说道：慌什么？我们已经拿到了一个积分，这一场就算输了，也不过是打平而已，下一次再夺回来就行。我现在只想知道，顾心意到底醒没醒？江城那么怎么说？单就一个夏西瑶，柳高根本不惧，但是顾心意那个异类，他心里还是有点发怵，主要那家伙根本不是个正常人类。柳高刚问过，下面的一个管理就立即回道：最新消息是还没醒，医院方面也证实了，他们也不知道顾心意会不会醒来。那就好，我不信他顾心意能给夏西瑶留下那么多歌，这一场就算输了，下一场让威尔上，常规歌曲不行，我看说唱他们怎么接招。不管各方的反应如何，此时魔都体育馆的观众们仿佛提前解锁了今晚的网易云时刻，一首阿拉斯加海湾将所有人都给干沉默了，他们只能闭着眼安静地享受着这纯粹的心疼。而华音官方直播间最后一条评论还定格在1分钟前：相爱的人总会在一起的，除非没有那么相爱，除非阴阳相隔。这条评论之后没人再说话，他们只是安静地听着歌，希望我的努力能够赶上他，有天我能给他完整的一个家。上天啊，这些晚上我对你说的话，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我怕会吵醒他。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最后的这一段没有音乐声，伴随着夏西瑶轻轻吟唱着，灯光也渐渐暗下。歌曲落幕，黑暗中夏西瑶深深对着台下鞠了一躬。灯光再亮起时，他人已不在舞台，但观众们好像已经知道他去哪了，他们没有哗然，反而都会心一笑。爱而不得，是因为那个人不在，可若那个人回来了，那便是最美的结局。接下来的舞台轮到向柔静演唱，可他也知道，他不管再怎么唱，也改变不了今夜这个伤感的气氛了。夏西瑶将所有人都成功带入到了这种气氛中，这就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境界，这也是一首好歌赋予歌手独有的魅力。他输了，既输在歌曲上，也输在歌手上，他现在的实力还做不到这样共情。第141章，我回来了。星空点点，夜风习习，山间小路上，顾心意一身简装，步伐从容地向上爬着。虽然他的面貌已经无比憔悴，但他的那双眼睛里却闪动着晶莹的亮光。这2天，他将这个世界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献给了各个孤儿院，现在他已无一点牵挂，孤身而来，孤身而去，这里不属于他，他的羁绊在另一个世界。终于爬到这座小山的顶峰，顾心意眸中的光越来越亮，他望向星空，好像看到了星空的彼端，他的脚步从容又坚定地向前踏去。就这时，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这道声音像是那个便利店小姐姐的声音，又像是那个拿着棒棒糖的小女孩的声音。决定了吗？这道声音伴随着风声，清晰地进入了他的耳朵里。顾心意笑了，无比开心，他重重地点头，算作回应，脚步依旧向前迈着。前方便是万丈悬崖，他已走到边缘，却在这时他突然顿住。我能知道那个人渣呢？走你！顾心意没有反应过来，便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脚踹了下去，但是夹杂着风声，他清晰地听到了上面传来的声音。都说是人渣了，那肯定渣都不剩了，还有哪有人这么骂自己的？耳边传来风的呼啸声，在这一刻，顾心意突然明悟了，原来2个世界都是自己，只是自己的另一个意识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啊！顾心意一下笑得更开心了，他如流星般坠落，下一秒眼前一片黑暗。江城人民医院，夏西瑶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虽是夜间，
但他这次没有听从云姐与陶乐乐的话，还是来了医院。在唱完那首歌后，他心心念念间全是他。这个世界上除了他，没人懂他，他们是命中注定的。正如那句话，姻缘呐，上天安排的最大吗？顾心逸的病房内，陈峰还在守着他。这段时间，大部分都是夏西瑶独自看守着。夏西瑶不在的时候，也只有陈峰可以名正言顺地守着他。此刻的陈峰刚看完夏西瑶演唱的那首歌，眼泪都忍不住的在眼眶里打转。他又握住顾心逸的手，开始了他的絮絮叨叨：“老顾啊，你听听，嫂子多伤心，你他妈还要睡到什么时候啊？”然而下一秒，陈峰突然愣住，他机械似的低下头，看着被自己握在手里的手。刚刚他感觉这手指动了。老顾，你醒了？陈峰有些结巴了，紧紧盯着顾心逸的眼睛。可是顾心逸依旧没有睁开眼。陈峰呆愣愣地看着他的脸，回想着自己刚刚都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说道：“老顾啊，嫂子伤心，你他妈！”手中的手指又动了动，陈峰噌的一下站起身来，惊喜地看着病床上眼皮子都在眨动的顾心逸：“你他妈！疯子！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再骂一句给我听听。”眼皮很重，顾心逸费尽千辛万苦才睁开眼睛。他的意识刚刚回过神来，就听见陈峰这个比在疯狂地骂着自己。听到这略带沙哑的声音，看着顾心逸睁开的眼睛，陈峰喜从天降，心情恍若大夏天好饮了一瓶冰阔乐一般舒爽。医生，顾心逸被我骂醒了。陈峰来不及多想，急匆匆地推开门，大喊着医生。刚刚走到医院走廊里的三道人影陡然愣在了原地。为首的夏西瑶微张着小嘴，杏仁眸子中已有眼泪开始滑落。陈峰没看见医生，陡然看见夏西瑶，脸上笑容更甚。嫂子，老顾被我骂醒了。真的？陶乐乐捂上了小嘴，满脸的不敢相信。云姐鼻子一酸，差点也流下泪来。夏西瑶已经跌跌撞撞地来到门前，向内看去，目光交错，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清澈干净的眼眸。夏西瑶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一个字来。顾心逸此刻已经用力撑起身子，坐在了床上。他看着倚在门框上那个又见消瘦的身影，咧开嘴笑了笑，声音依旧有些沙哑：“我回来了。”没人懂得顾心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有夏西瑶瞬间懂了。他瘪着小嘴，眼泪在这一刻哗哗的掉，只是眼神深处那种失而复得的喜色再也掩藏不住。在所有人的目光中，他飞扑进了他的怀抱。顾呆子，声音娇软无助，听起来可怜兮兮的。顾心逸只能用力抱着怀中软绵绵的他，轻轻拍着他的后背。一句顾呆子胜过千言万语。好了，不哭了，我回来了，再也不会消失了。干嘛呢？病人刚醒，还需要检查一下，快让开。可惜两人的温情并没有持续多久。闻讯赶来的医生强行扒开了二人，之后就是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一顿检查之后，结果除了失血过多导致的营养不良，并没有其他任何症状。顾心逸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昏迷，又莫名其妙的醒来，将医生给干懵了。最后只能撂下一句再住院观察2天。虽然顾心逸知道自己没事，不愿在医院多待，但还是架不住一群人的劝阻。最终他只能在医院中再住1天。云姐与陶乐乐还有陈峰3人离开了医院，将空间留给了这对小夫妻2人。只是几人走的时候，顾心逸在病房里都能听到外面陈峰在向另外2人吹嘘着他是如何将自己骂醒的，就很无语。此时已是深夜，网友们当然还不知道顾心逸已经醒来，他们还依旧沉浸在《阿拉斯加海湾》这首歌中不可自拔。毫无疑问，夏西瑶成为了第一个挑战成功的选手，星瑶娱乐也成功占据了一方擂台。只是很快，天美娱乐就对此做出了反应。天美娱乐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动态图片，下方配词：“属于我们的一切，我们终将夺回。”图片上，说唱界知名唱将威尔正做着一个世界闻名的手势，并说着：“唱歌，我可能不如你，但说唱，你不如我。”第142章安全感。当初威尔可是以一首临时抱猪脚火遍全网的存在，更是夺得了华国新说唱总冠军。可网友们却根本不买单，此条微博一出，网上顿时议论声四起。不是吧？怎么谁都敢来碰瓷了？难道嗓门大就是说唱了？楼上的懂不懂说唱？说唱很多风格，我就喜欢威尔，有些人不懂就不要说不行。你们这些黑子，临时抱猪脚你们有认真听过吗？有本事自己也写一首啊！自己写一首，自己写一首，自己写一首，自己写一首。哈哈，楼上就不听你的，就不听你的，就不听你的，就不听你的。果然评论区出鬼才，你们要笑死我！恭喜你们，
你们都是说唱唱将，就好像谁不会一样。我总是拉屎，不带纸，拉屎不带纸，经常拉屎，不带纸，拉屎不带纸。但不得不说，威尔下场，压力就来到了星瑶娱乐这边啊。网友们议论着，话题也渐渐歪了开来。但是大家都还是挺期待，毕竟说唱这种带感的歌还是深得大家的喜爱。只是当网友们一想到顾星逸还在沉睡中，又有些失去兴致。他们都觉得这次星瑶娱乐怕是危险了，人家拿说唱来挑泪，你总不能拿情歌来回应吧？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别的，没有什么可比性。说唱更容易带动观众们的情绪，不管威尔唱的如何，星瑶娱乐如果不以说唱来守泪，本身就落得了下风。届时网上流言蜚语肯定也不会少。对于网上的风波，医院中刚醒来的顾星逸当然不知道，两人都没有睡，而是隔着床互相倾诉着心声。这次事故无疑是让两人的心更加贴合。黑暗中，夏西瑶的眸子闪闪发亮，她又恢复了以往的温柔，只是这份温柔中多了些坚强的光。顾星逸从他的话语中感觉到了他的变化。漆黑的病房里，他脸上的笑容很灿烂。直至凌晨，病床上的顾星逸和陪护床上的夏西瑶才安心的缓缓入睡。即使夏西瑶睡得很晚，天刚放亮，他就习惯性的醒了过来。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以至于他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顾星逸的床边。床上的顾星逸呼吸平缓，如前些日子一样安静的睡着。夏西瑶有些心慌，他伸出手轻轻的抚摸着顾星逸的脸。大早上的，别闹。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小手，手上的温度让他又安心下来。顾星逸也睁开了他那漆黑的眸子。老婆，我想回家了。可医生，我没事，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想奈奈了。顾星逸打断夏西瑶的话，他现在迫切的想要回家，小家伙这么久没看见自己，肯定很伤心的。听到顾星逸这话，夏西瑶沉默了一下，态度也软和了下来，但他还是要求了让医生再来确认一下他的身体状态才行。还在打着哈欠的医生很快被召唤过来，一通检查下来，结果依旧只是有些营养不良，只要回去稍微补补，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这个结果让夏西瑶终于彻底放下心来，顾星逸也如愿以偿出了院。迎着清晨的微光，顾星逸推开了久违的家门，看到眼前这熟悉的一切，顾星逸只觉得心头暖乎乎的，有他们在，这才是他的家。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卧室，小奈奈小小的身子缩在被窝中，只有圆润的小脸露在外面。他不知道梦到了什么，小嘴瘪着，让顾星逸心里一阵心疼。来到床前，顾星逸俯下身子，用脸颊轻轻蹭了蹭他的脸蛋，然后用力亲了口小家伙的脸蛋，心中的疼惜这才算是得到一丝抚慰。还在熟睡的小奈奈被顾星逸的动作吵醒，她睁开迷蒙的大眼睛，茫然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顾星逸。下一秒，看清了眼前的人，小家伙的眼中哗哗滚落下泪珠。他没有出声，也没有吵闹，只是怔怔看着眼前的顾星逸，安静地流着泪。一瞬间，顾星逸的心里的酸涩如波涛汹涌，阵阵席卷他的心间。奈奈，是爸爸，爸爸回来了。顾星逸忍着心酸，俯身将小奈奈抱在怀里，眼泪也止不住落下。身后倚在门框上的夏西瑶早已泣不成声。小奈奈依旧没有说话，她只是紧紧搂着顾星逸的脖子，再也不肯松开。奈奈，看看爸爸，爸爸就在这。顾星逸紧紧抱着小家伙，将他举起与自己平齐，注视着他的泪眼，声音温暖，想要抚平他心中的害怕。爸爸，呜呜呜，奈奈和妈妈都很乖的，你不要再离开我们了好吗？小家伙终于说话，哭声伴随着他稚嫩的声音，说出来的话让顾星逸心脏一阵收缩，他只能用自己最温柔的声音对他承诺着：是爸爸错了，爸爸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会消失了。小奈奈在爸爸怀里，想哭就可以大声哭，想干嘛就干嘛，爸爸永远都不会嫌弃小奈奈的。小家伙小手还在紧紧抓着顾星逸的衣襟，听到顾星逸温柔的声音，他抹了抹脸上的泪，认真地看着顾星逸那张温暖的脸。下一秒，哭声再也控制不住，他两只小手紧紧搂着顾星逸的脖子，哇哇大哭起来。这是他哭得最厉害的一次，也是最放肆的一次。顾星逸虽然心里更加心疼，但是却又像是松了一口气一般，如释重负。百般滋味，复杂难明。他不怕他哭闹得再凶，他只怕他那样小心翼翼、安安静静的哭。因为有时候哭闹才是发泄心中情绪的重要能力，如果这种能力都没了，那这些情绪都压在心头，最后只会让人崩溃。顾星逸收紧抱着女儿的手臂，轻轻地摇晃着，温柔地哄着。怀中小奈奈哭声在顾星逸的柔声细语中渐渐停止，只是她的小脸依旧埋在他的怀里，用力地在顾星逸身上蹭着。小奈奈第一次知道，原来在爸爸的怀里大哭是这么让她安心，这是妈妈从来不能给她的那种安全感。第143章，金口玉言尘封。不一会儿，小家伙哭累了，趴在顾星逸怀里睡着了。就这样，他还死死搂着顾星逸的脖子不撒手，时不时的哽咽一下。顾星逸没有将他放下，
依旧一直抱着她，小棉袄赖在怀里，她才不愿意放下呢。于是夏西瑶给小奈奈请了假，今天这个样子，小家伙是肯定不愿意离开顾星逸一步了。小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夏西瑶做着饭，顾星逸用热毛巾轻轻地为小奈奈擦着已经哭花的小脸。小奈奈在再次醒来时，早餐已经做好，虽然不是爸爸做的饭，但是今天小家伙的胃口特别好，赏脸多吃了许多，将夏西瑶开心的眉角飞扬。要知道，这个小家伙平日里被顾星逸惯的，经常会嫌弃他做的饭。吃过饭后，顾星逸高举着小奈奈与夏西瑶一起出了门，他要去公司一趟，昏迷了这么久，现在醒来了，必须得去公司里露露脸，稳定一下人心。夏西瑶已经和他说了公司内的事，他很欣慰，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没有一个人离职，大家也都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并且服从着夏西瑶的安排。特别是风潇潇与易水寒两人，他们刚进公司，竟然也能坚持下来。要知道，顾星逸给他们的合同并不像其他娱乐公司一样绑定了他们的自由，相反，顾星逸给的合同都很自由，是随时都可以走的那种。三人驱车一路来到公司，刚一进门，李文静就立刻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庆幸的笑容喊道：“顾总，你终于回来了。”顾星逸眉头挑了挑，这姑娘看见自己脸上没有一点惊讶，好像早就知道了自己已经醒了。回来了，最近辛苦了。一点都不辛苦，就是大家一直都很担心您。李文静忙回道，笑容愈发灿烂。谢谢。顾星逸道了声谢，抱着小奈奈与夏西瑶并肩往里走去。小奈奈在顾星逸的怀里，一双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四周，小小的她完全不知道这个公司就是以她命名的。你们不知道，当时啊，我看到嫂子在电视里哭的那个伤心，我心一横，狠狠给了老顾一巴掌，边打边骂。你猜怎么着？嘿，我就骂了一句，老顾手指突然动了，我一看有戏，我又尝试着骂了一句，没成想老顾的手指又动了一下，就这样，我直接把他给骂。门外的顾星逸此时一脑门子黑线，夏西瑶在旁边捂着嘴偷笑。顾星逸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伙见到自己没有惊讶了，原来罪魁祸首在这。下一秒，顾星逸推门而入，休息室里人不少，基本都在。陶乐乐与程迪正睁大眼睛认真听着，风潇潇和易水寒也满脸的不可置信，竖起着耳朵。杨丞琳表情倒是淡淡，就是脸上的笑意怎么都掩盖不下。只有云姐还算正常，手里捧着文件，正认认真真的看着。见到顾星逸的这一刻，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只有背对着顾星逸盘坐在沙发上的陈峰还在滔滔不绝。看你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哎，我这金口玉言可是开了光的，就算人死了，也给他喊活了，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还有这本事？你不知道的多着呢。我爸，老顾，啥时候来的呀？你身子虚，快坐。嘿嘿。还在自卖自夸的陈峰突然被人质疑，边说着话边转头，然后一脸惊愕，片刻后果断变脸，满脸献媚。疯子，你啥时候还学的变脸？我觉得你在新瑶动漫属实屈才了，要不再开个公司，你就专门表演跳大神，变脸配合你的金口玉言，我们一年肯定不少挣。顾星逸抱着小奈奈顺势坐下，瞥向陈峰，淡淡说道：“别呀，那不是要了我的命。老顾，我错了，我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啊？”陈峰立马喊冤，完全忘记了刚刚自己说过的话，让他放弃动漫比杀了他还难受。见顾星逸丝毫不理自己，他又果断将目标瞄向了小奈奈。小奈奈，快来给叔叔抱抱，帮叔叔说说好话。还记得叔叔给你买过玩具吗？看着陈峰张开的手，小奈奈大眼睛眨巴眨巴，然后小脸果断撇过去，扒着顾星逸的脖子，不再看陈峰。现在对小家伙来说，妈妈的怀里都不香了，何况陈峰。见到小奈奈这个模样，众人齐齐发笑。陈峰愕然，只感觉一瞬间，只有自己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好了，别闹了，先说工作吧。顾总，你看看，这是天美娱乐最新的回应。云姐笑了笑，打断了众人的嬉闹，将手中平板递给顾星逸。顾星逸闻言也不再打趣陈峰，他接过平板，上面是天美娱乐最新的微博。最近的情况夏西瑶都与他说过，所以顾星逸也略知一二。只是当他看到天美发的微博以及威尔说的话时，他顿时有些绷不住了。他抬头看向云姐，表情都有些错愕。这个威尔就是唱临时抱猪脚的那个。云姐点点头，是他，不能轻敌，他人气还是很旺的。这话听得顾星逸有些哭笑不得，一个说唱歌手，若论知名度，还没一个二线艺人知名度来得广。也就是说唱不同于其他歌，所以才会给这种人钻了空子。想当初他刚穿越过来时还吐槽过这首歌呢，没想到这就与他对上了。顾星逸用手指轻轻敲击着屏幕，思索了片刻后，他抬起头看向围绕在身边的众人，
视线特别在风潇潇与易水寒身上停留了一下。既然我们和天美对上了，我们的人还是少了些。这次华国最强音，我也提前了解了一下，如果他们用人海战术，我们确实会很吃亏。所以一会儿我会再多找几个人，至于结果我也不能确定。如果人确实找不到，那只能麻烦在座的几位辛苦一些了。另外这场比赛不用担心，风潇潇、易水寒，到你们哥俩表演的时间了，跟我来一下办公室。顾心义说着站起身来，与风、易二将一起往外走去。其他人都在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风潇潇与易水寒实力到底如何，他们本以为这场比赛顾心义会自己上呢，毕竟现在公司里人手确实太少了一些。对于说唱，程迪与夏西瑶又真的不太懂，只有顾心义稳如老狗，他知道风潇潇与易水寒的实力，而且他心里已经有了一首歌，若两人唱这首歌，那对威尔来说纯就是降维打击。第144章招新与全面战争。谁都不知道顾心义到底给风潇潇与易水寒写了首什么歌，只知道他们两人回来之后捧着曲稿纸如获至宝，一张脸都快笑歪了。还没等几人询问，这俩人已经一路小跑，将自己关进了录音室中，明显是加紧时间练歌去了。华国最强音每周五晚8点进行直播，一共8期，共耗时2个月，算是春节前最盛大的一档节目。只有不到1周时间，所以风潇潇和易水寒丝毫不敢耽搁。他们在拿到歌后便知道，这首歌一旦完美的唱出来，必将成为他们的成名曲，没有之一。顾心义并没有跟着两人出来，他此刻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着电话。公司现在台柱子还是太少，想要跟天美娱乐以及其他娱乐公司扳扳手腕，还需要再找一些人，而且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不多时，当几人看到顾心义从办公室中走出来时，他的脸上已经挂满了笑容。大家准备好啊，明天有3个重量级选手要加入我们公司，你们可都要打起精神来，给他们留下个好印象。几人纷纷对视一眼，陶乐乐忍不住好奇问道：哎呀，顾总，你就别卖关子了，是谁啊？之所以叫顾总，是因为云杰与陶乐乐之前商议了一下，以后公司的员工只会越来越多，在公司他们必须做好榜样，私下底怎么叫都行，工作上该有的态度还是要有的。当然夏西瑶和陈峰两人除外，这两人一个是老板娘，一个是公司股东，自然不需要这样称呼。虽然几人都好奇得很，但顾心义还是笑盈盈的保密了，说出来多没意思，明天来了你们就知道了，也算是给你们个惊喜。切！几人都不满地切了一声，心里顿时如猫抓般难受。顾心义笑了笑，并没有管他们，而是又对着杨成林说道：杨部长，你再辛苦一下，公司如今正在迈入正轨，运营什么的该招就招。另外放出消息，星瑶娱乐从今天开始正式招收新人歌手，这几天我和夏西瑶亲自面试，凡是通过面试的，歌曲什么的不用担心。听到顾心义这么说，杨成林目光微凛，顾心义这次醒来后好像变了好多。如果说以前的顾心义还有些畏手畏脚，那么现在的顾心义则是火力全开，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势也更加恢宏。他这是准备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娱乐圈了，也是他自身的才华带给他底气，让他足以这样做。好，我会注册公司官方微博，另外各个软件上也会扩大宣传。杨成林点头应道。事情差不多交代完毕，几人又聊了一会儿，杨成林率先离去。公司前期就属他这个人事部长最要繁忙。就在杨成林离开不久，网上先后出现的2条消息让网友们一下子又激动起来。就在昨晚，网友们还在为星瑶娱乐能不能接下威尔的挑战而担忧，然而仅仅过去1个晚上，形势便瞬间出现2极反转。第一天消息无疑是顾心义苏醒并且出院了，有狗仔拍到了顾心义与夏西瑶一起走出医院的照片，照片里两人除了脸色都有些苍白，其他无任何问题。这一个信息一出，网友们顿时不淡定了，不到几个小时，热搜上便再次出现了顾心义的名字。这些热搜下，网友们评论也是热闹非凡，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讨论着。我靠，醒了？真的假的？我读书少，不要骗我，不是说陷入深度昏迷吗？这照片上看着也不像有啥事啊。顾心义就是个大猪蹄子，人家这么担心他，还为他掉了几滴眼泪，醒来也不知道跟我们汇报一声。鳄鱼的眼泪，哈哈哈！醒了就好，醒了就好。我现在就想知道威尔慌不慌？威尔，我一点都不慌，我会临时抱猪脚。顾心义，听说就你叫威尔啊？顾心义红眼特效图片，一个个娱乐公司看到热搜后，心里顿时苦涩不堪。好吧，这家伙一回来，热搜就快被占完了。一时间，他们又想起了被这家伙支配的恐惧。就算是柳高，当他知道顾心义醒来的时候，他心里也不由得有点慌。为此，他还专门问过威尔有没有把握。威尔却信誓旦旦地表示没问题，说唱这块他没服过谁。但柳高心里还是没有底，
毕竟之前录音都败了，那可是以前的天后。只是现在话已经放出去了，柳高只能期待顾星逸不会写说唱这种曲目。第二个让网友们议论的话题就是星瑶娱乐正式开始招收歌手了，而且他们打破了常规，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有自信，星瑶娱乐来者不拒。顾星逸与夏曦瑶亲自面试，一旦通过面试，待遇方面也极为优秀，更是能获得顾星逸亲自写的歌。如果说顾星逸苏醒只是让网友们以及其他娱乐公司大感震惊外，这则消息对于娱乐圈来说无疑是个地震。可以预见，一旦星瑶娱乐成功了，娱乐圈的模式将被改写，新时代也彻底来临。以往那高大的门墙不再有，任何有实力的人都会得到重用，以致快速扬名。这对底层的那些真正有实力的歌手与那些新人来说，他们的机会更大了。但对资本来说，星瑶娱乐就是在挑战他们的底线。以往娱乐公司的模式，除了资本与人情世故，还有潜规则，真正有实力的歌手能搏出名的寥寥无几。但星瑶娱乐这个消息一出，无疑是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他们的基本利益就遭受了动摇。以后有点实力的都去星瑶娱乐应聘了，谁还会来他们公司？这一下，所有公司都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开始联系彼此，交换意见，最后目光统一望向了三巨头。滨海娱乐没有任何动静，好像死了一般。天美娱乐与盛世娱乐罕见的联合放出话来，他们将形成攻守同盟，在华国最强音上破灭顾星逸不败的神话，并在各个领域抵制星瑶娱乐。同时，天美娱乐与盛世娱乐也邀请整个娱乐圈所有公司对星瑶娱乐实施制裁。制裁的第一步就是从华国最强音开始。如果说之前的3日狂欢盛典只是顾星逸与天美娱乐的小打小闹，那么从这之后将会是他与整个娱乐圈的全面战争。第145章，帅气的于冉冉，马董，你太过分了！盛世娱乐大厦，苗安云小嘴紧紧抿起，脸色难看。他身前不远处的办公桌后，马亮慢悠悠地喝着茶，一双三角眼里带着的得意的笑。苗安云，注意你的态度，这就是你跟公司领导说话的语气吗？那个通告我已经接下来了，为什么又要给我驳回，转而给了别人？那明明是我先谈好的。苗安云握着拳头，就连指甲嵌入肉里都不自知。他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而且在忙完这个签唱会，他就能攒够足够的钱来支付违约金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公司将他的签唱会取消，转而这次的活动给了别人。他找了自己的经纪人询问，可经纪人也是一脸为难，最后才小声地告诉他，他得罪人了。将他一切活动暂停的正是眼前这个喝着茶的马亮。面对苗安云的质问，马亮不急不慢地呵呵笑了一声，然后说道：云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公司有公司的安排，你只要服从安排就好。当然，如果你愿意晚上陪我去参加一个酒会，最迟明天我就会安排给你新的活动，怎么样？考虑一下。说着话，马亮放下手中的茶杯，三角眼也顺势眯起，笑意满满地打量着眼前的苗安云。自从乐坛出了个顾星逸，本就不注重乐坛的盛世娱乐中，歌手的处境更加艰难。这段时间他可是尝到了不少甜头。那些歌手为了前途，哪个不是乖乖就范？就是这个苗安云死性不改，偏偏人长得那么漂亮，让马亮一直心里痒痒的很。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得逞。苗安云怒视着马亮，心中愤怒与悲哀更是到达了极致。上次他才打了他一巴掌，没想到他还是不死心，现在竟然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呵，那请你离开这里吧，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之后公司的一切活动都会与你无关。你就算死也得死在公司里。马亮丝毫不慌，他知道苗安云不过是普通家庭，还赔偿不起违约金，他就不信一个小歌手还能翻了天了不成。砰！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突然再次被推开。就你这个贼眉鼠眼的小人，也配觊觎我家韵韵姐？我呸！韵韵姐，我们走。马亮目瞪口呆地看着闯进来的小姑娘，他知道这是苗安云的小助理，只是没想到这个小助理这么勇的。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马亮脸色顿时难看，他在公司作威作福这么多年，还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的，真是活久见了。就是跟你，蒜头鼻，三角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苗安云也有些发呆，这是他第一次看于冉冉这个样子。说实话，还有点飒。好好好，我看你是不想混了是吧？马亮不由气急而笑，一个小小助理也敢这么猖狂了？我就是一个小助理，你有本事把我开除。再说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顾星逸你知道吧？我们投奔他去。顾星逸，听到顾星逸的名字，不止苗安云愣住了，就连马亮都愣住了。马亮愣住是因为顾星逸他何止是知道，公司都没少因为他开会，但片刻后他又笑出声来。你一个小助理，再加一个3线小明星，
顾心意能为你们出头，不要你管。云云姐，走！没等苗安云反应过来，于冉冉气势汹汹地拉着苗安云摔门而去，只留下马亮一个人干瞪着眼，望着桌上那都被震洒出来的茶水。这个小玩意儿，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了。出了马亮办公室的门，苗安云还有些呆呆的，直到被于冉冉拉着走出大门，他才反应过来。冉冉，你……他其实刚刚也不过是故作坚强，她只是个小女生罢了。面对这种情况，刚刚那样已经是她最大的勇气了。没想到她这个小助理平时不显山露水的，竟然这么厉害。云云姐，你别难过，我在外面实在听不下去了。那个畜生说话太过分了。不，我不是难过。冉冉，你太飒了。苗安云牵着于冉冉的手，忙说道：“他刚刚有被于冉冉的样子帅到。”哈哈哈，帅吗？嘿嘿。于冉冉嘿嘿笑道：“他只不过也是借着那一股气，现在气消了，心里还有些怕怕呢。”苗安云嗯了2声，然后又有些失落。只是这样，害得你以后在公司也待不下去了。他们肯定会给你穿小鞋的。不怕。云云姐，我刚刚不是随便说的。你看，我联系了谁？说话间，于冉冉将苗安云的手机递到他眼前，脸上神采四溢。我刚刚看到星瑶娱乐在招人爱，而且他们这摆明了要和娱乐圈的其他公司都对着干了。我就用你手机联系了夏西瑶，嘿嘿，他那边同意了帮你支付违约金。夏西瑶？苗安云愣了一下，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温柔如水的女人。然后他接过手机，上面确实是他和夏西瑶的聊天界面。自从上次新歌会，他与夏西瑶加了好友之后，两人其实也没怎么聊过天，只是平时偶尔有歌曲上的事情会探讨一下。可是现在，上面的聊天明显多了，是于冉冉拿着他的手机联系的夏西瑶，而且那边竟然也爽快地答应了于冉冉的要求。他真没想到，最后竟然会是仅有几面之缘的夏西瑶帮了自己。云云姐，星瑶娱乐现在正需要人，你又需要公司，不是正好吗？而且我相信，凭借你的实力，这违约金你肯定很快就能帮星瑶娱乐赚回去，所以你不用再犹豫了。于冉冉见苗安云没反应，还以为他有些在意，所以连忙劝慰道。苗安云抬眸，神情有些复杂。我不是犹豫，只是有些感慨，当初一起争夺冠军的人，没想到如今竟然会是我的贵人。不管我能不能帮他们赚回去违约金，他们先帮了我，那我们就要成这个情。嘿呀，谁让人家找了个好老公呢？不过我相信云云姐以后找的老公也不会差的。谁要找老公了？云云姐，你怎么还害羞了？哈哈。云开雾散，两人不由又打闹起来。苗安云被于冉冉的话整了个大红脸，只是他的心里却不由得在想，真的还有比顾心意更好的老公吗？第146章搬新家。明天去盛世娱乐吗？明早将奈奈送去幼儿园之后，直接就去，这种事宜早不宜迟。我和你一起去。好。江城一家3口正吃着午饭，夏西瑶还在与顾心意聊着明天的安排。其实这种事在顾心意看来很简单，违约嘛，交钱领人就好了。夏西瑶心里还有些唏嘘，之前苗安云微信和他说时，他还有些不信的。新歌会上苗安云的表现，他还记得清清楚楚，没想到这样一个优秀的歌手，竟然都会被雪藏。只能说现在的资本太过离谱。吃过饭后，顾心意窝在沙发上，看着眼前正在玩着玩具的小奈奈，突然摸了摸她的小脑袋，问道：“奈奈，你想不想有自己的小卧室啊？”小奈奈懵懂地抬起头，看向顾心意。顾心意赶紧又说道：“小奈奈现在是小大人了，爸爸给你准备个单独的小卧室，自己睡觉觉好不好？”小家伙这次听懂了，他立刻丢掉手中的玩具，抱着顾心意的手臂，小鼻子都皱了起来。不要，奈奈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觉觉。可是奈奈长大了，该有自己的小房间了，不然幼儿园别的小朋友知道奈奈还在和爸爸妈妈一起睡，会嘲笑奈奈的。特别是那个方小小，他肯定会嘲笑小奈奈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的。顾心意刮了刮小奈奈的鼻子，耐心地劝说着，甚至搬出了小奈奈最讨厌的那个小胖，可谓是用心良苦。果然小奈奈一听会被嘲笑，就连小眉毛都紧紧皱起来了，脸上更是一副为难的神色。顾心意见此赶紧乘胜追击：“小卧室很漂亮的，奈奈肯定会喜欢，而且爸爸妈妈的房间就在旁边，很近的。”小奈奈瘪着小嘴，终于答应道：“好吧，那爸爸每天晚上还是要给我讲故事哦。”爸爸妈妈肯定会哄着小宝贝睡觉的，咱们拉钩。见奈奈答应下来，顾心意心中一喜，忙与小家伙进行了拉勾勾仪式。果然还是自家小棉袄最懂事。他在网上看到许多小孩子需要哄好久才会自己住呢。与小奈奈约定好，顾心意开心地冲着还在厨房中收拾着卫生的夏西瑶喊道：“老婆，下午没什么事，我们正好搬家吧，需要带的东西也不多，那边基本都是齐全的。”
在厨房里一直听着外面顾心意哄着奈奈的夏西瑶俏脸微红，直到听到顾心意喊她，她才低着头轻声回道：“好。”又在家里收拾了一会，这里的家具都不需要动，新房子里都有，只需要将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小奈奈的玩具带上就好。2个小时后，一家人就收拾妥当，大包小包的搬到车上，往新家驶去。很快，一家人便到达了新家所在的小区新城花苑。车子一路开进地下停车场停好，顾心意率先下车拿行李，夏西瑶带着小奈奈3个人直接进入了电梯。小奈奈是第一次来这里，她眨巴着大眼睛，眼睛里满是好奇。不一会儿，到了18层，夏西瑶领着小奈奈先行出了电梯，顾心意拿着行李跟在后面。来到门前，夏西瑶输入已经更改过的密码，房门打开，进入玄关，两人换上拖鞋，夏西瑶又为小奈奈将她漂亮的小粉拖鞋换上，这才牵着小家伙走进客厅。入眼宽广明亮的大客厅让小家伙的眼睛不自觉地睁大，眼前新家里的每一样东西对他来说无疑都是新奇的存在。奈奈，这就是我们新的小家了。顾心意将手中行李放下，与夏西瑶一起牵着还有些拘束的小奈奈往里走去。奈奈，爸爸妈妈带你去你的小卧室看看。小奈奈满脸乖巧地跟着顾心意与夏西瑶往里走去。刚到一个陌生地方的她还是有些害怕，直到顾心意轻轻地将小家伙的卧室门打开，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映入小奈奈眼帘的是一个淡粉色的世界，整个地面铺满了毛茸茸的地毯，上面装饰着各种卡通人物的形象。心形的小公主床摆在中间，公主床旁边还摆着一个小小的粉色卡通沙发，另一侧是一个小小的床头柜，上面摆放着小夜灯。小奈奈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卧室，这里就好像爸爸讲的童话故事里小公主的房间。顾心意抱起小奈奈，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在她的小床上，顿时柔软的床就陷下去了一点。当初选这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两人都看中了这间小卧室，可以看出小奈奈真的很喜欢，她的眼里全是亮亮的光。顾心意宠溺地揉了揉小奈奈的脑袋，奈奈，喜欢这个小卧室吗？小奈奈手掌轻轻压了压屁股下面柔软的小床，一双大眼睛顿时弯成了月牙。爸爸，这就是奈奈的小卧室吗？顾心意笑着嗯了一声，奈奈很喜欢。得到顾心意肯定的回答，小奈奈脸上绽放出璀璨的笑容，她躺倒在柔软的小床上，左右翻滚着，似乎想让这个属于她的小房间染上她的气息。这一刻，顾心意与夏西瑶都欣慰地笑了起来，小家伙喜欢比什么都重要。一家人在欢声笑语中在新家做了第一顿晚饭。到了小家伙该睡觉的时候，如往常一样，顾心意与夏西瑶一左一右陪在他的身边，依旧是顾心意讲着童话故事，小奈奈在故事中美美的睡着了。确认小家伙彻底熟睡，二人才轻手轻脚地将灯关上，离开了小卧室。回到主卧，只剩下二人独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我先去洗澡。还是顾心意打破了这个气氛，她深吸一口气，仓皇逃到浴室中。这让身后的夏西瑶忍不住笑了笑，她坐到床上，将台灯打开，又将主卧的吊灯关上。台灯那温馨的橘色灯光映照下，她的一张俏脸已经粉红一片。顾心意从浴室出来时，就看到夏西瑶低着头，怀里抱着睡衣，看都没看她一眼，便匆匆从她身边掠过，钻进了浴室中。浴室中的水声再次响起，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顾心意翻身坐到床上，只感觉自己今晚的心跳异常的有力，咚咚作响。今晚没有小奈奈。第147章，爱要及时。夏西瑶从浴室出来时，依旧低着脑袋，听到开门声的顾心意望了过去，就再也移动不了自己的目光。她穿着一身很薄的睡衣，灯光下隐约可以看到睡衣里面那白皙的娇躯。夏西瑶俏脸更是一片通红，就连耳垂都泛起了红晕，但她还是直接走到了顾心意所在的床边坐下，小手不自然地捏着衣角。老公。这一声老公来得猝不及防，让顾心意心跳都快停止。她抬眸看向他的俏脸，没有立即回应。夏西瑶这才抬头对上顾心意的眼眸，刚洗过澡的她身上还带着淡淡的清香，通红的小脸上更是水润润的，那双杏仁眸子中的风情更是异常的勾人，让顾心意呼吸都变得有些粗重。老婆，你这样我可忍不住。夏西瑶依旧看着他，片刻后她突然眉眼弯起，笑容浮现在脸上。直到这次后，我才知道爱要及时。我准备好了，只是你的身体。顾心意没有回答，而是直接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将他拉进了自己的怀中，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身体一点事都没有。再次感受到柔软的娇唇和火热的身躯，顾心意再也忍耐不住，一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在他后背上游移轻抚。两人翻滚在床上，最终顾心意占得了上风，将他压在身下。关灯。趁着换气之余，夏西瑶桃红的脸上闪过一抹羞涩，她用手艰难地抵住又要低头吻来的顾心意，轻声说道。下一秒，
啪嗒，台灯被关上，房间里陷入一片黑暗。黑暗中，两人身上的睡衣渐渐褪去，直到坦诚相见。不多时，新买的床铺也不堪重负地晃荡起来。下一刻，软声细语响起，如泣如诉，与顾心意粗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宛如在黑夜里奏起一阵悦耳的交响曲。一夜承欢，春光无限。第二天一早，顾心意起得很艰难，他承认昨晚自己确实有点装逼了，身子骨是真的有些吃不消啊。但是他不得不起来，因为还要送小奈奈上学。夏西瑶还在旁边安睡着，顾心意小心地在她唇上轻轻印了一下，又忍不住在那片柔软上摸了一把，这才蹑手蹑脚地离开。身体虽然吃不消，但手却是很诚实。匆忙做好早饭，小奈奈已经醒来，正趴在自己的小床上，翘着小脚研究着枕头上的卡通小熊。听到顾心意敲门进来，小奈奈这才伸出两只小短手让爸爸抱。顾心意顿时欣慰至极，果然还是自家的小棉袄乖，第一次自己睡觉，早上醒来也没有哭闹。吃过早饭，顾心意将小奈奈送到幼儿园，再回来时，夏西瑶依旧还在睡着。看来不只是自己，夏西瑶昨晚同样累着了。顾心意想了想，又钻进了被窝，坐在床上翻看起微博来。床上的夏西瑶似乎被他的动作吵醒了，她眼睛还闭着，柔软的身子却缠了上来，双手搂住了他的腰。顾心意柔和地笑了笑，伸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看到他的俏脸又开始泛红了。醒了？夏西瑶小脸埋在顾心意的腰间，回应了一声：死老婆。顾心意笑容却一僵，呼吸都乱了起来，因为他的小手已经钻进了他的衣服中，在他小腹上摸索着。夏西瑶小脸埋得更深，就连耳垂都晶莹透红起来。妖兽啊！即便顾心意身体再吃不消，也忍不住啊。哪个干部能抗得住这样的诱惑？还是大清早的。下一刻，顾心意再次钻进被窝，一场云雨再次上演，直到1个小时后，两人才消停下来。顾心意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只感觉身体被掏空，一点力气都没了。缓了好一会儿，顾心意才轻声询问道：起床吗？好。还窝在被子中的夏西瑶闷声答应了一声。洗澡吃早餐，直到10点钟，两人这才走出家门，开车往盛世娱乐方向驶去。幸好他们还没忘记今天要去盛世娱乐要人。时间过得很快，转眼3个小时过去。盛世娱乐大厦1楼大厅内，苗安云与于冉冉早就等候在公司里。不同于苗安云的安稳，于冉冉时不时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冉冉，既然他们说会来，那肯定会来的，不用着急。云云姐，你不给夏西瑶发个信息问一下吗？这都1点了。于冉冉怎么能不急？全村的希望都在顾心意与夏西瑶身上了，若是他们真的不来了，那他和苗安云就完了。两人焦急地等待着，没等来顾心意与夏西瑶，却等来了个不速之客。哟，这不是苗安云吗？怎么这个点就来公司？有活动吗？来人戴着一副蛤蟆镜，看着面前的苗安云，尖下巴高高扬起，这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与这一张整容脸，让于冉冉止不住犯恶心。苗安云只是淡淡看了来人一眼，便没有理会。这个女人一直是他的竞争对手，昨天的签唱会活动也是被他抢走，苗安云都不用想就知道他为什么能拿到这个活动。对于这种人，他真的理都不想理。然而于冉冉一点都不惯着他，直接对道：公司是你家啊，我们想来就来，你管得着吗？哼，死鸭子嘴硬，有你们好看的时候。要说全公司谁最愿意看到苗安云倒台，那肯定就是这个蛤蟆镜女人季雅。她挑起嘴角，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老对手倒台，盛世娱乐本就稀少的乐坛资源肯定会向他倾斜。顾心意还有夏西瑶，他们来干什么？不知道啊，难道公司与他们合作了？这时大厅里突然传来一阵议论声，引得大厅里的人都不自觉地将目光望向门口方向。只见门口方向，身着一身正装的顾心意与夏西瑶脸上带笑，往大厅漫步走来。这一对夫妻一出现，仿佛整个大厅里所有人都失去了几分颜色。不怕货比货，就怕人比人，这俩人并肩走在一起，简直太耀眼了。见到两人径直向自己方向走过来，季雅脚步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却没想到两人就在自己面前站住。然后夏西瑶松开顾心意的手，笑着与苗安云打起了招呼：云月，我们来了。第148章明争暗斗。夏西瑶的一句话引起现场一阵骚动，谁都没想到顾心意与夏西瑶竟然是来找苗安云的。最近他们或多或少的听说了苗安云身上发生的事。旁边的于冉冉双眼里更是放光，现在的夏西瑶在他眼里好像天使降临一般，他当即在心里宣布，除了云云姐，夏西瑶就是他第2个喜欢的人了。好了，先办正事。眼瞅着面前这3个女人就要唠起来了，顾心意赶紧说道，然后向着大厅正前方前台那里走去。夏西瑶点点头，与苗安云和于冉冉跟在后面。苗安云此刻心中很不平静，
虽然他一直相信夏西瑶既然说了会来，那就一定会来，但当两人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莫名的想哭。遇到再大挫折都没哭过的他，真的被夏西瑶这个只有几面之缘的人感动到了。盛世娱乐前台的小姐姐早就看到了顾星逸几人，毕竟现场那么多人，此刻都驻足不前的在观望了。当顾星逸到前台的时候，他早已经通知了公司高层：“顾先生，请稍等片刻，公司管理马上就到了。”好，顾星逸笑笑，这个前台倒是挺会办事。不多时，盛世娱乐电梯里就匆匆出来2个人，只是这2个人，其中一个刚露面时，旁边于冉冉就呲起了牙。来的2人看到顾星逸时都没什么好脸色，其中一个冷笑着对着顾星逸问道：“这不是网上大名鼎鼎的星瑶吗？不知你来我们盛世有何贵干？”顾星逸斜眼瞥了一眼说话的人，没有说话。这副姿态让另一个人有些气恼，他阴沉着脸又接着说道：“顾星逸，你来到底做什么？不说的话，我们可就要叫保安将你请出去了。”顾星逸扫了一眼2人，然后扭头望向身后的于冉冉。这2人谁啊？气势这么冲，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就是盛世的董事长呢。于冉冉偷笑一下，当即阴阳怪气的介绍了起来。先说话的这个是公司的运营部总经理刘总，后面这个蒜头鼻就是个光吃饭不干活的董事会成员马亮。于冉冉的话让顾星逸有些明白了，很明显，于冉冉对这2人的态度都完全不同。这个叫马亮的估计不是啥好货色。刘总和马亮是吧？这就是你们公司的待客之道。田心池呢？让他出来说话。顾星逸怎么也是星瑶娱乐的董事长，要说资格，这2人在他面前确实没有什么分量。谁知顾星逸话刚一出口，马亮脸色就更加难看起来。就你也配合我们田董对话？保安，保安！一句话说完，马亮直接大喊起保安来，门口的保安也应声往这里赶来。顾星逸挑挑眉，没想到盛世娱乐还有这种二愣子，今天要是真把他赶出去，那梁子可就结大了。一个公司开门做生意，别的公司董事长亲自前来，竟然被下属管理赶出去，那这2个公司就真的没任何利益可谈了。等等，小马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顾董亲自上门，怎么能往外赶呢？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就在保安一拥而上的时候，电梯处再次传来一道声音，众人都抬头望去，之后盛世娱乐的人都纷纷喊道：“田董！”顾星逸也顺势望去，只见来人是一个绿豆眼、戴着金矿圆眼镜的男人。顾星逸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正是盛世娱乐的董事长田心池。顾董，下面的人待客不周，你多海涵，只是不知道你来我这个小公司里有何贵干？田心池呵呵笑着走到众人最前方，直面顾星逸问道。顾星逸这才回以一笑：“田董说笑了，盛世若是小公司，那我星瑶娱乐不是连芝麻都算不上。这次来当然是来给田董送钱来了，只是这样的好事，竟然有人还要阻拦，我真是万万没想到。盛世的待客之道确实有待改善啊。”2人打着机锋，田心池这是第一次见到顾星逸，他看着面前这个只有20多岁的小年轻，却一点没敢小看他。能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娱乐圈的人，谁敢小看他只会输得更惨。送钱？还有这种好事？不知顾董来送什么钱呢？田心池扶了扶鼻梁上的金矿圆眼睛，视线转向夏西瑶身边的苗安云，心里顿时有了点数。对于苗安云的事，他自然是知道的，只不过一个小歌手罢了，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放纵马亮胡作非为了。只是没想到，一个小歌手竟然能请来顾星逸这样一尊大佛。田董，这里好像也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不妨坐下来再聊。好好好，你看我这脑子，年龄大了，一时也忘了礼节。走，我们会议室详谈。说完，田心池便一脸笑容地引领着顾星逸几人一起往电梯处走去。顾星逸同样一脸笑容，2人就这样说说笑笑，不知道的还以为这2人是多年未见的好友呢。到了会议室中，众人落座，田心池这次又开口：“好了，顾董这下可以说了吧？有什么好生意，还值得顾董专门跑一趟的？”说来也巧，佳期夏西瑶正巧与贵公司员工苗安云是至交好友，这不，听闻苗安云在这过得不太好，佳期夜不能寐，所以我这次就是来带苗安云走，违约金多少我全付。怎么样？这样的好事，想必田董也不会拒绝。这一番话下来，会议室里有些哑然。夏西瑶脸色微红，苗安云微张着小嘴，于冉冉偷笑。这算是什么理由？马亮与刘总只感觉他在装逼，却又没有证据。田心池心里更是直骂娘，他觉得顾星逸这个崽种就是欺负他没文化，所以说话才文皱皱，软绵绵中带刺的，让他听着极为不舒服。顾董，仅凭你一句话就想带人走，是不是有些过了？田心池收起笑容，绿豆眼紧紧盯着顾星逸。田董，这不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好事吗？你拿钱，我带人，而且算我们单方面违约，违约金多少我们照付，对你来说好像也不吃亏。
顾新义表情淡淡，与田心池对视，丝毫无惧。既然顾董都上门要人了，那我必须得给面子。只是违约金2000万，顾董可要想好，一个3线小歌手值得这个价钱吗？片刻后，田心池又笑了，他略带调侃地说道。会议室内气氛再次和谐起来。听到这话，苗安云看了一眼顾新义，又死死盯着田心池。是啊，2000万啊！可笑的是，他为盛世赚了都不止2000万，到头来他自己连2000万违约金都拿不出来，还要被吸他血的人在这侮辱。第149章，嚣张，这就不劳田董费心了。我想以后苗安云自己会向田董证明，你今天的眼光确实不行。田董，合同拿出来吧。顾新义盯着田心池，缓缓说道。他身上的气度让田心池本就不大的绿豆眼都眯了起来。好，既然顾董这么有信心，那我再推辞也说不过去了。田心池说着话，便吩咐秘书将苗安云的合同取来。田董，咱们不能。闭嘴！坐在田心池身边的马亮看到董事长秘书已经去拿合同，顿时有些着急。他刚想开口劝解田心池，却被田心池面带怒气的吼住了。看到田心池真的生气了，马亮赶紧缩了缩脑袋。一旁的顾新义却悠然自得地看着这一幕，笑了笑后又开口道：田董，对于你我还是比较敬佩的，只是你们公司的董事实在让人失望啊。田心池眯着绿豆眼，淡淡地看了顾新义一眼，脸上笑容此刻也没了。我们公司内部的事就不劳烦顾董操心了。顾新义耸耸肩，依旧笑着。不一会儿，秘书就将合同取来，放到田心池面前。田心池低头扫视了一眼合同，便又抬头对着顾新义说道：好了，合同在这，你过目一下。田董做事我还是相信的。老婆，打钱。顾新义手指交叉在一起，并没有去翻看合同。苗安云单方面要走，只需要付钱撕毁合同就随时都可以走，这一点就算盛世娱乐也不敢玩什么花样。而且盛世娱乐也不会玩花样，因为他们根本不会亏，他们这纯属于空手套白狼。夏西瑶拿出手机操作了一下后，便对着顾新义点点头。没多久，外面就进来一个财务部的人，在田心池耳边小声说了一句：田董，我们对公账户收到了星瑶娱乐打过来的钱，不多不少，正好2000万。听到这话，田心池小眼睛眯得更厉害了，只剩下2个小点在脸上。他将桌上合同往顾新义面前一推：好，合同给你，看看吧。顾新义这才接过合同，又移到苗安云面前：看看是不是你的那份合同。苗安云咬了咬嘴唇，看了一眼顾新义，眼中已经有些湿润。快看看吧，好了，咱们就回去。夏西瑶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轻声说道。苗安云这才点点头，接过合同翻了起来，然后小声地说道：是我的合同，那就好。顾新义点点头，然后又看向田心池：一件事办完了，咱们再来说说第二件事。顾新义，你有完没完？马亮本来就快气死，现在一听到顾新义还有事，当场绷不住了，站起身怒气冲冲地吼道。就连一直都没动怒的田心池脸色都有些难看起来，眉头也已皱起。顾董，脸面是大家相互给的，我奉劝不要得寸进尺。哼，田董别动怒，这第二件只算小事，就是于冉冉这个小助理，应该也是你们公司的。既然他一直都是跟着苗安云的，田董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把他也交给我？顾新义话音落下，其他人都一脸从容，于冉冉却彻底呆住了。他没想到自己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顾新义竟然会为了他与田心池张口。虽然他的合同违约金虽然不多，但也足以让他伤筋动骨。本来他还想着自己咬咬牙将违约金给付了，没想到顾新义却先提出来了。苗安云也愣了一下，然后赶紧小声说道：顾董，冉冉的违约金我来付就好了。顾新义却对着苗安云摆摆手，依旧看着田心池。田心池在听到顾新义的话后，脸色就恢复了正常，他又笑道：顾董说这话不是打我脸来了吗？一个3线歌手的小助理而已，就当送你们了。陈秘书，去将这个小助理的合同也拿来送给顾董。陈秘书点头领命，又出去了。只一会儿，便又拿了一份合同。这次他直接将合同交给了顾新义。像这种边缘人物都算不上的员工，不说田心池，就连他这个秘书都看不上。于冉冉已经彻底石化，原来对于眼前这些人来说，他这个人都不配有名字，就很过分。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今天多谢田董的热情招待，改日再见，希望我们还能相处得这么愉快。顾新义站起身来，笑着告辞。今天也算见识到了顾董的风采，年轻就是好啊。不过我的事情比较多，就不送了。田心池也站起身，笑着回道。顾新义点头，重新牵起夏西瑶的手，带着苗安云与于冉冉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了会议室。田董，他太过嚣张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给他面子？
眼瞅着顾心意的身影消失，马亮脸色都铁青起来。他望向田心池，满脸不甘：“废物，你拿什么阻挡他？看不出来人家有恃无恐？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今天你把他挡在门外，明天照样得乖乖交人。”田心池本来对马亮这个马屁精还有些喜爱，现在却恨不得杀了他。丢了人是小事，丢了他的面子才是大事。他看向会议室门口处，镜片下的绿豆眼里明灭不定。真是个人物，以前看来还是小瞧他了。这次柳高那个老狐狸算是遇上对手了，还好他不搞影视这一块，否则我也要头疼。这次他与顾心意的短暂交锋，让他发现顾心意比圈内形容的更加可怕，不仅是才华方面，就连胆识与气势都丝毫不差。这样的小狐狸一旦起势，那肯定又是个难缠的存在。只能看这次的华国最强音能不能将他压下来了。如果不能，天美危险了。田心池依旧望着门外，自言自语地说着。这一番话却将旁边的马亮吓了一跳，那可是天美啊，和盛世一样的庞然大物。就凭顾心意那个小子。下楼的时候，顾心意几人都没说话。苗安云一直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这些顾心意与夏西瑶都看在眼里。顾心意想了想，便对着苗安云说道：“你不用多想，我这次带你走，除了因为我老婆，还有一方面，新瑶娱乐确实缺人，而你的实力有目共睹，我们相信你，也相信这个违约金，不用多久，你就可以为公司赚到，所以不用觉得亏欠什么的，不存在的。”出了电梯，1楼大厅里的气氛都变了。他们可是亲眼看到田董亲自请顾心意上去的，现在顾心意又带着苗安云出来了，结果可想而知。季雅更是脸色难看，她虽然想挤走苗安云，可不想这样挤走，她只想看着苗安云落魄下来。可苗安云这明显是遇到贵人了。一行人路过他身边时，本来还在深受打击的于冉冉看到他，不禁又笑了起来，冲着他做了个鬼脸，然后骄傲地离开。看到季雅，于冉冉心里舒服多了。她就算是个不配有名字的小人物，那也比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女人好得多。第150章人员齐聚。出了盛世娱乐大厦，金色的阳光重新打在几人身上，顾心意也不自觉地舒了口气。与这些老狐狸交锋什么的，真是比他写歌都累。苗安云眼神都有些恍惚，从被潜规则的那一刻起，他幻想过无数个可能，最好的一个就是自己挣到钱，交了违约金，然后回归普通的生活，泯然于世。毕竟得罪了盛世娱乐，娱乐圈中那些中小型公司哪家敢再收自己呢？至于去天美娱乐和英海娱乐，结果又和在盛世娱乐有什么区别呢？大家都知道，娱乐三巨头合同都是差不多的。想到这，他又看向走在前面的顾心意与夏西瑶，眼底浮现出一丝温柔，是他们用最强硬的姿态将自己带了出来，保住了自己最后的尊严。所以就算到时顾心意给他的合同是最差的那种，他也决定会签，至少他相信在星瑶娱乐不会有潜规则这种事的存在。云月，我们先和你去拿行李吧。本来走在前面的夏西瑶忽然停下了脚步，回身走到苗安云身边，好看的眉眼弯起，询问道：“好，我住的地方不远，就在前面，我和冉冉就一些衣物都已经收拾好了。”被夏西瑶的笑颜影响到，苗安云在愣了一下后，脸上也升起笑容。苗安云和于冉冉的行李确实很少，装完之后只有2个小小的行李箱，很轻松的就放下了。只是他住的这个房间让顾心意与夏西瑶都忍不住皱眉，顾心意更是忍不住在心里吐槽着，盛世娱乐真是越来越活不起了，一个这么好的歌手竟然就给出这样的杂货间。在新歌会上，苗安云的实力有目共睹，这若放在星瑶娱乐还不得当的保供起来。拿上行李，车子很平稳地行驶在去往星瑶娱乐的路上。一路上顾心意开着车，3个女人在后面叽叽喳喳，仿佛多年未见的好姐妹一般，特别是于冉冉，顾心意总觉得她和陶乐乐有的一拼，这俩该不会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吧？不过也好，这样一来，星瑶娱乐是越来越热闹了。此刻的星瑶娱乐中，前台小姐姐李文静都惊呆了，她今天算是长了见识，也无比庆幸自己能来星瑶娱乐，因为在她面前有一个中年男人面带笑意的正在应聘。小顾现在不在公司吗？啊，刘天王，顾总说他马上就到，您可以先去会客厅稍等片刻。好。刘天王笑着应道，在李文静的带领下往会客厅走去。推开会客厅大门，里面已经有了几人。刘天王看到几人后，眼中诧异了一下，又很快带上笑意。哈哈，真没想到你们竟然也来了。顾心意那小子，这是要掀翻整个娱乐圈啊！刘哥，你都来了，还说我们呢？会客厅内正在一边端茶倒水的陶乐乐眼皮不自觉跳了跳。之前顾心意说有3个重量级选手要加入公司，他万万没想到会是他们。薛小千、刘若莹、刘天王，确实很重量级啊。只不过顾心意到底是怎么把他们从各自的工作室中挖来的？要知道面前这3人
都是自己开了工作室的存在，人家也是一方老总，甚至公司规模比星瑶娱乐都大，竟然甘愿过来加入星瑶娱乐，就很离谱。刘天王笑着在沙发上坐下，看着两人回道：没办法，小顾给的东西拒绝不了啊，你们不也是？哈哈哈，那是。薛小千夸张的笑了一声，刘若莹也面带笑意点头。若说在这个娱乐圈内，谁还能将三人聚到一起，除了顾心意也没别人了。小顾那家伙，让我们来，自己倒是先没影了，等他回来后一定要好好说说他。哎呀，刘哥，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前面真有事，既然去了，您大人有大量，放过小弟一马。刘天王话还未落，顾心意的声音就从门口传来，与他一起的自然是夏西瑶和苗安云，于冉冉跟在身后。此刻看到几人，面部神色一下变成与之前陶乐乐的同款表情包。果然不能背后说人坏话，刚说一句，这小子就来了。刘天王摇着头，笑着看向走进门的顾心意，薛小千更是面带笑意，看着来的几人说道：顾心意、夏西瑶、苗安云，得了，这下新歌会人员都快集齐了。顾心意也笑嘻嘻地看着在场的所有人，心中激动万分，这下他安心了，星瑶娱乐有这些人在，他可以放手大干了。老牌天王刘天王坐镇中枢，刘若莹、薛小千、夏西瑶、苗安云组成新的四大天王，在后面还有哼哈二将风潇潇与易水寒，就连小助理都是雷公电母。这些天再招些新鲜血液，妥了妥了，哈哈！既然都到齐了，那就快签合同。杨部长呢？快关门，别让人跑了。这种豪华阵容，他都不知道怎么输。顾心意高兴的此刻眉毛都已扬起，哈哈笑道：怎么说，你也是一个公司老总了，要不要这样？杨丞琳姗姗来迟，手中拿着已经打印好的合同，在座的都自己人，不碍事。什么老总？你们在我面前才是老总，我就是那个端茶倒水的。顾心意摆摆手，从杨丞琳手中接过合同翻了起来，然后满意的点点头。这合同不错，写得很好，就这样吧，几位公司未来的顶梁柱也看看吧。说着话，顾心意将手中合同人手一份的递给几人，就连夏西瑶都有一份。没办法，虽然她是老板娘，但这是夏西瑶自己要求的，她也算是个正儿八经的歌手。谈到正事，几人也都认真起来，接过合同翻看了起来。说实话，薛小千、刘若莹与刘天王之所以能来，因为顾心意给了他们无法拒绝的理由。他们本身不缺咖位，但是他们缺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好歌，而顾心意就是用这一点让三人都动了心。会客厅里一时安静下来，几人都安静地看着合同，只是越看下去，他们的脸上笑容就越盛。与几人有区别的就是苗安云，他此刻看着合同，震惊到双眼都睁大了。因为这个合同是其他任何一个娱乐公司都不会给出的，没有限制时间，没有违约金，就连离去都是完全自由的。这和普通公司的劳动合同很相像，离职只需要提前1个月辞职，时间到了就能走。小顾啊，我知道你照顾我们，但这合同对你是不是太不利了？要知道，没有娱乐公司敢这么签啊。刘天王此时已经翻完最后一页，将合同合上，抬头带着眼带笑意的看着顾心意。第151章树大招风。刘哥，你误会了，其实不只是你们，以后星瑶娱乐的所有艺人签的都是这份合同。顾心意手中拿着合同摆了摆，笑道：我觉得用合同来束缚一个人是最蠢的存在。如果公司真的好，即便是自由的合同，我相信你们也不会离开。如果公司不好，即便你们都在，也不会真心对待公司。而且啊，我说句比较自大的话，在所有娱乐公司中，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加靠谱了。顾心意自信的样子让在场的众人都为之侧目，就连刘天王眼中都升起了欣赏之色。是啊，就目前来说，也就顾心意有资格说出这些话来，也只有他的才华可以支撑他这么说。好，我也很期待以后在星瑶娱乐的日子。顾总，我很高兴能加入星瑶娱乐。刘天王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站起身来到顾心意身边，伸出自己的手说道：刘哥，欢迎加入星瑶娱乐，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们俩别惺惺相惜了。顾总，你这是把我们给忘了？薛小千这时也签好了合同，看着握着手的两人，调侃道。刘若莹同样签了合同，也面带微笑的看了过来。自从回来后，顾心意脸上笑容就没断过，他哈哈笑道：没忘没忘，一个都跑不了，我说的。欢迎你们加入星瑶娱乐。三人都笑了起来，然后将手中的合同交给顾心意一份，自己留了一份。到如今也只有苗安云没签了，众人的目光也不由得望向他。小助理于冉冉在一边都快急死了，他不知道云云姐到底在想什么，这样的合同
换他来，肯定第一时间就签上自己的大名了。见顾新义也好奇地望向自己，苗安云咬了咬牙：“顾总，我这个合同需要改一改。”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不明白苗安云这是做什么，这种合同都要改，这姑娘想啥呢？只有顾新义和夏西瑶，他们心中隐约明白了苗安云的意思。还未等顾新义说话，苗安云又说道：“至少要将之前帮我垫付的违约金加上，等扣除后再按正常的合同来。”违约金？还不清楚事情真相的几人都有些好奇地看向苗安云，只感觉这里好像有故事啊。顾新义想了想，当他看着苗安云坚定的目光时，终于说道：“违约金的事就再专门起草一份合约吧，你什么时候有能力了，什么时候偿还公司就好。至于这个合同不动，一码归一码，公司以后所有的艺人都是这个标准。”听到这话，苗安云才松了一口气，爽快地在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种结果才是苗安云最想看到的，他失去的，他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回来。顾新义与夏西瑶对他的恩情是私人感情，他记在心里，公司的事还是要区别分开。现在合同也签好了，顾总，下一步有什么指示？薛小千见事情都已谈妥，便开口问道：“老薛，目前来说还真不需要你们，你们先耐心等待一下，后面有你们出场的机会。这一次华国最强音，我要给娱乐圈的其他公司狠狠上一课。司你这是要改变乐坛的历史啊！”哈哈，我喜欢。薛小千看到顾新义这个样子，不由更加期待起后面的日子。他觉得那肯定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况。接下来的几天里，各司其职，顾新义与夏西瑶每天都忙着面试，只是可惜新人中目前还少有能通过面试的。夏西瑶与顾新义两人本来就是专业的歌手和词曲人，所以面试时要求也略高。而且新瑶娱乐，顾新义给的定位是走的精品路线，人员方面再精不在多，所以一连面试几天也只有寥寥几人通过。不知不觉间，时间又来到了周五。关于薛小千几人加入新瑶娱乐，新瑶娱乐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所有人目前都还不知道这一事情，若是让他们知道，肯定又会是一场地震。华国最强音第2期也在今天如约到来，如今的网上形势明了，清一色都在期待着这次顾新义能给他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继上次天美娱乐威尔下战书后，新瑶娱乐一直都没有动静，但观众们知道顾新义那个崽种肯定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都清一色的认为新瑶娱乐之所以不理会，肯定在憋着大招呢。所以这刚到晚上8点，无数网友们就齐聚官方直播间等待着，现场更是已经人满为患。此时其他擂台上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收看的人寥寥无几，那几首破歌他们早就听过了，一点期待感都没，只有他们各自的粉丝还在为自己的小主加油助威。晚上8点半，在万众瞩目下，作为挑战者的威尔终于站上了擂台。他戴着黑色的针织帽，穿着一身嘻哈风，表情嚣张。刚一上台，他便拿起话筒，面前观众高调地说起：“听说有个顾新义，擅长作歌，情歌我确实不如你，但是说唱你不行。”他大声宣布着，引得台下一片嘘声响起，直播间更是弹幕不断，大多数都是骂他的存在。紧接着，威尔头一昂，又说道：“你知道网络上为什么有很多人骂我吗？都怪我树大招风。”说完这一句，他突然蹦了起来，炸裂的音乐声也瞬间响彻整个场馆。都怪我树大招风，树大招风，树大招风，都怪我树大招风，树大招风，树大招风。他们都问我是谁，都没想过我是雷，都在把我歌词背，一战成名的滋味，都怪我。这一炸裂的开场并没有引来炸裂的欢呼声，而是引发来炸裂的笑声，直播间内更是化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卧槽，树大招风，这是说唱吗？喊麦复读机吧。都怪你嗓门大，只会循环一句话，我笑喷了。不是啊，兄弟们，这跟临时抱猪脚有什么区别啊？ M 至4压变5压，这区别还不够大吗？哈哈哈哈，都怪我没读初中，没读初中，没读初中，文化有限，文化有限，欣赏不来，欣赏不来。妈呀，颠覆了我对说唱的认知，来人救救孩子吧。第152章飘向北方。舞台上的威尔已经蹦了起来，连他的眼神中都带着一丝狠劲，他觉得自己已经炸翻了全场。于是他继续叫嚣道：“选我塞，选我塞，情歌环节你们不是都很牛的吗？你来塞。”此刻舞台的后方，风潇潇与易水寒已经张大了嘴，两人对视一眼，风潇潇目瞪口呆地说道：“不是，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唱的啥玩意？他心里就没一点数吗？”易水寒也摇摇头，满脸震惊，太可怕了，
这就是自嗨的魅力吧。可怕的是，舞台上的威尔似乎是觉得这样还不够霸气，于是他跳着跳着，一跃从擂台上飞了下去，扑在了人群中。现场的人群都疯了，他们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碍于现场气氛，只能将他接住，然后又快速放在地上，躲得远远的。他们害怕呀，这种人来疯的体质会不会传染？终于，在不停的树大招风中，这首歌彻底结束。威尔对着人群挥着手，骄傲又自信地退了下去。无论是现场还是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在这一刻松了口气。他们掏了掏饱受折磨的耳朵，纷纷吐槽起来。听完威尔这个说唱，我觉得我对艺术的包容性又增加了不少。我已经对说唱这种曲目不忍直视了。可怕！现在满脑子都是树大招风，我还有救吗？星瑶啊，快来救救孩子们！快来守好歌，让我们洗洗耳朵！求求了！迷之自信真可怕，除了嗓门大，技术还拉垮。乐坛怎么了？在网友们的一众吐槽下，星瑶娱乐的人终于出场，这让网友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当他们看到是两个从未见过的青年时，他们都愣了一下，然后不约而同地担心起来，星瑶娱乐这是上新人了，能行吗？威尔的实力虽然拉垮，但是人家粉丝确实挺多，又有资本包装着，特别一些年纪小的粉丝没有经历过往乐坛的洗礼，被糊弄的喜欢威尔很正常。星瑶娱乐这两人，他们从来没见过，一看就是纯的不能再纯的新人，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着实让人担心。现场观众们也是一阵沉默，都在安静地看着舞台上的两人，这让正在后台观赛的威尔更是得意。看看，这光刚开始的舞台效果就高下立判。然而，风潇潇与易水寒依旧很稳，他们拿着话筒，背对着背，镇定地站在舞台上。这是他们的首次表演，顾星逸相信他们也会还给顾星逸一个完美的结果。音乐升起，大屏幕上歌名也在这时显现出来，飘向北方。作词作曲依旧是星瑶，演唱是风潇潇、易水寒。看到是星瑶作词作曲，观众们的心稍微安稳了下来。不管两名新人怎样，但是星瑶的歌毋庸置疑。舞台上的风潇潇伴随着音乐率先抬起话筒哼了起来，轻哼出的旋律让人止不住支棱起耳朵，细细品味着。只是后台的威尔却面带不屑之色，就连网上的弹幕有些也都带着疑问，也有些威尔的粉丝在这时跳了出来。不会吧，星瑶这不是说唱？听前奏不像说唱啊，说唱一般都很炸裂开场，这前奏倒是有些像流行歌曲。切，我还以为星瑶有多了不起呢，我家威尔拿说唱挑雷，他不敢接。星瑶是星瑶，你说顾星逸可以，说星瑶我可就要翻脸了。急什么？听不下去不就知道了。谁急了？只准你们说我们家威尔，不准我们说星瑶。双标狗，楼上的等着打脸。反正我无条件相信星瑶。舞台上的风潇潇还在轻声哼唱，旋律依然很棒。易水寒双手紧握住话题，背对着他默默等待着。哼唱结束的瞬间，突然音乐变得急促起来，所有人都在这一刻眼睛一缩，心脏更是不由得紧绷了一下。他们知道正主来了。果然，原本还在安静站着的易水寒跟着急促的音乐迅速拿起话筒，说唱开始。梦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肩上扛的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小一点。每逢过年的时候，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这才刚开始，观众们的眼睛都不由一亮，无论是现场还是网友们都不由自主地跟着歌声点着脑袋。他们的耳朵刚刚被树大招风糟蹋，这一下瞬间感觉得到了洗礼。不少人都暗暗点头，对吗？这才是说唱吗？至于那什么树大招风，在他们看来顶多算个喊麦。都说了不要急，看吧，来了。哎，享受。谁刚刚说是流行歌曲的？出来挨打。这时不得不再提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了，星瑶出品，必属精品。歌词太好了，两名新人看着好帅啊。直播间的弹幕也在这时刷了屏。舞台上的易水寒气息很稳，虽然是急促的说唱，他依然把控得很好。拿起了电话说，妈妈我还好，我回到了现实，继续解决我的温饱。我被别人说好，也被别人嘲笑，但从没被现实打倒。这就是北漂。易水寒的声音还未落下，风潇潇的声音便又接上，两人一个说唱，一个高音，配合天衣无缝。如果说唱部分让人感到震惊，那风潇潇的演唱则是让人倏然泪下。他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说唱可以这样，歌词竟然直击人内心深处。
这种冲击简直颠覆了所有人对说唱的认知。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我梦在前方。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也是最后期望。两人彻底燃了起来，高音中穿插着炽烈的说唱，让人热血沸腾又惆怅满怀。两种不同音色碰撞在一起，擦起的火花，在这一刻让在场所有人都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观众们甚至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此刻的感受，除了震撼还是震撼。原来硬核说唱与极致高音融合在一起会如此热烈，只能叹一句鬼才。第153章联合对抗。我的妈呀，鸡皮疙瘩起一身，这两人是专门来打威尔的脸的吧？奈何本人没文化，只有卧槽2字可以表达出我的震撼。我飘向北方，太绝了，感觉好像在听另一个版本的追梦赤子心。星瑶果然还是那个熟悉的星瑶，没有一点点改变。我就想问一句，威尔脸疼不？网友们听着台上两人的演唱已经彻底嗨了起来，这首快节奏的说唱块不乱，每一个字都砸在他们心间，力量感爆棚。那首树大招风与这首歌打擂，就好像幼稚园小孩子在挑衅一个成年人，根本没有可比性。此刻星瑶娱乐众人更是如见鬼一般盯着顾星逸，他们刚刚还在担心这两个新人能否镇住场子，结果这根本不需要担心好吧？这要是还不行，那就没有能行的了。这两人的唱功一流，配合着这绝佳的歌词与曲调，任谁来都要被吊打呀。特别是杨丞琳此刻已经无语了，他之前还在怀疑风潇潇与易水寒的实力，毕竟这俩可是顾星逸从大马路上捡来的。可当他听到这首《飘向北方》时，就被震撼到说不出话来了。他现在只想问顾星逸，这种宝藏歌手在哪捡的？他也想给英海娱乐捡2个回去。而舞台上，快嘴易水寒还在疯狂地炫着技，配合着风潇潇的浅唱，表演还在继续。我踏着你的肩膀，走在战场的前方，用气场去压倒着对手的迹象。看，王者的战旗，忍着泪，在国度里升起，掩着伤。我看见许多双手挥起了手臂，请用尽全力，高喊 Mr. King。 抬头看着斜阳，易水寒和风潇潇的气势越来越高昂，声调也越来越高亢，与之对应的是台下观众挥舞的手和那一声声尖叫声，又是将一场比赛开成了演唱会的形式。每当顾星逸的歌出现，对于观众们来说就是一场盛宴。网上的观众此刻都恨不得钻进屏幕里，跑到现场与他们一起呐喊。如果说树大招风只是嗓门大，那么这两人合唱的《飘向北方》则是全方位的炸裂高燃。从现场观众们的互动与网上的弹幕就可以看出，威尔此时已经输得彻底，可后台的威尔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撇着嘴，一副劳资天下第一的表情，他一点都没觉得这首歌好。就在这时，舞台上的易水寒说唱得更加急促，而说唱之后，风潇潇突然摘掉了耳返。也就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因为当他们看到风潇潇这一动作，就知道肯定要来王炸了。果然，下一秒，我飘向北方，随便你叫我来自火星还是来自蓝星，生活在张牙舞爪的世界，我要拼到尽头，挡不住忧伤，只有我和你，那是最后期望。现场观众再难自抑，尖叫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绝绝绝！这高亢的嘶吼与完美的高音将现场气氛推到高潮，每个人都在这一刻握紧了拳头，身上蕴含着掀翻宇宙的力量。这是这首歌带给他们的力量，这是说唱最直观的魅力。一曲成名，今夜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两个来自星瑶娱乐的歌手，风潇潇、易水寒。他们用一首《飘向北方》宣布了星瑶娱乐的王者归来。这一刻，比赛的结果不言而喻，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对了，除了自信的威尔，天美娱乐大厦早在风潇潇与易水寒演唱到一半的时候，他们的会议就召开了。只是这次的会议与之前完全不同，因为这次是视频会议。除了天美娱乐外，盛世娱乐、英海娱乐以及其他中小型娱乐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全部参加了这次由天美娱乐组织起来的视频会议。天美娱乐董事长柳高正面色严肃对着视频里各个公司的掌舵人开口说道：想必大家也都知道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这一次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顾星逸他所创立的星瑶娱乐是在对整个娱乐圈宣战，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乐坛以后将再无我们的容身之地。视频里各个公司的董事长面色也都难看，他们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唇亡齿寒。一旦天美娱乐被星瑶娱乐拉下马，娱乐圈的传统模式必将迎来史诗般的变动。
见众人都不说话，盛世娱乐的田心池又接着柳高的话说道：“我想大家都不愿看到娱乐圈有什么变动吧？大家畅所欲言，尽量拿出一个方案来。这么多家公司对付一个小公司，还有什么害怕的？”田心池话音落下，一个中型公司的董事长便满脸为难的开口：“走常规路线的话，只能在比赛中打败他。可谁都知道顾心意的才华，在比赛中打败他，可能吗？总有江郎才尽的时候吧。我就不信他顾心意一直能拿出这么有质量的歌曲。对，一旦他拿不出，就是我们反扑的时候。”这人刚说完，又有几人快速说道。柳高这时也点点头：“是这个道理。人的才华不可能无穷无尽，我们那么多公司，与他打消耗战便可。而且目前星瑶娱乐还没有接任何赞助，只要这次将他们按死，我相信之后也不会有赞助商会去支持星瑶娱乐。没有赞助商，以后他们只能解散，毕竟他们的资金可撑不了一个公司的运转。”这番话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点点头。田心池却在这时看了眼鹰海娱乐的杨宪，又淡淡说道：“杨董事长，听说你最近和顾心意走得挺近，不知道你有什么高招啊？”杨宪依旧满脸笑容，摇了摇头：“我哪有什么高招，一切都听各位的。我鹰海娱乐全程举双手赞成。只是最近我们鹰海人力有些吃紧，实质上的行动可能帮不到诸位了。不过我的精神永远和你们同在。”听到这话，柳高和田心池不由得都撇撇嘴，这么明显的敷衍他们还是看得出来的。不过他们也没在意，只要鹰海娱乐不使绊子就行，他们也没真以为鹰海娱乐会下台对付顾心意。好，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我们就商量一下之后的决定。这期的比赛在没准备好之前，我不希望有人再去挑战星瑶娱乐，给他们送分。我们全力准备以后的几期比赛，一期比赛同擂台最多可以挑战3场，也就是还有18场。我不相信顾心意的才华无穷无尽，也不相信仅凭星瑶娱乐的那点人还能支撑那么多场比赛。所以大家把自己的看家歌手都请出来吧。第154章，拭目以待。魔都体育场，尽管风潇潇与易水寒已经退场，现场的观众们却依然热情满意。他们还在期待着下一场擂台赛，星瑶娱乐又能拿出怎样一首歌曲来。一首《飘向北方》，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星瑶娱乐的王者归来。网上的观众们也在此刻全都涌入这个赛道的直播间内。往期的华国最强音基本都是3条赛道流量相仿，可如今盛世娱乐与鹰海娱乐所在的擂台基本已无人问津，整个节目仿佛变成了星瑶娱乐的专场。可惜观众们左等右等，也没能等来第二个挑战者，就好像所有娱乐公司在这一时刻都彻底哑火了。时间1分1秒的流逝，另外2个擂台还在如火如荼的比赛着，可星瑶娱乐所在的擂台只有秋风在上面画着圈。直到这期的华国最强音宣布结束，依然没有任何人上来挑战，这让苦苦等待的观众们彻底爆发了。他们可是等得花都谢了，结果就给他们看这。于是他们纷纷艾特各大娱乐公司，极尽所能的嘲讽着：“哎呦，娱乐圈没人了吗？到底行不行？我裤子都脱了，就这他妈好像大冬天泼了一盆凉水在身上。我熬到现在，告诉我结束了。啊呸！顾心意一出现，乐坛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的歌啊，我还想多听2首好歌呢。天美娱乐，你们这是认输了吗？不行让我上，反正都是输，我上我也行。散了，这是认怂了。我宣布，星瑶娱乐成为3巨头之一，天美时代落幕。”网友们极尽所能的嘲讽着，企图用言语来让这些娱乐公司拿出骨气来。他们只是想听歌，怎么就这么难呢？就这样，在广大网友们的支持下，最终以天美娱乐作为代表的各大娱乐公司终于忍不住发声了。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声明很短，但却透露着不一样的讯息。唯恐天下不乱的网友们看到这些声明，原本失落的内心顿时又升起期望来。在他们看来，这些娱乐公司没有放弃就好，尽管晚一点，但他们只要有好歌听就行。于是网友们纷纷在这些微博下面鼓励起他们。此刻星瑶娱乐的众人已经在回往公司的路上了。这次来的人不多，只有夏西瑶、陶乐乐、苗安云、风潇潇与易水寒几人。一辆公司的保姆车就将他们全部装下，保姆车也由公司专门招聘的司机驾驶着。而其他人包括顾心意并没有去现场，而是都留在公司内实时观看着直播。真没想到西瑶姐和云云姐都没能上台，他们就认输了。陶乐乐扁着小嘴，还有些遗憾。虽然他不知道顾心意给苗安云准备了什么歌，但他可是知道夏西瑶的这首也是一个王炸呀，还是峰哥和一哥唱的太好，直接炸场子了。嘿嘿，都是顾总的歌好，这么多年我们俩还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有这么热血澎湃的感受呢。
风潇潇嘿嘿笑了一声，想到顾心意就是满脸的敬佩。他们可没有认输，这是在憋大招呢，之后的比赛会更加激烈啊。苗安云这时拿起手机递到几人面前说道。几人看向手机屏幕，都看到了天美娱乐以及其他娱乐公司的声明。在短短时间内，这些声明都被顶上热搜了。目前热搜第一便是《飘向北方》这首歌，再往后就是这些声明。反正我只相信顾总，这些人蹦跶不了多久。易水寒只是看了一眼，便愤愤说道。几人听后都会心一笑，是啊，只要有顾心意在，他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车子继续行驶在路上，几人还在聊着这次的比赛，风潇潇却在这时接到一个电话。原本脸上还挂满笑容的他，在打完电话后眉头都已皱起。发生什么事了？易水寒看到他这个样子，小声地问道。这场比赛他们大获全胜，应该高兴才对，风潇潇这样子明显是有棘手的事情了。车上的另外几人也发现了这一情况，都将目光转来，这让风潇潇有些尴尬，他觉得是自己搅了大家的兴致。没什么，小易，你陪着西瑶姐他们回公司，我自己一个人应该能处理。西瑶姐，能麻烦将我放到江城益达广场边上吗？风潇潇紧握着手机，脸色愈加尴尬。这种时候自己闹这个幺蛾子，让他感觉很不好意思，可他又必须得去。可以的，你有事情尽快去处理就好。夏西瑶点点头，这明显是风潇潇的私事，他也没有多问。车子一路到达江城益达广场，风潇潇急匆匆地下车去了。易水寒看着风潇潇的背影，忽然说道。西瑶姐，我有点放心不下萧哥，要不我们跟上去看看？车内几人面面相觑，夏西瑶有些担心地对易水寒说道。这是他的私事，我们跟上去会不会不太好？西瑶姐，没事的，我和萧哥多少年的老交情了，而且如果我猜的不错，萧哥去找的人我应该也认识，他将我留在这就是单纯觉得过意不去。那西瑶姐，要不我们去看看？听到易水寒的话，陶乐乐和苗安云都有些异动，女人吃瓜的本性在这一刻暴露无遗。夏西瑶沉思了一下，又郑重地问了易水寒一句：真没事吗？西瑶姐，真没问题的。易水寒拍着胸脯打包票道。夏西瑶这才点头。于是一群人戴上口罩，跟做贼一样溜下了车，只留司机一个人将车停在了附近停车场。一路上，易水寒仿佛知道了风潇潇要去哪，几人都没做什么停留。易水寒带着路径直走进附近的一个小酒馆内。这个小酒馆并不大，但是装饰的让人感到很温馨，仿若回家了一样。酒馆内已经人满为患，但酒馆中心的小舞台上却吵闹成一片。几人抬眸看去，正巧看到风潇潇正与一群人理论着什么，而风潇潇的身后站着两名面带委屈的女孩，其中一个女孩还抱着吉他。易水寒看到这一幕，当即双眼一瞪，也迅速地冲了上去。夏西瑶与苗安云三人对视了一眼，眼神中都有些担忧之色，他们怕这两人将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还好易水寒冲上去之后，没有率先和那一群人吵在一起，而是护住两名女生，然后询问道：心怡、佩玲，你们没事吧？第155章露面。风潇潇看到了冲过来的易水寒，自然也就看到了不远处夏西瑶三人的身影，一时他更加尴尬起来。两人这才刚加入公司没多久，就被老板娘看到自己在这吵架，真是无敌了。想到这，他不由拉过易水寒，有些埋怨：小易，不是让你陪着西瑶姐他们回公司吗？怎么还是跑过来了？不是，萧哥，你这样就不对了，这种事有什么好瞒着的？我们大大方方的，西瑶姐他们和其他公司那些领导又不一样，不会怪我们的。看着年龄尚小一些的易水寒，风潇潇一时有些无语，他只是觉得这不是怪不怪的问题，毕竟没有哪个公司愿意看到自己下面的员工在外惹事的。不过先是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也由不得他多想，他当即又和那群人理论起来。听到台上这些人的争吵，夏西瑶也大概知道了事情的起因，原因就是台上这两名穿着白色 T 恤的女生，她们是一对民谣歌手，一直在这个小酒馆中驻唱。两人写过不少属于自己的民谣，在这里传唱度都不错。可因为这两人没有任何势力，也没有任何人脉，结果便是一个小型娱乐公司的人，他们在想用几千块钱买断他们的歌，放在自己公司歌手名下，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于是出现了现在这一幕，面前这些人就是一些小混混，收钱来闹事的，而正主则是现在还坐在卡座上那位娱乐公司的小经理。夏西瑶知道这种事对于娱乐圈来说屡见不鲜，就算报警都没用，因为赶走一波小混混还会再来一波，而且他们只是理论，并不动手。就比如现在这些人只说歌曲他们听不下去，他们是消费者，有权利换歌换人，酒馆老板来了都没用。遇到这种事只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好比当初顾心意的选择，当初他先是背靠着英海娱乐
用大公司来掩盖自己的才华，后来扬名之后，再借华央之手来对抗风沙，最后成立星瑶娱乐。而这也只有顾星逸能做到，大部分小有才华的人只会被大势所淹没。夏西瑶看着酒馆舞台上的那2名略显无助的女生，然后又看了看身边同样愤慨的陶乐乐与苗安云，想了一下，便做出了决定。他带着陶乐乐与苗安云径直走到卡座前，看着那名娱乐公司的小经理。而风潇潇与易水寒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慌忙拉着2名女生跑了过来，他们此刻心里忐忑得很。乖乖，若是西瑶姐在这里被欺负了，他们直接挖坑把自己埋了好了。你是哪个娱乐公司的？来到卡座面前，夏西瑶直接开口问道。若是以前夏西瑶，她必不会这样，可人都是会成长的。如今的夏西瑶颇有些顾星逸的风采了。这名小经理还在乐呵地看着热闹，就看到3个气场十足的女人站在自己座位前，其中2个一左一右，将中间那个护得死死的。而这时，台上刚刚出现的那2名男生也迅速跑了过来，几人统一护住中间的人，死死盯着自己，那副样子好像自己只要有什么异动，他们就能将自己生撕活剥了一样。你是谁？他们请来的帮手？小经理皱眉，他总感觉面前这人有些熟悉。别管我们是谁，你仗着公司欺负别人就是不对。娱乐圈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渣仔，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根本就不需要夏西瑶回答，陶乐乐一马当先的站在前头。看到陶乐乐这样，这名小经理当即笑出了声，而后装模作样的掂了掂手中的酒杯。小姑娘，说话要负责任的，我只是个普通的消费者，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人了？敢做不敢认是吧？陶乐乐顿时斜眼瞥他，满脸都是不屑。夏西瑶也摇摇头，这人明显是耍无赖了。他当即看向2名女生，风潇潇见此也快速向夏西瑶介绍道：西瑶姐，这是王心怡与吴佩玲。心怡、佩玲，这就是我们的老板娘。我知道你是谁了。夏西瑶。坐在座位上的小经理像是想到了什么，立马惊叫起来，一双眼睛随之瞪大，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被众人围在中间的夏西瑶。2名女生也愣了一下，然后怔怔地看着夏西瑶。这一声让整个小酒馆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向这看过来，就连刚刚闹事的那群混混都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地看了过来。他们刚刚听到了什么？夏西瑶？是他们知道的那个夏西瑶吗？一听到这声叫喊，几人就知道要坏事。陶乐乐更是用带着杀气的眼神看向这名小经理。下一刻，全场哗然。夏西瑶啊，这可是现在网上最火的歌手，没有之一。就连酒馆老板都搓着手，赶紧喊来保安。他可是星瑶的忠实粉丝，这要是夏西瑶在他这小店出了一点问题，他就不用开了。夏西瑶淡淡的看向这名经理，身份暴露了，他也顺势摘下了口罩。一边的苗安云等人在这一刻全都摘下了口罩。嚯，真是夏西瑶，还有苗安云，那2个男生，不就是刚刚才唱完《飘向北方的风萧萧》易水寒？天哪，大神降临！这个小酒馆到底有什么魔力？顾星逸呢？顾星逸跑哪去了？我要看他，我是他的忠实粉丝啊，气场好强啊，我都有点不敢上去要签名了。夏西瑶等人一露面，现场立刻嘈杂起来，基本人人眼中都闪着光，看向这边。要不是周围保安已经就位，他们可能已经冲上来要签名了。这让沙发上还坐着的小经理如坐针毡，他此刻都想将自己的嘴给缝上，怎么就喊出声来了呢？他实在没想到，就欺负2个素人，怎么能惹到夏西瑶了？要是星瑶娱乐针对自己公司，自己公司还开不开了？一个公司的口碑一旦倒塌，那就代表着这个公司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星瑶娱乐都不需要特意针对，就凭顾星逸现在的热度，只要他放出一句话，说明事情的经过，自己这个小公司就得凉凉。呵呵，误会，误会，原来是西瑶姐，我这就走，再也不来了。都不需要夏西瑶开口，想明白的小经理立刻讪笑着说道，然后快速起身离开。现在他只希望事情不要闹大。夏西瑶没有阻拦，他知道经过这件事，对方肯定也不会再来了。类似这种事情在娱乐圈太多，谁也没办法控制。这2名女生也算运气好，认识风潇潇2人，那些运气不好的只能自认倒霉。这个社会本就不是那么公平。第156章，别哭，前面一定有路。西瑶姐，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现在场上最尴尬的当属风潇潇和易水寒2人，就连易水寒都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发展。没事，我又不是见不得人，只是今天貌似不太好走了。夏西瑶笑了一下，抬头看向酒馆里有些骚动的人群，他们好多现在都在喊着夏西瑶的名字，还有的则是喊着星瑶的名字。就连那群小混混此刻都混进了人群，他们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每天也都在听着顾星逸写的歌，其中几个还是顾星逸与夏西瑶的粉丝呢。被偶像看到自己做坏事，
这种感觉真的太糟糕了。因为夏西瑶的出现，小酒馆内快要演变成夏西瑶的粉丝见面会了。这时，酒馆老板也从一众保安身边钻了进来，神色激动：“西瑶姐，你们好，我是这家酒馆的老板。您看现在这种情况，能请您和粉丝们说两句吗？”酒馆老板眼睛都亮了，虽然没见到他的偶像顾星逸，但是夏西瑶是谁啊？他不就代表着顾星逸？而且今天这事肯定很快传到网上去，到时候自己这个小酒馆还不得爆火？好，麻烦稍等一下。夏西瑶看着眼前明显比自己大了许多岁的酒馆老板，都有些恍惚，好像不经意间他已经成了别人口中的姐，也成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收到夏西瑶的回答，酒馆老板脸上笑开了花，连连点头答应，而后转身走到人群中交代起来，现场人群不由爆发出一阵阵开心的欢呼声。而夏西瑶则转身看向风潇潇身边的2名女生，她们眼眶还有些微红。她们以后应该不会来了，你们也可以放心唱你们的歌了。夏西瑶轻声说道。王心怡与吴佩玲微红的眼眶让她看着就有些心疼，这些有才华的人真不应该受到如此对待。谢谢。2女对视一眼，同声答谢道，她们已经被骚扰很久了，今天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才会打电话给风潇潇。2人与风潇潇2人相识已久，是很要好的朋友。心怡、佩玲，你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说不定以后还会有不要脸的公司找你们，要不你们也来新瑶娱乐面试看看吧。风潇潇看着2人，皱着眉头道。王心怡与吴佩玲听到这话，眼神暗淡了一下，若能加入一个好的公司，他们又怎么会在这里驻唱呢？肖哥，我们俩只是喜欢民谣，而且擅长的也是民谣，像我们这样的歌手，新瑶娱乐会收我们吗？老板娘都在这呢，行不行？试试不就好了？易水寒赶紧说道，然后看向夏西瑶，满眼期待。西瑶姐，心怡和佩玲2人很棒的。王心怡与吴佩玲听到这话，也有些期待的看向夏西瑶。夏西瑶笑了笑，脸上升起一抹云霞。谁说民谣歌手不能有明天呢？只是我能听听你们的歌吗？就在这。夏西瑶没有立即答应，即便是风潇潇2人的朋友，作为一个公司，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王心怡与吴佩玲点点头对视一眼，暗暗攥起拳头，他们鼓起一些勇气，一人拿着话筒，一人抱着吉他走向舞台。周围的人们纷纷给他们俩让开一条路，还有一些人都在为他们喊着加油。他们大都是这里的常客，自然知道2女的实力。夏西瑶几人也来到舞台前，安静地看着小酒馆中心舞台上那穿着朴素的2人。这一刻，酒馆中瞬间安静下来。王心怡与吴佩玲习惯性地坐在高脚凳上，他们看着舞台下方的人们，眼眶一时更红。大家好，这可能是我们这个组合最后一次在这驻唱了，希望这最后一首民谣能给在这里的大家带来一些感动。民谣很穷，吉他很贵，故事很长，前方的路很远，希望大家能记住我们这个组合，我们叫房东的猫。2人说完，吴佩玲轻轻拨动起吉他，忧伤的旋律顿时响起。王心怡擦了擦眼角的泪，拿起话筒轻声唱着：别哭，前面一定有路。轻灵而又略带忧伤的歌声响起，王心怡仰望天空，深吸一口气，将声音中的哽咽咽下。在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夏西瑶眼中就亮了一下，这个女生音色很好啊，而且是非常适合民谣的歌手。王心怡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继续唱道：别哭，前面一定有路，仿佛幸福在不远处，你心里有我，你身边是我，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听到这里，夏西瑶点点头。2人的舞台风格虽然稚嫩了些，但正因为他们这个样子，才与民谣更加搭配。而且2人的组合也给人一种回到最初的感觉，那是最初的歌手在青涩地演奏着最初的歌，追寻着最初的梦想，这样就很好啊。一曲唱完，台下有些老的观众们都已热泪盈眶，他们好多人都是奔着他俩来的，可以预见以后这个酒馆内应该不会再有这2人的身影了。2人从高脚凳上下来，收拾了一下情绪，然后有些忐忑地走到夏西瑶几人面前。他们知道接下来夏西瑶就是决定他们未来方向的那个人。你们很棒的，新瑶娱乐，欢迎你们。夏西瑶带着温柔笑意看向2人，伸出手来，言辞之间很是真诚。这让王心怡与吴佩玲又有些想哭，他们忙与夏西瑶握了握手，心中更是被感动到了。现场的观众们从民谣中缓过劲来，又开始化身为狂热粉丝，统一高呼着夏西瑶的名字。被众人一起催促的夏西瑶摇了摇头，缓步走上舞台。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当然新歌是不能唱了，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吧，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起风了。起风了3个字一出来，现场欢呼声更大，不论男女都在这一刻化身成了忠实的小迷弟妹。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顾心义赶到时，就看到这宛如演唱会的一幕。他收到陶乐乐的信息时，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结果就是顾心义也遭了殃。发现顾心义的人们顿时疯狂了，特别是酒馆的老板，竟然用麦克风大喊着：“今晚老板高兴，全场消费有老板买单。”最终，顾心义与夏西瑶几人在签了不知多少个自己的名字后，才在保安的保护下，狼狈地从人群中脱身而出，坐上车飞速地离开了这里。第157章，风雨欲来。你说你们的组合叫什么？车上，顾心义有些震惊地看着这两人，王心怡与吴佩玲有些怯怯地看着顾心义，小声地回答道：“房东的猫。”顾心义看着这两人，脸上表情别提有多精彩。他现在好想来一句：“房东的猫吗？我是租户的狗啊！”你们是唱民谣的？不信邪的顾心义又问了一句，让两人更加紧张。对于他们来说，顾心义是娱乐圈顶尖的人物，离他们这种小人物很遥远。他们有些害怕，怕因为两人是唱民谣的会被嫌弃。但看到夏西瑶几人鼓励的眼神，他们还是回答道：“是民谣。”顾心义这才点点头，看着两人有些害怕，他忙安慰：“民谣好啊，民谣有3：爱情、理想、远方，是每个人心中的梦啊。”听到顾心义的话，两人心中稍暖，神色也稍安。既然顾心义都这么说了，那他们应该没问题了。坐在一侧的风潇潇还有些愧疚，他看向顾心义，低着头说道：“顾总，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会辛苦你们。不碍事，我们又不是见不得人。而且，你给我们新瑶娱乐又拉来2个歌手，我还得谢谢你呢。”看到风潇潇又要道歉，顾心义忙摆摆手。这一路上他一直都在道歉，自己耳朵都要起茧了。现在我们正好缺人，你也看到了，许多娱乐公司可是放出话来，后面的几期比赛可要真刀真枪的干了。公司在这时候添人是好事。顾心义说这些并不是安慰风潇潇，而是他真的为又收入2名大将而感到高兴。对于天美娱乐以及其他那些娱乐公司的想法，他或多或少猜到一些。不管在哪个领域，向来都是以实力说话，不管对方会怎样。作为守擂的一方，顾心义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子到达公司时，时间已经来到深夜。顾心义等人只是先将王心怡与吴佩玲安顿在一人公寓，正式入职要到明天才可以办理。时间仅过去2个小时，夏西瑶与顾心义几人在酒馆内亮相的消息就充斥在整个网络上，特别是抖音上，各种现场视频层出不穷，每一个点赞量都来到数十万。夏西瑶演唱的《起风了》那一段视频，点赞量更是一跃过了100万。所有刷到视频的夜猫子们都纷纷捶胸顿足，恨不能时间回溯，自己也赶到现场去。要知道，顾心义和夏西瑶自打出现之后，还没有一次公开在众人面前亮相过，结果现在搞这种突然袭击，各路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谴责起他们，一个个犹如怨妇一般，破了大防。酸了，我承认我酸了。近距离接触夏西瑶与顾心义的机会啊，没把握住。新瑶这个崽种，就不会提前通知一下？这波现身属实让人猝不及防。演唱会没有，粉丝见面会没有，现在倒好，搞这种东西。还有民谣啊，木了，民谣很穷，吉他很贵，女孩很美，是我不配。现场的粉丝们不给力啊，就这么轻轻松松让他们给跑了。唉，演唱会啥时候办一个啊？到底能不能行事？面对网上这铺天盖地的现场视频，网友们一个个成功化身成为柠檬精，酸的不行。这一连串的抖音也成功登上了热搜。对此，所有人都表示习惯，现在一天不在热搜上看到他俩，就浑身难受。而正主顾心义与夏西瑶此刻已经回到了家，小奈奈早在之前就被顾心义的童话故事给哄睡着了。两人只是稍微吃了点晚餐，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夜生活。一夜全是话略过。第二天，朝阳出生，顾心义拖着酸软的老腰在厨房里准备着早餐，夏西瑶俏脸泛着红霞，在一边打着下手。窗外初阳的光辉洒落进来，顾心义恍然发现，貌似自己已经好久都没有晨练了，怪不得这身子日渐疲乏，都是没有晨练惹的祸。而夏西瑶则只感觉脸上滚烫烫的，一想到昨晚那些动作，他就羞得要死。他都不知道顾心义到底是从哪里看来的这些东西，真是让人又羞又恼。老婆，该去叫奈奈起床了。顾心义尝了一口新鲜出炉的米粥，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端起桌上的小菜，扭头与夏西瑶说道。夏西瑶还在神游天外，水汪汪的眸子怔怔地看着前方，丝毫没有听到顾心义的话语。顾心义看到他这憨憨的一面，笑了笑，飞速地在他俏脸上啵了一口。老婆，再磨蹭一会儿，奈奈上学该迟到了。被突然偷袭，夏西瑶这才回过神，俏脸更红，低着头快速从厨房走了出去，那小步伐都快赶得上竞走冠军。等夏西瑶抱着刚睡醒的小奈奈从小卧室出来时，顾心义已经将米粥、
馅儿饼还有小菜全都端上了桌，正笑意盈盈地等待着两人过来。看着一大一小相同的杏仁眸子，顾心意心情越来越明媚。果然家有娇妻萌娃，这日子怎么过怎么舒坦。吃过早饭，照常将小奈奈送到幼儿园后，两人来到公司。公司的人基本已经到齐，都在各自忙着自己事情。王心怡与吴佩玲也早早的就到了公司，他们俩刚从杨丞琳办公室里签完合同走出来。对比昨天，两人脸上的笑容异常明媚。两人万万没想到，他们有一天竟然会进这样一个有名气的公司，而且签的合同更是他们俩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自由合同。虽然现在星瑶娱乐没有多少资源能给他们，但是谁都知道星瑶娱乐的未来简直是不可估量的。顾心意与夏西瑶刚进入休息室，云姐就走了进来。值得一提的是，云姐目前除了担任夏西瑶的经纪人，还兼顾公司的运营发展。如今的星瑶娱乐还在发展中，顾心意对于这些管理人才的招聘态度很严格，除了要信得过、品行好，业务能力方面也要足够强，这种人才本就稀少，所以顾心意也不是那么着急。而且如今公司一直都在忙着华国最强音的事情，暂时他没有那个精力与时间去招聘筛选这种管理层。云姐，早啊！顾心意看着比以前更加精神的云姐，笑着打了声招呼。夏西瑶上前拉住云姐的手，两人靠着一起坐下。在云姐面前，夏西瑶永远都像个小孩子一般。相比刚见云姐的时候，她显年轻了许多，就连那些白发她都染成了黑色，脸上笑容也更是多了许多。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很好。顾总，西瑶，早！正好有些事情和你们说。天美娱乐的天后穆白薇被紧急叫回国了，已经上了热搜。盛世娱乐的天王戚华也在今早出现在盛世娱乐大厦，还有一些其他娱乐公司的一线歌手基本都放下了手中的事情，应该是在全力备战华国最强音。第158章天后登场。戚华与穆白薇这两人可是正当红的天王天后，之前长期霸榜的存在，更是拥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虽然这一年中，两人一个忙着拍电影，一个跑去国外参加巡演，网上关于他们两个的话题也少了许多，但丝毫没人敢怀疑两人的影响力。就好比现在，两人刚一现身就登上热搜，实力可见一斑。现在两人突然回归，出现在各自的娱乐公司，再加上其他一些娱乐公司的一线歌手高调出现，顿时让人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明眼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代表着娱乐圈的老牌权贵们要向星瑶娱乐动手了。对此，网上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双方的粉丝各不相让，还未等两方的正主开始比赛，网友们就率先吵了起来。夏西瑶虽然很好，但是我家薇薇老婆更好，无条件支持薇薇老婆。我承认穆白薇实力很强，但别忘了我们有星瑶，星瑶无敌。我就问一句，词曲界有一个能打的没有？你们把我家戚华放哪去了？别忘了华哥除了是个歌手，还是个词曲家。是我家戚华提不动刀了，还是你家星瑶飘了？单论个人实力，我觉得除了顾心意，星瑶娱乐这边真的没得打。实话实说，天王天后啊，真不是吹出来的。作为星瑶的粉丝，我只能说星瑶加油，星瑶粉丝加1，不管怎样，我都会支持他。别忘了其他公司的那些一线歌手，他们也不是吃素的。星瑶娱乐除了夏西瑶，其他还有谁？难啊！星瑶娱乐想靠一己之力改变娱乐圈的现状，是真的很难啊！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娱乐圈的大事从这一刻开始彻底被掀起。星瑶娱乐中，顾心意听完云姐的讲述，脸上神色却没有任何变化，颇有一种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的姿态。他看着云姐笑道：“这样才有意思吗？之前那些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就像那个威尔，不是纯纯来闹笑话的。”面对这种变化，顾心意是真的不怕，有元世界的底蕴加深，他反而更期待能来一些强劲的对手。两个世界文化的碰撞究竟能擦出怎样的火花，他倒是挺期待的。说完之后，顾心意就将公司所有的艺人召齐，召开了星瑶娱乐创建以来的第一个会议。而这次会议的内容只有每人手中拿着的一首歌，一人一首歌，将所有人都干懵了。他们捧着手中的歌，安静地看着，越看下去眼睛瞪得越大。这他妈是宝藏啊！当他们在抬头时，看向顾心意的眼神都不对了，那个眼神像是想将顾心意生吃了一般。特别是刘天王、刘若莹、薛晓谦三人，当他们看完手中的歌时，整个大脑都是嗡嗡作响。这个歌好像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般。刘若莹拿着曲稿纸的手都在颤抖，眼里已经有了泪花。她拿的这首是她只在梦里见过的，是她心心念念想要的歌曲。她相信这次仅凭这首歌，她将一跃成为天后，而且是当红天后。刘若莹抬头与其他人一样，怔怔地看向顾心意。顾总，这真是给我的吗？当然，
顾心逸认真的点点头，看到刘若莹的样子，他心里其实也是感慨万千。当年唱哭无数人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刘若莹配得上这首歌。他又看向其他几人，面带诚挚的说道：“你们放心唱，公司将版权已经注册好，只要你们在公司一天，别的不敢说，以后专属于你们的歌不会少的。”听到顾心逸的话，所有人都点点头，他们一下子感觉手中的曲稿纸更重了一些。这是顾心逸对他们的信任，第一首歌就拿出这样一首好歌给他们，而且是与他们无比契合的歌，这就是顾心逸的格局。对于顾心逸的信任，他们也要将歌练到最好。会议结束，所有人都没有说话，而是将手中的曲稿纸捧在心口，满怀激动地进入了各自的录音室。顾心逸看着他们的背影，长长舒了一口气。风云将起，华国乐坛将因这些人的出现而为之震动。在所有网友们的无限期待中，也在所有娱乐公司的注目中，11月22日周五，华国最强音第3期终于到来。这一期的比赛门票早已售空，而黄牛手里的票更是被炒到了天价。可即便这样，依旧有无数人争相购买。魔都体育馆前还未到晚上8点，就已人山人海，不管有票的没票的都挤在这里。他们知道这一次的比赛太过非同寻常。星瑶娱乐所有人这一次都赶了过来，就连顾心逸都在哄完小奈奈睡觉后匆匆赶来。不同于网友们的担心，此刻他们全都是胸有成竹，不为啥，就因为顾心逸的歌。只是今晚到底谁能上台演唱，还是个未知数。因为顾心逸说了，根据现场挑战者再决定谁先上场，对方出招，他接招，他要在相同的领域内击败对手。而天美娱乐中视频会议早已开启，他们也在商量着第一场到底由谁来打头阵。商量到最后，最终还是柳高拍板定下，既然已经决定压垮顾心逸，那第一场就让我们公司的慕白薇上吧，给星瑶娱乐一个下马威，一个天后，看他顾心逸拿什么接招。晚8点，华国最强音正式开启。这次就连华音方面都在关注着这次的比赛，他们甚至将这个重头戏的时间放到了3个擂台的最前面，也就代表着第一场擂台赛就将是星瑶娱乐的比赛。随着所有观众入场落座，魔都体育馆的大门缓缓关闭，整个场馆在这一刻陷入黑暗中。然而下一刻，华国最强音几个大字在空中亮起，开场音乐也随之响起，星光点点间，整个场馆里的氛围如梦如幻。所有观众都在这时齐齐发出一阵欢呼，这不一样的开场让现场所有观众都明白，这之后的比赛必定是精彩至极。这也让许多没买到票的观众们懊悔不已，他们只能在直播间内观看着这一场盛宴。舞台尽头，星光之中，这时缓缓走来一个人影，这个人影刚一出现，就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微微，微微！直播间的观众见到来人更是一惊，没想到天美娱乐第一场就亮王牌，天后慕白薇登场。第159章回忆 vs 后来。走到舞台上的天后慕白薇，一袭白裙，犹如仙子降临凡间。她向着现场的观众们招了招手，姣好的脸颊上噙着淡淡的笑，特别是她那一双如水般的桃花眸子更加引人注目。年已30的她，仅凭借这双眸子便可迷倒众生。微微，微微！台下的观众顿时疯狂，呼喊声更加热烈。直到慕白薇将手指轻轻放在嘴巴，嘘了一声，台下观众才安静下来。天后一出场，现场气氛明显升温，就连网上直播间里的观众们都赞叹不已。这就是天后啊，这影响力，没得说的。微微老婆好美，爱了爱了。说实话，夏曦瑶与慕白薇有的一拼，可惜一个已婚带娃，一个未婚，这就没有可比性了。可夏曦瑶的老公是顾心逸啊，两人我都喜欢，要是换做另外一人，可能还没得比。结婚不结婚的不说，实力代表一切。夏曦瑶对比慕白薇，现在还嫩了点，出道时间不同，要是多给夏曦瑶一些时间，应该也是下一个天后了。慕白薇上场，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对比下来，星瑶娱乐那边好像没有一个能打的。不说了不说了，听歌听歌，我的微微老婆，嘿嘿。看到慕白薇的影响力，就连还在后台的顾心逸都不由侧目。果然，天后就是天后，不论在哪个世界，天王天后的统治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强。只不过天后嘛，星瑶娱乐现在虽然没有，可他有一个距离天后只有一步之遥的人。顾心逸相信，就在今晚，星瑶娱乐将诞生一个当红天后。若莹姐，这场比赛你上。顾心逸笑着看向刘若莹，刘若莹一愣，然后目光坚定的点点头。好。这边星瑶娱乐的人选已经定下，舞台上白薇眨了眨好看的桃花眸子，顿时又引来观众的一阵呼声。大屏幕上也显示出今晚她的歌曲回忆。略带忧伤的音乐一响起，观众们顿时安静下来，
纷纷闭上眼睛，跟着音乐的旋律进入了回忆中。这是一首抒情的伤感音乐，舞台上慕白薇也调整好了情绪，进入到了状态中，一双眸子中泛起一丝丝悲伤。我见犹怜，回忆里的故事渐渐远去，回忆里的身影慢慢清晰，回忆里的那个他依然站在清风里。是风太温柔，还是风太锋利？我回头，原来是回忆依旧。慕白薇轻轻唱着，所有观众随着歌声纷纷陷入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回忆中，一首回忆杀，让所有人心情都莫名惆怅。是啊，时光匆匆，许多人许多事都已成回忆。后台的星瑶娱乐众人也在这时默默闭上了眼睛，安静地聆听着这优美却略带悲伤的歌声。特别是顾心意，在歌声响起的那一刹那，他都情不自禁地点点头。他在此刻也不得不承认，他之前小瞧了这个世界的乐坛，现在听到慕白薇的歌声，他就知道原来不是没有好歌，而是之前唱好歌的人不在。唱好歌的这些人，要么功成名就去探索另一个领域去了，要么就是被公司派了出去为资本效力去了。如今经过他这一炸，那些资本不得不把这些实力歌手再次请出来。不过顾心意也不怕，让他有信心的是原世界的歌，还有他身边的这些歌手，有这些人在，有这些歌在，他本身就立于了不败之地。慕白薇一曲唱完，不管是现场观众还是直播间的观众们，不少都已倏然泪下。除了歌曲让他们感动了的原因，还有就是慕白薇出现的原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乐坛开始变味了，这些人不在，群魔开始乱舞，他们也失望至极。直到顾心意出现，华国乐坛才让他们又重新看到一丝希望。可今天慕白薇的一首回忆，让他们知道，他们熟悉的那个乐坛回来了，那个神仙打架的时代回来了。不管今晚比赛输赢如何，我觉得已经无憾了。是啊，这让我又看到了希望，回来了。那个时代，随着回忆全都回来了。感谢星瑶，让我们再一次享受到了这种盛宴，这才是华国乐坛该有的样子。是啊，不论输赢，值得了。不知道星瑶会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我相信他，即使对手是慕白薇，他也一定能带给我们惊喜。观众们激动万分，一条条类似的弹幕铺满整个直播间。慕白薇唱完整首歌，深深舒了一口气，这才将自己的情绪从歌曲中舒缓回来。随后他对着舞台下方疯狂挥舞着荧光棒的观众们鞠躬致意，缓缓退下舞台，向后台走去。而刘若莹此时已经等候在舞台后方，慕白薇刚一走下舞台，就看见了等待着的她。两女对视，慕白薇眼中明显带着惊讶神色。若莹，你加入星瑶娱乐了？刘若莹脸上带着浅笑，点点头。是啊，你这1年都不在国内，可能还不知道吧，顾心意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词曲家，也是一个很好的老板。慕白薇神情稍愣，他与刘若莹相识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刘若莹这么夸赞一个人。好了，我就不和你多聊了，该我上场了。啊，好，加油呀！前方舞台灯光已经再次亮起，刘若莹又说了一句后，快速走上舞台。慕白薇这才回过神答应着，而后转身看着刘若莹的背影。他与刘若莹出道的时间相差不多，他自然知道刘若莹只差一个契机就能迈入天后这个行列。这次被紧急叫回国后，他也大致了解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对于顾心意这个人，他是既好奇又敬佩。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值得任何人敬佩。可惜天美娱乐对他有知遇之恩，这也是他成为天后之后依然待在天美娱乐的原因。不管柳高个人怎么样，天美娱乐从他一无所有开始就一直在帮助着他，给他各种资源，他才有了今天。他不是一个知恩不报的人。而娱乐圈的现状他自然也知道，可这种事情他也改变不了什么，而且谁又不是从这种现状中杀出来的呢？所以没有对错，只有时代在变化罢了。顾心意的出现也未尝不是时代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他既然敢站出来，就得有足够的能力挑战一切。对这些事情，慕白薇一向看得很清楚。第160章。后来，哇！缓步走上舞台的刘若莹刚一露面，就引来现场一阵惊呼声。观众们怎么也没想到，星瑶娱乐首类的人竟然是他。不止观众们没想到，就连此刻天美娱乐会议室中都在这一瞬间安静了下来。他们脸上的笑容就这样突兀的僵住，满脸不敢置信的看着大屏幕上那出现的人。刘若莹，当年与慕白薇齐名的歌手，若不是他一直没能找到那首属于他的歌，他早就可以成为天后了。特别是柳高，此刻的他拿着茶杯的手都在颤抖。刘若莹有多厉害，没有人比他这个天美娱乐的董事长再清楚。当年为了让慕白薇压他一头，天美娱乐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无数词曲人，最后才成功获得一首满意的歌，将慕白薇推上天后的位置。可现在刘若莹又站上了舞台，这次的她可是有顾心意那个怪物的加成。柳高光一想到这里就忍不住的打了个寒战。
刚刚还觉得稳操胜券的他，此刻心里彻底慌了。现场舞台上，刘若英穿着印有栀子花瓣的白色衬衫，搭配着一条浅蓝色的百褶裙，她就这样站着，就俘获了一大票观众的心。她脸上那浅浅的笑，只一见到就让人感到温暖。官方直播间刚刚还在谈论着穆白薇的弹幕猛地一致，随后满屏幕的问号打了出来，再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惊叹，每个人在这一刻都更加激动起来。刘若英啊，兄弟们，那个时代真的回来了，回来了，都回来了！哈哈哈！刘若英，穆白薇，我的天！此刻我已经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言语去表达心里的感受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现在应该都热泪盈眶了吧？星瑶牛逼，我滴闪泪！神仙打架，刘若英竟然加入了星瑶娱乐，想都不敢想啊！兄弟们，真是越来越期待后面的比赛了。面对现场热情满满的观众们，刘若英都有些恍惚，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站在舞台上了。这2年，她一直都在寻找着那首歌，现在她终于找到了。音乐声也在这时响起，现场观众们在这一瞬间都停止了欢呼，静静聆听着。舞台上方，大屏幕上，歌名显现。后来，伴随着音乐声，刘若英深吸一口气，拿起话筒，3、2、1。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只是短短的前曲就将无数观众感动到热泪盈眶，那声熟悉的3、2、1，他们有多久没听到过了？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观众们此刻内心有千言万语，却无从诉说。前一首回忆，这一首后来，让所有人的内心碎成了一片片。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他们了，再次见到真好。而此刻的刘若英也是满含热泪，这首歌写到了她的心坎上，也是她的梦中情歌。她忽然觉得一生能有这一首歌足矣。她缓缓开口，继续唱着。这一刻的现场气氛已经回到了当初她刚成名的那时，观众们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就这样随着歌手摇摆着身体。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慨，总想起当天的星光。听到这，观众们眼前恍惚了，歌名明明是后来，可歌词却句句是从前。听后来，忆往昔，所有人的脑海里再没有其他，只有歌声飘荡，带着他们见证了年轻时的美好。如果说穆白薇的回忆是把人带入回忆中感伤，然后再回头，那些回忆已成空，只留下淡淡的忧伤，那么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就是将过往浮现在人眼前，安静地讲述着那时的美好，然后说起后来总算学会了爱，可人已不在，泪崩。今晚这是一场杀猪局，旋律为刀，歌词为刃，一刀一刃，催人泪下，刀刀击中观众们的要害。就连拿出后来的顾心意，此刻眼中都噙满了泪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再见，后来，再见，后来。不一样的世界，一样的感触良多。原世界的刘若英唱着后来的场景，她再也见不到了，可这个世界她却又见到了。两个世界碰撞出来的火花，就这样在她眼前炸裂开来，开出一个璀璨炫目的听觉盛宴。感谢诗人程大佬，感谢玉城千春，感谢若英姐。顾心意默默地在心里念叨着，这3个人就是后来的作词谱曲与演唱者。舞台上，刘若英已经彻底沉浸在歌曲中，她与台下的观众们一致，随着旋律轻轻摇摆着身体，口中轻轻唱着。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似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唱到这时，所有现场的观众都再也忍不住，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双手捂住胸口，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悸动，忍着泪，怔怔地望着台上的刘若英。舞台上，她的一首后来勾起了所有观众心中的那份从前。从前若是他和她能好好的，现在是不是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曲调这时又渐渐升起，刘若英伸出手来，像是想要挽留什么。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后来二字一响起，所有观众仿佛不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他们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他们或是在电视机前，或是拿着手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明明只是一场比赛，却好像变成了刘若英的单人演唱会，万人大合唱。观众们明明只听了一遍，
甚至还没听完，却已经可以熟练地跟着舞台上的他哼唱出口。看到这一幕，所有参赛的选手都动容了，他们内心无比羡慕，又为刘若莹感到无比开心。这种盛况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场景，也是他们毕生所求。哪个歌手又能不期待自己能有一首这样的歌，能有一次这样的辉煌时刻呢？万人大合唱响彻整个场馆，今晚再无遗憾。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第161章心境天后。天美娱乐会议室中，此刻气氛已经降到冰点，众人看着柳高那略显灰败的脸色，一个个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整个房间里如今只有大屏幕上那万人大合唱的声音还在不停响起。柳高双眼无神地看着屏幕中的这一幕，能把比赛搞成这个样子的，好像除了顾心意的歌再也没有其他歌可以做到。刘董，一场比赛而已，不用那么在意，我们本就知道顾心意的才华，我们的策略也不是仅靠这一场比赛，所以放平心态。而且现在胜负还未分不是吗？慕白薇不是没有机会，他的歌同样不差。最终还是田心池面带平静的开口，若不是清楚的知道顾心意的才华，他上次也不可能就那么轻易的让顾心意带人走。柳高长舒一口气，不得不说他真的有些被吓到了，他已经一再提高顾心意在他心中的位置了，可事实证明他还是小瞧了他。本以为会是碾压局，却被顾心意不动声色的化解了。好了，等结果吧，如果慕白薇输了，我们再来讨论接下来的2场比赛该让谁上场。此时魔都体育馆现场大合唱已经结束，只剩下观众们跟着旋律挥舞着小手，双目深情地注视着舞台上那已经倏然泪下的刘若莹。刘若莹此刻已经感动到无以复加，作为一个歌手，能在舞台上看到这一幕，这辈子无悔了。音乐声还在响起，刘若莹努力抚平心中的悸动，努力让自己的脸上扯出一抹温暖的笑容，随着音乐继续唱着结尾。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音乐声落幕，台下掌声瞬间如雷，观众们的呼声与尖叫声瞬间响彻整个场馆。刘若莹手拿话筒，深深鞠躬，谢谢，谢谢大家。说完后，她抬头整理好心情，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缓缓走下舞台。来到后台，慕白薇并没有离去，而是面带复杂的看向刘若莹，片刻后才说道：恭喜你啊，若莹，从今晚之后，你便也是天后了。刘若莹此时心情还未完全从歌曲中走出来，她擦了擦眼角的泪。薇薇，我终于找到这首歌了。来到星瑶娱乐，见到顾心意，然后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说着话，刘若莹脸上笑容越来越盛，灿烂如花。命中注定，这首歌一直在这等着我，还好我没有放弃。听到刘若莹的话，慕白薇神情止不住愣了一下，只是一瞬后，她轻咬了下嘴唇，眼中流露出一些好奇。她没见过顾心意，只从别人口中说话，只在网上看到过。好像所有谈及顾心意的人，不管是他的仇人还是他的朋友，第一个肯定的就是他的才华。而在今天，他也亲耳听到了，后来这首歌也算是亲眼目睹了他的才华，这让慕白薇对顾心意越来越好奇。这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折服每一个人？好了，薇薇，公司的人还在等我，我先过去了，有时间我们再聊。刘若莹现在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公司的那些人了，想和他们分享现在的喜悦，想当面对顾心意说一声谢谢。好，快去吧，那我们改天再聊。慕白薇收回心思，点点头道，然后看着刘若莹一路小跑回到星瑶娱乐所在的房间里。而此刻，网上的投票也在激烈的进行中，无数网友都在这时抹了找，不知该将票投给谁，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慕白薇他们喜欢，刘若莹他们同样喜欢。一群渣男渣女们看着投票选择按钮上的那2个名字，只觉得左右为难。微博上各个娱乐群里，反正只要是能交流的地方，全都是网友们讨论的地方，就连官方直播间内，无数网友都在那举棋不定。家人们，怎么办？我是慕白薇的粉丝，可是我太喜欢刘若莹的后来了。唉，一样的感受啊。拔剑四顾心茫然，回忆和后来我都喜欢。官方爸爸，要不你把我剁成2半好了，我就没有那么操心了。我是星瑶的粉丝，又更喜欢后来，所以嘿嘿嘿嘿。孽畜，还不快滚！休要坏劳子道心。完了，手一抖，投给刘若莹了。微微，我对不起你啊。就这样，在有限的时间内，观众们最终还是咬牙做出了选择，将属于自己的那宝贵的一票投了出去。华音官方也在快速计算这有效票数。最终，比赛结果终于出现，
当所有人看到投票结果时，都愣了一下，然后下一刻，直播间弹幕满屏。我宣布，心愿天后在此刻诞生，天后刘若莹，实至名归。无数类似的弹幕刷着屏。更离谱的是，就在投票结果出现还2分钟的时候，微博上各家媒体的报道便争先恐后的发了出来。震惊！华国最强音，惊现历史最牛一幕，万人大合唱。详情点击全文。无敌！昔日女神刘若莹击败天后穆白薇，成功登上天后王座。离谱！天美娱乐不敌，新瑶竟成最后赢家。各式各样惹眼的标题在各大平台上肆虐，消失了许久的媒体终于再次出现。就在刘若莹获胜的那一瞬间，所有媒体都看清了新瑶娱乐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报道过新瑶娱乐的消息了，全都因为整个娱乐圈在向他们施压。媒体们忍了那么久，终于在此刻彻底明白了，三巨头时代或许要改变了。从顾欣逸出现之后，三巨头的地位就已经被动摇，他们的统治力也在日渐薄弱。直到这场比赛结束，新瑶娱乐天后登位，娱乐圈的形势越来越明了。于是媒体们也不再给天美娱乐面子，最终站了出来。此时新瑶娱乐所在的房间里，顾欣逸也看到了那最终的结果，心里顿时放松下来。好危险，只有2票之差，刘若莹最后以极其微小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可这样就行了啊？新瑶娱乐至此第一个天后诞生。第162章，季雅的恨。输了。天美娱乐会议室中，柳高摇摇头，满脸的不甘心。仅是2票之差，可惜穆白薇还是输了。虽然他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输的准备，但是看到这个票数，心里还是非常的不得劲。都说说吧，接下来让谁上场？如今结果已定，柳高快速整理好心情，淡淡说道。各个娱乐公司的负责人面面相觑，有了这场比赛，接下来该派谁上？穆白薇都输了，原本想给新瑶娱乐的下马威也没有实现，反而让刘若莹成功晋升成了天后，真是有够打脸的。现在就只有2种选择了，要么继续排除天王，用实力说话，要么只能让炮灰上，打消耗战。如今这种情况，只怕让七华上场也只是徒劳。我们不知道顾欣逸的底牌在哪。田心池也有些头疼，而后又继续说道：既然这样，那就先让其他人上去探探底吧，消耗顾欣逸的才华。以我对他的了解，只要我们拿出的是原创新歌，他必定也会拿出原创新歌。而且他的名声在外，不允许他拿出有失水准的歌曲。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他的才华会无止境。田心池说完，不少人依旧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顾欣逸的才华真的可以耗尽吗？他们的心中不由得都涌起这样一个疑问。实在是顾欣逸太过变态，从他出现开始，他的每一首歌都是那么好，到现在为止，他都出了多少首精品歌了？这让所有人心里都没底。可是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因为除了消耗战，他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田董，那你说下一场该上谁？我们都听你的。一个公司负责人面带无奈地说道。下一场不管上谁，估计都会被网友们喷到狗血淋头。毕竟刚刚的一场比赛，让他们对接下来的比赛期望度很高，如果没能延续这种水准，肯定会被喷得体无完肤。呵呵，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这样吧，下一场让我们公司的季雅上，他不过是一个3线歌手，给他拿一首原创，让他去顶雷，有了他做铺垫，你们之后上场的1线歌手们也不会被骂得太惨。田心池的话一说完，所有公司的负责人都松了口气。在他们公司，1线歌手可是他们的金疙瘩，他们是真不愿意让自己公司的1线歌手去顶雷。就这样，盛世娱乐大厦还在休息室中看着节目的季雅突然接到通知，然后他在一脸懵逼中被公司请到了魔都体育馆。现在的魔都体育馆，另外2个擂台的比赛正在进行，只不过关注的人明显少了许多，观众们还都在回味着后来这首歌，并期待着新瑶娱乐的下一场比赛。直到来到魔都体育馆后台，季雅才反应过来，这是要让他上去比赛。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无比，那脸上一直带着的蛤蟆镜都气歪了。他也看了比赛，自然知道上一场比赛是什么样的，那相当于2个天后之间的较量。现在让他上，不就是纯纯送菜吗？更何况他手中的这首歌，他连练习都没练习过，现在让他唱这首歌，肯定会翻车。气不过的季雅忙打电话给马亮，可是结果却让他差点将手机摔碎。这个狗男人竟然在这个时候关机，之前在床上的时候还信誓旦旦的保证会让自己更进一步，结果就这。此时另外2个擂台结果已出，而比赛再次来到了新瑶娱乐所在的擂台上。现场观众们的欢呼声又起，他们都在期待着这次又会是谁来挑战新瑶娱乐，又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一种听觉盛宴。后台的季雅只能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2腿打颤的往舞台上走着。事到如今，他也明白了，
这是公司上层的决定，他没有任何改变的能力。舞台上灯光落下，伴随着现场观众高昂的欢呼声，季雅已经站上舞台。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观众们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神，差点泪奔。妈呀，太吓人了！如果真是自己的演唱会，能有这么多人这么热情，他会很开心很开心。可是这是比赛啊，而他是个弃子。看到舞台下热情的观众，他有些崩溃，心里又涌起滔天恨意。他知道从今天开始他就彻底完了，仇恨的种子在心底埋下。季雅双目无神，拿起话筒，音乐声也在这时响起，然后就是他磕磕巴巴的演唱声响起。舞台下原本还在期待的观众们顿时一愣，然后全场爆发出一阵嘘声。官方直播间内，无数人更是已经化身键盘侠，开始喷了起来。我勒个大槽，一开口吓我一跳，你是魔鬼吧？为什么有勇气站在舞台上？强行喂食！妈的，亏我还以为神仙打架的时代回来了，一开口差点原地去世，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的耳朵呀，不行了，我该吸吸耳朵了。声音还可以，就是这都没准备好就来了吧？娱乐圈连脸都不要了，搞这种一点也听不下去。兄弟们，我先和女友恩爱去了，3分钟后星瑶娱乐上场再回来。兄弟，你醒醒，你坚持不到3分钟。弹幕极尽所能的嘲讽着，现场更是嘘声不断。可舞台上，季雅就如已经失去灵魂了一般，还在唱着，此刻她的心早已死了。后台，星瑶娱乐众人看到这一幕，也都有些微微发愣。这是摆烂了。顾心怡眉毛都皱了起来，她都没想到那些娱乐公司能够这么不要脸，而且这不是纯纯在毁人前途吗？苗安云看着舞台上的季雅，忍不住叹息一声，在她身上，他好像看到了如果自己继续待在盛世娱乐的下场。这就是资本啊，永远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存在。一曲完毕，在一片谩骂声和嘈乱声中，季雅面无表情地走下舞台。顾心怡此刻眼睛都眯了起来，他觉得那些人这样的举动完全是在侮辱歌手，侮辱音乐。苗安云，这场你上，让他们看看音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对待音乐的态度又得是什么样子。好。苗安云点点头，迈步走向舞台。与季雅擦肩而过的瞬间，季雅面无表情，苗安云同样面无表情，他们甚至都没去看对方一眼。可是两人的心都在这一刻同时剧烈跳动了一下。第163章，最后的疯狂。兄弟们，我回来了。星瑶娱乐的人还没上台吗？楼上的，你这还没到3分钟啊？3分钟什么的不要紧，集合了，集合了，期待 in。不知道星瑶娱乐会再来首什么歌？快点上来啊！哎，说到星瑶，想我的星瑶小公主了，好久没见我们的小宝贝了。来了来了，苗安云，她也加入星瑶娱乐了。我的天，我的云云宝贝，弃暗投明了，真是太好了！在所有人的期待中，苗安云漫步走上舞台，同时也引来了现场的一阵阵惊呼声。这就很星瑶娱乐，每一次总是会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惊喜。舞台后方还未离去的季雅听到现场传来的一阵阵惊呼声，心脏不由得一阵阵紧缩。他终于回眸看向舞台上，此刻只穿着简单休闲装的苗安云在他眼里是那么优雅，特别是苗安云身上那浓厚的自信让他眼前一阵恍惚。季雅收回目光，不敢再看，他怕他身上的光会刺穿自己的心。原本他一样是对未来充满憧憬，一样是对舞台充满敬意，一样是对歌曲充满真诚的呀。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见识到了资本的力量后，他的初心就变了，从热衷唱歌到不择手段的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竟然落得这个下场。舞台上音乐已经响起，那优美的音乐，只听前奏，季雅就知道这又是一首好歌。只是现在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这一次之后，乐坛将没他的容身之地了。季雅摘掉脸上的蛤蟆镜，眼中缓缓流下2行清泪。片刻后，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扬着头，脸上带着以前从未有过的坚定，转身往外走去。而舞台上，苗安云的心里同样不平静。刚刚与季雅擦肩而过时，他想起了两人刚出道的那段时间。那时候他认识的季雅还是与他一样，脸上带着明媚笑容的小女孩，对歌曲的热爱程度同样与他无二。可现在，两人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娱乐圈这个大染缸，真是可以让人变得面目全非。音乐声响起，苗安云回过神来，眼神变得更加坚定。如今他也算是从那个大染缸里走了出来，遇到夏曦瑶，遇到顾心意，遇到星瑶娱乐，是他的幸运。他也要唱好之后的每一首歌，来回报他们。舞台大屏幕上，
歌名已经显现，依然是一首原创新歌，依然是新瑶出品。现场观众们已经随着音乐挥舞起了手中的荧光棒，甚至有些人连身体都开始跟着音乐摇晃起来，他们的脸上全都挂着期待，望着舞台上的苗安云。歌声响起，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像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随着苗安云轻声歌唱，观众们脸上神色也愈加享受。这才对嘛，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唱歌呀！之前那个是什么东西？果然听歌还是要听新瑶的歌，不管在旋律方面，还是歌词方面，又或者是歌手方面，新瑶娱乐都做到了最好。好歌也需要对的人来唱，要不就是毁歌。歌手之所以能出名，就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将歌曲最好的表达出来。就好像此时苗安云一开口，就将台下的观众们征服了。如果说季雅的上场是演出事故，那么苗安云则是将之前2名天后带来的气场完美的承接了下来。而后台的顾心逸此刻看着舞台上的苗安云，听着这一首开始懂了，也不由得点点头。苗安云将这首歌很好的唱了出来。开始懂了，原唱燕姿姐。以前许多人说这是一首冷门歌曲，许多人都忘了当年的演唱会，能够引起万人合唱的歌又怎么会是冷门歌曲呢？舞台上的苗安云还在唱着，而所有观众们此时也已经被带入到歌曲中了。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一首开始懂了，又让所有人都懂了。原来今晚真是杀猪之夜。懂了的代价就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伤痛。只有懂了的人才知道这首歌在唱什么。很爱过谁会舍得？可抓不住的永远也抓不住，最后只能笑着放过。现场歌声还在继续，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季雅已经联系了媒体，联系了警方，提供了一些证据。季雅知道自己前途已经没了，既然已经没了，她要在这之前最后疯狂一次，就当为自己这些年所做的选择赎罪。季雅知道这些事情爆出来，她会更加万劫不复，但她不后悔，她要拉盛世娱乐垫背。这是盛世娱乐欠她的。媒体在收到消息之后，一时间都震惊住了，特别是在收到季雅发来的照片和文件时，更加震撼到无以复加。大新闻啊！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季雅所在的地方。季雅已经摘掉了蛤蟆镜，面色平淡，坐在她准备好的房间里，直到所有媒体都已到达，她才缓缓开口：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也开始讲了。如你们所见，盛世娱乐的一些高层，特别是董事马亮，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潜规则。季雅说着，媒体们一刻都不敢放松地记录着，所以摄影机都对准了季雅。从她口中出来的那一个个人名，可都是娱乐圈有名有姓的存在啊！不只是潜规则，还有挪用公款、偷税漏税等各种爆料。这些事情让媒体们记录的手都在颤抖，直到最后警方到来，将季雅带走，媒体们才深吸一口气，不可置信地看着手中的记录，还有那些照片、文件和视频。其他他们暂时还不知道真假，可潜规则这一项是肯定的了，因为季雅给他们的视频里清晰地记录了盛世娱乐马亮董事与他的一切不堪活动。娱乐圈大事件啊！这次盛世娱乐真的要被8层皮下来了。警方走后，媒体们也快速离开，他们要赶紧将事情报道出来，这些都是宝贵的流量。第164章第3期结束，媒体们还在赶回公司的路上。盛世娱乐中，田心池的秘书便急匆匆地推开办公室的房门走了进来。正在进行视频会议的田心池皱着眉头抬起头，疑惑地看着神色焦急的秘书。下一秒，秘书在他耳边低声耳语了一番。田心池脸色顿时大变，与视频中的各家负责人说了声抱歉，随后忙挂掉视频。你再说一遍。季雅，这种事情他怎么敢的？挂掉视频的田心池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向眼前的秘书。田董，是真的，刚刚已经有合作的记者发来消息确认了，恐怕不出10分钟，所有媒体都会报道出来，而且季雅已经被警方带走了。秘书再次确认道，又将手中记者发来的文件递到田心池面前。田心池一把薅过文件，焦急地看了起来，只是越看下去，他的脸色越差。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女人会这么疯。说到底，还是田心池小瞧了季雅的报复心，也没想到季雅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如此果断。他竟然能连自己的名声与清白都不顾，做出这种鱼死网破的事情。将所有文件看完，田心池手指没有规律地在桌子上敲动着，片刻后，他的眼中泛出一丝狠戾。如今之计只能弃车保帅了，将损失降到最小化。潜规则这种事情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将有影响的人开除，然后花钱了事就好，后果也只是公司的名声会大幅度下降，
但偷税漏税等一系列事情，他必须弃车保帅，让名单上的这些人将嘴管严实了。想到这，田心池立马做出对策，通知下去，所有人会议室集合开会。秘书点头，快步离去，只留下田心池还在办公室中详细的思索着对策。魔都体育馆比赛还在继续，苗安云一曲结束，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缓缓离场。这一场比赛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苗安云以压倒性的票数优势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大多数网友都觉得将苗安云划为3线明星简直太不合理了。就凭这一首，开始懂了，他就至少也得是2线，甚至都可以冲刺1线歌手的位置。这个话题一出，网上又忽然讨论起夏曦瑶到底算是几线歌手了，整个弹幕的风向都开始转变。我看了，网上现在给夏曦瑶定位的还是3线歌手，就很离谱。论3线歌手出的专辑霸占新歌榜前10，要我说，夏曦瑶是无线歌手，他背后有个顾欣逸啊，随时可以拿出歌来，有可能下一首歌直接将他顶上天后位置呢。天后没那么容易，至少要有一场万人演唱会吧。就像刘若莹、穆白薇这些，哪个不是开过几次演唱会？只能说是实力达到了，但是履历还不够，所以还是无线歌手，哪条线都不适合。哈哈，网友们还在议论着这种事情，擂台赛第3场就已开始。这一场比赛，挑战选手来自一个中型娱乐公司，是一位1线歌手，带来的依旧是一首原创新歌。不过这个1线歌手稳定多了，至少他是准备好才上场，自身人气也不错，所以观众们也很买单，不至于掉了链子。一曲结束，他鞠躬致谢，便果断离场。实际上他心里也清楚，自己就是炮灰。果不其然，伴随着全场的欢呼声，星瑶娱乐夏曦瑶再次登场，依旧是原创，依旧是新歌。观众们此时已经对顾欣逸的才华有些免疫，好像本该如此一般，但是他们的热情却没有丝毫落下。全场都在高声喊着星瑶与夏曦瑶的名字，直到音乐声响起，现场才逐渐安静下来。夏曦瑶带来的这一首歌还是主打今晚的一个杀猪风格，依旧是伤感抒情歌曲。大屏幕上歌名我可以抱你吗缓缓显现，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华音后台，这一场比赛的收视率更是超过了之前2期1倍不止，而现在网上最多的评论就是这期的票买值了。不管是前面2个天后，还是后面的苗安云与夏曦瑶，甚至那个1线歌手带来的新歌，都是顶尖的存在，而他们也完美的将这些歌唱了出来，并且让所有观众都满足了。此刻这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一首歌，观众们无比珍惜，他们都恨不得让夏曦瑶将这首歌一直唱下去，这期比赛一直都不散场才好。可惜聚散终有时，观众们还没听够，夏曦瑶的歌声已经到了结尾。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的离去。音乐声落幕，灯光落幕，伴随着笑笑的离去，夏曦瑶鞠躬退场，而观众们却根本笑不出来。比赛结束了，他们的心也被带走了。灯光暗下的那一刻，所有人心里都空落落的。此时已经没有人在意比赛的结果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星瑶娱乐赢妈了。3期比赛结束，自从夏曦瑶第1期以一首《阿拉斯加海湾》夺得擂台赛胜利后，星瑶娱乐便一场都没输过。如今的积分，星瑶娱乐也获得了5个积分，而天美娱乐只有2分。就算消耗战，天美娱乐也只能在第6期比赛时奋起反击，若是第6期再输，他们将彻底失去资格，也会失去这一年的3巨头称号。留给天美娱乐的时间不多了，但天美娱乐却没有任何表态，谁都不知道柳高在想些什么。华国最强音第3期正式宣布结束，所有人离场。不过瘾的观众们转战到抖音与微博上，此时的抖音与微博铺天盖地都是这些新歌的视频。网友们看着这些视频，听着歌，忽然有一种梦回从前的感觉，那是神仙打架的时代。可如今这次虽然也能说是神仙打架，这些神仙基本全部来自于星瑶娱乐。刘若莹、夏曦瑶、苗安云，甚至连风潇潇与易水寒的飘向北方都被翻了出来，除了穆白薇，全是星瑶娱乐的人。一个华国最强音，硬生生被星瑶娱乐搞成了内部大乱斗。而就在网友们还沉浸在这些歌曲中无法自拔的时候，一条条来自媒体的采访视频，此刻正快速的在网络上发酵着。这些视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登上了热搜。第165章，来自幼儿园的电话。大多数网友们此刻还在不亦乐乎的刷着今天新出的那些歌曲视频，可刷着刷着，他们突然刷到了这些媒体们发布的视频，然后全网哗然。靠，这么大的瓜，别打码啊，让我仔细瞅瞅，盛世娱乐也是他防了呀。
不是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潜规则这一套？这马赛克打的真让人头大，不得了！被潜的竟然还有我之前喜欢过的明星，要命！他在荧幕前可一直都是清纯玉女的形象，太黑暗了。这就是娱乐圈，季雅爆料的，他也太惨了吧！被潜还要被当炮灰扔出来，盛世娱乐是脑残吧？确实，季雅真的有点可怜爱。楼上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之前那也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呀。随着媒体下场，随着一个个视频的点赞和转发，热搜榜上一瞬间全是这个瓜。潜规则，所有人都深恶痛绝的东西，没想到现在清清楚楚地摆在了网友们的眼前。盛世娱乐官方微博瞬间被网友们冲烂了，大多数人都是抱着看戏的目的前来，还有一部分他们纷纷在咒骂马亮等一些被曝光出来的高层，因为他们喜欢的偶像就是这次被潜的对象。而此刻的顾欣逸等人已经开车行驶在回江城的路上，他们自然也看到了这些视频，同样是歌手的他们看到这样的事都唏嘘不已。娱乐圈水太浑了，这些事情一直都有，只是没想到季雅竟然会这样爆出来，这一曝光她的前途是彻底没了。风潇潇无限感慨道，他之前一直都生活在底层，这些事情自然听到的多。苗安云也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娱乐圈这种环境，真正能坚持本心的又有多少呢？我靠，你们快看，又有爆料，而且官方竟然下场了。一直在刷着视频的易水寒突然开口，拿着手机惊呼道。众人忙又看向手机，一个个越看脸上神色越精彩，这真是大瓜呀！抖音和微博上，就在网友们还在声讨着盛世娱乐潜规则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些主流官方媒体竟然也出来报道了相关情况，这让网友们更加愤怒。原来不只是潜规则，还有偷税漏税等一系列问题。虽然盛世娱乐出来紧急澄清了，相关涉事人员已经被拘捕，他们会全力配合，但这依旧阻挡不了网友们的愤怒。你一个三巨头之一，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多人犯事，你会不知道？只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盛世娱乐的名声就降到了最冰点，甚至盛世娱乐的股价也在大幅度缩水。可最可怕的不仅仅是网友们的声讨，最可怕的是官方下场了。娱乐圈大整顿，这一消息一出，除了星瑶娱乐，其他所有娱乐公司都懵逼了。谁家还没点猫腻啊？这下好了，官方爸爸下来整顿了，真要了老命。时间也在这一条条层出不穷的消息中，一天一天过去，网上依旧热闹一片，娱乐圈却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官方下场，一家一家彻查，一时间娱乐公司人人自危，再也顾不上什么抱团取暖这种事。除了星瑶娱乐一片风平浪静，其他或大或小的娱乐公司都爆出一些瓜来。这也让许多投资商与赞助商看清了娱乐圈的新形势，也让他们看到了星瑶娱乐的潜力。如果说他们之前还担心这些娱乐公司会联合施压，那现在他们彻底不怕了。毕竟现在这些娱乐公司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哪还有功夫管他们？等这些娱乐公司恢复元气，他们与星瑶娱乐的合作早就谈成了。于是大大小小的投资商与赞助商们都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星瑶娱乐。对此，顾欣逸是痛并快乐着，他有些后悔当初没听从杨丞琳的意见，为自己找一个小蜜。因为现在公司还没组建好，人员配置还未到位，整个公司能拿主意的只有他一人。这也导致顾欣逸这段时间忙得两脚不沾地，不是在谈合作的路上，就是在签合同的路上，而且这些合作他还要一一审查，一些不能接的一律不接，稍微有些问题的更是直接拒绝。整个星瑶娱乐也都忙碌了起来，他们各司其职，跑通告的跑通告，做宣传的做宣传，如今竟然是之前最忙的杨丞琳变成最闲的那个存在。距离第3期华国最强音已经过去4天，11月26日周二中午，星瑶娱乐董事长办公室，夏曦瑶端着冒着热气的饭菜放到桌上，面带心疼的看着还在看着文件的顾欣逸。该吃午饭了，你尽快找个助理吧，一直亲力亲为这样也不是办法。顾欣逸点点头，又揉了揉两边的太阳穴，这才将手中文件放下。杨部长已经在努力找了，只是看得上的助理太少了，真不知道当初你的陶乐乐是从哪找到的，我怎么遇不到这样一个小助理？这也要看缘分的吧。夏曦瑶笑了一下，乐乐确实很好，还有苗安云的小助理冉冉都是很好的人。两人边吃边聊着，这时顾欣逸电话突然响起，现在他听到电话声就烦，但他还是叹了口气，放下筷子将手机拿起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让他一愣，然后他迅速接通电话。喂，苏老师，请问有什么事情吗？听到顾欣逸这么说的夏曦瑶也忙抬起头向他看去，这个电话竟是小奈奈的老师苏玲打来的。顾欣逸听着电话，眉头渐渐皱起，这让夏曦瑶心里忍不住有些担心。好，苏老师，我知道了，
我这就过去。说完，顾心意挂掉电话。怎么了？是奈奈出什么事了吗？夏西瑶也放下了筷子，脸上带着慌乱的神色问道。奈奈可是他的命根子，若真是奈奈出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自己会怎样。第166章，初心不改。没事，别担心。苏老师打电话来，只是说奈奈这2天没有怎么好好吃饭。看到夏西瑶如此慌乱，顾心意忙安抚道。听到顾心意的话，夏西瑶这才将提起的心放下，然后又皱起眉头。奈奈这2天没有好好吃饭，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我们现在过去看看吧，我有些不放心。苏老师的意思也是这样，他也很担心。顾心意继续说着，夏西瑶也点点头。说完，两人也没了心思继续吃饭，将办公桌上的餐盒盖起，两人快速出了公司，往江花幼儿园赶去。此刻的江花幼儿园中，苏玲正看着餐桌前低着小脑袋安安静静的顾星瑶，愁眉不展。如今顾星逸与夏西瑶两人的热度如日中天，可以说只要会上网的华国人基本没人不认识他俩。作为他俩的女儿，顾星瑶可是江花幼儿园的镇园之宝，而且大家对这个乖巧的小宝贝也都喜欢的不得了。可最近2天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乖巧的小家伙竟然不好好吃饭了，任他如何哄着，小家伙都只是象征性的吃2口，然后就低着脑袋安静的坐在那。没人知道他的小脑袋里想着什么，但苏玲隐约觉得问题应该是出在他父母身上。顾星逸与夏西瑶匆忙赶来，老远就看见乖巧坐在那的小奈奈，苏玲则陪在他身边，还在耐心哄着他，而其他小朋友都已经吃完饭开始午休。苏老苏，不好意思，我家星瑶真是给您添麻烦了。两人走近，顾星逸率先向苏玲道歉，然后才蹲下身子，双手拦起小奈奈，将她抱了起来。奈奈，这2天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没有听老师的话？不听话的孩子可是坏孩子哦。见到两人到来的小奈奈大眼睛明显亮了一下，被抱起来后，她便抱着顾星逸的脖子不松手。看到女儿安然无恙的夏西瑶也终于彻底放下心来，随后她皱起好看的眉头，双眸里的神色明显有些生气。不碍事的，这都是我们的职责，还是我没能力照顾好孩子。星瑶爸爸，你们来了就好，孩子平时很乖巧的，只是这2天可能有什么心事，不愿意跟老师说，你们多沟通沟通，我就先去照看其他孩子了。苏玲见到顾星逸两人也松了口气，忙说道。在他看来，小孩子的心里藏着事情，多半是因为父母。许多人都以为小孩子不需要沟通，其实不然，因为许多小孩子都不会正确的表达心中想法，这才更需要父母及时引导，与孩子有良好的互动。好，那苏老师您先忙，我们会好好教导孩子的。夏西瑶忙点头说道，满脸的不好意思。苏玲点点头，便离开了餐厅。学校餐厅内只剩下一家3口，顾星逸抱着小奈奈坐下，看着餐桌上只吃了2口的饭菜，又温柔地问道：奈奈，跟爸爸说说，为什么不好好吃饭呀？小奈奈抿了抿嘴，没有说话，双手依旧搂着顾星逸的脖子。顾星逸看到他这个动作，不由笑了笑，这副小模样和夏西瑶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因为夏西瑶每次有心事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抿嘴。为什么不吃饭？顾星逸还未继续说话，夏西瑶开了口，声音少见的清冷，将顾星逸都吓了一跳。他抬头不由得缩了缩脖子，这可是夏西瑶少见的生气，总感觉惹不起的样子。窝在顾星逸怀里的小奈奈也缩了缩脑袋，将小脸埋进了顾星逸的怀里。可是下一刻，小小的他就被夏西瑶拎了起来，顾星逸想拦，却被他瞥了一眼后，老老实实的坐在了原地，心里还在不停自我安慰着。亲子攻略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父母双方，不管哪一方在教育孩子时，另一方一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小奈奈被夏西瑶从顾星逸怀里拎出来，可怜兮兮的站在餐桌前，大眼睛里已经水雾弥漫，眼瞅着就要掉金豆豆了，可夏西瑶依然板着脸。为什么不好好吃饭？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浪费粮食是不好的行为？手伸出来。夏西瑶话一出口，小奈奈被吓得小小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眼泪终于顺着脸颊滑落了下来，原本抿着的小嘴也瘪了起来，又偷偷望了一眼爸爸顾星逸。而顾星逸则是眼观鼻，鼻观心，不敢与宝贝女儿对视。虽然他心疼的要命，但也知道这时候不能跟夏西瑶反着来。见到爸爸靠不住，小奈奈终于颤颤巍巍地伸出小手，下一秒，夏西瑶的巴掌就落在了小手上，清脆的声音让顾星逸心都颤了一颤，更加心疼的要命。这还是小奈奈第一次被妈妈打，她瘪着的小嘴更加扁平，眼泪更是刷刷的往下落。先吃饭。夏西瑶打了几巴掌，又蹲下身子，将小奈奈放到她的小座椅上，命令道。小奈奈终于拿起自己的筷子，在夏西瑶严厉的目光下，扒拉起碗中的饭菜，就着眼泪，不一会儿便将饭菜全部吃光。顾星逸这才赶紧将小家伙搂进怀里，温柔地帮他擦着脸上的泪，耐心哄道：好了好了，吃完饭妈妈就不生气了，来跟爸爸说说，这2天为什么不好好吃饭呀？因为奈奈想爸爸妈妈多陪陪奈奈。
小奈奈还在抽泣着，手指不安地捏着自己的衣角，低着头有些怯怯地说道。听到小家伙的话，顾心意愣了一下，他好像懂了，小奈奈不会表达，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让自己与夏西瑶更重视他。好像自从公司忙起来之后，他们确实没有照顾好小家伙。这些天他与夏西瑶总是早出晚归，只有早上送女儿上学，还有晚上哄她睡觉时才会陪她一小会儿。顾心意陷入了沉思，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错了，错得有些离谱。他创建公司的本意是让夏西瑶与小奈奈能过得更好，更加开心。可现在他全心投入了工作中，与自己的初心完全背道而驰。夏西瑶也有些自责，他咬了咬嘴唇，看向顾心意。顾心意抬头与他对视一眼，然后整个人突然松弛了下来。他揽过奈奈小小的身子，这次爸爸妈妈和奈奈都错了，爸爸妈妈疏忽了奈奈的感受，奈奈也不该用这样错误的方式来告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现在向奈奈道歉，但是奈奈也要向苏老师和自己道歉，知道吗？以后可不准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多陪在奈奈身边的。第167章，啦啦啦啦，知道了。小脸还埋在顾心意的怀里蹭着的小奈奈委委屈屈地说道。夏西瑶也靠了过来，蹲着身子揉了揉她的小脑袋。爸爸这么说是因为爸爸宠着奈奈，但是奈奈要知道，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吃饭都是错误的行为。奈奈下次不会了，妈妈别说我了。小奈奈听到夏西瑶的声音，又抽泣起来，瘪着小嘴从顾心意怀里挪了出来，又钻进了夏西瑶的怀里。眼见自家小宝贝又要掉金豆豆，顾心意心疼的要命，忙拍了拍她的后背，对了夏西瑶说道：好了好了，小家伙知道就好了，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要讲爱，抱抱就好了。是呀，妈妈抱抱，不要生气了。小奈奈的回答差点将夏西瑶说哭，她微红着眼眶，用力抱着小奈奈。刚刚打她那2下，其实已经让她心都要碎了。两人又与小奈奈待了会儿，这才将她送给苏玲，然后看着她给苏玲道了歉，又被苏玲领到休息室午睡。顾心意与夏西瑶松了口气，待小奈奈睡着，他们才离开幼儿园。回到公司，顾心意一直在想着该怎么维持公司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想着想着，他忽然转头看向夏西瑶：老婆，过2天是不是奈奈的生日了？夏西瑶点点头，11月28就是小奈奈的4周岁生日，那这次一定要给奈奈好好过一次生日啊。顾心意说道，又陷入了沉思。夏西瑶轻声嗯了一声，心里则有些酸涩。小奈奈马上4岁了，可她这是第一次过生日。还记得小家伙3周岁的生日，那一天他连蛋糕都没吃上。接下来2天又重归于忙碌，只是在工作之余，顾心意与夏西瑶则有意的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小家伙。虽然顾心意还是没有助理，但只要是小奈奈放学时间，他都会推掉一切合作。而星瑶娱乐的人员这2天每个人脸上都泛着开心的神色，他们这2天总是神神秘秘的准备着各种东西。一直到11月28号，夏西瑶的签唱会也在今天举行。这次的签唱会参加的人数只有2000人，这些人全是夏西瑶的铁杆粉丝。他们有着几个共同的小群，就连夏西瑶本尊都加入了群中，群名叫夏西瑶顾心意亲属群。在得知夏西瑶要举办签唱会，而且签唱会只有他们时，几个群全都炸开了锅，纷纷在第一时间就买了车票。待所有人都兴致冲冲地到达江城后，所有人才回到这场签唱会竟然是晚上8点举行。有些按耐不住激动心情的粉丝们纷纷在群里议论不止，他们不懂为什么要那么晚。最后还是群主小红强势将他们的躁动压下来，这才得以平息这场风波。而星瑶娱乐也提前租好了江城影剧院作为场地，一切都静静等待着签唱会的召开。11月28号晚8点，所有粉丝取得粉丝礼包入场。让他们惊喜的是，这些礼包里面不只有夏西瑶的专辑与签名，竟然还有他全家福与签名，这让粉丝们不禁欣喜若狂。这次来真是值了，不只能现场看到夏西瑶本人，还有全套签名，爽歪歪。待粉丝全部进场，影剧院大门突然关闭，现场陷入一片黑暗中。就在粉丝们疑惑间纷纷打开手机灯光时，突然音乐声响起，是他们从未听过的欢快音乐。紧接着一道稚嫩而又清脆的童音响起。这道童音响起的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然后他们忽然捂住胸口，不敢置信地望向童音传来的地方。粉丝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做梦，这是星瑶小宝贝的声音。伴随着童音传来，聚光灯突然出现，灯光下是穿着白色可爱蓬蓬裙的小奈奈，她的小裙子上还点缀着朵朵盛开的小花，头上更是扎着2个小揪揪，上面还系着2条精致的小蝴蝶结。她就像一个遗落在人间的精灵，就这样闯进粉丝们的视线中，让所有粉丝在这一刻感到心都要被萌化了。这也太犯规了！呜呜，他们好想冲上去把她抱回家。小奈奈跟着音乐摇晃着身体，欢快的歌声从她口中传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洋。鼓鼓的眼睛，大嘴巴，同样唱得响亮。又一束聚光灯突然打下，
穿着一身得体西装的顾心意在灯光下出现，她的动作与小奈奈一致，两人以相同频率的节奏摇晃着身体。她接着小奈奈的歌声，继续唱着：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随后，在粉丝们呆滞又惊喜的目光中，夏西瑶也随着聚光灯的落下出现。一家三口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统一摇晃着身体。人群中还在发呆的小红突然捂住了嘴巴，喜极而泣。作为粉丝，能看到这一幕，简单太过惊喜，也要过幸福了。一家三口齐声唱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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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有你相伴 Leapfrog，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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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Leapfrog。 反应过来的粉丝们看到这一幕都有些想哭，这惊喜太大了，这首儿歌也太赞了。他们统一挥舞起手中的手机，手机灯光在这一刻化成了荧光棒，整齐划一的随着音乐挥舞着，与台上一家三口摇晃的节奏保持了统一。小奈奈这时又唱道：顾心意与夏西瑶一起为她合着声，拍着巴掌，打着节奏。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啦啦啦啦啦 Leapfrog。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咕咕咕咕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了。小奈奈一边做着动作，一边欢快地唱着，现场的气氛一直让人心里喜洋洋，暖乎乎的。紧接着，一家三口又齐声继续唱着，这一次就连粉丝们都忍不住跟着拉了起来。他们简直要爱死这一家三口了。顾心意脸上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笑容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生日宴会是他与夏西瑶问过小奈奈之后决定的，因为小奈奈说，她的生日愿望就是想和妈妈一样，站在舞台上为人们唱着快乐的歌。第168章儿歌大串烧。在顾心意一家人合唱的小跳蛙下，现场完全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这一场别出心裁的签唱会更是让粉丝们彻底满足，特别是还有一些是带着孩子来参加签唱会的家长们，他们才是最快乐的那一群。本来他们还不懂为什么夏西瑶会在群里特别声明可以带上家人，现在他们终于懂了。夏西瑶的粉丝群里本就有许多是星瑶小宝贝的妈妈粉，在勇气大爆发时就喜欢上了这个小萌娃，就连他们的孩子也一样是小家伙的小粉丝。现在小星瑶突然出场，对他们来说完全就是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这份惊喜在一家三口整齐划一的出现时，更是变成了开心与感动。什么叫实力宠粉？这就是啊！前方聚光灯下，小奈奈小小的身子随着音乐声，随着现场所有人的啦啦啦啦声向前蹦跶了一小步。她又拿起话筒，一只手放在脸颊前，一双杏仁大眼睁得圆圆，张开小嘴，模样可爱的扮着小青蛙。这可爱的表情瞬间引起了下方妈妈粉的尖叫，他们双眼冒着星星，幸福地看着近在眼前的这个小萌娃。欢快的歌声继续从小奈奈口中唱出，她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夏西瑶也随之向前蹦跶一步，站在小奈奈身旁，也跟着小奈奈扮起同样可爱表情。这对母女的神同步瞬间让现场粉丝心都化了，这简直太招人稀罕了，要了老命！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她就会变得不一样。可爱到犯规的夏西瑶接上了小奈奈的歌声，她蹲下身子，将小家伙抱起，在空中旋转一圈后，在小家伙的脸上用力亲了一口。这一口让粉丝们羡慕的直流口水，他们也想亲。怎么办？顾心意也在这时蹦跶上前，夏西瑶已经将小奈奈放下，两人一人牵着小奈奈的一只小手，又摇晃起身子，再次啦啦啦啦唱起。直到一曲唱完，粉丝们还沉浸在这份欢乐中无可自拔时，3束聚光灯瞬间暗下。顾心意保持着一家三口手拉着手站在原地，影剧院的后方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一张张照片，都是小奈奈的照片，有开心大笑时的，有伤心落泪时的。这突然的转场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当粉丝们看到委屈巴巴的小奈奈照片时，一个个恨不得将小奈奈从顾心意两人手中抢过来。这时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特别是小家伙的妈妈粉们，他们心里忍不住升起同一种想法：这要是我的娃，我能天天别在裤腰上，谁敢让他委屈就剁了谁。大屏幕上一行行字幕也打了出来。这时所有粉丝们才知道，原来今天是星瑶小宝贝的4岁生日。就在粉丝们恍然大悟的时候，又有音乐声响起，2束聚光灯分别落下，再次转场。这次出现的是陶乐乐与云姐，他们手中捧着各自为小奈奈准备的玩偶礼物，他们摇晃着手中的礼物，同样是欢快的儿歌从他们口中唱出。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灵敏，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陶乐乐与云姐刚唱完，音乐声突变，又有聚光灯落下，让人应接不暇。这次是苗安宇与冉小小，他们一样拿着礼物唱着歌。
糟糕糟糕 ，OMG 魔法怎么失灵了？天空真的好大，蓝色梦想我的家。小小丫头烦恼不怕，彩色翅膀带我出发。粉丝们彻底疯狂，这果然很顾心意啊！儿歌大串烧，而且首首都是不一样的儿歌，还都是他们没听过的新歌原创。苗安云与冉小小刚刚唱完2句，又有聚光灯落下，音乐再次转场。这次是风潇潇与易水寒2人，同样拿着礼物的他们边唱边跳。要 CD 机，要 MP3，要冰淇淋，要华国币，不要太贪心。聪明勇敢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呼啦圈也没问题，后空翻2周再敬个礼。此刻人人脸上都带着开心的笑容，这已经不是签唱会了，这是属于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欢乐时光。聚光灯再次落下，这次是陈峰，他小心翼翼地推着几层大大的蛋糕，口中唱着生日快乐歌，缓缓往前走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下一秒，星瑶娱乐的所有人都出现了，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齐声唱着生日祝福歌，缓缓走来。粉丝们在此刻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起了生日歌，2000多人齐声歌唱，整个场馆内充斥着同样的歌声。小奈奈此时2只大眼睛已经完全弯起，她开心地摇晃着小脑袋，拍着小巴掌，看着这些突然出现的叔叔阿姨们。这是她第一次过生日，也是她最开心的一次。顾心意与夏西瑶将她高高举起，同样唱着生日歌，直到歌曲结束，所有灯光暗下，顾心意温柔的声音传来：奈奈，许愿吹蜡烛了。小奈奈闭上眼睛，2只小手握在笑脸前，不知道许了个什么愿望，只是她的小脸上笑容越来越灿烂。这个笑容让所有人都将她铭记在脑海里，特别是顾心意与夏西瑶，2人的手此刻都有些颤抖，开心的想哭。她与夏西瑶没有过生日，因为他们是孤儿，没爹没妈。可是现在他们的女儿顾心瑶，他们却做到了让她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童年。此时在顾心意与夏西瑶的心里，没有什么能比小奈奈此时的笑脸更加珍贵。耶！随着小奈奈一口气将蛋糕顶端的4根蜡烛吹灭，现场爆发出一声震耳的欢呼声，灯光也在这时彻底亮起。顾心意与夏西瑶将小奈奈抱入怀里，一人在她侧脸上用力地亲了一口，然后大声说道：奈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心瑶小宝贝。现场的粉丝们也在这时纷纷喊道。小奈奈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这时顾心意又大声说道：吃蛋糕了。第169章妮妮与任逍遥。顾心意话音落下，又有许多工作人员推着大大的蛋糕走进现场，这些都是为粉丝们准备的。如此宠粉的举动更是让现场欢笑声不断，有歌听，有签名小礼物拿，还有蛋糕吃，每个粉丝都觉得自己这一趟真是来得太有意义了。满载而归，说的就是他们此时的心理。星瑶娱乐的众人也在这时给小奈奈献上自己准备的礼物，每个人在送礼物的时候都收获到了小奈奈甜甜的谢谢声，这让大家开心的不得了。他们围在一起开心的吃着蛋糕，而小奈奈在收过礼物之后，则从顾心意的怀里挣扎下来，与现场来的小朋友们一起玩耍起来。那些妈妈粉们小心翼翼地看护在孩子们的身边，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自家的娃与小奈奈互动时，他们脸上的神情甚至比自家的孩子还要激动。这时小奈奈的视线突然被一个同样小脸红扑扑的小女孩吸引住了。这个小女孩没有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与大家一起玩耍，而是扒着一个男人的小腿，怯生生地望向这边。小女孩的眼睛里望着这边玩闹在一起的小朋友们，充满了渴望。小奈奈看过去时，目光正好与她对视，她有些紧张地将小脑袋缩在了爸爸的身后，不敢与小奈奈对视。见到这一幕的小奈奈下意识地抿了抿嘴，犹豫了一下，从桌上拿起一块小蛋糕，就往小女孩那里走去。那，给你蛋糕，很甜的。小奈奈的甜甜的声音传来，小女孩身子微微晃了一下，她身前的男人低下头，看着眨着圆溜溜大眼睛的小奈奈，蹲下身子揉了揉小女孩的头发。妮妮，姐姐请你吃蛋糕，还不快去？你不是最喜欢姐姐了吗？被唤作妮妮的小女孩小手搓着有些发白的衣角，这才抬起头，怯生生地看向小奈奈。姐姐，我真的可以吃吗？可以的，我喜欢妮妮，我想和妮妮做朋友，请你吃蛋糕。小奈奈露出笑脸，将手中蛋糕伸出。不远处的视线一直放在小奈奈身上的顾心意，看到这一幕也会心地笑了一下。他从男人与小女孩身上洗得发白的衣服就能看出，这个男人家境应该不太好。想了一下，他便走了过去，同样蹲下身体，揉了揉奈奈的小脑袋。奈奈，还不拉着妹妹一起去玩？小奈奈嗯了一声，又面带期望地看着妮妮。妮妮看着眼前表情诚挚的小奈奈，终于在她父亲的鼓励下接过蛋糕，牵起了小奈奈的手。小奈奈当即脸上笑容满面，拉着妮妮蹦蹦跳跳地往小朋友堆里走去。谢谢，星瑶小宝贝，真的很好。2个大人也在这时站起身，一同看向远处自家的宝贝女儿。
男人率先开口赞叹道：“你也是啊，我能看出妮妮也很善良的。对了，妮妮几岁了？3岁，比新瑶小一点。自从她在手机上看到小新瑶的时候，她就一直很喜欢她。从那时起，我就关注了你们的微博、抖音，加了群，也是希望有一天我能让孩子能够亲眼见到她喜欢的小姐姐。”男人说着，看向远处被小奈奈牵着手玩耍的女儿，眼眶已经有些微红。这次来，本来我想在签唱会后恳求你们能让孩子们见一面，没想到现在就见到了。听到男人这么说，顾心意就知道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而且小妮妮肯定是非常喜欢小奈奈的。身为父亲的男人，这才会因为一个有可能不会实现的梦想，就带着孩子毅然决然的来参加了签唱会。对了，还没自我介绍一下呢。你好，我叫顾心意。哈哈。顾心意没有冒昧的去询问，而是笑着说道。男人也被顾心意的自我介绍给逗笑了。他要是不知道他是顾心意，那他不就是妥妥的假粉丝？你好，我叫任逍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好名字，看着你应该比我大吧？那我就叫你一声逍遥老哥了。不知道逍遥老哥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今年30，确实比你大，我现在在做保安。对于顾心意的出口成章，任逍遥愣了一下，这个家伙不愧是神仙词曲人，张口就来。保安？顾心意看向任逍遥略显魁梧的身材，点了点头。这个身躯当保镖都绰绰有余。对啊，我是当兵出身，退伍下来之后学了一段时间工商管理，后来进过一个传媒公司，可惜我的性格天生吃不了这碗饭，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管了，所以被辞退了。后来因为女儿的原因，便做了一名保安。虽说是被辞退了，但任逍遥说得很大方，表情平静，看向女儿方向的眼神中却是露出一些温情。听到任逍遥这么说，顾心意没有立刻接话，而是同样望向两个小宝贝的方向，思索了一会，才又开口：工商管理，不知道逍遥老哥能不能来我们新瑶娱乐试一试？我们这正缺人，而且我们现在还缺一些公司安保人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不知道逍遥老哥有没有合适的人给我推荐？任逍遥又愣了一下，然后转头看向顾心意：你认真的？当然是真缺人，我也不是喜欢弯弯绕的人。这样吧，看到那边的大美女没？是我们公司的人事部长，你若有意愿的话，可以与他商量一下，找时间进行面试。顾心意很自然的点点头，又望向杨丞琳的位置，努嘴，然后对着任逍遥说道。任逍遥认真的看了一眼顾心意，然后望向杨丞琳，想了很久，直到小奈奈牵着妮妮往这边走来，他才开口：好，我会试试的。至于安保人员，我有一些退伍的朋友可以帮你问问。谢了。顾心意笑道，然后迎着小奈奈与妮妮走去，将两个小萌娃一左一右抱了起来。奈奈，妮妮，玩得开不开心呀？开心。两个小萌娃齐声说道，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这一幕将任逍遥看的眼眶止不住又是一红，他都忘了妮妮有多久没有这么发自内心的笑过了。他站在原地又想了一下，这才毅然往杨丞琳的方向走去。从顾心意的身上，他能感觉到新瑶娱乐肯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归宿。第170章，所有网友都化身成了柠檬精。顾心意看着任逍遥走到杨丞琳面前，与他说了几句话，又从杨丞琳手中接过他的名片，这才转回过目光。至于之后任逍遥能不能面试得上，就不是他能决定的了。人事这一方面，他从来没有插手过。就好像新瑶动漫，虽说挂名在新瑶娱乐之下，但自从顾心意将动漫剧本与资金给尘封后，他便从来没过问过。他相信他们的专业，自己这个外行就不过多参与了。又闹腾了一会儿，签唱会圆满结束，小奈奈的生日也在粉丝们的一片祝福声中落下帷幕。粉丝们都面带喜气的有序离场，今天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满载而归。如今的网络上，随着一家家娱乐公司被官方下来彻查之后，他们老实了许多，基本经过这一轮整改，每家公司都伤了些元气。经过快1周时间的沉淀，网友们的热情也不似之前那么高涨，只是他们在刷到又哪一位明星出事之后会议论一番。整体来说，不管是娱乐圈还是网络上，这些热度都慢慢降了下来，网友们也慢慢归于平静。可就在网友们百无聊赖地刷着视频时，突然一条视频闯入了他们的眼帘，标题明显是一位新瑶的妈妈粉写的：我家小新瑶太可爱了。看到这个标题的网友们都一脑门疑惑，这是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吗？于是他们点开了视频。不多时，每个看到视频的网友都红了眼，喘着粗气，怒气冲冲地跑到顾心意与夏西瑶的微博下狂喷起来。就这，你他妈事情办完了？给我看这个！我不服，你这也没拿我们当人啊？为什么我们没收到通知？没爱了，淡了，散了吧。兄弟们，看到视频里小新瑶出现的那一刻，我怒了。在看到这一家3口神同步摇晃着身体的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新瑶，你辜负了我对你的爱，绝交！
取关了，取关了，兄弟们，取关了！呜！看到这一家三口的我忍不住扯起了姨母笑，可我心里好酸啊！为什么他们可以在现场，我却只能在这流着口水看着视频？一个粉丝发布的视频，瞬间让所有网友化身成了柠檬精，他们恨不得现在就杀到顾星逸家里，质问他为什么不通知他们？这还不算完，之后又有许多现场视频爆了出来，有一家三口唱歌的，有儿歌大串烧的，有小新瑶闭着眼睛许愿的，有小新瑶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最过分的还有夏西瑶和几个妈妈粉们交流育儿心得的视频。不仅是这些视频，更有粉丝晒出了一家三口的签名照，还有他们抱着小新瑶亲亲的合照，还有现场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距离签唱会仅仅过去半个小时，网络上已经铺天盖地都被这些视频与照片淹没。无数网友们忍着心痛，红着眼睛，一条条视频翻看着。特别当他们看到有粉丝与小新瑶亲密互动时，他们恨不得将这个粉丝推开，换自己来。我受不了了，兄弟们，顾星逸和夏西瑶两个崽种不当人子，谁随我一同去杀顾夏？抢新瑶，说得好，算我一个，杀顾夏，抢新瑶。一时间，网上群情激愤，每个人都喊出了这个口号。原本平静的网络上，再次因为顾星逸一家三口掀起滔天巨浪。只是这次，网友们却不是声援他们，而是对他们进行强烈的谴责。对此，顾星逸与夏西瑶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网上的这些谴责，他俩同时缩了缩脖子，总感觉四面八方都有寒意涌来。可是他们也没办法，只提前了2天时间准备。2000人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再多就乱套了。他们当然优先自己的亲卫队。最后，顾星逸与夏西瑶迫于压力，只得发布一条微博：兄弟们，我们错了，你们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这一次。这次是真没准备好，下次一定。微博一经发出，就被无数网友顶上了热搜。网友们一见正主放话了，而且认错态度良好，于是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下次，说清楚点，下次是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哪日？几点几分几秒？给我出来说清楚！别的我也不说了，完整版视频先发出来给我们瞅瞅。你还想有下次？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死定了！有没有明天去华国最强音现场的兄弟？给我把他们俩按住，让他们老实交代。下次到底是哪次？网上再次掀起一阵热潮，所有网友们都想知道下次到底是哪次。这么大的动静，其他娱乐公司自然也看见了，只是他们心里更加苦涩了。自己公司刚被整改，可是人家新瑶娱乐就好像过了大年一样。许多中小型娱乐公司负责人都在这一时间思索起来，他们是不是该向新瑶娱乐靠拢了？毕竟以目前的情况来看，顾星逸的才华完全是无穷无尽的呀。一个普通的签唱会，硬生生被他搞出花来，而且里面出现的那些儿歌全是新歌原创。就为了给自己女儿过一个生日，就能抛出这么多新歌出来的人，谁还敢说把他的才华给耗尽？既然打不过，那就加入。许多中小娱乐的公司负责人都在这一刻觉醒了。天美娱乐大厦，柳高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双眼无神了。他知道盛世娱乐经过上一次的打击，他们公司已经有了不同的声音。虽然田心池还在坚持着，但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而那些中小型娱乐公司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次经过这么大的打击，估计他们也只会阳奉阴违了。这一次顾星逸举办的生日会，也让柳高彻底看清了，这个男人根本就没有下限，他展露出来的才华简直让人窒息。必须要速战速决了，帮我联系田董事长，下一期比赛3场全上王牌。柳高面无表情地对着秘书说道，心里则想了许多。如果这期比赛再输，那么他该怎样去维持3巨头的称号？第171章云烟成雨。第二天，网络上关于签唱会的热度依旧未散，而另一个热度也在快速爬升，那就是今晚的华国最强音。继上一次的比赛之后，所有人对这个比赛都期待的要死，毕竟他们知道每一期比赛，顾星逸都能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新歌，还是贼好听的那种。自从顾星逸出现后，他们的歌单里就从来没缺少过好歌。最近这几天，网上更是有媒体大胆发声，顾星逸就是上天派来创造乐坛新时代的那个人。对此，网友们也都很认可，他们觉得这次真的是英雄造时势，与其说是才华战胜了资本，不如说是资本再也压不住才华了。顾星逸一个人用他的才华将整个乐坛搅动得天翻地覆。如果这次他成功将天美娱乐给干掉，那么他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一人之力撼动巨头公司的存在。江城新瑶娱乐中，顾星逸与夏西瑶刚刚到达公司，杨丞琳就找了过来。顾总，那个任逍遥面试通过了，只不过他的工作岗位还有待商定。我觉得目前有2个岗位非常适合他，一个就是安保部部长，他认识的这方面人多，由他领头组建也好。第二个就是你的助理，
根据他之前的工作经历来看，他在管理接洽这一方面也能做得很好，而且相关专业也很到位。杨丞琳说着，将手中任逍遥的面试资料递给顾心意。顾心意接过资料，认真地看了起来，然后忽然抬头问道：“知不知道他因为什么被上一家辞退？”杨丞琳点点头，问了，因为看不惯领导的一些桌子底下的行为，最主要还是因为看不惯领导欺负新人，所以被辞退了。这种性格确实不适合职场。这样啊，挺好，至少三观端正，人品可以。顾心一边翻着资料边说道，待将资料全部看完后，又抬头问道：“他家里的条件你知道吗？”这我没问，只是他要求早上9点后才能上班，晚上不论多晚都可以，但下午4点到6点他都要回家一趟。当然，他说薪资可以降低，但这个时间问题没得谈。顾心意点着头沉思了一下，然后抬手将资料还给杨丞琳。薪资就按标准的来，时间可以给他，问他愿不愿意做我的助理吧。如果不愿意，安保部部长也行，问问他的意见。杨丞琳接过资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他并没说什么，只是答应一声便离开了办公室。夏西瑶也有些不解地望过来，好奇地问道：“这人有什么特殊的吗？感觉你有些看重他。”“我也不知道，只是我昨天看到了他的女儿，还有他的那个态度，总有种不好的感觉，希望是我多想了吧，等熟悉了之后自然就知道了。”顾心意摇摇头，脸色有些沉重。昨天他就隐隐感觉有些不对，让他感觉不对的地方在于任逍遥的话，他希望有一天他能让妮妮亲眼看到他喜欢的小姐姐，而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还是在不确定能不能看到小奈奈的情况下，这就有点不同寻常了。是什么问题导致他如此迫切的呢？顾心意不知道，昨天他与任逍遥刚刚接触，还聊不到这些。时间一晃来到晚上8点，华国最强音第4期也在此时来临。让所有人都期待的今晚第一场的重头戏已经开始。天美娱乐派出的是一名一线歌手，带来的同样是一首原创情歌。这首情歌让网友们都纷纷点头，这个水准确实提上来了，天美娱乐也开始发力了。不过虽然水准已经提到了旧时乐坛的顶尖水平了，可惜的是网友们更期待顾心意的歌。用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很好，但是他更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届词曲家的水平也就到这了。如果将所有词曲家分档的吧，顾心意是独一档，在顾心意面前，其他所有词曲家都得坐下。终于轮到星瑶娱乐上场，网友们惊喜地发现，星瑶娱乐上的竟然又是新人，而且又是一对组合。上一次风潇潇与易水寒的新人组合就带给了他们很大的惊喜，没想到这次又来，而且这次这对组合还是之前曝光在网络上的那对民谣歌手王心怡与吴佩玲。熟悉的高脚凳，熟悉的白色 T 恤加牛仔裤，熟悉的吉他与姑娘。很显然他们是准备唱民谣了，观众们不由得都期待起来，他们所听过的民谣还没有一个能火出圈的呢，不知道这一首能不能带给他们不一样的感受。音乐声响起，大屏幕上歌名显现，吴佩玲轻轻扫着吉他，王心怡微晃着身体与吴佩玲相视而笑。这一美好的画面让现场观众们与网友们的心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音乐纯净，歌手纯净，一切都刚刚好。他们看向大屏幕上，依然是新瑶所做的歌曲，演唱者是房东的猫，而且屏幕上的这个歌名也很符合民谣的特色，云烟成雨。伴随着音乐声与吉他声，王心怡轻声开口唱着，声音纯净，直入人心。你的晚安是下意识的侧影，我留至夜深，治疗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留在行李箱底，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所有听到这个歌声的观众们心里不自觉地安稳下来，这首歌好像有一种魔力，能让他们内心安静。这也是民谣的独特魅力啊！民谣有3：爱情、理想、远方，这些都是每个人内心最初的向往。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在这一刻都想起了当初藏在心中的那个梦想。这些梦想也许是曾经最爱的那个他，也许是早就丢掉的那份初心，也许是被现实打破的向往。这些曾经得到过又失去的东西，这一刻一切都被王心怡的歌声唤醒。若一切都以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淤泥，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过场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路灯下昏黄的剪影，越走越漫长的临近。我多想再见你，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街巷初次落叶的秋分，渐行渐远去的我们。第172章，被打击到的邵飞白。好温柔的两小只啊，只有星瑶娱乐才能安放好这样的2个小清新吧。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泪目，珍惜身边人。这2小只是我家养的猫，呜呜，我是房东，我要把它们带回家。暴躁的心突然安静下来，眼泪也自然的掉落了。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它了，
所有的事情都有尽头，可唯独思念没有。一首云烟成雨，让网友们再次集体陷入 emo 之中。这一时间，所有人都想起了那个想要再见却根本再也见不到的人。他们进街听着歌声，想起了被自己在心里尘封已久的那个人。不管是亲情、友情，亦或是爱情，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人发自内心的想要再见上一面，哪怕这一面只有一瞬间。就连天美娱乐中正在观看着比赛的柳高，都在这时闭上了眼睛。谁又没有一个想见又见不到的人呢？顾心意这个比，虽然与他是对头，但柳高也不得不承认，这人真的是太懂人们的心了，也太有才华了。至少在词曲方面，他就好像一个没有破绽的怪物一般。天美娱乐的一些董事已经唉声叹气起来，他们现在很茫然，这要怎么打？根本没法打，这都不是一个级别的，纯是在被按在地上碾压。他们看了眼闭着眼睛的柳高，谁也不知道这个公司的最高负责人此刻在想些什么。而现场略施淡妆的王心怡，手捧着话筒，模样犹如邻家少女，给人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她坐在那熟悉的高脚凳上，看着台下观众，恬静地唱着。站台，汽笛响起，想念是你的声音。我们提着过去，走入人群，寻找着一个位置，安放自己。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吴佩玲飞快地扫着吉他弦，歌曲渐渐迎来尾声，而他们两小只的眼中也越来越明亮动人。他们已经找到了属于他们的位置。星瑶娱乐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歌声结束，王心怡拿起话筒，吴佩玲抱起吉他，两人对着现场安静的观众们鞠了一躬，转身微笑着向他们的大家庭那里走去。直至两人只剩下背影，现场观众们才从歌曲的意境中走了出来，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与尖叫声。宝藏女孩真是人间理想，果然唱民谣的女孩都是这么的干净美好，不是民谣没落了，是因为好的这才刚刚出现。网上不知谁说了这么一段话，引来无数人的赞叹，不是民谣没落了，而是没有人用心去写了。现在这一首终于出现了。不一会儿，这场比赛的结果就已出炉。天美娱乐的董事们看着网上那显而易见的票数，一个个脸上都没有太大的表情。当失败已经成为习以为常，他们反而更加容易接受了。如今这种局面，天美娱乐真要是赢了，那他们才会感到震惊呢。刘董，我们还有比下去的必要吗？一名董事看着依旧在闭目沉思的柳高，终于忍不住问出声来。柳高这才睁开眼，看向在座的这些董事们，他现在已经气不起来了。当初真的是一步之差，走到现在也是天美娱乐的咎由自取。为什么不比？至少也要死得体面一点。盛世娱乐的天王七华不是还没上场吗？他上了再说，至于之后的比赛，我自有打算。柳高淡淡的说着，会议桌前的董事们都面面相觑。不说穆白薇都失败了，七华肯定也危险。就算天王七华赢了一场，又能怎样？只要顾心意的才华还在，最终积分必然是星瑶娱乐的高。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星瑶娱乐现在其实已经成功预定了三巨头之一的名号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罢了。但是既然柳高已经决定了，董事们也没再过多询问。毕竟这个公司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能力。现场另外两个擂台，盛世娱乐积分来到了4，另外几个积分分别在不同的娱乐公司手中。总体来说，盛世娱乐还是稳的，而鹰海娱乐积分更是来到了6，他们同样是赢多输少，比盛世娱乐还要厉害一点。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明确，如果不出意外，天美娱乐将会被拉下马，而新的三巨头将会是鹰海娱乐、盛世娱乐与星瑶娱乐。比赛再次来到星瑶娱乐所在的擂台上，这一次出场的是大家的老熟人，来自盛世娱乐的邵飞白。曾经在新歌会被夏曦瑶血虐的选手，只获得了评委们一张友情票的选手，如今他再次站在这种舞台上，对手虽然不确定是不是夏曦瑶，但他知道这一场肯定还是顾心意写的歌。邵飞白只觉得此刻都有些梦幻，想当初他与苗安云与夏曦瑶还能同台竞技，可这才多久，他们俩就已经是他可望不可及的存在了。不管是名声还是热度还是唱的歌曲，每一个都比不了，而导致这一切的都是因为那个男人。其实邵飞白与苗安云的关系一直挺好的，他看到苗安云这样，他也挺开心，只是他内心还是有很大的遗憾，毕竟他自己还要在盛世娱乐这个沼泽里待上好久。音乐声响起，邵飞白快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不管怎样，他对音乐的热爱依旧如故，在音乐的世界里，他就要拿出他最好的状态来。一曲结束，现场粉丝们也热情地献上自己的掌声。这一期的比赛没有摆烂，都是些很好的歌手，他们真的很喜欢。邵飞白鞠躬致意，轻吐一口气，这才缓缓退下舞台。来到后台入口处，迎面走来的人让刚舒了一口气的他不由得怔住，随后脸上浮现起无奈的苦笑。薛老师，怎么会是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
来人正是薛小千，他哈哈一笑，拍了拍邵飞白的肩膀。没办法，顾总吩咐的嘛。不过这也是因为你唱得很好啊。这也太打击人了。邵飞白摇了摇头，脸上笑容更加苦涩，心里更是暗暗喷着顾心意，这不是杀猪用牛刀吗？薛小千本身名气就比一线歌手还要厉害，虽说这2年不怎么出现在大众视野了，可他的老歌却依旧在流传着啊。这次再配上顾心意的歌，邵飞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纯纯的是来打击人的。薛小千此时已经拿着话筒走上了舞台，现场不出意外的爆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惊呼声。邵飞白回头看着台上那光芒万丈的薛小千，狠下心来一咬牙，狠狠地说道：靠，说啥老子也要跳槽啊！盛世娱乐，我呸，狗都不带。第173章天王上场。薛小千的出现将邵飞白彻底打击到了，之前2名天后的对决他没有亲身经历，还感受不到星瑶娱乐那种压迫感，可这次当他亲自面对薛小千时，他感受到了这是一种必输的打击，没有任何看到获胜的希望。这种打击让他内心那颗原本就犹豫的种子一下生根发芽了。如果热爱音乐，就必须离开盛世娱乐，即便是赔付违约金，他也要离开。离开之后，如果星瑶娱乐能够要他，自然很好，如果不行，他也会想尽办法将音乐事业进行到底。不过他相信星瑶娱乐会要他的，因为他们的理念是相同的。前方舞台上，观众们持续的欢呼声还在不绝于耳。邵飞白抬眸看去，那里大屏幕上歌名已经出现，演员。伴随着背景音乐声，观众们渐渐安静，薛小千也飞快地进入到了情绪之中。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独特的歌词配合薛小千独特的嗓音，这首歌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邵飞白听着歌，一时有些吃了，怪不得这些人都要加入星瑶娱乐，这就是答案。再好的歌手也需要一首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歌来衬托，歌手与歌曲之间永远是相辅相成的。每个出名的歌手都有一首别人无法超越的经典，而星瑶娱乐的魅力就在此，顾心意永远都能为这些人打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歌。一首演员让刚刚还被云烟成雨带入安静情绪中的网友们瞬间破防。生活就是剧本，而我们都是各自生活中的演员。哎，我在想，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写出这样的歌词来啊？等等，你的意思是夏曦瑶是演员？哈哈，瞎扯！我的意思明明就是老薛经历了什么，顾心意才能为他写出这样的歌。原来受伤的总是老薛呗。其实慢慢的，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演员，戴着不同的面具生活着。楼上的，敬你一根烟。歌曲层层递进，歌词句句扎心，将观众们的情绪拉入谷底，又从谷底拉出来，反复蹂躏。而薛小千已经彻底沉浸在这首演员中。顾心意的这首歌当真是为他量身定做，就好像刘若莹的后来一样，他在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加入星瑶娱乐是他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歌曲此刻也已经到达高潮，薛小千松了松手中的话筒，又握紧，他独特的声音再次传来：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忽又是降维打击啊。后台的邵飞白依旧苦笑着摇摇头，他出道以来经历过2次这种感觉，一次就是夏曦瑶演唱的勇气，一次就是这次薛小千的演员。让他庆幸的是，2次都是自己先唱，他都不敢想象，若是他们先唱之后自己还怎么唱下去，肯定会直接道心破碎的吧。毕竟接不住人家的歌，那可是非常尴尬的。舞台上的薛小千此时已经唱完，他向观众们挥了挥手，便走下舞台。后台的邵飞白见到薛小千迎面走来，他愣在原地想了一下后，忙走上前去：薛老师，那个星瑶娱乐还要人不？听到邵飞白的话，薛小千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很快又释然地笑了一下：应该是要的，不过还是要顾总说话，我看好你哦，小伙子。薛小千一眼便看出邵飞白心中所想，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年仅20来岁的小伙子看来是开窍了呀。顾总，哦，我知道了，谢谢薛老师。邵飞白愣了一下，转瞬才明白薛小千说的顾总就是顾心意，他对顾心意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之前的年轻有为的印象上，现在他才恍然发现，也对，人家都快是3巨头公司的老大了。想到这，他心里不由有些感慨，都是同样年纪的人，为啥区别能这么大呢？要是这想法让顾心意知道，他肯定要吐槽一番。你说你好好的，跟个人形外挂比什么？不够糟心的。飞白，在这发什么愣呢？邵飞白还在感慨着，这时突然又有声音传进他的耳朵，
他抬头看去，瞬间又愣住。七哥，下一场你上？对啊，过来见识见识现在的年轻人究竟有多么厉害。七华笑着说道，然后看向星瑶娱乐所在的那个房间处，感慨不已。真没想到，我也有一天会再被调出来与小贝争锋。说实话，要是赢了还好，输了就丢人了。邵飞白没有搭话，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心里也在打着鼓，七华是当代天王，实力自然是无可争议的强。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隐隐感觉到顾星逸好像不会输一样。好了，我先上场了。七华看出了邵飞白的纠结，他也没有太过在意。毕竟他自己也知道，顾星逸是千年难遇一次的妖孽，谁都不知道顾星逸会再出什么幺蛾子。舞台上，七华一登场，场馆里欢呼声一片高于一片，上万人的起身欢呼，可谓是地动山摇。继天后穆白薇之后，这是第2个重量级的选手，也就代表着这场比赛又有的看了。这一场，七华带来的是一首粤语歌，声声叹息，经典的旋律配上他特别的声音，让这首粤语歌一下子就征服了现场观众们的耳朵。天王之所以是天王，那真是他全方位无死角的让人喜欢。后台正在观看比赛的顾星逸，在看到七华上场时，他却笑了起来。终于来了，他可是等了好久了。他知道这一场过后，星瑶娱乐在这乐坛将再没对手。第174章，梦回当年。七华的出现让所有娱乐公司都知道，这一场会是决定乐坛之后走向的一场比赛。如果说之前穆白薇的失败是代表着星瑶娱乐的强势崛起，那么这一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奠定星瑶娱乐之后在乐坛的位置。一首经典粤语歌，也是七华带给顾星逸的最后一个挑战，也是最难的一个。就如后来一样，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不管何时它都能流传不息。它与其他歌曲最大的区别就是，别的歌曲只能流行一时，而没有这个底蕴流行一世。七华一曲唱完，他站在这久违的舞台上，看着现场的观众们，隐约间好似看到了当初年少的自己。特别是今天这一场，他还是作为一个挑战者的角色，他更有当初的这种感觉了。岁月催人老，一代新人胜旧人。正如他现在所唱的这首歌一样，只剩声声叹息。台下的观众们已经疯狂，他们高喊着七华的名字，不少人都已热泪盈眶。自从穆白薇与七华这些人各自奋斗于其他事业之后，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享受过音乐了。虽然后来出了个顾星逸，但是顾星逸带来的感动和这些老人所带给他们的感动是不一样的。人都是念旧的，这些人的出现满足了他们的怀念，这一届的华国最强音也满足了他们的所有期待。音乐结束，七华在所有人的呼喊声中不舍得离场，来到后台，他看向星瑶娱乐所在的位置，心里不由得也有些期待。这一次，顾星逸又会给大家怎样一个惊喜呢？对于七华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说，虽然他是盛世娱乐的人，但是也仅仅是名字挂在盛世娱乐而已，他早就可以自立门户。所以他对这一场比赛更多的期待是他的对手是谁，还有顾星逸到底会写出怎样一首歌曲。也就在这时，星瑶娱乐所在的房间门打开，一个英姿飒爽的男人从中走出。看到这个男人，七华一下子愣住了。直到这个男人走到他的身边，他才回过神来，不敢置信地喊出他的名字：刘天王。哎，小七啊，唱得很好啊，在你身上我可是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了。七华万万没想到顾星逸能这么狗，也万万没想到刘王天能加入星瑶娱乐。刘天王可是老一辈天王，也是他的偶像，对上自己的偶像，七华有点懵逼。他本以为这次是自己给顾星逸设下的一个挑战，没想到自己当真就是一个挑战者。在自己的偶像面前，自己不就是和当初的新人一样？顾星这个崽种也太不当人子了，让自己的偶像砸自己的场子，这也太让人无语了。七华结巴了半天，才面色潮红的哼斥出声：刘天王，真没想到是您，我这不纯纯找虐来了。小七，别那么说，好歌无国界之分，也无年龄之分，好歌就是好歌。你的声声叹息让我很是感动，我能体会到里面的韵味，真的很好啊。那就谢谢刘哥的夸赞了，我也非常期待您的歌曲。已经淡定下来的七华得到刘天王的夸赞，心里很是高兴，而且能再次听到偶像的新歌，他也很是激动。他当初可是听着刘天王的歌长大的。好，叙旧的话就不多说了，那我先上台了。刘天王点点头，这才迈步往舞台上走去。七华看着刘天王稳健的步伐，心中更加激动，偶像就是偶像啊，连背影都那么帅。此刻的直播间内，看到星瑶娱乐出场的人，网友们的内心更是如经历了10级地震一般，被震到无以复加。搞这个还让不让其他娱乐公司活了？刘天王这颜值，我的妈啊，帅到家了。七华，就你叫顾星逸是吧？什么？刘天王？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声音大了点，笑死！谁不知道刘天王是七华的偶像，顾星逸是会玩的。七华不，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至一片苍茫。星瑶娱乐房间内，顾星逸淡定收起手机，脸上的笑容却怎么也掩藏不住。夏西瑶好奇地看着他，问道：“你刚刚发了什么？笑得那么开心？”我想起高兴的事情，看比赛吧。顾星逸努力地憋着笑，赶紧转移话题。夏西瑶纳闷地瞥了他一眼，总感觉他没干好事。舞台上，音乐声已经响起，刘天王已经潇洒地跟着音乐敞开了怀抱。下方的女粉们立即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尖叫声。演技一流，唱歌一流，人品一流，长相气质更是一流。这就是刘天王。虽然他现在已经老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粉丝们心里的形象，这反而让他更具成熟魅力。后方大屏幕上，歌名也已经出现，暗里着迷，也是一首粤语歌，同样的粤语歌，同样的经典。老天王对战新天王，偶像对战粉丝，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刘天王那独有的温柔醇厚嗓音一出，就令所有人心中不由一滞。熟悉的感觉，熟悉的配方，唯一变化的就是他的年龄和这首歌曲了。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寂寞难耐。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内，我有吻过你，这毕竟没存在。歌曲一出，就令所有人着迷，更让无数人掀起心中回忆。他们都有一种梦回青春年少的错觉。歌太好了，而且果然刘天王的歌，只有他才能唱出该有的味道，独一份，任何翻唱都翻唱不出这种味道来。致敬经典，今晚就是经典之夜。当然啊，顾星逸是会选人的，不吹不黑。这首歌无论谁唱，都没有刘天王唱的有味道。声音有磁性，唱的有感情，浪漫温馨，又带着淡淡的忧伤，太深入我心了。网友们纷纷陷入了过往年代中，就连后台的七华看着台上的刘天王都陷了进去。听着这首歌，他好像回到了当初坐在 CD 机前，日夜看着自己的偶像的那个年代。当时的他就在梦想着有一天能与偶像同台歌唱，现在貌似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第175章，暗里着迷。天美娱乐会议室，所有高层管理在看到刘天王出现的那一刹那，就已面无悲喜。累了，毁灭吧，这世间不值得。本以为天王七华能抗打一点，谁知道这一点都不抗打。他们再次看向柳高，眼神中的意味非常明确。好了，现在不用挣扎了，你说该怎么办吧。柳高也是面无表情，他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依旧看着大屏幕上的那个潇洒的身影。他在唱着又一首经典粤语歌，暗里着迷。这可真让人着迷啊。散会。清冷的声音从柳高口中传出，在座的董事都是神情一怔，他们都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散会？难道就这样妥协了？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但是看到柳高依然神色不动，他们最终也只能收拾好自己面前的文件，各自散去。人声车声开始萧何氏，无声挣扎，有个情感奴隶。是我多么的想他，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叹味。屏幕里，刘天王迷人的歌声还在传来，柳高眼神明灭不定，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片刻后，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通知一下，让他做好准备，3巨头的名号我们不能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声音，片刻后，柳高放下手机，继续看着比赛。现在他只能做第二种选择了，星瑶娱乐动不了，他只能另寻他法。至于为什么不告诉其他董事们，因为他觉得这一批董事都是废物。如果当初顾星逸出漏峥嵘时能按倒他，现在哪会有这么多的事情？而且第二种选择越少人知道越好。现场刘天王还在唱着，观众们全都已经站了起来，摇着手中荧光棒，尽情地挥舞着，荧光棒与歌曲节奏恰得刚刚好。他们听着这首歌，眼前就好似浮现出刘天王年轻时的那个场景，那是他演过的那一部部电影，唱过的那一首首歌曲，这些情景一一在他们眼前浮现。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使我越轨。果然是经典嗓音，让人着迷，让人怀恋。当刘天王唱到这时，许多人都不由得掩面而泣，这是他们的青春啊，这就是那时的音乐啊，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要跟着大声合唱。好的音乐就是这样，不管是开心时还是难过时，都能让人忍不住沉浸其中。开心时听的是曲，难过时听的是词，它能将所有人所经历过的故事带入到音乐中，然后让人感动。此刻的网络上，关于刘天王与这首歌的话题更是已经刷爆，歌还没唱完，热搜就已经提前锁定。不愧是刘天王，一开口就让人暗里着迷。经典粤语歌，老天王回归，一首
暗里着迷，让人泪目。刘天王的巅峰颜值，就连巅峰时期的我都要避其锋芒。初见天王时尿不湿，再见天王时尿不尽，天王还是那个天王，我已早就不是当初的那个我。舞台上一曲已经结束，此刻不仅是观众们泪目，就连台上的刘天王自己都已热泪盈眶。天王老了，但他的心没老，此刻遇到顾心意，遇到暗里着迷，他好像找回了当年那个内心火热的自己。虽然早在之前就有许多人说过，刘天王就算什么都不做，往舞台上一站就会让人激动，可谁又不清楚他的性格呢？他也不会允许自己站在舞台上没有作品，只靠着自己的名声度日。这一首暗里着迷真的再现了他当年的风采。直到刘天王退场，场馆里的观众们和直播间的网友们那颗激动的心情都久久不能释怀。舞台上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可在观众们的心里，他的身影永远存在着。华国最强音第4期也随着刘天王的退场而落下帷幕，而随着这期比赛的结束，也代表着乐坛的新时代正式来临。首先最快做出反应的是各种媒体，比赛刚一结束，铺天盖地的新闻就接踵而至。继刘天王获胜之后，星瑶娱乐积分来到擂台赛第一，毫无疑问，新的3巨头已经出现。盘点顾心意的成名路，从默默无闻到3巨头之一的董事长，他只用了几个月。娱乐圈大事件，天美已死，星瑶当立，顾心意成最后赢家。除了媒体们的动作外，一些娱乐公司更是纷纷更改了公司的招人政策，他们甚至放出话来，公司一切条约都向星瑶娱乐看齐。除了放出这些话来，他们更是主动发微博恭喜了星瑶娱乐，不求别的，只求能混个眼熟。谁都知道顾心意就是一个宝藏，与他搞好关系，那肯定是没错的。当然，还有一些娱乐公司还在观望着，他们都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天美娱乐再不济，也是占了那么多年3巨头称号的大公司。娱乐圈再次掀起风云，只是这一次顾心意不需要借势，就已经具备了和其他3巨头正面硬刚的能力了。星瑶娱乐因为这期比赛的影响，再次忙碌起来。还好的是，任逍遥在第2天早上就来到了公司报道，成为了顾心意的贴身助理加保镖加司机，这让顾心意轻松了许多。任逍遥的业务能力更是没得说，刚刚上任第1天就将公司内的业务梳理得差不多，梳理完毕后，他处理每一件事情更是显得得心应手，丝毫不用顾心意费心，这让顾心意直呼捡了个大便宜。与此同时，星瑶动漫也传来好消息，一人之下已经制作完成，随时可以上映。顾心意到达公司的时候，就听到星瑶动漫的办公室里传来阵阵欢呼声，尤其是陈峰的声音已经传到了大门外。兄弟们，待我选个黄道吉日，咱们星瑶动漫的第1部作品就能成功面世了。哈哈哈！第176章宣传片播出。疯子，恭喜啊！快让我来瞅瞅你们做的怎么样。顾心意推开星瑶动漫办公区的大门，看向还在兴奋不已的陈峰说道：嘿嘿，同喜同喜，老顾，你来的正好，快看看成品，和你脑海里想的一不一样。陈峰见到顾心意到来，一把将他拉到电脑前。他虽然对自己这些人的技术放心，但还是想让顾心意这个创作剧本的人看看，毕竟他才应该是对这部动漫最有感觉的人。随着陈峰点开注明为一人之下的视频文件，顾心意俯身认真地看向电脑。这时屈思音、屈思梦等人也都围了过来，他们脸上的神色都很紧张，奋斗了这么久，他们很怕从顾心意对他们的创作不是那么满意。电脑上一人之下的故事缓缓展开，开局深夜，一个醉酒的男人唠唠叨叨地自言自语着，走在山林中，伴随着山里的兽叫鸟鸣声，气氛十分诡异。顾心意有些微怔，继续看着。随后一片坟地里，一个诡异的人影正在挖着坟，一声一声的铲土声将醉汉吓得大喊有鬼。画面一转，张楚岚出现。看到这时，顾心意眼睛微微眯起，眼前电脑上的张楚岚和他记忆中的不能说100%相似，但是已经能达到95%以上了。之后剧情展开，当宝儿姐出现的时候，顾心意彻底松了口气。当他再次看到宝儿姐，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川渝话时，顾心意便按下了暂停键，缓缓转过头。身后参与制作星瑶动漫的所有员工都紧张地盯着顾心意，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看到他们这副模样，顾心意突然一笑：大家辛苦了，可以上映了。话音刚落，办公室内立刻爆发出一阵震耳的欢呼声。这部动漫让他们付出了整整几个月的心血，如今终于过关了，哪能不让他们欣喜若狂？疯子，准备什么时候做宣传，然后上映？顾心意面带笑容地问道。他都没想到，就是眼前这些人将这部动漫给制作出来了，而且精细程度不亚于原世界的一人之下。老顾，你说呢？我可是做足了准备，王军他们的动漫应该会在12月初开始宣传，我们也定在和他们同一天。他们上映，我们就上映，莽上了，就不害怕被人压下去。哈哈，
他们那众生之上就是我创造出来的，我能不知道剧本吗？而且我不信他们能制作的比我们更好，我现在无比相信一人之下能碾压他们。陈峰哈哈笑了一下，自得的样子让顾心意都想捶他。不过等做宣传的时候还得麻烦你和嫂子啊，哈哈。陈峰话音一转，挠着脑袋又说道。顾心意白了他一眼，刚刚不是还很嚣张的吗？现在怎么萎了？真是菜鸡。与此同时，同样位于江城的另一间工作室内，王军与阮晴已经将宣传片做好，只是阮晴的脸上一直有些阴郁。他看着电脑上的成片，不由又想起陈峰。自从知道陈峰是富二代之后，他就后悔了。后来随着顾心意的名声越来越火，他现在已经悔得肠子都青了。他本以为陈峰的家庭条件只与王军无二，毕竟陈峰与他交往时一直没有摆过阔，平时生活也是一直都很能将就，活像一个屌丝。既然这样，他又为什么不能选择相貌更好的王军呢？而且当时的顾心意名声也不比现在，而且更是陷入了家暴事件中。他本来看到顾心意是陈峰的好兄弟时，还以为他能拉扯陈峰一把，可当时那情况让他对陈峰的这个好兄弟也失去了信心。一步错步步错，这让阮晴每次想起都十分懊悔。他心里也无比的怨恨陈峰，你一个富二代搞什么纯情人设？如今再后悔也没用，事情已经发生了。阮晴只能看着电脑上的宣传片问道：王军，明天宣传片上映，广告什么的都投放好了吗？还有请到什么明星宣传吗？一切都准备好了，小晴放心吧，这部动漫必火，而且我请的都是动漫界的知名博主宣传。王军脸上带着笑意，信誓旦旦地说道。可陈峰那边，顾心意当初说的话你可别忘了，而且以他现在的知名度，做起宣传来只会比我们更好。阮晴脸色依旧有些难看，他总是想起当初顾心意那贱嗖嗖的声音。什么叫略懂？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整个略懂出来就很烦人。听到阮晴的话，王军却丝毫不以为意，但看到阮晴依旧担心的模样，他搂过阮晴的细腰，安慰道：顾心意，我承认他在词曲方面确实很强，但这是动漫，动漫界和他那娱乐圈又不是一回事。你也知道，这部动漫是陈峰熬了将近2年才创作出来的，我不相信仅凭一个顾心意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拿出一个好的剧本来。最好如此吧。阮晴想了一下，终于点点头，脸色也好看了不少。也是，顾心意一个从未涉猎过动漫的人，就算他能力再强，也不可能这么快拿出一个剧本并制作出来。而且他词曲能力都那么强了，如果还会创作动漫的话，那他简直就不是个正常人类。第二天12月1日早9点，由王军成立的爱情动漫正式放出《众生之下》的宣传片。作为一部国漫，又有不少知名动漫博主推荐宣传，宣传片一经播出，立刻就引来无数爱好动漫的网友们观看。不得不说，《众生之下》虽然沿用了传统国漫的力量体系，但它精细的画质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很是让人眼前一亮。宣传片出来，仅仅过去2个小时就收获无数好评。此刻的爱情动漫工作室内正一片欢腾，宣传片的大火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就连整天阴沉着脸的阮晴，此刻都笑开了花。宣传片都收获这么多好评，可以预见，一旦正片上映，公司必将赚得盆满钵满。第177章国漫之光。小晴，怎么样？我就说吧，绝对火爆。来，亲一个好好庆祝一下。王军看着宣传片的火热数据，早已喜上眉梢。他搂过阮晴的腰，笑嘻嘻地说道：别闹，大家都看着呢。阮晴一脸娇羞模样，撇过脸去。工作室的其他员工顿时无语，心里都不约而同地想着，装什么纯呢？之前又不是没在他们面前这样过。心情大好的王军哪管阮晴的拒绝，强行在她唇上狠狠地亲了一下。他似乎都已经看到了正片上映之后那源源不断进来的收益了。可就在这时，一名公司的骨干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他拿着平板的手都有些颤抖。军哥，完了完了，你快看到网上又一部国漫出现了。说着话，他将手中平板递到王军面前。还在一脸得意的王军皱了一下眉头，对这名骨干的冒失感到有些生气。不就一部国漫吗？慌什么？这年头的国漫有哪一个能打的？王军接过平板，不屑地看了起来。现在的国漫市场真没一个他能瞧得上眼的。可当他看到这部动漫的名字时，他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一人之下，不会是抄袭吧？他的动漫叫《众生之上》，这又来个一人之下，完呢？随后他点开平板上面的宣传视频：武当王爷拜见老天师，过去无可挽回，未来可以改变。视频一开始就是王炸一句武当王爷拜见老天师的场景，让王军瞳孔都紧缩了一下。他越看心里越是惊慌，这画质，这配音，这人物形象，这台词，
特别是当他看到宝儿姐操着一口川渝话出现时，他眼前一黑，这个形象，这个声音，太吸引人了。等王军再回过神来，就再次看到一个名场面，是张楚岚的月下六鸟图。视频里不摇碧莲张楚岚调动着真气，哈哈大笑着，笑声让王军拿着平板的手都颤抖起来，然后平板砰的一声掉落在地。国漫之光，如果说众生之下是在原有国漫的基础上进行改动创作，那这个一人之下无疑就是国漫之光。谁？到底是谁？王军口中不可置信地念叨着，又快速从地上捡起平板，点开发布人的信息，再然后他眼前彻底黑了下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王军！阮晴惊呼了一声，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他没有去管坐在地上的王军，反而将平板抢到手中。下一秒，他也彻底愣在了原地。发布者：星瑶动漫。星瑶，星瑶，现在是个人，恐怕都知道星瑶代表着什么。但阮晴还是不信邪地点开了微博，找到了顾星逸与夏西瑶的微博查看起来，然后他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只见顾星逸与夏西瑶的微博上同时发布了最新一条信息：星瑶动漫旗下一人之下宣传片已经面世，希望各位大大们捧捧场。我可以保证，这是一部你无法忽视的国漫。详情请点击一人之下链接。呵呵，顾星逸，略懂。哈哈哈，好一个略懂！阮晴如疯了一般，又哭又笑。最后，他又突然抱起平板，找到星瑶动漫公司的简介，死死地盯着上面。只见简介上面，公司董事一栏内赫然出现了陈峰的名字。电话，我要给他打电话。此刻，阮晴的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他现在彻底后悔了。他要找陈峰重修于好。他相信自己，只要装得可怜一点，柔弱一点，陈峰肯定会同意与自己和好啊。毕竟当初在一起1年半的时间里，他对自己都是百般好。贱人，你要干什么？坐在一旁的王军见到阮晴这副样子，一把抢过他的手机，红着眼睛质问道：滚啊！都怪你，都是你当初害的我，要不是你，我早就和陈峰在一起了。说着话，阮晴如疯了一般去抢手机，两人就这样在公司内撕扯在一起。此刻的网上已经再次掀起一片浪潮，不仅仅是动漫界，就连平时不怎么看动漫的人都知道了，有一部国漫即将上映，名字叫《一人之下》。不仅仅是因为顾星逸与夏西瑶的宣传，就连刘天王、薛晓千等人都在这同一时间发布了微博，全都是推荐《一人之下》这部动漫的。而这部宣传片浏览量早已过亿，更有上百万的转发与数千万的评论，此时已经霸占了各个软件的热搜。这个数据放在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动漫达到过。更有无数知名动漫博主自主的制作宣传视频帮忙宣传着，毕竟这些都是流量啊。这么大的热度，不要白不要。小智就是一个拥有1000万粉丝的知名动漫博主，他一心热爱动漫。起初他在看到顾星逸等人宣传的《一人之下》时，他是异常气愤的。他觉得这是饭圈文化在污染动漫界，他要誓死保卫动漫界不受污染。于是他也点开了《一人之下》宣传片看了起来，他要挑刺，他要找到这部动漫的不足点，然后抨击顾星逸他们。然而当他一整个看完宣传片后，他整个人都呆住了。他愣了许久后，咽了口口水，终于在网上发了微博，并且附上了宣传片的链接。起初看到这么多明星在宣传《一人之下》时，我是异常气愤的。我觉得这是在玷污我们动漫界。顾星逸这个人我也非常喜欢，我喜欢听他的歌，但我并不认同他能做出一部好的动漫来，尤其是国漫。如今的国漫苦不堪言。可当我完整的看完宣传片后，我发现我错了。我只想对顾星逸说一句对不起，然后再说一句太好看了。在我心里，这就是国漫之光，当之无愧。在这里我向大家隆重的推荐这部动漫，看下去你会有惊喜。小智一口气发完微博，然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现在也无比期待这部动漫的正片上映。另外，从不关注明星的他第一次关注了2个人，一个是顾星逸，另一个则是夏西瑶。第178章，抛开事实不谈，随着时间的发酵，《一人之下》的宣传片彻底火出圈了，不仅轰动了整个动漫界，就连平时不怎么看动漫的网友们都在关注着这一部国漫。不因为别的，就因为这是星瑶动漫制作，而且创作剧本的人还是顾星逸。网上关于《一人之下》的议论声更是爆炸，从动漫界到娱乐界，基本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一部国漫。本来看到顾星逸推荐，以为这个载种不好好写歌，又开始胡作非为了。直到看到那么多明星都在推荐，我才怀着一颗好奇的心点开，然后我整个人都看呆了，笑死我了！这是什么神仙动漫？月色六鸟，一气呵成！哈哈哈！不得不说，宝儿姐的形象我太爱了。
特别那一口地道的川渝话，哈哈，你个瓜娃子，真是太离谱了。顾心意这个笔不仅写歌离谱，现在就连动漫剧本都写了，还写得那么好，他简直不是人。我一个不怎么看动漫的，都有些期待这部《一人之下》了。我喜欢老天师，太飒了，感觉绝对是个大 boss。《一人之下》宣传片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内容彻底吸引住了网友们的目光，他们都开始期待起正片的到来。而爱情工作室所推出的《众生之上》，如今直接被人遗忘在了角落里。若说前2个小时还有人点击进来看看，可到了现在，浏览量已经趋近于0。不是《众生之上》不够好，《一人之下》太过耀眼。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一刻，刚和阮晴打了一架的王军已经生无可恋，他已经可以预见《众生之上》的结局，这次肯定会赔得底都不剩。这个结局他不能接受。要知道，为了创作这部动漫，他家底已经掏空，更是能找的投资全都找了，能借的地方全都借了，而且基本都是以他自己的名义。如今这种情况，公司许多员工已经卷铺盖走人，阮晴更是与他彻底决裂，将他拉黑。这一刻的他，只剩这一间空空如也的办公室与满身的负债累累，比当初的陈峰还要惨上100倍。星瑶动漫中，大家还在为宣传片的爆火而庆祝着，这时陈峰却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看着上面的来电显示，眉头立马皱起。他没有立即接起电话，而是犹豫了好一会儿之后，默默地将电话挂断，拉黑。在抬头时，他看着面前的这些张喜气洋洋的笑脸，然后也笑了。在一边的顾心意看到了这一切，他也笑了笑，随后走上前来拍了拍陈峰的肩膀。不接吗？现在你成功了，不是更应该接起来听听他说什么吗？合着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小肚鸡肠的人是吧？陈峰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顾心意笑得更加欢实，在陈峰肩膀上又重重地拍了2下。陈峰这才叹了口气，而后摊了摊手。一人之下没成功之前，我还一直在想着，如果我成功了，该怎样去盛气凌人地站在他面前，向他证明他的眼光是有多么的差。可当真的成功了之后，我才突然发现都过去了。特别是和大家在一起努力时，我才更加清楚，我们这些人啊，之所以能聚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梦想，而这份梦想不该被这样的人玷污。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应该向前看。理解很深刻，不错，这才是我认识的陈峰。给你鼓掌。顾心意还是笑着，只是这个笑容里终于多了些轻松。其实他之前也担心陈峰成功之后会再去找阮晴，担心他会再被甜言蜜语哄骗，担心他会重蹈覆辙。可没有，陈峰虽然看着大大咧咧，但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很是拎得清。第二天，谁都没想到的是，阮晴竟然找上了门。虽然他被安保部门拦在了外面，但他依然没有走，一直守在公司外面。最后，陈峰与顾心意不得不出面见了他，依旧是这个大厦，3人见面，只是这次少了一个王军。阮晴的脸上还带着一些伤痕，身上的装扮一如从前。他看到陈峰的时候，那楚楚可怜的表情让顾心意心里都直呼这不去做演员都可惜了。陈峰，我和王军分手了。阮晴想上前抓着陈峰的手，却被陈峰退后闪开，于是他抬头可怜兮兮地对着陈峰说道：你分手了，关我什么事？陈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心里虽然有些波动，但还是皱着眉头说道：陈峰，我知道你恨我，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只要你能消气就好，然后我们和好好吗？就像以前一样。我们不是，麻烦你搞清楚，我现在没有恨你，不管我和你当初怎样，现在我们也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也不会和你再有任何关系。最后，请你离开这里，我们公司不欢迎你。阮晴继续说着，却被陈峰直接打断，然后下达了逐客令。陈峰，你非要这么绝情吗？抛开事实不谈，难道你就一点错没有吗？当初要不是你一直隐瞒你是个富二代的身份，我也不会离开你，是你先骗我的。这一番话给顾心意差点说笑了，也让本来心里还有些悸动的陈峰脸色彻底冷了下来。好个抛开事实不谈，我现在也没什么和你谈的，你愿意待在这就待着吧。不过阮晴，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和你不会再有任何关系，如果你还有一点脸面的话，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说完，陈峰刚转身，然后整张脸彻底黑了下来。只见公司大门两边扒满了围着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们，他甚至看到有些人竟然还拿着瓜子在嗑着，就很离谱。眼见阮晴还要伸手挽留，顾心意直接挡在了陈峰身后，笑呵呵地看着阮晴。再次看到顾心意这种笑嘻嘻的帅脸，阮晴心里莫名有些害怕。他敢在陈峰面前哭闹，但他不敢在顾心意面前这样。他还依稀记得顾心意当初也是这一副样子，仿佛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了他。所以顾心意现在给他的印象就是无所不能的存在。疯子的话你也听清了，我呢也劝告你一句，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还有，当初我就对你们说过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哦，对了，我兄弟不穷。
希望你记住我的话呀，其他你自便。第179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阮晴最后还是离开了，因为顾心意的话，他敢保证陈峰不会对他怎样。可他看不懂顾心意，在他心里，资本永远都是一个样。顾心意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创建这么大一个公司，在他看来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若是让顾心意知道他这个想法，肯定会哭笑不得。原来现在他在别人眼里也变成了资本大鳄。12月5号，一人之下正片正式上线，并且是在国内最大的动漫平台自由动漫平台上映。上映当天，这部国漫就收获了高达4亿的播放量，堪称有史以来首日播放量最高的一部动漫，而且评分更是超越了同批次上映的所有动漫。一部国漫能达到这种水平，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星瑶动漫的名号也因这一部动漫响彻了整个动漫界，网上的热搜从一人之下出现后就没停过，而星瑶娱乐与星瑶动漫也被网友们挂在了嘴边。特别是顾心意，现在网友们更是对他津津乐道，更有媒体发文细数了顾心意的发展史。然后看到这个帖子的网友们都齐齐的倒吸一口冷气。从默默无名开始，他靠着一首《一生有你》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到和华英合作共同创出《只要平凡》之后，他初步打响名号，再到宠妻事件与家暴事件，让他陷入了舆论漩涡，直至夏夕瑶出来宠夫，让网友们再次接纳他，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首接着一首精品发出，直至夏夕瑶被封杀，华央因为他的《追梦赤子心》出来站台。这时他就已经有了和娱乐圈抗衡的底气。直到这次华英的华国最强音，他不再低调，几期比赛彻底奠定了他的地位。这才半年时间，他就已经让娱乐圈的所有人都只能望其项背。再到如今星瑶动漫推出的《一人之下》，又让动漫界掀起一阵滔天浪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能说太恐怖了。无数网友看完这个媒体发布的帖子之后，纷纷满脸震惊的在下面留着言：靠，你不说我都没发现顾心意有这样牛逼。家人们，谁懂啊？一直追着他的歌到现在，蓦然回首，他已经站在了巅峰，而我还是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少年。就离大谱，真是潜移默化。我们只关注他的歌，好像真没人关注他的发家史。偶像就在眼前，不管哪个方面，他都是我奋斗的目标，这也离不开我们的支持啊。可是他赚了那么多钱，也没看捐款过一次啊。这年头还有道德绑架的？人家那是靠实力赚的钱，捐不捐那是人家的事吧。确实是他的事，但是没有我们，他也站不起来。你看娱乐圈哪个有能力有口碑的，没做慈善的？就他顾心意例外。楼上的，别把你和我们混为一谈，说的好像他不是靠实力，而是全靠你一样。都说夏夕瑶与顾心意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我看也就那样吧，与其他资本家没什么两样。不知道是谁带的头，网上的风气突然一变，不少网友们都开始议论到底该不该捐款这件事情。此刻的星瑶娱乐内，顾心意几人自然看到了这些评论与话题。这些人怎么能这样？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们星瑶娱乐赚的钱，有30%都用在了帮助贫苦儿童和那些看不起病的病人身上，每一笔都是云姐亲自审查过后才拨的款。夕瑶姐，姐夫，你们就不出面澄清一下吗？窝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的陶乐乐抱着平板气呼呼地说道。云姐与其他人也都望过来，他们自然也都知道，顾心意赚的钱有30%都流向了各个贫困地区。星瑶娱乐成立的第一天，星耀慈善也随之成立了。只不过顾心意从来不说，他只是默默地做着。看到陶乐乐这副气鼓鼓的模样，夏夕瑶有些好笑的按了按他鼓起的小脸说道：我们发展的太快了，自然有人眼红，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有人喜欢就有人讨厌，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就生气，那不是早晚会被气死了。可是他们真的很气人啊。陶乐乐依旧有些愤愤不平，就连他也都拿出30%出来了，现在还要被人这么说。好了好了，消消气，这明显是有人在带节奏。不过想在这种事上做文章，也不免太过幼稚了。放心吧，不用理会。有一句话怎么说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之所向，无问西东。坐在沙发另一侧的顾心意也安抚着陶乐乐，不论网上怎么说，他心中无愧就好。白的永远变不成黑的。星瑶娱乐的捐款一直都是通过华国慈善直接捐出，每一笔都经得住考证，所以他并不担心。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之所向，无问西东。在场的众人都默默地在心里念叨着这句话，然后都看向顾心意，眼睛越发闪亮。这就是顾心意的魅力所在啊！瞧瞧人家这文化，不仅写歌这样牛皮，就连说话都这么让人舒心。与此同时，网上的节奏也越来越大，顾心意的默不作声，更是让这场风波越演越烈，颇有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刘董，好计谋啊！只是一点水军就能将水搅浑，
顾兴义现在肯定疲于应对，后天的华国最强音正是我们反击的好时候啊。柳高的办公室中，公司的运营部长正乐呵呵地拍着柳高的马屁。这次的事件就是柳高吩咐他做的，没想到网上现在竟然真的形成了对顾兴义的讨伐之势。谁说我要趁机反击了？如果顾兴义能被这点小事困住，他就不是顾兴义了。柳高脸色依旧平淡，没有丝毫因为下属的马屁而开心。不反击？那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马屁拍到马腿上，运营部长有些尴尬，他有些疑惑地开口问道。只是稍微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让他分心而已。至于为什么，不该你知道的不要问。柳高瞥了他一眼，眼神中看不出任何波动。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忙。运营部长更加尴尬地笑了笑，赶紧起身告辞。第180章，球哥来了。谁都搞不懂柳高到底想做什么，包括顾兴义。他知道这次的事件肯定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可他想不到对方这么做的意义在啊，给自己泼脏水，让自己分心，然后让自己没有精力去管华国最强音上的事。如果是这样，那顾兴义只能说用这招的人简直太愚蠢了。就凭这点事会让自己没有精力去创作歌曲，简直就是一个笑话。而就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星瑶娱乐来了3个就连顾兴义都意想不到的人。3人上门的时候，顾兴义并不在公司。前台小姐姐李文静看着眼前面露威严的3位老人，心里不由得暗暗猜测这3位老人到底是谁。同时她忙站起身招呼起来：您好，请问您3位找谁？小姑娘，我们找顾兴义，请问他在公司吗？为首的一位老人笑呵呵地回道，同时3人都在打量着这里的一切。找顾总吗？您稍等一下，顾总现在不在公司，我帮您联系一下。那就麻烦小姑娘联系他一下，就说林国栋来访。好，那您3位先进会客厅休息一下吧。乐乐姐，来找顾总的，你快来先接待一下。李文静赶紧答道，她总感觉眼前这3位老人很不一般，便忙又通知陶乐乐来接待一下，生怕怠慢了3人。陶乐乐急匆匆地赶来，将3位老人引入会客厅，被端上茶水。3位老人客气地说了谢谢，然后其中一个老人笑着看着另一位，抱怨道：小林，我早就说应该先提前联系一下，哪有人会这么冒冒失失的就过来的？这不想给他一个惊喜吗？年轻人不都喜欢这个调调？我也没想到这小子这个点了竟然都不在公司。他刚说完，另外一位老人立刻接上话说道：呵呵，都是脚脖子入土的人了，还玩这一套。不过小顾这公司整理的倒是有模有样，就是小了点。哎，天天听你们夸他，还想快点见见真人呢，没想到扑了个空。老人说完，又转头看向站在一旁板板正正的陶乐乐，笑道：小姑娘不用那么拘束，我们3个老头子又不是什么坏人。对了，还没自我介绍呢，我是华国慈善协会的会长白永志，这位是华央电视台总导演杜谷，另一位是华音的总导演林国栋。听到3人的自报家门，陶乐乐整个脑袋都是懵懵，他的小脑袋瓜里只剩下华国慈善、华央和华音的字眼了。这可全都是平日里都见不到一面的大人物啊！今天竟然作伴来到了星瑶娱乐。见陶乐乐没什么反应，白永志继续说道：最近网上关于你们顾总的非议声不是很多吗？怎么看着他好像不太着急的样子？一来到星瑶娱乐，3名老人对眼前所见的都很满意，整个星瑶娱乐似乎并没受到什么影响，每个人上班时脸上都带着笑，这让白永志都有些诧异。要知道其他公司遇到这种事，为了公司声誉，公关团队早就下场洗地了。而且他是知道顾兴义捐的财产的，毕竟每一笔都是通过华国慈善捐出去的，他捐的可一点都不少，毕竟是一个公司的30%收益，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听到白永志的问话，陶乐乐终于反应过来，虽然他脑子此刻依旧是懵的，但他还是快速说道：因为我们顾总说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之所向，无问西东。我们做值得做的好事，就不会去计较个人得失，也不需要担心人家的议论非议，我们自己心安就好。哦，3个老人同时眼睛一亮，白永志更是喃喃重复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话，然后突然笑出了声。好一个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真是越来越期待见到这个年轻人了。哈哈，老板，我猜的咋样？小顾那小子根本不会着急，这也是我喜欢这小子的原因啊。这点我是同意小林的看法的，虽然我没见过个他，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宠辱不惊，富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就在这时，会客厅的大门被匆匆打开，几人转头看去，是顾兴义急匆匆地赶来了。林老爷子，在门外就听到你们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进来了。这2位老爷子是？顾兴一边往里面走着，边尴尬地笑道，亲耳听到别人这么夸着自己，他实在有些不好意思。而且最主要的是，那些都是原世界大佬们的名言，自己就是一个搬运工而已，这夸的他自己都造得慌。哈哈，你小子还会不好意思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杜谷，也就是上次你没能见到的华央的，这位是白永志，也是这次来找你的正主华国慈善的。三位老人也站起身，林国栋笑着介绍了两人。杜老爷子，白老爷子，真不好意思，还麻烦你们跑一趟，快坐下说，你们这样可折杀我了。顾新义忙与三位老爷子握了握手，又赶紧让他们坐下，然后他自己才在另一边端坐下。陶乐乐已经呆站在原地，最后还是顾新义给了他一个眼神，他才紧张兮兮地坐了下来。没办法，他见过最厉害的人就是顾新义了，现在见到这三个常年位居高位的老人，他心里不紧张才奇怪呢。同时他的心里也更加佩服起顾新义来，他一直都觉得顾新义牛逼，但没想到他这妖牛逼在这些大佬面前都能谈笑风生的。三位老爷子，不知道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众人落座，顾新义这才问道。除了林国栋之外，杜谷与白永志还是第一次见到顾新义，他们仔细打量着顾新义，越看心里越高兴。都是些老骨头了，他们从他的精气神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既然你都叫我们老爷子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小顾啊，这次来还是想要求首歌，之前你给老林和老杜都创作过歌曲，怎么也得给我这华国慈善创作一首。本来我这华国慈善最近就想出一档宣传节目，正巧不又看到网上你这个事，我和两个老家伙一商量，正好，那就找你好了，有名气，创作歌曲又好，慈善做的又到位，除了你，我想不到别人了。小顾，怎么样？有兴趣吗？白永志望着顾新义，乐呵呵地说着，另外两位老人同样望了过来。第181章，天美娱乐的突然变奏。看着三位老爷子齐齐地盯着自己，顾新义压力山大，这都找上门来了，他能说没兴趣吗？当然有兴趣。白老爷子，这个宣传节目什么时候上映？预计在这个月中上线。既然小顾你接下来了，那我也就放心了。而且你也放心，不会让你白忙活的。现在的网上风气真是该改变一下，什么话都敢乱说，引导群众舆论攻击都能做得出来，也是时候敲打了。顾新义的态度让白永志打心底高兴，怪不得林国栋经常能把这个年轻人挂在嘴边，人家是真的值得。特别是顾新义的心胸让他很是赞赏，若是换做别人，遇到这档子事，那恐怕早就迫不及待跳出来澄清了，毕竟谁也不想做冤大头，明明捐了很多钱，却还要被人泼脏水。杜谷在一边也面带笑意，喝了口茶说道：是啊，现在的人啊，既吃不记打，虽然之前整治了一下娱乐圈，但他们还是抵不过利益的诱惑，将网上搞得乌烟瘴气的，是该敲打了。这次的宣传片依旧会在华央上线，而歌曲则会在华音上线，所以他们三人才会一起过来。本来林国栋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就是想让顾新义来写歌，没想到正巧赶上了网上的舆论升起。如今的网上，因为之前的一些水军起事，诱导了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这个话题依旧占着热搜居高不下，就连顾新义与夏西瑶的微博都险些被喷子们爆破了。不过大部分人都是在与喷子们疯狂对线，不管新瑶娱乐有没有捐款，至少在他们心里，新瑶娱乐带给了他们许多感动，这就够了。顾新义又与三位老爷子聊了会具体事宜，并一起吃了顿午饭，三位老爷子这才回去。他们这次来会在江城待上几天，这期间一直会待在江城电视台，直到拿到歌曲，将宣传节目做好后才会打道回府。其实还是杜谷与白永志想见见这个他们一直没见到的顾新义，才会亲自过来江城，要不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只能说顾新义的魅力真是越来越大了，连两位老人都想亲眼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此刻的盛世娱乐却意外的很老实，在经过之前的一系列打击后，就连邵飞白主动撕毁合约，盛世娱乐都是一副老好人的形象，乖乖的按照合同约定与邵飞白解除了合约。原因无他，田心池是真的怕了，他大风大浪经历了那么多，第一次感觉到有人能让他这么束手无策的。在他心里，顾新义就是一个非常邪门的一个人，好像只要他与顾新义作对，就总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特别当新瑶动漫出现后，一部《一人之下》的出现，让田心池彻底没了心气。《一人之下》的剧本是顾新义写的，这就表明顾新义若是想要进军电影行业，那不是可以分分钟吊打盛世娱乐？毕竟剧本之间是相通的，今天顾新义能出一部《一人之下》，轰动整个动漫界，说不定明天就能出一个《二人之下》什么的，引爆影视界。田董，真要向新瑶娱乐靠拢吗？田心池办公室中，他的秘书看着手中的文件，眼中都有一些喜色，但他还是问了一句：不然呢？等着他再来霍霍我。而且我们和他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没必要斗得你死我活，就这样吧。田心池扶了扶鼻梁上的金矿小眼镜，他自然看到了秘书眼底的那丝喜色。原来就连自己的秘书都觉得靠拢新瑶娱乐是正确的。他叹了口气，只能说顾新义这个人真的很可怕，他的存在就不合理，纯就是一个妖孽现世。不管外界怎么看，顾新义已经与三位老爷子商量好，3天后
他会给他们一首合适的歌曲，而且这个歌曲顾心意已经想到了一首合适的。一说慈善，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首老歌，毕竟在原世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知道该捐钱了。第二天，华国最强音第5期到来。这一期，顾心意同样准备好了歌曲，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期的重点竟然不在星瑶娱乐所在的擂台上。3场比赛都是一些小公司上台挑擂，而这3个小娱乐公司都是最近向星瑶娱乐释放过善意的小娱乐公司，而他们这次的比赛明显是来蹭热度的，唱的歌也都是一些规规矩矩的老歌。星瑶娱乐这边也自然回以善意，并没有再出新歌，同样是老歌应对。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们释放了善意，星瑶娱乐也不会去强压着他们。在这不得不说一句，这些向星瑶娱乐释放过善意的公司，他们公司的变动都很大，就连签署艺人的合同都在向星瑶娱乐的合同模式改变着。不知不觉间，娱乐圈的格局就这样改变了。一旦一个规则成为大多数人的默认规则，它好像就顺其自然地被群众们接受了。就连盛世娱乐都做出了改变，而网友们也在潜移默化地习惯着娱乐圈所做出的改变，所以网上对于这个改变的热度并不大。当然也有一些守旧派依然奉行着以前的娱乐圈模式，只是他们的处境越发艰难起来。因为新模式的冲击，两相对比之下，所有艺人都不是傻子，这些公司的艺人有很多都开始跳槽，而新鲜血液更是招收不进来，所以他们只要不改变，公司发展只会越来越困难。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的华国最强音天美娱乐竟然转头去挑战了英海娱乐，而且他们准备充足3场全胜。这突然之间的变化让谁都没有想到，更是将英海娱乐都给打懵了。第5期比赛过后，除了星瑶娱乐的积分稳若泰山外，曾经的3巨头积分竟然不相上下起来。英海娱乐因为这次全败，积分依然是6分，而天美娱乐积分则来到了5分，盛世娱乐同样是6分。3个老牌巨头公司，英海与盛世只比天美多了1分，很明显天美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次的比赛，这也让最终的结果扑朔迷离起来。天美娱乐这是要搞事情啊！在这一时间，英海娱乐与盛世娱乐不由得同时警惕了起来。第182章，明天会更好。天美娱乐的这一波操作让谁都没想到，更是将杨宪和田心池都给气笑了。咋的？打不过顾心意，现在开始挑英海娱乐与盛世娱乐的场子，真拿2家当软柿子捏呗？不过话说回来，3家实力相仿，天美娱乐这样做，说不定还真能给他翻身了。就比如这一期的比赛，谁都没注意，就被天美娱乐夺去3个积分。对此，杨宪与田心池自然开始着手准备，这也导致了之后的第6期比赛，娱乐圈再次迎来神仙打架的时代。只是这一次和星瑶娱乐没有了什么关系，3个老牌巨头的积分也是你追我赶，3家依旧是只差1分，局势很不明朗。而网上关于顾心意的话题还在慈善捐款的事件中纠结着，网上的争吵越发激烈，热度丝毫没有降下去的迹象。但即使是这样，顾心意始终没有出声，整个星瑶娱乐就好像在这一时间集体失声了一般。谁都不知道的是，顾心意这些天来回在公司与电视台往返着，关于慈善公益节目的歌早就在之前几天就创作出来了，而这几天他则是陪着3位老人审查着节目。12月15号，也就在华国最强音第6期刚刚结束的第2天晚上8点钟，华国慈善官方终于发布长文加视频，并且同时艾特了星瑶娱乐与顾心意的微博。这一个帖子一经发布，便立刻在网上炸开了锅。网友们都知道，他们议论了这么多天的事情真相，终于要在这一刻浮出水面了。特别是与喷子们兑现这么多天的粉丝们，更加激动地点开微博看了起来。刚点进去就是各种捐款截图与证明，还有各种合同之类的信息，里面林林总总汇集了星瑶娱乐从创建以来的所有捐款。在下面是华国慈善官方的一段文字。最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和帖子，我们深感震惊，也深感痛心。星瑶娱乐自创立以来，到目前为止，捐款的金额已经达到以亿为单位的数额，而这些数额更是无条件捐献。众所周知，星光娱乐创立不久，一个这样的公司董事长竟然会被别有用心的人这样议论，让人寒心。而当我们去往星瑶娱乐问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时，他们的回答更是让我们都心怀愧疚。因为事件发生之后，顾心意先生曾与他们说过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之所向，无问西东。这就是顾心意先生的心胸与情怀。对于网络上突然出现的恶意导向，他并没有理会，而是只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可我们不能看到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英雄被埋没，也做不到看到他的善心被抹黑。所以在此警告各位网友，网络虽然是自由的，但每个人却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另外，我们也隆重邀请了顾心意先生为我们创作了最新节目的一首歌，也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正向的感官。华国慈善官方的这篇帖子一出，所有粉丝们这一刻都想哭，他们这些日子的坚持没有浪费，他们的支持
也没有白费。顾心意值得。这一刻，所有粉丝们都抄起了键盘，大喊一句剑来，化身成了键盘侠。这些日的委屈，他们都要在此刻宣泄出来。收益的30%啊！卧槽！黑子说话，我就说吧，人家不是没做，人家只是没说。妈的！就问谁能拿出30%的收益来做慈善？你们行吗？黑子们哑巴了，怎么不叫了？狗东西，再来和你爹对线啊！心之所向，无问西东。看到没？不要用你们那狭隘的心理去揣摩顾心意，你们不配。我就想知道，哪个明星还是哪个公司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拿出以亿为单位的捐款数额？人家这才是真正办事的态度。有些人啊，捐款个几万，就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这一篇帖子让所有网友们和粉丝们都疯狂了，也让所有的黑子们和水军们都瞬间闭嘴。更有一些蹭热度的无良媒体与网红在第一时间匆忙地删除了之前所发的微博与抖音。可这还不算完，就在华国慈善发生之后，华央与华音再次下场，艾特了顾心意与星瑶娱乐官网。华央与华音以及华国慈善携手顾心意打造的《爱在明天》节目隆重上线，望广大网友们多多支持，并在此说一句：净化网络，从我做起。从今天起，我们将携手有关部门开展1周的净化网络专项活动，又有官方下场声援。而且这个活动因为什么懂得都懂，所有看到华央与华音这2条微博的人在此刻再次愕然，他们擦了擦眼睛，然后眼角都开始抽搐起来。就亲儿子呗，就这么护着，这眼都不带眼的，明显就是为了护着顾心意而来的。对了，还有节目。这一刻，所有人都点开了微博里的视频。这一次的节目《爱在明天》，视频刚开场是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围着夏曦瑶在玩闹，他们欢声笑语声随着音乐声响起，歌名也在这时出现。明天会更好。不仅是顾心意创作的歌曲，还是夏曦瑶演唱的。视频里面除了那群孩子，更有许多明星参加演出。随着节目的进行，夏曦瑶甜美的歌声也在网友们耳边响起，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只是歌曲响起的一瞬间，观众们都已陶醉。果然啊，还是老味道。论写歌唱歌，还得看顾心意与夏曦瑶啊。在这个歌曲面前，昨天的华国最强音简直瞬间被秒杀啊。而视频里伴随着歌声，一些贫困地区的儿童出现，他们迎着春风，脸上露出纯真的笑容，阳光洒在他们脸上，更是让观看的人心里暖乎乎的。即便他们身上的衣服都已经很破旧不堪，但是那刚建起的学校就是他们的希望。这才是做慈善最终的目的，不是靠嘴上说说，只看实际行动。有些人的爱真的埋得很深。歌曲还在唱着，夏曦瑶犹如天使一般，在这群孩子中间给他们带来欢乐和爱。顺应着视频里场景，歌声奏响在每一个人的心间。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使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第183章，爱在心中。天美娱乐大厦中，柳高自然看到了微博，他有想过这种事情难不倒顾心意，但没想过会是这样的结局。柳高摇摇头，只是感到越发的心累。这就是顾心意，你越是打击他，他起飞的速度就越快，甚至都不需要他自己亲自下场，各种官方就把他捧在手心里，生怕他疼着。这纯粹就是耍赖，这让他怎么玩？没得玩，不想加入就只能离顾心意越远越好。那句话怎么说的？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吗？几大官方下场，事件瞬间得到完美的解决，而且还给网友们带来了新一轮的感动。爱在明天这个节目与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搭配在一起简直就是绝配。视频里的那些孩子憧憬未来的纯真眼神，更是让无数网友心里泛起丝丝心疼。但夏曦瑶的歌声却又让网友们心中燃起无限希望。顾心意、夏曦瑶还有那些无数在暗地里默默付出的人，才是他们真正应该粉的偶像啊。这一刻，所有他们的粉丝都为自己能粉这样的人而感到高兴。正如夏曦瑶现在正唱的这首歌名一样，有了他们，明天一定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视频内，夏曦瑶领着一群孩子们一起唱着明天会更好，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希望的光。随后场景一换，画面来到一个灾区，苗安云正与灾区的人们重建着家园。这里发了大水，人们的家园被淹没，可正是那不断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灾车，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灾区的大门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灾难过后，一切重建，宛若新生。镜头拉近，伴随着音乐，苗安云紧接着夏西瑶的歌声继续唱了起来。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他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歌声再次响起，而这次则是这群灾后的群众们笑容洋溢地唱着，直至一段结束，画面再次转变。这次是一个医院内，刘若莹出现，她正在医院内与病人谈笑着，而这些病人本被病魔折磨着，可此时他们脸上也升起了笑容。他们本无力再支撑下去，可广大热心的人们让他们看到了生的希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们，未来与希望在此时却是同样的存在于他们的身边。镜头跟随着刘若莹缓缓走出医院，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外面清澈的空气，随后睁开眼睛，张开双手，似乎想要拥抱这个温暖的世界，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可这次歌词变了，与第一段不一样的是，经历过这么多，人间依旧温暖如初。世界不再孤独，人们也不再彷徨，因为有爱，因为有明天。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镜头再次拉远，这一次之前视频里所有的人们都聚在了一起，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夏西瑶、刘若莹、苗安云三人站在人们前面，他们与人们一起挥舞着双手，蓝天、白云、微风，一切的一切都在为他们伴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视频里的他们还在唱着，而网上的观众们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喜悦的泪水，网友们歌声中感受到了爱的存在。华国慈善这一条微博下，无数网友们也都纷纷发着自己此时的感慨与期待，希望明天会更好，每天都更好。万万没想到，昨天的华国最强音没把我感动到，今天这一首就让我破防了。这首歌一响起就升华了我的灵魂，太赞了！三个都是我的女神啊，爱了爱了，明天会更好，是每个人心中的期盼。此刻的顾心逸也与所有网友们一样，也正在看着这个视频。小奈奈被他抱在怀里，也在跟着电视里的妈妈一起摇头晃脑的哼唱着。这个视频顾心逸全程参与了制作，只是连他都没想到播出来的效果竟然会是这么的好。歌就不用多说了，罗老师创作的歌都没得说，但是这个节目仅仅拍摄了半个月左右就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让顾心逸都不得不在心里赞叹一句，到底是官方出品，真牛。夏西瑶也在一边默默地看着视频，他这些天跑了很多地方，也亲眼见证了那些贫苦人们脸上露出的笑容，这一趟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比珍贵的回忆。只有苦命人才更懂得这份笑容的珍贵，他懂，顾心逸也懂，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这些更加难得可贵。而视频还没结束，节目中随着明天会更好的音乐缓缓落幕，画面渐渐暗下。等画面再次亮起的时候，这一次是一个个捐款的名单，是一张张诚挚的面孔，这些都是默默付出、默默捐款的人们。无数名单和照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华国地图。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正是这些质朴的人们，才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好。画面再一转，一群人手拿小红旗在挥舞着，小红旗随风摇曳，顾心逸赫然在人群之中。不一样的音乐再次响起，画面中大合唱响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至此，画面彻底暗下，一行行小字伴随着敲打键盘声出现。这一行行小字诉说着一个个事件，诉说着一个个得到救助的人们，他们的心声以及他们生活的改变。最后这些字幕慢慢淡下，屏幕中只剩下一句话：爱在明天，也在此刻，在所有人的心中。第184章，妮妮。华国慈善的一个微博将网上闹腾了好多天的事件平息，仅仅一个晚上，事件彻底反转，微博上彻底成了粉丝们的狂欢会，再也见不到一个黑子的身影。可就这还不算完，之后的净网活动更是有官方部门下场，将之前发布过不实信息的一些网红与不良媒体封了号，甚至许多水军窝点都遭到查封。这个节目的影响也导致网上掀起了一阵捐款浪潮，许多网友们都在调侃着，只要一听到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心里就不由得想到该做慈善了。就连始作俑者柳高都想不到事件会发展成这样，他不明白顾心逸在想什么，仅半年多的时间，捐款数额就达到以亿为单位，而且还用一首歌将整个网络都净化了一遍。天美娱乐再次召开了高层会议，只是这次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太好。
如今的天美娱乐中，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动摇，毕竟现在的娱乐圈中，他们已经被排斥在外，属于特立独行的那一个了。就连柳高现在心里都有些动摇。可当初是他下的命令封杀的夏西瑶，也是他主动压迫的星瑶娱乐。一旦这时候他选择认输，向星瑶娱乐靠拢，结果可想而知，天美娱乐的前途堪忧。最让柳高想不到的是，盛世娱乐田心池的转变。以前的田心池可也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唯利主义者，妥妥的一个狠角色。可现在呢，就连他都低头妥协了。想到这个，柳高就很心烦。他拍了拍会议室的桌子，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最近一段时间都老实点，一切等华国最强音结束之后再说。柳高还是想等一等，一切等到华国最强音结束后再观望一下。如果能在华国最强音上夺得胜利，那么他们的威望就还在，一样可以像以前一样生存下去。毕竟这个世界向来以实力为尊。距离节目播出之后，不知不觉过去了3天。12月18号下午，天空飘着毛茸茸的小雪，冬至即将来临，江城的天气陡然变冷，人们也将秋衣秋裤套起，外面穿上厚厚的羽绒服。今天整个星瑶娱乐罕见的下了个早班，众人约好一起涮个火锅。夏西瑶与陶乐乐回去接小奈奈去了，顾星逸与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往楼下走着。刚出办公楼，顾星逸就见到从家里回来的任逍遥，有些心不在焉的，直到走到近前，差点与自己撞上，他才回过神来。回过神来的任逍遥看着顾星逸，有些欲言又止，让顾星逸很是好奇。自打任逍遥来公司之后，他确实省心了不少，只是他总感觉任逍遥心里装着事情。顾星逸想了想，便走上前去主动搭话道：逍遥哥，今天没什么事，要不将妮妮带出来一起吃个饭？正好西瑶与乐乐回去接奈奈了，2个小家伙还有个伴。顾星逸说完，认真地看着任逍遥。他看到任逍遥脸上的神色有些挣扎，终于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抬头说道：顾总，能不能麻烦你再带着小奈奈来我家一趟？妮妮她……任逍遥说到这，有些说不下去了，脸上的心酸表情让顾星逸感到有些揪心。他忙将任逍遥拉至一边，语气也沉重了一些：逍遥哥，妮妮究竟怎么了？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不想让大家知道，也不想让大家担心或者是怜悯，但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为妮妮着想，这种时候不是该要强的时候。顾星逸知道任逍遥的性格，他的性格刚正要强，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和父亲，他不想麻烦别人，想要一个人扛，这都没错。但有时候有些事真的是一个人能扛得住的吗？任逍遥再坚强，他也只是一个人。听到顾星逸的话，任逍遥紧紧握着拳头，尽管他仰着头，眼泪还是顺着脸庞流了下来。再坚强的男人也是有软肋的，而他的软肋就是妮妮。顾总，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妮妮她一直患有一种罕见的神经性疾病，这种病和阿尔茨海默症情况差不多，而且这种病更要厉害。妮妮她只有3天的记忆，每过3天就会失去以前的记忆。任逍遥的声音都有些哽咽，说出的话更是让顾星逸心情彻底沉重了下来。他没想到任逍遥家里的事竟然是这种事，那个看上去如小天使般的小女孩，竟然是一直患着病的。妮妮刚生下来不久，在医院查出她的病之后，她的妈妈就跑了。这2年我一直在到处奔波，可是没有一家医院有把握能治好这个病，妮妮就这样一直处于不断失忆的状态中。可突然有一天，小星瑶出现了，她唱着勇气大爆发，只一出现，妮妮就喜欢上了这个姐姐。神奇的是，不管失忆过多少次，每当她看到小星瑶时，她总会第一时间再次喜欢上她。就在之前，她再次失忆，可当她再次在手机上看到小星瑶时，她却说了一句让我泪崩的话。她说这个姐姐妮妮好喜欢，而且好熟悉。之后她就缠着我想见小星瑶，她更是想和姐姐一起吃蛋糕。她说她记得蛋糕是甜的。任逍遥说着说着已经声泪俱下，或许正是妮妮的这一句话让他破防了，或许他在这上面看到了希望。妮妮还记得奈奈。顾星逸听到这里也有点想哭的冲动，但他更想给任逍遥一拳。他知道任逍遥这么多年自己一人带着孩子肯定很辛苦，肯定更是遭受过无数白眼，但这都不是他这样做的理由。想到就做了，顾星逸狠狠地给了他一拳。这一拳让任逍遥止不住踉跄了一下，也让还等在不远处的星瑶娱乐众人担心地望过来。一拳过后，顾星逸才沉声问道：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你配当父亲吗？你对得起妮妮吗？还是为了你那可怜的自尊？让顾星逸最生气的就是这个。他能理解他不想麻烦别人，可理解不了他心中的想法。在顾星逸看来，为了女儿，他什么都能做。任逍遥揉了揉被打的地方，低着头，半天才突然说道：我不是为了自尊，我是害怕呀，害怕老天给了我点希望，最后又让我绝望啊。声音沙哑，这是一个父亲内心最深处的无奈与悲哀。第185章，奈奈。因为害怕，所以想要逃避。顾星逸能理解任逍遥的心情，可现实不能这样。
因为害怕就不去面对，可以吗？逃避的后果就是拖下去，而拖下去的结果只会越来越糟糕。妮妮，这个病医院怎么说？没任何希望痊愈吗？顾心意没再去纠结任逍遥身上的问题，而是直接问道。事情已经这样了，再纠结也没用，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面对，不论结果如何。神经上的病症都是很难治疗的，医生说这种病需要持续保守治疗加上日常引导才行，而想要康复只能期待奇迹，那就是还有希望，奇迹也是希望。任逍遥刚说完，便听到顾心意直接说道。他愣了一下，抬头看向顾心意。他比谁都希望女儿能更好，但他也比谁都害怕最终会有不好的结果。可现在他看到眼前这个男人，他的脸上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就好像他坚定相信着奇迹总会出现。这让任逍遥心里都被彻底感染到，他此刻感到心里也是前所未有的充满了希望。原来这才是顾心意这个人的魅力啊！夏西瑶与陶乐乐这时也已经接上小奈奈回来了，他们一下车就看到了现场有些尴尬的气氛。夏西瑶有些不解地望向顾心意这里，待看到这边两人脸上的沉重表情时，一双杏仁眸子中满是担忧。爸爸，抱抱！还是小奈奈的稚嫩童音打破了这份沉重，她从夏西瑶身上爬下来，迈着小短腿冲到顾心意的身边，扬起小脸，脸上的甜美笑容将顾心意与任逍遥的心情都治愈了不少。哎，爸爸抱！奈奈，咱们今天先去找妮妮妹妹玩好不好？顾心意蹲下身子，将自己的宝贝女儿抱起，刮了刮她的小鼻子，满脸宠溺地问道。好呀，奈奈也想与妮妮妹妹一起玩。好，逍遥哥，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顾心意揉了揉小奈奈的脑袋，抱着她对任逍遥说道，随后又走到众人面前说了一声。其他人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也知道顾心意有事情要做，也都纷纷点头。就这样，顾心意一家三口跟随着任逍遥开车往他家里驶去。车上，夏西瑶同样知道了妮妮的事情，这让他心里也一下子有些伤感起来。真没想到，那个拥有可爱面孔的小女孩竟会患有这样罕见的疾病，宛若坠落在人间的小天使，让人心酸。车子很快就到了任逍遥的住处，推开门，这是一个只有不到50平方的小房间。妮妮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而电视里正播放着小奈奈唱着勇气大爆发的视频。听到声音，妮妮转过头，在看到任逍遥时，甜甜地笑着喊了一声爸爸。她每次失去记忆时都会忘记，但每次都会很快地接受任逍遥。当顾心意牵着小奈奈也走进门时，妮妮先是害怕地往任逍遥身后躲了躲，但在看到小奈奈时，她的眼睛陡然放光。两个小天使对视笑着，就在这时，妮妮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动作。只见她突然撒开抱着任逍遥的小手，快速地跑回小房间内。等她再出来时，手中已经捧着一个小小的蛋糕。她一脸期待地走到小奈奈面前，递上了手中的蛋糕，软糯的声音从她口中传来：请你吃蛋糕，很甜的。这句话是奈奈当初刚见到她时对她说的。可是即便忘记了所有，她再次见到小奈奈时，第一句话竟然是回请小奈奈吃蛋糕。或许在她的潜意识里，她还记得要让这个她最喜欢的小姐姐吃上这样甜甜的蛋糕。这一刻，任逍遥撇过脸去，眼眶已经有些湿润。顾心意与夏西瑶更是感觉心脏像是突然紧紧揪了一下，心里无比酸涩。小奈奈脸上洋溢起开心的笑容，小家伙还不懂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看到妮妮递上蛋糕，她的大眼睛都已弯成了一道月牙。谢谢妮妮妹妹，我们一起吃。见到小奈奈欣然接过蛋糕，并且拉着自己的手，妮妮眼睛也弯了起来。两个小家伙再次成为了好朋友，拉着小手走到了小沙发前坐下。电视上还在播放着小奈奈唱的《勇气大爆发》。奈奈吃了口蛋糕，又亲昵地喂了妮妮一口。房间里立即传来两个小家伙的欢声笑语声。逍遥哥，我不知道妮妮还记不记得奈奈，但我知道不管多少次，她都会再次喜欢上奈奈，正如她每次都能很快接纳你一样。这就是希望，至少她的潜意识里应该是有记忆碎片的。顾心意看着沙发前一起玩耍的两个小家伙，很认真地说道。任逍遥也望着他们，随后点点头，没有言语。沙发前，小奈奈已经在沙发上站了起来，正在教着妮妮唱着《勇气大爆发》。她教的方法正如当初顾心意教她的一样，一句一句用心地教着，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她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而妮妮在一边欢快地拍着手，摇头晃脑地给小奈奈伴着走。没过一会儿，小奈奈与妮妮两人就能一起唱了起来。虽然妮妮唱的还有些磕磕绊绊，但是每次小奈奈都会耐心地等着她一起，就像一个小老师一般。逍遥哥，我想我们明天再带妮妮去医院检查一下，不管多少钱，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要持续治疗。另外，只要有空，就让妮妮与奈奈在一起玩吧。奈奈没有玩伴，妮妮也需要奈奈。看着两个小家伙这样天然的亲近，顾心意又主动说道。
任逍遥张了张嘴，有些难以开口。其实妮妮一直在做保守治疗的很大原因，都是因为治疗的费用已经让她精疲力尽，而持续治疗对应的更是天价的治疗费。对于普通人家来说，这根本就是可望不可及的费用。逍遥哥，奈奈和妮妮很亲近，我都从来没见过奈奈像现在这样这么喜欢过一个小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认妮妮做干女儿。夏西瑶这时也说道，她很喜欢妮妮，小奈奈也很喜欢妮妮，而且她看到任逍遥的表情，还有他住的这个环境，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与顾心意要是不这样说，任逍遥这种性格的人肯定也不会主动寻求帮助。听到顾心意与夏西瑶的话，任逍遥看向沙发上开心的妮妮，最终点了点头。这么多年，他一直活在自责和愧疚中，他恨老天这样对待妮妮，也恨自己的无能，不能更好的照顾妮妮。可小奈奈的出现，再到认识顾心意与夏西瑶之后，终于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第186章，一家三口大结局。时间一晃，12月底，华国最强音最后一期虽然已经结束，但是网友们却都还在津津乐道着这次的比赛。原因就是在于最后一期比赛，鹰海娱乐的逆袭相当精彩。柳高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计划会被鹰海娱乐轻松化解了。他也没想到，顾心意那个卑鄙小人，竟然在最后一期比赛之前，不声不响地为鹰海娱乐创作了2首歌。正是这2首歌的出现，让鹰海娱乐完成了逆袭。本来柳高已经高价策反了鹰海娱乐的一线歌手丽娜，让她在最后一期比赛中故意输掉比赛。可结果丽娜是输了，但鹰海娱乐的老牌天王还有程迪2人却带着顾心意的歌强势杀了出来。一首10年，一首彩虹的微笑，一首经典的抒情情歌，一首充满青春气息的小甜歌，直接将柳高的计划全盘杀翻在地。而这2首歌更是让网络上再次掀起一阵狂欢浪潮。实力就是硬道理，柳高现在才真真切切地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冬去春来，再入盛夏，直到天空再次飘起小雪，四季轮回，时间如白驹过隙，一闪而过。1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娱乐圈的格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娱乐圈的态势显然已经成为了一超多强，所有娱乐公司都已更改了待遇与合同问题，他们的一切都在向星瑶娱乐对标着。而天美娱乐在华国最强音之后就慢慢退下了历史舞台，渐渐泯然于众。原因无他，即使星瑶娱乐没有刻意排挤他，但他依然抵挡不住大趋势的走向。而且墙倒众人推，天美娱乐曾经背刺过的那些娱乐公司纷纷开始压制他，就连盛世娱乐都插上了一脚。这个曾经的巨无霸公司就这样慢慢缩水，而柳高再也不复当初的意气风发，只半年时间他就像老了10岁，最后更是移居到国外，不再抗争。离开的时候，他站在办公室那巨大的落地窗前，遥望着江城方向，站了许久。或许他的心里有那么一丝不甘与后悔，当初只是一个不留神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只能说成王败寇，向来如此。这1年期间，星瑶娱乐日渐壮大，新生代歌手更是层出不穷，更是每隔一段时间必出现几首金曲，其中代表作就是《泡沫》《红色高跟鞋》等。而星瑶动漫一样在一人之下完结后推出了励志国漫《那兔》，主题曲更是用了当初的那一首《追梦赤子心》。《那兔》一经上映，一时间看哭了所有网友，就连华国日报都点名表演了这部动漫。另外，星瑶影视也正式成立，与盛世娱乐合作拍摄了一部风靡全国的电视剧。之所以与盛世娱乐合作，是因为田心池姿态真的放得很低。而且健康的娱乐圈在于的是多元化发展，顾心意当然也不会做那种一家独大的事。更让人高兴的是，妮妮在这1年的持续治疗中，突然有一天，本该失忆的她在早上醒来见到任逍遥时，主动喊了一声爸爸。任逍遥当时彻底怔住，一个大男人，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的往下掉落。他只有在做梦时才梦到过这样的场景，也是他日夜期盼了几年的场景，如今终于迎来了奇迹。又是1年11月28，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所有人都知道，每个人也都在等着这一天。一大早，网上就炸开了锅。终于，又到了1年1度星瑶小公主生日的时候。去年我没赶上，今年我必到场。1年了，整整1年了。我每天期待着今天，星瑶宝贝的生日，加上星瑶娱乐全体歌手的演唱会，这谁能错过啊？靠！我老婆把我关在家里照顾老人，自己带娃跑了。家人们，这样的老婆还能要吗？我也是啊，真心走不开。我要疯了！楼上的，看看我在哪，现场照片不用羡慕，事后我给你们发视频。靠！别挤我啊，这现场人在太多了，我不是炫耀，是真的多。已经到达江城最大体育馆的网友们，一个个都没开眼笑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将现场照片发到微博，每一条微博都能迎来一阵阵狼嚎声。明明生日宴会和演唱会都在晚上才开始，
这一大早，体育馆的门口就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更过分的是，就连周围的街道上都站满了人。现场的安保已经开始管制，对于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还有吵闹的，都进行了妥善管理。不多时，人们就变得开始井然有序起来。更离谱的是，还有无数人正在赶来的路上。明明顾兴义在这一场盛宴报名10万人之后就停止了报名，但来到这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了预定人数。迫于无奈，江城有关部门只能联系了顾兴义，最后只得在体育馆附近使用投屏与扩音设备来照顾没能进到体育馆里的人。网上的官方直播间与各个合作平台的直播间人数也早已爆满，就连许多电视台都直播了这场盛况。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直来到晚上8点钟，这场不一样的演唱会终于开始。在众人的期盼目光中，江城体育馆的舞台上，身着一袭天青色长裙的夏西瑶与身穿黑色正装的顾兴义率先出现。这一刻，场馆内的所有镜头都聚焦在两人身上，不管是场馆内还是场馆外，此时更是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果然，顾兴义这个崽种从不玩虚的，开局就是王炸。后方的大屏幕上也出现他们要唱的歌曲名字，这是顾兴义第2次与夏西瑶同台演唱，也是他第2次在舞台上正式出现在观众们面前。欢迎大家参加这次的演唱会，也谢谢大家这一年对我们的支持。一首《海底》送给大家。顾兴义轻轻拿起话筒，声音不大，却在此刻传遍了整个华国。夏西瑶也随后捧起话筒，轻轻唱起。散落的月光穿过了云，音乐声响，歌声起，一首《海底》传进所有观众的耳朵里。顾兴义与夏西瑶两人唱的这个版本，有些像原世界凤凰传奇唱的，带给人的感受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人家不值得呢？所有观众都听得如痴如醉。从出了一个顾兴义之后，娱乐圈就被大家认可了，就连这么浑浊的娱乐圈都能被治愈，那人间还有什么不值得的呢？一曲过后，所有人还未反应过来，夏西瑶与顾兴义脸上带着笑容，深深鞠躬。随后夏西瑶双手握着话筒开口：谢谢大家能来到这里，谢谢大家能支持新瑶娱乐，也谢谢大家能喜欢我们这一家人。感谢过后，在观众们呼喊着他们的名字声中，灯光暗下，两人这才退场。之后，新瑶娱乐的每一个人都一一带着他们的成名曲上了台，刘天王、刘若莹、丰毅二将等所有人都将他们最好的一首歌献给了观众。直到新瑶娱乐的所有歌手演唱完毕，顾兴义与夏西瑶再次上台，只是这一次他们两人的中间多了个弯着杏仁眼的小仙女。这一家三口一出现，所有人顿时都感到惊艳了无遗憾，他们更是在下面齐声呐喊着小奈奈的名字：新瑶，新瑶。场馆内场馆外数十万人同时高声呼喊一个人的名字，那是一种什么效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声震九霄。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这一家三口最后给观众们带来了一首甜甜的《你笑起来真好看》。特别是当小奈奈唱到中间部分时，现场所有观众都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姨母般的笑容，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为她伴奏着。直到歌曲结束，台下的观众们都还在傻笑着。顾兴义与夏西瑶还有小奈奈，他们向台下挥着手，笑意盎然。能被你们认可，能被你们喜欢，我们真的很开心，也很感动。今天是小新瑶的生日，我知道许多人都是为了这个钱来，所以接下来我宣布，吃蛋糕的时间到了。所有今天来到这里的人，通通都有份。顾兴义拿起话筒，大声说道。台下又是一阵阵的欢呼声，响彻全场。他们手中的荧光棒更是挥舞成了一道道彩虹，更有许多观众们在高声大喊着：今天一定要吃穷顾兴义，对，让他赚那么多钱，把他吃哭。接下来，无数工作人员手捧着小蛋糕，脸带笑容，开始挨个分发。这一刻，就连所有电视机前与直播间前的观众们都拿出了准备许久的蛋糕。然后，不知道是谁带了头，喊了一句，下一秒，所有人都齐声高呼：新瑶宝贝，生日快乐！